罗帐内暧昧急促的呼吸让空气都热了起来。阮宁猛地掀开眼皮，只见身上压着的是个男人，通身霸道的阳刚之气直冲阮宁的天灵盖，唯独男人脸上的血色花纹让他俊逸不凡的面庞多了几分诡异。男人的俊脸越来越近，两人的呼吸缠绵在一起，是哪是欣赏男色的时候？阮宁赶紧打起精神，他在他耳边低声道：“别乱动，我们都被人算计了。”男人却仿佛听不到，粗糙的手向下滑去。你中毒了，我有办法。他似是嫌他聒噪，低头堵住他的嘴。阮宁欲哭无泪，老娘的初吻。他趁机飞快拔下头上的簪子，猛地朝男人耳后、肩颈、腰背几处大穴刺去。清醒了，你我都是被人算计，不如合作。男人嘴角轻勾，你脸上的鬼纹乃中毒所致，若不及时解毒，必会要了你的命。我能借此毒。你是什么人？探子、亲戚？看不出来吗？我是你媳妇。这么干瘪黑瘦，你是名动京城的阮家大小姐？怎么还人身攻击呢？我是阮家大小姐没错，却不是名动京城那个是我妹妹阮家二小姐。秦云川眼睛微眯，阮宁卯足力气，趁其不备，两指并在一起，猛戳他肩头、胸椎、腰腹穴位。秦云川闷哼一声，忽然脱力，阮宁终于能缓口气儿时，他却整个人压了下来。没听说阮家有2个年纪相仿的女儿，你究竟是谁？你对本王用了什么邪术？他武功高强，竟然连点穴手法都不知道吗？来人，把这假冒新娘！他急中生智，抬头堵上他的嘴，用嘴……你别喊，这不是邪术，乃医术。长话短说，阮家人一定会很快找来，给王爷演一出栽赃嫁祸的戏码。请王爷一定要信我，我乃忠义侯阮斌尚未发迹之时，在老家的原配所生，他便进京赶考，我娘替他孝顺公婆16载，独自抚养我长大。就在今年初，因没钱买药而病逝，谁知他竟在京都隐瞒自己有原配发妻之事，早已另娶左相家千金，生下儿女。皇上赐婚，他不敢违抗，却也舍不得将自己现在的女儿嫁过来，这才把我从乡下接来，做了替嫁之举。突然传来敲门声，王爷，忠义侯跪在外头请罪，说是弄错了。秦云川垂眸，小女所言句句属实，还不给本王解了邪术？医术，这是医术，没文化真可怕。王爷运功试试，这一招只会叫人暂时脱力，不会对王爷的身体造成伤害。请王爷看在我刚刚为王爷解了药力，且还能为王爷解毒的份上，留我性命。秦云川不置一词，把他绑来。几个孔武有力的脖子立刻冲进来，扭住阮。燕王，你不讲武德！阮宁被带到花厅，姐姐，你怎么能迷晕了我，替我嫁给燕王呢？你纵使被京都的繁华迷了眼，爱慕王权富贵，也不能犯欺君之罪呀！实在是微臣疏忽，竟叫这逆女钻了空子。无妨，真正的阮家大小姐这不已经来了，留下便是。忠义侯不愿意？不是，其实这逆女便是阮家大小姐呀。当年微臣进京赶考，这家中还有双亲和身体不好的兄长，全仰赖兄长一人奉养双亲。微臣封官拜爵之后，想要接双亲与兄长进京，一家人团聚，这没想到姜还是老的辣，演技还是老的强。老阮家3代单传，我哪来的兄长？没想到老家遭了天灾，家人逃荒不知去向。微臣多年来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今年年初才找到了老母亲，兄长2口也没了，只留下了这么一个孤女，把兄长的女儿记在了我的名下，视如己出，所以因而便是忠义侯府的大小姐呀。你胡说，我明明是你原配所出，你这个背信弃义的陈世美，你对得起我娘的在天之灵吗？哎呀，是我对不起我那兄长，让亲侄女如此的记恨我呢。爹，您别伤心，堂姐，爹爹许你们多年未果，好容易找到祖母，听完兄长离世，当时就大病了一场。爹爹早就告诫我，堂姐回来后一切以你为尊，我有的堂姐都有，我没有的也都先给堂姐。我的院子、新做的衣裳、我的首饰，不都被堂姐你拿走了吗？你若还想要什么，可以对爹爹明说，实在不该欺骗王爷呀。王爷，阮家3代单传，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爹有什么兄长，您若不信，可派人到陈女老家走访查问。姐姐，我要毁了我们家，连自己的爹都不承认。当年遭了灾荒，乡亲们流离失所，还有多少老人健在，又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家的事呢？爹爹自打年初找到你们之后，就已经2次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老家建房修路。你若觉得不够，就拿我的命抵大伯的命吧。这事儿好办，偌大的忠义侯府，竟然被一个刚从乡下接回的小女子钻了空子。忠义侯，你治家不严之罪无可推诿，看在你主动认错、态度诚恳的份上，本王就网开一面，那就都留下，
做平妻吧。哼，妹妹放心，以前缺失的姐妹情，以后慢慢补，姐姐一定好好疼你。若没别的事，阮家2位小姐留下，忠义侯请回。王爷，梁王世子求见。侄儿拜见燕王叔。呸！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原主对他有救命之恩，他人前说感激不尽，身后却说原主是乡下村姑，你腿子，世子是来救我的吗？王爷，您不能留下我做平妻，今晚之事是个误会，我与梁王世子已有口头婚约。世子爷，你不记得了吗？来京的路上，我们相遇时，你不幸被毒蛇咬伤，是我帮你吸出蛇毒，为此我高烧了3天3夜，险些丢了半条命去，最后命保住了，却伤了身子。你对我说不会辜负我舍命相救，老太妃说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俩八字相合，待到了京城就为我们定下婚约。今晚的事完全是误会，是他们弄错了，世子会带我走吧？秦云川猛地一拍桌子，咔嚓一声裂了。进了我燕王府的门，你还想出去？燕王叔明鉴，那蛇毒本不致命，就算没有阮大小姐相救，也不至于要命。再说梁家女子怎可挟恩图报呢？依侄儿看，她后来病倒，恐怕是故意装的。侄儿与阮二小姐才是一见钟情，求燕王叔成全。世子在路上说你会一心待我，至死不渝，以报救命之恩，你怎么能这么快就变心了呢？堂堂7尺男儿男人，却是这样的负心汉吗？王爷，阮宁自知是蒲柳，实在配不上王爷，今晚的闹剧就到此为止吧。阮宁自请。可他的舌头就像忽然打了结，离去2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是燕王妃的位置，还是该还给阮心怡？他们活见鬼了，他舌头被鬼附身了，一句简单的话都说不好。一夜夫妻百日恩，姐姐若是舍不得离去，就别惺惺作态了。为我报仇，为我娘亲夺回名分，我不能白死，我娘更不能白死。照顾了她老阮家16年，死了连个名分都没有。一股滔天的怨气直冲阮宁天灵盖，顶得他气血翻涌，噗的吐出一口血。阮宁这才明白，让他舌头打结的乃是原主残存的意识，占了人家的身体。你放心，从今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娘就是我娘。仇呢，我一定帮你报。我也不是真的要走，这叫以退为进。怎么回事？不打紧，就是救梁王世子时蛇毒伤了身子，阮宁自知不配，纵有救命之恩，却都被梁王世子嫌弃的阮宁，又如何敢肖想堂堂燕王？阮宁甘愿自请为婢，将妹妹的姻缘还给妹妹。传太后娘娘懿旨，忠义侯府有女出长成，长女名宁，温良恭俭，自小字宁心。今日与燕王共结连理，百年情色好，千载凤翎祥。次女名心怡，绘制兰心，秀外慧中，知书达理，德才兼备，许以梁王世子。谢太后，臣等遵旨。心怡，秦昊，从今往后，我不但是你的救命恩人，我还是你婶婶。乖侄儿，起身吧，不必多礼。心怡，我们走。这真的是那个从乡下来大气都不敢喘，说话如蚊子哼哼的村姑吗？为何她笔直地站在那里，身后犹如附着一层耀眼的光芒？为何她站在梁王世子面前，一点都不自卑羞愧，甚至她竟不怕燕王？妾身虽蒲柳之姿，也只能委屈燕王了。心怡，等等我。你说的都是真的。你想嫁他？臣妾岂是那么没眼光的？忘恩负义的小白脸，有什么好喜欢的？说要嫁人，自然当嫁王爷这样顶天立地、骁勇无比的真英雄啊！所以你是故意替嫁？臣妾是被算计的，但将错就错，自然也好。可是本王记得某人说他愿自请为婢。堂堂男子汉，不用这么小心眼吧？那是为了跟我妹妹腾地方，但既然太后娘娘有安排，自然要谨遵懿旨。时候不早了，王爷早些歇息吧。明天一早，臣妾就给王爷请脉。你果真会医术？当然。秦云川将手腕一翻，示意他诊脉。阮宁也没有推脱，他立刻搭脉。秦云川脸色一沉，鬼纹更是黑沉的吓人。阮宁也觉得自己这样很没礼貌。对不起，我不是。王爷恕罪，我真不是故意的。不是吹嘘自己医术厉害，一点蛇毒都解不了。来人，请府医来。不用，我自己来。可能是刚来京城，水土不服。不会吧？一定是他诊错了吧？这是喜脉啊！原主残存的意识呢？那个阮宁，你死出来！看在同命同姓的份上，我保证不打死你。
府上郎中最善解毒。王爷，您心里可有白月光？您放心，等给您解了毒，我立马给您的白月光腾地方，绝不贪恋王权富贵，怎么好聚好散，各不相干。说的什么鬼话？嫁了本王，你还想嫁别人？除非本王死了，本王死了你也得陪葬。嫁人不用想。怡儿怎么不走了呀？爹爹不觉得今晚的姐姐很奇怪吗？在此之前，她明明胆小怯懦，可如今的她却似乎勇敢得很，都不像姐姐了。所谓物极必反，我们骗她说是嫁梁王世子，来的却是鬼面王，可能这是对她的刺激有点大吧？是不是她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怡儿别想太多，如今一切事情尽在掌握，甚至比我们预想中的还要好。太后娘娘能在这时候下旨，必定是老太妃进宫求了恩典。看来梁王世子对你倾心至极啊，怡儿不错，不愧是我的女儿。还是把姐姐身边的人叫过来问问吧。就燕王那身体还能阮心怡命自己的丫鬟去把阮宁身边的嬷嬷叫过来。老奴常是见过二小姐，姐姐自打离家到刚才有什么异常吗？这个老奴不知当讲不当讲。讲，哼，刚离了我阮家，我的话你都敢不听了？你的卖身契可还在我娘手里呢。大小姐一开始只是哭，老奴把夫人给的药放入她茶里，哄她喝下之后，她竟昏死过去。老奴又把夫人给的香点在新房里，也不见她醒。那香是算好的时间，等王爷回来时浓度刚刚好，可是屋里似乎没有发生。我们来早了，还是燕王他不行啊？这算什么异常？大小姐喝下茶之后睡得太沉了，老奴摸了一把，好像没有呼吸了。呸！大晚上的不可胡说八道。你看好了，大小姐，有任何情况及时告诉我母亲。二小姐，这里是王府，老奴若要打听事儿或是送消息，总要上下打点。今日出来得及，好好办事，好处少不了你的。哎，老爷放心吧，他是我阮家的奴才，为我家办事，应当应分。他不想着尽忠，竟只想着要钱，这有什么好气的呀？不怕人贪财，只要能够抓住他的弱点，就不怕他不办事儿。爹爹，快走！阮心怡拉着阮斌就奔自家车驾，快步而去。不跟世子说句话吗？他正找你找得急呢。男人嘛，得不到才会珍惜。姐姐对世子那么好，为他搭上半条命，世子可曾多看他一眼？不用了，真的不用，我已经没事了。摁住他！王妃在下不才，但是医术还是过得去的。在下是治病，又不是害命，王妃不必紧张。竟是喜脉！完了！你说什么？喜脉，回王爷，王妃有喜了，恭喜王爷。这好像哪里不对呀？恭喜个屁呀！敢让堂堂燕王在新婚夜喜当爹，这小姑娘真是勇啊！王爷，臣妾还是处子，绝对没有做过苟且之事。这喜脉是天赠灵啊！臣妾1个多月以前做梦，梦见天上有颗星星落在了臣妾怀中，臣妾当时只觉得这梦古怪，没想到竟是如此应验。编，继续编！来人，把阮斌这狗东西给本王追回来！敢把他有孕的女儿塞给本王，当本王好妻吗？王爷不要，是真的。不信，您可以叫嬷嬷验尸，臣妾去属实。别把我爹叫回来，他连我娘都不认，更不肯承认我是他亲生的。若是他回来，一定会弄死我的，他会把我沉塘的。但我真是冤枉的，王爷饶命啊！王爷啊，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或许真的有这种奇事呢。给王妃一个机会吧。他话还没说完，突然直挺挺地向后倒去。真的，真借我用用。我又不是裁缝，哪来的针呢？王妃快闪开！您的事儿啊，等王爷醒了再说吧。准备药浴。药浴虽好，见效却太慢。对王爷这种剧毒急症，不能单靠药浴。嬷嬷，你有针吗？缝被子的针也行。这针不好用，只能将就了。若有我惯用的针，便不必这麻烦，也能事半功倍。你干什么？王爷不杀你，你竟要害死王爷吗？毒妇！你非但不知廉耻，竟然还如此恶毒！今日在家就为王爷清理门户。我去，我在救王爷！你发什么疯啊？你要害死王爷呀！溥仪癫狂了，我在救王爷，你们快拦住他，别妨碍我施针救人！你们都听见了，王爷若死，我不可能独活。我这么年轻，还不想做陪葬品，况且我肚子里还有灵儿，我不会害王爷的。
关门！快关门！莫要叫人看见了。常嬷嬷，你怎么在这儿？谁？王妃的陪嫁嬷嬷。让她进来吧。别！你既是王妃的娘家人，老奴，你对她做了什么？只是晕过去了，死不了。那嬷嬷是你的娘家人呐，王妃连自己的娘家人都要瞒着，可见你并无把握。闭嘴，成了。究竟是何人竟敢谋害王爷？你千刀万剐都不够啊！轻点。放开他。王爷这次比以往醒来得快，而且体力和精神都没受太大折磨，我似乎好些了。把似乎去掉，王爷就是好多了。这是绣花针不顺手，若能打造我惯用针，效果还能翻几倍，不出半年就能为王爷肃清余毒。好大的口气呀！我记得你说可以验身，这不敢。敢！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不过是个乡下来的小村姑，在乡下的时候被乡里乡亲欺负我没爹，来了京都被自己的爹嫌弃不认，如今被推上花轿嫁了人，又被王爷怀疑不真。倘若新婚夜堂堂燕王妃被府上的嬷嬷验了尸，即便证明了我确为处子，我的脸面也没了，谁还会真把我当主子？王妃思虑周全，若叫王府嬷嬷验身，确实不妥，有辱你尊严，那就叫你身边的陪嫁来验。王爷不想认这门婚事，大可现在就休了我，何必故意折辱我？反倒是他们把我替嫁过来，究竟是看不起我，还是看不起王爷您呢？于阮家来说，我和我娘都是外人，王爷您又是什么人呢？王爷，其实我们才是一类人，你我都是，明明没做错什么，却为他人所不容。既是同类人，我们更应该互帮互助。我为您解毒，您护我平安，何必同类相残呢？你在跟我谈条件？我的条件于您来说不过举手之劳，却能换来健康，不划算吗？说的有理，但尊严比性命更重要。什么意思啊？既然嬷嬷不能验，本王亲自验。大可不必吧，说了半天把自己交代出去了，原以为能躲过。春宵一刻值千金，走吧，王妃。好，王爷请。王爷要怎么验？一个男人面对他的妻子，要验明贞洁与否，你说怎么验？你为何会扎针之术？你难道不知此乃西朝的禁术啊？禁术？如此博大精深的医术，为什么要被列为禁术啊？我们小山村里不知道这是禁术。那你又是从何处学来这禁术？你忌讳这禁术，又如何眼睁睁看你娘病死？别想糊弄本王。我娘教我的，她有一本医书，常常自己钻研。医者不能医，再者她的病根在心病。我爹去赶考，一走10几年，杳无音讯。他是心病引发，无药可医。自学成医，竟有这种事？当然，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厨子还能怀孕呢。你果真是厨子？比针尖还真。那我试试。鱼月份太小，不宜行房，容易小产，这是天赐的灵儿，不能不存敬畏之心啊。而且我年纪小，容易大出血，我要是大出血会死的，我死不足惜。当我死了，谁给王爷解毒啊？动不动就说死，不晓得忌讳吗？王爷，您真的不想活了吗？天才神医都不稀罕吗？想什么呢？原怕，那你只能疼着了。本王的血可不行。也对。阮宁慢吞吞拿起匕首，划向自己的食指。什么味道？本王似乎嗅到一丝异香。许是香炉里的味道吧？他心底轻颤，抑制不住狂喜，他的血脉竟然跟着他穿来了。不是香炉。王爷休息吧，您睡床，我打地铺。好歹是男子汉大丈夫，他至少也会谦让一下吧。西朝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竟然让一个孕妇打地铺。府医还坐在地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常嬷嬷。不知过了多久，常嬷嬷嗯哼一声醒过来，府医盯着他，狂喜不已。哎呀，神了，神了！常嬷嬷掀开眼皮，只见一个半老的男人盯着他，眼冒绿光。非礼呀！常嬷嬷一咕噜坐起来，抓住自己的灵，劈头盖脸地朝府医打去。嘘，别瞎喊！非礼呀！老夫一人无数，就这府上，你去打听多少年轻貌美的小丫鬟感念我的恩情，要以身相许，老夫都没要。你一个老婆子，我非礼你啊？你要不要脸呐？老夫给你把把脉，果真是没有伤及身体啊！这昏迷了这么久，竟然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哎呦，神了，太神了！今晚你都看见什么了？没，奴婢什么都没看见，奴婢进来就晕过去了。真的，奴婢发誓。最好如此，否则……婆子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明白。天还未亮。别闹！你想干嘛？再敢偷袭本王，小心你的狗命！快起来，快点，别让本王催第3次。凌晨被叫起来，还催，有没有人性啊？我还是孕妇呢。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没说什么，这就好。禀报王爷，收拾好了。这是炼神功吗？更衣。来了，
请王爷更衣。脑残、智障、四肢不全的成年人才需要别人给穿衣服。你在骂本王？他会读心术？绝不可能，哪有？妾身在夸王爷呢。王爷身姿如此挺拔伟岸，妾身能服侍王爷，真是几世修来的福气，是妾身占了便宜呢。他还真自恋。那你怎么报答本王？报答要不要？拍马屁奉承听不懂吗？竟然还当真了，还要报答？这不是自恋，这是不要脸。王爷王妃起身了吗？可要奴才们进来服侍。进来吧。真笨，腰带是这么系的。秦云川忽然握着他的手，环过他的腰，他甚至握着他的手将腰带打了个结扣。只见丫鬟们都羞怯地低下头，嬷嬷也赶紧钻进床帐中，拿了原帕就告退。阮宁这才完全明白，他是故意做给下人们看的。我答应你的条件。什么条件？你为我解毒，我护你周全。那多谢王爷。不用谢。饭后不宜饮茶，浓淡都不宜饮，会冲淡胃液，给肠胃带来负担。若是漱口的话，用淡盐水或是清水更好。换清水来。奇了，本王平日饭后时常腹中绞痛，今日反倒很舒坦。王爷舒坦最重要。传令，今后1日3餐，本王都要与王妃一同用餐，不必安排布才丫鬟，一切皆由王妃亲自操持。用不用换个大夫来诊脉？或许是昨日的大夫诊错了呢。王爷说的是，但还是王爷的安危更重要。本王今后的饮食就全由王妃安排。我跟不上了，王爷慢点。你所用医术多有禁术，不要叫人知道你会医术。随我来书房，把你要的针具画出来，我叫人暗中打造。秦云川没告诉他，他的书房从来不许女子进入，她是第一个能进他书房的女子。你最好没骗本王，否则我定叫你后悔生在这世上。王爷在这里药浴吗？不该问的别问。药浴也有用，药浴配合针灸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不过药方得按我的药方来，或者把王爷现在用的药方给我看，我好做调整。王爷若信不过我就算了。阮宁提笔蘸墨，在宣纸上画出他要用的针具的各种形状。但我还是觉得医患之间应该建立信任基础，才更有利于疾病治愈。王爷以为呢？我们不是医患关系，我们是夫妻。我可以信你，前提是你值得我信。大夫一会儿就到。阮宁的心立马悬到嗓子眼。还是改日吧，这脉象也不是说变就变，水土不服也得好几日调理呢。还请王爷尽快打制针具，万事以王爷安危为先。阮宁说完就忙不迭地告退离开。忘了介绍。阮宁又掉头回到书房门口。卑职已经查明，伏击王爷的根本就不是蒙古兵，那剑上的剧毒来自皇宫大内，宫里竟对王爷赶尽杀绝。王爷打算何时？有人偷听，卑职替王爷杀了他。何人如此大胆？我想了，王爷说的对，我们是夫妻，不管外人怎么看，我自打踏入王府那一刻起，就是王爷的人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一定竭尽全力为王爷着想，对王爷好。明白就好。刚刚忘了交代，那套针具一共要打3套，2套银的，1套金的。还有吗？王爷一定会早日康复的。他掉头跑掉。王爷，他原话，派人去一趟云梦城，仔细打探阮斌老家的情况。本王要知道关于阮宁的全部情况，越详细越好。是。不行，这个孩子留不得，说要打胎，需要人照顾，需要有心腹，更需要有钱。他回到主院，叫来常嬷嬷。我的嫁妆单子呢？虽说是替妹妹出嫁，嫁妆总不能也是假的吧？王妃玩笑话，嫁妆当然是真的，请王妃过目。这么看来，我还挺有钱的。我去库房看看。你不用跟着。院子里的下人鄙夷道：“究竟有多不受宠？忠义侯府脸面子都不做全。这布匹是好几年前就过时的料子吧？从哪个犄角旮旯里翻出来的？还带着一股子霉味。”王妃见谅，不是奴才等人备揽，实在是不用摆，也不用拆卸，直接打包装车，我有用。还有装车，这位王妃难不成是被忠义侯府给骗了？怎么回事？王爷今日腹痛没发作，还是王爷人呢？王爷与王妃手拉着手去书房了，是这样，十指相扣的拉着呢。哦，对了，王爷还说以后3餐都要跟王妃一起用，3餐也都交给王妃打理，就不用雅兰姐姐操心了。一个耳光，都是丫鬟，凭什么打我？就凭我是贴身服侍过王爷的大丫鬟，不服去王爷面前告我呀！雅兰冷哼一声，昂首阔步的离开花厅。一个乡下村姑，凭她也能得王爷的宠爱。尽管是嬷嬷随我一起去典当行把这些东西卖了。雅兰闻言大吃一惊，王妃说什么？去典当行，我要把东西卖了。这不妥吧？咱们王府的规矩，王妃的嫁妆是归自己吧？当然，那不就得了？装好车，出发！泥腿子就是泥腿子，瞧瞧这小家子气的做派，这可不是我诬陷你，是你自寻死路。雅兰转身离开，直奔秦云川书房。王妃呀，这些东西实在不用去最大的典当行，随便找个小当铺，人家都不见得乐意收。要去就去最大的，店铺够大，
才能卖得上高价吗？那待会儿老奴不下车可以吗？嬷嬷不必下车，您就在车上等我。真是无知者无畏，等会儿被人羞辱的时候，只盼着这位小王妃不要哭得太惨吧。亚兰着急忙慌来到书房，恰逢秦云川从院中出来。王爷，不好了，王妃带上所有的嫁妆离开了。你说什么？来人去追！王妃带着王府的嬷嬷，说是要去变卖嫁妆。变卖嫁妆？正是，奴婢听得真切，嬷嬷根本劝不住。王妃才嫁过来第2日，就着急忙慌的卖嫁妆，若叫人知道了，还以为咱们燕王府穷呢，这不是丢了王爷的脸面吗？知道他不是要走，秦云川倒是不急了。本王记得他有个陪嫁的嬷嬷。来人，把王妃的陪嫁嬷嬷叫来，本王有话问他。王爷不派人把王妃追回来吗？你在教本王做事？奴婢僭越，王爷恕罪。滚！坏了，我得赶紧告诉老爷去，您行个方便。干什么呢？贿赂看门婆子常嬷嬷，你想干什么呀？嬷嬷明鉴，老奴可没收啊！人赃并获，交给王爷处置。常嬷嬷贿赂看门婆子的赃款，很快出现在了秦云川面前。王爷饶命，王爷饶命！老奴再也不敢私自出门了，老奴知错了。说说吧，王妃的嫁妆里都是些什么东西？有半句不实，拿你的脑袋来抵。有家具、摆设、字画古玩、布匹、衣裳、首饰，京都寻常嫁女儿该有的都有。只是什么？只是家具都是便宜木料，摆设、字画古玩都是庙会地摊上买，布匹是几年前库房里放旧的款式，衣裳都是二小姐穿过不要的，首饰是夫人和二小姐房中丫鬟不带的。好，真是一家子好东西。夫人说大小姐是从乡下来，福薄，太贵重的东西她受不起，大小姐性子软，夫人吃定了她不识货，就算以后知道了也不敢闹，所以北撤。去忠义侯府还是先去找王妃。那丫头估计真是不识货，那些东西就算变卖又能卖几个钱？秦云川想起那一双望着他清澈灵动的眸子，不由想到他被人嘲讽后蓄满泪水的样子，越想他越是心浮气躁。快点！掌柜的，看看我急用钱，这才贱卖了，都是好东西啊，让你捡了这大便宜。红木的家具，云母式的屏风，吃金的首饰。坐在马车里的周嬷嬷听他这么吹牛不打草稿，周嬷嬷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您放心，咱们当铺啊远近闻名，是京都头一号的。这价钱呢，亏不了您。掌柜的话没说完，脸就拉下来。这就是您说的红木家具啊，红色的杨木，您拿我寻开心呢？云母式屏风就离大谱，掌柜的伸手一戳，云母式就被他戳了一个洞。哇，掌柜的高手啊，这是一阳指神功吗？竟然一指穿破云母石，厉害厉害！那你是去那样了吧？这架6折大屏风可不便宜啊！掌柜险些被他气吐血。讹人讹到当铺来了，来人，给我打出去！慢着，云母式屏风你给我戳破了，500两卖给你了。纸糊的屏风也敢冒充云母石啊！小姑娘，你贪财不捡地方呀！我当铺一般不做当面让客人下不来台的事儿，但今日你也太过分了！你若是再不离去，我可就不给你留情面了啊！怎么是他？谁呀？就是我跟你说乡下来的那村姑，妄想给我吸了蛇毒，就赖上我。哼，我祖母就那么一说，还当真了，自诩是我的未婚妻。我呸！这不被忠义侯塞给将死的燕王，怕是也活不了多久。也不知燕王在那事儿上还行不行？我算是长见识了啊！我一样样的给你算啊，杨木家具、纸糊的屏风，10年前发霉的老款布料，包金首饰，看清楚了啊，是包金。你知道我是谁吗？竟敢如此诋毁我的东西！可千万别提燕王府的名号啊，咱丢不起那人。我乃忠义侯府大小姐，这是我爹给我准备的嫁妆。既是嫁妆，实在不该变卖，您还是带回去吧。我急用钱，必须买，不跟你多要，500两吧。500两，我收一堆破。您若是急用钱呢，50两不能够再多了。50两，希望东家不要打断他的腿，实在不行，他自己再贴补东家一点。哼，掌柜的，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这不是做买卖，你这是结仇呢。忠义侯给他大女儿准备的嫁妆，在你这儿就值50两，还不能再多了。你是看不起忠义侯呢，还是看不起他家女儿的手笔？师兄，你笑什么呀？这丫头真是丢人现眼，这样的破烂也好意思拿出来变卖？你说她是村姑？不像。你瞧，外头那么多人指指点点，当铺的打手就在一旁站着。我家这掌柜啊，早年习武，一般人是不敢招惹他的。可是你看那小姑娘，自始至终镇定自若，而且一直是掌柜的被她牵着鼻子走。她那么瘦小的身板，却是掌控着全局啊。
沈兄看错了吧？她分明是个厚脸皮的女无赖，就想讹钱。她可不是来讹钱的，就算是讹，也不是讹我的钱。1000两，我买了。当铺外头，一辆宽大的马车里，王爷，你傻了，花1000两买那堆破烂，怕你尴尬，来给你兜底。那不用，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再说我们已经成婚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花自己的钱买自己的破烂，我傻呀？随你。掌柜的听见了，有人愿意出1000两，但我这个人实诚，不爱坑人，而且呢讲究先来后到，500两便宜你了。谢谢你全家呀，我。你还说他不是讹你的钱？我看他就是狗仗人势，仗着忠义侯府妄想压当铺呢，不开眼。东家说了，80两现银，您要是同意的话，咱们就成交，不然您再去别的当铺看看。成交。阮宁根本不纠结什么500两，多谢掌柜的，用80两保全了忠义侯的面子。哎呀，80两，忠义侯的老脸怕是再也保不住喽。上来。阮宁微微一怔，是你上来。王爷是嫌我给您丢人了吗？去凤翔楼。秦云川吩咐。阮宁不知凤翔楼是什么地方，但见他上车以后，燕王没有数落什么丢人现眼之类的话，他神色又轻松起来。爷，凤翔楼到了，中午去第1楼尝尝，那里的厨子手艺一绝，去看看，看见喜欢的就叫人包起来。轻店啊，王爷要给我买首饰。你带出去太寒碜。那好吧，不过我只有80两。你的你留着，本王还养得起。那就多谢王爷了。真是孩子气。姐姐，这里的首饰跟你的气质不搭呢，你瞧你戴上多别扭啊，好像土鸡硬插凤凰毛，还是别为难这首饰了。哎呀，怎么一股子酸腐味？心怡，你这姐姐多少天没洗澡了？这套头面太贵气，我果然是撑不起来。不过妹妹你戴就好看多了，像天仙下凡似的。我看这根木簪倒是很配姐姐，姐姐不如买这个吧。80两一根木簪，便要80两，我可买不起。姐姐说笑呢，王爷那么宠你，怎么会连80两都不给你呀？其实我还是喜欢这套头面，木簪我就不买了，等我攒够了钱，我买这套头面。姐姐真是说笑，你连木簪都买不起，什么时候能攒够钱买这套头面呢？等你攒够钱的时候，它早是别人的了。我付定金，给我留3天，3天之后我若能凑齐钱，我就来买；若是凑不齐，定金我也不要了。姐姐何必打肿脸充胖子？这套头面我买了，500两的头面啊！妹妹说买就买。你们别笑话我姐姐，她呀刚从乡下来，不晓得京都的物价。不是呢，乡下根本没有这样大的银楼，县城里也没有。这套呢，这套镶嵌红宝石的首饰好像更衬妹妹呢，妹妹戴上一定比天仙还美，你们说是不是啊？真的好衬心怡的肤色，心怡戴上更显白皙妩媚。心怡，你若不要，我可就要了。多谢慧慧让给我，包起来吧，我要了。阮宁鼓掌，妹妹霸气，姐姐也买一个吧，你这么喜欢，光看着多眼馋啊。买一个怎么够？掌柜的，把这里最贵最漂亮的头面全都包起来。下次出门忘记带钱，直接报燕王府的名号，让人去府上取就是了。不用，我哪里带得了那么多？带不完可以拿着玩，扔进水里还能听响。王爷您看，这套是净月先生新作，后头还雕他的名号呢。对，另外2套在宫里，市面上只有这1套。姐姐，我最喜欢净月先生的大作了，恐怕姐姐连净月先生是谁都不知道吧？不如姐姐把这套首饰让给我吧，可以吗？都听你的。燕王竟是这样的郎君，世人误传呢。谁说燕王是冷面罗刹的？这套首饰多少钱？2000两，因为是净月先生亲手打造，这花瓣上的每一条纹路，每一根花蕊，都要耗费大量心血雕琢。妹妹不会要退了刚才那2样，再买这个吧？刚才那2套也很合适妹妹呢。当然不会，我都要了。妹妹带的钱够吗？要不要派人回去取？不劳姐姐费心。平儿，她当真吩咐了丫鬟回去拿钱。丫鬟刚出门，沈岩和秦昊就并肩而入。那不是辽王世子吗？让他过来吗？既然妹妹喜欢这套，那我就挑这些吧。不用挑了，都包起来。不用不用，本王知道宫里那2套在谁那儿，明日进宫去给你找人。哎，别看了，人都上车了，你快去哄哄你那未婚妻吧。这女人真是难缠，也不知怎的得罪了。这事儿是怪你，师兄，你姐妹俩斗气呢，没看到燕王都站出来挺媳妇了吗？你这个未婚夫啊，却站得老远的。看燕王打包了多少首饰啊？你若也去，照样的给他打包一份，你瞧他还生气不生气呢？秦昊听得目瞪口呆。沈岩叫过掌问，询问刚刚燕王花了多少钱。怕是得有1万两了，这也太败家了。跟女孩子玩嘛，这舍不得花钱还玩什么玩啊？小哥，行个方便，刚才买的太多了，你把这几个给我退了吧。啊，退啊！他也知道刚才是几个女孩子斗气来着，一出门概不负责，不退不换。去，给他退，原价的退给他。是，没有的事儿。您才出了店门，只要我们验过的东西没有损坏，就原价给您退。
麻烦了。1万两的确很多，但对燕王叔来说不是事儿吧？他干嘛要退啊？不是燕王要退，是这女子非要退。我推测啊，可能是他不想欠他那么多人情。王爷愿意给您买，您只管收着就是了。哪有女子不爱首饰的？您还嫌多呀？人之美不在于华服美饰，而在乎德行。王爷给予宠爱，我心领即可，但如此铺张不好。我身为燕王府主母，实在当立德为先。沈岩和秦昊都听得愣住，阮宁却拿了银票，再次谢过掌柜，脚步从容地走了。妈，我做到了。那便都是你的了。多谢老板。老板？我老家方言就是上封大老爷的意思。本王不是你老板。哥，你是我哥，哥你放心，等趁手的工具打造好，我保证尽心给你治，让你生龙活虎，活过彭祖。秦云川听他喊哥时，心里竟有点异样的感觉。秦云川猛咳一声，忽然抽搐。王爷，秦云川，坚持住！阮宁在身边找趁手的东西，他看到那些首饰盒子，眼中一亮，拿出尖锐的簪子，在秦云川头面、颈后指尖扎针及放血。王妃，情况如何？稍等。阮宁手上动作迅速，声音却四平八稳，这叫车门外的袁亨内心稍安。因秦云川突然毒发抽搐，马车没有在外继续逗留，立刻转道回了王府。没有趁手的针真是不行。王爷醒了，本王感觉如何？运功试试，看看是不是阻碍减轻了一些。秦云川照他说的运起内力，就跟富贵险中求的道理一样，解毒效果最好的时机正是毒发之时。工具的打造要抓紧啊！今日若是工具趁手，效果要好得多呢。这会儿呢，是不是骨头缝里的酸痛也减轻了？这小女子比京都的大家闺秀还要沉稳豁达，她究竟是谁？第一楼又不会跑，改日再去也一样。王爷身体还有不适，在家里吃些清淡的更好。看出他对自己身体的关切，秦云川的神色不由柔和了几许。只见阮宁跳下马车，阔步来到周嬷嬷面前，他拿出100两的银票递给周嬷嬷。今日辛苦嬷嬷跟我跑一趟，还叫嬷嬷担了陪我丢人和被责骂的风险，这点心意请嬷嬷务必收下。奴婢惶恐，为王妃鞍前马后本就是奴婢的本分，这赏赐太重了。怕是没有王爷恩准，嬷嬷不敢要我的赏赐呢，还请王爷一开尊口。今日去当铺，我知道要得罪人，也要丢脸面。周嬷嬷没推脱，还是陪我去了。她若推说自己有事儿辞了我，我也无话可说，所以这赏赐我是诚心给的。王妃既是诚心赏你，你就收下，日后服侍王妃更要忠心。周嬷嬷心思已经转了几转，连忙俯身谢恩，忐忑地将那银票收了。当时呢，还有二小姐呢，叫他们滚过来见我。太后娘娘已经赐婚给女儿和梁王世子了，就当这首饰是给女儿准备的嫁妆吗？你呀，就是被阿娘惯坏了。静月先生的作品2套都在宫里，这一套你怎么能买？不单单是价钱的问题，论身份你也不该买。若论才貌，放眼整个京都，还有谁比女儿更配戴这套首饰呢？若给了旁人，那不是暴殄天物，恐怕连静月先生都会惋惜。老爷回来了，发了好大的火呢。老爷，爹爹到底怎么了？怎么了？你还有脸问我怎么了？阮斌将今日街头巷尾的议论说给母女俩听。爹爹，女儿不知自己不慎，竟给爹爹招了这非议。但女儿并不知道姐姐去变卖嫁妆的事儿啊，在凤翔楼里那么多世家贵女看着呢，姐姐却联合外人挤兑我，说我没钱买，还怕我赖账。女儿只想着，若是不买下，岂不丢了咱们忠义侯府的脸，丢了爹爹的脸面？女儿这才硬着头皮买下的。不信您问阿娘，女儿回来就跟阿娘认错了。那孩子，亏你还给他嫡长的身份，他心思太毒，他想要现银，不说回娘家来拿，哪有私自变卖自己嫁妆的道理？他分明是故意给老爷难堪呢。既然如此，明日他回门，我定要。娘娘叫您快着点儿，离功名落索的时间不远了，就不必更衣了。微臣拜太后娘娘。阮斌，你好大的胆子，如此蒙蔽欺辱皇家，你该当何罪？哼，哀家以为忠义侯是聪明人，没想到你如此狭隘，鼠目寸光。你的心眼小的，就惦记着侄女那一点嫁妆，因为那一点嫁妆，如今叫满京城的人戳着你的脊梁骨嘛，你的老脸还要不要了？对自己的女儿倒是慷慨得很，随随便便就买了3000多两的首饰。比宫里还奢靡呢。忠义侯这些年没少捞钱吧？微臣不敢。哼，燕王是功臣，虽有狼子野心，但毕竟战功赫赫，特别是边关那40万大军，非他的话不听。如此关头，已经克扣嫁女儿的嫁妆，燕王稀罕你那一点嫁妆吗？连这点面子你都做不全，还指望拉拢燕王的旧部？你傻呀？还是你真觉得那些武将都没脑子？微臣错了，微臣知罪，求娘娘开恩呐！哀家救不了你，面子是自己挣的，宫里可不想被你拖累着丢人，你好自为之吧。太后起身离开，阮斌听见他吩咐工人把宫里那套静月先生的首饰给燕王府送去。你不要玩去，别打扰。是我。哎，你怎么回事啊？今日这口味变了呀？你不是一直喜欢肤白貌美、身形丰腴的成熟女子吗？
这个太瘦了，不够白也不够美。哥又不是没带够钱，你干嘛这么委屈自己啊？把房主叫来，给咱们世子爷换一个吧。沈岩话还没说完，不，我就他。秦昊看着那小姑娘，猛灌了一杯酒。沈岩也打量那小姑娘，从背影看，他就觉得这小姑娘的身形像一个人，这会儿从正面看，更像了。沈岩把玩着折扇，指点那姑娘：“怎么那么呆啊？给世子爷倒酒啊！刚来的吧？咱们世子爷啊，喜欢孟浪些的。你倒了酒，酒杯不能够放下呀，你得端起来喂到他嘴边。哎，这才对嘛！对，就是这样的眼神。来的路上，他就总是红着脸，这么看着我。”女孩闻言一愣，她就算呆也知道这位爷口中的人不是自己。她脸色霎时间白了些，原来她只是别人的替身。她刚卖身进画坊，今晚是第一次出来接客，结果就遇见了这位风流倜傥、说话温柔、好伺候的爷。当初是谁说甩都甩不掉，嫌弃人是狗皮膏药的？今日一见，又惦记上了。谁知道他爹那么狠心，竟真的把她嫁过去了。姐妹两个我都收了，有何不可？我虽不能给她妻位，就可以给她宠爱，给她快活呀，总比嫁给那个不能人道的短命鬼强。世子慎言，我只在沈兄面前说，只有没外人听见。世子爷可是老手了，最会疼小姑娘了，算你运气好。说完，他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比周氏奉王爷之命前来伺候王妃。起来吧，能把周嬷嬷派来，我回头得好好谢谢王爷。是老奴的福气。你可见着常嬷嬷了？回王妃，常嬷嬷被王爷发配去刑房，赵石这会儿可能还在刑房趴着呢。王爷打他做什么？奴婢也是刚才听说，王妃出府以后，王爷叫了常嬷嬷去问话，谁知常嬷嬷正拿了银子贿赂角门的婆子，想要私自出府呢。京都里都知道，咱们王爷规矩最严谨，人赃并获，石板子那都是少的。还是看王妃您的面子。常嬷嬷何时放回来？依王爷的意思，王妃什么时候派人去领，她何时才能回来？王爷够意思，要奴婢现在去把常嬷嬷领回来吗？不用，让她待着吧。就算王妃不喜她，但她毕竟是娘家人，王妃这么晾着她，恐怕寒了底下人的心呢。嬷嬷是觉得我做的不对老奴僭越，求王妃恕罪。嬷嬷是王爷派过来的人，不必如此。你想必也知道，我爹娘跟我不亲，娘家的陪嫁更是不尽心。常嬷嬷今儿早上还欺辱我，不为跟她一般见识，她却又背着我行贿，这样的奴才，周嬷嬷说还敢纵容吗？是该严惩。多亏了王爷帮我惩治刁奴，我还没谢过王爷，就巴巴的把人接回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对王爷的处置不满呢。这小王妃心思不简单呢。听他说话语气温温柔柔，可话里全是讥讽。卑职斗胆，不知可否叫王妃看看药浴的方子？你相信他？今日在马车上，王爷情况危急，若不是王妃医术高明，恐怕王爷情况更糟。也不是全信他，这不是还有裴郎中把关吗？或许王妃的方子比裴郎中的更好呢。原话去云梦城有消息传回来吗？还没。叫他看药浴的方子不怕，但他的性情可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乖巧，任人拿捏。通过今日看来，他性子野着呢，不服管教。叫他以为我倚重他，他就更不服管了。是卑职鲁莽了。叫他来看方子也可以，但需要一个由头。禀王爷，宫里赏赐了净月先生的头面给王妃。秦云川闻言一笑，脸上的鬼纹看起来诡谲得很。头面拿到这儿来，请王妃来。不是说不回来睡了吗？叫我过去，感情是他懒得跑腿，让我跑呢。正好带上今日王爷送王妃的首饰，让王爷看看。罢了，王爷，臣妾来了。进来。王爷今晚要泡药浴吗？你属狗吗？咋骂人呢？本王看过你的生辰八字，你就是属狗。阮宁不由一惊，他不属狗，但保不齐原主属狗呢。真是小傻子，自己属什么都不知道。王爷说的是，今日那套净月先生的首饰，你让给阮二了，这是补给你的。阮宁一愣，转脸看向桌案上硕大又奢华的檀木首饰盒。哇，好漂亮！这可比凤翔楼那套奢华多了，首饰更多也更全啊。喜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多谢王爷。明日要回门了吧？阮宁点点头，忽然间他脸色微变，连忙闭上眼睛。为我报仇，为我娘证明，我娘不能死了，连名分都没有。原主残存的意识像是被触动了开关，咆哮之声震耳欲聋。害怕回去，但看你今日在当铺的表现，不像是会害怕的样子。那是没办法，总不能白吃那么大的亏。嫁妆单子上写的敞亮，可实际呢，竟用地摊货糊弄我。只是连王爷也想一起糊弄了。我娘伺候公婆10几年，到头来却被他拿来利用，连个名分都没有。我若不把我娘的这口气讨回来，只怕他的在天之灵都难以安息。明日就带这套首饰回去。多谢王爷，王爷赠我
我如此厚礼，我也不能白收啊。但我穷，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回礼，我有一技之长，就让我帮王爷看看药浴的方子吧。我不只会针术，辩证开方我也可以的。这不好吧？郎中之间不是有很多忌讳吗？这不打紧，我是王妃，不是郎中，做妻子的，看看相公泡的什么药浴，这有什么好忌讳的？来人，把药渣盛上。药方没错，只是药量该增减。如果方子也稍作调整，更适合王爷现在的情况。备支笔，我来开张方子。阮宁来到桌案前，提笔蘸墨，刷刷刷，一手漂亮的小楷。很快，一张药方就写好了。他拿起来，正待吹干墨迹之时，他忽然浑身僵硬，想撕毁药方已经来不及。身后的秦云川伸长手臂拽过药方，完了。阮宁心里喊，他怎么顺手就写了简体字？秦云川看着他写的药方，眉头越皱越紧。这写的是什么？怎么如此多白字？你究竟识不识字？识字，识的不多，都是我娘教的。你娘教的？你说你娘有本医书，上面就是这样的字？对。那本医书呢？我娘烧了。为何烧了？我怎么知道？他也没告诉我。你这字一半以上都是错的，拿去抓药抓错了怎么办？你还趾高气昂的。本字好。那我念，麻烦王爷你写。阮宁一边念着药方，一边回忆着穿越前种种。他没发觉，在回忆过往时，他嘴角洋溢着满足的笑意。秦云川仿佛能感受到他浑身的气场都变得温柔和煦。在想什么？我念错了吗？药方可不能弄错。没有错。王爷怎么了？脸怎么这么红？要毒发了吗？不应该啊，也没事啊。阮宁正要把手从他手腕上移开，却冷不防地被他拽进了怀里。阮宁撞在他胸膛上，立刻被笼罩在他的气息当中。秦云川意乱情迷，低头吻她之时，忽然见她守护着肚子。她怀孕了。这念头恍如一道闪电，瞬间劈醒了秦云川，猛地推开阮宁。发生了什么？这人格也太分裂了吧！出去。还有一件小事，明日回门，王爷能不能同去啊？不去，出去。行吧。不去就不去，本想接他的事，狐假虎威的要来常嬷嬷的生气，他不去的话，那就另想别的办法。对了，早膳的事说完我就走。早膳没有明显下毒，但搭配有很多问题，就比如乌里和牛乳一起食用，毒性胜过砒霜。虽然一顿饭人不可能吃很多，但经常如此服用，对身体大为不利。也不知是那丫鬟雅兰的问题，还是厨房故意如此搭配。我说完了。元亨，卑职在。传书，催元化快点。罢了，不必催他，让他查得详尽些。元亨拱手躬身，你去盯着那叫雅兰的丫鬟，看看他有何意图，都跟什么人接触。是，王爷还有吩咐吗？叫裴郎中来。元亨退下，秦云川拿起那张纸，仔细地端详着，这是阮宁亲手写的那张药方，全是白字，但字却这么好，漂亮干净的小楷，笔力苍劲，线条流畅，手腕稳健有力。没有数年的勤加练习，写不出这么好的字。你究竟是怎样的人？倘若真是天赐灵儿，本王不是没有度量之人，但倘若你心里已有旁人，王爷，这张药方你看看，可有问题？可是有问题。哎呀，妙方啊！王爷从何处得来这方子呢？实在是妙啊！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药物相生相克，对应人体金木水火土，作用于五脏六腑，亦是相生相克的关系。方子没问题，是这意思吧？那就用新方子。哎呀，何止没问题呢？这方子啊，设计巧妙，隔3、2日泡一次，一次泡上2克，加之水气熏针，药性可通过毛孔浸润王爷的皮肉血脉，进入五脏六腑。哎呀，绝妙呀！相信用不了半年，王爷体内的毒性必能大减。敢问王爷从何处得此药方啊？老朽想拜这位高人为师啊！拜师？裴郎中不是素来骄傲，若非本王搭救过你，你连本王的府邸都不屑于来。你竟然想拜旁人为师？哎，在医术不如老朽的人面前，老朽自然是有骄傲的资本的。可是在这位高人的面前啊，老朽只有深深的敬佩呀。能让裴郎中如此称许，他的医术绝非泛泛。秦云川微微眯眼，他的小王妃真是越来越有意思。夜色深沉，心无挂碍的人早已睡得香甜，但雅兰睡不着，往王府后院。贾兰姐姐，范东，你想吓死我呀？你娘呢？娘还在洗衣裳呢。今儿府里衣裳多，你不睡觉，在这儿猫着干什么？我娘叫我在这儿等你。你别跟着我，叫人看见会说我闲话。你放心，我探过了，
这会儿没人。那你也别离我那么近，你身上有味儿，在熏着我。没有呀，我今儿洗澡了呀。亚兰不耐烦地摆摆手，懒得和他多说。正在月光下洗衣服的老妇人抬起头，她将亚兰的不屑、儿子的痴缠都看在眼里。我想到了新菜谱，算着时间，你也该来拿菜谱了。先前的菜式，王爷还喜欢吧？别提了，我不是为菜谱来的。风嬷嬷，我都按你说的做了。先前王爷也确实信任我，你说等王爷娶了王妃就会给我开脸。可今日王爷非但没提开脸的事儿，还把我从尸案旁赶走了。他更是对下人们说，以后3餐都交给王妃安排，这可如何是好？这位王妃什么来头？难道她看出什么来了？不会吧？如果真看出来了，亚兰还能活着？你没听说吗？她是阮家从乡下接回来的，说是忠义侯哥哥的女儿。女子不能开门立户，所以忠义侯把她过继到自己名下，立为嫡长女。原本天家赐婚要给王爷冲喜，只收了阮家女儿，也没收阮家哪位女儿。阮家说是他贪慕虚荣，弄晕了阮二小姐，才得以替嫁过来。如今知道这些都是别人想让我们知道的，实际情况怎样？她一个替嫁之女，如何就在一夜之间得到王爷信任？这些我们都不清楚。亚兰姑娘，你不要急，先不要轻举妄动，你且先观察她。还能怎么得信任？一男一女，不就床子之间那点事儿吗？王爷在娶王妃之前，从来没跟哪个女人走得近过，没尝过那滋味。昨儿开了婚，自然就觉得王妃好。可她干瘦的，胸无4两肉，能有什么好？你到底行不行啊？我若不趁现在赶紧得势，等明儿王妃坐稳了位置，把我发卖或是婚配了怎么办？婚配了好啊，配给我呀，我会对亚兰姐好的。你不会也是这么想的吧？亚兰姑娘别误会，这孩子心眼实，想到什么便说出来，他没有坏心思。他没有，但你呢？你若没有这心思，就赶紧帮我想办法，我势必要得宠，否则……还有一个法子，只是凶险。这是我家秘制的香茶，别处都没有这味道，比宫里的贡茶也不差。这茶，冯婆子贴在亚兰的身边，嘀嘀咕咕说了一阵子。哎呀，羞死人了！亚兰白皙的脸颊腾得变红，但她眼底尽是急切与疯狂。亚兰从后院离开，她经过书房院落时，却听2个换职的太监打着哈欠说：“王爷今晚宿在书房了。”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呀！才大婚第2夜，王爷就不回主院了。王爷也不是那么喜欢王妃吗？亚兰激动得浑身发抖，她的机会来了。她知道从书房后头那假山可以翻到院子里，书房后头的院落很大，还有一处难得的温泉池子。亚兰悄悄爬上假山，月明星稀，她借着月光往院子里看，似乎并没有瞧见守卫的身影，手攀着院墙，小心翼翼地跳进院中，借着树影掩映，飞快地朝书房小楼靠近。还没等他走进书房，忽然听到哗啦啦的水声，亚兰顿时停下脚步，侧耳细听。真是天助我也！亚兰兴奋的浑身血液直冲脑门，他思量片刻，便打定主意。即便王爷以前洁身自好，但那是他没尝过肉味。昨晚上他已经食髓知味，再见着女人便跟以往不同。王妃那么瘦小青涩，哪里能叫王爷这等英雄儿郎满足？亚兰低头看了看自己饱满的身体，不由傲然地挺起胸膛。他一边往温泉汤池那儿走，亚兰猛地停下脚步，倒吸一口冷气。他看到了什么？温泉汤池上头水汽氤氲，竟然是一只庞然大物趴在水池边，在用它毛茸茸的爪子扒拉水玩。那是一头狮子吗？亚兰惊叫一声，掉头就往后墙根跑。娘啊，追上来了！别吃我！前有猛兽，后有高墙。亚兰抱头蹲下，再也忍不住，放声尖叫：“东哥，退后！”有人喊了一声，亚兰只觉有人拽着他的衣裳，把他提了起来。救命！亚兰下意识地想抓住点什么，提着他的人却纵身飞掠，径直来到书房前头。那人抬头一扔，亚兰顿时跌趴在了书房前头的青石地上。书房重地，非诏不得入内，你怎么会在这儿？原来是元亨救了他。墩墩好样的，他若不说实话，就赏给你玩了。凶手立刻咆哮一声：“奴婢仰慕王爷已久，今晚听闻王爷宿在书房，所以奴婢想自荐枕席。”这么丑也敢自荐枕席，脏了本王的眼！墩墩去！王爷饶命啊！奴婢虽然算不上多美，但至少比王妃漂亮吧？就你也配和王妃比？你哪来的自信？奴婢究竟哪里比不上王妃？以色示人，既看清了自己，也侮辱了本王。元亨，王爷卑职不要。想什么呢？把他给王妃送去，任凭王妃发落。不要！王爷饶命！亚兰瞬间脸色惨白，他这般想爬王爷的床，被抓了现行，若是落到王妃手里，还能有好？元亨看了看瘫软在地上的女子，他叫来2个太监，把亚兰拽起来，扛去了阮宁的院子。
王爷就送过来，任凭王妃发落。王妃有交代，谁也不准打扰她睡觉。她起床气重，打扰她睡觉，她是要打人的。全凭嬷嬷吩咐，人已送到，奴才们这就回了。两人脚底抹油的跑了。雅兰姑娘，你就在这跪着吧，等王妃睡醒了，老奴自会禀于王妃知道。王爷送过来的呀，你起来吧。即使在王爷那边犯了事儿，还是叫王爷自己看着办吧。我今日还要回门，没空管你的事。王妃，求王妃不要再折辱奴婢了，奴婢实在知错了，要打要罚，求王妃给奴婢个痛快吧。你错不错与我无关，你若想要痛快，还得去求王爷。至于折辱，我何时折辱你了？你自己心里有愧，旁人多看你一眼，你也会觉得是耻辱，并非人有意折辱你，实在是你自己心里羞耻罢了。阮宁阔步离去。阮宁去用饭时，秦云川还没来。他想到昨晚秦云川人格分裂，并且严明不陪他回门，他便连等也不等，挑了几样菜自顾自吃起来。王妃，没事，不用等，王爷来了告诉他，所有的菜我都试过了，没问题，味道不错。我胃口小，吃菜就吃饱了，就不陪他用饭了。爱吃的挑一堆，不爱吃的就沾筷子尖儿。您管这叫试菜？王爷把我交给王妃，可王妃又放过了我，我为什么非要寻死呢？人人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完了，冯嬷嬷给的香茶呢？那小陶罐呢？完了！肯定是被野兽追的时候落在温泉附近了。如果被发现，王爷还会放过他吗？这是什么？不像是王爷房里的东西啊。好香，罐子不怎么样，但里面的东西就很香嘛。这是炒制的茶吗？元亨，拿起来擦干净。回爷的话，这小陶罐是墩墩在后院发现的，我一直看着不像是王爷的东西，是不是哪个下人打扫时不小心落下？元亨说着，擦干净了陶罐，递给秦云川，里头是很香的香茶，我一直都没见过这种香茶。秦云川嗅了嗅那香茶，怎么了？去把陪郎中还有王妃都叫过来，这东西很可能是昨夜那丫鬟掉。秦云川等了一阵子，却见只有元亨一个人回来了。陪郎中昨夜研究药方，一宿没睡，这会儿怎么都叫不醒。王妃说她今日要回门，没空，除非什么？王爷好像没生气啊。除非王爷肯陪她一起回娘家，那她就有空了。她真是小孩子脾气。去告诉王妃，本王答应了，叫她快过来。元亨惊呆了，他们家王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还不快去！王爷让我看什么？看看这香茶。阮宁扭开罐子嗅了嗅，好香啊！但紧跟着他脸色微变。这谁给的？有人喝了吗？怎么了？这是什么？我告诉王爷这是什么，但王爷要答应我，一定陪我回门。本王不是已经答应过了？拉钩，之前不是当面说的，现在要当面答应，而且要拉钩结契约。这结契约的方式还真新鲜。我们老家都是这么结契约的。你跟别人也拉过钩？喂，这么沉着脸，很吓人啊！到底让不让人说实话了？没有，我不跟别人结契约。秦云川闻言，这才伸出小拇指和他勾在一起。契约结成，盖章，不许变卦。阮宁，你若敢欺骗本王，本王一定亲自杀了你。这东西不是茶，有些地方管它叫大茶药，但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字，比如断肠草、钩吻、山砒霜。是毒？此物剧毒。据说尝百草的神农氏就是误食钩吻被毒死的，很少的量就足以致命了。是谁把如此剧毒制作成这么香的茶？如果被误用，秦云川身上有杀气弥漫。阮宁虽然知道这杀意并不是对他，却还是默默退远了些。那个王爷刚刚答应过我的，要陪我回门。有人想要他的命，这么剧毒的东西都出现在他面前，他不可能不管不问。刚结下契约，本王不会忘。元亨，都听见了，立刻抓人审问。本王回来要知道这东西的来历以及前因后是谁指使。是王爷。秦云川陪着阮坐上了回阮家的马车。怎么了？我脸没洗干净吗？昨日宫里赏的首饰不是这套，怎么不戴那套？哦，那套首饰太过华丽，我翻遍了衣服，竟没有能配得上的，勉强戴上也不伦不类。听说。秦云川朝外吩咐：周嬷嬷，去把王妃的首饰取来。阮宁想了想，没多说，算了，直男的审美还能指望什么呢？先去西市，时辰已经不早了。本王陪你回门，谁敢嫌你晚？心放肚子里。阮宁闻言顿时觉得有金大腿真好。昨晚没回府，住在了西市某高档客栈的秦昊宿醉醒来，昨儿一夜风流快活，晨起他还有些累。小姑娘锦瑟挽着他的胳膊，正要走出客栈，秦昊却眼皮子一跳，只觉得从面前驶过的这辆马车十分眼熟，直到那车在前头不远处停下，他燕王叔从车里下来，秦昊才猛然回神，怎么是他？燕王叔怎么会亲自来买衣裳？他必定是陪别人来的，他陪谁来的？秦昊眉头轻皱，小心翼翼地探头去看。爷，您看谁呢？不该问的别问。昨晚他对他那么温柔，他一直说会对他好，那是他的第一次，他是他唯一的男人，他以为自己是幸运的。经过了昨晚，他们的关系将变得非同一般，他的人生也将变得不但此时此刻，他的眼睛痴痴地看着外头那辆马车，他对他的语气如此冷漠，锦瑟不由心头一紧，他也顺着秦昊的目光向那辆马车看去。云想阁啊，里面的衣裳每一件都是精工所制。世子爷，我们也去云想阁看看吧。那男子是谁？那男子似乎察觉了什么，
猛地朝这边看过来。鬼呀！走了吗？那犹如厉鬼的男人正冷冷看着这边。别过来！秦昊吓了一跳。过来了吗？没有，但也没走。看着点儿，别胡说八道，那是燕王爷。燕王。锦瑟又朝外看了一眼，却见那鬼面的燕王已经背着手走进了云想阁。真吓人啊！把人吓到失声尖叫的秦云川脸色不太好看。他来到阮宁身边。你怕我？你有求于我，我干嘛怕你？你心里该有点怕我才对吧？倘若无求呢？怎么，你想过河拆桥，恩将仇报，兔死狗烹？算了，当我没问。哎呦，这位妹妹是有异族血统吗？瞧这高挺的鼻梁，深邃的眼睛，真漂亮啊！你给她挑2身衣裳，配上这些首饰。秦云川让人拿来首饰。哎呀，静月先生的精品之作，那奴家可得好好搭配。有了，这位夫人虽瘦削，身材比例却很好，身上有种不流俗的气质。那套衣裳正好合适您，您这边请。这套衣裳做出来有一阵子了，但京都的女孩子们气质柔美婉约，撑不起这套衣裳。如今我才知道，这套衣裳啊，就是专为夫人您定制的。女掌柜不但亲自服侍她更衣穿戴，还亲自上手重新给她梳头弯发，绝美！您看看，还真是好看多了。您相信奴家，奴家干这行半辈子了，眼光错不了的。这边请，快给楼下那位爷看看。美，真美。他一把拉起阮宁的手。我本来就美，是以前的衣裳配不上我。是你本来就美。掌柜的，这种风格的衣裳，不同颜色订20套，送到燕王府上去。女掌柜倒吸一口冷气，燕王府果然富得流油。哎，好嘞，这衣裳啊还是略宽了，奴家再给王妃量一下尺寸。太瘦了，还得养养。那是什么眼神？出来了。那是她，那个阳光下熠熠生辉、明艳动人的女子，真的是云梦城的小村姑吗？燕王说，该不会是想去云想阁，换了个女子来冒充她？多谢王爷。秦昊远远看着，浑身猛地一震，是他。此时的他是那般令人惊艳，他独树一帜的气质风格，像一头活泼的小鹿，猛地撞进了他的心里。他甚至忘了身边的景色，满眼痴迷地盯着前方。世子爷，车都走远了，您看什么呢？锦瑟心里酸涩胀痛。世子爷就是把他当做刚刚那女子的替身吗？叫车夫送你回去，我还有事。世子爷，可是您昨晚说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吧，我有急事。您说会替我赎身的呀，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酒后之言，秦昊早忘光了。他这么着急离开，是因为他想起今天是什么日子了。今天不是大婚第3日，阮宁回门的日子吗？他若要见他，今日就是最好的机会。肯定不会回来了。夫人和小姐还给那位大小姐准备了厚礼呢，这下看来是用不上了。眼看时辰不早，却见一辆气势恢车停在了府门口。燕王车驾！车夫厉喝一声，马车里秦云川手撑着下巴，侧脸看着阮。看够了吗？你希望本王看够？只是没想到堂堂燕王也是只看外貌这等肤浅之人。这么说你不是？我既欣赏钦佩王爷这等真英雄，也喜欢外表普通但有趣的灵魂。你倒不看人外貌。王爷没听懂吗？我说了，欣赏王爷这等啊。阮宁已经先他一步跳下马车。正在这时，阮家给阮宁准备的大礼兜头而来，一盆子污浊的水正泼在阮宁刚刚站着的地方。我学狗叫就能免于责罚，来人，这等恶奴拉下去杖毙。王爷饶命呀！王爷，我们才大喜，不宜开杀戒，且我心软，见不得随随便便要人命。我听说过一种刑罚，既不要人命，也能起到惩戒之效，就是找个大庭广众的地方，把嬷嬷的裤子脱了，当众打板子，让人围观，但不要打死，既保了性命，效果也好。好狠，命是保下了，脸呢？你说的这等刑罚叫做廷杖，是专为爱惜名声的士大夫，此等恶毒奴才还配不上这刑罚，落下去。秦云川没再说杖毙2字。我懂了，王爷，他不能死。为何不能死？我刚回门就被嬷嬷兜头泼水，一个奴才哪里有这样大的胆子？恐怕是受人之命，暗示我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是这意思吗？罢了，我的确是嫁出门的姑娘，不该插手娘家的事儿，但燕王府的尊严绝不容尔等如此践踏。我既已不是阮家的人，便把你阮家的主子叫过来，我倒要看看在京都这地界是谁如此看不起燕王府。不到片刻的功夫，阮斌就跌跌撞撞的跑来。燕王爷恕罪啊，这刁奴着实该死啊！踹向那婆子，你这瞎了眼的狗奴才，谁给你的胆子在这儿泼脏水？竟然敢惊扰了燕王，你就是10条狗命也不够赔的！婆子抱着头，躲也不敢躲，被踹趴在地，狼狈犹如丧家之犬。求燕王宽宏大量，别跟一个狗奴才计较。哼，钟义侯这话就不对了。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您是钟义侯的一家之主，底下的奴才犯上作乱，怎么王爷还不该追究了？不过你的话也有道理，王爷犯不上跟一个奴才说好说歹。只问你钟义侯是如何治家的？难道他以前的乖巧，通通都是
装的吗？在这愣住的刹那，阮斌脑子里划过许多想法。原本把这女儿接回来，就是让她替心仪嫁给燕王，去送死的。燕王没多少时日可活了，偷梁换柱的想法刚冒出来，便一发不可收拾。接阮宁来京的路上，他竟救了梁王世子。宁宁啊，你即便是嫁了人，也是我阮家的女儿，你这般说话，就不会让逝者在天之灵难以安息吗？逝者，你还敢提我娘？你但凡有一分对得住我娘，我今日就不会以这般态度对你。哦，对了，你说阮家的女儿，阮家的面子就值80两银子，你不提也罢，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阮家嫁妆卖了80两银子的事儿，成了京都一大笑话。阮斌有气不敢冲阮宁撒，抬脚踢在婆子脸上。你这瞎了眼的奴才，我忠义侯府是容不下你了。来人啊，把这奴才拖下去，打死。他也不是非死不可，就看忠义侯愿不愿意承担管教不严的责任了。忠义侯不愿意吗？看到了，不是我要你死，而是你主子不想你活。阮宁，你变态！他话还没说完，阮宁竟呲溜躲到了秦云川身后。王爷，忠义侯好凶啊！忠义侯，你在呵斥谁？本王的王妃，本王尚且舍不得呵斥，由得你呵斥？下官不敢，宁宁爹错了，是爹管教不严，叫这刁奴做出了这种蠢事来。他不是针对你的，他哪里敢呐？就是爹爹也不敢呀，他只是有眼无珠。你不要跟他计较，也原谅爹爹吧。爹爹怎么跟我道歉呢？这是陷女儿于不义呀！我西朝向来讲究孝道，我便是做了王妃，也还是爹爹的女儿呀。爹爹万不可如此！我他娘的想掐死你啊！爹爹只需要向王爷道歉就好了。至于女儿嘛，给我2个位置好的铺子，1处100亩以上的良田，就当补给我的嫁妆。这事儿就算了。爹爹若不愿意，我就把今日回门却被泼一盆脏水的事宣扬出去。还有，我根本不是你侄女，而是你亲生女儿的事。你以为我真的没有证据吗？这2件事如果在京都传扬开，会比80两嫁妆的事儿更精彩。爹爹觉得呢？其实我也不想跟娘家闹翻，但你也得让我在夫家活得下去吧。燕王虽宠我，但王府自有财政管家，我连点傍身之财都没有，说大的王府我怎么活下去啊？爹爹，是你们先坑了我一个小女子不远千里从云梦城来京，离了娘家，我一个人怎么过活？我知道燕王没多少日子了，我以后还得仰仗娘家呢。所以爹爹，我不想得罪你，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若不让我好过，那就大家都别想好过。良田和铺子在你母亲手里，我做不了主。爹爹给你些钱财，你别告诉你母亲啊！哼，张氏才不是我母亲，在我娘面前，她就是个妾，也配让我叫母亲？别说了，5万两少了免谈。你是想逼死你爹呀？我上哪儿给你去弄5万两去啊？你把我逼急了，那也都别想好过，大不了一起死。3万两不能再少了。2万两，我只能够拿出这么多了，这是我的全部身家了。你母亲张氏管家的手段，你应该有所耳闻。爹，你福刚不行了，真不像男人。你阮斌要被他气死了。哎，罢了，谁让你是我爹呢？钱拿来，我去哄王爷。阮宁笑容狡黠，没想到今日回门收获还不小呢。心仪知道你今日回门，专门请了许多小姐妹在后院办茶会，就等着你呢。我陪着王爷说会话啊。你去找心仪他们玩吧。我是燕王妃，等心仪嫁给世子之后，我就是她的长辈了。我跟他们一群小丫头片子有什么好玩的？他们不配跟我玩。阮斌捂着心口，气得嘴唇直颤，把原配的女儿接来替嫁，不知道是不是他现在最后悔的事儿。王妃说的也是，你祖母啊，昨儿一直着念叨你呢。你既回来了，不如去看看你的祖母吧。阮宁猛地浑身一震，因为有个声音在他耳畔轻轻叹息。祖母对我还是不错的。僵了片刻，他才反应过来，那是原主残存的意识。你哪儿也不用去，就陪本王在这坐着。还是要去看看祖母的。那本王陪你去。老母是乡下来的，这以前所见过最大的官儿，不过是村子里的里正，这哪里敢劳动王爷大驾呀？主要是怕他这样气势逼人的，会吓死老母亲啊！不用，我去就来。不要太久。阮宁有原主的记忆，他并不担心应付老太太，而且他还要去见见张氏，把常嬷嬷的卖身契要过来呢。他刚穿过垂花门，就看见一群花枝招展的年轻女孩子簇拥着阮心怡从院子另一边走来。心怡，那是谁啊？她既是你家的客人，你一定认识吧？她是我姐姐阮宁啊。怎么可能？你不是说她是乡下来的，又丑又土吗？泥腿子，丑村姑，抢别人的姻缘，不要脸！就算你穿着绫罗绸缎，你也还是个乡下的泥腿子。这是谁家的孩子？阿姐，她周嬷嬷教她规矩。周嬷嬷面无表情，上前一步，一个耳光狠狠地甩在阮心怡的脸蛋上。小人打我，没规矩！阮儿小姐，你已赐婚梁王世子，见了我家王妃，当行晚辈之礼，尊称神母。见过燕王妃。心怡，在阮家
你是主，其他家小姐是客，其他人对我不敬，你这做东道主的便是失职之过，负连带之责。泥腿子，村姑，不要脸！刚才骂人那小姑娘是谁家的小姐？王妃大人大量，她一个小孩子不懂事。您就高抬贵手，饶过他吧。你说的是，小孩子不懂事，我跟他计较什么？小孩子没心眼，别人说什么，他无意间听来便跟着学。周嬷嬷，记下今日在场所有人的家世名字，回去告诉他们的父母，若是不会管教女儿，便通通送到燕王府来。燕王府里有宫里出来的长侍嬷嬷，规矩一等一的好，燕王府替他们教。王妃明鉴，这话我们可没说过，不知这小姑娘从谁那儿听来的。是啊，王妃，这小姑娘是阮二小姐舅舅家的表妹，我们同她不熟，也绝没有在她面前诋毁王妃名声啊。你们派她做什么？不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小村姑，嫁给一个中毒快死的王爷，就飞上枝头住口！她这表妹真是蠢死，骂阮宁也就罢了，竟然连燕王她也敢骂。怀玉，别说了。好啊，还编排起王爷来了。阮家和张家真是好家教，阮家和张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这般的家教真叫人意外。周嬷嬷，明日咱们去告诉太后和太妃，请他们派个嬷嬷来，好好教教我这妹妹礼仪规矩吧。不然妹妹这样的嫁去梁王府，给自己丢脸抹黑也就罢了，再连累忠义侯府，就实在是愧对祖宗了。阮心怡又惊又怒，她脸红的像是马上要烧起来似的。王妃，您刚出嫁，心怡确实还没转变过来，只看姐姐亲近，没想到姐姐一嫁人就不跟自家姐妹亲近了。哼，这儿也没男人，你演给谁看啊？在这儿站的，谁不知道我刚从穷乡僻壤的云梦城来？你看得起泥腿子小村姑吗？看我装什么姐妹情深？80两嫁妆的姐妹情，你还是别演了，丢人！还记得第一次见面你对我说过的话吗？你说我占了你阮家大小姐的名头，所以你要把我的一切都夺走。我的好妹妹，你错了，是你娘还有阮家欠了我和我娘的，你白占了阮家大小姐的名头这么多年，早该还了。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姐姐，咱们之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求您高抬贵手，就原谅妹妹吧。您说怎么罚，怎么着才能让您气顺了？您也是阮家的姑娘，坏了自家姐妹的名声，对您有什么好处呢？家丑不外扬。再说哪有自家人挑自家的理儿呢？怀玉表妹小不懂事，咱们关起来教训也就是了。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骂我的时候你们不姓阮吗？都是妹妹的错，知错就改，还是好姑娘。姐姐不像你们城里人喜欢在背后说闲话，你瞧我有什么不满就当面说，规矩不好可以教，要是心眼坏了可就教不好了。妹妹你是哪种啊？还求姐姐赐教。周嬷嬷是燕王府的老人了，燕王府的姨太都是嬷嬷在管教，今日免费教你们，便宜你们了，辛苦嬷嬷，回去请王爷给您涨月钱。阮宁往祖母住的院子去。姐姐，你不跟周嬷嬷学规矩，跑这儿来干什么？阮宁往周围看了一圈，这儿没别人，他们俩身边就是阮府的荷花池。阮宁琢磨着，小白花追过来，莫非是要跟他玩阴的？姐姐，我没有管教好怀玉，求你别生气了。回头我一定告诉舅舅舅母，让他们好好教怀玉。那些话不是我说给怀玉的，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听来。今日的事，你千万不要告诉太后太妃，好不好？有什么话你就明说。阮宁话还没说完，阮心怡忽然来拉他的手。姐姐，都是我的错，你若是怪我，你就打我吧，只要能让你消气，你打我骂我，让我给你跪下都行。阮宁全神戒备，阮心怡一动，他立刻后撤2步，拉手，那绝不可能让他拉到。阮心怡见一计不成，眼底划过一丝狠戾，他惊呼一声，佯装被推地踉跄。他跌入荷花池中，对自己够狠够贱。妹妹啊，深秋了，水里不冷吗？救命！阮宁纳闷，喊谁救他呢？逆女，你干了什么好事？阮斌的雷霆暴喝从荷花池另一头传来。来人啊，救人呐！王爷下官不会水啊。哦，所以呢？所以求王爷，你这逆女，你怎能如此歹毒呀？你怎么能把你妹妹推入水中？你还不快！他话还没说完，家仆就赶到了，扑通扑通跳入了水中。我怎么就认回你这么个心肠歹毒的女儿来？他扬起巴掌朝阮宁脸上掴来。住手！异口同声，一个声音是秦云川，另一个声音却是从9里香后头发出。几人回头就瞧见秦昊竟然从花丛后头走了出来。阮宁有些发愣，他只觉周遭猛地一冷，紧接着他就被秦云川拉入怀中。可受了惊吓，他气着你了。阮心怡被丫鬟从水里捞上来。世子爷，姐姐。不得不说，阮心怡心态是真的好。秦昊在场，他也没有丝毫尴尬，非但不影响他发挥，反而更添柔弱之感。我们姐妹之间究竟有何误会？姐姐为什么要推我下水？
出嫁从夫，阮宁自打嫁给本王起，就是我燕王府的人。动手前先问问自己，这人你动得动不得？王爷，您也看见了，阮宁的乡野被教官坏了，这刚回来就欺负妹妹。我没碰他，他自己要跳进水里的。对，是我自己掉进去的，都是我不小心，不怪姐姐，不是姐姐的错。你当我们瞎吗？啊，我们在对岸看的是清清楚楚的。你看见什么了？看见我推他了？爹爹这眼睛会老先衰，还是赶紧找个大夫看看吧。从对岸的角度，你们根本看不见我动手，只能看见他向后退，跌进水里，对吗？现在离得近，爹爹，你要看清楚了。如果是我推他，阮宁忽然飞起一脚，猛地将装柔弱的阮心怡踹进了水里。阮宁拍了拍手，信口雌黄，诬陷王妃，看在你我都姓阮的份上，今日小惩大戒，教你长个教训。爹爹看清楚了吗？如果是我让他落水，你看到的只会是这副情形。让你受委屈了，明日带你挑2个会功夫的丫鬟，差人这种粗活不用自己干，吩咐一声就行。刚从水里爬上来的阮心怡听见这句话，脚一滑，差点又栽进水里。哦，多谢王爷。回府。还没见过祖母，待我向祖母请安，就随王爷回府。还是本王送你回去吧，小小忠义侯府，事儿还不少。他咬着下唇，看着秦云川的背影。那厮真不懂怜香惜玉，竟然连头都不曾回。阮心怡心中暗恨，她不明白，今日这计策明明时机把握的刚刚好，从爹爹的反应上来看，也已经成功了。为何燕王没有厌恶阮宁这个骄横跋扈、狠戾恶毒的丑女人？世子爷怎么来了？向世子爷见到我如此狼狈，真是失礼。我得去追燕王，世子可要一起？我也先请，我随后就到。为何要诬陷他？世子说什么？我不懂。你懂。还有，为什么要用楚楚可怜的眼神看着燕王叔？你若想嫁燕王叔，当初就可以嫁，让他替嫁，让我祖母进宫求了太后。怎么，现在你又后悔了？秦昊根本不该出现在这里，他也不该看见这一切。世子，不是你想的那样，是姐姐她误会我了。你这样，我也会误会的。心怡，你让我很不安，我不确定你的真心。最近这段日子，我想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我等你想清楚。2个婆子粗壮的腰身结结实实的挡住祖母的院门。老夫人潜心礼佛，谁也不见。大小姐请回。祖母什么时候开始拜佛了？我怎么不知道？我3日回门，理当向祖母请安，此乃孝道，谁也不能阻拦。你们若再不让开，可休怪我不客气了。大小姐还是爱惜身体吧。奴婢2人可是干粗活的，没轻没重，再把您给碰坏了。如果金针做好了，会顺手的多。现在没有金针，就凑合用簪子代替吧。疼死了！2个婆子忽然惨叫起来，破锣似的嗓音，声音凄厉。不远处被阮斌纠缠住的秦云川脸色一变，秦云川丢下阮斌，健步而去。王妃呢？里面。秦云川大步流星的迈进院子。祖母，是我呀，我是宁宁，您别害怕，我来看你了。宁宁，是宁宁。宁宁，你跑哪儿去了？你可算回来了。我以为你不要祖母了，他们不让我出去，我找不到你，我害怕。秦云川本欲上前见礼，但听闻老太太说害怕，秦云川的脚步就停在了原地。宁宁，我不住这儿，我跟你走。住这儿不行，他们不让我出门，哪儿都不让去，还有人想害我。宁宁，祖母没老，身子骨还硬朗，能给你干活。老夫人，您说什么呢？夫人待您多好啊，衣食住行都有人伺候，大院子住着，什么活都不让您干，您还有什么不满足？这位夫人，大小姐，您这是回门了？老夫人，您还不知道吧？您这好孙女嫁到燕王府享福去了，您不是在侯府住着不舒服啊，去王府里住呀。您这孙女不是孝顺吗？不能她享福，叫您在这儿吃苦吧？叫她带您去王府。婆子说的对，走，祖母跟我去王府享福。阮宁搀扶着老太太就往门外走。王爷怎么来了？那个王爷，我不是要自作主张，主要是你也听见了。本王吓到老太太了。祖母年纪大了，您别放在心上。祖母，老太太径直来到秦云川面前。祖母，这就是燕王爷，他人可好了，对我也好。祖母跟着我去燕王府，尽可以享福，没人敢对您不敬。好，这孙女婿好，一看就是能当大官的。胡闹！娘，您有儿子健在，阮宁已经嫁人了，您跟着他住算怎么回事啊？您别怕，有我呢。你祖母老糊涂了，你也跟着糊涂吗？哪有让他跟你住的道理？你是要气死我吗？爹，身边没个自己人，连吃什么做什么，出门走走的自由都没有。祖母在这儿住着，跟坐牢有什么分别？在这10几年里，祖父老去，祖母病倒，你都没照料过，也不见你在意。现在我要把祖母接走，你倒在意了。你不想尽孝，我这做女儿的替你尽孝，你还有什么不满？你胡说八道什么？前头
10几年，那是我找不到你们，老家遭灾，你们走了，我四处托人打听，是我不想尽孝吗？如今好容易把你们找回来，父亲已经不在了，幸而还有母亲，我自当在母亲面前好好的尽孝。你想干什么？又要谈什么条件？内院的事情是归张氏管吧，爹爹不如去问问张氏。还请王爷屋里稍坐。这10几年来，祖孙俩在一起习惯了，老人家想念宁宁。对不起，对不起，今日衣裳没缝完，所以还没来得及扫。也是那几个婆子太能唠了，边唠边嗑，一会儿让这么一屋子。伺候老夫人的婆子蹑手蹑脚地朝外退。站住，跪下！娘，儿接您来是来享福的，您不用做这些。让王爷见笑了。下官指甲不严，竟出了奴打妻主，气到我娘头上的事儿，真是贻笑大方啊！依本王看，还是叫王妃尽孝。王爷说笑了，下官一时不察，才出了此等事。但下官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来人，把这婆子拉下去，重打20杖，再去叫牙行来罚卖了他。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娘儿不孝，不曾想张氏竟已用如此刁奴。娘您放心，儿这就叫张氏来给您赔罪，您就安安心心的在这住着，这是您家呀。爹还是快叫张氏来吧。祖母。怎么了？宁宁，别生气，我想明白了，我不能跟你走，他是我儿子，我只能住在这儿。阮宁心中微微泛酸。祖母放心，我一定会经常回来看您的，不管是我爹还是张氏，谁要是对您不好，您就告诉我，我家王爷会收拾他们，他们都怕我家王爷呢。祖母放心。放心，王爷，我不知道您是多大的官儿，但我看您也是个好孩子。你看宁宁的眼神里有光，你喜欢宁宁，你要对宁宁好呀。这孩子心软，心地善良，就是命太苦，没得过他爹1天的宠爱，他娘也没了。阮老夫人的院子外头，张氏急匆匆赶来。你瞧瞧你干的好事儿，你派的是什么人伺候我娘啊？自己吃果子嗑瓜子，让我娘天天干活。老爷别生气，妾身也是被下人蒙蔽了，妾身每日那么多事儿，哪能面面俱到？如今发现了，把人换了就是了，你别气坏了身子。你说的轻巧，阮宁带着燕王要把老太太接走，接去燕王府住。那感情好啊，让他接走呗。若是叫婉宁把人接走了，我的脸面还要不要了啊？京城的人会怎么看我？都是阮这个搅事儿精，那他可曾对老爷暗示了什么？去拿常婆子的卖身契来，他吩咐身边的丫鬟去取。什么来接祖母去王府享福，不过是哄着老太太在王爷面前假孝顺，实际上都是为他自己的利益。他原先的杀气都是装的，心里门清。若是早知道他心里这么多弯弯绕绕，这说什么也不能够让他嫁给燕王啊！老爷说什么呢？他不嫁谁嫁？难道让心仪嫁那个短命鬼？传太医，快传太医！王爷发病了！夫妻2人对视一眼，忙不迭地往院子里跑。王爷，您别吓唬臣妾，你快醒醒，快醒醒啊！阮宁一边掐一边佯装哭嚎。太医还没来，王府的陪郎中先到了。快扶王爷回去。陪郎中先带王爷走，我家里还有一些事没处理完。家里能有什么事儿？就算有事儿，还能比王爷的身体更重要吗？宁宁，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是啊，王妃，事有轻重缓急，先回王府吧。阮宁皱了皱眉，他已经给秦云川掐按了一遍穴位，他如今没有性命之忧，回去泡泡药浴也能缓解。但是今日回娘家的主要目的还没达到，眼看就要成功了。若是走了，下次恐怕就没有这么恰到好处的机会了。你们先走。裴大夫，我们走。张氏，把该是我的东西还给我。哟，我欠你的，你如今能拥有的一切不都是我给你的？你还不知足，还想要什么？裴郎中和元亨回头看他，他留下竟是问张氏要东西，什么东西竟然比王爷的命还重要吗？这女人真是的，王爷对她那么好，真是喂不熟啊。等王爷醒了，王爷您说什么？等他，元亨，等他。欠了我家王妃什么东西，还不快拿出来？喏，给你了，他完完全全是你的人。不够，你别太过分，你还要什么？谁家嫁姑娘就给一个陪嫁婆子？是中医侯府太落魄，还是我爹太抠搜？让周嬷嬷留下伺候阮老夫人。不用。张氏这下反应倒是快，他忙不迭的叫小丫鬟叫来2个婆子2个丫鬟，又拿出4人的卖身契。这下够了吧？都给你。我已出嫁，不能侍奉在祖母身边，你们且留下替我孝顺祖母。他要来这4人竟不带走，而是把4人留下来，
伺候老夫人。今日还有急事，你们好好做事。你们的奴籍都在我手里，日后你们的月钱也由我出。我改日回来，说是发现你们做的不好，便要发卖了你们。妈，你带去王府那个婆子，把她的所有亲眷都要过来。阮宁微微一怔，对呀，她怎么没想到？还是人家燕王爷有经验。还有常嬷嬷的亲眷，把她的所有亲眷都交给我。不如王妃和王爷先回去，卑职在这儿等着带人走。不必麻烦，常婆子就一个儿子，他没有卖身为奴，只是个长工，你要了便带走。张氏叫人去通知常嬷嬷的儿子，叫他收拾了东西，赶紧跟着燕王府的马车走。上了车，阮宁连忙拿出一根簪子给他扎针之时，对不起啊，我可能是有点晕车，但显然某人也知道这是早孕的妊娠反应，此刻正无情地提醒着某人他头上绿油油的事实。我没事了，我给王爷扎2针。不用，离我远点，别碰我。阮宁，你一定是给我下了，要不然我怎么忽然对你念念不忘了？秦昊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纵着轻功追着他和燕王叔的马车跑，他觉得自己这行为疯狂极了。然后他便惊讶地听到了他呕吐的声音。她怀孕了？燕王叔不是快死了吗？她竟然还行？哎，不对，她今日是回门的，她与燕王叔大婚才3天，怀孕哪有这么快？就算是怀孕了，也不可能现在就干呕吧？忽然想起一件事，不会是那次吧？秦昊紧紧地皱起眉头，远远地凝望着渐行渐远的马车。不行，他一定要找个机会见见阮，他一定要问清楚。被人惦记着的阮宁猛地打了个喷嚏，不是风寒，不会传染的，王爷别怕。王爷到府上了。发愁，金大腿生气了，怎么破？让他回去吧，陪郎中来即可。王妃请回。阮宁凝眸想了想，他现在回去怎么成？金大腿生气了，他得想办法哄啊。袁苏伟，跟你打听个事儿。不知道，就是关于那毒茶的事儿，我有新发现。你审问出元凶了吗？你若还没审出，不如让我去问问。此事攸关王爷性命，可不敢大意。王爷把这件事交给你，等王爷好点了，出来一问，你还没审出结果，这不是给王爷添堵吗？王妃的意思是，您一审就能审出来？您以为您是谁呀？西朝大神探？怎么说呢？女人更了解女人，我去审问，肯定比你元苏伟方便啊。若是审不出来呢？我是王妃，审不出来也是你吃挂落。你还想怎么着？别耽误时间了，我这是在帮你，审出来就是你赚了，为你家王爷鞠躬尽瘁。你还那么多废话？快带路吧，带我见见这毒茶的主人。泡一杯茶来，就是那只罐子里的茶。雅兰姑娘，你紧张什么？你说不是你的茶，那你怕什么？那你闻闻，很香吧？这茶可是好茶，灌下去，你一时半会儿不会死，但会痛不欲生。你会看着自己的肠子、肚子一点点烂掉，化成脓水，你的血肉、你的肠子都从你的肚子里流出来，流一地。你说什么？断肠草？不可能，那不是。当然是啊，裴郎中会认错吗？你不信啊？喝下去试试不就知道了。灌下去。不要，王妃饶命！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其实我也觉得你是不知道的，女人看女人最准了。我看你是喜欢王爷的，怎么会想杀王爷呢？婢子不敢。如果你不知情，那就是你被人利用了。你可知你为王爷布菜，那菜搭配起来是有毒的。还有这断肠草茶，更是一杯便能让人痛不欲生，最终惨死。是谁在背后教唆你毒害王爷呢？不可能的，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你喝下去不就知道了。不过等你相信的时候，恐怕是晚了。此毒发作时间短，一时片刻便能要人命。即便裴郎中医术神奇，但他这会儿在王爷那儿也顾不上你。你不必担心，他看起来真是知道的不多，他是被人蒙在鼓里利用的。别说背后之人为什么要毒害王爷了，他连那是毒药都不知道，留着他也没用。让他喝了那茶，咱们正好替裴郎中测测毒性。您不能杀！你都要毒害王爷了，我怎么不能杀你？而且我没有杀你，我就是用那罐子里的茶给你喝，让你试试茶而已。王府不留无用之人。我知道，我真的知道，那罐茶真不是我的。别，我知道是谁的，是冯嬷嬷，是洗衣房的冯嬷嬷。那些菜的做法还有搭配，都是冯嬷嬷教我的。那茶也是冯嬷嬷的，是她要害王爷，与奴婢无关的。奴婢是被她欺骗利用了。分明鉴，我分明鉴。洗衣房的冯嬷嬷控制起来了吗？王妃饶命啊！王妃救救奴婢吧！佩服你就直说，不用偷偷摸摸看我。冯嬷嬷在哪？你们怎么知道要把她控制起来？王妃提醒过，说雅兰布菜有问题。王妃打那会儿就吩咐了，要盯着雅兰。如今出了这等事儿，凡是跟雅兰接触过的人，全部都控制起来了，包括洗衣房的冯婆子。不过她是最没有被怀疑到的人。
连横带路，领阮宁到了关着冯嬷嬷的小牢房。这冯婆子还有个傻儿子，人长得挺精神，可惜脑子不好。冯婆子卖身进来的时候，只求给他这儿子一个容身之所，一口饭吃，说他也能干活，但不要工钱，只要王府能收留他们母子。也是王管事心软，留下了他们母子。王府待他们母子可不薄，王管事照好人的价给傻东结工钱，他没道理害王爷呀。他卖身进来之前，家底都查过的。见过王妃，嬷嬷只做了个洗衣房的婆子，屈才了，心态这么稳，就是管事嬷嬷你也当得。王妃谬赞，请冯嬷嬷到这儿坐坐，不为别的，乃是一个丫鬟不自量力，竟然把主意打到了王爷头上，真是狗胆包天。委屈嬷嬷在这儿待了这么久，给嬷嬷上茶。不委屈，除了这等刁奴，奴才们配合审问是应该的。嬷嬷是南方人，老家产茶吗？尝尝这茶，味道可正宗。好茶，真香。冯嬷嬷说着，便端着茶咕咚咕咚一饮而尽。袁亨吓了一跳，是好茶吧？我也觉得很香呢，所以就把这茶煮了，给与冯嬷嬷来往密切的人都赐一杯。有好东西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嬷嬷你说呢？好，如此好茶是该大家一起分享。冯嬷嬷的儿子叫什么？傻东。东子，哎，怎么把他给忘了？把他带过来。这样的好茶，别人可以不喝，傻东怎么能不喝呢？嬷嬷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冯嬷嬷捂着肚子坐下时，范东也被人带了过来。娘，你怎么在这儿呢？你怎么不去洗衣服呀？我今儿干了可多活了，王管事给我点心吃呢，五芳斋的点心。你都没吃过，嘿嘿，我没吃完，给娘留着呢。娘赶紧回去洗衣服，洗完了咱们一起吃点心。来，你娘说这茶不错，你也尝尝。不要！冯嬷嬷惊呼一声。哎，冯嬷嬷怎么这么小气啊？你看东子多孝顺啊，王管事给他五芳斋的点心，他都要留给你，一杯茶而已，你自己喝了香，反倒舍不得分给儿子呀。就是啊，娘你也太小气了。喝吧，喝吧，娘走了，谁照顾你呢？你这憨子，喝吧，留你一个人在世上受苦，不如母子在一起，生死都不分离。喝了，你真小气，少啰嗦。阮宁一把拽过他的手，搭麦在他腕子上。别乱动，你年少时发过高热，当时就医不及时，耽误了病情。你的傻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吧？说也巧了，我恰好见过这样的病人。并且还治愈了，一般手段肯定是治不好的。这种治病方法密不外传，我也是看你们母子可怜。阮宁一边说，一边动作迅速的在傻东头颈、脑后、肩背、前胸数个穴位上快速针刺。傻东要挣扎，别怕，别怕。给你治病嘛，治好了你就不用死了。儿子别怕，别怕，这病不是一次两次就能治好的，但多少也能看到点效果。我的头，娘，你怎么流血了？你哪里不舒服？赵大夫，我有钱，王管事说明儿就发工钱了，我不娶媳妇了。娘，拿钱，我给你看病。不要啊，娘，你不要死啊！你不要别下东子啊！你娘不会死的，你先出去，我给你娘治病。你能救她？我能。求求你，求求你救他！我的钱，我的命都给你。好，你出去吧。可以说了吗？我说了，你能治好他吗？我娘治愈过一模一样的病人，都是儿时发热，烧坏了脑子，其实并没有真的坏。身体所有的器官，所有的细胞都是有再生功能的。东子本就不算完全痴傻，只要耐心调理，便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求王妃，求王妃救他！这一切都是奴婢一个人谋划的。教雅兰做菜，做搭配，炒着断肠草，都是老奴自己做的。东子他什么都不知道，求王妃救他！老奴来世给王妃当牛做马，报答王妃恩情。谁指使你的？已经如此狠心，连你的儿子都不是。老奴无意在隐瞒，老奴的意思是无人指使，是老奴想让王爷死。老奴恨王爷，老奴来燕王府便是来报仇的。若非燕王，老奴的丈夫不会死，儿子不会高热，不会烧坏脑子，都是燕王，是燕王毁了这一切。老奴恨他，恨不得饮他血，啖他肉。阮宁猛地抬头朝牢狱门口看了一眼，秦云川不知何时来，竟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当年老家遭灾，老奴的丈夫范阿大在军中，老奴便带着儿子一路乞讨着寻到京都，好容易打听到了他军中驻扎的地方，原想着能见他一面，没想到真是最后一面。老奴看到王爷下令军法处置，他挨了120军棍，那一声声的惨叫，到后来再也叫不出，他被活活打死了呀！军法处置，他犯了什么军法？你被他骗了。本王命人去查了军队档案，当年本王还不是大将军，只是骠骑校。范阿大恰在我麾下，他在京都有家室，他妻子给他育有一儿一女。当年他被军阀处置之后，军中送了抚恤金给他妻儿，而他被军阀处置的原因是他在军中休假期间强占民女，失手打伤了女子的父亲，120军棍是他应得的。不可能，你骗我！阿大不是那样的人，他不是。如果本王没猜错，你们是私通有的孩子吧？你见过他父母亲长吗？
我们拜过堂的，我们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拜的堂。天为证，老树先为证，他不可能骗我，他有军务，走得急，他说他会回来接我的。冯嬷嬷，你冷静一点，这茶我放在晾上，你还有救。阮宁话还没说完，冯婆子又对着她跪了下来。王妃，求您救救东子，叫他给您当牛做马都行，留他一条命吧。他什么都不知道，这孩子心地善良，是老奴的罪过，都是老奴的错。他说完之后，又转过身朝秦云川磕了一个响头。他站起身，抻了抻衣服。冯嬷嬷，你要扔下东子一个人吗？阮宁话音未落，冯婆子忽然跑起来，她一头撞在墙上。让我去看看，我看看他有没有气了。别看了，元亨。元亨上前摸了摸冯婆子的颈部。回王爷，脖子折断了。与你无关，你不逼他也会死的。他用自杀换取替他儿子脱罪，他背负上仇恨，决定为复仇而活的时候，心就已经死了。秦云川宽大温暖的手掌轻轻的一下下的抚着阮宁的背，直到他紧绷的身体一点点的放松。抬出去。元亨叫人来把冯婆子的尸首抬走。别！阮宁急忙道：别叫范东看见。这里没你的事了，回去吧。阮宁刚走，元亨就来问王爷，雅兰虽不完全知情，却是别有用心的同谋，他该如何处置？杖责20，发配去庄子做苦力，避着点王妃。她年纪小，心软，没见过这场面，别吓着她。啊，您对心软是有什么误解？不对，您对王妃误解太深了。王妃让人灌雅兰毒茶，比冯嬷嬷喝毒茶时可一点没看出来心软啊。秦云川回到书房，陪郎中还在研究他的洗澡水，药浴温汤。真是神了！王爷这次怎么恢复的这么快呀？以前至少要泡3克以上吧，这才泡了1克多，王爷便缓解了疼痛，神清气爽了。不单是药浴的功，他在阮家的时候就已经为本王掐暗点穴，掐得可真狠。难怪在阮家时王妃不着急回来，原来是他有把握呀！竟是裴某误会他了，哎呀，惭愧呢！王妃要的针可做好了？上尉，王妃要求高，针的大小、粗细、长度、韧性皆有要求，因是要用在王爷身上的，遂更要精益求精。再者，这东西是静止的，得秘密进行，所以还需时日。催着些，尽快拿来。此针术实在是奇妙玄奥，裴某也信仰得很呐。他没说，他让人多打了一副。他琢磨着将来要拜小王妃为师，把他的针术学来。他若是不收徒，那就是偷学。也要学来。你就是常嬷嬷的儿子。回王妃，小生王重六，家母常氏，读书人。小生不才，家父在世时读了几年书。王重六，你在家中行六？回王妃，小生是家中独子，因出生时便体弱，逢一道士路过门前，说取名重六，避免长子名头，可免去一些灾祸。你有先天不足之症，看你的年纪，你爹应是壮年，他何时没的？怎么没的？我爹是真心痛，他走的时候才30多岁，小生那会儿10几岁。禀王妃，小人不卖身。哦，如果你娘犯了事儿，此时在刑房里关着，非得你卖身才能救她出来，你怎么说？这我娘她……你要知道，说是换位处之，你娘绝对会卖身救你，她连犹豫都不会。我想你也并非不孝，是想考功名，所以不愿卖身吧？正是。你娘犯了王府的规矩，不看你也是孝顺之人，但有大愿在身。这样吧，我想别的办法救你娘，只是你……多谢王妃，叩谢王妃。王重六虽然不能够卖身，但莫不敢忘王妃的大恩大德。王妃若能够搭救母上，王重六愿为王妃结草衔环，效犬马之劳。起来吧，你是读书人，必定知道忠信之道，我相信你。不过你身体不好，读书考功名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你身体吃得消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看命吧。阮宁点点头，并未说太多。他叫王重六退下，老奴拜谢王妃救命之恩。阮宁在他面前蹲下，从怀里掏出一张白底黑字盖着大红川和红指头印的纸来。卖身契，老奴的。这小王妃好生厉害，张氏就凭这张卖身契拿捏自己，叫自己往阮家报信呢。张氏糊涂了，他怎么可能把这小东西给小王妃呢？不光你的卖身契在我这里，就连你儿子王重六，他不行。老奴给大小姐当牛做马，给大小姐卖命都成，他不能卖身啊。大小姐开恩，他爹不在了，他爹活着的时候他就好读书，我没别的本事，也没钱让他拜名师，能保住他的良籍，就是我这当娘的唯一能罪他做的事儿了。王妃开恩。常嬷嬷倒是听我把话说完呀，我是说我把他接来了，
如今安顿在王府后院下人房里。我瞧他身体不好，叫人给他安排了一个朝南向阳的屋子，能晒晒太阳，对他身体好些。我问过他自己的意思了，他想考科举，所以不卖身。多谢大小姐。你在王府做工，独自留在阮家，算怎么回事？如今把他接来，你不当值的时候也方便照顾他。母子相依为命的，分开不好。嬷嬷还有什么想要的？多谢王妃体恤可怜，长婆子有眼无珠，先前得罪王妃，老奴该死。从今日起，老奴必时刻谨记自己的本分。老奴是大小姐的陪嫁奴才，当对大小姐一人尽忠职守。常嬷嬷是聪明人，你对我忠心，我也会叫你们母子过上安稳的好日子。但你若敢背叛我，我绝不是心慈手软的人。是，老奴谨记。阮宁在自己院子里转了3圈，都没找到笔墨纸砚。他便叫人去找裴郎中借，裴郎中倒是好说话，当即便叫人送了一套文房4宝给阮宁。可惜他是个大嘴巴，一不留神就在燕王面前说漏了。他为何找你借？他什么东西没了，不会跟自己要吗？竟然找别的男人借，可惜这个男人还是裴郎中。关键他为什么要借？王府里的东西，他说不让他用了吗？是啊，王妃为什么要跟裴某借？王爷苛待人家了吗？他怕您太凶，不敢跟您提。秦云川深吸一口气，他凶吗？因为坟嬷嬷的事情让他心里不爽，他被人始乱终弃了，竟然还替那男人遮挡，说什么天赐灵儿，真当他傻吗？这2天他是对他冷淡了些。来人，去库房里挑一些女人喜欢的东西给王妃送去，还有把上好的端砚、徽墨、湖州狼毫上等宣纸也给王妃送去。他的王妃怎么能用别的男人的东西？把王妃现有的那套拿去扔了。老夫花了10两银子买的呢。穷酸，等会儿去账房拿20两。裴郎中气得直磨牙，他是为10两银子吗？他是想跟小王妃打好关系，日后好拜师呢。阮宁用裴郎中送来的笔墨纸砚，已经写好了一张药方子。常嬷嬷，你把你跟我说的父子俩的病症告诉裴郎中，从他那儿要了张方子，这方子对王重六的病大有好处。这真的？我没说是你儿子，只说是我认识的人。是不能提，多谢王妃，多谢王妃。这才是阮宁要跟裴郎中借笔墨的真正原因。药方呢，是我花大价钱买来的，我不问你要钱，我只要你母子忠心。这方子上的药分量配比是好几副药混在一起的，等你抓回来，我再单独给你按剂量分。常嬷嬷能明白我的苦心吧？阮宁的意思是，真正的药方他要保密，以此让常嬷嬷母子继续效忠他。可实际上，他根本不是为了保密药方，而是他把堕胎药需要的分量也混进了这方子里。兜了这么一圈，这堕胎药才是他真正要藏起来的秘密。常嬷嬷再三谢过阮宁，她急不可待，当即就想去抓药。找周嬷嬷领对牌吧，就说我喜欢的耳坠子扯坏了，你去找凤翔楼的老匠人给我修一修。常嬷嬷顺利拿到对牌，她先去了凤翔楼，把耳坠子留在那儿，紧跟着她就去了药铺。她按照阮宁吩咐的，把那药方子从中间裁开，分别在几家药铺里把药买齐。虽说这样麻烦了点儿，但保密性更好。她如此小心缜密，我当初是怎么瞎了眼，觉得她什么都不懂，软弱可欺的。常嬷嬷提着药暗自嘀咕。她出了药房就往凤翔楼去，却没注意到早有几双眼睛盯上了她。去问问。小丫鬟钻进药铺，不一会儿，丫鬟便拿着一张纸出来。买这么多药，阮宁的女人病了吗？燕王爷就是个药罐子，燕王府药房的药比一般药铺里的还多。他生了什么病，需要到外头来买药啊？还这么神神秘秘。堵住常嬷嬷！常嬷嬷正好好走着，别乱叫，主子要见你，配合点，不要你的命。女菩萨饶命，老奴上有老下有小，男人也死了。常嬷嬷，你上有老是谁呀？常嬷嬷闻言一噎，缓缓抬起头来。二小姐，吓死老奴了！你要问什么，只管叫老奴去回话就是，何必？你拿着我阮家的好处，却吃里扒外。你当初说了什么？一有消息就送回阮家，阮宁要卖嫁妆。你的消息呢？燕王爷陪着阮宁回门。你的消息呢？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动手！别，二小姐误会，不是老奴不想送消息，而是老奴拿钱书童递消息的时候被王府的人抓住了。您不知道那燕王有多狠厉，二话不说就把老奴给打了，长则30。老奴如今身上还带着伤呢，这不，老奴买的伤药。我原以为常嬷嬷还有个独子要照顾，是惜命之人，没想到你竟是真的不想活了，连我都敢骗。老奴不敢啊！二小姐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这药是你买给自己的，桃仁、红花、益母草，你这年纪喝这个做什么？又来越信了。第二春呢？说这药是谁让买的？给谁买的？再给你最后的一次机会，想清楚再说。想不清楚就等着去见你男人吧，让你儿子一个人在这世上挣扎吧。回二小姐的话，这药其实是大小姐叫奴才买的。常嬷嬷失魂落魄地走出小巷，她一脚深一脚浅，像走在棉花上一般。元亨，秦云川唤道。元亨立即出现。爷，
您吩咐。叫你给王妃送去的礼都送去了吗？送了，专门叫管事婆子挑的，都是女人家会喜欢的。那她喜欢吗？喜欢吧。她怎么说？既收了礼，也不来道谢。王妃在忙呢，许是没顾上。她忙什么？好像是在教下人习武。好像习武？本王怎么不知道她还会功夫？她教下人习的什么武？卑职不是很清楚。这就去问。不必了，本王亲自去看。好，大家练得不错，都加把劲儿，练得最好的有赏钱。瞧把他给闲的，堂堂王妃干什么呢？进屋，给王爷解释。他哪里有半分害怕的样子？他冲下人们挥挥手，你们继续练，不许偷懒。说完，他便挽着秦云川的胳膊，将他拉进了上房之中。王爷别生气嘛，妾身在报答王爷呢。说说怎么个报答法？我早该请教王爷呀，王爷功夫好，一定是这方面的专家。这叫八段锦，是气功导引术。王爷习武多年，一定对气功术不陌生吧？王爷见没见过？我打给您看如何？好，你打。只见他认认真真的调整呼吸，继而缓缓起势，整个打下来如同行云流水。怎么样？不怎么样。门外的元亨闻言嘴角一抽，不怎么样？那你还看得那么出神？我就知道王爷您懂得多，要不我再打一遍，您给我纠正纠正动作。哟呵，小女子这么大气度。王妃懂得也不少，还会气功导引术。但凡能治病的东西，我都感兴趣。这也是你娘教的？不是，这是一个老道教的，仙风道骨的，村里人都叫他老神仙。王爷帮我纠正纠正嘛，也免得我误人子弟，贻笑大方。他这是在撒娇吗？就还挺可爱的。练吧。元亨在门外看得直撇嘴，看自家王爷那个嫌弃劲儿哦，您眼睛怪长到王妃身上了，现在装不耐烦，像吗？王爷真棒，王爷好厉害，王爷是这方面的专家，不如王爷打给我看吧。看好了。秦云川站直身子，闭目吐纳。他再睁开眼睛时，明明他只看了2遍，却将阮宁的动作记得很熟，一招一式行云流水，也被他练出了凌厉之势。哇，太厉害了！你若喜欢自己练练也就罢了，教丫鬟小厮练，成何体统？我确有误人子弟之嫌了，不如王爷帮我吧。本王帮你。王爷打得这么好，王爷帮我教他们呀。妾身刚才不是说了吗？教下人8段锦，乃是为了报效王爷，此话是真的。8段锦有强身健体之效，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今日妾身也要劝王爷，独自健康不如大家都健康。这位小王妃还真有意思。王爷今日虽被剧毒所扰，但若换做旁人，早就一命呜呼了。正是因为王爷自幼习武，身体强悍，方能保下命来。这8段锦就是能让我们这些不会功夫的人也能强身健体。就连王爷如今的身体，倘若常练8段锦，也有很好的效果。燕王府众人都仰望王爷而活，王爷身体康健，大家的日子才能好过。所以王爷带着大家一起练这极好的8段锦，既是众乐乐，更是众康康。下人们身强体健，不是也能更好的为王爷效力吗？这不就是报效王爷吗？元亨在外头伸长了脖子，探听得清楚。他猛地一回头，你们都站我身后干什么？王妃说的对呀，对呀，就是这个理儿。咱们啊，都盼着王爷好，王爷好了，咱们才能好呢。下人们倒是纷纷点头。屋里的秦云川皱着眉头，读过书？不对，她哪里有读书的条件？她身为女子，若有钱读书，也不至于叫她娘因没钱买药而病死。那她如何得知孟子劝惠良王的典故？难道是她的相好？她的相好是个读书人，两人相处之时，她从他那里听说的。本王替你教也不是不可，但你要答应本王一个条件。臣妾是王爷的人啊，王爷想要什么，只管吩咐就是了。臣妾难道还敢拒绝王爷吗？你实话告诉本王，只要他老实交代，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他保证与他断了联系，再不惦念他，他可以既往不咎。阮宁歪了歪脑袋，表情懵懂。罢了。秦云川闭了嘴，终是没说出口。王妃教的8段锦是强身健体的气功术，好好练，练好者除了王妃有赏，本王另外再赏。他余光瞟见阮宁竟然走到一个白皙文弱的年轻男子身边。小六，此套功夫对你的身体大有益处，你一定要勤加练习，每日早中晚各一次，不可偷懒。多谢王妃，小生莫不敢懈怠。秦云川负手而立，眉头轻蹙，他一双深邃的虎眸一直盯着那小六，直到他出了院子。王爷，去查查那个小六是谁。他甚至有种直觉，觉得阮宁教这套8段锦根本不是为了报效他，而是专门为了这个小六。他总不好只教他一个男子，所以便拉上所有人。秦云川余光瞟见阮宁笑眯眯向他走来，他冷哼一声，竟阔步出了院子。王宠六回到王府后院下人房内，却见他娘脸色苍白地坐在那儿，愣愣出神。啊，
娘，你怎么了？脖子怎么了？娘不知道这一步是不是走错了，她究竟值不值得信任托付？阿娘说的是王妃吗？嘘，王妃真是不简单。阿娘不知道今日的事情有多精彩。王妃叫我们气功，王爷很是恼怒，原本要发作，竟被王妃用孟子剑梁惠王给劝住了。王爷非但没发怒，反而亲自带我们练了这气功。而且阿娘儿觉得这气功对儿子的身体真是大有裨益。儿子练了几遍，便觉得这胸闷心悸的毛病都明显的减轻了。唉，竟是我多疑，误会她了。我险些轻信了二小姐的挑拨。母亲万不可走上歧路。阮二小姐人前人后又是何品性？我们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会说话的牲口，但王妃待人是不同的。母亲日后伺候王妃身边，一定要尽忠职守。你如此信她？对，她值得信任。好，既然如此，常嬷嬷抱着她的匣子，提着阮宁让她买的药，来到阮宁面前。王妃，老奴有罪，老奴今日去买药，不小心叫二小姐盯上了。二小姐把老奴挟持进小巷，她竟从药铺得到了老奴所买药材的方子，逼问老奴买这么多药是做什么的？你如何应对？老奴一开始说那药是老奴挨打给自己买的，二小姐却说上头有桃仁、红花、益母草，绝不是老奴喝的。老奴被逼得没法，只得说了实话，说大小姐讨了药方，为治我儿子先天不足之症。二小姐说大小姐是要害我儿子，这药根本不是给他吃的。老奴糊涂，竟信以为真，怀疑了大小姐。大小姐恕罪，人人都说老奴贪财，爱占小便宜。大小姐，这是老奴这些年来积攒的钱财，请大小姐收下。老奴知道这些钱不够买重六一条命，但老奴除了这些钱和自己这条贱命，什么都没有，唯愿舍了这条命，报效王妃，为王妃尽忠职守，恪及本分。是你的提己钱，我怎么能要？这钱是老奴攒来给儿子看病用的，听闻名医看诊诊费极贵，所以老奴就一直攒着。如今能得王妃帮助，求得裴先生的药方，这钱本就该给王妃，只是不够的，老奴也没有了，就用这辈子还吧。除了你说的那些，你同阮心怡还说了什么？她可动过你的药？没有，老奴答应二小姐，日后大小姐身边有什么信儿，一定第一时间告诉她，然后二小姐就放了老奴出来。大小姐放心，老奴绝不会说的，老奴和儿子的身家性命都在大小姐手里。常嬷嬷起来吧，你来看。阮宁把常嬷嬷买回的药都倒出在一张干净的大桌子上，她铺了几张纸，也不用称，就直接用手抓，这个抓点那个抓点，跟药铺里的小伙计按方配药的流程一模一样，只是少了用秤的步骤。大小姐看似随手一抓，但每一份里的分量看起来却是一模一样。这10副是给王重六喝的，这3副是给我自己喝的，这些是为了迷惑人的。既然嬷嬷对我坦白，那我也告诉嬷嬷，我越信不准，这于婆家来说是个短处，所以我想买些药调一调，却也不想让王府的人知道，免得遭了王爷嫌弃。嬷嬷可以为我保密吧？原来如此，老奴是娘家人，就该如此呀。此事没有旁人可信，我有托付嬷嬷，嬷嬷为我煎了药，药渣一定要处理好，不可叫人看到。是，老奴明白。常嬷嬷连连点头，顿时有种成为王夫心腹的感觉。屋子里的主仆俩都没瞧见，窗户底下周嬷嬷的身影一晃而过。周嬷嬷快步出了主院，往王爷书房而去。燕王府的书房里，原画风尘仆仆地站在那儿，拱手躬身，细细禀报着他的云梦成之行。母亲是孤女，人称小林氏，实则她是被阮斌的母亲收养的养女。阮斌的童养媳？那倒不是，阮斌的母亲林氏收养她的时候，她已经有16、17岁了。16、17岁就被收养？秦云川更诧异了，这个年纪都可以嫁人生孩子了，收养不是太晚了吗？就是当做儿媳妇收的，所以没有随阮家的姓，而是随了林氏的姓。据一些人说，小林氏不知是罪臣之后，还是当真失忆。林氏把她捡回去的时候，她衣衫破烂，看人的眼光像狼一般，问她什么都说不记得了。林氏养了她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她既勤快能干，又相貌俊秀，便托人做了媒人，把小林氏当做她娘家的侄女，嫁给了阮斌。果然是阮斌的结发妻。宁没骗他，是阮斌这个老狐狸把京都所有人都给骗了，做着狼心狗肺、抛妻弃女的事。小林氏可会医术？卑职询问了许多人，都没有说小林氏会医术，倒是有人偷偷的告诉卑职说小林氏会巫术。卑职又问是怎样的巫术，他们却没有人知道。卑职以为很有可能是村里的人少见多怪，以讹传讹。秦云川凝眸略作思索，也许是他们看到过小林氏用针灸术，误把针术当巫术。如此说来，阮宁说他的针灸术是跟他娘学的，倒有8、9分可信。原话打听这些消息费了不少劲儿。还有一个问题一直在秦云川心头打转，他可有来往过密的男子？
袁化愣了片刻，才明白这个他指的是王妃。没有，莫说男子了，就连同村的女子、年龄相仿的小姑娘都不怎么跟王妃来往。一来是王妃的性子孤僻，不喜与人攀谈结交；二来是私下有传言说小林氏是巫女，说王妃是小巫女，他们怕她，没有人乐意与她往来。秦云川心头猛地一紧，他没有爹，照他的说法，他出生以前阮斌就进京赶考，自此一去不回。他娘又是捡回来的宫女，没有娘家，没有依靠，一家4口，老的老，小的小。他娘还背负着巫女的流言，这10几年来他得经历多少艰难，多少坎坷。有那么一瞬间，秦云川忽然觉得他的诡诈，他的谎话，他的言不由衷都应该被谅解。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在那样一个成长环境之中，她没有长成怪力邪恶之辈，已经是万幸了。但是既然他没有青梅竹马的男子，他肚子里的种又是哪来的？难道真是来京的路上秦昊把他给……秦云川额上青筋猛地绷起，袁化只觉周遭一冷。给本王盯着秦昊，从秦昊身边之人入手，查清楚。倘若是他……秦云川薄唇轻抿，袁化只觉得脖子一紧，连呼吸都费力。是。袁化刚退下，随从便报周嬷嬷求见。秦云川眸子一凝，周嬷嬷突然前来，必是跟阮宁有关。奴婢听闻王妃使常嬷嬷悄悄买了调经之药，王妃还叮嘱常嬷嬷一定要把药渣处理好，不能叫人发现。调经之药，就算秦云川不是大夫，他也明白，他如今怀有身孕1月，调什么经？所谓调经之药，恐怕是堕胎药。还说什么天赐灵儿不敢毁伤，还说他是处子便有了身孕。呸！他果然是彻头彻尾的撒谎精。你回去盯紧了常嬷嬷，务必要留下药渣送过来。是。王妃那边，他要喝药，便让他喝，不必阻拦，尽可能给他提供方便。是，奴婢明白。秦云川抬眸看着廊下挂着的玉风铃，微风拂过，玉片相撞，发出清脆悦耳的叮咚声。算你识相，不管你是不是自愿，本王看在你年少坎坷的份上，就不计较你以前的过失了。他不是真心想娶阮宁，也不是自愿要嫁，他童年不幸，又被自己的爹摆了一道。但只要他下定决心，跟前尘过往一刀两断，他不是不能给他从头来过的机会。至于他已非处子之身，秦云川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本王亦是浑身剧毒的将死之人，就谁也别嫌弃谁了吧。阮宁心里清楚，堕胎要趁早，胎儿越大堕胎越难，并且于他来说也越危险。就古代这医疗条件，弄不好还要赔上他一条命。常嬷嬷把浓黑的药汁倒进碗里，给阮宁端来。你放着吧，待会儿凉了我就喝。你快去把药渣处理了，仔细点，别叫人看见。是，主子放心吧，老奴先把药渣烧了，再分成几份埋了，保准没人能发现。常嬷嬷回到小灶房，把药渣倒进一个织布袋子里，趁着没人注意，他快步来到后花园的假山后头。常嬷嬷见左右无人，忙从怀里掏出小铲子，不多会儿那坑就挖得挺深了。他把一部分药渣倒进去，又摸出火折子药点，这药渣是湿的，点不着啊。远处忽然传来一声轻咳。天干物燥，这草多的地方都得小心火种。你们几个去那边查看，你们几个到这边。常嬷嬷闻言面色一紧，听声音像是王府的管事嬷嬷带人查园子。常嬷嬷把药渣一股脑倒进刚挖好的坑里，立刻埋土填了。听见有脚步声往这边而来，她忙猫着腰顺着另外一个方向跑了。待常嬷嬷走远，周嬷嬷从假山另一侧走了出来，她快步上前，来到常嬷嬷刚才挖坑埋东西的地方。周嬷嬷照着那痕迹，把田上的土又给挖开，果然是药渣。周嬷嬷抖落药渣沾上的土，把药渣收好，才悄悄起身离开。沾了土的药渣安静地躺在秦云川的桌案上，裴郎中又使指头拨拉着药渣一一查看。回王爷，这是药性凶猛的堕胎药啊！下药之人对药量的把握有十足的信心，不然这药喝下去可是有危险的。秦云川面色微微绷紧，挥挥手，裴郎中躬身退走。临到门口又说：王爷心浮气躁，红茶少喝，多喝点绿茶、生普或者是普定为宜呀。秦云川闭目不听，也不理会。他的确心浮气躁，起初他只是猜测阮宁让常嬷嬷买的是堕胎药，他才知道自己心里那么难受。现在他看到面前的堕胎药，就不由得想起曾经他是如何与秦昊欢好。他在来京的路上便已经委身秦昊，他自愿的吗？还是秦昊逼迫他？他跟秦昊才认识多久啊？没有三媒六聘，没有洞房花烛，什么都没有，他为何就屈从了？他不是诡诈计谋多端的吗？他所有的手段都只会用来对付他，不会对付秦昊吗？秦云川越想越恼怒，他一掌拍在面前桌案上，花梨木的桌子应声而裂。阮宁扶着桌子吐得昏天黑地。大小姐，您这是怎么了？
小祖宗啊，你这是怎么了？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大小姐忍一忍，您到床上躺会儿。阮宁没一把力气，她全身的重量都依在常嬷嬷身上，稳稳当当把她扶到床上。您躺躺，躺躺就好受了。你说什么？奴婢说您躺躺，躺躺就好受些。没事了，嬷嬷，我睡会儿。好，奴婢就守在屋里。不用，你出去吧，给我关上门。那大小姐有事招呼奴婢一声。她刚才的厉声质问当然不是对常嬷嬷，而是对突然出现的原主的意识。原主竟然跟她说孩子不能流掉，会损她在阴间的阴德，活人都快活不下去了，她还管得着死人的阴德？阮宁，你给我死出来！阮宁用意识大声喊道：催吐你不是能得很吗？现在又当缩头乌龟，有种你出来，咱们好好说道说道。阮宁若不是怕隔墙有耳，他早就破口大骂了，如今只能用意识叫嚣，多少有点不过瘾。这倒霉催的原主，他可知道自己为了这一副堕胎药花了多大的力气，竟然让他吐得一丝不剩，连胆汁都呕出了好几口。你别生气啊，你杀了这条无辜生命，损了我的阴德，我在阴间是要吃大苦头的。我活着的时候已经够可怜，死了，你就叫我少受点罪吧。原主娇弱的声音忽然出现在阮宁的脑海里，阮宁欲哭无泪。姐姐，你要再拦着我堕胎，我马上就要去阴间陪你了。我要是死了，仇你还报不报了？咱娘的名分你还要不要了？好吧，你若能为我报仇，为我娘夺回名分，我就不拦着你流掉这个孩子。阮宁闻言想骂娘，他们等报了仇，为他娘夺回名分，孩子指定都出生了，还留个屁？那你先告诉我，这孩子是谁的种？为何我根本没有你失真的记忆？原主又是一声长叹，他还叹气，他还有脸叹气？丢这么一个烂摊子给我，他叹个毛线的气？还是活着好啊，哪怕活着是艰难的，我不想死的，你知道吗？阮宁浑身一僵，也是，原主虽然留了个烂摊子给他，却也把活的机会留给了他，也就是说原主给他留了一条命呢。我会替你好好活着的，你没见过的精彩，你没吃过的美味，你没体会过的肆意自由，我都会尽可能的替你去感受的。阮宁说完，觉得自己好像有点缺德，好在原主似乎并不在意，反正他留在这世间的也只剩这句躯壳。谢谢你，阮宁，但我的意思是，这个孩子他或许也想活下来，也想看看这世间的精彩。阮宁要哭了，他以前怎么没发现原主还有点圣母心呢？哎呦，姐姐，我自己都要活不下去了，再是顾不上肚子里还没成型的这个呀。或者你告诉我孩子他爹是谁，咱们看看孩子他爹想不想要这个孩子，有没有能力保住这个孩子。阮宁尽力哄着原主，你也以为我只是个傻乎乎的乡下小姑娘吗？所有人都骗我，就连你也骗我。阮宁只觉脊背发寒，鬼气森森的，但他这会儿不觉害怕，他要气炸了。我骗你什么？你替我报仇，血债血偿，你替我报了仇，我就告诉你孩子爹是谁。替你报仇，害你落得这步田地的就是阮家，但以我如今的能力，扳倒阮家绝非朝夕之事啊。我并非要你扳倒阮家，而是要你为我报仇。我为什么死了，怎么死的，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所以才一直徘徊不肯离去。你替我报了仇，让我死得瞑目，我就再不纠缠你。这副躯壳我完全让给你。阮宁这下听明白了，原来原主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虽然我并未亲眼所见，但不难推断，阮家用你替嫁，但怕你见到燕王后不从，惹怒燕王，给阮家惹祸，所以他们在新婚夜里对你用药。常嬷嬷是下手的最佳人选，或许是她太过紧张，加大了药量，不慎把你送走了。机缘巧合下，我来了，占据了你的躯壳。原主没作声，阮宁继续道：这么说来，害死你的人就是常嬷嬷。你要我杀了常嬷嬷给你报仇吗？不是常嬷嬷，不是他。你如何知道不是他？你不是说不知道自己为何死的吗？阮宁问了几遍，却再没听到原主的回应。他身心疲惫，在等原主回应的过程中，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阮宁睡醒时，天都黑了。常嬷嬷，常嬷嬷立刻在门口答应：老奴进来了。王爷先前派人来过，请王妃过去一同用饭。老奴说王妃身体不适，睡下了。王爷那边也没再催，只说让王妃好好休息。饭菜送来了小厨房里，一直温着。阮宁没说话，目光定定落在常嬷嬷的脸上。常嬷嬷被盯得不自在。王妃，您就在床上用饭，还是老奴服侍您更衣？常嬷嬷，咱们主仆在这偌大的京都，在这高门深院的燕王府，要想活得好，不被人欺，一定要同心协力，主仆间没有猜忌。老奴明白。但有一件事至今我仍稀里糊涂，新婚夜阮家究竟是怎么安排的？
唐嬷嬷不由得吸了口冷气。嬷嬷别担心，我不是要秋后算账，我只是有些事想不清楚。我知道嬷嬷那时候受制于张氏，你若做了什么错事，也是全凭主子吩咐，身不由己。您那会儿还以为要嫁的人是梁王世子，所以欢喜不已。张氏叫我加了料在您的茶汤里，屋里也点了香，那香不仅对您，对王爷也有助情的作用。张氏是算好的时间。那药和那香还有吗？常嬷嬷身形一僵，支支吾吾。还有。是吗？我说了，这事儿不怪嬷嬷，你把东西拿来，我看看。在后院，主子稍等。常嬷嬷把剩下没用完的东西藏在她和儿子住的下人房中，她出门去取。他正要给阮宁关门时，余光瞟见有什么在墙角一晃，常嬷嬷猛地转头去看，却只有风吹动灯笼，照着斑驳的树影在地上乱晃。他转身快步走了，常嬷嬷没看见一条颀长的影子投在地上，被灯光拉得老长。以为要嫁的人是梁王世子，所以欢喜不已。秦云川捻着手指沾上的一点细尘，反复品着这句话。他听闻阮宁身体不适，一直在屋里睡觉，连晚膳都没有，所以过来看看他。他琢磨着是不是那堕胎药太过凶猛，他的身体受不住了，毕竟他那么纤瘦羸弱。可没想到他一来就听到这么一句话，欢喜不已。秦昊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没有给他任何保障，就轻佻地占有了他，有什么值得他欢喜的？还真是让人失望了。秦云川冷笑一声，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都在这儿了。常嬷嬷气喘吁吁地把剩下的香和药拿到阮宁面前。张氏当时叫你用多少量？常嬷嬷如实告知。阮宁趁着常嬷嬷去摆饭的功夫，仔细研究了那药和香。他眸子一凝，不对啊，这药和这香，即便用量不对，也不至于要了人命。那原主是怎么死的？阮宁闭目沉思。他刚穿过来的时候，情况太紧急，以至于他必须用全部精力去应对秦云川，而没有余力注意太多细节。此时再回想当初的情景，许多细节都模糊了，在脑中一帧一帧地检索最初的画面。对了，有砒霜。他刚醒时体内有砒霜的成分，因少量的砒霜也可入药，他便没有太在意。但他刚刚分析常嬷嬷拿来的药里面并没有砒霜，所以原主体内的砒霜是哪儿来的？有人想要原主死，可是他传来了，所以在旁人看来就是原主没死成。那么想要杀害原主的人会不会继续蛰伏在暗处来索他的命呢？敌暗我明，如今的处境更不妙啊！若非原主的提醒，他还没想到这些。没有秦云川在侧的晚膳，阮宁用得非常自在，但他没想到这顿晚膳只是个开头而已。接下来的2、3天，他都没见到秦云川，竟不用他试毒了，也不知他在忙什么呢。阮宁正乐得自在，也盘算着再尝试一次堕胎。还没等他准备好，常嬷嬷就带来一个让他十分意外的消息：梁王世子约王妃见面。常嬷嬷是出府办事时遇见秦昊的小厮，得到了消息，看那小厮的样子，像是专程等着老，还等了好几天似的。阮宁皱了皱眉，他贱不贱啊？我现在可是他婶婶，哪有侄子偷偷见婶婶的道理？他不要脸，我还要呢。你别这么看着我，我以前在村里没见过世面，如今我来了京都，见过了形形色色的人，更有燕王这样的相公，我才看不上小白脸呢。阮宁轻哼一声，秦昊的长相根本不是他的菜，何况人品还那么渣。大小姐说的对，您如今是燕王妃，是他高攀不起的，就得硬气点。可是小厮说梁王世子有重要的事情，必须当面问你。老农问他什么事儿，小厮却说不知道，只说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托辞还是？阮宁原本浑不在意，可忽然间他脑中灵光一现，或许秦昊知道呢。关于他的身孕，关于原主的死，或许秦昊那里有线索，亦或有答案。他太需要知道答案，太想要解除危机了。嬷嬷替我回他，后日前赏一品茶楼。几天都没露面的秦云川，此时正沉着脸坐在书房。后日一品茶楼。是，梁世子已经包下了整个茶楼，要不要说？要不要敬了王妃的足？不用，让他去。阮宁，我早说过，你别骗我，你若敢骗本王，本王一定亲手杀了你。秦云川喃喃自语，原话刚退走，裴郎中便来了。做好了，王爷，王妃要的针都做好了。裴郎中献宝似的将那2套针摆列在秦云川的桌案上。您看，完全是按照王妃的要求，一丝不差。裴某，现在就给王妃送去。不必啊，先放着。为什么呀？这早些送去也好，叫王妃早些开始给王爷您。本王说先放着，你听不懂人话吗？懂。裴郎中放下针囊，赶紧脚底抹油的溜了。这一晚，秦云川做了许多光怪陆离的梦，一时他梦到自己比秦昊更早认识阮宁，一时他又梦到阮宁腹中的孩子是他的，可他偏偏逼着阮宁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他从梦中惊醒时，秦云川贸然起身，他正要出门练功，余光却瞟见桌案上放着的2套针，他深吸一口气，眯眼道：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来人，告诉王妃，早膳后到书房来见本王。秦云川练了功，用了早膳，清清爽爽的来到书房后院。墩子，那只体格硕大、凶猛如狮的
猛兽立刻出来，一跃来到他面前。千云川摸了摸墩子的头，待会儿我要见一个女骗子，她若今日再敢骗本王，你下嘴不用留情。威风凛凛的咆哮一声，露出他硕大的尖牙。千云川早就等在书房，他怎么也没想到阮宁竟敢让他等那么久。日上三竿，他才懒洋洋的来了。见过王爷，王爷早上好啊！臣妾昨夜没睡好，今日起晚了。他正要开口询问，忽听身后传来嗷呜一声咆哮，冲着阮宁就来了。小心！他猛地上前一步，将阮宁揽入怀中，抱着他的纤腰腾身而起。他下意识的动作根本没过脑子，那庞然大物冲过来时，他已经抱着怀里娇软的小人闪开在几步开外了。墩子！青云川有些暗恼，他既恼怒于墩墩没听召唤就贸然冲出来，也更羞恼于自己刚才不由自主的紧张。他为个女骗子紧张什么？哇，这是藏獒吗？好大的藏獒啊！这是什么品种的藏獒？这个个头简直比狮子还大啊！千云川闻言惊讶地看着阮宁，他竟然还认识藏獒。纯种的党项古獒是体格最大的獒犬，你怎么会认识？我娘给我讲过。千云川眼睛微眯，据原话带回的消息，他娘是个失忆的孤女，他怎么可能认得这种草原獒犬？只是听过你就能一眼认出来，京都尚且有很多人不认得这犬种。我聪明嘛。果然是撒谎成性，连眼睛都不眨。这种党项古獒似乎比一般的藏獒性子好一些。阮宁非但不怕，反而兴奋热切地盯着墩墩。党项古獒性子好，墩墩上！墩墩就朝那阮宁扑来。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忽然靠近，那种视觉冲击力真的让人胆战心惊。阮宁不自觉地惊退了一步，却见又大又凶悍的墩墩吐着舌头晃荡着尾巴，像是求抚摸。墩墩，你的霸气呢？你的攻击力呢？你身为獒犬的勇猛忠诚呢？好乖啊！王爷你看，是他碰死我的。金云川闭目叹息，这年头不仅女人不靠谱，连最忠诚的獒犬都靠不住了。王爷真是会享受，说是大冬天能时常泡个温泉，生活多美妙。明日带你去骊山别院，那里有温泉，还有马场，也有打猎的地方。墩墩最喜欢在骊山别院玩。明日不行。明日他还是要去一品茶楼跟秦傲私会，为何不行？明日我要去大寒寺捐香油钱，请寺里的僧人为我娘诵经。去大寒寺？明明是要去一品茶楼。倘若不是一早得到消息，他能从他平静的脸上看出一丝撒谎的迹象吗？那明日我陪你一起去。不用，有常嬷嬷陪我呢。我想着，如果王爷愿意，等明年我娘忌日的时候，王爷能陪我一起回一趟云梦城。当然，前提是我已经给王爷治好了身体，毒性尽除。到那时候，我想让我娘看看王爷，正式的认识一下女婿。王爷不愿意也没关系，就当是我痴心妄想啦。千云川抿着嘴唇，胸口闷闷的，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甚至分不清哪个才是真实的他。阮宁，连秦云川都听出了自己声音里咬牙切齿的味道。墩墩冲了回来，冲着他咆哮。墩墩是不是眼花了，认错人了？他冲他吼什么？墩墩回来！阮宁喊了一声，墩墩竟然听话的乖乖的回去了。他在他身边蹭啊蹭，嗅嗅他的手，还伸出大舌头，邀功又示好的舔舔他的手。这狗不能要了。对了，王爷叫臣妾来是有什么吩咐吗？是真打造好了吗？快了，就是想问你去不去别院。既然你有事，那就下次。多谢王爷，若无其他事，臣妾告退。阮宁扶了扶身，千云川不耐烦的挥挥手，看见自己的狗对他摇尾示好的样子，他就烦。明明是要用墩墩吓唬他的，吓唬的真好，把狗吓唬没了。千云川闭了闭眼睛，再睁眼时，狗呢？他扭头一看，好想要气死。墩墩竟然屁颠屁颠跟着阮宁走了。墩子！千云川厉喝一声，千云川要被这只大蠢狗给气笑了。回去吧，墩墩，我现在还养不起你，等我下次来给你带肉骨头。千云川长舒一口气，怎么办？晚上想吃狗肉炖锅。墩墩回来看他一眼，扭头跑回自己笼子里待着了。千云川叫了原话来，给本王盯紧了秦昊，还有明日的一品茶楼，安排好人手。只有秦云川在盯着秦昊，阮家的阮心怡也没闲着。自打姐姐回门那日之后，世子就再没来过吗？回小姐没有。再去问问门上。阮心怡不信秦昊能耐得住性子，这么久不来找他，也不送书信给他。丫鬟很快从门上回来，门房说没有。阮心怡脸色泛冷，竟然真的没有书信，没有口信儿，更没有来过。因为太后娘娘下旨赐婚，她便已经十拿九稳，知道自己是她的盘中餐，跑不了了。对了，小姐，奴婢听老爷的小厮说，最近老遇见世子的车驾在玉带桥那边，也许世子这段时间住在玉带桥别院散心吧。玉带桥别院，套车，我也出门散散心。阮家的马车往玉带桥方向去，他不可能主动去找梁世子。梁世子既然说了最近不见面，那么谁先主动，谁就输了。他不主动找他，但若是偶然遇见，那就另当别论。那不是梁世子吗？只见秦昊一袭玄色旗装，帅气策马，飞快地从旁跑过。世子爷这么着急，
肯定是往阮家去呢。小姐，世子去府上找您，咱们却不在，岂不错过？咱们快回府去吧。他是去阮家找我？肯定是呀，不然怎么跑得这么急呢？不着急回去，去西市逛逛。哎，小姐，叫他等吧，他晾着我这么多天，叫他多等一会儿怎么了？阮心怡心情不错，打算去西市新开的布行看看。阮宁带着常嬷嬷出了燕王府，他们在胭脂水粉铺外下了马车，主仆二人却从铺子后门离开，租了辆小马车，转道去了一品茶楼。是阮小姐吗？是啊，秦爷早到了，您楼上请啊。你在这儿等我。阮宁独自跟掌柜的上了2楼，掌柜的推开雅间的门，宁宁。秦昊豁然起身，阔步向他走来。阮宁进了雅间，他要关门之时，却忽觉有芒刺在背，他回头看去，四下里并没有人盯着他，可他怎么有种被人盯上的感觉？秦昊把门关上了，他伸手就要拉他的手，阮宁迅速避开。好侄儿，我可是你婶婶，请你自重。宁宁，我来并不是对你还有什么旧情，而是你说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同行一路，好歹也算彼此照应过。既然有要事，那就快说吧。宁宁，是我混蛋，我轻信了阮心怡的话，对你有误解。停，你叫我来，如果是为了说这些，那告辞了，我没兴趣听。我嫁给燕王很幸福，也祝你和阮心怡举案齐眉，白头偕老。宁宁，叫我神母。你怀孕了。秦昊这句话如石破天惊，立时便留住了阮宁正欲离开的脚步。阮宁猛地回头，目光如剑，死死地盯着他。真的是秦昊？他忽然这么问，是打算认了？可为什么原主留给他的记忆中，他跟秦昊根本没有过分亲昵的举止呢？世子为何这么说？我与王爷大婚不到半个月，就算有喜，哪能这么快就知道？燕王叔眼里揉不得沙子，如果是真的，你最好赶紧留掉这孩子。如果让他发现，他不会让你活的。阮宁眯了眯眼，秦昊还真是渣得彻底，明明是他想自保，还冠冕堂皇的好像是为他好，简直不要脸至极。秦昊见阮宁不说话，愈发着急。你别犯糊涂呀，我可以帮你请大夫开药，留掉这孩子。你告诉我那个男人是谁，我一定设法封了他的口，让他不能乱说，不能陷你于险境。阮宁闻言一怔，什么鬼？秦昊问他那个男人是谁，难道不是他？不，这是渣男惯用手法吧？明明是自己出轨，却要给女方扣个始乱终弃的帽子。世子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猜错了，你没怀孕。就算怀孕，那也是燕王的。你真的怀孕了，对不对？就是那次，是吗？那次？哪次啊？阮宁听得云里雾里，脑子里一点关于那次的印象都没有。你想让燕王叔认下这个孩子，把这孩子当他自己的骨肉，你太小看燕王叔了。他岂是那么好糊弄的？这时间算着就不对呀，早了1个多月呢，孩子早产就跟足月一样，就算他看不出来，他身边嬷嬷郎中岂能看不出来？那男人究竟是谁？是你这样护着他，不惜自己冒险要生下他的孩子？阮宁拖着下巴默默地看着秦昊，如果说他是装的，那这也是装的太像了吧？你说的那次是哪次？他说那次，又说1个多月，这时间对得上，他的喜脉也就是1个多月的样子。秦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猛地拍了下桌子，愤愤地将脸转向窗外。2楼窗外恰能看到盛开的广玉兰花，广玉兰树下行人来往匆匆，阮心怡的丫鬟却驻足，咦了一声。哎，那茶馆里的婆子怎么看着像大小姐身边的常嬷嬷啊？那不是世子的马吗？没错，咱们刚才见世子爷骑的不就是这匹马吗？他没去阮家寻小姐吗？难道是在这儿和大小姐？走，咱们看看去。等会儿常嬷嬷若是要喊，你就捂上她的嘴。仆俩刚迈进茶楼，掌柜的就上前道：哎呀，对不住客官，今儿个茶楼包圆了。让开！阮心怡一把推开掌柜的，阔步上了2楼。对面茶楼2楼的雅间内，原话躬身道：王爷，阮家2小姐闯进了茶楼，要拦下她吗？不用，她若是找不到是哪个房间，就帮帮她。是。原话躬身退了出去。阮心怡速度很快，她已经冲上了2楼。最醒目的天子1号间却是房门紧闭。阮心怡阔步上前，她抬脚哐当一声踹开了门。雅间里头，秦昊正举剑，怒目看着阮宁。告诉我是谁，我要杀了他！房门被突然踹开，阮心怡设想了无数捉奸的情形，但她怎么也没想到能看见秦昊举着剑，一脸愤怒的模样。反倒是阮宁坐在那儿，跟个没事人似的。你们……阮宁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点心渣子，她阔步来到阮心怡面前，管好你男人。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阮心怡整个人都麻了，什么情况呀？这是阮宁走得干脆利落，撇下烂摊子，让秦昊自己解释。秦昊提步想去追阮宁，但阮心怡能让他走。阮心怡瞬间红了眼眶，张开双臂挡住秦昊的路。世子，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何会和我姐姐单独坐在这雅间里？你们都说了什么？她说让我管好我的男人是什么意思？她已经嫁给燕王了，你难道对她旧情难忘吗？哪有什么旧情难忘，我以前对她根本没有情。心怡，我累了，你是最善解人意的，我需要一点时间让自己捋清楚，给我点时间再跟你解释好吗？现在我自己也是一团乱麻。你又捋清楚什么？你和我姐姐有什么不好说清楚的？
哎，一定要现在纠缠不放吗？一定要现在问吗？好，那我告诉你，我跟他没什么。阮心怡气笑了，他跟燕王尚且没生什么，秦昊跟阮宁反倒纠缠不清了。哼，你需要时间是吗？好。谢谢你，心怡，等我冷静一下，再好好跟你解释。说完他就走了。阮心怡一口气憋在胸膛，眼睁睁地看着秦昊阔步离开。给我！他指着秦昊的背影，气得眼前发黑，说不出话来。丫鬟赶紧上前为他拍背顺气。找人跟着他去玉带桥认认门。他在京都有梁王府、世子府不住，为何去住玉带桥别院？这里头要是没鬼，鬼才信。奴婢这就交代小厮去跟着您，千万别跟自己的身子过不去。品茶楼对面的茶馆内，秦云川把玩着面前的茶盏，幽深的眸子晦暗不明。不是秦昊，那又是谁？他转脸将目光落在原画身上。不知道啊，王爷，卑职去查，根本没有查出任何跟王妃来往过密的男子。秦云川轻哼一声，扔下茶盏，回了燕王府。他回来时，阮宁还没回来，他径直去了书房。元亨今日不当值，却早早在书房等他。回禀王爷，前2日您叫卑职查的那男子原来他就是常嬷嬷的儿子，名叫王重六，还是王爷您替王妃从忠义侯夫人张氏手里要过来的。秦云川闻言愣了愣，有这回事吗？王妃与这王重六先前并不认识，因为常嬷嬷的缘故，才把他留下来。听说这王重六在读书，有科举之意，所以不肯卖身为奴，但他身体不太好，王妃许是为了让常嬷嬷尽心尽力的效忠，所以才对那王重六格外照顾了一些。这么看来，他不是不通人情世故，怎么就在阮家混得那么差？就他这些诡诈的心思，若用在张氏身上，也不至于让张氏在嫁妆上那么苛待他。阮宁身上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让他一时想不通。他正琢磨着，忽然腿上一痒，他余光里也出现一大团黑色的阴影。墩子，你怎么又跑前头来了？庞然大物却在他身边蹭来蹭去，像是在撒娇。回后院去。秦云川吩咐，墩子却在他脚边趴卧下来，甩甩脑袋，耳朵一耷拉，假装听不见。不在家，出去玩了，还没回来。秦云川抬手摸摸他毛茸茸的大狗头。下次他来，看你还跟不跟他亲近。你把他当主子，他可没把你当自己的狗子。你看他出去玩都不带你。不等秦云川揍他，他已经撂开蹶子，跑后院自己笼子里待着去了。这劝成精了。回过神的秦云川微微一笑，招了小厮来，去门上等着王妃。他一回来就告诉他，墩墩要见，让他直接到书房来。小厮应诺，躬身而去。没错，就是墩墩要见他，所以他才让他过来。但秦云川怎么都没想到，这么一等就是一天。他把给边疆几个将领的回信都写完了，京都该安排的事情也都安排下去了。眼看天色已经晚了，却还不见阮宁往书房来。来人，王妃回来了吗？怎么还不过来？回王爷，王妃未归。秦云川狐疑地看了看外头的天色，这么晚他还没回来。他跟秦昊分开以后又去了哪里？他原以为他难得出府，在外头贪玩半晌也情有可原，可现在天都黑了，宵禁将至，他还不回来，玩野了。去找。秦云川冷声道。与此同时，玉带桥的一处别院外，阮心怡坐在一辆隐匿在暗处的马车上。经阮家的小厮确认过，这便是秦昊在外置办的别院。他这几天没回世子府，都是在这儿住。阮心怡像是个极有耐心的猎手，在等待他的猎物。忽而有一个窈窕纤细的身影，迈着轻快的步子来到朱红色大门前。这身影怎么有些眼熟啊？阮宁，这么晚了，他不回燕王府，竟敢逗留在此。白日里茶馆幽会还不够，竟然都纠缠到别院来了。不会吧，大小姐不是已经成燕王妃了吗？我倒没想到她胆子这么大。那还动手吗？等了这么久，不就是为了此刻吗？动手！女子还未叫出声，就被人一个手刀劈晕过去。女子被人扛在肩头，无声无息地带走。马车悄悄驶出黑暗，驶离玉带桥。一间静谧的屋子里，阮心怡抬了抬下巴，把她绑好了。在这种情景下跟姐姐见面，还挺有意思呢。女子被反绑着手，丫鬟唰地揭开她头上的黑布带子。阮心怡定睛一看，这是谁？丫鬟闻言仔细看去，不是大小姐。确定那是世子的别院？不会弄错的，家仆一直跟着世子爷呢。把他弄醒，问问他。丫鬟扶着阮心怡到了屏风里头，两个嬷嬷上前掐着女子的人中，把她弄醒。女子嘤咛一声，睁开眼来。饶命！你们是谁？我身上没钱，只有5两银子，你们若要就拿去。问他是谁？嬷嬷一个耳光抽在他脸上。闭嘴！没问你哪那么多话，问你什么答什么。是。叫什么名字？是什么人？奴家锦瑟，是画坊的人，被世子包下，安置在玉带桥。阮心怡倒吸一口气，气得冷笑连连。好啊，好一个秦昊，还未大婚，他连外事都安顿好了。
质子这些日子都是在玉带桥住，跟你在一起。锦瑟颤抖着点点头，阮心怡气得牙根痒痒。忽而他眸光一闪，让丫鬟问道：你说世子包下你，怎么世子没为你赎身吗？没有，就你这姿色，你这身段也不会很贵吧？世子怎么不为你赎身啊？本来说好要为奴家赎身的，可是后来就变卦了。画坊的姐姐们说，男人的话最不可信。阮心怡闻言冷笑，丫鬟请示她这女子该怎么办。阮心怡勾了勾嘴角，今日之事叫她别说出去，吓唬一番就放了吧。嬷嬷提小鸡仔似的提起锦瑟，推搡着她往外走。慢！阮心怡忽然叫住丫鬟：小姐还有什么吩咐？你说她像谁？身段有点像大小姐，咱们不就是把她当成大小姐才给抓来了吗？我明白了，一个弱女子就别叫她自己回了，找人送她回去吧。丫鬟点点头，正欲离开，阮心怡又在她耳边交代了一番。丫鬟冷不丁的打了个哆嗦。12娘，小姐好寂寞啊。锦瑟莫名其妙的被人抓走，打晕，又吃了一耳光。他还没弄明白自己为何被抓，对方又把他给放了，不但放了，还用车把他送回了玉带桥。锦瑟正暗自庆幸，梁王世子虽然没替他赎身，但他的名头还真好用。正往别院走时，忽然一个女子从道旁的阴影里冲出来。锦瑟，就你一个画坊女子，也配东施效颦，也配学我的样子？抬头朝锦瑟的脸上划了一道，速度之快，锦瑟根本没反应过来。待他回过神来，只觉自己的脸火辣辣的疼。血！锦瑟回头朝划伤他脸的女子看去，那女子早就跑远了。倒是有个嬷嬷追着那女子，压低声音喊着：大小姐，大小姐，您等等老奴啊！大小姐！锦瑟捂着脸，跌跌撞撞地跑回别院。她是画坊里的姑娘，是靠脸吃饭的，如今脸被毁，那不是砸了她的饭碗，毁了她的生路吗？她刚回到别院，就见秦昊从内院出来。你跑哪儿去了？这么晚才回来？你的脸怎么了？世子爷，救我，救我！郎中，来人啊，叫郎中来！秦昊也被他脸上淋漓的鲜血吓坏了。是谁？是谁把你弄成这样？不知道你是我罩着的吗？我不认识。他说我都是笑颦，说我一个画坊女子也配学他。哦，还有一个嬷嬷跟着他，叫他大小姐。大小姐，阮大小姐是阮宁。阮宁怎么可能知道锦瑟，并且知道锦瑟萧瑟他？如果他知道这些，岂不是也知道我自己对他的心意了吗？世子，您知道那女子是谁吗？不知道。奴家不要留吧，世子，奴家害怕。郎中来给锦瑟看了伤，敷了药。伤口有些深，应该是簪子之类的尖锐之物划伤，完全不留疤可能有点困难。宫中有最好的伤药，即便有疤痕也会很浅的。放心，我定为你求来。你既伤了，就好好休息，不要忧思过重。我回王府看看，可有上好的伤药。锦瑟受了伤，最是需要人陪伴安慰的时候，秦昊却丝毫没有在玉带桥逗留的意思。他策马离开时，嘴里还在喃喃嘀咕：是阮宁，他下得了这个手吗？他会这么狠吗？因为萧瑟他就要被他毁了脸，他这是嫉妒吗？被怀疑的阮宁直到此时还未回到燕王府，燕王府里的侍卫已经被袁亨、袁化尽数调出，就连秦云川都在府上待不住，亲自策马出了王府。王爷，禀王爷，找到了。侍卫来报，秦云川勒马站住。他在哪儿？没找到王妃，找到王妃的马车了。在哪儿？侍卫带路来到大寒寺外的山坡下，阮宁乘坐的马车就翻倒在山坡底下，车身上有数道刀痕。秦云川亲自来到翻倒的马车跟前，一片血迹映入眼帘，他只觉眼前一阵眩晕。阮宁！秦云川举目环顾四周，大寒寺就在离京的大道旁，离这儿不远就是宽阔平淡的马关道，另一个方向则是连绵起伏的大山。他会在哪儿？回去亲力全来。王爷，离这不远，据说有山匪集结，官府剿了几次，但是他们机动灵活，并未完全剿灭，会不会是他们呢？秦云川沉着脸没说话。袁化思量片刻，又道：倘若跟山匪碰上，府上的人手怕是不够，要不要去京都借调兵马？不用，若借调兵马，难免走入风声。把墩子牵来，让府上能出动的人马全部赶来。秦云川只带了20多个亲卫，牵着猎犬，猎犬嗅了嗅那血以及马车上的味道，就冲着山里狂奔而去。他们一行人手虽不多，但皆是他身边最精锐的力量，个个都是能以一当百的好手。夜色深沉，在林间飞速前行。是贼寇的山寨。秦云川迅速安排好队形，他虽然带的人不多，但夜深人静，对方并无防备，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对方人多
却也并不见得有优势，冲！就被惨叫和厮杀声惊醒。只见一头狂怒的野兽骁勇无比，见人就扑。他张开血盆大口，一口下去，鲜血迸溅，骨头碎裂。不出一个时辰，这群官府几次出兵，都未能完全剿灭的山贼，便已溃不成军。死的死，伤的伤。秦云川及袁化、袁亨则生擒了山匪大当家、官府通缉的匪首张瑶。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回禀王爷，没有，这边也没有。搜了整个山寨，没找到。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袭击我黑风寨？大寒寺山坡下的马车。秦云川提醒道：不知道，没见过。车上的人呢？没见过呀。他松开墩墩的颈圈，墩墩冲上前，一下子将张瑶扑倒。我知道。墩子，一看他们的马车就是有钱人，山寨里已经有日子没开张了。今日原想拿他们开张，我们才过点了。这车上出了一个车夫，就只有一个老仆妇和一位少夫人，最好下手。谁知那少夫人却刚烈得很，我们原想把人掳到山上，那女子却跳了车。秦云川只觉心口猛地一紧，仿佛被一只大手紧紧揪住。他攥着拳头，咬紧牙关，才堪堪忍住。他崴了脚，跑不快，我们本就要追上了，不曾想却来了一行商队。那商队请了好些厉害功夫的镖师，他们救下了那女子和她的家仆，我们什么都没捞着，还伤了好几个兄弟。什么商队？谁的商队？这真不知道呀，他们的镖师太厉害了，我们不是对手，哪有机会靠近他们的商队呢？您看见马车上的血迹了吗？那都是我们山寨人的血啊！秦云川脸色越发难看，他抬手捂着胸口，脚步也踉跄了一下。王爷，他赶紧上前搀扶住秦云川，秦云川血气上涌，禁不住噗的喷出一口血，只是他的血却发乌发黑。带回去审。袁化挥手道。秦云川抓住袁化的胳膊，不，找他，问出他的下落。王爷，您扛不住了，咱们先回。找他。张瑶没说实话，我说的句句属实呀。王爷，卑职一定叫人详查今日离开京都的商队和镖局。您先回府，您的身体撑不住了。王爷身体本就被毒性控制，他心绪平静时尚且看不出大碍，但今日他心绪起伏，加之夜里急行，他那般运功，若是王妃在就好了。哪壶不开提哪壶。袁化狠狠瞪了他一眼，不要让人知道，切记一定要保住王妃的名声。秦云川抓着袁化的胳膊，谆谆叮嘱。他此时已是强弩之末，不过是靠意志力强撑。他眸子深深。袁化，卑职明白，卑职遵命。王妃那般年轻的小妇人，夜不归宿，下落不明，不论是被商队所救，还是被这会儿山贼藏起来了，她的清白都无人能证明。倘若被人知道这事儿，即便日后能寻她回来，她的名节已是不保。王爷撑着自己最后一点力气，竟是在为王妃日后打算。袁化眉头皱得紧紧的，心里有些不安。袁亨，你守着山寨，看住这群人，继续审问。袁化边说边背起秦云川。我带着王爷回去寻裴郎中。袁亨点点头。袁化在他耳边道：王爷特地交代，不可走漏风声，明白？袁亨在脖子处比划了一下，明白。袁化只带了2名侍卫，随他一起护送王爷回府，其他人以及那些猎犬和墩墩都留给了袁亨。裴郎中深夜被袁化从被窝里拽出来，他睡眼惺忪地来到王爷书房，一见王爷那样子，他吓了一跳，人也立刻清醒。怎么不请王妃来呀？如今这状况，若是王妃在……裴郎中立刻闭嘴，他一边开药让人去煎，一边让袁化帮忙把秦云川泡在药浴温汤里。就说先把针给王妃，王妃拿了针，我也好跟她请教嘛。这种情况该扎哪里啊？每次她都有妙法，能够让王爷少受罪的。若是用了她的法子，这是最快肃清王爷体内余毒的契机。裴郎中，袁化对着老头子的啰嗦简直忍无可忍，他们又不是傻子，若是能让王妃来救治，干嘛放着王妃不用？不说了，王爷这儿就交给裴郎中了，卑职还有要务。知道了啊。既然不能让人知道王妃失踪，那么无论是查昨日离京的商队，还是镖局，都要暗查，免得引人注意。袁化这边查得焦头烂额，却不知道那边还有人在燕王府外守株待兔。秦昊给锦瑟送了宫里御赐的金创药和生肌膏，别碰水，好好服药。宫里的太医说了，1日2次，抹上1个月，不会留疤的。你照顾好自己，缺什么就跟嬷嬷说。父王命我回王府去，我过段日子再来看你。实则他看到锦瑟以及他脸上那道伤，就会想起东施效颦这个词，这个词让他心中不爽。燕王叔中毒已深，命不久矣，却光明正大地站着他的未婚妻，而
而青年才俊、风流倜傥的他却只能拥有个赝品。秦昊不忿，于是他守在燕王府外，等着再见阮宁。他大约是忘了当初他根本不承认阮宁是他未婚妻这回事儿。他下定决心再见面一定要挽回阮宁的心。他要告诉阮宁，那晚的事儿只是个意外，只要他把孩子流掉，他会接纳他的，就连他划伤锦瑟的脸他也可以不计较。他也要告诉阮宁，等燕王叔走了以后，他一定会设法将他接出来，让他做他的贵妾。然而秦昊左等右等都不见阮宁的车驾。出入燕王府，却见到燕王府里有许多侍卫，像是十分繁忙，频繁的进进出出。燕王府难道出什么事儿了？盯了好几日，秦昊觉得情况不对。这燕王府看起来不太平静，是燕王意图谋反，还是他快不行了？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秦昊觉得自己都必须采取行动。若是前者，他得及时奏告太后娘娘。如今小皇帝太小，由太后娘娘把持朝政，燕王手握重兵，若不是他中毒力不从心，小皇帝焉能坐稳龙椅？具体是什么情况，我得摸清楚才好决断。秦昊眯着眼睛盯着燕王府的大门，他总不能两眼一摸黑就向太后奏禀。秦昊左思右想，决定亲自去燕王府试探。他背上厚礼，敲开燕王府的侧门。燕王叔在府上吗？我来探望燕王叔，有骑射上的问题向王叔请教。王爷在府上，但不见客，世子请回。门房说着就要关门，秦昊上前一步：你尚未通禀，怎么知道王叔不肯见我？我叔侄年纪相仿，情分非旁人能比。王叔不见旁人，总会见我的。王爷身体不适，实在见不了客。大喜那日，不是看着王叔好了许多吗？怎么又严重了？你这狗奴才莫要拦着！我要见王叔，我要看看王叔有什么需要，我一定要为王叔尽一份力啊！门房见他要硬闯，哪里能放他进来？元素未有交代，什么人都不准放进来。梁王世子，您若再硬闯，奴才们可就不客气了。我家王爷需要敬仰，惊扰了我家王爷，您担待不起。秦昊站在门外，掸了掸衣服上的灰尘，他嘴角噙着冷笑，哪还有刚才半分的焦急？哼，若是病重，怎么就不能见？我倒是怀疑他根本不在京都，他或许已经悄悄离京，回去边关调遣大军反攻京城。秦昊眼睛一瞪，转身就走。他要立刻密奏太后，请太后宣燕王觐见。不，他要请太后宣燕王及燕王妃一起觐见。秦昊正要提步离去，燕王府的侧门却从里头打开了。世子留步。秦昊微微一愣：你是何人？小生王重六，小生的母亲是王妃的家奴。这么说来，你是阮家的人？小生是读书人，得大小姐恩惠，跟着母亲住在王府的后院。你叫住本世子是何用意？小生得大小姐恩惠，只是如今身无功名，无力报答大小姐。王爷近来病重，大小姐不辞辛劳的日夜照顾，今日竟累晕过去了。他忽然意识到，他问婶婶的情况实在不妥。小生是想请世子劝劝王爷，实在不成就别熬着了，请宫里的太医来看看吧。王爷要强，自个儿受罪，我家大小姐也跟着受罪。你是心疼燕王爷，还是心疼阮大小姐？请世子爷莫要过分揣度，大小姐与我母子有赦罪救命之恩，王爷是大小姐的夫君，小生自然是希望二位都好。我也想劝劝王叔，可惜这王府的门房不开眼呢。世子这边请，小生带您去见王爷。王重六借口奉王妃之命，带世子去探望王爷。门房被他弄懵了，因为元素卫特地交代，任何人都不准放进去，除非与王妃有关。王重六说奉王妃之命，这便是与王妃有关了吧？他们走走停停，他领世子进府的消息早就送到了秦云川面前。这二人也终于来到了秦云川的书房外。书房院外的侍卫将两人拦下，秦昊只觉一股浓浓的药味扑面而来。奉王妃之命，能守在书房的侍卫都是秦云川的亲信，这一句奉王妃之命可把他们说懵了。王爷有令，让人进来。秦昊看着王府里头，书房内外如此层层把守，侍卫们一个个精神紧绷的样子，他已经确信了燕王叔大概真是情况不好。等他来到书房里头，看见歪斜着倚在软榻上的秦云川时，他赫然吃了一惊。燕王叔，你怎么成这样了？你来干什么？听闻王叔身体抱恙，侄儿过来探望您，您可有什么所需？是侄儿能帮得上？滚！你们巴不得本王死，你就是过来看本王死透了没有吧？滚吧！本王死也轮不到你收拾。再者，祸害1000年，本王哪有那么容易死？秦昊慌忙摇头摆手，别看燕王叔一副蔫蔫快死的样子，秦昊在他面前仍觉胆寒。王叔误会了，侄儿绝不是。滚！或者你想叫本王亲自送？不，王叔好好休息，侄儿这就走。秦昊忙不迭从书房里头退了出去。王重六在外头朝他躬身行礼。您劝好王爷了吗？劝了。王重六，滚进来。秦昊拍了拍他的肩，回头咱们府外说。说完，秦昊脚下生风的跑了。乖，燕王叔以前就够吓人了，他现在毒发快死，谁知道更吓人？看他那吃人的眼神，好像他死要拉几个垫背似的，真不知道
阮宁天天对着这样的脸，怎么吃得下睡得着？难怪他如今胆子大了，这要是胆子小，天天吓也吓死了。书房里头，秦云川冷脸看着跪在地上的王重六，为何假借王妃名义让秦昊进府？王妃失踪了，是吗？你找死！小生与王爷一样，想要守住这个秘密，以保护好大小姐的名节，所以小生不得不请梁世子进府。王爷可知他的小厮已经在王府外蹲守了好几日了，今日他亲自来，必定是来试探的。如若不叫他见到王爷，不迷惑他大小姐就在府上，他定会生疑的。秦云川不得重新打量这个病弱的书生，有勇有谋，胆气可嘉。王爷谬赞，小生只是为了报答大小姐之厚恩。秦云川的精力都放在寻找阮宁上头，他还真疏忽了秦昊。若你母亲遭遇不测呢？你可会记恨王妃？倘若小生的母亲为保护主子而亡，那便是大忠。小生以母亲为荣，也必以母亲为榜样，以死效忠。王妃教仆婢们8段锦，实则是为你吧？王重六呼吸一紧，微微抬眼看着他。果然，你好好练，莫要辜负了他一片苦心。谢王爷，小生定牢记在心。去吧，若有你母亲的消息，本王会派人告诉你。王重六看他精神不济，连忙谢恩告退。待王重六离开以后，原话从外头进来。这个王重六，王妃有意栽培，他也有些机智。再看看，若真是忠心之人，日后可以提携。是。原话拱手。还没有王妃的消息吗？一定会找到的。离京城百里之外的一座庄园里，阮宁打了个喷嚏，他揉揉鼻子，看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线香，十分满意。许久不做香了，手都生了。并非他有闲情逸致在这儿做香，而是救了他和常嬷嬷的人头疾发作，痛苦难当。人家救了他们的命，他明明有办法帮助人家，总不好袖手旁观。沈公子，阮宁拿檀木线香盒子装好了香，拿来给沈岩。这线香可缓解头痛，舒缓神经，还能治心烦意乱、失眠之症。沈公子现在就可点一支试试。沈岩按了按额角，他脸上尽是疲态。本该当即就护送小姐回家，奈何沈某竟然病倒了。承蒙沈公子搭救，又叨扰了这么多天，沈公子不嫌弃，我们主仆便感激不尽了。沈岩的商队离京路上遇到山匪劫持阮宁的马车，他的镖师救下阮宁主仆，阮宁当时便请他匀出一辆马车来送他们主仆回京。可那会儿沈岩突然头疾发作，自顾不暇。常嬷嬷受了伤，阮宁还崴了脚，主仆俩也只好跟着商队来到这沈家的庄园里。期间阮宁几次想见沈岩都病着无法见他，他想让其他人送信回王府，可其他人要么不管事，要么在推诿，所以阮宁做着药香，一来是表达感激，二来是展露实力。线香被侍者插在香炉里点上，淡淡的香气立刻散溢在空气里。沈岩一开始没把这线香当回事儿，他的头疾好多年，一个乡下来的小姑娘自己做的土香能有什么效果？让人点上不过是给他面子罢了。可谁知当这香丝丝缕缕的扩散开，屋子里的香气有了一定的浓度之后，他竟觉得自己的脑仁轻松多了，头痛一时间就缓解了不少。而且这香一点都不像劣质的土香，他不由得深呼吸，顿觉神清气爽，头脑清明。小姐这香实在不俗，可愿卖给沈某呢？是我祖传的香方，方子是不卖的啊，可以理解。那小姐做香品，多谢沈公子好意。实不相瞒，其实我已嫁人，并非小姐，乃是小妇人。沈岩当然知道她的身份，却故作诧异，甚至带着点惋惜。夫人年轻，恕沈某眼拙。我有件事想请沈公子帮忙，我乃阮家嫡长女，燕王心腹。沈岩一脸惊讶，愣了片刻，连忙起身朝阮宁行礼。失敬失敬，只听下人说是京都某位王爷的远房表亲，实在没想到您竟然是燕王妃。怠慢之处，还请王妃多多海涵。沈岩的惊讶惶恐表现得恰到好处。是我故意隐瞒，怎么能怪沈公子怠慢？我隐瞒的苦衷，也请沈公子见谅。明白。女子之名节重于性命，王妃思虑周全。王妃放心，沈某嘴巴严谨，绝不会透露半点风声的。多谢，还请沈公子派人送我主仆回京，待我回到京都，燕王府必有重谢。好说话的沈岩此时却迟疑起来，他凝视着那根正在燃烧的线香，袅袅青烟似乎把他的思虑带向远方。沈公子是有什么不便吗？或者你开个价？王妃玩笑了，能结识王妃，能跟燕王府搭上关系，是沈某之幸。只是我为王妃担心，王妃好本事，我这头疾寻访了许多名医都不见效，王妃一根香就能够缓解，沈某实在是惜才。王妃能够想象自己回京会有什么遭遇吗？虽说我这边瞒得严谨，但是京都那边又会是什么情况呢？万一王妃失踪的消息已经传开，您回去京都便如同置身烈火油锅之中。即便燕王豁达，但人言可畏，王妃三思啊。阮宁皱眉看了沈岩一眼。沈某虽然没有显赫的身世，但略有经商之才，这衣食住用绝不比王府用的差。阮大小姐若是愿意与沈某合作，就凭您这制香的手艺，离开燕王府也会有一番更加广阔的天地。沈某的生意遍布大江南北，无论你喜欢江南烟雨还是
是大漠孤烟，沈某都有能力带您去看。阮宁惊讶地看他，甚至后退了一步。阮大小姐别误会，沈某不是登徒子，绝没有轻浮之意的。阮大小姐的眉眼神采与我故去的娘亲相似，说句不敬的话，我看你像亲妹妹一般。阮宁有些心动，他实质上是来自现代，渴望自由的灵魂。留在燕王府不光要对付燕王，应付阮家，将来还有可能要应付宫里的势力。燕王那么强悍，还不是被人暗算的中毒，差点丢了性命。有句话沈岩没说错，留在燕王府就是烈火油烹。但这个沈岩阮宁又不认识，不过是萍水相逢。不行！一声厉喝，阮宁一惊，你不能走！你答应为我报仇，为我娘证明的事情都还没做，做人要讲信义。你若背信弃义，我就缠着你不放，我的肉身你也永不安宁。哎呦呦呦呦！谁说我要跟他走了？我都不认识他，我又不傻，他万一把我卖了呢？少骗我！你动心了。多谢沈公子好意，但出嫁从夫，就算燕王嫌弃，我也对王爷忠贞不二，便是死也要死在燕王府。阮宁一副贞洁烈妇的模样，沈岩微微一愣，他刚刚明明看到他动心了。阮宁已经亮明身份，并且明确了态度，沈岩不好拖着他不放。沈岩让人备好马车，这是我的一个大管事，也是我的亲信，他对京都各处都熟，由他护送你们回京，沈某也能够放心。沈岩还派了2个镖师一起护送他们回京。待阮宁的车子驶离庄园，沈岩视若珍宝地将那盒线香收了起来。人不可貌相啊，一个乡下小姑娘这么厉害。来人！影卫立刻从暗中出来，把剩下半根香灭了。少主看起来头痛减轻，何不点完这根香？难道是有什么不妥？沈岩嫌他磨蹭，亲自灭了那香，把剩下半根也小心翼翼地收起来。拢共就10根，不得省着点用呢？她是燕王妃，你当是街上随时能够上门买的香坊吗？卑职这就把他绑回来。疯了！如今对他有救命之恩，还意外收获，得知了他有这等本事，我已经赚了呢。你快带人去黑风寨，把张瑶救出来，别让他死在了燕王的手里。是，少主。营卫拱手，眨眼不见了踪影。次日一早，阮宁和常嬷嬷坐着沈家的马车进了京都。他没着急回燕王府，却是叫沈岩的大管事去京都里打听打听，看看有没有关于燕王府的流言。打听了一圈，得知并没有关于燕王妃失踪的流言蜚语，阮宁才松了一口气。算他秦云川够意思，不枉我冒险回来给他解毒救命。就快见到小六了，多谢王妃，王妃对老奴有再造之恩，老奴生死都是王妃的人。常嬷嬷说着落下泪来。此时的燕王府一片风声鹤唳，秦云川此次毒发时间竟无比漫长，熬了这么许久都还未度过，他整个人如同死过一遭。不过短短几日，京中更是传言他熬不过这个月了。秦云川双目猩红地看着原话，卑职没有。不，我有预感他快回来了。原话惊艳地看了王爷一眼，王爷怎么说起胡话来？是快不行了吗？卑职再去找。门口都有谁的耳目？梁王府的、宫中的，还有阮家的。得想办法让他避开耳目。原话心里一惊，王爷的胡话越来越严重了。裴郎中，快喊裴郎中来！不用喊他，牵本王的马来，除非本王出府。本王出现在他们面前，自然可以引走耳目。秦云川这会儿走路都吃力，他还要骑马出府。原话恨不得提刀砍了王府外的耳目，好叫王爷安心待在府上。他提刀出门之时，忽见2辆陌生的马车缓缓向王府正门驶来。原话下意识地看向后头那辆马车的车窗，车窗帘子被一只纤细的小手掀开，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帘子后头。原话先是惊讶，而后便是惊慌。原来不是王爷说胡话，这也许是人家夫妻之间的心有灵犀，但是王妃绝不能够现在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回来呀！王府外头到处都是耳目。原话正从头到脚都感觉发麻时，却只见那车窗帘子放下了，马车停下，王妃却并没有下来，只前头那辆车里下来一位管事模样的人。听闻王爷身体不适，我家主子特地送了一些罕有的药材，还望王爷笑纳。不必。原话冷着脸，心中紧张。燕府不缺药材。那就不多叨扰了。转身回到马车上，2辆车便走了。原话长松了一口气，待马车拐了个弯，从视线里消失不见，他才发觉自己的脊背都被汗浸湿了。得把这好消息告诉王爷。原话转身又进了府门，他却是没看见马车刚拐了个弯，就被人拦了下来。什么人到燕王府干什么？马车里的阮宁和常嬷嬷对视一眼，是王府的人吗？恐怕不是。我瞧见袁素薇握着刀，气势汹汹，却在看见我时忽然变得紧张。燕王府的处境可能不妙，王府外头或许有人盯梢，不能让人发现。我如今不在府内。车厢外传来沈家大管事的声音：这位官爷是？我们是燕王府护卫，燕王府闭门谢客，你们来干什么？我们是沈家人，听闻王爷身体不适，送些珍贵的药材来。可惜面子不够，
没能送进去。侍卫的脚步声朝后头马车而来，阮宁和常嬷嬷彼此对视，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刚刚在燕王府停车时，阮宁已经交代大管事，他不便露面，让大管事仍旧带他离开。那会儿不是说话的时候，也不知大管事明白他的意思没有。君爷辛苦，咱连燕王府的大门都没能进去，就不必检查了吧？大管事上前拉住侍卫，借着拉扯的机会，他塞了一张银票过去。瞧，有玄机啊！人家在北疆也有生意，燕王爷不发话，咱们的商队过不去啊！哎，这不是想着万一能雪中送炭，这生意路上的事儿也能行个方便。嗨，谁知道马屁拍在马蹄子上了。侍卫嗷了一声，似笑非笑的点点头。大管事眼尖，瞅见远处一辆马车旁站的小厮，他认得。世子爷，辽王世子，还请您跟这位君爷解释解释，咱们真是沈家的管事来送药材的呀。放行。大管事拱手作揖，马车又缓缓动了起来。车里的人相视一笑，都松了口气。马车走出好几条街巷，才停了下来。夫人，情况不妙啊，您正要回去吗？我家也有交代，您要是改主意了，小人立时送您出京。王爷，王爷！原话神情激动地来到秦云川面前。王妃回来了，真的回来了。进来了。外头那么多耳目，王府已经闭门谢客这么多天了，忽然让人进来，这不是很奇怪吗？王妃没有露面又走了。秦云川点点头，提步向外走。走，本王出府。王爷，有人到访。刚刚不是已经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让进来了吗？罢了，让他进来吧。原话连忙去前院迎，早些让王妃进府，也好早些为王爷医治。原话正琢磨着，迎面瞧见下人领路带来的访客，他登时愣住。这也不是王妃呀！我奉太后之命前来探望姐姐和王爷。太后听闻姐姐为照顾王爷，竟泪昏过去，既歉疚又感动。这不，特地赐下灵芝人参燕窝给姐姐补身子。多谢太后娘娘。你谢什么？我姐姐呢？王妃昨儿又熬了一夜，刚睡下。姐姐辛苦了，不过还是把姐姐叫起来吧。不叫姐姐陪着，我也不好去探望王爷呀。这叫我怎么回禀太后娘娘呢？王妃操劳过度，这才睡下。太后娘娘也日夜担忧燕王的病情，我西朝边境安危，全赖燕王守护。边疆大将们最是信服燕王，其他人都难有此位设立。如今新皇刚刚登基，正是需要燕王此等肱骨之臣的时候，燕王却病得如此严重。太后娘娘寝食难安，只盼王爷能好些，太后娘娘也好安心呢。原话暗暗翻着白眼。咋，你是神仙呐？让你看一眼王爷就能好些吗？谢太后娘娘关怀，我家王爷。你这个苏卫是怎么回事？怎么好话歹话都听不进呢？你不明白吗？娘娘让我亲自探望了王爷，好进宫复命。你若怕得罪我姐姐，我自己去请姐姐，我去服侍姐姐更衣。阮心怡说着就要内院去。阮二小姐，休得无礼，卑职命人去请王妃就是。你一个宿卫，倒还挺心疼我姐姐。你原话攥着拳头，要不是看她是个女子，她早就动手了。阮心怡被人请到花厅，上了茶，坐等阮宁。秦云川这会儿也知道了，这访客不是他心心念念的人，而是太后明着派来的耳目。王爷，他在花厅里等王妃带他一起去探望您，这上哪儿去给他找王妃去啊？原话暗自气恼，还不如刚才就让王妃回府了呢，让人知道他不在府上就知道呗。就算名节不保，谁还能逼着他家王爷休妻不成？只要他家王爷立场坚定，本王亲自去见他。见过燕王。秦云川来到主位上坐下，他不说坐，阮心怡不敢坐。怎么只有王爷？我姐姐呢？阮二小姐不是来看本王的吗？是带太后娘娘探望王爷，也探望燕王妃。太后娘娘体恤王妃，赐了许多补品给我姐姐。王爷稍坐，我去迎一迎姐姐，待会儿再向王爷见礼。单独见姐夫的确不太妥当，害怕本王，所以让他替驾。阮心怡脚步一顿，她顿时想起在凤翔楼秦云川为阮宁豪掷千金，而秦昊对她无动于衷的情形。后来她想，燕王必是对她不死心，故意做给她看的。阮心怡心思转了几转，燕王如今这么问，难道是燕王府内水深火热，燕王府外风平浪静？忽然见一个年迈的老大夫带着个小药童，提着药箱在燕王府门前下了牛车。小药童上前拍门，门房打开侧门。王府闭门谢客，我们是王妃请来专门给王爷看病的大夫。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燕王府，就连太医院的御医都不是个个有资格给我家王爷看病的。你们这土郎中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别叫我动手赶你们啊！哎，你这门房狗眼看人低，土郎中有土方，土方能治大病，你懂个啥？快走快走！门房挥手赶人，小药童怒眼瞪道：你确定？我们可是王妃请来的，你不去问问王妃，把我们赶走，王妃不会放过你。小药童咬中王妃二字，门房正与
嘲笑，忽然想起袁素伟的交代，不准放任何人进来，除非与王妃有关。那你们稍等，我去问问。门房一扭脸，差点跟王重六撞了满怀。干什么呢？外头来了俩土郎中，非说是王妃请来的。嗨，咱们王府什么厉害的名医请不到，还用得着？门房话还没说完，就见王重六脸色一变，他径直拉开门房，跨出门外。您来了，王妃特地的交代小生在这儿候着您，您里边请。待三人进了燕王府侧门，王重六和小药童对视一眼，各自松了口气。那老大夫却是眼含热泪，悬然欲泣。忍住，阮家二小姐来了。燕王府大门外，马车旁的小厮暗笑，真是病急乱投医，燕王妃也太好笑了。竟然请乡下的土郎中来给燕王爷看病。不对，那小药童的背影怎么那么熟悉呢？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在门房关上门以前，秦昊一把推开门。站住！老大夫和小药童以及王重六俱是一僵。王重六深吸一口气，来人，带老大夫去洗洗，先歇息一下。没听见吗？本世子说。秦昊话还未说完，王重六立刻上前把他拉到一边。世子爷，您来的正好，您快帮帮我家大小姐吧。阮二小姐来了，竟单独和燕王坐在一起，旁人不知，咱们能不知道吗？当初要嫁给燕王的就是阮二小姐，她现在是什么意思？要把我家大小姐给挤走吗？秦昊闻言一惊，阮心怡可是他的未婚妻，他这是要借着探视之名来给自己戴绿帽子。燕王叔有什么好？他都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他霸占一个阮宁还不够，还想让姐妹二人共侍一夫？不对，他姐妹二人都该是他的。您快去看看吧，就在花厅里头，平退了下人，两人单独在屋里。我家大小姐虽然是没二小姐知书达理、秀外慧中，但她善良淳朴。秦昊没等他说完，就头上冒火，阔步往花厅走。小药童和老大夫去了客房，叫原话来。下人被吓了一跳，连忙去通知袁素伟。小药童关上门，迅速脱掉一身药童的装扮，从药箱里拿出准备好的首饰。只见老大夫手脚麻利的给他梳头弯发，原话的声音从门外传来：王妃，是您吗？取我的衣裳来。他洗去脸上故意抹脏之处，露出一张白净的小脸。他更衣之后，使劲揉红了自己的眼睛。花厅内气氛古怪。回去告诉太后，说本王多谢他的安排。你们都以为本王要死了，本王偏要争这口气，多活上几年，让盼着本王早点死的那些人寝食难安。他说这话时，意味深长地看着阮心怡的脸。阮心怡心里砰砰直跳，她也不知道自己是紧张、害怕还是别的什么。燕王正拖住阮心怡说话时，院子里忽然传来骚乱之声，屋里的俩人都诧异地向外头看去。外头乃是原话带着人将秦昊挡了下来。袁素卫，让开！秦昊还在呵斥，他身边的王重六看起来比他还着急，竟然直接动了手。秦昊一愣，果不其然，原话身后的侍卫们当即就把他们包围了。别误会！秦昊还没来得及解释，王重六冲着原话的肚子就是一拳。世子，别跟他们废话，咱们冲进去！王重六叫得欢，秦昊无语。冲个屁呀！王重六那病秧子的一拳，对原话来说挠痒痒都嫌轻。都别冲动，我是来探望燕王叔的。秦昊跟原话这边拉扯的时候，阮宁已经趁机从另一侧回廊进了花厅。秦云川见他，不由眼底微亮。妹妹来了呀！姐姐怎么来的这样迟？阮宁朝外头看了一眼，他隐约瞟见秦昊被放了进来，正往花厅走。阮宁深吸一口气，抬手一个耳光打在阮心怡脸上，一声脆响，花厅内外都静了。阮心怡捂着脸，惊愕又羞恼地看着阮。你疯了！哼。我是疯了，我日日夜夜伺候在王爷身边，不过是打个盹的功夫，你就登堂入室了。你既然如此舍不得王爷，当初就别把我推上花轿啊！怎么着，抢姐姐的男人特别香吗？你别血口喷人！世子也在外头呢，咱们问问世子，当初太妃看中的孙媳是不是我？你把世子抢了去，好，算我跟世子没缘分，没婚书，没拜堂，你抢了就抢了。如今我已经嫁给燕王，三媒六聘，众目睽睽拜了堂，入了洞房的，你又来勾搭自己姐夫。京都的世家女子都喜欢惦记别人的丈夫吗？还是说世子他满足不了你呀？你燕王妃误会了。大侄儿，赶紧把你的未婚妻领回去，你再不领回去就要添个婶婶了，一位大婶婶，一位小婶婶，逢年过节的还得来给你婶婶们见礼，不知到时候你心里又该是何滋味啊？我乃是奉太后之命来探望你，太后还赏了这么些补品给你，你再信口雌黄，朝我泼脏水！别扯太后的大旗，说是叫太后娘娘知道你打着她的旗号勾搭姐夫，不用我说，太后先灭了你。你这个乡野村妇，粗鄙无知！王爷，您不说两句吗？难道我来不是先去找姐姐的吗？我阮家虽不是簪衣名流，也是有礼教的家门。叫姐姐这么一说，我以后还要不要做人了？阮宁，王爷若想纳侧妃，跟我说一声就行了。想让我腾地方，您只管开口，偷偷摸摸不是男人。秦云川额上青筋直跳，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不听，我不听！阮宁上前拽住秦云川的衣领，王爷你
还是人吗？我天天不辞辛劳的照顾你，我都几宿没合眼了，就眯一下的功夫，你就给我弄个小的上门。看他竟然敢扯着秦云川的衣领说话，阮心怡和秦昊都微微变色，倒吸冷气。这村妇好莽啊！秦云川的衣领，那是谁都敢扯的吗？你别胡搅蛮缠。秦云川去掰他的手，你还敢掐我，没良心的！我天天伺候你，你看见我妹妹就凶我掐我，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找太后娘娘告状。秦云川连忙捂着头，本王头好痛，陪郎中呢，快叫郎中。袁化连忙上前，二位要不二位先走？清官难断家务事嘛。燕王叔好好休养，我们改日再来探望您。两人逃也似的离开花厅。秦昊皱着眉头，阮心怡一脸惊魂未定，两人走着走着不由对视一眼，气氛尴尬。不是他说的那样我知道，我是觉得事情有点古怪。秦昊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好像有什么细节被他忽略了。还没等他捋出头绪，忽听背后传来道谢之声。谢谢二小姐，谢谢世子爷。二小姐您秀外慧中，气质美如兰，才华富比仙，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拱月。而我家大小姐只是普普通通的乡下淳朴姑娘，她处处都比不过您。感谢您手下留情，否则她真的争不过您。您一来啊，就会让她有危机感，害怕被夺去如今的一切，所以还请您高抬贵手，以后少来刺激她。王重六躬身行礼，阮心怡闻言脸色变了几变，这话怎么那么不对味儿呢？你也是读书人，怎能跟个乡野村妇一样，信口雌黄，玷污人名声？梁世子，你就这么看着别人污蔑我，袖手旁观吗？王重六不等梁浩说什么，便躬身退走。人家小情侣吵架，他在这儿影响人家发挥。秦昊见没有旁人在，他也沉下脸。阮心怡，我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别仗着我喜欢你就肆无忌惮。你若是行为检点些，别人怎么可能指着你的鼻子骂？你还没过门呢，就让别人来戳我的脊梁骨了，当我是什么？阮心怡要气疯了，别人骂他也就罢了，竟然连秦昊都不跟他站在一边。你还是男人吗？竟然跟别人合伙欺负我！收好你那些小心思，你看燕王叔病的那样，还有什么可惦记的？别辱没了你在京都贤良淑德的好名声。你自己拈花惹草，惦记不该惦记的人，反倒来指责我。你胡说什么？你为何不帮我说话？真是我不检点吗？我做错了什么？还不是你看到他心已经偏向了他，你处处维护别人的妻，欺负自己的未婚妻。秦昊，你不是男人！胡说什么？不要命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阮心怡说完，气呼呼地跑走了。秦昊愣在原地，他反复回想自己刚刚的一举一动，可有出格之处？思来想去，都是没有。他怎么可能在燕王叔面前对阮宁表露出情分呢？那阮心怡是怎么看出来的呢？他说的那般肯定，就好像他亲眼所见。亲眼所见？难道他见过锦瑟了？秦昊猛地一惊，他回想起锦瑟那日回来跟他说什么替身的话，他越想越觉得可能。如此看来，划伤锦瑟脸更像是阮心怡呀。他还没过门呢，就如此善妒跋扈，连自己养个外室都容不下，那他以后还能容得下他的妾室以及庶子庶女吗？简直太过分了！秦昊攥着拳头，也气呼呼地离开燕王府花厅里。都走了，回小姐走了。哎呦，吓死了！王爷别生气，臣妾不是故意胡搅蛮缠，这不情绪需要吗？您大人有大量，一定不会跟我一个小女子计较的。阮宁正抚着衣领，忽然被某人攥住了手。王爷手这么烫，额头也这么烫，毒发了吗？阮宁摸了下他的额头，又去把脉。找张床，您躺下来，我的簪子。他说着就去摸被他磨尖了的簪子。不急，去哪儿了？怎么回来的？这么多天你是怎么过的？急呀，怎么不急？我先给王爷解毒，再慢慢解释。现在就说。秦云川脸色沉沉看着他，目光幽深的可怕。哎，行，那咱边走边说。您先找个床躺下来。我那天不是去大寒寺找僧人给我娘诵经了吗？结果路上遇见一伙强盗，劫色不说，还要劫财，那我能同意吗？你说什么？劫色不说？他简直要气笑了。不是，口误。阮宁搀扶着他一路来到书房，叫他躺下。走这一路，大致说完了他惊险刺激的经历。为了回来，我才告诉他我的身份，原本只说是京都某位王爷的表妻，他一听说我是王爷您的人，立马就送我回来了。你那天根本不是去大寒寺，你是去见秦昊，而沈岩跟秦昊关系密切，他应该早就知道你的身份。你不觉得事情太巧了吗？你刚跟秦昊见过面就遇了山贼，紧跟着就被沈岩的镖师所救，巧的就像他专门算好了时间从那儿经过似的。阮宁惊讶地张了张嘴，你什么意思？还有你派人跟踪我？秦云川闭眼长长吐出一口气，我真后悔没有派人跟踪你，如果有还能让他遇险。为什么要去见秦昊？对他旧情难忘？王爷您是在诈我，我遇山匪的地方明明是在城外大寒寺山下，您怎么说我是跟秦昊见面才遭遇了山匪呢？阮宁落指在他脉门上细细诊脉。秦云川冷哼一声，
你敢说没见？这一次的毒发来得很是霸道啊！既然这么快蔓延至全身，王爷忍着点，这次扎针您恐怕是得受点罪了，毒入骨髓，得扎得深才行。王爷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别怕疼嘛。不是，他话还没说完，阮宁的簪子就扎了下去。他怀疑他是故意的，什么得扎得深？他是为了泄愤吧？本王是想说，针打好了。秦云川疼得差点咬了自己的舌头。啊，针打好了，您不早说？你等我说了吗？我去拿针，王爷把衣服脱了。阮宁说着去秦云川指的地方找针，把衣服脱了，要脱光吗？他堂堂铁血男儿，难道还能讳疾忌医？再说他面对的是他自己媳妇儿，有什么好害臊的？脱就反正早晚都要看的。哇，好棒啊！阮宁夸张的惊呼一声，秦云川的脸腾的红了。一般。他口中谦虚，心里却道：那当然，必须的。他一抬眼，却瞧见阮宁捧着那2套针，表情激动。谢谢王爷，王爷您真好，又得到你们了，我的小宝贝儿。他根本没看他，手里捧着那2套针，眼里仿佛都冒着花痴的小星星。他还在那2套针上猛亲了2。秦云川无语，他这么一个俊俏猛人，脱光了却被无视的感觉，就很不爽。阮宁，他不能说是生气吧，就是有点咬牙切齿。阮宁回过头来，倒也不必如此坦诚吧。秦云川的眉头能夹死苍蝇。王爷坦然别动，剩下的我来。要用阮氏81针法，既是针法，也可谓阵法。届时王爷会感觉到丹田生热，不必紧张，都是正常现象。阮宁说完就开始扎针，他俯身靠得很近，目光专注，动作干练迅速，下针非常果断。秦云川原以为会很疼，但并没有，只针入皮肉那一下会有刺痛感。他身上有股淡淡的香味，不同于熏香，很甜，很宜人。秦云川只觉得何止丹田发热，他全身都在发热。阮宁，你告诉我，你腹中究竟是谁的孩子？阮宁微微一愣，他去见秦昊不就是想知道他腹中究竟是谁的孩子吗？他要是知道，还用得着这么费劲儿？显而易见，肯定我的孩子。你能忘了孩子他爹吗？说完这话，他呼吸都停滞了。阮宁无语凝噎，他能说他从来都不记得孩子他爹吗？他看着秦云川，舒耳一笑。我说了，这是做梦，有星宿落在我腹中，是天降灵儿。看来王爷从来没相信过我，既然您不信我，又何必再问我？秦云川脸色难看，他放下自己所有的尊严，让不到他的底线之外，换来的不过是他的敷衍和欺瞒。既然王爷不相信我，不如认真考虑我的提议。阮宁一边扎针一边说道：我给王爷治病，王爷饶我一命，这孩子不管是谁的种，终究是我的骨血，连着我的命。王爷尊贵，我不过乡下土包，您一命换我1条半的命，还是您赚了，如何？秦云川凶狠地盯着他，他想说不如何，狗屁的都赚了。秦云川的话还未出口，他就觉得眼皮发沉，意识混沌。他又对他做了什么？他耳边隐隐约约还传来他的嘀咕：你还是先睡会儿吧，给你扎针还得应付你的问题，你就不怕我手一抖扎偏了，把你扎残了，我可赔不起。你一命换一命，就算头上带点绿，也是你赚了，我才是真的惨。我招谁惹谁了？恋爱没谈过，先肚里揣一个，还不知道是谁的种，我找谁说理去？算了，我也算是一命换一命了。干活时候不抱怨，我还是好好扎针吧。秦云川迷迷糊糊，他听得一知半解，他的话都是什么意思？还没等他想明白，便已经彻底失去意识。书房传来敲门声，王妃可要裴某进来帮忙啊？不用。那个王妃，其实裴某人想跟您学习。不讲。这裴郎中搓着手，急得额头冒汗。你想学？想。拜师吗？那是自然。裴郎中声音迟疑，毕竟对方年少，而自己已年过半百。但古人说得好，勿以年龄论英雄。进来吧，但我还要看孺子可教不可教，太笨的学生我不要。裴郎中语塞，从来都是他嫌弃别人，风水轮流转，他也有被人嫌弃的一天。看着点儿，看哪儿呢？裴郎中瞬间涨红脸，他也没想到屋里是这副情形，人家夫妻俩在屋里还不觉得尴尬，如今他也处在这儿，算怎么回事？王爷扎针昏睡过去，留针2刻即可拔针。王爷届时也会醒来，说要学扎针这门手艺，一来它是禁术，二来它有一定风险，所以郎中的心理素质一定要过硬。你看看你，身为医者，见了病人病体，竟然面红耳赤，心跳加速，你这心理素质不行啊！师傅，裴某可以。怕被赶出去，裴郎中连忙放平心态。阮宁倒也没有藏私，他细细为裴郎中讲解扎针的要领。裴郎中本就是名医，触类旁通，教起来省心省力。别看他年纪大，涉及医术，他学得快，记得牢，1刻钟下来，师徒俩竟都十分满意。师傅，你谢谢啊，拔针这事儿让我来。裴郎中躬身道，正合阮宁心意。行，你在这盯着，我太累了，我去歇会儿。郎中躬身送他出门，阮宁出门便撞见了元亨和墩墩，一人一犬，一跪一趴在书房门外请罪。这是怎么了？阮宁看着一人一犬道，元亨看他一眼，更添愧色。卑职无能，竟将那匪首逃了。挟持我的那匪首？元亨羞愧低头。正是。哦，那你跪着吧。墩墩有什么错？这不关墩墩的事啊。他说完，墩墩就立马抬起头来，吐着舌头，兴奋地看着他。
墩墩，好久不见，想我了吗？侯王妃，别！袁衡话没说完，墩墩那庞大的身体便一跃而起，朝阮宁扑了上去。不要，墩哥，你是主子！袁衡吓得脸色大，却见墩墩扑到阮宁脚边，又是摇尾巴，又是吐舌头，好一副舔狗的嘴脸。墩墩才不傻，我们玩呢。他余光瞟见堆堆围着王妃摇尾乞怜，撒着花。墩哥，你以前不这样啊，你不是生人勿近，拽得很。怎么知道王妃是主子，所以你就换了副嘴脸？这还是狗吗？这狗成精了吗？袁素卫别自己办事不力，把气儿撒到墩墩身上呀！像墩墩这般上古神犬，那可不是凡类，有灵性着呢。墩墩仿若听懂了似的，他立时趾高气扬的抬着他的大狗头，冲着袁衡一通咆哮。他呲着锋利无比的尖牙向袁衡示威。墩哥为我失敬失敬。阮宁逗着墩墩玩了会儿，他便提步离去。墩墩一直把他护送出老远，又目送他回到主院，才跑回书房跟袁衡一起在门前继续趴着请罪。阮宁吃了点东西便倒头睡下。扎针是个费精力的活儿，他这么一睡就睡到了第二天前晌。他还在床上迷迷糊糊躺着，就听见窗户外头俩小丫鬟在那儿嘀咕：听说王爷把裴郎中给打了。裴郎中那么大年纪，吃得竹板子吗？不会打坏吧？哎呦，天可怜见的，裴郎中人好，平日里也给咱们仆婢们义诊。知道裴郎中为什么挨打吗？阮宁忽的一下子就清醒，他新收的徒儿挨打了，为什么？难道是他技术不到家，拔针拔坏了事儿？却听见周嬷嬷把那俩说闲话的小丫鬟赶去干活。周嬷嬷，裴郎中怎么挨打了？打得重吗？他不是王爷的心腹吗？怎么就挨了打？周嬷嬷看他一眼，老脸一红，支支吾吾，欲言又止。哎呀，周嬷嬷，您快说呀！嗨，王妃，您自己去问王爷吧，主子为什么打人？难道还会跟奴才们解释吗？你不知道你脸红个什么劲儿？王爷是气王妃您呐。阮宁顿时哭笑不得，他不就是把一丝不挂的秦云川转手丢给了裴郎中吗？难道裴郎中给他医治到现在还没见过他如此坦诚的样子？他身材那么棒，害什么羞吗？王妃，您赶紧去跟王爷服个软，道个歉吧。听说王爷要进了咱们这院的族，所有人都不准出王府，包括您在内。阮宁一愣，那可不行，他可以不出门，但他还指望着常嬷嬷再去给他买堕胎药呢。阮娘连忙叫人给他准备点心汤羹，早给您备好了。果然是人老成精。阮宁收拾妥当，就往秦云川书房去，却又听闻他在外院花厅。阮宁转道去外院，途经一片九里香石，他身后忽然伸出一只手，一把将他拽进了绿枝花丛。那人直接捂了他的嘴，阮宁当即一惊，这可是在燕王府内，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在王府之中就敢如此对待堂堂王妃？他被人从背后捂着嘴，看不见那人的脸，他只能感觉到对方是个身高比他高、比他壮的男性。难道身后这个就是杀死原主的仇人？那杀了他是否能为原主报仇？阮宁被这男拖到树丛深处，他一边挣扎，一边悄悄摸出怀里藏着的针。我娘呢？身后的男子突然问道。他并没有对他行不轨之事，却是说：我放开你，你别乱叫。阮宁点点头，男子果真放开了他。这男子不是旁人，正是洗衣房冯嬷嬷的傻儿子范东。阮宁看见他，呼吸微微一滞，他并没有把范东忘了，也记得自己当初在冯嬷嬷面前说可以治好范东的傻病，但他没想到冯嬷嬷会那么毅然决然的赴死。冯嬷嬷死后，他再没见过范东。你说你能救我娘，你把她弄哪儿去了？阮宁抿着嘴，无言以对。你把我娘还我！范东一把抓住他的衣领。范东，你想治好自己的病吗？我没病，你把我娘藏哪儿了？你这个女骗子，你还我娘！范东两只手攥着他的衣领，双目猩红地盯着他。他没法告诉范东他娘自杀了，而且眼下这个情况告诉他，他自己也不安全。好，你放松，我告诉你。阮宁要趁他不备，一针将他扎晕时，却听闻两人旁边的花丛里发出唰啦啦的声响。范东扭头去看，就趁现在。阮宁正要下针，却见范东身后又钻出一人。那人抬手猛地一劈，范东两眼一翻，栽倒在地。你没事吧？阮宁想过他会再遇见沈岩，但怎么也没想过是现在在燕王府中。沈公子怎么会在这儿？我打小呢耳力敏锐，离老远就听到你的声音，可四下看去啊，竟没看见你。循声啊，便找到这树丛后头来了。这是什么人呢？竟然敢在燕王府对你不敬！沈岩抬脚踢了踢地上的范东。我是问沈公子怎么会在燕王府？王爷命我来的。放心，我们的秘密我是不会告诉王爷的。阮宁语塞，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吗？要我帮你处理掉这个人吗？不用，他这样有点问题，本性不是恶人。燕王府内怎么会留着这种人？你做的香真的很好用，点了那香啊，我竟然是一觉睡到天明，再也不用辗转反侧，我就从来没有睡得那么好过。睡醒之后呢，整个人都神清气爽的。两个人说着话，钻出树丛，几片树叶挂在了阮宁的头上。别动！沈岩伸手帮他摘去他发间挂着的叶子。阮宁一抬头，却见秦云川正黑着脸站在小路那头。阮宁立刻后退一步。你别动啊！见过王爷。沈某
拜见王爷。秦云川脸上的鬼纹本就骇人，他此刻沉着脸，浑身煞气，更是吓人。王爷别误会，这不，王妃的头上沾了几片树叶子。你可别说了。他简直无语问苍天。阮宁，臣妾是来给王爷送点心羹汤的。听说他打了裴郎中，他是想哄好他，替裴郎中求情来着。但现在看来，他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点心呢？羹汤呢？在里头。他转身就想往那树丛里钻。站住！本王无福消受。来人，送王妃回去。阮宁可怜巴巴地看他一眼，秦云川与他视线相撞，他的眼睛很漂亮，又大又亮，仿佛会说话。此刻他那柔柔弱弱的眼神，仿佛无声地诉说着无辜与哀求。秦云川闭上眼，他不会再上当。王妃院中所有人不得踏出重鸟院。秦云川说完，阮宁被下人请走，直至他的身影消失在小路尽头。沈岩打量着秦云川的神情，眼角露出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不知王爷今日召沈某来，所谓何事啊？是为感谢沈公子从山贼手中救下王妃之事，今日有些不便，改日本王做东再宴请沈公子。王爷客气，恰沈某的商队路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初并不知道是王妃，王爷不必客气。改日沈某做东，王爷若能够赏脸，沈某就感激不尽了。既然王爷今日还有事儿，沈某就不叨扰了，沈某告退。秦云川了一声，沈岩走了2步，忽然停了下来。这话本不该沈某多嘴，但王爷真是误会王妃了。若非沈某好多管闲事，里头那傻子真上了王妃，王爷岂不后悔吗？秦云川脸色微变。什么？沈某告退。秦云川向随从道：谁在里头？随从钻入花丛，不多会儿就把被打晕的范东拖了出来。秦云川盯着范东的脸，转念之间他便想通了，范东为何会找上阮宁。元亨呢？叫他滚过来。冯嬷嬷已死，为何范东还在府上？元亨昨日才挨了30板子，因为让张瑶被同伙救走，他挨了打，墩墩罚了1天不准吃肉。他正趴在床上挨哼时，又因为范东的事儿被提溜去再补了20板子。嗨，也是我糊涂。元亨抹着泪说：当初他一声不吭，不知躲在哪个角落，也没见他闹，我便把他给忘了。谁晓得这傻子还有这胆？元亨后悔死了，虽然打板子的兄弟他都熟，但这50板子挨下来，他恐怕也得爬上半个月。比元亨更后悔的是秦云川，阮宁昨儿给他才扎了针，他便觉得自己像是将死的人，又重新活过来。连裴郎中都说他的针术真是绝了，可今日他非但没保护好他，让他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遇险，甚至不问青红皂白，当着外人的面进他的足，折损他的脸面。秦云川来到重瑶院，阮宁正把自己关在寝房里扎针。他原本不想用这法子流产，扎针流产风险很大，但秦云川进了他院子里人的足，都不只是进在王府，而是进在主院这1亩3分地儿上，这可难为死他了。他上哪儿弄堕胎药去？思来想去，还是扎针吧。他交代周嬷嬷别让人来打扰他。他刚脱了衣服给自己扎上针，就听见梆梆的拍门声。阮宁，你开门，本王有话跟你说。阮宁一愣，他怎么这么快就来了？跟沈岩谈完了，他不会把沈岩也打了一顿吧？阮宁，本王没问清楚就罚你。是他乌里乌拉说了句啥呀？他是说本王错了吗？哎呦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堂堂燕王也会认错。他兴奋地把针都扎偏了，疼得他龇牙咧嘴。要不是他现在不方便，他肯定飞奔去开门，现在动弹不得。阮宁，你开门！周嬷嬷！阮宁大喊一声，他交代过周嬷嬷的，这老家伙躲哪儿去了？周嬷嬷闻声只好从耳房钻出来，陪着笑脸道：王爷，王妃说头疼，想躺一会儿。他没事吧？你走了我就没事。阮宁在床上喊，周嬷嬷无语，秦云川无语，不用问，这是生气了。那你好好休息，本王晚些时候再来看你。不用来了，阮宁喊道。如果扎针能成功，今晚就该见效了。这种时候让燕王在旁边，岂不坏事儿？按他的预想，就该神不知鬼不觉的悄悄流掉，然后再借故让裴郎中给他诊脉。嘿，没了，他可以借口说灵儿生气飞走了，完美解决。不管秦云川信不信，都无法再借此短处拿捏他。秦云川在门外着急，他不知屋里的阮宁在想什么，他只琢磨着小姑娘肯定又羞又恼又害怕，必是气得不轻。那范东若不是傻子，他定要一掌拍死他，但既占了个傻字儿，还是留他一条狗命，送到庄子上养着吧。秦云川在重瑶院里踱来踱去，阮宁一直不开门。等王妃起来，告诉她禁足的事儿就罢了，今日本王也别有不对。周嬷嬷瞪大了眼睛，见鬼看着秦云川。秦云川没好气地哼了一声，阔步而去。周嬷嬷连忙跑到阮宁门外，王妃，您真厉害，王爷解了咱们院的禁足了。阮宁欲哭无泪地看着自己身上的几10根针，他不厉害，一点也不。秦云川回到书房，这么大点的小姑娘，她生气了该怎么哄？叫王重六来。他把这病弱的书生叫来，
开门见山道：“本王惹了你家大小姐生气，怎么哄？你若能出谋划策哄好她，本王就留你做幕僚，11等幕僚俸禄。”王重六又惊又喜：“回王爷，小生虽然也没有哄年轻女孩子的经验，但是赔礼道歉，礼字能够彰显心意吧？不如王爷送王妃些礼物。”言之有理，那送什么礼好呢？女子喜欢的礼物，诸如首饰、漂亮衣裳、胭脂水粉这些吧。这简单。原话，去一趟西市。这天下午，重瑶院可热闹极了。先是凤翔楼的管事带了一干子伙计，送了6套名贵的首饰。周嬷嬷挑了6个稳重又忠诚的大丫鬟，随她去外院拿首饰。首饰还没拿回重瑶院呢，便又有小厮唤她：“周嬷嬷，西市云锦布行的管事来了，说是给王妃送的布匹。”周嬷嬷脱不开身，只好让自己的女儿过来，盯着丫鬟把首饰送回去。她去接洽布行的管事，布行的管事这边还没走，胭脂水粉铺的管事也来了。王爷这是要搬空西市吗？这么多的上好布料，这么多的胭脂水粉，就是当饭吃也吃不完吧？周嬷嬷哭笑不得。重瑶院的丫鬟忙不过来，周嬷嬷又借调了前院的丫鬟来帮忙。只见重瑶院不断有丫鬟进进出出，忙忙碌碌，那上好的布料流水似的往王妃库房里搬。周嬷嬷喜不自胜地来到正房门前，她趴在门缝上对里头道：“王妃，快出来瞧瞧，王爷给您赔礼道歉了。这礼真是送到女子的心坎上了。听说王爷把今年的云锦买断了货，王妃做几身云锦的衣裳，过些日子参加宴席的时候穿，旁人都没有，就您独自个儿有云锦穿，多亮眼呐！”周嬷嬷是真心高兴，她激动的声音都带颤，好像要去宴席上开屏的不是阮宁，而是她本人一样。阮宁在房间里哭笑不得：“知道了，嬷嬷替我收好，仔细登记在册。”王妃不出来看看吗？阮宁也想看啊，她现在真是娶了，但浑身发软，没一把力气。明日再看吧，今日不爽，不要叫我歇了。要不请郎中来看看？不必，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有数，我睡了，晚上不吃了，谁也别来吵我。那要是王爷来了呢？送这么多礼过来，不就是想哄好王妃吗？堂堂燕王爷，他何曾这么哄过谁？王妃这真不知道是几世修来的天大的面子。他来更不行。周嬷嬷，我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私自放王爷进来，我明日就把你赶走。小王妃好大的脾气，她到底拿了王爷什么短处，能让堂堂燕王如此忍气吞声，又是认错，又是赔礼道歉呢？忤逆燕王爷，周嬷嬷自问没这胆子，但看小王妃这待遇，好像跟着她也没错，有肉吃有汤喝的。周嬷嬷躬身退走，阮宁的磨难才刚刚开始，她浑身一阵阵紧缩，缩得发疼。她本该宫缩，腹中坠坠，像大号姨妈的小产，却迟迟没有动静。非但没动静，反而她腹腔里有一阵阵温暖舒适的感觉，像是被一双温热的大手给保护起来。这反应不对啊！原主，阮宁，是不是你搞的鬼？你出来！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不经我允许，你休想损我阴德，那是一条命啊！原主这软妹子做鬼久了，竟然也硬气起来。阮宁疼得冷汗涔涔，感情她就不是一条命啊！你若一直有意识，你也该知道，燕王容不下这孩子，我得有命在才能给咱娘报仇啊！我已经答应你了，只要你查出我的死因，找出杀我的真凶，我就告诉你孩子的爹是谁，并且不再纠缠你。是你先背信弃义，违反约定。阮宁有点心虚，原主说的对，上次是说好来着，但真凶没有头绪，肚子却一天天在长，而且燕王在一旁虎视眈眈。姐姐，不是我不讲信用，是时间他不等人啊，天天有把剑悬在我脖子上，我不着急吗？再者说，你这么做对人家燕王也不公平吧？他人还是挺好的，咱们去叫人家头上戴绿，你是觉得自己冤吧？阮宁没吱声，他确实觉得冤，但这话原主不爱听，原主还觉得他占了天大的便宜呢。再说燕王好不好关我什么事？我享燕王府一天的福了吗？他好也是对你好，我嫁进来当天就死了，燕王府带给了我什么？带给我命丧黄泉。阮宁闻言一怔，脑中灵光一现，所以毒杀你的人不想让你嫁给燕王，我怎么觉得这事儿像是雅兰能干出来的？哼，不会是雅兰，她只是个丫鬟，我死了她更没机会上位。姐姐，再有1个多月肚子就会大了，到时候就藏不住了，咱先把这个要命的事儿摆平行不行？哼，那妹妹你要少吃点哦，不要让肚子太明显。阮宁无语，听听，这是人话吗？哦对，他是鬼，时间不等人，妹妹你要好好努力哦，这次的疼痛就当帮你长长记性吧。原主声音远去，阮宁肚子里温暖舒适之感却越发的明显，她肚子里越舒服，浑身的疼对比之下就越难以忍受。阮宁苦中作乐的想，看来当鬼不但能变硬气，还能长智力。
这天晚上，千云川果然来了。周嬷嬷门神似的立在上房门前。千云川听说阮宁不但不见他，甚至连晚膳都不吃了。小小年纪，怎么气性这么大？千云川黑着脸，周嬷嬷腿肚子直打颤。难怪人家说伴君如伴虎，这主子身边的一把手真是不好当，不得罪这个，就有可能得罪那个。可能是难受的很。不就是冤枉他了，误会他了？本王都赔礼道歉了，他还想怎么着？周嬷嬷垂着头，装鹌鹑。您别问奴婢，奴婢也不知道啊。阮宁，哎，王爷，您别喊，在吓着王妃。他敢把本王一而再的拒之门外，他会害怕。本王看他胆大的很。怎么会不害怕呢？他下午还哭来着。他哭了？可不哭了吗？一个人偷偷的趴在被子里头哭，奴婢在后窗外头听见的。周嬷嬷胡诌道，她没听见王妃哭，但话都说到这儿了，编也得编下去。千云川深吸了一口气，他喃喃道：也是不容易，毕竟年纪小，又是孤身一人，身边连个能说话的亲人都没有。算了。千云川没再为难周嬷嬷，他扭头走了。周嬷嬷拍着胸口长松一口气，她却不知千云川出了重瑶院正门，就绕去了后墙。他脚一点地，飞身跳过院墙。后窗能听到他哭是吧？千云川径直来到后窗，一推窗户，里头插上了，这可难不倒他。千云川从怀里摸出一把匕首来，他把匕首探进窗户缝，挑开里头的栓子，吱呀一声，窗户开了。千云川的身影和那银白色的月光一起，悄无声息地落进屋内。千云川径直来到床边，他清楚地瞧见床上的人裹着被子，蜷缩成一团，看起来那么小的一团。阮宁，床上的人呼吸又轻又绵长，这是睡熟了。鬼使神差的，千云川脱了鞋子，何以躺在他身边。他将他和被子一同圈在怀里，像拍着小婴儿似的，轻轻拍着他。别怕，你虽没有娘家庇护，以后都有本王护着。今日本王冲动了，你不晓得。本王看见那沈岩目光温柔地看你，对你举止亲昵，本王就想拍死他。但他先前又救过你，他想要和其通关外的商道，本王也担心你被他利用。床上的人蜷缩得很紧，即便秦云川搂着他，轻轻地拍着他，也未能让他放松。秦云川一愣，他又去摸他身上，冰冰凉凉，还有一层未干透的冷汗。阮宁，阮宁，他竟是真的病了，是被他气病了吗？阮宁，醒醒！出去！阮宁没睁眼，声音冷冰冰的：我没病。别生气了。出去！好，我出去，让周嬷嬷进来照顾你。秦云川竟如此好说话，也许夜色模糊的不只是他刚毅的棱角，也柔软了他那颗冷硬的心。秦云川从门口出去，唤了周嬷嬷来。他站在夜凉如水的院中，听着背后周嬷嬷带着丫鬟们进进出出的服侍他沐浴更衣，给他换了干爽的被褥。等下人服侍阮宁，又重新躺下。周嬷嬷退出上房，一抬眼，冷不丁的吓了一跳。侍卫爷还没走呢，王爷。王妃病成那样，为何不请大夫？王妃说她没事，不让请。她年纪小，不知轻重，你也不知轻重。周嬷嬷膝盖一软，扑通跪下。明日她醒了，你自己向她告罪，去刑房领板子。诺，侍卫爷真是把里头那位当半个孩子了。他不直接罚，而是要先向王妃告罪，再罚，是为了给王妃立威，树威信。照顾好她。秦云川提步走了。秦云川回到书房，越想越难受。他堂堂8尺男儿，竟把个小姑娘欺负病了。而他在外经历劫难，险象环生，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扎针治病。或许他之前就受了惊吓，只是没反应出来。今日又被他呵斥禁足，心中委屈，便一下子病倒了。王重六呢？叫他滚过来！王重六正睡得香，被人从被窝里踢溜出来。王爷叫小声。你的主意不行，她与寻常女子不同，那些俗物通通不能让她开心。她连看都没看一眼。大半夜把她从被窝里拔出来，就为这。你还有什么主意？王重六歪着脑袋一筹莫展，关键是他也没啥经验啊。正在此时，一只黑色长毛的庞然大物从后院窜来，王重六吓了一跳，那庞然大物却在秦云川面前坐下了。一声不怎么凶，甚至还有点撒娇的叫声。秦云川看着墩墩，忽而眼中一亮。对啊，本王怎么没想到？阮宁在干爽舒适中醒了，他睁开眼睛，猛地从床上坐起。周嬷嬷听到动静，站在屏风外问道：王妃醒了，可有不适？要起身吗？阮宁看到自己枕边并无他人，不由失笑。没，我大概是做噩梦了。他竟然梦到秦云川来搂着他睡觉，梦里他出息了，非常硬气的把人赶走了。王妃别怕，王爷昨晚上还来过呢，有王爷时刻惦记着您，照
看着您，没有任何邪祟能伤您。昨夜他来过，他进来了吗？不是奴婢放王爷进来的，奴婢也不知道王爷是怎么进来的。阮宁下床朝后窗看去，不用怀疑，昨晚那多半不是梦。完蛋了，梦里硬气一时爽，梦醒就要火葬场。他给人家戴绿帽子，占着人家王妃的名头，霸占人家的主院，还把人家赶出去。我有起床气，睡着了脾气不好。昨夜我睡得迷迷糊糊，没有惹王爷生气吧？没有，王爷生怕您睡得不爽，换了奴婢们进来服侍您更衣、擦身换被褥呢。对了，王爷一大早就叫人送来了礼物，王妃快去看看吧。昨儿已经有了首饰、布匹、胭脂水粉，今儿又是什么？王爷说这回的礼您肯定喜欢。昨日的礼他也很喜欢呀，实际有用，还能换钱。阮宁心下好奇，叫周嬷嬷赶紧给他梳了个简单的发髻，他便去正房看礼物。见桌子上摆着一个精致的藤编盒子，方方正正的。这是什么？只见盒子里铺着柔软的垫子，垫子上一只通身雪白的小猫咪。小猫猫！阮宁的心就被这小家伙萌化了。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猫猫？这么可爱的小猫猫叫什么名字啊？哟，还是个一头喵呢，好漂亮啊！王爷说这猫还没名字，是从宫里御兽园里要来的。王妃若是喜欢，就给它赐个名儿。这么雪白雪白的一头喵，叫米团子、棉花糖、小白白、爆米花。爆米花，你喜欢这个名字啊？那以后就叫你爆米花，好不好呀？小猫在他怀里翻起了小肚皮，阮宁抱着柔软的猫，只觉得自己从里到外都跟着柔软起来。这时有下人来请，王爷说请王妃过去花厅一起用膳。阮宁沉迷撸猫，连头都没抬。我懒得动，让他过来，到这儿用饭。下人无语。周嬷嬷语塞，刚养好了伤，正打算回来向阮宁报道的常嬷嬷，在门外听到大小姐这绝词，腿一软，直接跪了。王爷给了您多大脸，让您敢这样说话？秦云川正在书房里踱步，太监小跑着回来，回禀王爷，王妃说他说什么？他不肯原谅他，现在连膳食都不愿意跟他一起用了，今日的礼物也不能打动他的心。太监只觉脊背一寒，再被王爷凌厉的目光一扫，脖子跟身子似乎已经分了家，他扑通跪下，声音已经含了哭腔。王妃说他懒得动，叫王爷去主院用饭。秦云川眉头凝结，等着下文，却见那太监迟迟不吭声。没了，没了。今日的礼物他喜欢吗？王爷不生气吗？喜欢吧，一直抱着呢。甚好，墩子的主意好，赏今日给他加餐新鲜的鹿肉、猪排。秦云川出门前特意看了看镜中的自己，罢了，一脸鬼纹虽吓人，但他不介意，更不害怕，这就好。秦云川高高兴兴正要去崇瑶院用饭，恰遇燕元化来问王重六如何安排。他的主意还不如墩子，安排他入幕，从3等幕僚做起。秦云川脚步如飞地来到崇瑶院，只见明媚的阳光洒在门廊下，那个衣着明丽的纤弱女孩抱着一只雪白的小奶猫，坐在廊下的阳光里，笑声如银铃般从耳朵钻入心间。他不由得放慢了脚步，缓缓走近她。谢谢王爷，王爷的礼物我很喜欢，族人的礼物也很喜欢，王爷送的我都喜欢。饿了吧？叫他们摆饭吧。阮宁点头，周嬷嬷立刻指挥着下人行动起来。不如以后都在这儿用饭吧，省得我跑来跑去。阮宁说完，周围忙碌的下人们立刻屏住呼吸，脚步更是小心翼翼，他们一个个都竖着耳朵，眼角余光牢牢锁定这边。小王妃可真敢说，省得他跑来跑去，那岂不就是叫王爷跑来跑去？好，秦云川一口答应，下人们齐齐踉跄，惊掉眼眶。不，一定是他们幻听了，自家王爷那怪脾气，从来只有别人迁就他，他什么时候迁就过别人？哎呀，我们爆米花最可爱了，怎么能有小猫猫这么可爱呢？小王妃沉迷撸猫不可自拔，她完全没意识到旁边那只大老虎被她无视的已经生气了。看，爹爹也喜欢小猫猫，没有人可以拒绝我们爆米花呀。你说什么？他心跳甚急，耳朵里全是砰砰砰的声音。没有人可以拒绝爆米花。上一句，王爷也喜欢小猫猫。不对，你说爹爹也喜欢小猫猫。阮宁的脸腾的红了，下人们摆好饭，这俩人虽秉承食不言，但饭桌上的气氛却奇怪得很。阮宁耳朵尖红红的，秦云川嘴角含笑，从来没给别人夹过菜的秦云川竟然拿起长筷子给阮宁布菜，他把他盯着看，却摆得有点远的菜一样样夹进他盘中。一旁的布菜丫鬟吓了一跳，阮宁这顿饭吃得有点慌，他竟然被一个古代男人撩得心跳加速了。我吃饱了。他刚放下筷子，就感觉到秦云川又凑到他耳边，你像一只猫。阮宁一愣，所以他想说什么？完了，脸热得更厉害了。完全没有恋爱经验的阮宁正担心自己会不会心跳过速而导致昏厥时，下人们盛上的牛乳茶拯救了他。周嬷嬷真是有心，她昨日嘀咕说想喝奶茶，没想到周嬷嬷真就记在心里并付诸行动了。阮宁端起这高雅的茶盏
茶刚到嘴边，阮宁就猛咳了一声，他脸色微变，奶茶不对，王爷别喝。秦云川脸色一正，也迅速沉下脸。怎么？虽然这么问，但其实他已有猜测。冯嬷嬷已死，难道王府还有别的什么魑魅魍魉？让我尝尝王爷的奶茶，我怀疑王爷的比我的香。直接趴在王爷的杯子上抿了一小口。奇怪，秦云川的奶茶竟然没有问题，而他手里这杯却是明显加了料的。这毒虽不至于一次就要人命，但绝对是神不知鬼不觉，杀人于无形的上品毒药。来了，终于来了！这是毒死原主那个真凶出现了吧？他终于可以为原主揪出真凶，替他报仇了吧？然后他就可以完美卸货，再也不用游走于生死边缘。如何？还是我的奶茶更好喝，你的还你吧。周围又是一片惊叹吸气声。乖乖嘞，他喝过的呀，他竟然还给王爷，让王爷喝他剩下的。阮宁盯着周围下人们的反应，既然是给他下毒，那下毒之人一定是要看到他喝了才会安心吧。阮宁一边把茶盏凑到嘴边，一边观察着周围人的微表情。只见下人们暗暗吸气，吃惊的瞪大眼睛，但他们不是看他，而是看着他身边这位燕王爷。难道是下毒的人弄错了？燕王喝那杯又没毒，他们那么激动干什么？这种喝法倒是新奇。牛乳中和了茶叶的苦涩，茶叶的香盖住了牛乳的腥膻，细品妙不可言。王爷喜欢吗？喜欢，我也觉得好喝。他明知茶有毒，却咕咚喝了一大口，观察着周遭下人的反应。下人们都垂着头，连余光都不敢乱瞟。城府这么深，究竟是谁呢？急什么？又没人跟你抢。都怪你。怪我。你想干什么？不抢你的茶，只是你用了什么熏香？身上好香。伺候的小姑娘们脸皮薄，绷不住，一个个竟瞎激动。看他们兴奋的浑身直颤，周嬷嬷赶紧把他们都赶了出去。别走啊！阮宁急得在心里呐喊，他还没观察出来是谁下毒呢，怎么把人都给他赶走了？是他属狗的吗？鼻子那么灵。随他一起穿越的特殊血脉就有此功效，解毒时会散发异香。奶茶里的毒不是立时毙命的剧毒，到他体内便能立时化解，所以他才敢喝。就是柑橘栀子花之类的吧？我叫嬷嬷给我熏在衣服上的，好闻吧？衣服上。辛苦王爷过来用饭，等我身体好了，还是去花厅用饭。王爷日理万机，一定很忙，浪费您的宝贵时间可不好。您快去忙吧。臣妾今日浑身无力，腰膝酸软，就不送您了。阮宁说完，还对秦云川挥挥手，感人的姿态不要太明显。就是他这话嘛，连门口的周嬷嬷都绷不住老脸通红。年纪轻轻的小王妃，她怎么会浑身无力、膝腰酸软呢？联想到昨夜里王爷叫了水，给王妃擦洗身体、更换被褥，战况太激烈。那你好好休息。他起身前，接着弯腰去摸小猫的头，凑近了他的衣领。明明是衣服里头的香味，这香味他并非第一次嗅到，还有一次是在新婚夜，细细嗅来，这香味让他很舒服，身心都通达舒畅的感觉。他摸了猫，又摸了阮宁的头，这才满意离开。阮宁无语，就说你什么意思吧。秦云川离开之后，常嬷嬷才敢来到正房求见阮宁。他被秦云川打过板子，对这位燕王爷怕得很。老奴身体好了，求王妃准老奴回来伺候王妃。还有件事儿，老奴要拜谢王妃。常嬷嬷说着，撩起衣摆跪在地上，郑重其事地向阮宁磕了3个头。常嬷嬷快起来，怎么忽然行如此大礼？托王妃的福，王爷让小六做他的幕僚了。如果燕王的病能好，做他的幕僚，前途不可限量。难怪常嬷嬷如此高兴。常嬷嬷起来吧，是小六自己肯争气，我也替他高兴。阮宁说着，把视线转向周嬷嬷。周嬷嬷家里还有什么人？王妃，老奴家有个老伴儿，在王府的庄子上管事儿，有个女儿也在府上当差。有件事儿我想问嬷嬷，就这道奶茶从制作到送到我手里，要过几个人的手？是茶有什么问题吗？可不是有问题吗？我这杯分明没有王爷那杯香，我要看看是谁故意厚此薄彼。这怎么可能呢？2杯茶是同一只壶煮出来的呀。周嬷嬷，你怕是忘了自己的身份吧？这重阳院里谁是主子谁是仆，我让你告诉我结论了吗？我问的是过程，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我会自己判断。是，老奴该死。这7门红茶是地方官进贡，宫里赏下来的，入了府之后交库房保管，由茶水房的茶博士紫菱煮好装入茶盏，2等丫鬟传茶。今日经手的是老奴的女儿丁婉，再由府里的1等丫鬟青果送到王妃的面前。阮宁眯着眼睛思索，他这茶盏有毒，而王爷那盏没有，也就是说是装入茶盏之后才被人投了毒。那么有机会投毒的便是周嬷嬷刚才提到的紫菱、丁婉和青果。丁婉是周嬷嬷的女儿，周嬷嬷是我院中的管事，你女儿怎么才是2等丫鬟？她原本不是这院的，
因为老奴来了这院儿，才把他调过来，总有个先来后到。他刚过来就做1等丫鬟，恐怕难以服众。等他熟悉主子脾性，机灵能干，得了机会，再提1等丫鬟不迟。今日的奶茶不错，难得的是王爷也喜欢，这是给他们的赏钱。周嬷嬷拿去给他们分了吧。虽然不知道是这3个人里的谁，但至少已经圈定了目标，不再是大海捞针。他盯着他们3个，总能找出真凶。是，老奴替他们谢王妃。启禀王妃，昨日老奴看王妃身体不适，竟然没有请郎中，没有照顾好王妃，实乃老奴的罪过，求王妃赏老奴1顿板子，以儆效尤。这是王爷交代你的？是。不必，不让你请大夫是我的意思，你照我的吩咐做事，何错之有？倒是你今日回话不过脑子，以你自己的眼光左右我的判断，有奴大欺主之嫌，我不喜欢。老奴错了，老奴糊涂，但老奴绝不敢有半分奴大欺主之心，求王妃再给老奴个机会。常嬷嬷还在一旁站着呢，这位置她若做不好，常嬷嬷随时都能顶上来。周嬷嬷这会儿才意识到阮宁为何故意留下她和常嬷嬷，恩威并重，赏罚分明，是主子立威，让底下人忠诚的最有效手段。阮宁罚了她自己掌嘴2次，她毫不犹豫，结结实实的给了自己2个耳光。下去吧。阮宁让常嬷嬷和周嬷嬷都退下，她抱着小猫在软榻上打盹，小猫咪趴在她怀里安逸的打着呼噜。阮宁摸着猫头，暗自分析那人下毒的原因。新婚夜下毒，中间这么长时间他都毫无动静，是没机会还是觉得没必要？为何今天忽然就沉不住气，想要我的命了？小猫翻了个身，大大咧咧的把小肚皮露给他。阮宁不由轻笑，但他笑容猛地一僵，因为昨夜他被山贼掳走，回来之后先是被王爷禁足，而后不到1日的功夫就迅速被解了禁足。不但如此，燕王还大张旗鼓的向他赔礼道歉。昨夜他更是半夜潜入他的房间，虽然他知道他进来之后什么都没做，但外头的人不会知道。这种事儿是个人都会想歪吧，所以想要毒杀他的人沉不住气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阮宁笑了笑，他有主意了，不过要冒一点风险，摸一把老虎屁股。这夜夜深人静，重瑶院里除了值夜的下人，几乎都进入了梦乡。寝房里忽然传来王妃痛呼之声：“王妃，王妃，您怎么了？奴婢进来了。”我肚子好疼啊！快叫王爷，叫王爷来！我不行了，我肚子疼死了！快来人啊！王妃，您怎么样？快叫郎中！阮宁眯着眼，一边哭一边观察屋里的丫鬟们。叫王爷来！我不行了，我还有遗言要跟王爷说。王妃别胡说，命还小着呢，不兴说这话啊！我要见王爷。见，老奴这就叫人告诉王爷。王爷一会儿就来了，您先躺床上。一会儿就来了，你保证？他眼角余光却扫过了屋子里所有的丫鬟，已经让人去了。是郎中来了吗？是王爷，王爷来了。阮宁听到这话，立刻跳下床，光着脚就跑出屋子。哎，王妃，你慢点儿。丫鬟和嬷嬷们追在后头，阮宁还没飞奔出门廊，秦云川已经阔步而来，不能进屋。屋里只有1等丫鬟，他看不到2等丫鬟的反应，就得在外头观察。阮宁当机立断，飞扑上前，一把抱住秦云川的腰。王爷，我肚子疼，我要不行了，对不起，我害怕。秦云川浑身一僵，任由他抱着。阮宁搂着他的腰，顺便把左右两边的丫鬟都扫视了一眼。阮宁瞧见2等丫鬟丁婉和紫菱此时都在廊间站着，他们担忧地看着这边，但见王爷来了，他们便都低下头去。好疼好疼，肠子都疼断了，大概是今天的奶茶喝多了，我肚子好疼啊。阮宁说话间留意3个丫鬟的反应，丁婉和紫菱站得远，两人一直垂着头，未再往这边看。清管离得近，他听闻阮宁痛饮，猛地抬起头，阮宁的余光瞟见他眉头紧蹙，2只拳头也紧紧地攥着。他这是紧张还是生气啊？是不是我提起奶茶让他心虚了？阮宁正待在细看清管接下来的反应时，他忽然身子一轻，天旋地转。他一惊，整个人已经被秦云川打横抱起来。放我下来，王爷，我恐高。阮宁睁着眼胡说八道。秦云川沉着脸，他径直入了内室，将他放在床榻上。
出去。跟进来的丫鬟嬷嬷全都退了出去。阮宁伸手，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贴心的下人们把门给带上了。哪里不舒服？秦云川看着他掌心温热，因常年习武十分粗糙。他的手探入他的里衣，粗糙的老茧摩擦着他细嫩的皮肤，引得他一阵阵战栗。是这里吗？他的手在他的小腹上画着圈。阮宁脸颊发烫，他不是古代男人，古代男人不是很保守的，他怎么这么会啊？不是，那是这里。他的手又向上游走了几寸，轻轻揉着他的胃，他给他揉着肚子，因着姿势，两个人离得很近，彼此都能听闻对方凌乱的呼吸。你不是大夫吗？也是因为医者不自医。他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如果是因为奶茶，你上午就不会喝了。阮宁心跳错乱，他很敏感，上午喝奶茶时，他的反应已经让他注意到了。不过他猜错了，他知道奶茶有问题，也会故意喝下去，那不是能让人立时毙命的剧毒。他喝了，那个下毒的人才会放心，人得意放松警惕的时候，才更容易露出马脚。阮宁还在想谁是真凶的问题，秦云川却忽然轻身压过来。你想要什么？阮宁一愣，一时没反应过来。装病骗我来，故意招惹我，你究竟想要什么？秦云川垂眸看他，他一只手撑在枕头边，另一只手还在他衣服里头。阮宁被他困居在他的胸膛和枕头之间，心跳如咚咚如擂鼓。在他巨大的压迫感之下，阮宁呼吸不畅，脸像发烧，他脑子好像不会转了。阮宁，把孩子打了行吗？不论孩子是谁的，我不问了，不追究了。不管是天赐灵儿也好，是……他声音一顿，闭了闭眼睛。都过去了好吗？你想要孩子，我可以给你。经过你的医治和药浴，我感觉自己好多了。你能治好我的，对吗？所以我也能给你孩子的，对吧，阮宁？他忽而主动闭上眼睛，带着鬼纹的俊脸在阮宁的视线里一点点放大，两人呼吸缠绵。不行！阮宁忽然道。秦云川呼吸一滞，他睁开眼睛，惊疑又难以置信地看着他，那眼神好像在说是他主动玩火。他响应了，他又说不玩了。不是，我的意思是现在还不行，等过几天，过一段时间。阮宁连忙解释道，他已经预感到只要他敢答应，原主立刻就要跳出来闹黄了这件事也就罢了，如果闹得让秦云川以为他是什么鬼怪邪祟，那可就真完蛋了。过多久？为什么要过一段时间？一小段时间。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吗？阮宁微微冒汗，当然是因为原主会跳出来搞破坏了。上次疼得他死去活来，他医术再好也经不住跟鬼斗啊，他只想好好活着。让你现编也是为难你了。秦云川冷笑一声，忽然从他身上起来。其实本王很好奇，他究竟有多好，让你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还想保住他的孩子。他以为他是不想卸货吗？冤枉啊，他比窦娥都冤。阮宁简直要哭了，他连那个男人是谁都不知道。阮宁憋屈道，其实王爷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你是想说，真正的爱不在于对方的条件好坏，也不受你控制。好，阮宁，你有种，你们是真爱，本王祝福你们。呸，不可能，想都别想。秦云川暴怒，脸上的鬼纹迅速蔓延，十分可怕。王爷别冲动。阮宁没那个意思啊，谁叫他乱解毒了？他真怕秦云川一个忍不住把他吊打一顿。他恶狠狠地看他一眼，然后扭头走了。哐当，他一脚踹开门。都围在这干什么？不用干活了。门外围着的下人们看了看漆黑的夜色，这大半夜的还要干活吗？王爷，郎中来了。屋里的阮宁替他捏了一把汗，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常嬷嬷自求多福吧。秦云川已经看出来他是装病，这会儿说大夫来了，不是往枪口上撞。他先前受了点惊吓，今日又吃坏了肚子，你给他开些安神进补的药，脉就不用耗了。秦云川气哼哼地丢下一句话，阔步离开了。咦，他没骂常嬷嬷，而且他还叫大夫给他开补药，不让大夫号脉，当然是因为他的脉不能号。将近2个月的喜脉，只要不是庸医，基本都能号出来。陪郎中挨了板子，估计还没好利索，来的是别的大夫。他跟着下人去了一旁的屋里，连正屋都没进就走了。阮宁看了看那张药方，默默地在心里说：“这是补身体的，不会伤害胎儿，你放心。”他吐药是吐怕了，真怕原主再给他来一次洗胃式催吐。重瑶院终于安定下来，阮宁对周嬷嬷道：“叫清管进来陪我，其他人都退下吧。”他以前睡觉的时候不留人在屋里伺候，第一次留人就留了清管。王妃别怕，奴婢不睡，就在这守着您。你是哪里人？怎么到王府当丫鬟的？你为什么叫清管？阮宁闲话家常般问。一个人如此接近他要杀的目标，无论他城府多么深，他说的话越多，他的言辞，他的微表情越容易露出端倪。奴婢是连
南城人，7、8岁时便进王府了。那年老家遭了饥荒，全家都要饿死了。奴婢是家里的老大，底下还有2个弟弟。恰逢牙行去我们那里买仆役，也买丫鬟。奴婢不想看着全家人一起饿死，就主动找了牙行，把自己卖了。阮宁微微一怔，因为清管说这话时一直都是笑着的。卖身成奴，你好像还挺高兴。您是大家小姐，您不知道当年有多难，连城饿死了好多人。奴婢个子高，人又勤快能干，卖了个好价钱呢。虽说为奴，但奴婢也有吃的了呀，总比饿死强，而且能让爹娘和弟弟有吃的，奴婢也算尽孝了。奴婢被几个牙行倒手，才卖到王府。老天爷保佑，府上不缺吃喝，管事嬷嬷一路举荐，奴婢也从小丫头往上提拔。王妃嫁过来时，奴婢才被提拔成1等丫鬟。奴婢是托了王妃的福呢。奴婢叩谢王妃。她说话时整个人的气场是欢愉的，是流露管激的。阮宁有些狐疑，是她判断错了，还是清管太会装了？原主不是本事很大吗？这时候她怎么不出来指点江山了？她做了鬼还不知道谁是真凶，真是枉死鬼。至于清管这名字，说来可笑，王妃千万别笑话奴婢。奴婢被卖进王府的时候，瞧见管家手边有一盘子青明果，那会儿奴婢哪认得那是什么呀，就知道是青色的果子，看起来特别好吃，离老远奴婢都闻见它的香了，馋得直流口水。管家问奴婢叫什么名字，奴婢张嘴就说清管，引得其他人都暗暗发笑。后来想改口，管家却说这名字好玩，叫起来顺嘴，就不改了，于是叫到了现在。阮宁话不多，一直都是清管自己在说，这也正方便了阮宁的观察。清管越说声音越响。王妃，您睡着了吗？您睡吧。你有什么愿望吗？就是想过将来吗？阮宁可一点都不困，心再大，跟一个要谋杀自己的嫌疑人待在一起也睡不着吧。你也想过，以前奴婢都不敢想自己能成为1等丫鬟，如今嘛，奴婢就想先好好服侍主子，谨言慎行不犯错，得主子看重，等主子给安排前程，或者嫁人生子，或者留下来做老姑姑。不同的安排都有不同的活法，总归不会比小时候要饿死了更差的。清管说完，抬眼去看，这才发现阮宁已经闭上了眼睛。王妃睡着了吗？阮宁呼吸均匀绵长，随着呼吸颤啊颤的。真小啊，这么小就做了王妃吗？清管轻轻的咕哝一声，阮宁的心跟着一紧。真睡着了？听说您也是乡下来的，本来是乡野村里的小姑娘，一朝飞上枝头变凤凰。唉，清管轻叹一声，衣料摩擦，发出悉悉嗦嗦的声音。阮宁的心微微旋起，他藏在背中的手中捏着几根针，哪些穴位一针便可让人脱力甚至昏厥。他再熟稔不过，他微微睁开眼睛，却见清管并没有靠近他，清管正轻手轻脚地朝门口走去。吱呀一声门响，清管踮着脚尖出去了。阮宁隔着屏风无法瞧见外头的情形，他只能听出门是半掩的。清管的脚步声沿着回廊渐渐走远，他去哪儿了？去干什么？阮宁正犹豫着要不要起身跟过来看看，忽听那轻轻的脚步声又回来了。阮宁的心砰砰跳得很快，有些紧张，更多的是激动。如果清管就是真凶，他便能够为原主报仇了。轻微的门响，清管进来，又轻轻把门关上。阮宁半眯着眼睛看着屏风上的人影越走越近，自己年纪小，娘家人不尽心，一位尊贵又如何？到底也是个可怜人。清管嘟囔着把一个热乎乎的东西塞进阮宁的被窝，阮宁吓了一跳，却一动不动。清管小心翼翼把那热乎乎的东西放在他肚子上，是个裹了软布包的汤婆子，定是快来癸水了。王爷不懂，周嬷嬷和常嬷嬷怎么也没想到。清管咕哝了一声，阮宁哭笑不得，她才不是连癸水都不懂的无知少女。清管转身离开，不知又干什么去了。阮宁的心忽然就被那柔软又温热的汤婆子烘得热乎乎的，她是不是搞错了？原来清管感叹她年纪小是心疼她的意思。阮宁狐疑之际，清管抱着猫窝回来。她想干什么？难道想伤害爆米花？阮宁眯眼蓄势待发，却见清管把猫窝放在他床边脚踏上，猫窝离阮宁的枕头很近，他能听见小猫睡着的呼噜声。小猫伸了伸懒腰，清管轻轻的笑。说也奇怪，阮宁本来是满身警惕，浑身戒备，可一个又软又暖的汤婆子以及猫咪均匀的呼噜声，竟然不知不觉的把他也给哄睡了。而且这一晚他睡眠质量奇高，这一觉到天明不说，夜里连个梦都没做。他早上醒来还是因为有个毛茸茸的东西一直在他脸上扫啊扫，睁开眼就看见爆米花趴在他枕头上，他的小尾巴正在他脸上扫来扫去。爆米花！小奶猫软软的叫声拐着弯发嗲，真是让人毫无抵抗力。王妃醒啦，要起吗？清管揉着眼睛从屏风外走进来，他手里还拿着个什么东西。阮宁看他眼底的青灰，眼中的红血丝，不由道：换了个地方，
睡不着吗？青管嘿嘿一笑，献宝似的把他手里的东西捧给阮宁。艾草包是个护肚宝，奴婢跟宫里出来的嬷嬷学的，说这东西对女子特别好，肚子疼的时候往里头塞个小暖炉或是汤婆子，围在肚子上就能缓解腹痛。他低头看着手里的护肚宝，青管，你昨夜做的，你一夜没睡。青管羞涩的笑笑，昨儿主子腹痛的厉害，奴婢想着赶紧做好，也省得主子再多受罪。阮宁怔怔的看着他，青管低着头，羞涩又温暖。我很喜欢，谢谢你，青管。阮宁缓缓说道，他有可能弄错了。如果说青管后来的表现都是装的，那他也装得太像了。不，奴婢该做的。王妃留了奴婢在屋里守夜，他们都羡慕死了。周嬷嬷还给了奴婢赏钱呢，多谢王妃。阮宁心中暗自摇头，一时间又温暖又感慨无限。如果不是青管，那他就要继续留意观察，原主留给他的时间可不多了。王妃，侯府传话说老夫人病了，想见见王妃。祖母病了，病得重吗？老夫人病得重不重，阮家人没说，只说老夫人想见她。小林氏和老爷子没了之后，就剩下祖孙女2个，相依为命。阮宁也确实打算这几天抽空回去看看老夫人，要不要告诉王爷一声？常嬷嬷知道阮家人的脾性，小王妃自己回去能讨着好吗？她还不被那群狼吃得死死的。阮宁却立时想起两人昨晚上的不快，她脸上发热。请王爷过来用饭吧，用罢早膳，顺便告诉他。周嬷嬷从外头进来，王爷说让王妃自己用膳，他今儿不过来了。这是生气了。阮宁叹了口气，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小腹，这肚子里或一日不泄，秦云川的别扭就一日难以解决。算了，摆饭吧。阮宁用了早膳，吩咐青管回去休息。周嬷嬷替他看管安排重瑶院的事儿，常嬷嬷陪着他回娘家探望老夫人。王妃终于回来了，老夫人就等着见您呢。喂，就是你，丑八怪！阮宁抬头瞧见个飞扬跋扈的小姑娘，嘿，还真是冤家路窄，这不是阮心怡的小表妹，上次被气跑的那个张怀玉吗？等你很久了，你怎么才来？上次你在我表姐面前耀我扬威，我离间，害得我和表姐生气。今日你下跪认错，说3遍姑奶奶我错了，我大人大量就原谅你了。哼，让我下跪，你没去问问家里的长辈，你受不受得起？怎么哪儿说哪儿了？别跟我扯长辈，去跟家里告状的是孬主。那我要是不跪呢？哼，那你就等着。张怀玉拍了拍手，表哥，就是他欺负我。一旁的树林子里钻出几个年纪不大、吊儿郎当的少年人，为首的那个就是张怀玉的表哥。就是你欺负我表妹？放肆！这是我家王妃，你们想干什么？张家表小姐，这是在我阮家，不是在你张府，要欺人太甚。表哥，这婆子太是，把他拉走。几个小流氓立刻上前，拽着常嬷嬷就要把他推搡开。来人啊！嘘，别急，嬷嬷也别嚷，都听我说，咱们都是文明人，不要动手动脚，有什么话好好说嘛。你们快放开我的嬷嬷，嬷嬷你也别喊，这位公子一看就是有修养的人，误会说清楚了，他不会欺辱我一个女人家的。常嬷嬷深吸一口气，缓缓点头。几个小痞子放开了常嬷嬷，但几个人却把阮宁和常嬷嬷围在中间。哪位是张家表哥？我不姓张，我姓许。许公子，哼，少跟他废话，叫他跪下给我磕头认错。许公子，我只是个小妇人，你们这么多人，我害怕，不知我能不能单独跟你说几句话呢？当然可以。表哥，他诡诈得很，上次挑唆了我跟表姐不和，你可别被他给骗了。我知道，你放心。许川摸着下巴笑了笑，盯着阮宁的眼睛里流露出垂涎之色。王妃，阮宁叫其他人让开，他主动走进一片密匝的树丛后头。许川搓着手跟着走进来。没想到堂堂王妃竟然这般热辣主动，是你家王爷满足不了你吗？许川淫笑着朝阮宁扑来，阮宁手腕一翻，在他脖颈肩头飞快下了几阵。他的手速对上燕王那样的高手尚有可乘之机，更不用说是许川这种三脚猫了。许川胳膊垂着，脖子歪着，整个人僵在那儿，一动也动不了。你对我做了什么？劝你别叫，不然丢人丢命的都是你。哼！还有，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认认真真的给我听好了。知道我是王妃，知道我是谁的王妃吗？鬼面罗刹燕王，听说过吗？我不明白，你是嫌自己命太长了，所以来招惹我，还是对你表妹的喜欢让你如此盲目？不关你事儿，燕王快病死了，你少拿来吓唬人。哼，我吓唬你？你是脑子被狗吃了吗？张怀玉招惹我，上有张家和阮家护他，你为他做马前卒，谁又会护着你呢？就算他家里护不住他，也可以把他下嫁了，就算是弃子，也能叫他保住命。你呢？你拿什么保命啊？那你放了我，我告诉兄弟们，以后见着你都躲远点儿。真的，你先放了我，我保证也放过你。我表妹就是个小孩子，她不懂事儿，我还能不懂事儿吗？阮宁笑了笑，他取下几根针藏入袖中。许川活动了一下肩膀，晃晃脑袋。哎呀，
你这是什么招数啊？还挺厉害的。阮宁没说话，他转身向林子外走去。许川盯着他窈窕的背影看了片刻，他忽然如一只迅猛的猎豹猛地窜上来，一把钳制住阮宁，并捂上他的嘴。放了你，想得美！反正燕王已经快病死了，别说他不知道，你敢告诉他吗？就不怕他连你一起杀了？就算你不怕被进猪笼，拼死也要告诉他那病得快死的身体有能奈我何？听哥一句劝，你好好侍奉我保证以后不找你的麻烦，还会罩着你。许川舔了舔嘴唇，自言自语道：我要是上了燕王的女人，可以吃上一辈子吧。出去混，我能横着走。那你的一辈子可真短。许川微微一怔，紧跟着他惊恐地发现自己又动弹不了了。这女人什么时候动的手？他怎么完全没发觉？身上很麻吧？没点本事，我都不敢回娘家了。不过有件事，我还是不太明白，你能不能给解释一下？许川惊恐地看着阮宁。你究竟会什么邪术？你快放开我，否则我就出去说你与我有了勾结之事，看燕王容不容得下你。好好的人不做，你想做螃蟹，横着走，这是什么特殊癖好？你快放开我！你听见了没有？放开我！这么想横着走，我倒是可以帮你。风吹着树林子，发出沙沙的声音。树林子外头的人略显焦灼。怎么说了这么久，还没说完？不远处的连廊里，廊柱后头站着2个人，也在望着这群人。小姐，咱们去吧。要是让燕王妃在咱们阮府出了事儿，燕王会迁怒咱们府上吧？再等等，我去的太着急，还没让他承受够羞辱怎么行？只要不出大事，燕王不会迁怒忠义侯府。又过了一阵子，这也太久了吧？婢子是害怕出事儿。走，过去看看。阮心怡走出连廊。常嬷嬷，你怎么自己在这儿？姐姐呢？二小姐，您可来了，我家小姐陪他们。姐姐怎么了？姐姐在哪儿？这边，常嬷嬷带路穿过林子，众人也跟着她穿过林子。阮心怡和张怀玉姐妹俩相视一笑，但所有人穿过林子都是一愣，目瞪口呆。表哥，你怎么了？你这是在干嘛？阮宁掏了他耳朵，不知道，真奇怪。我跟他说我是燕王妃，燕王脾气很差，不喜欢我跟别的男子说话，然后他就成这样了。只见许川像只螃蟹一样举着2条胳膊，他一边横向移动，一边说：我是螃蟹。表哥，我不是男子，我是螃蟹。看，螃蟹就是横着走。他一边说一边比着剪刀手横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群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被隔壁观景楼上的人尽收眼底。阮宁主仆被一群男子包围之后，观景楼上的人就急着往下冲。急什么呀？英雄救美也得等危机时刻才能够让美人心怀感激的。世子去得太早，效果不够好，等他们动了手再去，岂不晚了？不会的，看看燕王妃会如何应对，岂不是更加有趣吗？倘若她应付不了，我们再去不迟。2人就这么一直站在观景楼上看着，他们离得远，能看见人，却是看不清动作。他怎么敢单独跟那个男人到树林后头？他是不是疯了？沈岩眯着眼睛，默不作声。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2人惊掉下巴，瞪大了眼睛。他做了什么？那男人怎么不动了？这是什么把戏？沈岩勾着嘴角一笑，走吧，去看看去。你不是说英雄救美要等危急时刻？英雄救美，今日怕是没机会了，但还能够看个热闹。快走吧。他阔步走在前头，2人还没穿过树林，就听到里头的争吵声。具体来说，是张怀玉的尖叫声。你对我表哥做了什么呀？你还想走？你把他变成这样，你要负责。你不把我表哥治好，你休想走！我杀了你！我没做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叫我负什么责？听到阮宁被那小丫头刁难纠缠，秦昊不由加快了步伐，沈岩则不紧不慢的跟在后头。怎么回事？世子。阮心怡深深看了他一眼，意味不明的垂下眼线。张怀玉则被秦昊身后的沈岩吸引了目光。回世子爷，就是这女子，我们遇见她，她便勾引我表哥到这被人之处，不知她对我表哥做了什么，我表哥就变成了这副样子，不能让她就这么走了。什么这女子？她乃燕王妃。心怡，你的表妹怎能这样不懂事不知礼？表姐，你不是说世子很宠你，事事都依你，他怎么不向着你啊？姐姐究竟疯女人，你笑什么？你刚刚说什么？说我勾引他简直笑死我了！有什么好笑的？你怎么能这么厚颜无耻？你们京城人的审美真奇怪，我们乡下人可不喜欢这种弱鸡，肩不能扛，手不能提，贼眉鼠眼，一肚子花花肠子的垃圾男人也值得勾引。要勾引也得是我家燕王爷那样的英雄男子，威武将军，什么菜鸡都敢往我眼前凑，真是家里穷买不起镜子，就去河边照照自己的样子。癞蛤蟆不咬人，他膈应人啊！对不起啊，大侄儿，上次骂你骂早了，跟这只弱鸡比起来，你还是有可取之处的，起码你长得比他好看。秦昊好险没给气死，拿他跟许家的小瘪三比。阮宁，你
你这个贱蹄子，你说谁是弱鸡？张怀玉冲到阮宁面前，他蹿跳起来，扬手一个耳光朝阮宁扇来。秦昊表情也是一紧，却见阮宁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他一手接住张怀玉的胳膊，猛地往下一蹬，他另一只手狠狠挥了出去，耳光清脆响亮。张怀玉先是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阮宁，不知他是不敢相信阮宁有这样快的反应，还是不敢相信这个乡下来的土包敢打他。张怀玉捂着自己肩膀头，惨烈地叫起来：姐姐，怀玉还是个孩子呀，你对他做了什么？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可以装白脸的时候，总是少不了阮心怡。怀玉，你这是怎么了？心疼死姐姐了！阮宁，你还不跟怀玉道歉？他年纪小，脑子没长全，你也脑子坏掉了吗？就你这规矩，嫁到梁王府可怎么办啊？恐怕得罪了王公贵族都不自知，反倒给梁王府给世子惹祸呀！阮心怡脸色一白，她立刻留意到秦昊正用执意且不满的目光看着她。只是脱臼了，哪有那么疼？别叫的跟把你怎么着了似的。想哭啊？别在这儿哭，快去找你家大人告状啊！你给我等着！张怀玉气哼哼地跑了。姐姐，我替怀玉向姐姐道歉，她年纪小不懂事儿，回去我一定告诉舅母，叫舅母好好收拾她。姐姐别生气了，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你看够了，看戏爽吗？想看什么戏码？看我被小痞子糟蹋。姐姐在说什么呢？哼，你在连郎那儿站多久了？我和常嬷嬷刚到，你就在那儿了吧？你觉得张家姑娘不懂事，为什么不出来拦着她？姐姐，你的脂粉味儿那么浓，隔着几里地都要把我熏吐了，还以为没人发现你呢。世子，你真的不肯帮我说一句话吗？你就任由姐姐这样诬陷我，羞辱我？阮心怡委屈巴巴地看着秦昊，秦昊心头一软，看着自己的未婚妻噙着泪，苦苦哀求地看他。他回过头来冲阮宁道：燕王妃，你弱鸡不配跟我说话，除非你先叫神母。你秦昊也面红耳赤，阮宁越过他们，净耽误我探望祖母的时间。沈岩看着他从自己身边擦肩而过，他垂眸一笑，他才是一言不发，结结实实地看了一场戏呢。燕王妃，阮宁没走出多远，就被沈岩追上。来一趟忠义侯府，不去拜见老夫人，显得沈某多没有礼貌呀。燕王妃请。阮宁点点头，与沈岩并肩而行。他余光瞟见沈岩一直在打量他，而且他的目光里似乎带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惆怅和遗憾。阮宁回眸凝视他，他又笑着摇摇头，别开了视线。古怪兮兮。阮宁心说，他正欲开口，却忽然听闻祖母院中传出爽朗的笑声。这不是老夫人的声音吗？老夫人笑得这么开怀，而且听起来中气十足的。祖母健康比什么都强，至于那些利用祖母骗我的人，我都记下来了。是什么人让老夫人笑得这么高兴啊？常嬷嬷惊奇，阮宁也很好奇，她不由得加快了步伐，沈岩也跟上了她的脚步。祖母，宁宁回来看你了。阮宁笑着迈步进门，当他抬眼看见门廊下晒着太阳，在茶桌旁坐着的两人时，不由猛然一愣，而祖母对面那人呈满脸的鬼纹，看起来凶神恶煞。王爷，他怎么也没想到秦云川会出现在这儿，而且他竟然比他先到了祖母院中。可当他看见阮宁身边站着的沈岩时，我说你怎么回娘家都不告诉本王，不央求本王陪你回来了呢？原来多的是人愿意为你保驾护航啊。秦云川看着阮宁，一阵阵的冷笑，他周身的暖意散去，就连后知后觉的老夫人都不由得打了个颤。祖母，您老好好将养，那些灵芝、燕窝、人参，您只管吃。吃完了我再给您送。秦云川说完站起身来，他深深地看了阮宁一眼，他只在与阮宁擦肩而过时留下一句话：你真让本王失望。阮宁就那么站在那儿，一言未发，一动不动。等秦云川走远，沈岩才低声说道：你怎么不跟他解释？沈公子还没成婚吧？我还没有。我想也是，您都不知道，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王爷不会真生气，我回去跟他解释清楚就行了。阮宁说完，要往老夫人面前去了。沈岩站在原地，半晌才舒耳一笑，这女子倒把他弄紧张了。这是谁呀？一位朋友，他曾救过我的命呢。今日恰巧在前院碰上了，他说要来拜访祖母。老夫人安好，晚辈姓沈，笔名一个言字。祖母前阵子着凉了呀，还没好利索呢，不能吃生了。我这孙女儿就爱管我，何家恕她待我最好，她是个善良的孩子，如今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她的男人也好，就是刚才那位郎君，
你瞧见了吧，长得可真英武，瞧脸上那图腾多威武呀，比门神还有威严呢。他也是个好孩子，对我老婆子好。你瞧瞧，竟然给我送了这么多灵芝、人参、燕窝，我老婆子哪里吃过这种金贵的东西呀？沈岩坐在一旁笑眯眯听着，并不多言，虽不动声色，可又怎么可能真听不懂老夫人的言外之意？老夫人是提醒他离阮宁远点的。看起来他对秦云川很满意，连那一脸鬼纹都被他说成是威武的图腾，还跟门神比，这是把秦云川当作救阮宁脱离苦难的神明了吧？王妃，我有样东西要给你。什么？借一步说话。沈岩起身朝外走，阮宁跟着他走远了几步。沈岩从袖子里掏出一只卷轴。我第一次见你便觉得亲切，总觉得和你似曾相识。这是我一位亲人的画像。阮宁愈发狐疑，他亲人的画像不好好珍藏，送给他干什么？虽说心里疑惑，但他还是接过卷轴，缓缓打开。阮宁看到画像，便发出惊讶之声。沈岩道：是不是很像？卷轴已经发黄，画上的颜色也有岁月侵蚀过的痕迹。这幅画看起来可不像是最近刚做的，似乎颇有些年头了，但画上的女子却与阮宁有7、8分相似。这是谁啊？一位已故的亲人。阮宁把画卷起来还给沈岩。既是亲人的画像，你自己留着做个念想吧，我不好收下。我能够把你当妹妹看吗？是。他忽而抬眼，就瞧见黑着脸气走的秦云川忽然去而复返。他顺势把那张画卷藏在了自己袖带里。王爷怎么又回来了？秦云川阔步而来，他径直走到阮宁面前，一把攥住阮宁的手。走，跟我回府。我还没跟祖母道别呢。让原话去说。秦云川大步流星，阮宁被他拽着手一路小跑，才能勉强跟上他。走慢点嘛，我累死了。本王可真傻，竟把你和他扔下。你是本王的王妃，本王反倒像是落荒而逃，真是被你气傻了。阮宁撇了撇嘴，傻就是傻，怎么还能赖别人呢？他要被他拖得累死了才是真的。他正抬手揉着自己撞疼的脑门，却只觉一阵眼花，他又被打横抱起来了。放我下来！这可是在阮家，他虽然脸皮厚，但也不想被人当猴看。你不是累死了吗？这样还累吗？他铁青着一张脸，冷声道。阮宁语塞，累是不累了，但就是有点社死。秦云川一路抱着，直到把他塞进马车。走！他朝外吼了一声，他此时就像一个快要爆炸的煤气罐。阮宁本能的想离他远点，怕被炸死，但他也明白古代男人的自尊心不容挑战，更何况是这种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男人。阮宁把自己的屁股焊在原地，盯着秦云川杀气腾腾的眼神。对不起王爷，臣妾今日可能给你惹祸了，要不等回去你也打我一顿板子。惹什么祸？我把张家小姐给打了，还骗许家公子学螃蟹。张家和许家还有忠义侯府会不会找王爷的麻烦啊？就你这小身板儿也能打人？臣妾以前是不能，但今日被气得太狠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详细说说怎么回事？那张家小姐好没道理，她叫我丑八怪，还让我给她下跪磕头。我是我自己吗？我出门可是燕王妃，我要是给她磕头了，不是丢了王爷的脸吗？所以我给了她2次机会，她骂到我第3次还要打我耳光的时候，被我反杀打了1耳光。你说什么？她让你下跪，还想打你？秦云川脸上的鬼纹从来没有黑得这样纯粹过。阮宁觉得车厢里热气腾腾，秦云川身上的杀气简直如热浪灼面。王爷别生气了，就是个小姑娘，您不必大动干戈，我已经修理过她了，没吃亏。阮宁2只手握住他的胳膊，摇晃着轻笑。秦云川身上的杀气收敛了些。许家公子又是怎么回事？他欺辱你？他是这么想来着，但臣妾哪能让一个三脚猫欺负了？他说他若霸占了燕王的女人，以后他出去就能横着走。臣妾就用了点手段，让他以为自己是只大螃蟹。今天一整天，他恐怕都要横着走了。秦云川手里的紫砂茶碗应声而碎，他眸子沉沉盯着阮，他没哭没抱怨，而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的保全他自己。他从没想过依靠任何人，所以他没能及时来救他保护他，他也不曾有一丝失望。秦云川胸口涩涩的堵堵的，作为一个男人，他说过他会护着他，可他却总是在他置身危险的时候无所作为。没有给你惹太大麻烦吧？我估摸过张家的身份，你是燕王，应该不会怕他家吧？不麻烦，不怕。阮宁，他想道歉，可道歉的话语太苍白，他无法想象张家的姑娘带着几个男子一起欺负他时，
她一个小姑娘会是何等的紧张、害怕、无助。阮宁，秦云川忽然从身上摸出一柄匕首，放在她手里。哇，好刀啊！这是先帝赐给我的，今日我把它送给你，你只管带着。倘若日后有谁敢不敬你，你就用它保护自己。捅死了人，本王给你兜着，有我在，你谁都不用怕。阮宁十分宝贝地将那锋利的玄铁匕首藏在身上。秦云川看着他，轻叹一声，抬手摸了摸他的头。那沈岩是我收拾了许家公子之后才遇见的，他跟秦昊在一起，秦昊去哄阮心怡了，他说去拜访一下阮家老夫人，所以我们才同行。秦云川点点头，若非他已经不生气了，这些解释他定是半句也听不进去，但现在他却表情和缓。对不起，我又冲动。那我们和好了，不甩脸子，说不去主院吃饭了。今日陈启拒绝去主院和他一起用饭之后，他便后悔了。他瞥了阮宁一眼，哼了一声，便戏法似的从袖管里揪出一只毛茸茸的东西，放在阮宁怀中。爆米花，你什么时候把它藏在袖子里的？你带了它一路吗？哎呀，它好乖好可爱呀！阮宁抱着小猫一通的亲，等马车回到燕王府时，小猫趴在他怀里睡着了，而他趴在燕王身上睡着了。原话从后阔步而来，他正欲张口，常嬷嬷连忙摆手叫他噤声。睡着啦？睡着了，叫醒不就是了吗？叫醒？你去叫啊？您怎么不叫呀？奴婢才不做那没眼色的人。可是我还有事儿要禀呢。您请。禀王爷。滚。好嘞。原话连正眼都没敢看，只用余光瞟见一人一猫趴在王爷的腿上睡得正香。他教王爷维持着一个僵硬的姿势，好让睡着的人更舒服点。他端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原话从车门前退开，恨恨地看了眼常嬷嬷。你怎么不说清楚啊？老奴没提醒你们，是你自己不服气。看到他家大小姐得宠，常嬷嬷心里甜滋滋的。马车停下大约有半个多时辰，阮宁才被小猫的尾巴唤醒。她揉揉眼睛，到府上了，王爷怎么不早点叫醒我？也就刚到府上。秦云川睁着眼睛说瞎话。阮宁却心虚的觉得他好像睡了很久。睡饱的他神采奕奕，轻巧敏捷的跳下马车。王爷，臣妾先回崇阳院了。王爷，边疆有书信回来。好。秦云川话音落地半晌，人才慢吞吞的从马车上挪下来。原话狐疑的看着自家王爷，怎么的？是马车里太舒适了，让王爷连宽敞的书房都不想去了。过会儿他才发现王爷走路的姿势很奇怪，右边那条腿是怎么了？怎么走路好像一拐一拐的？这么好笑？给你个任务，今日欺辱王妃的许家子弟，等到明日，本王不想听到他还活在世上的消息，明白了吗？卑职明白。秦云川又走了会儿，右腿才恢复知觉。他大步流星地回到书房。夜深人静之时，原话一袭夜行衣，蒙着脸，猫在许家附近的一条漆黑的巷子里。据他得到的消息，许川终于相信自己不是一只螃蟹之后，觉得丢脸。为找回面子，他请他那些狐朋狗友去喝酒。眼前这条路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原话就等在这儿，他已经等了有小半个时辰，忽而瞧见远处有几条黑影朝这边移动。原话立即凝神戒备。原话摩拳擦掌，暗自高兴今晚可以大展拳脚。可没想到那些人竟是沿着河狂奔。快，在那儿捞上来看看！几个黑影动作迅速，他们拿着长竹竿，借着皎洁的月光在河水里捞着什么。原话抱着肩膀暗暗皱眉，那些人大半夜的在河里捞什么呢？捞得那么起劲儿。理智告诉他，他不能擅离职守，他得继续留在这儿等许川出现。但直觉却告诉他，他应该去看看。月光洒在河面上，河水静谧地流淌着。勾住了，往上跳，拉上来。原话呼吸一滞，水里那个可不就是个人吗？死了？死透了吗？死透了。推进去吧。原话瞪大了眼睛，眼睁睁看着他们又把人推回水里，费这么大劲儿捞上来，就是为了看看死透了没有。这得是多大仇多大怨啊！最关键的是，如果他没认错，水里那浮尸好像是许川，他还没动手呢，许川怎么就死了呢？原话盯着河面看了片刻，忽然追着河水疾驰起来。不行，他也得捞上来看看，看他究竟是不是许川。直到后半夜，原话才一身水，湿漉漉的回到燕王府。回禀王爷，人已经死了。常在河边走，光湿鞋还不够，你还要湿身。是那姓许的功夫卓绝，还是你最近疏于练功？不是，是河水太急了。卑职本想站在岸边把他拉上来，谁知竟被河水拖着拽进了河里了。卑职没有说明白。卑职遇见许川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还有4个黑衣人跟着他，把他从河里捞上来，确认他究竟死透没有。卑职起初不确信他是否就是许川，于是趁那几个黑衣人把他推进水里之后，又捞上来确认了一次。秦云川眉头轻蹙， 4个黑衣人。
人。卑职叫人跟着去了，发现那黑衣人是梁王世子派出的人。许川是被那4个黑衣人杀的。许川是酒后溺亡，不知是失足落水，还是被那黑衣人给推入水中的。本王的王妃受欺负，他秦昊倒管得宽。秦云川冷哼一声，转身进屋。你动作太慢了，罚明日加练一个时辰。另外，明日叫张世忠和阮斌来府上。张家的闺女敢在阮府欺负他的王妃，当他秦云川已经死了吗？杨化不知道的是，4个黑衣人并不比他好过多少。卑职几个人一直盯着他呢，就打算到前头人少的地方再动手，谁知被人抢先一步，把他撞进了河里。有人比你们先动手？什么人？那人身法太快，卑职等人没能跟上。燕王的人？黑衣人摇了摇头，表示不知。确定死透了吗？是。秦昊挥挥手，让人退下。夜深路重，沈岩坐在热气腾腾、有曲有茶有羹汤有美食的包间里，忽而有手下人上前在他耳边道：“回少主，事已办妥。”沈岩微微点头，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月光如水，从窗口倾泻进屋内。静谧的房间里，小奶猫打呼的声音听得特别轻。阮宁猛地从梦中惊醒，王妃怎么了？做噩梦了吗？王妃别怕，奴婢在呢。阮宁将视线移到清管的脸上，王妃梦到什么了？闷在心里才会害怕，说出来就不怕了。给我倒点水。清管起身去倒水，阮宁侧脸看着清管的背影，默默出神。次日清早，阮宁把清管、丁婉和紫菱都叫到他面前。我身边没几个年轻的大丫鬟，还真不方便，但我也不喜欢人太多。眼下我要2个贴身的大丫鬟，就从你们3个人里挑。丁婉和紫菱两人对视一眼，清管已经在主子卧房里值夜2晚上了，看起来王妃对清管很是满意，那么也就要从他俩中再挑一个来。奴婢来王府晚，资历浅，规矩仪态都不如丁婉姐，在王妃身边贴身服侍，丁婉姐一定比奴婢更能胜任。好，告诉周嬷嬷，从今日起，清果和丁婉是我身边1等大丫鬟，一切待遇都按照1等丫鬟来。紫菱退下吧。屋子里便只剩下阮宁和丁婉。你在王府的时间长，对他们2个有什么看法？回王妃，清果进府时间长，她性格讨喜，清果在王府很吃得开。紫菱茶艺很好，听说她是官家小姐，因家里获罪才被卖为奴，不但会茶艺，会识字，会诗词。阮宁点了点头。丁婉的话里有几层意思，紫菱是获罪的官家小姐，说明她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她本是主子却沦为仆婢，未必甘心。那你呢？丁婉抬头与阮宁视线相撞。你是什么样的人？回王妃，日久见人心，奴婢未必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尽职尽责的。门外有脚步声传来，禀王妃，听前院的人说忠义侯爷来了，人正在花厅里呢，从忠义侯爷一起来的，还有给事中张大人。给事中张大人是阮二小姐的亲舅舅呀。张怀玉的爹？对，就是他。秦云川让阮斌和张怀玉他爹来府上干嘛？难道是为昨日的事儿？此时坐在花厅里的2人更是不解。姐夫，我这王爷召你我2人来府上，所为何事啊？我也不知，等着吧，王爷来了就知道了。姐夫也算是王爷的岳丈，听闻王爷对王妃宠爱有加，他把您召来定是好事，只是这跟弟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别探我口风，我真不知。不过嘛，可以叫阮宁问问。来人，告诉你们家王妃，说我想念她了，叫她来拜我。姐夫，王爷岳丈的派头就是足啊。阮明哼哼一笑，但随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阮斌也渐渐笑不出了。王爷把他们召来，往花厅里一扔，就不管了。姐夫，你的话不好使啊，外甥女怎么不来呢？别急，我上外头看看去。阮斌起身朝门口走去，他刚抬起脚，还没迈出门槛，门口的侍卫竟然拔出刀来。回去。阮斌呼吸一滞，什么情况这是？王爷把他俩软禁了。燕王爷这是什么意思呀？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够好好说呢？把我们拘在这儿，我们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该如何挽回呀？那2位就好好想，想起来的那位可以离开。想起来就能离开？什么事儿？哪方面的呀？侍卫已经转过身去，不再理他，但他的刀可没有入鞘，好似阮斌敢把脚落在门槛之外，他就要一刀砍下去。阮斌咽了口唾沫，他可不想拿自己的脚去试试燕王府的侍卫究竟有多大胆。什么事儿啊，姐夫？是不是外甥女不懂事儿，惹了燕王不高兴了？若是阮宁不好，关你什么事儿啊？怎么可能会牵连到你身上呢？也是，可是我跟燕王没打过交道。2人待在花厅里，再没了先前的洋洋得意。俩老爷们跟钟摆似的，在花厅里踱来踱去，两看相厌。也是你家阮仙姨惹了祸，对，牵连到我这个舅舅了吧？我还说是你家儿女不争气，连累了我呢。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家儿女都听话着。你家儿子整日斗鸡走狗，不务正业，不学无术，还
还听话，你说出来不嫌寒碜，我都替你臊得慌呢。你说啊，跟你儿子关系特别好的那个许家大公子昨儿喝多了，栽进河里淹死了，第二早上捞出来，人都泡发了。你可看好你家儿子吧。哼，婉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咒我儿呢是不是？哪有你这么歹毒的功夫啊？张世忠脾气火爆，他当即就拽住阮斌的衣领，一拳打在了阮斌的脸上。小舅子敢跟姐夫动手了，你可真有本事啊！阮斌也不示弱，立马回以拳头，两个男人撕扯起来，就跟泼妇似的，揪头发、扇耳光，滚在地上，又抓又挠。哦，你说狗的吗？你还咬我？别打了，净叫外人看热闹。有人的不是你我兄弟吗？好好想想，究竟是什么事儿惹了这位杀神了？肯定是最近的事儿。你刚刚说什么？你说谁死了？许家大公子好像叫许什么川，就叫许川。我明白了。你明白啥了呀？我跟他可没有半点瓜葛。邢一约怀玉去你府上玩，还特地叮嘱他，届时叶王妃会回去。怀玉气羞羞地说，还要叫上他表哥，说他和星移上次被叶王妃欺负了，这回要找回场子。我只当他们是小孩子闹着玩，说的都是气话。这跟咱们被召来有什么关系啊？哎呀，你咋这么笨？许川就是怀玉的表哥呀，他去你府上找回场子，叫的就是许川。许川真是失足落水死的吗？不可能，小孩子的玩闹何至于呢？侍卫，拜托把燕王妃请过来吧，当爹的有话跟他说。对了，他上次回娘家交代我给他寻觅良田，我给他买来了，请王妃来，我把地契给他拿来。内院丫鬟可以转呈。那不行，丢了呢，我得亲自交给王妃。侍卫冷哼一声，但他还是叫了人过来，命人往内院传口信儿。王妃，钟义侯请您去花厅说话，说是您叫他找的良田，他买来了，要亲自把地契呈给您。这都下午了，阮斌不是上午就来了吗？做到现在才想起来要给我地契啊！哼，听着怎么那么像借口呢？我知道了，你告诉他去不去的，我得经过王爷同意。出嫁从夫，我既出了门，一切都听王爷的。诺。丫鬟赶紧退下。阮宁领着清管和丁婉，还真朝王爷书房走去。他走这条小路，还有郁郁葱葱的大花圃。清管察言观色，大概看出他是想躲着老爹，不去花厅见。清管主动说道：“王妃喜欢什么花？这里的花可以采来泡澡，也可以趁早上太阳未升起时收集花露，泡茶或是敷面，都是极好的。”阮宁的注意力却不在那一朵朵娇艳的鲜花上，他悄悄地在刚才包好的药粉包上戳了个洞。他身上，他走过的路上，多多少少都沾着那些药粉。清管和丁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阮宁却竖起耳朵聆听。来了。他听见有滑溜溜的东西速度极快地划过草丛发出的细微沙沙声，忽而嗖的一下，蛇！清管眼尖，他余光瞟见什么东西飞快地从路边的花丛里窜出，那蛇像是被什么吸引了，直扑阮宁，趴在阮宁小腿上就是一口。清管叫得很响，但他也很勇，伸手就要去抓那条蛇。阮宁比他速度更快，且他早有准备。他单手捏住花蛇的7寸，用力一掐，又往地上狠狠一摔，啪的一声，花蛇一下子就不动了。清管跳上去，踩死你，踩死你，踩死你！他把花蛇的头都踩碎了。我好晕啊！就地坐了下来。王妃被毒蛇咬了，这可怎么办？你扶着王妃坐着别动，我去请郎中来。我去吧。丁婉话音未落，清管已经跑出去老远了。丁婉转过头来看着阮宁：“王妃，您自己坐着，奴婢也去找郎中。不要丢我一个人在这儿，如果再有蛇呢？我头好晕啊，我害怕，你和我一起等吧。王妃，奴婢担心清果不会请郎中来。你说什么？清果？王妃看着吧，清果这丫头的野心大着呢，她想借着在王妃身边伺候的机会，在王爷面前多露脸，让王爷记住她。等王妃身子不方便的时候，她就会替王妃伺候王爷，她就为事情那一天准备呢。所以她肯定会为我请郎中啊。我要是死了，她怎么借着我侍寝呢？她只会请王爷来，一来她请人来了，与王妃好交代；二来借着这机会，她能在王爷面前表现，最好能让王爷记住她。王妃被蛇咬伤，既不至于死，但也会伤了身体。他侍寝的机会不就来了吗？阮宁盯着丁婉的脸，丁婉垂着视线。奴婢尽忠职守，所以才提醒王妃。若王妃觉得奴婢是背后嚼舌根的小人，奴婢也无话可说。求王妃顾惜身体，叫奴婢去请大夫。不要，我一个人在这儿害怕。丁婉皱了皱眉，轻叹一声：“好吧。”这边，王妃在这边。清管的声音传来，主仆两个都是一愣，因为他的速度实在太快了点。前来之人却叫他微微一愣。你怎么样？秦云川阔步上前，蹲在他身边。那条腿伤在哪？阮宁和丁婉对视一眼，清管跑得气喘吁吁，并未解释为何他请来的不是郎中。
秦云川撕开了阮宁的裤腿，他纤细的小腿上赫然有2个眼。秦云川想也没想，直接趴在上头，用嘴吮吸蛇毒。别！阮宁来不及阻止，他已经吸了一大口。秦云川表情一怔，他动了动鼻子，表情狐疑地看向阮宁，别开视线。这下瞒不住了。也是他自作自受，换别的方法试探不好吗？竟然学什么苦肉计？他血脉特殊，根本不怕蛇毒，而且在解毒之时，血液里的异香就更加明显。秦云川不知是不小心，还是觉得那血味道非同一般，他竟然给咽了。王爷，2丫鬟异口同声的惊呼：吐啊，快吐出来！叫裴郎中到主院来。秦云川抱起他，阔步朝冲药院走去。他步子大，速度快，怀抱却很稳。现在我知道了，他在阮宁耳边道：不是熏香，是我家王妃的味道。裴郎中听说自家师傅被蛇咬，而王爷吸蛇毒又不慎给咽了，他着急忙慌的跑来。什么情况呀？哎呦，非礼勿视，非礼勿视啊！裴郎中连忙捂着眼睛，转过身去。想什么呢？转过来。怎么听说师傅您被蛇咬了？是毒蛇吗？感觉怎么样啊？好奇，你也找条蛇咬你一口试试。不，那不用。裴某学艺还不到家，万一刚刚来不及扎针止毒，可怎么办呢？不对，你刚刚叫他什么？师傅，这么老的学生你也收？下人诛心呐！好学之心最重要，不论年纪。说话间，裴郎中已经摆好了脉诊，阮宁便露出自己纤细的腕子放在脉诊上，秦云川却在一旁啧啧。太瘦。裴郎中挑了挑眉，阮宁盯着他用眼神暗示：别提孩子，千万别提。这是秦云川的雷区，前一秒还好好的，只要一提喜脉，他立刻就能爆炸。似有毒又似无毒，而且竟对腹中胎儿没有伤害。阮宁无语，一片师徒情，终究是错付了。秦云川语塞，这对他来说究竟是个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只见2人都不约而同地皱起眉头。裴郎中一句话惹了2个人还不自知，他反倒有点兴奋地看着秦云川。裴某再给王爷请个脉，给人吸蛇毒不慎咽了的。裴某也是第一次见呐。秦云川无语，求问郎中医术很好，但总想杀他怎么办？秦云川深吸一口气，露出他结实健壮的手腕子。大惊小怪。王爷您看呐。秦云川手臂上的鬼纹比先前浅了太多，只比正常皮肤颜色略深了几度而已。秦云川自己也是一愣，浅了？昨晚上还没有这么浅。是蛇毒以毒攻毒了，还是师傅的血对王爷您的毒有特殊疗效呢？阮宁闻言缩到床角，他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满目的无辜与惊恐。秦云川抬眸触到他的视线，表情立刻一紧。呸！身为郎中，你胡说什么？对，是裴某胡说了，裴某老糊涂了。裴郎中也反应过来，一个弱女子，其血液倘若有这种神奇作用，她的处境就更危险了。爸，我不会伤害你。阮宁静静地看着他，没说话。裴郎中也改口道：定是那蛇毒奇异，以毒攻毒，反倒是治好了奇毒的例子不在少数啊。那是什么蛇呀？裴某要好好的研究研究。给王妃开药，守好你吃饭的家伙事儿，别乱说话。懂，我懂。裴郎中也十分歉疚，小姑娘对他挺好的，教他针术的时候也不藏私，他却太过兴奋，口无遮拦。幸好屋里没有别人，否则这话叫人听见，他又会陷入多大的危险。裴郎中开好了药，交给下人去煎。他悄悄跟阮宁道：是补养身体、调气血、安胎的药，师傅放心喝啊。裴郎中去园子里找那条被青管踩死的毒蛇去了，万一真是那毒蛇的功劳，秦云川却没离开，他就坐在床边，拳头撑着头，歪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看着阮宁。好看吗？阮宁瞪他，秦云川点头。不但好看，还好香。他勾了勾嘴角，这大约是他第一次在听到有喜、怀孕之类的话后没有原地爆炸。阮宁身上那种香味这会儿特别浓，这种沁人心脾的香能让他心绪平静，甚至有种超然的心态。就这么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似乎也很好，不就是多一张嘴吃饭吗？管他是谁的种，将来还不是得管他叫爹。这么想似乎也划算。不能想了。秦云川赶紧闭上眼睛，他仿佛被什么奇怪的东西蛊惑了，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连血脉传承都不在意了，他怕是疯了。正当秦云川豁然起身要离开阮宁身边时，丫鬟端着刚煎好的药来：王妃，喝药了。
丫鬟临近床边，脚下不知被什么东西一绊，丫鬟惊呼一声，一大碗滚烫的汤就是朝阮宁泼去。秦云川根本想也没想，一切就像是本能，他闪身上前，哗啦，滚烫的汤汁儿全泼在了他背上，顺着他的衣服往下淌。秦云川倒吸冷气，真烫啊！王爷饶命！跪在地上砰砰磕头。秦云川疼得咬牙，他弯身看着阮宁。见到你了吗？阮宁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懵了，他茫然地摇摇头，转脸看向跪在地上磕头的清管。他的苦肉计刚刚落幕，对方的狠招这么快就紧随而至，不敢想象刚才那一大碗滚烫的药，如果不是秦云川挡，可能就是泼在了他脸上。快把外套脱掉，用冷水冲。顾不得他被咬的那条腿还麻着的，拉着秦云川到了后头的浴室里，恰白玉池子里还有冷水，他立时让秦云川跳进去，整个背都泡在冷水里。小心，慢慢脱，别把皮撕掉了。阮宁盯着他的脊背，秦云川表情痛苦，动作僵硬。你别急，我拿剪刀剪开。来人，拿剪刀。清管双手奉着剪刀进来，递给阮宁后，他退了两步，又跪下，以头触地。他不再求饶，只是默默地哭。滚出去！清管磕了下头，连忙爬起来退了出去。阮宁小心翼翼地剪开秦云川的里衣，一点点小心翼翼地剪。紧张？担心我？心里有我？阮宁呼吸一滞，浴室里格外安静，仿佛能听见两人此起彼伏、相互交错的心跳声。还好。他已经把他贴身的衣服揭下来，好在没有烫掉皮，只是他背上有好大一片被烫红，特别红。阮宁，王爷，你看，你快看，浅了，全身的都浅了。他蔓延至全身的鬼纹，此时都像胳膊上的一样，颜色变得很浅，只比肤色略深。真的好多了。阮宁笑着，语气欣慰。秦云川的脸色却一点点沉下去。王爷刚刚想说什么？没什么。他当初说什么来着？他治好他的毒，他放他离开。他那么高兴，是想快点离开吗？抱歉了，阮宁，本王可能要毁约了。本王现在不想放你离开。秦云川泡在冷水中，十分冷静地想，在冷水里泡了好一阵子，他背上的灼痛感已经逐渐消失。这丫鬟险些泼到你，你打算如何处置她？不知王爷注意到没有，他的鞋子破了，鞋底都快掉了。刚才正是那鞋子突然不跟脚，他才绊了一下。什么意思？你在替他求情？绝无此意，王爷的吃穿用度绝对不至于让一个大丫鬟穿如此不结实或是破旧的鞋子。我的意思是，破鞋子是故意为之。故意为之？有人图谋害你？这还了得！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谋害他的王妃，这岂不是连他也没放在眼里？是他自己故意为之，还是有人借他的手一箭双雕？如果说是他自己故意为之，那他的心机就太深了。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会怀疑他自己弄坏鞋子，假装绊倒，来冒这么大风险。如果是别人弄坏他的鞋子，既伤了我，又陷害了这个刚上任的大丫鬟，是一箭双雕的好计策。阮宁的目光落在秦云川身上，不管是谁的计策，只怕都漏算了最重要的一个人——秦云川。谁能想到在那样紧急的情况下，他根本没有时间思考，却以超出极限的速度挡在了他面前。阮宁目光定定落在他脸上，他其实是有点喜欢自己的吧，否则在那不到0.01秒的时间内，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肚子里揣着一个来历不明的大冤种，他连场恋爱都不敢谈。那你打算怎么做？我打算轻罚轻果，好继续观察。如果真是他自导自演，我必叫他以命相偿；如果不是他，那么就要揪出藏在背后谋算这一切的人。秦云川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他就那么目光悠悠地看着他。怎么不行吗？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忘了什么？这件事最终受害的那个人，你是不是把他忘了？可不就是把他给忘了吗？看他那满腹怨气的小眼神，配着满脸威武霸气的鬼纹，有点傲娇，又有点可爱，是怎么回事？对，王爷替臣妾挡了祸，您是大恩人，恩德大大的，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臣妾全都听您的，要杀要剐或者拉出去杖毙，全依你。你屋里的丫鬟你说了算，但你要补偿本王。怎么补偿？本王要搬回来住，另外你每天亲自给本王抹药。秦云川说着转过身去，阮宁先是愣了片刻，继而忍不住笑了。怎么不行啊？整个王府都是王爷的，王爷想住哪里住哪里，这不都是您说了算的？当初明明是他自己气得去住了书房，这话说的倒像是他把他逼到书房似的。处理好秦云川背上的烫伤，阮宁冷着脸来到外间，清管还在地上跪着，他额头触地，眼泪如湿了一大片地毯。瞧见阮宁走近，他只是默默磕头，一言不发。清管行事不慎，烫伤王爷，验尸初犯，又非存心，处以杖刑、杖10。清管，你可甘愿领罚？清管闻言一愣，他惊愕地抬起头来，他是没想到罚得这么轻啊，他以为今日不死也得脱层皮呢，今日若能保下命来，都是他积了几辈子的德。可是不服？不，奴婢谢王妃，谢王妃，谢王妃大
恩大德。听说王爷把我爹和张大人都叫到府上，如今还在花厅里晾着呢。哦，来人，去前头看看，两位大人想起多少了。花厅里，两个饿了一天的大男人已经急赤白脸。都是你，子不教父之过。你家怀玉就是缺教养，一味的宠得无法无天了，竟然敢跟那些流氓混子混到一起去。他还记得自己是个姑娘家吗？今日祸事都是他惹来的。怀玉才多大，若不是阮心怡唆使他哪会有这样的心眼？要说坏，还是你家阮心怡心眼最坏，自己装好人，把我们家怀玉当枪使。你两个闺女不和，挑唆利用我闺女，小孩子家的看不透，咱们大人之间就不用藏着掖着了吧？谁还不知道谁呀？我撕了你的嘴！阮斌扑上来，姐夫哥和小舅子再次混战到一起。阮斌将张世忠压倒在地，骑在他身上冲门外喊：回禀燕王，臣明白了，必然是燕王妃昨日在娘家受了委屈，臣有疏忽之责，但主要还是张大人教女不严，这才惹了祸事啊！我回去一定会严加管教心怡，亲转告燕王，倘若王妃再回娘家受委屈，臣以死谢罪。张世忠原本还在挣扎，听到这儿，他不由得微微一愣，这阮斌可真敢说啊！钟义侯请，偏厅有茶水点心，珍馐美味。哎呀，娘啊，好险急死在这儿啊！他哪有心情在这吃饭？有命离开就谢天谢地了。阮斌推开张世忠，踉踉跄跄的出去了。他没去偏厅，拱了拱手，直奔自家马车，逃命似的一路小跑。阮斌一走，张世忠更慌了。回燕王，臣也知道了，臣教女不严，惹了这祸事，但主要责任还是阮家。我家女儿年纪小，是她表姐阮二小姐唆使她才会犯了糊涂。请燕王放心，臣回去家中一定好好管教儿女。燕王妃又不是在他家受委屈了，他觉得自己真是太冤了。张大人请。带刀侍卫伸手做请，张世忠长出了一口气。这么一整天又饿又打架，他一瘸一拐的离开燕王府花厅。阮斌那孙子什么时候把他脚给踩中？他这想跑都跑不快。阮斌和张世忠回到家里，都把家里人给吓了一跳。哎呦，老爷，这脸是怎么了？怎么被人给挠了？嘴角还给人打破了？您这么大人了，怎么还跟人打架啊？还不是你那好弟弟，都是他打的。世忠他打你，那不能啊，他失心疯了吗？是不是失心疯？我可不知道，但我知道你以后少回娘家，告诉心怡啊，以后别跟张家那姑娘玩。那是他舅舅家表妹，怎么就不能一起玩了？两姐妹玩得来，做父母的高兴还来不及呢。阮斌抬手就想扇他耳光，但他一抬手，肩膀疼得要命。张世忠属狗的是吧？把我肩膀都给咬破了。张氏暗暗的冷哼一声，谁叫他想扇他耳光来着？疼也活该。无知蠢妇，你若不警告心怡，就是想让咱们一家都被那蠢丫头连累死。徐家大公子昨儿夜里淹死了，你知道吧？他是张家丫头的表哥，你知道吗？是他表哥又怎么了？他自己喝醉了淹死，总不能说是怀玉克他吧？那就是个不成器的。他老想巴结张家，想等着怀玉及笄就去张家提亲呢。天天喝醉，怎么就昨儿晚上淹死了？这些公子哥的身边连个下人都没有，能叫他因为喝醉就淹死吗？是有人要他死。昨儿他们在咱们府上给燕王妃气受了，调戏了2句，这一条命就没了呢。你呀，你可长点脑子吧。张氏张了张嘴，一脸的不可置信。阮斌把他今日在燕王府的遭遇讲，现在还后怕呢。我是差点就回不来了呀。他快死了，他怕什么呀？他巴不得多拉几个垫背的呢。张氏思前想后，豁然起身。你干什么呀？去给我摆饭呀？你想饿死我吗？阮斌嚷嚷。张氏吩咐婆子摆饭，他则直奔女儿院中。很多话阮心怡不会对阮斌讲，但不会瞒着他这个母亲。昨儿秦昊离开之后，心怡就跟他抱怨，好像是提了一个叫许川的，还说他疯了，说自己是螃蟹。他当时以为是小孩子无聊的玩闹，谁想到今日人就死了。心怡呀，您好好跟娘说说昨儿的事儿。昨儿你们几个人欺负阮宁了，是不是有个姓许的？阿娘，怎么了？你那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是有个姓许，怀玉的表哥呀，叫许川。阮心怡又把昨日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只不过在他的描述中，他把自己摘得很干净。咱们又不怕他，在自己家里还说不得了。以后少跟张怀玉来往，起码燕王死以前别跟他玩了。两家的姑娘几乎得了一模一样的警告，大人们越是严肃，越是语重心长，小姑娘们心里的不屑以及对某人的嫉恨就越是强烈。而张家姑娘除了嫉恨之外，竟然还生出点思春的心思来。那位公子无论气质、相貌、衣着打扮都比许川好太多了，他站在世子爷身边也毫不逊色，甚至更亮眼。表姐不是老吹嘘世子对她多好多好，好像嫁给世子她就高不可攀了。我若是能嫁给那位公子，谁羡慕谁还不一定呢。丫鬟哭笑不得，小姐您还小着呢，要及笄还有好几年呢。你懂什么？我可以叫他等我呀，等我长大不就能嫁给他了。张怀玉自信道。总是说他还是小孩的那些人，
听到他这话，也不知会作何感想。回禀王妃，清管挨了板子回来，直接就跟丁婉对上了。他冲进丫鬟房，上去给了丁婉一个大耳刮子。这么激烈啊！然后呢？然后周嬷嬷就过去把人拉开了。周嬷嬷把两人都训斥了一顿，安排人跟清管换了房间。你盯紧了他们，有什么异动及时向我禀报。大小姐放心吧，老奴一定瞪大眼睛。常嬷嬷退了出去，秦云川晚上要歇在这儿，他背上还受了伤，于是他也没挪地方，就一直在阮宁的床上趴着。陪郎中调好了烫伤药膏，还想尽职尽责的给秦云川抹药，被秦云川嫌弃没眼色，给赶了出去。阮宁既然答应了他，要亲自给他抹药，倒也没扭捏。不就是光着膀子的男人吗？咱又不是没见过。鬼纹变浅之后，秦云川的身材看起来更加养眼。你流口水了？没有。馋了？他笑问。阮宁愕然瞪着他，这不是开往幼儿园的车，他要下车。晚上想吃什么？阮宁狐疑看他，难道开车的不是他？人家只是正经的问问题，是他满脑子有色思想，想歪了。炖猪蹄子。宫里的太医说猪蹄炖黄豆可以丰胸，你是该多吃点。不抹了，我叫丫鬟进来给你抹。我错了。秦云川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子，真的错了。再不说了，这样就很好。本王不嫌你小。闭嘴！本王是说你年纪小，不是。我叫你闭嘴！阮宁手上使劲，秦云川配合的叫出了声。疼！王妃手下留情。阮宁得意一笑，他余光却瞟向门口。他其实看不到门外，但他能感觉到有人在门外窥探。他勾了勾嘴角。秦云川频频往这儿来，甚至还要睡在这儿。有些人是不是急了呢？这天夜里临睡前，我是要睡觉，又不是要出门。伺候王爷睡，跟您自个儿睡那可不一样。奴婢给王妃洗脚。紫菱端着木盆来到阮宁面前，她跪坐在木盆旁。阮宁的脚刚碰到水，就惊呼一声。他猛地抬脚上来，紫菱愣了愣，才反应过来，伸手去摸盆子里的水。他倒吸一口冷气，水很烫，他的指头尖就被烫红了。不等周嬷嬷发话，紫菱抬手就是一耳光，扇在自己脸上。奴婢愚笨，竟烫了王妃玉足，求王妃责罚。玉足两字叫阮宁生生打了个颤。阮宁狐疑地盯着紫菱，你不是茶博士吗？怎么会做这种事啊？紫菱张了张嘴，却一言不发地垂下头去。周嬷嬷，端水洗脚不是紫菱的活吧？这是怎么回事？奴婢顶别人的班，第一次做，没有经验，求嬷嬷责罚。罢了，我没有烫着，让别的丫鬟换了水来。你既识字又懂茶艺，以后不要做这个了。阮宁说完，紫菱脸色惨白的叩首退出去。待丫鬟们都退走，秦云川才从后头浴室出来，他目光悠悠地看着阮。刚刚是怎么回事？秦云川虽然不在外头，但他是驴耳朵，把外头的动静听得一清二楚。没什么，可能是3个丫鬟争风吃醋。待我问问常嬷嬷，王爷先歇着。起身来到外间，招了常嬷嬷进来。紫菱端洗脚水是怎么回事啊？大小姐别看是端洗脚水，以为是卑贱的活，可不是这么算的。那是能进屋伺候主子的机会，若是运气好，说不定还能叫男主人看上。一不小心给男主人留下了好印象，就有机会开脸做姨娘呢。阮宁皱了皱眉头，常嬷嬷赶紧道：这活儿本来是清管和丁婉的，但清管刚挨了打，丁婉脸上还有巴掌印子，丁婉就去找了紫菱，央求紫菱顶替他过来。丁婉说紫菱以前也是官家小姐，没干过伺候人的活，说她心高气傲，她不晓得要先试试水温，倒也有可能，但她怎么就会答应丁婉呢？主子，您叫老奴盯梢醒，想这老奴可想不明白。行，你继续盯着。一天出了这好几遭事了，搅得老奴心里都不安生。好事啊，频频出招，这说明对方慌了。谁慌了？常嬷嬷不解道。阮宁挥挥手叫他退下。阮宁不急不忙地朝里间走去。对方慌了好了，人一慌就容易露出马脚，他等的不就是这么一个机会吗？只要能为原主揪出真凶报了仇，他也就能无祸一身轻了。你干什么？铺床啊！你管这叫床？秦云川看了看地面，阮宁讪讪一笑，是简陋了点。上来睡。王爷背上还有伤呢，没事，我睡地上就行，您睡床。上来睡，我不碰你。这话说完，他更生气了。别人娶的是媳妇儿，他娶的是瓷器，他碰不得了。我娘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娘都教你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觉得我娘说的对。秦云川暗自憋气，他忽而想到，他娘被阮斌玩了这么多年，为他生养女儿，奉养双亲，临了连个名分都没有。他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也不奇怪。本王岂是阮斌那类渣子？
本王一言九鼎，不会骗你一个小女子。再说你不是有针，本王若是不老实，允许你用针。看他说的这么信誓旦旦，阮宁歪着脑袋想了片刻，欢欢喜喜地趴床上了。你刚刚说3个丫鬟争风吃醋，怎么祸害到你身上了？女人之间的小把戏。金云川蹙着眉头，正欲再问，阮宁忽然翻过身来，脸朝他，说不定是因为他们想侍寝呢。金云川脸色一僵，嘴角抽了抽，都卖了吧，再买几个年纪小听话的。嘿，王爷这倒是个好主意，我不同意。原主的声音从耳畔传来，我不能枉死。阮宁如今已经习惯他时不时的冒出来，非但没被吓一跳，反而面不改色心不跳的用意念道：哎呀，知道，我已经锁定了真凶，尽快让你安息。你说什么？阮宁浑身一僵，不会吧，他听到原主的声音了？我没说什么呀，睡觉，寝不远啊，王爷。阮宁猛地转过身去，阮宁脸上发烫，闭着眼睛在心里哼催眠曲，他倒是没一会儿就睡着了。千云川辗转反侧了大半夜，一点没影响他的高质量睡眠。阮宁一觉到天明，他醒来时枕边早就空了。常嬷嬷进来伺候他起身时，笑得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恭喜大小姐，贺喜大小姐！王爷晨起特别早，怕惊醒您，他都是小心翼翼、轻手轻脚出门的，还交代下人们不许打扰您睡觉，让您睡够了再起。阮宁在众多下人艳羡的目光中洗漱更衣，用罢早饭，他把丁婉叫来面前。昨儿我被蛇咬了，虽说伤口不大，但腿还疼着。昨夜里伺候王爷，十分疲累辛苦，力不从心。丁婉，你愿意为我分忧，伺候王爷吗？丁婉一愣，愿意吗？阮宁注意到他的呼吸节奏略微加快，瞳孔微微收缩，这是紧张和急切的生理反应。奴婢不愿意。哦，为什么？奴婢想伺候王妃一辈子，像我娘一样，将来嫁个能做管事的，生个一男半女，平平凡凡的过完这辈子。阮宁看到他垂在袖子下头的手握成拳头，这话违心了，说出来要用很大力气吗？那倒是可惜了，你这么漂亮又细致周到，说是能伺候王爷，更是能帮我不少忙呢。至于他今日问丁婉，本就是试探。你说的也对，但你大好年华，也不能白白耽误了。你可有意中人吗？回王妃，没有。奴婢还想多孝敬父母几年。既要孝敬，就要问父母的意思，父母眼里的孝敬才是真孝敬。叫周嬷嬷进来。丁婉身子一颤，眸中既有疑惑，更有不安。周嬷嬷被叫进屋里，她瞧见丁婉在一旁跪着，表情沉沉，她的脸色也紧跟着一沉。老奴管教不善，这丫头愚笨，若是她得罪了王妃，周嬷嬷太谦虚了，丁婉很好，细致周到又体贴，对主子更是忠心耿耿。我原本想让她替我伺候王爷，可她告诉我志不在此，还劝我不用这么着急给身边的丫鬟开脸，等以后有侧妃娘娘跟我争宠时，再提拔身边人不迟。多谢王妃赏识，伺候王爷，她不是那块料。周嬷嬷只顾垂头说话，她没发现丁婉的目光正狠狠地瞪着他，但阮宁在上头坐着，却是看得一清二楚。母亲在旁人面前谦虚谨慎的话，被女儿解读成了轻视看不起。所以我琢磨着给丁婉说一门婚事，一来呢，她这大好年华耽误了可惜，也是我这做主子的失职；二来我身边不是嬷嬷，就是未经人事的小姑娘，想要个说体己话的管事娘子都没有。丁婉若是嫁了人，我们之间便有许多话都可以说了。不，阿娘，女儿还想再多孝敬您和爹爹几年，女儿现在不想嫁人。但周嬷嬷却听出了阮宁的言外之意，把丁婉说给了合适的人家，以后就是内院的管家娘子了。而且如果丁婉能嫁人，赶紧有了孩子，说不定还能给阮宁的孩子做奶娘，那可是世子的奶娘。周嬷嬷越想越心头发热，眼睛里都迸射出光亮来。多谢王妃，多谢王妃，又不是叫你远嫁，你嫁了人，我跟你爹看你过得好，心里畅快，这才是真孝顺。什么伺候我们胳膊腿好着呢，用不着你伺候。王妃能给丁婉这么好的前途，都是因为她尽心竭力的伺候主子才换来的。丁婉如此拒绝，简直是浪费她的苦心。未经人事的小丫头就是不懂事，王妃思虑周全，老奴谢王妃，您不用听她瞎说，老奴身体好着呢，哪儿用得上她？那周嬷嬷可有中意的人选，说是咱们府上的人，我可以为你去求王爷。周嬷嬷有多高兴，丁婉就有多生气。丁婉已经快要伪装不下去了。其实老奴觉得王爷身边的原话袁素卫就不错，只不过人家是官绅，也不知道能不能看上咱家的姑娘。这个我不太懂，不晓得求了王爷能不能给丁婉改成良籍。能的，叩谢王妃，不管成与不成，老奴先谢过王妃。
婉儿，以后一定要尽心竭力的侍奉王妃，好好伺候王妃，知道吗？要嫁你嫁，我不会嫁的。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丁婉却一把推开周嬷嬷，冲出了屋子，跑出了重瑶院。她来到王爷书房附近的观景湖旁，她以前就经常躲在这里偷看王爷。王妃要把她嫁给元化，她阮宁不过是一个乡下来的土妞，凭什么她一来王府，所有的事务都要听她的，所有人都要围着她转？她才不要任凭那乡下土妞摆布她的命运。丁婉熟门熟路，躲在湖边一块隐蔽又平整的石头上，她要等着王爷从这里经过。看到有人落水，元化，秦云川本欲叫元化去救人，却见另一个方向有人扑通跳了水，速度奇快地朝那女子游去。他很快托起那女子，多谢王爷。女子抱住他的脖子，紧紧地贴在那人身上。当中两人皆是一愣。你不是王爷？我不是王爷，我救你，你怎么还踹我呢？你这女子好不讲道理。元化，去看看那是谁。我好像认出那是谁了，好像是我屋里的丁婉。救命啊！丁婉又在干什么呀？他只不过正面的试探了一下，这丫鬟就绷不住自乱阵脚了。既是你屋里的丫鬟，看看去。啊，怎么是他？阮宁看见那个揪着丁婉不放的男子，不由瞪大了眼睛。秦云川凝眸一看，不由脸色黑沉。元亨呢？他屁股不疼了是吧？被直接命人去叫元亨了。话音刚落，元亨就一瘸一拐的来了。看见揪着丁婉不放的男子，他倒吸一口冷气。范东，王爷，卑职真的把他送到庄子上了，丁主任看着他，他不能自己跑回来吧？范东瞧见阮宁，立时眼睛一亮。王爷，求求你，救救奴婢吧！你这不是好好的，还要本王如何救你？王爷，您都忘了吗？过去种种，您全都忘了吗？阮宁狐疑地看着秦云川，说清楚，本王怎么不记得？跟你有什么过去种种？说不清楚就把你舌头割了。那年奴婢才12岁，王爷跟着魏将军戍边回来，一身黑金色的甲胄，阳光照在您身上，您整个人都闪闪发光。说重点。奴婢跟几个小姐妹在玩绣球，刚好绣球被踢到树上，我们想了各种办法，都拿不下来。您当时脚一踏地，飞身而起，一下子就把绣球拿了下来。当时奴婢几个人都看呆了，那么多女孩子，您独独把绣球扔给了奴婢。那只绣球，奴婢之间还放在床头，您那日的身姿更是牢牢地刻在了奴婢的心里，陪伴奴婢度过了数个春秋。奴婢心里早已经没有位置容纳他人。你听见了？是他的过去，本王一点都不记得，不记得绣球，更不记得把绣球还给了谁。他去你房中伺候以前，本王根本不知道府上还有这个人。是，奴婢知道，奴婢早就猜到了。王爷贵人事多，怎么可能记得这一件小事？只是那是奴婢整个年少时代的怀想，奴婢不能忘，也忘不了。非要把奴婢说给袁素卫，奴婢是万万不能答应的。元亨和元化闻言都吓了一跳。卑职去查查这个范东怎么会在这儿，看看是哪个孙子不尽职，把他给放进来了。元亨说完拔腿就跑。你回来！元化喊他的时候，他已经跑没影。王妃，王爷，卑职可没这个意愿。好男儿志在四方，卑职还没有建功立业呢，不想成家的。王妃，奴婢后悔了。你说让奴婢替您伺候王爷，奴婢愿意。他这一嗓子如同石破天惊。他说什么？你让他干嘛？阮宁咕咚咽了口唾沫，他还没开口，丁婉就替他说道：王妃说昨夜伺候王爷辛苦，吩咐奴婢替王妃分担。奴婢推说不愿，其实奴婢愿意，只是奴婢怕王妃只是试探，所以没敢答应。原话在一旁瞪大眼睛，竖起耳朵。哎呦呦，这是他能听的吗？他是不是该回避一下？可是王爷王妃也没说让他回避呀。范东这傻子还在这儿呢，他瞪大眼睛，听得老认真了。住口！本王没问你。他喝止了丁婉。阮宁，本王问你呢，你让他干嘛？那个，我只是试探他，肯定不会真让他伺候。女人都是心眼小的，谁不喜欢被独宠啊？我的男人才不会跟别的女人共享呢。你的男人？哦，现在没这说法。我的相公，这么说就没错了吧？你的男人是谁？阮宁想要解释，但根本无从说起。原主的锅，他注定要背到底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找到了，就是他把范东从庄子上带回来的。袁素为高抬贵手啊，我实在不知。话没说完，男子看到丁婉，生生一愣。丁婉也瞧见那男子，他如同生吞了一只鸡蛋，惊讶的连脖子都伸长了。爹！禀王爷，就是他，庄子上的管事丁福带范东回来了。王爷恕罪，小人不知这范东竟敢惊动主子。这不是快10月朝祭祖节了吗？他说他想要回王府悼念他娘。丁福的话还没说完，范东忽然盯着阮宁喊：娘！阮宁无语，秦云川冷冷看了他一眼，找死！丁福看管庄子不力，待被逐出的人回到王府，掳去管事之职，杖责50赶出庄子。至于丁婉，她是家生子还是买来的？她是周嬷嬷的女儿，母女2个都变卖了。王爷恕罪呀！
父女两个闻言大为惊慌，此起彼伏的连连磕头。小人知错了，小人知罪，求王爷再给小人一个改过的机会吧。别把小人赶出庄子呀！小人离开王府，一家老小该如何过活呀？求王爷开恩呐！快求王妃，求王妃开恩呐！王爷，妾身想跟您求个情。您看啊，既然是丁福带范东回来的王府，范东又救了丁婉的命，这就是缘分啊！王爷何必又打又卖的？倒不如王爷就成全了他们的好事。丁婉抬头惊恐地看着阮宁。丁福既赏识范东孝顺，范东又救了他女儿，之后叫范东做了他女婿，便可以好好孝顺他了。范东，你听娘的话吗？娘，我听您的。你老娘没了，所以要娶新娘，瞧见没有？你今日救的这如花美娘就是你的新娘，老娘不去，新娘不来嘛。众人无语，这是什么歪理？没听说过。好，娶新娘，娶新娘，老娘走了有新娘。对，这位呢是你的岳父大人，快扶起你岳父。范东连忙去搀扶丁福。岳父起来。离开王府还是收下贤婿，应管事讲清楚。谢王妃恩典，谢王妃。岳父起来。起来，起来。爹，你怎么能这样？本王还没同意呢。王爷，给臣妾个薄面嘛。你为人家求情，人家根本不领情，你的面子那么不值钱吗？丁婉，你非要害死全家才甘心吗？我爹，我不甘啊！罢了，元化叫牙行上门，把王妃屋里的几个大丫鬟都卖了，顺便挑几个新的。阮宁倒吸冷气，这古代王公贵族买卖奴隶跟买萝卜白菜似的。别再惹我生气。来人！正待下人要把丁福、丁婉、范东三人拉走的时候，等等！周嬷嬷从小道上一路小跑过来，她气喘吁吁，不待喘匀，便朝阮宁跪下，求王妃开恩！别求了，王妃倒是舍了自己的面子，为你一家求王爷的恩典。奈何你家姑娘不领情，那就照王爷的意思办。丁福账50，你家发卖。她一个姑娘家怎么能做主？她爹娘都在这儿，由不得她一个小丫头片子。王爷，相公，求求了！元哈、元亨兄弟俩浑身一颤，脸颊通红。天哪，难怪他家王爷顶不住。秦云川重重地咳了一声。周嬷嬷也跟着去庄子上吧，回去赶紧把两人的婚事给办了。好，多谢王爷，多谢王爷大恩大德呀！本王才没有这么多怜悯心肠。他握住阮宁的手，阔步离开，走远了，还听见周嬷嬷和丁婉这对母女厮打哭骂之声。我拼了一辈子才挣来的前途，全让你毁了，我上辈子欠你的呀！你说你只是试探？对，你也知道，我怀疑我屋里的丫鬟想爬床，所以试探试探。本王就是给你拿来试探的吗？他若是答应了呢？你再如何把他送到本王床上？那不会的。别再说了，本王已经不相信你那张嘴了。秦云川冷笑道，他阔步向前走，阮宁小跑追在他身后，眼看就要卸货成功，怎么能在这时候把金大腿给得罪了呢？王爷等等我！阮宁跑得气喘吁吁，奈何秦云川身高腿长，大步子甩开，比他小短腿，倒腾得快多了。猫给你抓回来了，别吐了。你对猫的在乎都比人多，你这个女人没有心。不是猫重要，是因为送我猫的人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秦云川脸色一僵，他气哼哼地转过脸去，一副再也不相信你的样子。王爷，我知道我说了你也不会信，所以我宁可一直被你误解，也从来没有想过解释。可如今我怕我不说，就再也没有机会说了。阮宁不知是气氛烘托到这儿了，还是他的某些潜能被激活了，他竟然说着说着就落下泪来。其实我也不知道这孩子是谁的，王爷问了我多次，我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我是被人骗了，被人打晕了，还是怎么了？我完全不记得了。我也很害怕，我也曾想过偷偷把孩子剁掉，可是他太顽固了。第一次我是用药，结果吐得天昏地暗，胆汁都吐出来了。第二次用针，结果浑身的骨头就像断了一样紧缩，疼却没有效果。我能试的办法都试过了，也许这就是我的罪，我命里该遭此罪。遇上王爷这样的英雄儿郎，嫁给王爷这样顶天立地的男人，是我不配，所以上天要这样惩罚我，让我带着最最不真的证据，让王爷无法接受我，无法原谅我，我自己也无法原谅我自己。阮宁憋了2世的委屈、无助、茫然，以及对穿越前亲人的怀念，对现代生活的留恋，对一切的抒发和告别，似乎都饱含在这一刻的哭声当中了。秦云川手足无措地看着他，从她嫁过来到现在，他从来没见过她这么能哭。她被娘家人算计时，她能在最不利的地位绝地反
机。他会在自己暴怒之时狡黠的扯什么天降临耳，他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顶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勇敢的变卖嫁妆，他也会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用精湛的针术救他于危难，让他几乎忘记了他不过是个背井离乡，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嫁人，第一次离开所有亲人，一切都要靠自己谋划的小姑娘。他忘了他也会害怕，他也会无措，他也会想家，想念被母亲保护起来的日子。别哭了，别哭了。秦云川僵硬的伸手把他抱进了怀里。我错了，是我一开始就认定了你不忠，是我一开始就认定你有意隐瞒那个男人。我从来没想过，也不愿意去相信你才是那个受伤害的人，没有去相信你其实是无辜的。对不起宁儿，是本王再一次伤害了你。阮宁听到这儿，忽然抱着秦云川的脖子哭得更大声了。委屈突然被人理解的时候，那种畅快的感觉好像不把它哭出来就不足以抒发似的。王爷，你太好了，谢谢你。原本是阮宁哄着秦云川不生气，没想到后来竟成了秦云川道歉哄他不哭。若实在躲不掉，本王也认了。他的声音都在抖，但目光却很坚定。你已经为此受了那么多的苦，不要再说什么你不配了。我的宁儿值得好好被疼惜，好好珍爱，你值得一切最好的。秦云川盯着他的眼睛，粗糙的指腹轻轻抹去他脸上的泪痕。笑一笑，你笑起来最好看了。阮宁也真的破涕为笑，他被撩到了，他虔诚的眼神，认真的语气，都让阮宁怦然心动。还难受吗？不难受了。秦云川与他十指相扣，他步子慢了下来，配合着他的速度缓缓回到重瑶院。平日里他没几步就能走完的路程，今日愣是走了1刻钟，他反倒还觉得这条路修短，应该曲曲折折，再多修些景致。刚才吐了很难受吧？想吃点什么？喝奶茶怎么样？原本没什么食欲的阮宁忽然就馋了那一口甜。好，喝茶奶。秦云川吩咐下去，他温柔包容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心里沉甸甸的，却也多了许多温暖的底色。他说了不相信他，但刚刚他还是选择相信他所说的那些话，毕竟原话也已经去他的老家查过了，他没有任何交往过密的男子。也许是在来京的路上，他的家人没有保护好他，让他遭遇了如此劫难。曾经在雅间里他和秦昊的对话，他不也都听到了吗？秦云川闭上眼睛，长长吐出一口气，虽然心里很别扭，但他还是决定接受这一切，相信他。秦云川连忙睁开眼睛，只见他对着面前的奶茶脸色发白。怎么了？阮宁眉头微蹙，微微叹气。错了。什么错了？秦云川只觉得短短一个瞬间，他浑身的气场都变了。他不是刚刚那个会在他怀里痛哭流涕，展现出他所有软弱和委屈的小女孩。他似乎披上了一层无程的战甲，又变得坚韧强大，无坚不摧。秦云川目光落在他面前的那碗奶茶上，他眉头轻蹙，奶茶有问题。不等他开口，阮宁就把2碗奶茶放回托盘中。王爷稍坐，臣妾去处理点事情。阮宁，王爷放心，臣妾自己能处理好。阮宁冲他笑了笑，端着托盘离开正午。青管就在门口站着。青管，你来。阮宁换了他，一起来到茶水间。紫菱和另外2个小丫鬟在茶水间忙碌。阮宁把那2碗奶茶放在紫菱面前的茶案上，紫菱连忙起身行礼。王妃，可是奶茶不合口味。奶茶很好，我很喜欢。你们出去，青管、紫菱留下。小丫鬟连忙退了出去，屋子里的气氛有些不同寻常。阮宁垂眸，先平复自己的情绪，没想到毒奶茶又出现了，不是丁婉，那是紫菱还是青管？奶茶做得很好，你们服侍的也很好，所以这2碗奶茶赏给你们了。他观察着他们的反应，2个丫鬟都察觉到了异样，主子不会无缘无故的端着奶茶过来，特意赏赐给他们，一定是奶茶出了什么问题。青管迟疑不定，他呼吸急促，很是紧张。他看着面前的2碗奶茶，想伸手又缩了回去。那种对未知的恐惧让他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但紫菱则镇定得多。他看了看面前2碗奶茶，又看了看青管，他微微一笑，端起青管面前那碗，咕咚咕咚喝了下去。第一次吃奶茶，我就觉得味道古怪，不知道王妃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如今已经不是第一次尝了，可仍然觉得味道很怪，喜欢不起来。青管这才迟疑地端起另一只碗，浅尝了一口，他眼睛一亮，也咕咚咕咚喝完了。味道不错呀，牛肉好香，茶叶也好香。紫菱轻笑，眼底似有些冷傲和不屑。我听说你是官宦家女儿，因家里获罪才被卖为奴。我家人是被冤枉的。他声音凄厉，把青管吓了一跳。阮宁对青管道：你先出去。王妃，我没事，去吧。青管这才退了出去。为何要下毒害我？上次的奶茶也是你动了手脚。上次你
知道，我怎么忘了？王爷宠爱你，自己的专属陪郎中都叫来给你看病。新婚夜的毒也是你下的？这才是他最想问的，因为他感觉到了原主的气息。你真是命大呀，一次次的竟然都被你躲了过去。让轻鬼儿用药汤泼我，用洗脚水烫我，也是你的手笔？紫菱先是一愣，继而不屑的笑笑。你也没那么聪明嘛，看来你能躲过那么多次，不过是运气好。我只是想要你的命，烫你能要你的命吗？我何必打草惊蛇呢？阮宁微微点头，看来丁婉也不远。不过知道有这么多人偷偷的跟你作对，我还是挺开心的。阮宁微微皱眉，上次奶茶里的毒还不至于历时要命，怎么这次你又心急了呢？要你死呀！只要你死了，我的家人就不必再受流放之苦，他们就可以回去老家，哪怕种几亩薄田，生活清贫一点，也好过死在流放的路上啊！阮宁狐疑的歪了歪脑袋，你家人获罪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杀我？你我都是旁人手中的棋子，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只知道有人想让你死，杀了你可以救我的家人。我不知道你家人是否冤枉，即便他们是被人冤枉的，但你和那些冤枉你家的人有什么区别？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却要杀我，救你的家人。你的家人倘若是因我的命而逃过流放，他们真的能心安理得的活着吗？如果他们可以，那他们跟你这个凶手也没有什么区别，被流放也不冤。一个乡下来的村姑，凭什么顶了阮家大小姐的名头，就可以锦衣玉食，过着人上人的生活？而我明明是大家闺秀，却要做一个二等丫鬟，卑躬屈膝的去伺候你。我明白你的不甘，身份待遇的落差让你难以接受，心生愤懑，仇恨这个世界以及无辜的我，这都很正常。我杀你，你觉得这很正常？人在极端的情况下做出任何选择都很正常，不同的人在同样的极端情况下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也很正常。只不过人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有因必有果嘛。你读过书，你不是乡下村姑。我们乡下人也知道这个了，我竟还不如一个乡下人通透，真可笑。那你现在能告诉我是谁让你杀我吗？或许我还能给你不同的选择。你能给我？他点点头，恍惚明白过来。你能求王爷让裴郎中救我？裴郎中善解毒。阮宁没解释，他确实能救紫菱。不用了。紫菱却摇了摇头，她捂着肚子，似乎在承受着肠穿肚烂的苦楚。太累了，活着背负着仇恨、嫉妒，我活得太辛苦了。她疲惫的缓缓地合上眼睛。阮宁一把拽住她的衣领，你还没告诉我那个人是谁？是谁买通你杀我？我不知道，没骗你，我真的不知道。你生活在未知的恐惧之中，会不会也很辛苦？穷人乍富，却有随时被谋杀的危险，这也是你的极端情况吧？我很好奇，你在这极端情况下会有什么选择，会承受怎样的代价？可惜了，可惜我看不到了。紫菱说话间，大口大口的污血从她口中涌出。也许她早就想到了这次可能会失败，但她还是用了剧毒。她大概是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准备，所以喝下那碗有剧毒的奶茶时，她才会那么镇定。其实她早就喝下她的剧毒了。当她决定抱着仇恨、嫉妒、愤懑、自怨自艾的态度生活时，她就已经饮下生命的剧毒了。人手配的毒药尚且有药可医，心配的毒药才最难治。她自己若不愿意，便没有任何神医能医治她。阮宁拉开茶水间的房门，迎面看见秦云川就站在门口。他目光焦灼担忧，似乎若不是强忍，他早就冲进去了。看到阮宁平安出来，他一把将阮宁抱入怀中。你没事吧？我听见。秦云川的目光越过阮宁，看到茶水间的状况，紫菱脸上、衣襟上全是血污。他中毒时间不短，一眼便知里头经历了什么。他在奶茶里投毒害你，他死了就算了吗？毒害王妃，他一条命不够赔。来人，传本王之命，找到他的家人，本王要他全家。嘘，阮宁食指比在嘴唇上。算了，他家人已经在流放了，日子并不好过。他不过是旁人手里死不足惜的棋子。王爷知道谁能掌管他家人的命运吗？他说有人告诉他，只要杀了我，就能免了他家人的流放，让他家人回到老家好好过日子。谁能给这样的承诺呢？阮宁看着秦云川，他不了解官场上的事情，但想来秦云川应该不陌生，能掌管罪臣是否流放，那这人权力应该不小，就算用排除法也能圈定几个人了吧。只见秦云川脸色微变，不知他想到了什么，神色竟有些尴尬歉疚。阮宁心头一动，忽然猜测道，会不会他其实也有个高门大户的小青梅，因为某种原因两个人不能在一起，但小青梅独占欲很强，我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别想太多，我许久不在京都，这燕王府里的魑魅魍魉可真不少，是该好好整顿整顿了。他语气里仍带着浓浓的歉疚。阮宁点点头，看来他心里已经有了猜测，正好他也有更重要的事情待办。
辛苦王爷，我没事。重阳院的小丫鬟，我会多留心的。不喜欢的就发卖掉，买新的来。阮宁点点头，我不会委屈自己的。他让人处理了紫菱的尸首，便匆匆去了书房。阮宁也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让人打扰他。原主小姐姐，你出来吧，你的仇我给你报了。阮宁用意识呼唤道，他喊了好几遍都没有任何回应。阮宁狐疑，甚至都想要放弃的时候，终于听到一声轻轻的叹息。你来了，满意了吗？报仇这事儿你办的还算尽心。什么是还算？我非常尽心好吗？但你是为了你自己，你为了能剁掉孩子才如此尽心。怎么着？这女鬼想反悔啊？她当初可是答应了，等她的仇报了，她就去投胎了，不再纠缠我。现在她又变卦了。我没想变卦，我只是担心我走了，你答应为我娘证明，为我娘报仇的事儿不会再如此尽心尽力了。我能理解，不管我做多少保证，哪怕赌咒发誓，你也未必能放心。你把你自己的生命和躯壳都给了我，我也受恩于咱娘。如果连你这点夙愿都不能让你放心交托，对你也不公平。原主了好几声，十分赞同。阮宁心中明白，他如果想要获得这副躯壳的绝对完整的主权，他必须先摆平原主，让原主可以安心离开，不再纠缠。你觉得咱娘为阮家生养儿女，奉养双亲，一直到死都忠于阮家，但她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对待，为她抱屈抱不平。你想要阮斌这个渣男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对吗？当然这是必须的。我以为呢，让他付出代价有2种方式。第一种，让他承认阮宁是他的亲生女儿，她是一个抛妻弃女的负心汉。对，她就是个抛妻弃女的负心汉。知道了，然后呢，落得人人耻笑唾弃。我看未必，也有可能女人们笑话咱娘傻，男人们羡慕她运气好，事不关己，人人都可高高挂起。第二种呢，我会努力奋斗，好好生活，让自己活得光鲜亮丽。但我能力足够，就扳倒阮家，让他后悔曾经不认阮宁是亲生女儿，让这个渣男后悔曾经没有好好对待自己的妻女，让他追悔莫及。好，我喜欢第2种，你要好好奋斗，好好生活，把咱娘，把我，把你，把我们3个的精彩都活出来，让渣男悔不当初。现在可以告诉我这孩子的爹是谁了吧？我也可以剁掉他了吧？要不要剁掉这孩子？我劝你还是三思。虽然损我阴德，可能让我再投胎不能做人，但我真不是因为这个才劝你，其实也是为了你好。你在阳间也是要积德的，我会好好考虑的。我不是骗你，也不是有意隐藏什么记忆，而是我原先根本不知道自己怀孕，我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来的。阮宁听到这儿差点炸了，但原主接下来的话又叫他冷静下来。但最近慢慢想起来了一些事，我觉得离开前还是要告诉你，我似乎并不认识那个男人，但我记得他后腰上有一道刀疤，有1丈那么长。随着原主的描述，一些记忆也浮现在阮宁的脑海之中。漆黑的夜，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一个强壮有力的男人，于黑暗混沌之中，精壮的腰身，后腰上的疤，甚至连他的手指抚上那刀疤的触感，都浮现在阮宁的脑海之中。我只记得我好像是去采药，那是哪里？我为什么会在那里？我都不记得了。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我也丝毫都想不起来。真的，我没骗你，我就要走了。我想告诉你更多，想帮你更多，但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么多了，而且这些都是我最近才想起来的。对不起，阮宁，接下来的路要你自己走了，你一定要好好的、精彩的活下去啊！原主的声音渐渐远去，阮宁还沉浸在刚刚浮现在他脑海里的那些回忆之中。他想透过那回忆抓到更多的细节，他嘴里咕哝：大脑为了保护我们，会有一套应激策略。很显然，这件事情给你造成了应激性的创伤，大脑故意让你忘记这段记忆，以图保护你。最近你能想起来这些，也许是因为大脑觉得你安全了，或者是觉得我安全了。阮宁不知自己咕哝了多久，他忽然意识到没有人回应他，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很孤单。原主小姐姐，阮宁，你还在吗？你走了吗？再也不会回来了吗？四下寂寂无声，没有回应。良久，阮宁终于可以确定这副躯壳彻彻底底属于他一个人了。阮宁为了尽快收拾情绪，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个男人身上。线索太少了，只知道后腰上的刀疤。阮宁嘀咕道，虽然那个刀疤的手感长度现在完全可以清晰无误地出现在他脑海里，但这有什么用？他总不能遇见个男人就掀开人家的后腰，看看人家身上有没有刀疤吧。孩子，不是我狠心，实在是你不会投胎，我要是勉强把你生下来，不知道燕王看见你会不会别扭，反正我肯定会。阮宁抚摸着自己还平坦的小腹，忽然浑身一僵，他猛然瞪大眼睛。燕王！秦云川被滚烫的药泼伤，泡在冷水池子里，他给他剪去贴在身上的衣服，还有给他抹药时，好像看见他后腰上有刀疤，但彼时他还穿着裤子，他腰上的刀疤他见到的并不完整。这也太巧了吧，那个男人后腰上有
刀疤，他的后腰上也有刀疤。如果那个男人真的是燕王，阮宁摇了摇头，他宁可不是他。如果是他，那么当时他为什么会跟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姑娘发生那样的事？发生过之后，他又做了什么？他可曾找过那个小姑娘？他可曾想过要负责？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时那个小姑娘是自愿的，如果不是，那他的行为绝对不可原谅。阮宁越分析心越凉，他无论从情感上还是道德上都无法接受自己的丈夫竟然是一个强迫未成年少女的罪犯。怎么可能呢？他明明那么温柔体贴忍让，他怎么也无法把他和罪犯联系在一起。但也许他认为的犯罪行为在他的价值观里并不属于犯罪，毕竟他们之间可是隔着许多个世纪的鸿沟。打住！阮宁决定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结，他一个人在这儿纠结毫无意义。既然孩子不是凭他一个人有的，那么解决孩子的问题也需要2个人开诚布公。阮宁说干就干，他立刻叫丫鬟们准备晚膳，他还命人早的去书房请王爷晚上一定要过来崇瑶院一起用晚膳。秦云川从来没有被阮宁如此热情的邀请过，常嬷嬷过来强调一定要去主院同用晚膳时，秦云川甚至有点受宠若惊。他因紫菱下毒之事正在书房写信联络流放犯人途经之地的官员，叫他们替他好好招待紫菱的家人。虽然阮宁说不必牵连，但他想想还是生气。阮宁心软，索性就瞒着他好了。另外他也写信告诉宫中，他病得越来越厉害，过几日的宫宴他怕是无法参加。最后他还写信给边关将领，叫他们好好练兵。秦云川在做着绝地反击的准备。秦云川叫人分别送出那几封信之后，就急忙来到了崇瑶院。此时离晚膳的时间还早，阮宁看了眼漏壶，就这么跟一个嫌疑犯共处一室，那真是比杀了他还难受。他索性起身把猫放回猫窝，关门关窗。王爷你来。他在床榻上睡，秦云川有点懵，这又是哪一出啊？快来啊！秦云川无语，邀约是不是有点太明显太露骨了？他看了看天色，夕阳还未落山。你来不来？来，你等会儿别哭。他阔步上前，准备与他共赴巫山，却见他衣着整齐地躺在那儿一动不动。什么意思？逗我呢？他伸手就去解他腰带，阮宁一把捂上腰带。你先脱。秦云川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像是要办那个事儿，又像是官员要审案似的。难道他喜欢这个调调？好，我先。还真听话的，自己宽衣解带。正待要赤诚相见时，他忽然想起，你的身体不行吧？你别管。阮宁这次倒凶猛起来，他径直拉过他，他在上，他在下，他的手向他后腰摸去。不是这样。秦云川有点囧，娘的，他竟然被弄紧张了。他衣衫整齐，连外头的罩衫都没脱，这滚嘛的床单！别说话。阮宁闭上眼睛，他的手贴着他滚烫的皮肤，在他后腰上细细的摸索。是这个刀疤，那手感，那长度，摸上去的感觉竟然和记忆中的一模一样。是他。一个清脆的耳光甩在秦云川的脸上。渣男！秦云川猛地睁开眼睛，愤怒让他一把掐住阮宁的脖子，但看着他那同样愤怒的小脸，他手上并未用力。你在玩什么把戏？本王虽对你纵容，但忍耐总是有限。别说这些可笑的话了，那个让我未婚先孕蒙受不白之冤的渣男就是你，你这个禽兽混蛋无耻的玩意儿！阮宁，你冷静点，是不是做噩梦了？你少跟我扯那些。我才想起来，那天晚上很黑，下着大雨，你把我按在冰冷的地上，我看不清你的脸，但我知道你后腰上有个刀疤，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刚才摸你的刀疤，跟那天夜里的一模一样，就是你。哪天晚上，在哪里的地上？我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周围有什么人？我们是怎么遇见的？又是怎么分开的？阮宁，本王可以对天发誓，如果我做了那种事，我绝对不会放你离开。阮宁被他一连串的质问也搞懵了。是啊，以他的身份性情，没道理会把自己的种留在外头，即便是个乡野村姑，他也可以带回府里来做个通房小妾什么的。难道是原主又搞错了？不对，那个刀疤的手感分明就是他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我脑子有点乱。别着急，想不起来也别勉强自己，我会在这里一直陪着你。你别碰我！我倒宁可那个人是我。不，我不希望那个人是你。如果我完全想起来那个人真的是你，我就是死也要打掉孩子和你和离。如果将来有一天我有那个能力，我一定会为自己报仇。秦云川心中一震，错愕不已地看着他。我不能接受，更不能原谅这种事，绝对不能。秦云川懵了好一阵子，才明白他的意思。不可能，我没有做过这种事，我不会伤害你，我不会对任何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姑娘做这种事。你想起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明知是他埋在内心深处的伤，此时也要和他一起揭开来看看。秦云川的几个问题都很关键。那天晚上哪里的地上，他们是怎么遇见的，又是怎么分开的？阮宁觉得原主拍拍屁股走得太干脆了，这些事他都
都没想起来，他就走了。阮宁一边想，一边把目光落在了秦云川身上。想起什么了？阮宁摇摇头，可惜了这么帅一张脸。对了，秦昊不是他不知道。你忘了上次他约你在茶馆见面，他问你是不是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可疑的事情吗？不然他为什么这么晚？根据月份来算，事情应该就发生在你离开云梦来京的路上。对，没错，我当时也怀疑来着。可是后来又经历了那么多事儿，他就把那天的怀疑给忘记了。难为王爷还记得这么清。此事一定要查清，还本王清白。看他一脸苦大仇深的样子，阮宁暗自好笑。原本事关他的清白，现在变成了他的清白。那我得再约梁世子见一面。约见。王爷安排时间地点吧。安排好了，我叫常嬷嬷想办法约他。秦云川憋着一口气，安排了比上次秦昊约他时更大更豪华的茶馆。他大手一挥，包下茶馆一整天。安排好了以后，他才回过味儿来。怎么有种他自己出钱出力给自己戴绿帽子的感觉？带着这种气死人的感觉，他把时间和茶馆的位置告诉了阮宁。常嬷嬷这日果然就在离阮家不远的坊外遇见他。常嬷嬷忙上前给世子请安，老奴是阮大小姐的陪嫁嬷嬷。他怎么了？还好吗？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世子爷方便进一步说话了。他和常嬷嬷走到路边的大槐树后头。王爷最近脾气越发差了，脸色也越来越难看。王妃日子不好过，想跟世子见个面。王妃说世子上回在茶馆里说过的话，给他许多安慰，他却没给您答复。若是这次能见面，他必当面答复你。秦昊连连点头，暗自嘀咕：宫里还让查，他快要咽气的消息是真是假？如此看来，倒是真的。世子愿意见吗？生病的人难免脾气不好，辛苦他了。时间地点后日4时末一品居天字1号见。世子爷到时候一定要来了。常嬷嬷扶了扶身，立刻退走。隔日的一大早，秦云川和阮宁一同离开燕王府茶馆内。秦昊狐疑地跟着常嬷嬷上了2楼，进了雅间。宁宁，常嬷嬷说您是换了地方，我还以为我诓你。不是，不过你即便诓我也愿意。隔壁雅间一声脆响，秦云川手里的紫砂茶碗被他不慎捏碎。他耳朵微动，又听见阮宁的声音：一品居我定金都付好了，谁知掌柜临时又说茶馆被别人包下了，他把我的定金退给我，转包给了别人。这什么事儿？不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吗？欺负你是个女子呗。不过你放心，以后有我关照你，没人敢欺负你。第2只紫砂茶碗功成身碎，秦云川深吸一口气，他觉得自己练的不是内功，是忍功。听着别的男人在隔壁跟他媳妇儿调情，他想杀人，想毁天灭地，但偏偏还得忍着。燕王说怕是没几天好活了，你如何为自己打算呀？秦昊温情脉脉道。秦云川捏碎第3只茶碗，造孽呀！他为什么要想不开，答应让他们见面？阮宁挥挥手，叫常嬷嬷退了出去。今日请世子来，当然也要谈这个事儿，但在此之前，我想问你。他抚着自己的小腹，欲言又止。秦昊皱了皱眉，目光顺着他的动作落在他的小腹之上。你没把那孩子处理掉，燕王叔知道吗？你怎么想的？把这孩子按到他头上。阮宁砰地拍了下桌子。秦昊不知道，他可是很清楚，秦云川就在隔壁听着呢。什么叫他把这孩子安他头上？照原主的话，这就是他的孩子。叫秦昊这么一说，事情全变味儿。阮宁强压愤怒，盯着秦昊：你知道这孩子是什么时候有的？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们一起来的京都，算起来，我有孕的时候已经快到京都，那时我们同行。你想把孩子安在我头上？我可没碰过你啊！我拉你手你都不让，你这么按在我头上不合适吧？阮宁深吸一口气，闭了闭眼睛。他以前也没觉得秦昊这么笨，今儿却笨得让人想抽他。咱们一路同行，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必然得有时机吧？我自己记不清了，你是否记得哪一天、什么时候、在哪里，我曾经离开过大家的视线，让这种事情有发生的机会？发生这种事情，你忘了？你的意思是你也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你都有孕了，你怎么可能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呢？一天晚上哪天？就是快进京都那1、2日，大家在驿馆住下，说休整1天。你跑出去玩很久，天黑了你都没回来。后来下起了大雨，也不见你回来。你祖母不放心，硬要出去找你，一直到后半夜才把你找回来。你摔了一身的泥，身心还恍恍惚惚的。后来发了高热，你祖母非要说是因毒蛇引起的，分明就是因为你贪玩淋了雨。阮宁仔细分辨秦昊这段话，他这话必定是半真半假，因为里头有十分违和的东西。贪玩？我一个人跑出去玩？世子做人得凭良心吧，我是出去玩吗？我难道不是去给你采药吗？难道不是你说腿又疼了，蛇咬伤的地方奇痒难忍，我才一个人溜去山上给你采药的吗？这是阮宁猜的，结合原主后来浮现的记忆里有采药的片段，他加以推测。果然秦昊的脸上有些讪讪。隔壁雅间茶桌上6只茶碗已经碎完了，原话也已经退到了门口。
再无处可退。他想开门出去，但王爷冷森森一道目光就把他盯在了原地，不准出去。是，要不卑职再去拿一道茶去？秦云川立时摆了摆手，凝神倾听。隔壁传来最为关键的话音：虽然你说是去给我采药，但你回来并没有带什么草药，而且你一个姑娘家那么晚不回来，回来是衣衫不整，身上全是你。你还记得那是几日吗？我们住的是哪家驿馆？周围是什么山？9月初几，我记不清了。我们住在泾阳道上的官驿里，周围好几座山呢。我不知道你爬的是哪座。哎，你现在问这些做什么？你今日约我来，难道不是商量在燕王撒手人寰之后，我们的日子该如何吗？隔壁房间最后一只茶壶也未能幸免于难。这次动静太大，连阮宁这边房间里都听见了。阮宁他狠狠甩了秦昊一个耳光。秦昊顾不得侧耳听隔壁间的动静，他捂着脸，几乎被打懵了。阮宁，你什么意思啊？你根本就不喜欢我，说什么喜欢我都是骗我的。阮宁气冲冲地摔了茶碗，扔下秦昊，破步离去。秦昊捂着脸，他有点懵，难道不是撩燕王的女人，满足他心里那点不可说的情愫？他摸了摸自己被打疼的脸，琢磨了一会儿，他忽而咧嘴笑起来。他是不一样了，以前哪敢这么对我，借他是个胆子也不敢。看来在燕王府的熏陶下，他是变了，就是一点不变，还不配称之为燕王妃。没有点野性，称呼起来还有什么趣味？秦昊越想越满意，就连脸上的疼他都不计较，反倒乐滋滋的。阮宁在马车上坐下不久，秦云川黑着脸上来。问清楚了，差不多对上了。9月初，月份正好，泾阳道官驿周围几座山。王爷在9月初离开过京都吗？途经过那一带吗？8月我回到京都，已经身负重伤。王爷，你在顾左右而言他。9月初你离开过京城吗？9月初4，我的确出了一趟京都，但我次日就回来了。我这身体离开不了太久。初4夜里你在哪里？秦云川皱着眉，阮宁的语气和神态让他有种犯人被审问的感觉，他很不喜欢，但他还是沉声说：初4夜里，我曾追击一伙刺客，结果途中毒发，我就立时往回赶。次日一早就入了京都。那天夜里有谁和王爷在一起？阮宁盯着他的眼睛，秦云川脸色愈发黑沉。阮宁，本王不是你的犯人，我没有做过。若是他猛地别过脸去，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倘若他就是那个男人，他又怎么可能因为他有孕的事儿生那么大的气，甚至直接气到毒发？他又怎么可能一再的想打掉他肚子里的孩子？去问祖母吧。秦昊不是说最后是祖母把我找回来的吗？秦云川转回目光，一起问，本王也要在场。不是他做的事儿，他不接受无端指控。他可以容得下那个孩子，即便不是他的，但他不能接受他把他当成那样的男人。去忠义侯府，我不方便露面。阮宁挑了挑眉，刚刚还一脸正气地说一起问呢。子陵下毒害你，我估摸是宫里的手笔，他们最善诱当诱吏那一套，一边给我赐婚，一边又怕你真的为我留后，所以连你也容不下。我让人在京都传言，说我危在旦夕，如今露面，只怕他们又起杀心，再把手伸向你。秦云川说完，阮宁愣了愣，他不能露面，竟还是为他的安危考虑。那你又要一起见祖母，如何见？自打到了京城，你还没带祖母去庙里上过香吧？京城的大相国寺香火很好，僧人修为也高。你的意思是把祖母约出来？你不是不便在人前露面吗？祖母又不会说出去，至于其他的，我来安排。阮宁点了点头，明白了。登阮家的门去见祖母，他不好掌控全局，但把祖母约出来见面则不一样，他完全能够控制场面，不叫人知道。他回到燕王府上，立刻就让人去给祖母送信，约他明日一起去大相国寺上香。阮老夫人的马车终于到了大相国寺，常嬷嬷在相国寺外头恭候着，大小姐就在里头等着您。常嬷嬷搀着老夫人进了院子，老夫人进了禅房，禅房里安静，有淡淡檀香混着清新的茶香。宁宁，几日不见，祖母可真想你呀！燕王也来了。阮宁点点头，祖母，有件事情我想当面问你，您一定要据实告诉我。你问。我们来京的路上，9月初有一天，我独自溜了出去，可能是为了给梁王世子采药，但不知是因为迷路还是别的原因，天黑了我还未归，后来下了大雨，还是祖母把我找回来的。这件事您还记得吗？我也当秦昊是个好孩子，谁知道他竟是看不上咱们，看不上早说呀，咱们又没巴结他，也是祖母糊涂，以为他祖母想结亲的意思是真的，谁知道他是怕别人说他们亏欠了救命之恩，为了自己脸上好看些。不是啊，祖母，我问的不是这事儿，是那天晚上祖母是在哪里找到我的，我当时情况怎么样，你还看见了谁？雨大呀，真的很大，一路上下了好几次大雨呢，也是咱们幸运。你忘了，咱们刚经过云崖山，那里就发了山洪，王岛乌塔路都冲毁了。就整个鸡同鸭讲，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呀。
祖母。阮宁哭笑不得，秦云川却忽然起身。祖母宁宁，你们先聊，我去净手。等秦云川的脚步声走远，你出事了，真的有孕了。阮宁怔了怔，迟缓的点点头。祖母果然是知道。哎，都是祖母没用，没有保护好你。该死的梁世子，他就是故意装病骗你，害你出事。过去了，不提了。祖母能不能告诉我，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你问这事儿，为何会跟燕王在一起？他知道了，你害喜了，叫他发现了，这日子一算就是不对。你别怕，他若是容不下你，祖母带你走，这老十字的忠义侯老夫人我也不做了，我带你回老家，咱们在老家照样能养活自己，还不用看别人的脸色。祖母，我捅了这么大的篓子，你不说我两句吗？你这傻孩子说什么傻话呢？怎么是你捅了篓子呢？是祖母没照顾好你，你可千万别怪自己，不是你的错，你别钻牛角尖呐。我想得开的，燕王爷没有容不下我，我跟他说了，不记得是怎么回事了，他也想弄清楚真相，这事儿总不能不明不白的吧？所以祖母把知道的都告诉我好吗？你是个命苦的孩子，从小你就没朋友，最怕人家说你是没爹的野孩子，也不跟人说话，路上遇见世子是你的结束啊！他对你笑笑，你就以为他对你好，他夸你两句，你就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他。咱能跳过这些黑历史，直接讲重点吗？那日你瞒着我偷偷上山采药，特别大，我去找你，人家跟我说山上有个废弃的城隍庙，我就往山上爬，爬到半路遇见你，你身上还带着血，我就知道坏了，坏事了。我问你，你也不说话，失魂落魄的跟丢了魂似的。半路遇见我，您没到城隍庙去，您没看见那个人是谁啊？没有，黑天雨大，你能活着回来就成。我看你的样子太吓人了，我怎么能丢下你再爬到山上去看？阮宁深吸一口气，缓缓点头。也是，祖母这腿脚等他爬上山，人早跑了。只是他没想到，原主竟然是自己下山的。你的眼神空洞洞，可吓人了。我就怕你想不开，可是后来你就像忘了这事儿似的，一次也没提过。就连你对秦昊也还是原来那见了他就害羞的态度，我才慢慢的放下心来。阮宁心里清楚，原主不是好像忘了，是他真的不记得了，是他的大脑为了保护他，把那一段记忆封存。是9月初几，哪座山上的城隍庙？初五，9月初5的晚上，就在金阳道旁边的山，叫仙台山，听当地人这么叫的。初五，秦云川说他初4离京，初5一大早就回到了京城了。是祖母记错了，还是秦云川撒谎了，还是真的不是他？问清楚了，你怎么想的？你都听见了。祖母，阮宁已经嫁给本王了，她生是本王的人，死是本王的鬼，谁都别想把她从本王身边带走。她若是敢跑，抓回来腿打断，再好好养着，反正本王养得起。阮老夫人尴尬又骇然地看着他，沉默半晌，阮宁皱着眉头沉思良久。也许真的是记错了。祖母，是9月初5晚上，你确定没有记错吧？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可能记错？王爷9月初4离京，因毒发，初5早上回府，也可以确定吧？府上亲信以及陪郎中可以作证。既然如此，那便不是王爷，先前误会之处，还请王爷大人大量。别说那没用的，你打算怎么办？什么怎么办？这不是很明显吗？既然不是王爷的，那就堕胎啊！傻孩子，你都不会自己考虑考虑吗？我这就是为自己考虑啊！你还小，你不知道堕胎的风险有多大吗？你这么年轻的身子，万一弄坏了，这辈子都不能有孩子了，那可怎么办呢？啊，不会的。怎么不会？这孩子投生到你肚子里，就是他想来到这世上，他会紧紧的在你腹中求生，你硬要把他从你腹中除去，岂能不连累你自己？生下来吧，我认他。阮宁愕然地看着这两个人，简直难以理解他们的疯狂。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一个劝他生，一个说他认。你不是说过吗？这是你的孩子，这一点总不会弄错的。你说的对，也许这就是天降灵儿，是上天赐的，他小名就叫天赐，好不好？哎呀，这名字太大了，小孩子要取个贱名才好养活。那祖母给取个小名？我老婆子哪里会取名啊？叫小石头，好不好？阮宁无语，就离谱。他说要生了吗？他们连名字都取上了，看俩人讨论的热火朝天的。阮宁豁然起身，阔步往外走。哎呀，宁宁！祖母别担心，我去劝劝他。快步追了出去。
天云川一直追到马车上，说了带祖母上香，你就这么走了，不妥吧？留下2个嬷嬷照顾祖母，别叫阮家人欺负了她，让她在这住几日，吃几天斋饭。她在这儿住着，比在阮家心宽。照王妃的意思办。马车缓缓动起来。你别怕，回去我就找最好的接生婆，住进崇瑶院，将会伺候的仆妇日夜守镇。阮宁微微一愣，她难道以为她不愿意生，是因为怕生孩子？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除了我们3个，还有秦昊也知道这不是你的孩子，他会嘲笑你，说你头上绿绿的，说你替别人养孩子。秦云川垂了垂眼睛，他再抬眸时，目光无比坚定。本王怕他嘲笑，他在本王面前也就能指望着这点事儿找到点自尊，寻求点安慰了。本王自己认，说这是本王的孩子，谁敢说不是？多余长个舌头的人割了就是。用这么温柔的语气说如此血腥的话，秦云川，真有你的。阮宁的猜测是有道理的，自打秦昊知道了连阮宁自己都不知道孩子他爹是谁，他就心神不宁的，一时间冒出许多想法。有时候他琢磨着或许可以劝他把孩子生下来，燕王不是战功卓著名声显赫吗？可他却喜当爹，这恐怕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污点了吧。若是等他死了以后爆出这消息来，他的一世英名也将变成一个笑话了吧。秦昊只是想想这些便觉得暗爽，宫里的伤药不错，锦瑟脸上的伤敷了薄粉就看不出疤痕。他喝了点酒之后总是盯着锦瑟，微微出神。对，就是这样，脸红红的，眼神羞怯不安。秦昊立刻将他搂进怀里，锦瑟竟然不像平时那么温柔顺从，他反而用力的推他。宁宁，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宁宁。世子，奴家有孕了。秦昊忽然一个机灵，愣在那里。你说什么？奴家有孕了。不是一直喝着避子汤吗？郎中说避子汤也并非是万全的，还是有一定的几率。多了吧，我马上要大婚了，大婚之前怎么能让外头的人生下孩子？就是庶子庶女都不行。锦瑟张着嘴发不出声音，他没想到秦昊会如此果决无情。是，叫郎中来，另外叫个有经验的嬷嬷来。秦昊吩咐随从，锦瑟身子冷得发颤，一切都跟他想的不一样。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他以为他会高兴的，他以为借着这个孩子他可以登堂入室，不必躲在玉带桥别院，没想到他平日的柔情蜜意全都是装的。对了，你们女人家有了身孕，是不是都会对这个孩子有感情，会想要生下的？是啊，世子，这是奴家身上的一块肉，可是世子的骨血，奴家当然想。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孩子的爹是谁，还会想要生下他吗？锦瑟微微一怔，继而他脸色大变，他扑通跪下。世子，奴家对您绝对忠诚，奴家只有您一个男人呢。奴家自打伺候了您之后，再没有见过任何的男人。我不是说你，我是说如果，假如就是假设的意思，你明白吗？锦瑟茫然地看着他假设，为什么要假设？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的呀，怎么可能有女人不知道孩子的爹是谁呢？只有楼里画法上接客多的姐姐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说呀，不一定吧，如果有能力养，或许想要生下来，但不可能的，管事妈妈不会同意的，一定会打掉的。我说他怎么那么生气，原来他想生下来。锦瑟很快没了心思想别人的事儿，因为秦昊安排的郎中和嬷嬷已经就位，郎中开了药劲儿很大的堕胎药，而他以为是来照顾他伺候他小月子的嬷嬷，竟是盯着他，好确定这胎确实落了。一股股的血从体内涌出，小腹紧巴巴的揪在一起，疼得他哭爹喊娘，叫嬷嬷盯紧了，不能有纰漏。姑娘别嚎了，省点力气吧，你根本没摆清楚自己的位置呀，一个外室，不对，世子都没给你赎身，只是包下你住在这里，你怎么就敢怀孕的？正妻都还没有过门，你就妄想把孩子生下来，这不是痴心妄想是什么？思来想去，锦瑟把他所有的不幸，他承受的所有苦难都归咎于一个人，他恨他。虽然那个人现在还高不可攀，但他日若有机会，他一定把自己今日所受的屈辱与痛苦都还给那个人。阮宁回到燕王府之后，立刻有了新的计划。他之前为了应付原主的要求，一直在内院里打转，如今原主把这副躯壳完全给了他，他终于可以放手大干一场。哼，坐在家里做个金丝雀，伸手问男人要钱。阮宁轻嗤一声，这种日子太没有安全感，太没有成就感。之前2次失败，那是因为原主捣乱，凭我的医术还怕伤了身子，终身不孕，开什么玩笑？阮宁决定留掉孩子和搞钱，两手都抓，两手都要硬。
他次日就带着常嬷嬷出了燕王府，去市场采购。这次他主要是要买制香的用剂以及香品的原材料。为了让香品有治病的药性，一些上好的药材也是不可少的。阮宁顺便就买了麝香、红花、桃仁、益母草等药材。等他置办好了这些，便去找了上次送他和常嬷嬷回京的那位沈家管事。沈岩为了他联系自己方便，已经交代过他在京都好几家大铺子的掌柜，说一旦燕王妃有事，要第一时间通知他。是以阮宁逛香品铺子买制香器具时，沈家那位送过他的大管事已经得了信儿，并且在阮宁找来以前就准备好了全套的制香器具。阮宁找来时，他立刻叫人呈上器具。原本正琢磨如何给燕王妃送去呢，没想到您来了，这真是太好了。竟如此齐全，倒比我想的还周到。管事的真是太用心了。你家东家在京城吗？我想见他一面。在，东家昨儿才回来，这不是缘分吗？您何时得空，东家肯定看您的方便。您上次给的香太好用了，东家都舍不得用，谁想到被家里的长辈发现了，家里长辈也识货，躲去了大半，可把我东家心疼坏了，真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开口呢。阮宁微微一笑，这不巧了吗？他找沈岩想谈的就是这香的事儿。那正好，后日吧，等我做好了香再见他。阮宁回到燕王府，他把制香和堕胎所用的药都配齐了。先把香做好吧，先赚钱，然后再慢慢调理身体，做个小月子。阮宁计划好，便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许人打扰，专注做香。他这次做了2种香，一种是上次给沈岩的那种，对各种头痛症有极好的效果；还有一种便是专门为秦云川定制的，对为他肃清余毒大有裨益。阮宁忙活了2天，除了制香，就是陪着爆米花玩一会儿，连秦云川都被他无视了。秦云川的狗脾气几乎要发作时，阮宁把为他制作的香装在木盒子里送给他了。你这2天就在忙活这个东西？秦云川看着他送来的香品，一副浑不在意的样子。专门给我做的？当然了，不同的香适合不同的体质，王爷的身体已然好了许多，此香能让王爷心神安宁，于身体恢复和练功都大有裨益。对我最有裨益的是你。阮宁没听清。好，点上吧。这香有药性，也不要贪多，1天1根足矣。好，谨遵夫人之命。哄好了秦云川，阮宁就带了另一种香去附和沈岩之约。为了避嫌，他不仅带了常嬷嬷，这次还带了清管。阮宁约见沈岩的这茶馆离凤翔楼不远。阮宁来的时候，沈岩已经到了。我没来晚吧？没有，是沈某来早了。听说王妃要亲自制香，沈某早就迫不及待了。阮宁叫常嬷嬷拿出她所制线香时，门口恰有人经过，那人往屋里瞟了一眼，不由脚步一顿。一定是他，我不会认错的。不是嫁给了燕王吗？世子说她是燕王妃啊，可他对面坐的那人不是沈岩吗？锦瑟在另一雅间内坐下，小丫鬟连忙拿出他们刚在凤翔楼买的各种金首饰。小姐快看看，你眼光真好，这些首饰太好看了。这是他自己做的，上苍连续，这么快就把机会送到我面前。你帮我去办2件事，要快。你先去找画坊的管事妈妈，问她要一样东西。另外，这茶楼里的小伙计是我的同乡，你回来的时候把他领上来。小姐，你快去！丫鬟忙不迭地离开。有位相熟的管事妈妈就在这附近住。丫鬟很快回来，又领来了锦瑟同乡的小伙计。锦瑟挥挥手，叫丫鬟退到门外。他站在门外暗叹：小姐变了，她不再是当初刚到画坊那个胆小怯懦却单纯善良的乡下小姑娘了。京都的繁华，外室的尴尬地位，对他人的记恨，已经让昔日的小姐面目全非了。丫鬟在外头等了1刻钟，吱呀一声门响，小伙计红着脸从里头退了出来。丫鬟还注意到他刚刚问妈妈要来的香被小伙计藏在袖子里。丫鬟眉头一拧，连忙进了雅间。小姐，这香不是跟世子用的吗？不该你问的，别问。那伙计离开锦瑟的雅间之后，没多大会儿就端着茶馆里最精致奢华的大托盘，来到阮宁和沈岩所在的雅间门口。里头的小厮开了门，小伙计笑道：嘿，得知是沈爷来了，掌柜的特地叫送上来的，这是茶楼新入的香品，您最懂这个，掌柜的请您给品品。小伙计放下一壶新茶以及一只精致的龟鹤延年铜香炉，里头插着一根已经点燃的线香，白烟袅袅，线香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花香。你家掌柜有心了。小伙计眼神闪了闪，他退出去之后立刻去了锦瑟的雅间。已经办妥。锦瑟点点头，转过脸对丫鬟吩咐：你去寻世子来，就说我肚子疼得厉害。世子他若是不肯来，你就告诉他，我遇见了燕王妃与一个男人在一起，却不是上次那个满脸鬼纹的男人。看来他不来，若是这样他还不来，那就罢了。丫鬟应声退去，锦瑟抬手落在自己的小腹上，他似乎又回到了那天晚上，他腹中犹如刀绞，世子却弃他而去。他喜欢你，把你放在心里，拿我做你的替代品，都是从乡野来的，你又哪里比我高贵了？我所承受的苦，我所受的屈辱，你也该都尝尝。
沈岩和阮宁的雅间里，随着那香的燃烧，一股甜甜的花香散溢开来。真巧，咱们要说的可不就是香品吗？青果把香灭了，跟王妃亲手所制的香自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在普通的香品中，这香算是不错的了。哼，沈公子真是小看这香了，这可不是普通的香。青管果断地灭了那线香。这香有何特殊之处啊？这是烈性的欢情香，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庄生梦蝶，不知这里怎么命名，总之药效差不多。把掌柜的还有刚才那小二给爷叫上来，请王妃相信，沈某对王妃只有钦佩和赞赏，绝对没有僭越轻浮之意。我相信沈公子，不用叫他们上来当面对质了。王妃的意思是，送香只是第一步，对方不知道我们会识破这伎俩，那么必然还有第二步，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我们自然能知道这人的目的是什么。这岂不比把掌柜的跟店小二叫上来对质要省时省力？他的敏锐、镇定以及淡然从容都令人惊艳。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真不像是他口中能够说出来的话。他怎么可能是乡野的小土妞呢？就他这份镇定自若、宠辱不惊的气度，恐怕京都的大家闺秀里能与之相比的人也不多吧。就按照王妃说的办，以静制动。他有些庆幸秦昊不识人，他这般钟灵毓秀的人落在秦昊手里才是暴殄天物。同时他也遗憾他已经是燕王妃，燕王那家伙可不太好惹。这香你还满意吗？香极好，但王妃定用如此简朴的盒子装，实在是浪费这好香。这次一共做了50支，听闻沈公子家里的长辈也喜欢，想来这50支您可尽要。当然，100支也不愁啊！这香的效果太好了，我家头痛失眠，这是遗传，我爷爷叔伯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头痛。前些日子我回家，被他们发现了这好东西啊，当即就给我瓜分完了，可是把我心疼坏了呢。这香制作工艺复杂，各种药配比要求很高。他欲言又止，沈岩这人精立马接话道：当然，若是简单，何至于对我的头疾如此有效？何至于我家的长辈都抢着要呢？王妃花了大心血了，这谈钱虽然俗，但是还请王妃给沈某一个拿得心安的机会。上次白得了您的香，沈某心里过意不去好久。这次无论如何，您得让沈某安心呢。这话说得漂亮，阮宁本就是要卖这香的，可沈岩却说成给他个安心的机会，让谈钱这种俗事儿也多了许多的人情味儿。100两，您给沈某的面子太大了，500两，请您务必收下。沈岩拿出500两的银票交给清管，阮宁正要拒绝，沈某还有个不情之请，就是这香，王妃可否只给沈某一人呢？阮宁挑了挑眉，沈岩赶紧解释当然，您做好了送至亲，这是无妨的，但是关系不是那么亲近的。我明白，我也正有此意，希望沈公子不要让旁人知道这香是我做的。常嬷嬷、清果都是我的亲信，我若要送旁人，便说是从沈公子那里得来的。沈岩惊喜于他的聪慧，一点记明，更惊喜于他的豁达与通情达理。他连忙起身道谢，买卖已成，双方以茶代酒，举杯正饮时，哐当一声巨响，雅间的门被人一脚踹开。两人侧脸朝门口看去，秦昊望着雅间里头，阮宁跟沈岩彬彬有礼地坐在茶桌两端，两人身边各自立个侍从，分明是在谈事情，并无半分不妥之处。世子想来是来找沈公子的，你们聊吧，我先走了。王妃放心，今日这事儿啊，沈某必定问清楚，给王妃一个交代。沈公子留步。阮宁神色淡然从容地从秦昊身边走过，他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你和他怎么？世子先别问，该是我先问，你这打上门来，所谓何故啊？秦昊脸色僵了僵，沈岩讽刺地笑笑。或者我换一种问法，是谁把你骗来的？居心何在呀？骗了？世子还没明白呢，你被人当枪使了。那不可能，他不敢。不信，那我从头说。欢情香用过吗？秦昊面色一正，沈岩命人把那香点着，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秦昊一下子就嗅出来了。还真是，有人送了这香来，说是掌柜的送来的。我们现在就把掌柜的叫来问问吧。不用了，我明白了。秦昊脸色有些白，他既尴尬又愤怒。尴尬的是，他刚才那么丢脸，被阮宁和沈岩看到了他狼狈的一面；愤怒的是，他以为完全受他掌控的小绵羊，竟然会算计他，利用他，让他出丑。是我对他太好了。看来你已经知道是谁了。上了马车的阮宁也是生生一愣，你怎么在车里？马车嘚嘚地跑了起来，车厢里的空气能冻死人。阮宁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他的马车就在茶楼外头停了这么一会儿，再爬上车，车里竟然多出个秦云川来。王爷现在又能出府了，不怕人知道了？没人知道。那香好用吗？
好用。秦云川皱起眉头，他本来就是因为那香才去找他的。他去了重瑶院才知道他不在府上，他叫人一查，竟发现他在外头跟别的男人见面。他当即伪装来到阮宁所在的茶楼外头，跟车夫交代一声，便上了他的车，叫原话去定。发现他把亲手做的那么宝贝的香给卖了，才卖了500两，那是无价之宝。沈岩这个混蛋竟敢骗他媳妇儿，500两便宜他了。你为何会跟他们2个在一起？我跟沈岩谈生意，我不想骗王爷，当然也骗不过王爷，夫妻之间应该以诚相待，所以我就实话实说了。你为何要和他做生意？你缺钱花，王府的钟馗可以全部交给你，内院的库房也都交在你手里，你要花用尽可随意支取。多谢王爷。那我可以拿王爷的钱做生意吗？本王的库房够你花，够你随便花，燕王府不缺钱。你富可敌国吗？若是不怕砍头，也可以这么说。那我可以拿这些钱做大生意。秦云川无语，他们俩怎么好像在鸡同鸭讲？本王的意思是，钱都给你，你不用做生意，不要再跟外男见面，特别是沈岩、秦昊之流。我明白了，王爷以为我做生意是缺钱啊？不是吗？当然不是啊，虽然我现在钱不多，但我做生意不单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让自己有自力更生的能力。本王还活着呢，你要什么自力更生？不是现在要自力更生，而是我得知道，并且向自己证明我有这个能力。秦云川凝眸盯着他，真不懂他的小脑袋瓜里都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现在已经知道了，证明了，以后就不用再做什么生意了，更不用跟他们见面。你这是在干涉我的自由。你都已经成婚了，还要什么自由？3年一个代沟，我们中间隔着一条银河系。你说什么？没什么，王爷说的，我不同意。你嫌本王老？阮宁哼了一声，算是默认。出嫁从夫，别来这套。我本来不想跟你讲什么救命之恩，但你要干涉我的人权，我的自由，那我也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我的正当权利。秦云川，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不能这么不公平的对我。秦云川深吸一口气，多少年没有人敢提名道姓的这么喊他了。上一个这么干的人已经死在他的刀下了，可眼前这个小丫头片子，他不但喊了，他还瞪眼看着他。怎么不公平了？你别跟我提什么3从4德、夫为妻纲那一套，我乡下来的，不懂那个。我可以保证，在婚姻关系内绝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谈生意就是谈生意，我会跟所有的同性异性保持恰当的距离。我们对恰当的理解不同。那你能保证不见除了我以外的任何女性吗？秦云川愣了愣，他显然没想到他竟敢这么要求自己。夫妻是举案齐眉，是平等关系，你不能双标吧？如果你要这么要求我，肯定你自己要先做到啊。本王当然了。哼，王爷不实诚，将来你若出去应酬、喝酒、吃饭，酒桌上若有陪酒的女子呢，你能保证不见？本王当然。话未说完，马车到了府中2门处，忽然停下。袁亨在马车外急声道：“王爷，宫里来人了。”什么人？太后娘娘的人，说是太后娘娘要召见王爷，就是要把王爷抬进宫里去。秦云川皱起眉头，他沉思片刻，转过头来时，你这是什么表情？太后娘娘不是女人吗？你别不讲道理。王爷先犯规，所以约定解除。阮宁说完，蹦蹦跳跳下了马车。秦云川脸色一沉，冲袁亨道：“叫裴郎中来。”他要进宫，如此健健康康、活蹦乱跳的可不行。玉带桥别院，秦昊气冲冲地下了马车，锦瑟胆战心惊地跟在他后头，整整一路，世子一句话都没跟他说。锦瑟，你真有本事，真给我长脸啊！锦瑟心头一抖，可怜巴巴地看着他，悬然欲泣。别给我装可怜，画舫的女人真是骨子里就烂透，你竟敢往沈岩和燕王妃的雅间里送欢情香，嫌自己命长吗？你要犯贱，别拉着本世子跟你一起丢人现眼。你若出了画舫，还带着勾栏院的邪气，趁早你滚回画舫去，别不了骨子里犯贱的女人。锦瑟跪下，抱住秦昊的腿。世子爷，别赶陆家走，陆家知错了，再也不敢了。你知错了？哼，你为何这么做？还不是因为你嫉妒？那你怎么不想想，你凭什么嫉妒他？他以我有救命之恩，当初毒蛇咬伤我，若不是他奋不顾身为我吸出蛇毒，我可能都到不了京都。你呢？你为本世子做过什么？锦瑟不由得抬手放在自己的小腹之上，他为他孕育了一个孩子，可是他亲自下令把孩子杀了。他如今是燕王妃，若认真论起来，是我都不能得罪的人，而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嫉妒他？我不是什么东西，陆家是世子爷的女人呢。秦昊弯腰捏住锦瑟的下巴。今日你让爷在沈岩和阮宁面前丢了大脸，暂且跟你记着，没有下次。秦昊话未说完，别院的管事快步而来。世子爷，什么事？凤翔楼送来了账单。凤翔楼是沈岩的产业，他对我一向大方，不然送账单来干什么？送账单来的小二说一码归一码，往后世子爷去凤翔楼照样可以签单，可以免2成、3成的价钱。但是今日这账单必
必须按照原价给。今日照原价给，沈岩竟是来问我要钱的，拿过来我看看。秦昊惊愕地接过账单，仔细一看，锦瑟冷不丁的一抖。看看你看看，这都是你今日在凤翔楼拿的东西，你吃我的用我的住我的，仗着我的面子去沈岩那拿东西，你还给我丢人现眼算计沈岩，沈岩是你能算计的？我叫你给我丢脸，我叫你在我面前耍弄心机，还敢算计我，把本世子当枪使。秦昊一边说，一边大耳光往锦瑟的脸上甩。今日你就给我好好长长记性。别打了，世子爷别打了，再打您就把小姐打死了。哼！秦昊重重哼了一声，又在锦瑟肚子上踹了一脚，才气哼哼地离开。小姐，您去床上躺着，奴婢给您煎药。必须给我雇车。小姐，您还要出去啊？可是我们回画坊去。秦云川被太后召入宫中，回来的时候他脸色差极了，他是被人抬进重瑶院的。王爷这是怎么了？这次怎么比以往每次毒发都厉害？明明毒已经去了大半了，就算偶尔发作，也会比以前的状况轻得多。可看他如今的样子，像是下一刻就要咽气儿了似的。太后对你做什么了？宁宁，我在呢，王爷别怕，我在这儿呢。你别走，别离开王府，别！你说什么？别离开啊！我。阮宁怔了怔，他是在说别离开我吗？王爷放心，在您完全康复以前，我不会丢下您不管的。秦云川的手忽然用力，阮宁疼得倒抽一口冷气。等我好了，你也不准走。阮宁狐疑地挑了挑眉，这会儿听他的气息，又不像是快要咽气的样子。师傅，裴郎中快步而来。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一副生离死别的样子。师傅，你不会没看出来吧？这是我的障眼法呀。秦云川冷冷地瞪他一眼，裴郎中像是被人捏住了喉咙，立刻笑不出了。阮宁猛地搭手在他脉门上，以针术拂乱脉象，做出一副心血紊乱、经脉失调、久病不愈、药石难治的错乱脉象，骗我很好玩吗？你别生气，裴郎中记20板子。你骗我，还要打我徒弟？师傅救我！你别生气，我就不打他。你跟我谈条件，我为什么生气？是因为你骗我，我才生气。你根本没认识到自己错哪儿了。还没人敢这么大声的呵斥燕王说他错了，他还是赶紧溜之大吉吧，脚底抹油的跑了，只剩下秦云川和阮宁2个。我是骗你了，但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想看看你是不是会为我担心。现在看到了，满意了吗？一般。阮宁无语，还一般？他怕不是找抽？哦，对，他也不敢真抽他。算了，犯不上跟他较劲，主要是咱也惹不起，这货不就是喜欢顺毛驴吗？满足他就是了。王爷不要经常这么做，对身体还是有影响的。明日点一根我为王爷特制的那种香吧，有助于身体恢复。太后没把王爷怎么着吧？王爷可有哪里不舒服？头疼是吗？我给王爷揉揉，我的手法可好了。他倒是没把我怎么着，可他想让你回阮家，给阮儿送嫁。秦云川闭着眼睛，享受着他的小娇妻的专属服务。好软，好香，好享受。让我回阮家？秦昊和阮儿的婚期就在这月16，别担心，我已经替你拒了。拒了？太后专门为了此事宣你入宫，能让你拒了？他倒不是为此宣我入宫，他是为了看看我还能活多久。此事可能是个借口，也可能是阮家特地求了。阮家人对你没有半分怜惜，你瞧，祖母住去了大相国寺，都乐不思蜀了。本王哪能让你往龙潭虎穴里跳？放心，我去。我去，但我不是去阮家送嫁，我要以燕王妃、梁王世子婶婶的身份去阮家接亲。阮家那些人可都不是善茬，你能应付得了吗？本王现在不便陪你去。不用王爷陪，王爷只要让我借您的名头狐假虎威就够了。怎么是借？我的名头就是你的，只管拿去作威作福，惹了祸本王替你兜着。阮宁会去阮家接亲，这消息传到阮家时，阮心怡都要气炸了。她是我阮家的女儿，她以阮家大小姐的身份出嫁，占了我嫡长的名头，她竟然不回来送亲，反而要以燕王妃的身份接亲，她分明是要给我难堪。爹爹，您不能纵容姐姐如此，她分不清孰近孰远吗？她就算出嫁了也是阮家的人呢，您不能让她以男方家人的身份来接亲。她要是真来了，您脸上好看吗？现在你知道我脸上不好看了。你当初撺掇世子去宫里求这事儿的时候，你怎么没问问我呀？你怎么不想想，他要是拒绝了，我脸上是好看不好看啊？爹，你别叫我爹，你们一个两个的都是我爹，是我上辈子欠你们的。现在说气话有什么用啊？我说话没用，你们有办法你们用吧。不是你把他接回来的，你现在说不管就不管了。我把他接回来，为了让他替心怡嫁到燕王府，免得心怡跟着陪葬或者是守寡。现在你们抱怨我了，也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撺掇让他回来给你送嫁？你们存着歪心眼儿，想
想坑他，想让他当众出手呢，可笑！你们不想想燕王还活着呢，能容让你们欺负他的女人吗？燕王久经沙场，看不出你们这点伎俩啊，在他面前耍小聪明，自找没趣。阿娘，他不能这么欺负我，他就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若不是借着我，他凭什么嫁给燕王？如今他反倒拿这个身份来压我，他是个白眼狼。别担心，要我说，是他傻。成婚那天女方最大，你舅舅最大，他不做娘家人，偏要做婆家人，我们刁难他的机会岂不多的是？你且放心，等我给你舅舅交代好，等到了那日，我们叫他出大丑，叫他当众丢人，看他还敢不敢跟你作对。王妃，请上车。阮宁进了车厢，果不其然，王爷，您真是胆大包天啊！这是什么地方？你也敢来？原是不能来的，可是不看看你是如何作威作福，岂不遗憾？若叫你被人欺负了去，岂不更遗憾？那不能。你都如何作威作福了？是。本王怎么听说你非但没为难他们，反倒给秦昊出谋划策？若不是你帮他，他今日便丢了大脸面，可能婚事都不成了。不是心疼他，舍不得他丢脸吧？当然不是，这货太深沉，完全看不出他是在开玩笑，还是真的生气了。算了，管他呢，反正大毛都要顺毛驴，红红总没错。天地可见，我今日的表现全都是为了王爷呀。为了本王？怎么说？我是燕王妃，出门在外，莫不敢忘自己的身份，总不能给王爷丢脸，让人家笑话王爷娶了个村妇。哦，怎么让人不笑话？首先，我不能做出格的事情，我对京都的规矩礼仪都不太懂，所以只能随大流，别人做什么我做什么。正好遇见了莲萍公主，她是秦昊的姑姑，我是秦昊的婶婶，都是长辈，我跟着她总不会出错。好像有道理。怎么是好像呢？就是这个理儿。莲萍公主人不错，还帮我出头呢。梁王府的嬷嬷不懂事，莲萍公主替我训斥了他们。我本来要掀桌的，莲萍公主说让我给她个面子，所以我就卖个面子给她，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嘛。不对，你等等，梁王府的嬷嬷不懂事，你本来要掀桌。不是什么大事儿，王爷没听说吗？我出了几个谜语，阮心怡没猜出来，她自己太笨，反倒觉得是我羞辱她。她婆婆替她出头，说宴席上没安排我的位置，打算借此给我没脸，真是搞笑。王爷，你那嫂嫂是不是脑子不太好？元亨，王爷要替我教训梁王妃吗？不用不用，女人家勾心斗角，怎么能老让她背后的男人替她出头？你这样搞得我很没面子哎。你这都是什么歪理？女人背后的男人，男人什么时候要站在女人背后了？依靠嘛，靠不用背，难道用胸啊？阮宁一本正经，他还做事往秦云川身上靠，只是他还没靠上去，秦云川顺手一捞就把他捞进怀里。是这样靠吗？马车外头的元亨好险从车辕上栽下去，车厢里都在说什么虎狼之词啊！他还没娶媳妇呢，这是他能听的吗？怎么靠本王让你很没面子？当然没面子了，女人在女人堆里被人敬畏，得凭自己本事，靠男人才能让人让她几分的，都是绣花枕头。那男人要是不宠她了，她靠什么立足？是不是就混不下去了？秦云川盯着他，真是被他的歪理搅得头大。你是不是不信有个男人能宠你一辈子？王爷，这世界上一切都是会变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并非是不相信王爷的人品，只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的命运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日王爷若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希望自己不是只能以泪洗面的娇弱女子，而是即便没有强悍母族，也能站直了腰杆。不说为王爷遮风挡雨了，起码能与王爷同舟共济啊！秦云川浑身一震，惊愕又错愕地看着他，为他遮风挡雨。这话虽然让他有点想笑，但莫名其妙的又很感动。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哪里啊？秦云川没说，他只让他换了身小厮的衣裳，只知道秦云川看着他摇了摇头。算了，就这样吧。阮宁很快便知道好玩的地方是哪里，他竟然带他来了赌场，真是开了眼界了。一楼大厅里有好些张赌桌，每一张桌子周围都围满了人，或是筛盅，或是叶子牌，各有许许多多的玩法。王爷带我来这儿干什么？我不会赌啊。秦云川带他上了2楼，却见他一直盯着1楼某处赌桌。想玩？不，我不会。秦云川哪能看不出他眼底的兴奋？没事，去试试，赢了是你的，输了算我的。王爷以前说过，我是你的王妃，你的都是我的。对，本王说过，你想玩只管玩，咱输得起。赌钱没意思，我们赌点别的。你要跟本王赌？我去下头玩，但想跟王爷要点彩头。说吧，你要什么彩头？我若是赢了，王爷就答应我，以后别沉着脸吓唬我了，成吗？您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跟我说，您只要脸色一沉，我就害怕，话都说不好了。好，你若赢了，本王就不再对你沉脸了。拉钩？算了，这里人多，咱们回府再拉钩。秦云川眸色深深地看着他，却拿他有几分无奈。自己的王妃还能怎么办？宠着呗。本王陪你去吧。王爷，那人来了。王爷去忙，我不玩大的。
的，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嘛。元亨跟着，元亨连忙跟在阮宁身后，秦云川又盯着阮宁的背影看了一眼，果然他直奔他刚才一直盯着的那桌过去了。那桌似乎在玩骰子，秦云川并未在意。元亨给他换了筹码，阮宁提着一袋子筹码就往前挤。哎呦，姑奶奶！元亨一看头都大了，那都是一群臭男人呀！虽然王妃是小厮的打扮，好歹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没长眼啊！下！我这么大2只眼睛，你看不到啊？是谁瞎？阮宁满满一袋子筹码往赌桌上一放，毫不示弱地吼了回去。年轻人一看，哟呵，细皮嫩肉的，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你管我赌不赌？不赌让地方。瞧你这打扮，是哪家的公子哥身边的随从吧？冲什么大爷啊！劝你一句啊，别在这儿玩，一边凉快去。阿彪，你拦着人家干什么？让他赌，又不是你的钱，你自己都输光了，还劝人家呢？就是因为我输光了，所以才要劝。我跟你赌，敢不敢来？我已经没有筹码了。没事儿，你不是还有自己吗？哟，这小爷是看上你了，阿彪，你运气来了。若是输了，就卖身给我当奴隶；你若是赢了，这筹码全给你，如何？赌不赌啊？先说好，我可不当兔二爷。你倒是想当呢，看王爷不把皮给你活剥了。我没那嗜好，我就是需要一个身体健壮、性格豁达、没有不良嗜好的三好青年为我办差事。放心，违背律法、道义的事情我不会做，也不会让你做。你那里头是多大面值的筹码呀？我得算算值不值得一赌。行了吧，阿彪，你钱都输完了，回去的路费都没了。哎呀，那里头就算是最小额的，你赢了也就赚翻了，路费、路上的嚼用，还有回去还债的钱也就都够了。好，我赌，我要是赢了，除了筹码，你还得管我叫3声好哥哥。你活腻歪了。别冲动嘛，都是小事儿。行啊，那我也加上一条，若是你输了，就当众跪下，叫我3声好主子，如何？好，就这么办。阮宁把那一袋子筹码放上去，而阿彪则是请人代写了一张自愿卖身契，写着他的大名黄彪，卖身契也放在了赌桌上。你可真高看我，买20个我也富裕。怎么赌？什么规矩？我们呢就来最简单的，压大小，荷官摇骰子，3颗骰子加起来，如果小于10就是小，大于10就是大。这个简单，我懂了。荷官向两人展示骰盅、骰子，两人都点头确定没有问题之后，荷官开始摇骰盅。3颗骰子在里头咣当当的乱晃之声，把众人的心都给高高的提了起来。可以买定离手了，买大，那我就买小吧。买定离手，开。掀开了骰盅，2、3、小是小啊！你怎么说？听你的，那就3局2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多谢。荷官又摇起了骰盅，荷官把骰盅一扣，买定离手，大。阿彪拍着大字喊道。阮宁微微一笑，敲了敲小字，开。3。哎呀，阿彪，这什么运气啊！好主子，好主子，好主子。他们给你出了许多主意，你不打算挣扎一下，就这么认了？人生在世，承诺重于山。刚才没说要一局定胜负，已经是我黄彪投机取巧了。如今二叔倘若再赖了不认，我黄彪也就没有脸皮了。小公子莫要再羞辱我了。卖身契可以给我了吧？荷官看了他身后的元亨一眼，点头道：卖身契可以给公子，但赌场的抽成您得出2成，把您2位的抽成都出了。阮宁取回卖身契，荷官熟练的拿走那堆筹码里的2成。不玩了，拿去兑换吧。主子，你为什么只跟我赌啊？没规矩，你卖身做了主子的奴才，如今得自称奴，对主子用敬语，什么你呀我呀的，再说错等着吃板子吧。我奴知道了，我既然输了就愿赌服输，虽然是做奴，我也会做得很好的，我只是不知道规矩，但是我会学得很快的。气性不小，那我拭目以待。这样就成吗？请公证人落个戳就有效了。谁是公证人？刚才那些见证赌局的这家赌坊，但凡2级者都可做公证，若内有官身者做公证就更好了。阮宁盯着元亨，元亨抬手摸了摸脸，卑职脸上有灰吗？你不就是官身吗？请元素卫做公证人。要不到楼上请爷落个戳，行吗？正好我饿了，找个雅间。元亨领着阮宁上了2楼，黄彪在后头跟着。你跟进来干什么？主子的雅街是你能进的吗？外头守着，瞧见没有？这才是你的位置。元亨把他拽到门口，记住了，态度倒挺端正。元亨吩咐人送吃的过来，他正要叫人去禀告王爷一声，却见秦云川从那头雅间里出来。秦云川停在门口时，目光在黄彪身上扫了一，黄彪站得笔直，如同站岗放哨的士兵，他不敢看秦云川。那位是谁呀？那么强的气势，真叫人害怕。黄彪悄悄问元亨：你等谁呢？等饭啊。已经叫人去做了，很快送过来。好玩吗？好玩，我赢了呢。王爷可不许耍赖。那拉钩盖章？哎，他在说什么？这么幼稚的话，真难相信是他能说出口的。好啊，来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盖章。对了，王爷也帮我盖个章吧。盖什么章？我刚刚在下头赌赢了一个奴隶，他没有钱，就把自己卖给了我，正好我需要一个奴隶，王爷帮我做个公证吧。秦云川看着那卖身契，眉头缓缓蹙起。黄彪，门口那个年轻男子。对，我眼光不错吧，运气也不错。你自打进了赌场，扫视一圈之后，就一直盯着那张赌桌。其实你看的不是那赌局，你看的就是这个人。
人吧？你跟本王打赌要承诺，直奔那张赌桌，冲的就是黄彪这个人。你生气了？你说呢？可是为什么生气啊？你利用本王，本王不该生气吗？你看出来了，我聪明吧？稳赚不赔啊！你的王妃是不是很棒？秦云川无疑是很棒，脸皮这么厚的人，他平生没见过第二个。他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了，他小嘴巴巴的还在讲他的歪理。我进门就听见他说不赌了不赌了，还劝跟他认识的人别再下注了。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猜测他可能是被损友给拉来，甚至骗来的。他钱不多，已经输光了，他肯定有什么难处，或者是为了朋友才滞留在此。正好呢，我缺个能在外头替我跑腿的人，所以我就琢磨着如何把他收为己有。想来想去呢，在赌场这不是现成的条件吗？我只要让他把自己抵给我就可以了。至于他是不是愿赌服输，我那会儿还不能确定，不过也没关系，正好看看他的人品嘛。你若是缺人手，可以直接跟本王要人，犯不着这样利用本王的承诺。你在生气，我利用你赢，难道王爷希望我利用你输吗？装什么傻？随便你吧。你别走，你答应了我，有话好好说的。君子怎么能言而无信呢？不是利用王爷感情的意思，我觉得这是双赢。王爷的承诺，我是真心想要。他正觉尴尬，恰饭菜送了过来。元亨让人把饭菜摆上，秦云川也趁着功夫，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门口那身材高健挺拔的年轻人。阮宁把黄彪的卖身契拿出来，递给秦云川，让他给盖个章，以便卖身契生效。黄彪，回爷正是小人，进来回话。黄彪进来，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为何卖身？回爷的话，小人是从德州来的，本是跟着乡里人来京都学门手艺，以便糊口。哪想到那同乡竟是个骗子，把我们骗到这地方来，说带我们玩玩，长长见识。我们在赌桌上被迷了眼的时候，他带着我们身上仅有的钱悄悄地跑了。而后小人就想赢个路费回来，就算在京都找不到地方住，至少也能够回老家去。接着就是把把都输，把自己也输了进去。小的本来已经收手不完了，小的看明白了，这赌就是个无底洞，有侥幸之心之人永远都赢不了。正在小的要走的时候，被这位爷踩了脚，主子的心意，日后定忠心耿耿的为主子效力。秦云川把他的卖身契给元亨，你给印个章。元亨连忙接过，拿出自己的私印，哈了哈气，在那卖身契的见证人位置上盖下了自己的印章。阮宁忽然从鲜美的鲷鱼抬起头来，羡慕地看着元亨。元亨不由一抖，连忙去瞟他家王爷的脸色。王爷，好了，他盖了戳就还你，又不是不给你。我也想要。阮宁指了指元亨的私印啊，拿出来给王妃玩玩。私印啊，有什么好玩的？我要他的印干什么？我也想要个印，盖上有效力的那种。屋里的三个男人皆是一愣，是该给你开个王妃大印，回去叫人画几个模板，你挑个最喜欢的。好，王爷对我最好了。他旁若无人的伸手拉住他的手，很自然的晃了晃。元亨早有预料，连忙非礼勿视的别开视线。黄忠则觉得自己瞎了，他看见了啥？这小女子的胆儿比天还大吗？他竟然这么拉住这位爷的手，还当着他们的面滚出去。秦云川对他俩吩咐，难以相信一刻钟之前他还在生气，这一刻他心里却甜如蜜。他怎么也在这儿？阮宁眼底一亮，像是看到了哪个迫不及待想见的人。他正欲问爷，沈公子来了，让他进来吧。你们俩，我去楼下。你不用回避。王爷叫沈某来是要谈什么事儿啊？听说你在蒙古国吃得很开，我有些东西想走你的商路，送去蒙古。这可不像是燕王爷的风格呀！您镇守边关，送东西去蒙古，就不怕被人说是监守自盗吗？以后你的商队不必绕远路，可顺利通行贺州府。阮宁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就很恶心反胃。王妃怎么了？要叫大夫？不用，改日再谈。秦云川打横抱起阮宁，我们先回。不要，你们先谈，谈完了我还有话要跟沈公子说呢。我没事了，真的没事，刚刚可能被王八汤呛着了，放我下来吧。我的郎中就在外头。不用。沈岩挑了挑眉，恶心干呕，他不会是有的吧？燕王的身体不是快不行了吗？他这么厉害的吗？沈公子意下如何啊？自然是好，只怕是燕王爷会反悔啊。我的东西亦要走你的商路，怎么能断你的路呢？那不是断自己的路。沈岩点点头，他听懂了。秦云川要他送去蒙古的东西，不是一次两次就能送完的，他是要源源不断的往蒙古送。他要送的是什么呢？他这是又要打算干什么呢？难不成是朝廷容不下他，把他逼急了？他打算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好啊，倘若能与燕王合作，沈某真是求之不得呀。秦云川原本还有许多细节，但他现在不想谈了。他转过脸，沉沉的目光落在阮宁身上。你要跟他说什么？我家王爷宠我，让我做点自己喜欢的小营生。我这里有个牙膏的方子，可以交给沈公子。我知道沈公子的商路极广，如此专供贵族的稀罕东西，到了你那里也不愁销路。牙膏？沈岩怔了怔，没听过的新词儿，那是什么东西？就是早晚刷牙齿用的。晨起和睡前每天2次刷牙，可以让牙齿洁白，口气
清晰，说话间呵气如兰。等技术成熟以后，还可以调配不同的香味，诸如薄荷香、茉莉香、绿茶香等等。你真有这方子能达到此效果吗？当然，今日偶然遇见沈公子，太过匆忙，我没带成品。改日等我把成品做好以后，黄彪，黄忠，你进来。阮宁把黄忠喊了进来。黄忠一看屋里这仨人，这气场比他老家最大的官县太爷的气场还强。就是他，黄忠，我在府外跑腿的人。等成品做好以后，我会叫黄忠给沈公子送去。你告诉他个地方，让他届时送那儿去。沈公子对成品满意之后，我们再谈合作事宜。不过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这一次我可不卖成品，也不卖方子，我要分利。分利？这生意嘛，有赚有赔。若是卖了方子，那是稳赚不赔。这还没投产呢，您要分利，就不怕赚不到钱吗？这次他学精了。我相信沈公子的能力，我更相信我的方子不会让你赔的。那以茶代酒，先预祝我们合作愉快。王爷想要什么礼物？我知道王府什么都不缺，王府的一切都是王爷的，可我想用自己挣的这点零花钱送王爷礼物，表表心意。秦云川心头砰砰直跳，他余光瞟见沈岩表情僵硬，那耷拉的嘴角似乎写着艳羡与嫉妒。只要是你送的，本王什么都喜欢。你们谈吧，我没别的事了。本王也没别的事了。沈岩无语，行吧，该走的是他，待他走后，跟他保持点距离。他看你的眼神不一般。王爷放心，在我心里，除王爷之外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吃饱了吗？还想玩什么？本王带你玩。这里是你的赌场吗？即便不是你的，肯定这里也是受你控制的吧？秦云川挑了挑眉，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我都看见了，元侯给那侯官使了个眼色，侯官微微点头，我便稳操胜券。王爷答应了给我彩头，自然是舍不得我输。多谢王爷，您真好。走出梁王府主院，却并不往他和阮心怡的新房去。爷，走错了。这边也还没昏头，您走的是出府的方向啊。牵马来。您不去新房，这是要去哪儿？哎，爷，您气归气，别冲动啊！冲动什么？我爹不是让我好好管教世子妃吗？本世子正是在管教他。少废话，牵马来。今晚本世子就要亮他一亮，他还刁难本世子。哼！世子爷若是定要出门，至少也换了衣裳吧。秦昊低头一看，可不，他还穿着新郎官的吉服呢。你去牵马。秦昊转身去书房更衣，新婚夜，他把阮心怡一个人晾在新房里，他却换了衣裳，离开了梁王府。来人，给世子爷熬上醒酒汤，等爷回来就端过来。他端坐在新房的婚床上，想起来今晚他们要在这张床榻上发生的事儿，阮心怡就忍不住面红耳赤，浑身发热。去看看世子醉倒在哪里了，怎么还不给送回来？阮心怡本想表现得矜持一点，但左等右等都不见秦昊回来。人家都说春宵苦短，这都要后半夜，他怎么还不着急呢？秦昊这会儿已经骑着他的白马来到玉带桥的别院中。锦瑟姑娘不在这儿，这么晚了，她不在院里待着，去哪儿了？世子爷不知道吗？锦瑟姑娘早就不在这儿了。她说世子爷只是包下她，并未给她赎身，她还不是世子爷的人，她是画坊的人，所以她回画坊去了。秦昊闻言勃然大怒，王府的事儿已经够叫他烦心了。原以为到自己的别院能顺心些，可没想到这儿竟然也有意外，还能不能有一件顺心事儿了？他什么时候走的？为何没有人报爷知道？他要走，你们就叫他走？你们都是死人吗？当晚世子爷很生气，狠狠地打了锦瑟姑娘。他鼻青脸肿的说世子爷厌烦了他，所以他得回画坊去。老奴次日让人去世子府和梁王府回了，但世子在忙着大婚的事儿，府上的管事说不用管，他走就叫他走。谁说的？爷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儿。爷，是不是王妃叮嘱了管家，不让您知道这事儿？那时候忙着大婚之事。去画坊，打马往遇见锦瑟那家画坊而去。爷，不行啊，今晚不行，您大婚夜若是出现在画坊，秦昊早策马跑远。秦昊凭着一股子冲动打马来到画坊外，夜已深，画坊却热闹得很。秦昊皱着眉头，江风一吹，他那股子冲动被吹散了很多。他也终于意识到今晚是他的新婚之夜，他却出现在这里，若是在京都传开了，不仅是阮家脸上无光，与他的名声也没什么好处。世子爷真的是您啊，我就说是您，他们还说不是，你看我赢了吧。平日里一起玩的那些公子哥从画坊里出来，转瞬间将他一人一马围在中间。秦昊脸上僵硬，抿着嘴，不知该说什么。要说厉害，还是咱们世子爷最厉害，新婚夜都敢撇下新娘子到这儿来逍遥快活。哎呀，不愧是咱们世子爷呀！他要是生气，您还是赶紧回去吧，咱们可不敢让世子爷新婚小夫妻吵架呀。滚！他敢，前不出来玩，他敢生气，牛啊！世子爷真爷们儿，霸气，看见没有？这才是真男人。
于是他翻身下马，把缰绳丢给小二，众人簇拥着他进了画坊。世子爷您可来着了，今晚有个绝啊，那股媚劲，哎呀，让人骨头都酥了。可惜叫刘家长公子把人抢走了，咱们连手都没摸着。那是因为世子爷没来，世子爷要是在这儿，有那姓刘的什么事儿啊？什么角儿？有花魁还妩媚吗？不一样的味儿。花魁那是冷若冰霜，出口成章，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这个锦瑟呢，是个邻家小妹，又纯又玉，让人想把她……你说她叫什么？锦瑟呀。她在哪儿？在哪个房间？一群人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纷纷给他指路。秦昊推开他这朋友，阔步往他们指的那雅间而去。刚走到门口，他就听见里头咯咯的笑声，他的心被猛地纠结，嫉妒、愤怒、被抛弃的感觉混在一起，将他牢牢抓住。哐当一声巨响，把雅间里的人吓了一跳。梁王世子。秦昊眼睛发红的盯着锦瑟，他跟在别院里的时候不一样了。锦瑟是他的女人，他还没让她走，他怎么能投入别的男人的怀抱？滚！她是我的人。世子爷今晚不是应该在洞房花烛夜吗？怎么跑到这画坊跟我这女人啊？你说她是你的人，她就是你的了，我还说她是我的人呢。啊，锦瑟，跟他说，世子这不是为难一个小女子吗？画坊的女子自然是谁给了钱，谁就是恩客了。不等刘启话音落地，秦昊便冲上去给了他一拳。刘启被打翻在地，却也不肯示弱，反手要打秦昊。眼看他要吃大亏的时候，画坊的妈妈的人冲进来，拉开，快出去！妈妈一把拽过锦瑟，将他推了出去。别走！哎呦，世子爷，您喝多了，刘公子也喝多了，这好好玩呢，怎么玩着玩着还动起手了呢？给沈爷个面子，别在这儿打了。沈爷，妈妈使了个眼色，几个艳色的女子立刻过来，把刘启搀扶了出去。跟沈爷有什么关系？没记错的话，这不是他的产业吧？以后就是了。沈爷把这买下了？是呀，以后世子爷常来玩，沈爷说了，他的就是您的，您随便玩。行，今天就冲他沈爷的面子，那妈妈你得跟我说清楚，锦瑟明明是我包下的，你怎么让他伺候别人？世子，您这可是冤枉奴家了。这小蹄子鼻青脸肿的跑回来，说他蠢笨，惹了您生气，说是您不要他，把他赶走了，求我找几个姐姐教教他，今晚才出师，刚出来伺候客人呢。即使头一次伺候客人那就罢，也不跟你计较，叫他过来吧。世子去锦瑟的房间吧，他被世子爷赶回来以后啊，天天坐在屋子里头哭，说自己太笨了，没能让世子满意。妈妈说着，亲自给秦昊带路，来到锦瑟的房间。秦昊新婚之夜不在新房里欢度良辰，竟然跑到画坊跟刘丞相的孙子为争议女子打架。这事儿几乎在第一时间就传进了秦云川的耳中。我记得上次查什么事儿，发现梁王在外头养了个外室，那外室还有孕了。是，算起来可能有6个月了吧。无论威逼还是利诱，让他明日挺着肚子去找梁王妃闹。梁王妃敢找阮宁的麻烦，看来他是太闲了，给他找点事儿干干，免得他无事生非。元亨去办这事儿的时候，就听说了秦昊的事儿，他琢磨着自家王爷听见梁王府的乱子，肯定能高兴点。明日京都肯定要传遍了，新婚夜在画坊，刘家公子大打出手，怎么了？爷，他不对劲儿。当初他跟阮二黏黏糊糊的，怎么终于娶进门了，却在新婚夜把他晾着？元亨挠挠头，他没娶过媳妇儿，他也不懂啊。明日这事儿若是传开，阮二在京都贵女贵妇当中也就抬不起头来了。他连这个都不顾，一来可能是今日阮二出题考验他，惹恼了他；二来嘛，秦云川不知想到了什么，他怕不是没死心呢。你去画坊查查，秦昊为哪个女子不惜今晚跟人大打出手？元亨正要领命而退。等等，梁王外室的事儿安排好了吗？我也安排好了。梁王那外室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肚子里的那孩子都未必是梁王的种。还有个表哥，北直派人把他表哥拿下了，他立马答应明日去梁王府找麻烦。你看着安排吧。今夜最难熬的当属阮心怡，忽闻鸡鸣之声，她猛地一个激灵，睁开眼睛。天亮了吗？回小姐，还有1个多时辰才大亮呢，您睡会儿吧。阮心怡心中一阵窒息般的疼，她等啊等，竟然就在床边这么坐了整整一夜。收拾东西，我们走回娘家。新婚夜，秦昊竟把她晾在这儿一夜。小姐，您消消气，也许世子爷是醉得太狠了，宿在书房里了。您现在回娘家，岂不是刚刚大婚就撕破脸了吗？于您与阮家都不好看啊。你去问问，看世子爷昨天晚上睡在哪儿了。等等，也去主院问问，让梁王和王妃都知道这事儿，我不能白受了这委屈。快去！丫鬟点点头，忙不迭地跑走了。
秦昊这会儿刚从温柔乡里醒来，秦昊茫然地皱起眉头，他这是在哪？世子爷醒了，喝点醒酒汤吧，免得头疼。秦昊看着他，脸上的表情更加狐疑。看到是奴家不是宁宁，世子爷是不是很失望？秦昊心头一震，他想起来昨夜他做梦来着，秦昊梦到自己娶了阮宁，与他在红罗帐内共度春宵。连昨晚一直叫着宁宁的名字，奴家也不知这宁宁忘了这个名字，不许再提，跟谁都不能提。诺，记住了吗？世子放心，就算您不威胁，奴家也不会跟任何人说。有哪个女人会希望自己承欢之时，男人却叫着别的女人的名字？住口！不许再提。好，您喝了醒酒汤就赶紧回吧，天都快亮了，也不知世子妃如今是何心情呢？我不送你了，你自己收拾东西回别院去。男儿的事就让他过去吧。你既知错了，我也既往不咎。回世子爷，您才刚大婚，奴家这就去别院不太好。您放心，奴家会跟妈妈说清楚的，以后不接客了。奴家还是暂且住在这儿，等世子爷新婚期过了之后再去别院吧。随你，记住你刚答应本世子的话，若叫我听到什么风声。他眼神冰冷，泛着杀机。奴家晓得。秦昊满脸沉郁之气的离开。秦昊离开之后，锦瑟的丫鬟进来伺候。小姐真的不再接客了吗？那还不如回去别院住呢。男人哪有什么长性，对他们来说得不到和已失去才最珍贵。秦昊娶进门的那位世子妃，恐怕还蒙在鼓里，他才是只可怜虫。你替我盯着点儿，若是那位沈爷来了，一定告诉我。锦瑟交代丫鬟道，他要离开秦昊的手掌，就要攀附比秦昊更强的人。昨晚的刘启不中用，他得有新的目标。阮心怡的丫鬟打听到，昨夜世子爷根本就不在府上。阮心怡听闻此消息，气得当即就要收拾东西回娘家。还是先去给梁王妃敬茶吧，跟梁王妃说说再走。说是一声不吭就走了，倒显得是我们阮家无礼，您有理也变没理了。阮心怡不是没有这样的担心，她总需要个台阶下，不然她多没面子。想来梁王妃如果知道她气得要回娘家，总会来劝她的吧。她哪里知道，她婆婆梁王妃此时正自顾不暇。可还没等上阮心怡来敬茶，就听说有个大着肚子的女子在梁王府门口闹。那女子竟挺着肚子说，那是她梁王府的种，让梁王府的主母把她接进门。府上昨日才大喜，今日就有人闹上门，这是故意给我梁王府难堪呢。崔嬷嬷，给我带上几个婆子，把他打走。这会儿还早，街坊四邻或许知道的还不多。若是闹起来，他不要脸皮，梁王府也跟着他丢脸吗？那你说怎么办？不如别声张，把他叫进来问问。只要他进了梁王府的大门，门一关起来，还不是王妃您说什么是什么吗？好，就按嬷嬷说的办。府里的人一传话，这女子也不在府外嚷嚷，还真就乖乖的跟着下人进了王府。你这女子不恪守妇道，大清早的来讹我梁王，败坏王府的名声。我家主母懒得见你这般泼皮无赖，今日就让我这奴才教教你做人的道理。张嘴！但这位外室倒不简单，他屈膝往那儿一跪。小女是梁家子，今日前来并非为了败坏谁的名声，也不想讹上谁。小女肚子里是梁王爷的种，只问这种王爷还要不要了？王爷若是不要了，小女今日就把这胎落了，过几日就回老家去了。京都不是我这等人能待的地方，原本不该来打搅王妃清静，但这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便也不能我一个人做决定。小女今日来是求王府给句准话。看住他，我去回王妃。崔嬷嬷去回王妃的时候，那外室却看准了时机，一头撞向旁边的石柱，只听砰的一声，殷红的血汩汩从他头上涌出。崔嬷嬷吓了一跳，叫府医，快叫大夫啊！这边一乱，消息不胫而走，梁王爷来得比府医还快呢。蕊儿，你怎么了？你这是干什么呀？梁王一把将人从地上抱起来。他动了，王爷，他动了呢。你不爱惜身体，也不爱惜本王的骨血吗？奴家不想让他成为私生子，又怕王妃容不下他，所以今日才以死相逼。他若有将来，奴家愿为奴为婢伺候王妃；他若没有将来，奴家不想他受人白眼，为世间不容。我母子俩作伴去阴间，也不孤单。梁王妃先是生气不肯来，后来听闻梁王都来，你若好好说话，本妃怎么就容不下你？你先是在府门口大闹，进来又说你要回老家，当着王爷的面，你却说是怕我容不下你。你这两面三刀的做派，若是容你进了梁王府，还不天天搅得家宅不宁啊！你少说两句吧。哼，我是这王府的主母，王府的后院我说了算。这女子绝不能进梁王府大门。今日王府有她没我，有我没她。王爷放手，蕊儿对不起您，蕊儿给您添麻烦了。胡闹！你别乱动。府医呢？梁王飞不上来，张开手臂挡住去路。王爷若要把她带进王府，除非休了我。王爷，别为奴家跟王妃生气，奴家不值得。蕊儿！梁王抬脚踹开王妃，他若是死了，你也休想好过。梁王将王妃踹开以后，就抱着外室朝府医那院急奔而去。他甚至不曾回头看一眼被他踹翻在地的女人。梁王妃愣住了，她跌坐在地上好一阵子，整个人都是懵的。她呆愣的模样吓坏了嬷嬷，哭出来吧，哭出来好受些。
梁王府的这个早晨是鸡飞狗跳的，儿子的院里是有麻烦，老子的院里也不太平。相较之下，燕王府可就太舒坦。阮宁美美的一觉睡到大天亮。昨日答应给莲萍公主的香囊还没给她送，这样吧，除了香囊，再给她装5支线香，对她的身体大有好处。千云川刚练完功夫过来跟他一起用饭，走到门口听到他的话，他不由得表情古怪。他这边刚给梁王府找了事儿，阮宁还往莲萍公主府上送东西，那梁王可是莲萍公主的亲弟弟，这叫他感觉怪怪的。忘了就忘了，不必送。我昨儿答应人家了吗？不信守承诺不太好。你做的像那般金贵，他若不识货，岂不浪费你的心？我只管兑现我的承诺，他识不识货那是他的事。人生在世只有3件事，我的事、他人的事、老天的事。我只管做好我的事就行了。那今儿个的歪理倒挺破的。你现在去送，他也未必肯收。他若退回来，岂不驳了你的面子？还不如不送。王爷平日里看起来不像是把人往坏处想的人啊，今儿是怎么了？您做了什么亏心事吗？为你好呢，你反倒怀疑本什么道？本王一直跟你在一起，能做什么亏心事？我跟王爷开玩笑呢。我看那莲萍公主不像不识货的人，就算她给我退回来了，那又怎么样？只能说明她真的不识货而已。我的面子在我脸上，会因为她拒绝了我的礼物就受到损害吗？面子若是靠别人给才有，那人活得可太被动，太可悲了。我刚才乱说的，王爷别跟我一般见识。庆云川微微一笑，两人一起用了早膳。阮宁要往燕王府的大药房去，他要去挑做牙膏的中药材，药方没有的辅料也好叫人去买。他亲自去抓药，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王府的情况差不多稳定了。他照常去书房看书回信，并在暗中把控大局。元亨原话正要退下时，他又交代了一句：莲萍公主府若有回信儿，先送到这儿来。元亨嘿嘿一笑，嘿嘿，王爷还是不放心，他伤了王妃的面子吧？嗨，女人就是口是心非，嘴上说着不在意，心里指不定多在乎呢。你很懂女人？不懂，被这瞎说的。王妃的话你也敢瞎说？再加练一个时辰，元华，你去盯着他。是，王爷，走吧，我的好弟弟。哎，这是什么药？这个叫裴郎中来。回主院吧，我腿麻了。好，先回去再说。他们回到重瑶院，裴郎中恰也急急忙忙赶来，交给裴郎中。裴郎中分辨一番，这如实说，堕胎药。秦云川浑身一震，他迟缓的扭头，怔怔的看着阮，不是他咋还没放弃呢？上次从相国寺回来，不是都说好为了他的身体，他接受这个孩子，他们都不再追究这个孩子的爹是谁，为什么他还要这样伤害他自己？阮宁，秦云川皱眉看着他，你不解释一下吗？裴郎中这次十分有眼色的躲了出去。正如王爷所知，我不想要这个来路不明的孩子。祖母上次不是已经说了，你年纪太小，倘若强行堕胎，对身体危害极大，不如等他瓜熟蒂落，本王可视他如己出。王爷可以接受这个孩子？是，本王言出必行。但我不能，我还没准备好做母亲，恐怕不能养育好他，不必带他来这世上，让彼此都痛苦。你有孕了，本王愿意接受，你生下来就是，在担心什么？我不愿意接受他，我还没准备好。突然有个小孩管我叫娘，那不是一个称呼，而是一份责任，我没准备好承担这份责任，所以我不想要他。我解释清楚了吗，王爷？从现在开始到孩子出生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不能准备好吗？我不想准备，那便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准备好。你不想准备是什么意思？你不想要孩子？我不想要这个孩子。那若是我们的孩子呢？我会做好避孕的。什么东西碎了？千云川迟疑的看向自己的手，这次他手里没有茶碗，没有茶盅，那是什么东西碎了？他分明听到碎裂的声音，心口一阵阵窒息，连呼吸都发疼。什么意思？你会做好？我听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你不是不想要这个孩子，你是根本不想要孩子。阮宁回看着他，没有否认。千云川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女人不想做母亲？为什么阮宁不想生孩子，不想和他生孩子？这对你身体不好，祖母说。祖母说的只是他的认知罢了，我也算是大夫呀，什么是对我自己最好的，没人比我更清楚了。堕胎有危险，生孩子还是过鬼门关呢，岂不更危险？反正也不是王爷的孩子，他如果真的出生了，身份太尴尬了，对他、对我、对王爷都很艰难。算了吧，人生苦短，何必自己为难自己？忽然想起本王还有事。千云川阔步离去，感觉像是落荒而逃。千云川离开重瑶院时，只觉自己的酒已经全然下醒。叫元亨、元化、裴郎中都到书房来，就现在。千云川命人去传令。裴某这条老命啊，迟早是要交代到他手里的。王爷，您有啥事不能够去找王妃，非得折腾我们这些个单身汉吗？要事？什么事儿？王爷请说。本王9月初4追找一个刺客，离了京都，结果半路毒发，是元亨、元化把本王送回来。这事儿你们还记得吗？记得，那天夜里下了大雨，我们跟丢了王爷，大雨把痕迹都冲没了，好容易才遇见王爷。大雨？
你们怎么遇见本王的？在哪儿遇见的？好像是叫仙台山。王爷当时痛苦难当，还发了高热，口中一直说着胡话呢。您当时衣裳还穿错了，这扣子都是扣错的。幸而您是男子，您要是女子啊，卑职们还以为您被……袁焕挠着头，不好意思地停下话音。王爷，所以本王究竟是9月初几回到京都的？初5吧，初4晚上离京，初5不对，应该是初6天亮之前回来。初6，你确定？袁亨本来就不敢确定，被他这么一问，更加不确定了。他转脸看向裴郎中，裴老，您说句话呀！现在想起我了，我不记得王爷以前毒发的那么频繁，我哪能够次次都记得呢？哥，你说咱初4晚上发现王爷不见了，追出去找，中间找到了，但没追上，后来下了大雨，咱们就跟丢了。初5夜里到后半夜了才遇见王爷，带着王爷回到京都的时候，应该就是初6天未亮了。对，是这么算的，应该是初6。王爷现在问这个做什么呀？初5、初6就差1天，有什么要紧的？秦云川冷笑一声，有什么要紧？那可太要紧了。那是差1天的事儿吗？那差的是孩子究竟是不是他的种的大事儿啊！王爷，您到底怎么了？初5、初6这关系到什么事儿啊？您说出来，卑职们也好帮您再回忆回忆啊。秦云川脚步一顿，回头盯着这3个单身汉。你们3个都是本王的心腹，我的事情你们没有不知道。我不听。关于你师傅的，王爷请说。你不是不听？一日为师，终身为要听的。你们3个都知道，王妃有了身孕，追根溯源，就是在9月初5的晚上，大雨滂沱，她一个人走失在仙台山那个荒废的城隍庙。好事儿呀！天哪，上天眷顾王爷呀！这得是多大的缘分啊！其余3个人都看着他，难道不是吗？当初还以为是王妃不检点，大婚之前就没想到是王爷呀！那是王爷的骨血啊！亏的是阮家少来这替嫁的小把戏，要不然……袁亨不由倒抽一口冷气。不用他说，秦云川也想到了，如果阮宁没有嫁给他，那么这件事他可能永远也想不起来。王爷快去告诉王妃啊！这事闹的，你看这是好事呀！王爷在发愁什么呢？秦云川的眉头却拧成疙瘩，一言不发。我知道了，王爷当初容不下这事儿，更容不下那孩子，如今承认干这事的是自己，脸上挂不住了。袁亨缩了缩脖子，小声道：“这也不怪王爷呀，搁哪个男人身上能容忍这事儿？再说王爷当时神志不清，您不对，您当时毒发神志不清，是怎么办成这事儿的？”秦云川无语，3人看向裴郎中，希望这老大夫能给他解惑。是啊，王爷，您是怎么办到的？还一击即中呢？叫你们3个给本王想辙呢？你们的脑子里都在想什么？男人嘛，谁不想变得更强，像王爷一样强呢？既知真相，何不告诉王妃？王爷究竟在担心什么呀？秦云川望着琉璃风灯里跳动的烛光，他失神的喃喃道：“本王伤害他在先，误解冤枉他在后，如今还言明不想要这个孩子，本王……他如何告诉他，那就是他们的孩子呢？更何况他早就无比认真地说过，如果他是那个伤害他的人，他绝不远，绝不，他不能接受嫁给一个会如此对待陌生女子的男人，即便他是尊贵的燕王，他不会接受的。到那时，他失去的就不是阮宁肚子里的孩子了，他会彻底失去阮。他不敢想这样的后果，想起来就浑身发冷。按理说，以王爷当时的身体状况，这是办不到这种事情的，所以会不会是王爷追的那刺客？秦云川舔了舔发该的嘴唇，他如何告诉他们？他之所以能想起这件事，完全是因为身体的记忆。他的身体对阮宁的主动，对他的热情有熟悉感。主动动情，也就是说，当时在那天夜里，阮宁不是被迫的。袁衡原话，速去准备，本王要再去一趟仙台山。现在等天亮，开城门就去。他要到阮宁提过的那个城隍庙去看看。虽然已经过去2个月，但或许到了那儿，他就能想起什么，或是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在我回来以前，这事儿先不要叫王妃知道。次日一早，阮宁还没睡醒，秦云川就已经悄悄离开燕王府，离开京都。这日也是阮心怡3日回门的日子，她差一点在大婚的第2日就收拾行李跑回娘家了。当时梁王妃被找上门的外室气昏过去，自然是顾不上挽留她。阮心怡磨磨蹭蹭上马车的时候，秦昊终于赶了回来。得罪罪的厉害，被他们拉出去喝酒，他们明显就是故意的，故意挑唆咱们生气，好看咱们笑话呢。我把他们甩掉之后，就睡在外院客房了。天还不亮，被传召进宫里，我是去宫里回话去了。宫里说燕王叔眼看要不行了，叫我准备好接手燕王叔手中兵权，这可是大事，关乎你我后半生是不是能呼风唤雨、荣宠加身的大事。阮心怡本就是不真的想走，她只是气不过。生气大婚夜，秦昊竟然把她扔下了，叫她独守空房。倘若她真能接手燕王手中大权，那她岂不是也能成为燕王那样跺一跺脚，整个西朝都要抖3抖的男人？相应的，她也会成为整个京都乃至整个西朝除了太后最有权势的女人。那你得补偿我。当然得补偿了。秦昊横抱起她，阔步回了新房。春宵虽然来得有点晚，胜在时间长啊。秦昊只顾
顾着灭自己后院的火，于是没顾上他娘那边。等他终于哄好了阮心怡，他爹已经雷厉风行的把他娘送去庄子上养病了。今日回门到了阮府，忠义侯阮斌陪着秦昊在外院坐着。你去后院看看你娘，你那个表妹啊，今日一早就来了。阮心怡在出嫁前的闺阁里见到了张怀玉。表姐，你还好吧？没气着吧？哼，我气什么呢？我隐秘的如意郎君，郎君待我极好，温柔小意，体贴周到，陪我回门。女人做到这份上，也该知足了。妹妹，你不要心比天高。谁心比天高了？都是自家姐妹，你装什么装？你要是想哭，我的帕子给你哭。我哭什么？哦，你说梁王妃的事儿啊？母亲她操持我们的婚事，实在是累着了，这才要到庄子上歇歇养养身子。母亲不在府上，无需我每日立规矩，晨昏定喜来尽孝，府上大小事务都要我过问。虽然累，但就算我为母亲尽孝心了吧，母亲在庄子上必也能感受得到。没有婆婆在上头压着你，当然好。可你不是真心喜欢世子的吗？她新婚夜不陪着你，出去喝花酒，还因为一个画坊女子就跟人打起来，你真的一点不在意，不伤心？张怀玉，我警告你，别胡说八道，否则我这当表姐的必要替你母亲管教你。感情你还不知道啊？世子瞒的可真好，满京城都知道了，就瞒着你一个人呢。别听风就是雨，世子他德才兼备，受人极度诬陷。嗨，他跟刘启在临江画坊为了一个叫锦瑟的画坊女大打出手，就在你们成婚的那天晚上，好多人都看见了。刘启挨了打，自然不甘心，昨日就把这事儿宣扬的满城风雨，就你不知道呢。阮心怡想说是张怀玉胡说八道，她一个字都不会信。但锦瑟有名有姓，且她也知道，她只是怎么也没想到秦昊会在他们新婚夜那夜去画坊找锦瑟。表姐，你可别哭啊！世子必是喝醉了，一时糊涂。表姐，我去临江画坊替你看了，你猜我发现什么？阮心怡想捂上他的嘴，她不想听，但张怀玉哪有那么仁慈？那锦瑟竟然有点像阮宁，那阮宁哪里比得上表姐你呀？她连你一根脚趾头都不如。呸，男人真贱！你不想认识那姓沈的了？他不一样。表姐，你别生气啊，这是我听他们那群男人说的。我昨儿不是去画坊替你打探去了吗？自然是女扮男装，跟着我哥他们混进去的。我听到那群男人说起这事儿，都说男人心里最放不下的是得不到和已失去。但阮宁必是占了得不到，她已是燕王妃，是世子的婶婶了，所以世子才念念不忘。你住口吧！表姐，我可都是为了你好，你别听不进去啊。锦瑟怎么是已失去呢？她不是画坊女子吗？我说了，表姐你可别生气啊，我也是听他们说的，说世子曾经包下锦瑟，可能是打算养做外室的，但那个锦瑟不知道为何竟跑了，她是自愿跑回画坊的。你那是什么表情？表姐，你说她为什么跑啊？世子是不是那方面不行啊？张怀玉，你还是个闺阁女子呢，你才多大呀？这是你该说的话吗？你别生气嘛，这儿又没外人，咱俩谁也不笑话谁。说回正题，那画坊女不是跑了吗？所以就是已失去啊。世子看见她在别的男人怀里承欢，当时就气炸了，把刘启打了一顿。世子当晚宿在锦瑟房里，次日早上才离开。张怀玉说完才猛地捂上嘴。对不起啊，表姐。阮心怡无语，扇他一耳光，太便宜他了。阮心怡现在想弄死这个表妹。其实啊，根儿还在阮宁那儿。说了这么久，你终于说了句人话。你阮宁吗？我已经想到办法对付他了。什么办法？快说来，叫我先高兴高兴。你嘴巴不严，不告诉你。我若把这话说出去，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好表姐，你快告诉我吧。你发誓，你如果说出去，就再也见不到沈岩，就算见到，他也无比嫌恶你。表姐，你也太狠了吧！不发誓就算了。我发誓，我若将表姐告诉我的话说出去，就叫我再也见不到沈岩，即便见到，他也无比嫌恶我。得不到的忘不了，那我就帮他得到。你说什么？帮秦昊得到阮宁？发烧了还是气糊涂了？他睡外头的女人睡一个也是睡，睡两个还是睡，没区别。多一个阮宁又怎么样？不是啊，锦瑟不也是他睡过的吗？如果你帮他睡了阮宁，那阮宁岂不是就占了得不到和已失去两样了？我的好表妹，你算漏了一个人。谁啊？还有谁？男人的独占欲，燕王就没有吗？别看他快死了，他正值英年却要早逝，本就太遗憾了。如今自己的妻还跟自己的侄儿有了首尾，他不更呕血吗？所以他一定会在自己死之前先收拾好我那好姐姐，让他再不能勾搭男人。那阮宁就……他用手在自己脖子上比划了一下。表姐真是高啊，但他在府上照顾燕王，你如何约他出来呢？办法我已经想好了。阮宁正在重瑶院用餐，今日秦云川一直没来。大相国寺传信儿说，今日老夫人跟人上山去挖野菜，不知是走失了还是怎的，竟到晌午了也不曾下来用饭。僧人去山上喊，也没见着人。
僧人说他们也派了人去阮家禀告，阮家派了家丁去找，寺院里僧人有限，问咱们府上要不要派人去找。金果、常嬷嬷叫人备车，带上几个人，我们去大相国寺。阮宁要亲自去找祖母，常嬷嬷也叫人备好了车驾，叫齐了人手。因为秦云川没露面，没有王爷允许，他们能带的人手有限。阮宁正欲离开之时，忽然回过头来，盯着地上的墩墩。有牵引绳吗？墩墩要帮我找祖母呀，我祖母找不到了，怎么办呢？我全指望墩墩呢。一行人从燕王府出发，直奔大相国寺。阮宁带着人在大相国寺下了车，还没找到吗？僧人摇摇头，看见他身边硕大的獒犬，不敢靠近。别怕，他不乱咬人。现在我们去祖母的房间看看吧。阮宁让墩墩去祖母的房间里嗅一嗅，让他熟悉祖母的气味。墩墩在房间里转了一圈，能带我们找到祖母吗？墩墩汪了一声，扭头就往外冲。哎，墩墩，慢点！一行人跟在墩墩和那个家丁身后，往山林中寻去。大相国寺外头的一辆大马车里，禀二小姐，他带了一只凶兽，嗅觉敏锐，那凶兽嗅着气味，相信很快就能找到老夫人了。不能设法弄死那畜生吗？那凶兽体格巨大，看起来非常凶猛，而且身边有许多人，恐怕无从下手啊。那凶兽再怎么凶猛，也不过是畜生而已。你们可是人，你们去准备些新鲜的肉食，把它引走。这里是寺庙啊，和尚们都是吃素的，哪里有肉食啊？我不管你们从哪儿弄来的，我只要看到结果。是，二小姐。他拱手退下。王妃，里头山路不好走，您就在外头等着吧。小的们找到老夫人，第一时间给您报信。我不跟着，怕他不听话。你们一定要牵牢他，这是王爷的爱犬，说是跑丢了，咱们都不好交代。家丁们连连答应。他们牵着獒犬，才走出不到50米，墩墩忽然抬起头来，顺着风吹来的方向动了动鼻子。阮宁有一种不好的直觉，只见那庞然大物像一支离弦之箭，猛然朝另外一个方向冲去。别，墩墩，别跑，你去哪儿？一眨眼的功夫，墩墩就不见了。你们去找獒犬，尽量把他带回来。但他若发狂攻击人，或者不愿意回来，也不必勉强，我来跟王爷解释。家丁们一听这话，心中顿时轻松很多，连忙抱拳应是，追着墩墩而去。阮宁又对跟他出来的这些丫鬟嬷嬷们吩咐：你们继续去找祖母，我去下头寺里等你们的消息。是，不要单独行动，至少2人一起。众人答应之后，他也转身往回走。奴婢先送王妃下去吧，要不王妃岂不落单了？清管皱着眉，神情有些不安。阮宁也猛地心头一震，今日这事儿好巧啊，巧的就像故意引诱他来，再让他落单一般。不用，你跟常嬷嬷一起去寺庙的路顺，周围也有不少僧人和阮家下人在搜寻，我一个人没事的。奴婢眼皮子一直跳，主子一定要小心啊！知道了，你们也是一样。清管拔头去追常嬷嬷，阮宁则悄悄从袖袋里捏出3根银针，藏在手中。他一边不急不缓往山下走，一边留意着周围的动静。阮宁耳朵一动，果然立在那。他听见唰啦唰啦的脚步声，是有人踩着厚厚的树叶快步朝他而来的声。阮宁猛地转身，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忽然有个熟悉的身影从低矮的灌木丛后现身。真的是你，宁宁。秦昊，怎么是他？世子怎么在这儿？寺里的僧人说，阮老夫人进山以后可能走失了，青姨担心祖母，拉着我一起来找。秦昊阔步向他走来，阮宁狐疑的退后一步。阮心怡，他这么关心祖母吗？秦昊大步停在他面前，他目光灼灼的看着他。听说你也在山里，我便想，说不定能遇见你。你瞧，真叫我遇见了。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啊？恐怕不是，是有人故意安排吧。宁宁，你还在生我的气吗？你在大婚那日帮我，这份情谊我铭记在心。世子不用放在心上，那日我是婆家接亲之人，若是被新娘子家刁难了，我脸上亦无光。便是新郎不是世子，只要我的立场不变，我仍然会帮忙。但秦昊就像是没听懂似的，他又逼近一步，阮宁立时随之后撤2步。婶婶和侄儿还是保持适当的距离吧，来来往往都是人，叫人看到了笑话。无妨，周围都是我的人，不会叫人闯过来的。阮宁闻言转身就走。宁宁，秦昊闪身挡在他面前，阮宁捏着手里的针，已经做好准备。那诗词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怎就没读过？可有书册载有这诗词？没有，不知道哪里听来的。如今世子当众吟出，那就是你做，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世子大可不必念念不忘，别挡我路，否则我喊起来你也别想好过。我家王爷那脾气你知道的。秦昊理智上是知道的，但他这会儿理智正在被什么东西吞噬，他眼神变得迷离，身上莫名发热，他伸手想抓阮宁。宁宁，好想你，好想你，你可知道？他手腕一翻，正要朝秦昊肩颈处扎去，却有一道黑影一闪而过，砰的一声，黑影一个手刀劈晕了秦昊。他又揽住阮宁几个灵跃，迅速离开那片地方。人在一条小河旁停下，好香啊！他轻嗅怀中的阮宁，但他刚一落地，就立刻放开了阮，并迅速后撤2步，拉开一个礼貌的距离。沈公子这么巧？我是这里的常客，跟方丈还有几位大师傅都很熟，今日来听他们讲佛经。刚才多谢。秦昊在大婚那日所做的2首让人惊艳的诗词，竟是你的手笔。原来沈公子那么早就到了。不是故意拖延，周围有他的人得先处理好那些麻烦。秦昊为人也许不怎么样，但是颇为喜欢诗词歌赋，家中藏了不少诗词的孤本，你如何能知道他都没有读过的诗词呢？
谁知道呢？我运气好。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乡下女子，怕是过于自谦了吧？我的家仆就快寻来了，沈公子还是快些离开吧。虽说清者自清，但人心诡诈，流言重伤，总是防不胜防。可要我找人送王妃下山？不必了，我的家仆很快就到。沈岩也不纠缠，他闪身离开。亏他走得快，他刚走，另一个庞大的黑影就从灌木丛中一跃而出。别扑我！墩墩口中发出不满的声音，但他也倒也听话的，没有扑向阮宁。他趴在阮宁脚边，摇着尾巴，像是在要奖励。让你找祖母呢，你干什么去了？找到了。轻管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我冤枉你了，是你带他们找到祖母的。那你一开始跑去干嘛了？阮宁摸着他的大脑袋问。王妃，您怎么在这儿？不是说在寺里厢房等着吗？轻管搀扶着阮老夫人，绕过灌木丛，来到阮宁面前。祖母没事吧？在哪里找到的？可受伤了？他上前抓住祖母的手，实则悄悄为她把脉。没事没事，我一向身体很好，今日不知怎的竟头晕了，我靠在那石头上休息，竟睡了过去。哪里是睡过去了，是昏过去了。没什么大碍，宁宁别担心。祖母身体确实很好，今日定是又累又饿着了。对对，阮宁心里清楚，祖母是被人用了蒙汗药。今日这一切果然是个圈套。王妃，我们过来的时候瞧见了一个热闹。什么热闹？梁王世子在树林里被人发现，他不知是怎么了，衣衫凌乱，抱着一棵树，羞死了。这种事怎么会叫你们看见？对啊，他身边的人伺候的，给他披衣服，去帮他的，还是几个小僧人呢。我们也是路过，有僧人叫我们回避，我们就绕路走了。奴婢眼神好，这才看见。既是如此，千万不要说出去，只当自己什么都没看见。说是那几个小僧人嘴巴不严，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奴婢晓得了。祖母还走得动吗？让人背着您吧。不碍事，能走动。阮老夫人摆摆手，一行人往山下厢房走去。二小姐，那凶手太凶了，虽说用鲜肉引开了他速度极快，小人的手指没了啊！你快去找个医馆看看，我回头支50两银子给你，吃点好的，我不写。是，多谢二小姐。叫你们办的事儿办成了吗？世子他成了，世子已经遇见他，并堵上了他，那种事儿不是水到渠成吗？好，事成，你可再多支50两，快去看你的手吧。阮心怡叫人离开，得意洋洋的从马车上下来。现在他要去找阮宁的麻烦了。阮心怡还没走出大相国寺，就见自己安排的那波捉奸之人神色慌张的快跑而来。好什么？事情不是很顺利吗？回二小姐，不知半路杀出的是谁？咱们的人被打晕，醒来的时候燕王妃已经不见了，只有世子他。只有世子？世子怎么了？世子药效发作，被几个僧人遇见，救下来了。被僧人救下？燕王妃不在。阮心怡心中慌乱，手脚发颤，怎么会这样？事情完全偏离了他的计划。他想算计阮宁，结果却只害得秦昊丢了脸。等秦昊药效过去，岂不来要他的命吗？二小姐，您不能走啊！对，我不能走。我说走了，这锅我背定了。走，我们去找阮宁。阮心怡快步进得寺里，直奔阮宁所在的厢房。既然是阮宁坏了他的计划，那这锅阮宁背定了。阮宁，祖母，您没事就好。要不你们先说。那祖母先歇着。你怎能如此对待世子呢？世子待你不薄，虽然你们的婚约作废，但你已经嫁了燕王，不是吗？我如何对待世子了？值得妹妹你这般来我面前痛哭控诉？你把世子骗进山里，对他，总之你就是想叫他丢脸，对不对？我们才大婚第3日，你就叫他爹如此大的脸面，你还恨他，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世子说他见我的时候，周围都是他的人，不会有人知道我们见面了。你怎么知道他见的人是我？我当然，除非是你引他去见我，除非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阮宁，你别胡说八道。果儿，你去问问世子，他可是遇见什么事儿了？需要燕王府帮忙吗？他的世子妃在我这儿哭得厉害，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若是需要帮忙，让他自己派个能说清楚的人过来吧。是。清管立刻俯身，阮心怡顿时慌了。阮宁刚说的话已经搅得他心神不宁，如今阮宁又要叫秦昊来，秦昊来了，是会相信他，还是相信阮宁？世子被僧人救下山，又给喂了药，他才清醒过来。刚刚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正在羞恼，咬牙切齿的要找出是谁让他这么丢人时，小和尚来说，外头有个叫青果儿的女施主，自称是燕王妃的大丫鬟，求见世子。阮宁的丫鬟。对了，他被打晕以后，阮宁去哪儿了？叫他进来。禀世子爷，我家王妃刚找到老夫人，还没问清楚缘由，您的世子妃就跑到我家王妃面前，说什么我家王妃害得您丢脸，您这不是好好在这儿呢？您丢什么脸了？有
关我家王妃什么事儿啊？我们找老夫人还不够忙乱吗？怎么什么事儿都能安在我家王妃身上呀？清管抱怨完，连忙又俯身请罪。婢子多言了，该长嘴。我家王妃是叫婢子来问，世子爷可需要什么帮助？但凡燕王府能伸得上手的地方，一定竭力帮忙，不会吝啬。秦昊怔了怔，他立时反应过来，他在山中丢脸的事儿，僧人说瞒得很好，没叫人看见。那阮心怡是故意的吧？他跑去阮宁祖母所在的厢房嚷嚷，是恐怕人不知道。秦昊想明白这点后，二话不说，越过清管就冲那边厢房阔步而去。他得过去捂上阮心怡的嘴。阮心怡，秦昊攥了攥拳头，阔步来到两人面前。你干什么呢？世子，我听说你……住口！祖母已经找到了，你快回马身上去。阮心怡刚一离开，墩墩就噌的起身，径直来到阮宁面前，挡在秦昊和阮宁中间。宁宁，墩墩冲他大叫一声，拙经失礼，我替他赔不是了。后来发生了什么？你如何离开的？我只晓得世子被人打晕，才免于在婶婶面前失态，做出更有失体统的事儿。至于别的，无可奉告。另外，我想提醒世子，你不如想想，今日这一切是不是一个大圈套？你我都成了别人算计中的猎物，而这一环套一环，究竟是如何促成的呢？是谁害得你失态了呢？阮宁说完，转身回去厢房。秦昊想追上去，让阮宁把话说清楚，但他才抬起脚，面前的庞然大物就噌的起身，他咆哮低吼之声叫人心肝发颤。阮宁已经进了厢房，他只好转身离开。他边走边琢磨阮宁的话，是谁算计了我？又是如何算计的？在树林的时候，我已经身不由己了。那念头，那欲火。秦昊脚步猛然一顿，他想起来，阮心怡说祖母不见了，让他陪着一起来大相国寺找人。他先是去了寺里住持的禅房，跟住持喝茶。阮心怡忽然带人奉茶过去，阮心怡借着给他端茶的机会，低声告诉他，他姐姐也来。想到这儿，秦昊不由得浑身冰冷。他原本是和阮心怡一起乘车来，但现在他却不想看见阮心怡那张脸。他骑了手下人的马，策马回府。回到梁王府上，他立刻嘱咐下人，等世子妃回来，令他待在院中，一日三餐给他送进院子里，不许他踏出院子半步。若不是怕丢人，秦昊恨不得现在就休了他。阮心怡心中忐忑地回到府上，他走了以后，不知道阮宁又向秦昊说了什么，秦昊会信吗？他待会儿一定要好好跟秦昊解释，势必让他相信自己才行。谁知下人却告诉他，世子今晚睡在书房，他要去书房找秦昊，却被告知他不能离开这院半步。阮心怡要气疯了。秦昊，你欺人太甚！世子妃，如今这事儿只有咱们这院的人知道，您若闹腾起来，整个王府的人恐怕都要知道了。他们的嘴巴严不严实，那世子可管不了，万一传出去。下人不再多言，因为阮心怡已经拂袖，气哼哼地回了上房。第二天也不算特别晴好，而且我听说您出发的时候都已经快晌午了，怎么忽然想到去挖野菜的？必是有人怂恿，但阮老夫人顾左右而言他。野菜好啊，在老家的时候，你最喜欢吃祖母做的野菜粥了。您和那谋害您的人一心，我们这些找您的反倒都成了坏人。您自己乐意躲进山里，我们这么多人兴师动众的找您，反倒是破坏了您玩乐的兴致。祖母不用担心，我这就去告诉僧人，说有下次不必兴师动众，也不必着急通知我们。宁宁，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您留着这个祸害在身边，到了这时候还在维护他，您身体里的蒙汗药都还没有散尽，却想着欺瞒担心你的人，有因必有果。您自己的选择，自己掂量好就行。我虽是您的孙女，也不能干涉您选择的自由。是王婆子，她说寺里后山的野菜特别鲜，她会做鲜美的野菜粥。阮宁当即对常嬷嬷道：“叫牙行来，把王婆子发卖了，顺便让牙行带过来一些婆子，让祖母重新挑选。王府后院有好些婆子，老奴看他们有些人踏实肯干，为人忠厚，只是没机会到主子面前，所以一直只能做些粗活。那就把跟王婆子关系最好的丫鬟或婆子再发卖一个，再从牙行手里买一个，从王府选一个送过来。”常嬷嬷连忙应是，躬身退下。阮老夫人怔怔看着阮宁：“宁宁，你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啊，人都会变，我也没想到有一天祖母会因为一个婆子欺瞒我。那婆子若只是偷了金银之物就罢了，她都谋害到您头上了，您还护着她。祖母，您是什么时候变的呢？阮老夫人浑身一颤，脸色灰败地低下头去。我嫁人了，陪祖母的时间少了，但祖母在我心里的分量从不曾改变。您若是觉得寂寞，我给您请戏班子，请叔叔先生，请杂耍，你喜欢什么样的热闹，只要我能办到，我绝不说二话。但您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祖母知道错了，这次真的知道了。那王婆平日里最恭顺，最会讲笑话逗我开心，她刚刚找机会来跟我认错，说是夫人的人给她传信儿，叫她这么干。她若是不干，夫人就会
会对他的小孙下手。他说他没有真的丢下我不管，如果你们找不到我，他也会带我下山，求我饶过他这一次，他再也不敢了。所以祖母刚才一时心软，犯了糊涂。祖母说得好，您就是心软，犯了糊涂。他能卖您一次，就能卖您第二次。您把他留下，不是亲者痛，仇者快了吗？宁宁，祖母刚才没有别的意思，你变了，变得有主见了，变得聪慧果断，变得有原则，敢于坚持了。这样好，女孩子就要坚韧一点，才能保护自己。阮宁发卖王婆子，并且把和王婆关系最好的丫鬟也给卖了，如此连坐，着实震慑住了其他伺候老夫人的人。这位燕王妃真是说得出办得到的人。这天夜里，夜深了，秦云川才从外头回来。他悄悄摸进重瑶院，愣是在门口站了足足2刻，手伸了几次，想要推门，最终都缓缓放下。他又去了后窗，但只是在后窗站了一会儿，便悄悄离开。从仙台山城隍庙回来后，他不敢见阮宁，心虚和担忧让他不知该如何面对他。他以前就非常明确地表示过，不能原谅。他甚至说，如果知道那个男人是他，他会离开他。想到他说这话时候那坚定的神态，秦云川就心头发颤。他躲着阮宁的同时，悄悄交代了重瑶院的小厨房，如果王妃煎药，一定要第一时间来报。他才交代下去2天，就接到小厨房的消息，王妃今日让青果姐姐来煎药了。金云川二话不说，端着早就让人准备好的小砂锅，悄摸来到重瑶院。他临近灶房门口，瞧见阮宁身边的大丫鬟青果竟然亲自在煎药，这必然是那个药无疑了。青果，你拿些鲜鹿肉喂给墩墩。哎呦，王爷，奴婢请王爷安。您得有2、3日没来重瑶院了吧？王妃还一直以为您一直没回府上呢。您回来了，为什么不来和王妃一起用膳呢？秦云川无语，他第一次知道阮宁的大丫鬟这么多话。快去！回王爷，墩墩有专人喂药，奴婢得在这儿看着火呢。王妃交代了，一定要奴婢亲自盯着。王妃叫你呢。有吗？本王耳力过人，是你没听见。那这火叫个烧火的丫头替你看着就是。青管点点头，叫了旁边的丫鬟过来。王爷，奴婢告退。青管忙不迭朝上房跑去。秦云川看他跑远，闪身进了灶房。你们什么都没看见，干自己的活。灶房众人连忙别过脸去。秦云川从身后拿出一只一模一样的砂锅，他把原来的砂锅端走，把新的砂锅放上。你看见什么了？秦云川问他。烧火丫头怎么也没想到，这辈子有机会跟王爷面对面说话，而且是在灶房这地方。丫鬟紧张的张口结舌。你什么都没看见，明白吗？明白了。可是王爷，什么都不许说。烧火丫头只得闭嘴点头。秦云川端走了原本的一锅药。青管从上房回来，嘴里还嘀咕着，哪里是我的耳朵唱，明明是王爷耳朵。他还没嘀咕完，就觉得灶房里的气氛有点怪。刚才发生什么了？谁动我煎的药了？没有，青果姐姐，我没有啊，我真的没有，我哪敢呢？青管重重的哼了一声。他把药煎好之后，不但倒出了药汤，他更是叫人拿来了大托盘。他直接把小砂锅和药渣子都一并端去了上房。王妃，奴婢怀疑王爷换了药，甚至连锅都换了。奴婢煎药之时，王爷忽然来了，有意支开奴婢。等奴婢回去时，发现小砂锅的温度不对，煎的火候也不对。奴婢怀疑是王爷端走，原来那只砂锅是用了。此时身在书房的秦云川坏了，他留下的破绽太大，希望阮宁的大丫鬟蠢一点，迟钝一点，不要发现呀。阮宁让青管把药渣倒出来，他仔细的分辨，看完他哭笑不得。他真把我的药给换了。王妃对王爷这么好，他都要害您吗？倒也不是，这是补气血的药。您原北的药不也是补气血的吗？也许王爷觉得他的药更好吧。那您喝嘛。他费心费力的换了，你也费神的煎好了，放着吧，放温了我就喝。王爷和王妃真是恩爱呀。是呢，你替我请裴郎中来。是，还是叫裴郎中看看更妥当。裴郎中来的时候，阮宁已经把那碗汤药给喝了。裴郎中看着他面前圆桌上铺着的药渣，王妃哪里不舒服了吗？王爷把我的药换了。这是补气血的药，针对我身子的情况，你给开的吧。让师傅见笑。不孝。师傅啊，不是徒儿不孝，是王爷逼着徒儿给开的呀。正好，你也是男人，我想请教你，你们男人是有什么毛病吗？我实在想不明白，我剁掉这个孩子对他对我，不是都更公平吗？他非要让我生下一个生父不详的孩子，让他自己喜当爹，是什么恶趣味吗？裴郎中听得腿一软，差点跪下。师傅，我年纪大了，这能坐下说话吗？你坐下慢慢说。他偷偷换我的药，究竟是何道理啊？徒儿也不知道呀，或许是燕王担心自己身子不好，以后后继无人呢。你的医术或许会让他有此担忧，但现在有我呢，他身体里的余毒基本已经肃清，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那徒儿就不知道了。或许王爷是担心贸然堕胎对王妃的身体伤害太大，恐怕王妃日后不能有孕。王爷最信你，且你也是大夫，你替我去跟王爷解释
释解释，何止堕胎有风险，生孩子风险更大，保大保小是厂婆们最常问的问题。你也替我问问王爷，看他是要保大还是保小，别最后落得一场空，大小都没了。呸！师傅说什么呢？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啊！哎呀，师傅慎言呐，怎么能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呀？快呸！你会替我问的吗？其实不用药也可以，扎针亦能使妊娠结束，不过我不太想给自己扎针，自己给自己扎总归是不太方便，胎儿越大风险越大，若实在没别的法儿，我也会试试的。徒儿明白了。离开重瑶院，裴郎中直奔秦云川的书房。王妃不要那孩子的心意已决，他让裴某代问王爷，保大还是保小，别到最后呸！秦云川皱眉看着裴郎中，他心神不宁。裴郎中又道：王妃还说他不能理解王爷为何不让他堕胎，是想要喜当爹。以裴某之见，王爷若是真想保下这个孩子，不如实话告诉王妃，这您说了还有一线希望，您要是不说的话。秦云川深吸一口气，他怎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上次就说希望这个孩子是他的。阮宁坚决地说，如果是他不接受，他会走，那个时候他才真是大小都保不住呢。我不能告诉他。您自个儿掂量吧。裴郎中不明白，顶天立地的燕王怎么会连承认自己孩子的勇气都没有？他颇为失望地转身走了，留下秦云川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坐在书房里。他起身来到后院，习惯性地朝墩墩的笼子看去，墩墩当然不在那里，入目只有一只偌大的空了的笼子。重阳院里一定很热闹吧？有墩墩，有爆米花，有他在的地方好像充满了生机活力，活色生香。有他在的地方才是家啊！书房冷冰冰的，待在书房的他活像一个孤家寡人。晚膳过后，秦云川还是忍不住悄悄摸去了重瑶院。堂堂燕王顶天立地，竟然在自己的府上偷偷摸摸跟做贼一样，一边悄悄的熟门熟路的摸到阮宁的后窗底下。可惜不知是他耐不住寂寞来得早，还是阮宁今日睡得晚。到卧房里还没熄灯，走近了还能听见说话声，似是他那个大丫鬟清管在陪着他说话。他听到阮宁说：是啊，离家出走。秦云川不由瞪大了眼睛，他要离家出走，这还得了？他已经留不住他了吗？因为这个孩子，他终于还是决定离开他了吗？秦云川不管不顾的径直从正门冲入寝房。阮宁，王爷，闭嘴，出去。你出去吧，没事。秦云川目光沉沉的看着他，他攥着拳头，似乎很生气。秦云川额上青筋暴起，他似乎在压抑着什么，他内心反复挣扎，备受煎熬。阮宁，是我。什么？我去城隍庙看了，我想起来了一些东西，是我记错了时间。那天晚上的人是我不是故意推卸，是真的完全不记得。直到前些天晚上，我喝醉了酒，我们险些发生，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想起了一些片段。秦云川说的断断续续，像是刻意忽略了一些东西，但阮宁还是听明白了。他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秦云川。为了让我生下这个孩子，你编这样的理由骗我？不是骗你，9月初5夜里，城隍庙里的男人就是我。我一开始是因为毒发躲进城隍庙，后来就记不得，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我现在能想起一些我们亲近的片段来。虽然我当时神志不清，但我没想推卸责任。我现在说这些，不是为了保住孩子。秦云川深吸一口气，他上前一步，忽而他单膝跪在阮宁面前。宁宁，你别走，留下来，让我照顾你、保护你、补偿你，行吗？他眼睛很红，目光灼热又恳切。阮宁怔怔看着他，想过是他，后来又被推翻，他便再也没怀疑过他。现在想想，他当初推翻的证据根本立不住，他其实也不想失去他，是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是你，当时你已经身中剧毒，而且或许是药力作用，那么这个孩子有没有可能生下来就不健全，出生对他来说也许更残忍呢？不会，你的血脉非比寻常，能解其毒，我深有体会。阮宁无语，秘密被人知道就是这么被动。就是说你非要这个孩子不可？也不是，那晚不管是什么原因，我的责任不可推卸。后来我没找你，甚至完全不记得这件事，这都是我的错。你不想要这个孩子，我能理解。他说得很慢，甚至很艰难，但至少能看出来他说得很真诚。如果我现在执意要打掉这个孩子呢？我会让裴郎中亲自盯着药膳，给你补养身体。小月子做好，我们还年轻，孩子还会有的，等你想要的时候。阮宁看着他笑了，真心的，不后悔。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会再偷偷换我的药了吧？不会了。笔墨伺候，我自己开药。能让他亲自伺候笔墨的人，恐怕也只有他了。秦云川起身去桌案边，正要铺纸研墨，阮宁轻呼一声，秦云川吓了一跳，立刻折返回他身边。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动了，他动了一下。秦云川怔愣的表情渐渐凝住，他惊愕的目光从阮宁的脸缓缓移到了阮宁的肚子。孩子动了。
可是不对啊，这第一次胎动应该是在妊娠4个月左右，我如今还不到3个月呢，是我弄错了吗？他动了，让我摸摸。他温热的大手轻轻盖在他的肚子上。孩子，我是你爹。还听不到呢，还是个小胚胎而已。能的，是个生命啊，一定能听到的。秦云川喃喃道。阮宁表情一滞，是个生命啊。他忽然想起原主还在的时候，一次次的告诫他不要轻易堕胎。如果他还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或者孩子的父亲根本是个禽兽，他绝不会犹豫。可如今看来，秦云川也并非要逃避责任，而且当初似乎2个人都出了状况。从原主留给他的模糊记忆中看，原主并非被强迫。最可怜的就是我，你们快活，我受罪。阮宁长叹一声，还没吃过猪肉就要生下猪崽。你说什么？我说我想试试。试试什么？试试把他生下来啊！你再多问一句我就后悔了。你放心，本王不会让你后悔今日的决定。秦云川轻轻抱住他，那动作轻柔又小心翼翼。对了，我在窗外听到你说离家出走，不是我吓唬你，现在的身份离开家很危险。这明明就是一副大灰狼跟小红帽说话的语气。是说了离家出走，但不是我呀。我在燕王府吃得好，喝得好，地位高，还能让负我之人一头叫我婶婶，我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啊？对，你这么想就很好。那你怎么说起离家出走？我跟青果聊八卦呢，听说阮心玉的表妹那个张怀玉被他爹教训了一顿，那姑娘气性大，竟离家出走了啊！幸好你不跟他玩，一定要让他的小王妃远离这种人，没得把他乖巧机灵又可人的小王妃给带坏了。对了，后日有宫宴，说什么赏兰，恐怕是一群女人相互攀比说闲话的宴席。要想你没兴趣，我叫人替你去了。别啊，我去。你去。阮宁连连点头。以前不去是因为原主的问题还没解决，现在原主小姐姐已经安心把躯壳留给他了，那他不得替原主小姐姐好好在这世间走一遭？我喜欢女人之间的攀比说闲话啊，就跟人们爱去动物园一个道理，多有意思啊！动物园又是什么东西？皇家御兽园。他倒是大胆，敢把西朝最上流阶层的宴席比作皇家御兽园的兽，好像还挺形象的。秦云川皱着眉头盯着他的肚子，没那么娇气。之前我喝药扎针，他都没事，参加个宴席而已，不会有事的。要不本王易容陪你去？王爷要易容成女人吗？好啊，你呀，你好先让我看看。多带几个丫鬟嬷嬷。我是去参加宴席，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要去什么龙潭虎穴呢。皇家御兽园可不就是龙潭虎穴吗？时候不早了，王妃早些歇息吧。秦云川嘴角藏着笑意，一般他说完这话就该走。今天宽衣解带，哒哒哒的走到床边来了。阮宁疑惑的看着他，往里挪挪。秦云川在床边坐下，阮宁疑惑的眼神变成惊讶，秦云川却已经贴着床边躺下来。你不满3个月不能行房，你知道的吧？睡觉。夜色中，秦云川勾起嘴角，无声的笑容很是肆意。原来不止在战场上，在感情上也是一样，勇敢一点，坚定一点，结果未必糟糕。逃避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宫里的宴席也渐渐散场了，阮宁从宫宴上出来，还有好些年轻的世家贵妇小姐们围着她，缠着她讲乡下的趣事。她讲的太生动，太有意思了，结结实实的撞在了人家身上。对不住，对不住。脚。真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我跟他们讲故事呢，没瞧见。阮宁往后扭头，可一扭脸，好嘛，这群人全跑了，只剩下他的青管和常嬷嬷退了2步，等着他。真对不住啊，楚太傅。对不住，一日2次撞上我，你未免太过于处心积虑了吧？这不是。劝你别把心思算计用到我头上，我对你不感兴趣。既然被楚太傅看穿了呀，您既然看穿了，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我的主意已经打到您头上了，这可怎么办呀？这就吓住了。也太不经斗了，不想让我继续打你的主意，就别在我面前瞎晃，以后见着我躲着走，否则我会认为你是在故意吸引我的注意，想让我对你下手。他呆愣的简直说不出话来。阮宁带着他的丫鬟嬷嬷大摇大摆的从他面前扬长而去，倒是个有意思的妙人啊。阮宁来到自家马车前，他莫名有种直觉，他的马车有异样，回头对青管和常嬷嬷道：“你们坐后头的马车。”两人躬身退下。你也太大胆了吧！今日太后还试探你是不是快好了，你竟敢跑宫里来。想你了。我这不就回去了吗？不过早见上这么一会儿，你却要冒这样大的风险，值吗？值啊！秦云川坐直身子，伸手拉他坐下，他脚下却似乎踩到了什么东西。阮宁低头一瞟，不是他家王爷的脚，是个香囊。阮宁眉心猛一跳，这香囊好眼熟，就是今日在宫宴上莲平公主借花献佛转送给楚太傅的那只。楚太傅的香囊怎么会掉在他的车架上？阮宁猛地看向秦云川，怎么了？楚太傅上过他的车架，他为什么上来？他在这里跟秦云川见面，两人都是手握重权举足轻重的人物。至于楚太傅和秦云川在密谋什么，阮宁并不想打听。他刚刚图一时嘴快活，故意调戏楚太傅，谁知楚太傅跟秦云川已经熟悉到了可以一辆马车里偷偷见面的程度。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可是坐累了，要不要躺一会儿？王爷，我跟你说件事儿，你不许生气啊。
什么事儿你还没说就知道我要生气？我猜你要生气，我最怕你生气了，所以我们先拉钩，你不许生气。好，我不生气，你说吧。我今日可能给你惹祸了，我不小心撞了一个人，我不认得他，其他夫人告诉我他可凶了，而且记仇，睚眦必报。只是撞一下，不至于惹祸。可能还踩了他的脚趾头，可能力气有点大，我看他表情挺痛苦的，不知道是不是给他踩肿了。是谁啊？竟让咱们的燕王妃如此紧张？他们说他是太傅，姓楚。楚萧？是的吧？太傅还能有几个？不用担心，楚萧虽脾气不好，但不至于为这一点小事跟你计较。我看他计较得很，狠狠地瞪了我好几眼呢。对，他就是个小气包，你以后见他躲着点是了。王爷不生气吧？他不会找我麻烦吧？万一他找我麻烦，王爷会护着我的吧？那是当然，你放心就是，万事有本王呢。阮宁笑容甜美，却也藏着一丝狡黠。她趁秦云川不注意，将那香囊踢到了四方巾底下。楚萧猛地打了个喷嚏。可是店里太冷了，给太傅再加一盆炭火吧。不必。他伸手在自己身上摸，今日那香囊着实不错，只要嗅了那个香味儿，他的咳喘鼻塞立时就能缓解。他已经摸遍了全身，却没有找到那只香囊。在哪呢？楚萧起身，阔步往外走。太傅，工人追了出去。楚萧找遍了他刚才经过的地方，也许是落在那儿了。太傅找什么呢？他长什么样子？奴才们也帮着找找。不必了。楚萧冷脸回到了待皇上批阅奏折的殿中，心里却在琢磨着，是把小皇上那只要过来，还是今晚冒险潜入燕王府邸，去马车上找找。阮宁回到燕王府，配了5只红的香囊，他叫人给梁王府太妃送去。阮宁的香囊很快送到了太妃的手上。哎呀，竟是不同的香味儿，别具一格，这香调的还原度真好啊！太妃捧着香囊，爱不释手。这松香和檀香有宁静静心之效，虽然5个味道都有止喘之效，我觉得这兰香止喘最好。深吸一口这兰香包，只觉自己整个肺都清爽了。燕王妃有心了。禀太妃，世子求见。正要说他呢，他就到了，真是经不起念叨。孙儿听说今日有个不懂事的丫头惹了祖母不高兴，她是心仪的闺中密友，她已经知错了。祖母大人有大量，就别跟一个小辈儿一般见识了。她公演没参加完，就跑来赔礼道歉。祖母，放屁！多大事儿啊，发这么大火？不懂事，知错了。我大人大量啊！秦昊，你还是我的孙儿吗？别人都要害死你祖母了，你还在替别人求情呢？就因为她是你媳妇的闺中密友。祖母息怒，那孙儿糊涂。世子这回可真是偏听偏信了。那姚家小姐命她的丫鬟偷了太妃的止喘药包，塞在燕王妃的身上，企图嫁祸燕王妃。老太妃喘症发作，差点上不来气儿。亏得是燕王府配出来的香囊有极好的止喘药性，止住了老太妃的喘症。要不然，老太妃拿起那兰花香囊，深吸了几口气，这才缓过气儿来。我可以不追究姚家小姐的过犯，我孙儿都不在乎我的死活了，旁人都要害了我的命了，我还得高抬贵手，大人大量，可悲呀！我什么都不追究了，你以后也不要再来我的院子。祖母原谅孙儿这次吧，孙儿糊涂了，孙儿偏听偏信，信了心仪的话，他定也是被那姚家小姐给骗了。孙儿不知真相啊，心仪说是那姚家小姐无心说了不敬之言，说过就后悔了，吓得不行，连忙来赔罪。孙儿哪里知道他今日这般歹毒，莫说祖母不该饶他，就是孙儿也不能饶他。罢了，我原本想着你母亲不在府上，这府上钟馗总不能落在你爹的妾室手里，着实不像话。幸而你大婚暂且搬回来住了，就让你的妻掌管钟馗。如今看来，那哪成啊，恐怕得辛苦祖母操劳。心仪如今看来没有管家的贤能，她竟为姚家小姐所蒙蔽，其心智不够机敏，难当大任啊。你叫她每日早晚到我这儿来吧，我受累替你母亲教教她。既然你已经娶了她，不能让她一直这么愚钝下去。辛苦祖母了，真是孙儿不孝，这您不能安枕无忧颐养天年，还得为子孙的事情操心。老太妃摆摆手，秦昊见她乏了，连忙躬身退下，出了老太妃的院子，去告诉世子妃一声，叫她日后早晚到祖母院晨昏定省，以尽孝心。她气哼哼地径直出府，直奔画舫而去。秦昊到画舫的时候，锦瑟恰在抚琴。秦昊站在门口看着他，径直看呆了。秦昊立刻上前，将锦瑟圈进他的怀里。跟我走吧，别留在画舫了。玉带桥的别院，女儿不喜欢，我带你去别处的宅院。哪里的宅院都无所谓，奴家在意的也不是宅院。被养在宅院里的外室，就好像主人的猫猫狗狗，想起来了就逗弄2下，想不起来就丢在那里不闻不问。奴家也是个人，有心有情。奴家在意的是世子爷这个人呢。奴家知道自己不配登堂入
入室，所以只求世子爷让奴家留在画坊吧。虽是烟花之地，却能让奴家觉得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跟我回王府。秦昊抱着他道：不，奴家不想给世子爷惹麻烦，奴家就在这里默默的等候着爷，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记挂着爷就满足了。跟我回王府，给你名分。不，会认真的。谢谢您，世子爷，你能这么说，奴家已经心满意足。走，爷怕什么？你现在就跟爷走。别呀，世子爷，除非你不愿意跟我走，你宁愿继续做个风尘女子。您真的愿意带奴家走，不是一时冲动。哼，本世子怕什么？好，容奴家收拾一下。爷在马车上等你。景色回到自己房间，招来他的丫鬟，告诉沈爷，事情已成，秦昊答应带我回王府了。这么快，这么顺利？男人这东西。话没说完，景色忽然想到沈爷也是男人，他立刻咽下话音：运气不错吧？你收拾收拾东西，随后跟我去。是。丫鬟扶身。秦昊原本因着他和阮心怡是新婚，所以不想这么快就纳妾，谁知这才大婚没几日，阮心怡就接二连三的给他找不痛快。既然他做了初一，就不能怪他做15。他故意带锦瑟回去，想要阮心怡要为此不痛快。锦瑟被带回连王府，安排给他一个不小的院子，秦昊还大大方方的给他拨了4个丫鬟，2个嬷嬷伺候着。尔等要尽心尽力伺候好锦姨娘，若有怠慢不尽心之处，休怪爷对你们不客气。锦瑟笑容温婉得体，瞧着倒比出京人士的阮心怡更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韵味和气质。世子爷从外头领回来个姨娘，已经给安排好院子了，还拨了4个丫鬟，2位嬷嬷伺候。我是他的正妻，他即便从外头带人回来，也该告诉我一声。安排院子拨人伺候，本该是我的事，他竟越过我，直接插手内院的事，他这是根本没把我这正妻放在眼里。小姐，您是正妻，世子爷这般越过您宠妾，实在与您不利，您也当给那妾室立规矩，否则您在内院的威严何在？你说的是，去把那小妾给我叫过来。阮心怡自己刚立完规矩，正憋了一肚子的火无处发泄，锦瑟倒是来得很快，他正要在门口蹲身请安，叫他在外头跪着，我不说起来，他便不准起。锦瑟闻言微微一怔，这声音好熟悉啊！电光火石之间，一个可怕的夜晚突然重现在锦瑟的脑海里。是那晚，他抬手轻抚自己的脸颊，脸上的伤疤已经愈合。他一直以为划伤他脸的女是阮宁，可听到屋里传来似曾相识的嗓音，锦瑟终于明白了，划伤他脸的人根本就是阮家2小姐，是秦昊的正妻。跪下！世子妃叫你跪下，你没听见吗？故人相逢，世子妃怎么一点旧情都不念呢？当日我那般感念世子妃高抬贵手之恩，今日您怎么突然严厉起来？屋里的阮心怡微微一愣，他谁呀？故人？他是谁的故人？世子妃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奴家贱命一条，很多事儿都记得清楚着呢。锦瑟正是奴家，世子妃还记得奴家，真是奴家的荣幸，谢世子妃恩典。阮心怡一时间心慌意乱，她岂能听不出锦瑟夹枪带棒的嘲讽？世子爷问锦姨娘请过安了吗？若是请过了，快点回去伺候爷用饭。滚吧！婢妾告退。临走，他还抬头朝阮心怡看了一眼，微微一笑。你看见了吗？他那是在挑衅我。小姐息怒，您可以搓磨一个妾室，但不能跟世子爷顶着干啊。燕王府十分平静。这一夜，阮宁趁着秦云川去书房时，悄悄溜到了王府停放马车的后院。他让常嬷嬷给他望风。他悄悄摸上今日他乘坐入宫的那辆马车，刚一上车，不好，立刻要往外退，但为时已晚。车上的人动作比他更快。别出声！这人一把捂住阮宁的嘴，他嗓音低沉醇厚，身上还有股淡淡的龙涎香的味道。龙涎香？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东西只有皇宫皇帝能用吧？他悄悄来到马车上，只是为了捡回他的香囊。你是什么人？来燕王府做什么？不要多问，我无意害你，别出声。待我离开燕王府，就立刻放了你。稍微松开点，闷死我了。男人倒也不是穷凶极恶之辈，还真把手松开了些。阮宁用眼角余光瞟了瞟马车里的男人，马车里太黑，根本看不清他是谁。这人大晚上的藏在他的马车上干什么？总不可能他也是来找香囊的吧？男子钳制着阮宁，正欲下车，却听见不远处望风的常嬷嬷：“这么晚了还巡逻呢？啊，我白天东西落车上了，过来找，我已经找到了。”常嬷嬷跟王府巡逻的侍卫打招呼，阮宁心头一紧，走了。他飞快地跳下马车，一阵风一般的跑，凝望着他快跑而去的背影。他没叫人来抓他，也没问出他是谁。他从怀中摸出那只香囊，放在鼻端，深吸一口气，是这个味道。他又在马车上坐了好一阵子，待他心绪恢复平静，他纵身跳下马车，轻车熟路地往燕王府的书房而去。秦云川正坐在书房里等他。楚萧，快进来！今日不是才在宫里见过面，什么事儿啊？让你大半夜的冒这样的风险来府上见我？突然想起一些事儿，上午见面匆忙，没来得及告诉王爷。秦云川请他坐下，两人面对面，俱坐在茶案两旁。这是什么茶？味道竟格外的香。我家王妃特意给我调配的茶，在上好的云间又加了适量的茉莉，每一朵茉莉都是她精挑细选，你尝尝，味道很不错。燕王妃是个怎样的人？
本王见过这么多人，从没见过谁像他这般能伺候。能让堂堂燕王用上伺候2字，看来确实了不得呀。是啊，他可非常了不得。你是没见过他，你若是见过，哎，对了，今日宫宴上你应当见过他了吧？啊，对了，见过了，没觉得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就是个小女子而已。你不懂，没人像她那般让本王又爱又恨，却又欲罢不能。楚萧连忙低头，藏起他全部的心酸与羡慕。秦云川是他的至交好友，朋友妻不可欺，他怎么能嫉妒自己的朋友呢？你没瞧见吗？本王脸上的鬼纹好多了，不是本知夫的后吗？呸！你才涂脂抹粉，本王是那种人吗？跟你开个玩笑。算了，放你一马。看见没？没有粉脂，鬼纹变淡了，不在白天几乎看不到。裴郎中果然厉害，不是裴郎中，是阮宁，本王的小王妃。谁？燕王妃？她见过医术吗？是，而且医术了得。裴郎中那么傲气的人，非要拜他为师。他瞪大眼睛，错愕看着秦云川。怎样，厉害吧？厉害呀，王爷，大难不死，真是有后福的。你的失觉之症，如今调理的怎样了？日后若是有机会，叫本王的小王妃给你看看。楚萧在2、3年前突然没有了嗅觉和味觉，已经好多了，偶尔能够嗅到一些味道。燕王妃若是肯医治，那自然是最好。看看王爷的意思，分明是把她当做了野珠子。你舍得叫王妃给在下医治吗？别说，还真舍不得。楚萧也笑，只是笑容底下藏匿了多少酸涩，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你说有事告诉我。啊，我最近查到你在回京的路上遇服中箭，那种奇毒并非是出自蒙古，我在一本宫中秘药上看到了那种毒药的记载。我早有此怀疑，蒙古人哪能算那么蠢？我从蒙古离开归京，就连我军当中知道的人都不多。如今你身体大好，一定要小心。你才是要小心。太后与小皇帝的心腹大半夜的出现在燕王府邸，若叫人看见，你这太傅怕是干到头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太傅干不了，左相也行啊。想得美。楚萧起身告辞，他瘦削的身影飞快地消失在凄凄夜色之中。秦云川的笑容收敛，盯着楚萧用过的杯盏，默默发了会儿呆。但很快他微微一笑，阔步朝重瑶院而去。这晚月色凄美，夜凉如水，夜幕笼罩之下，阮心怡惊叫着坐起，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小姐，婢子在这儿呢，你是不是做噩梦了？别怕别怕。世子爷呢？她被噩梦惊醒，多希望自己的男人，自己的相公能在这个时候抱抱她，给她温暖，给她安慰。在锦衣娘院里。哐当一声，阮心怡推倒了床头机。小姐别生气，仔细气着自己的身子，她不过是个贱妾，得意不了几时的。等世子厌了她，还不是任由您处置。忽听院子里传来嬷嬷威严的声音：已经饮食3刻了，世子妃该起身了。外头说什么？半个时辰之内洗漱更衣完毕，去太妃跟前请安，晨昏定省的规矩不可荒废。天还这么黑呢，这还是半夜呢，就要起床去请安立规矩。这个老钱婆，她就是故意折腾我。她年纪大了睡不着，也不让我睡。秦昊呢？他怎么不去请安？我被他祖母折腾的睡不了觉，他也别想安生。阮心怡一边咒骂一边愤愤起身，跟老太妃拧着来，她倒也不敢。一大清早被他塞进花轿，替他嫁人的阮宁还正躺在燕王爷宽阔温暖的怀里呼呼大睡。阮宁睡相不好，即便他刚躺下时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但只要睡着，他就像只树袋熊一样，抱着像暖炉一样的某人钻进他怀里，搅得某人天天得运气平复火气。天光大亮，阮宁懒洋洋地睁开眼，伸了个懒腰。秦云川已经练功回来，赶紧过了头3个月，不然本王迟早憋出毛病。阮宁刚醒，眨巴着懵懂茫然水汪汪的大眼睛。秦云川看他这副样子，真是又好气又好笑。骗你的，本王会内功心法，憋不坏，别害怕。王爷不用那么辛苦，下次你告诉我，我保证让你一针下去浑身轻松。黄蜂尾后针最毒妇人心。阮宁听后笑笑，并不在意。待他慢吞吞的起身洗漱，完全收拾好，饭菜也恰摆好。今日喜鹊一直叫呢，定是有好事发生。他话音刚落，就见常嬷嬷站在门口，冲他挤眉弄眼。干什么呢？本王没瞎话就说。没事，你说吧，咱们王爷大人大量，不会跟小女子计较的。回王妃，沈公子叫黄忠送信儿，说您送去的牙膏他很满意，请您当面谈合作细节。常嬷嬷话音刚落，某人的脸就黑了。阮宁见秦云川变了脸色，却一点也不紧张，他抬手放在自己的小腹之上，笑眯眯地低声道：
宝宝乖，阿娘今日挣了钱，咱们给你爹爹挑礼物去。秦银川面色一正，他记得阮宁曾经说王府不缺钱，但他想要用自己挣的钱给他买礼物。他当时以为他随口那么一说不过是哄他，没想到他竟然还记得。小心点儿，多带几个伺候之人。好，王爷放心，等我回来。阮宁用罢了饭，便叫人备车。他准备好合约书以及牙膏的制作方法、配料、工艺。沈爷在雁南妃茶庄等着王妃，他说那牙膏大有市场，贵族们不论男女都十分喜欢呢。车里的阮宁笑着点点头。阮宁还在路上的时候，沈岩已经先一步到了约定的茶庄。他这边刚下车，那墙角蹲着的小乞丐就盯上了他。可见我等到你了，为了等你，本小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啊！他抬脚朝沈岩冲过去。嘿，干什么呢？我找他，我找沈岩，不认识沈岩。住口！沈爷的名字也是你喊的。看你年纪小，不跟你一般见识，远点去！呸！狗眼看人低，等你们知道我是谁，你们才是吃不了兜着走。别跟一个小叫花子一般见识。那小乞丐刚在原来的墙角坐下来，就看见沈岩又从茶庄里出来。他快步迎向一辆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大马车。他这是接谁呢？是他。阮宁从马车里下来，这边请。阮宁随他进入茶庄，沈岩早就让人在内雅间里备好了好几种他珍藏的茶叶，将那上好的祁红和桂花小酥给王妃打包一些带上。随从连忙退下去准备。王妃初刷牙膏的时候，沈某还没有当回事儿。等您让皇中送来了成品，我自己那么一试，还真就离不了了。每顿饭之后，拿出那牙膏来刷一刷，口中真是干净舒爽，谈吐间人似乎都更自信了。沈公子什么时候都自信？我不是跟王妃客气，你这东西啊是真的好。上次的线香，我托人给家里人送回去了，他们争抢的不得了。谬赞了，香品这东西因人而异，喜不喜欢也讲究缘分。这次牙膏的样品不多，但我还是匀了出来，给了几个贵族的朋友，他们都推崇备至，说这东西刷牙之后牙齿光洁得很，而且口气清新，这说话都带着芳香。别说是女子了，就是男人们都很喜欢的。那可不，你问问后世，谁家里没牙膏啊？而且你还做出了不同的香味，这商业头脑，王妃不经商，当真是可惜了呀。这配方都还没有拿到呢，我的那些朋友嘛，已经跟我预定了所有口味的牙膏。你说这往后要卖，是不是应该卖成套的呢？沈公子是巨贾，关于怎么售卖，我就不在你们面前班门弄斧了。配方我给你带来了，就连具体的制作工艺我都分步骤写得很清楚。等你做好了，记得先派人给莲萍公主送去一套。阮宁把配方以及制作工艺写了好几张纸，他把纸摊开。这次王妃打算怎么合作啊？上次我已经说了，这次我要分力。这东西制作工艺不复杂，但配料和存放上都需要一些巧思，而且待合约签好，我还有一份小礼物要送给沈公子。好，多谢。阮宁拿出他提前准备好的合约书，请沈公子过目，觉得不恰当的地方可以再商量修改。沈岩在看合约书的时候，窗外一楼似乎发生了什么冲突。我要去找沈岩，你们放开我！他竟然偷偷跟他见面，不知道他是有夫之妇吗？这贱女儿想害死沈岩吗？我要去找他！你们护从听闻小乞丐的话吓了一跳，把他拖远。你们放开我！直到把他拖进后院，两人才放开他。你究竟是什么人？你都知道什么？你不是叫花子吧？你是个女子。我是沈岩的远房表妹，自打我出生，我们就定下了娃娃亲，我是他的未婚妻。你们这般对待我，等我见了沈哥哥，我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那你怎么这副打扮出现在这儿？我很小的时候，我娘就告诉我了，我已经定下娃娃亲，沈岩是我的未婚夫。可我已经长这么大了，他竟也不去我家里看我。我来就是想告诉他，我们是另有婚书的，他不能变卦。小乞丐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两个护从也迷糊了，难道真有这事儿？你们可以带我去见沈岩，他若说不认识我任凭你们处置。那你好歹洗洗脸呀，我们带你去见沈爷。护从叫人打了水给小乞丐，其中一个护从细心，他盯着小乞丐的手，发现他的手虽然脏，却是皮肤细嫩柔软，这是养尊处优、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手。怕是真的，这是个大户人家的小姐。两个护从更不敢怠慢，他们带着洗干净脸的小乞丐进入茶庄前厅。雅间里，沈岩已经跟阮宁签好了合约书，最终他还是同意了阮宁的4-6分成提议。沈爷，外头来了个小姑娘，说是您的远房表妹。沈岩微微一怔，远房表妹？他的远房表妹都不在中原，怎么可能找到这儿来？还说是您定下娃娃亲的未婚妻。既然沈公子还有家事，那我就不打扰了。预祝生意兴隆，合作愉快。不是，这定是有人冒充，沈某没有未婚妻的。沈岩正色道。阮宁笑了笑，对他的私事并不多言。沈岩依照合约预支了500两银子给他，阮宁叫清管收下，便告辞离开。他下楼梯时，那2个护工正领着小乞丐上来。2个护工虽不知道阮宁是王妃，却知道他是沈爷的贵客，他们连忙让在楼梯一旁。那小乞丐却站在楼梯当中一动不动，眼睛还死死地盯着阮。他眯着眼盯着阮宁的目
光里流露出羡慕、嫉妒、恼恨等许多复杂情绪。总之，他目光不善，如此毒辣且不善的目光，阮宁当然不可能看不见。他狐疑地看了眼那小乞丐，好像有点眼熟。阮宁从他面前走过，他们把小乞丐领到沈岩面前。沈岩狐疑看向他：“是你冒充沈某的未婚妻？你是何人？我怎么不知道？我有什么远房表妹娃娃亲呢？”“是我啊，沈公子，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阮心怡的表妹，张家嫡女啊。”“记得。”“你怎么这样啊？就是那次在阮府园子里我们见过的，当时阮宁还让我表哥学螃蟹。”“我想起来了，那个许川是你的表哥，对吧？”“对，他是我表哥，沈公子认得他呀？”“不认识，但是我知道他死了。”“是啊，倒霉催的，喝醉了酒，药盒里淹死了。”“你是怎么回事？为何要冒充我的未婚妻？若是不说清楚，你也要小心，别让自己倒霉。”“我怎么会倒霉呢？我跟我爹吵架了，所以从家里跑出来。我原本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但我只想来找你。我在你的各个铺子都蹲了点，只有今天离你最近了。我知道，我若不说自己是你的表妹、未婚妻，根本见不到你。若错过了今天这个机会，不知下次又要等到什么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我？”“因为我想见你啊！那次在阮家园子，第一次遇见沈公子，我便对沈公子难以忘怀。”“你还不到及笄的年龄吧？这张家的姑娘思春这么早了吗？”“快了，你别看我年纪小，我祖父是前任的丞相，我爹如今是中书舍人，娶了我，对你的前途大有好处。甲骨是建行，下九流，只要娶了我，我母家可以让你跻身士族。”“那就先谢谢张小姐了。”“等你娶了我，就是一家人，客气什么？”沈岩实在懒得再应付这么蠢的姑娘。士农工商，商者确实居于末流，但还有句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像他这般巨贾早已跨越了阶层，更何况他本就不是西朝中原人，他的身份说出来怕是要吓死这蠢姑娘，还在他面前趾高气扬的炫耀家世。看你这一身狼狈，定是吃了不少的苦吧？来人，叫几个丫鬟，不是张家小姐沐浴更衣，另外再准备一桌膳食，伺候张小姐用饭。张怀玉只觉沈岩对她太温柔体贴了，他两眼直冒星光。“你别走啊，你在这等着我，我以后就跟着你了。”“我还有事儿，你洗漱更衣，吃饱了饭就让他们伺候着你睡一会儿，在外头风餐露宿的。”“沈公子真是太温柔了，你对我太好了。”“还好，我一向如此，要什么就跟他们说吧。”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茶庄。张怀玉以为沈岩已经答应自己，在他看来，他没有不答应的理由啊。自己堂堂张府嫡出大小姐，对他又如此厚爱，沈岩不但应该感动，他甚至应该感激涕零。以前的许川不就是这样吗？姑娘心大，吃饱喝足，被伺候的舒舒服服的，她睡了下来。梦里她坐上了大红的八抬大轿，嫁进了沈岩的府邸。小姐，快醒醒，别睡了！您要是想睡，咱们回自家再睡。张怀玉的美梦竟然被人打断了。张嬷嬷，这是他爹的奶娘，他祖母的陪嫁，在张府颇有脸面，就连他爹都得敬着这位嬷嬷几分。您怎么会在这儿？幸好沈家派人去府上通知，否则老夫人和大爷不知要急成什么样子。我不回去。您自己回去，还是老奴叫人把您绑回去？您选。你敢？张嬷嬷她真敢，有祖母护着她，据说她还替祖母教训过爹爹。张怀玉暗暗咬牙，却只得起身跟着嬷嬷走。张怀玉回到张家，连自己娘亲都没见着，就被绑去了祠堂。这么大的姑娘，脸都不要了，去倒贴人家，我张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你不要脸，家中的兄弟姐妹还要脸呢，你真是气死我了！给我请家法来，看我今日不打死他。家法就不用了，其母代其受过，已经打过了大夫人，就叫四小姐在这儿跪着吧，跪到知错了为止。大爷请回，老夫人说了，日后四小姐就住在老夫人院里，不劳大爷大夫人操心管教。张怀玉这才晓得害怕，他娘替他受了家法，他以后都不能在父母面前撒娇耍赖了，他要被拘在祖母的院子里，受这群老钱婆的管教。不，我不要！爹爹，你救我，你救我，别丢下我不管！除了沈公子，还有谁知道四小姐私自离家，沦为乞丐，主动寻上沈公子？没人知道。此事不但关乎四小姐一个人的归于，更关乎我们张家所有儿女的名声，还请四小姐仔细回忆。此时阮宁的脸一下子浮现在张怀玉眼前，在茶庄时，两人在楼梯上迎面相遇，他盯着阮宁，阮宁也看了他一眼，但阮宁似乎没认出他来。没有，我确定没有，都怪阮宁，都怪阮宁。哦，我想起来了，原来是他。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王妃想起什么了？小事儿，东西到了吗？我要给王爷挑礼物呢，不好叫王爷久等。说话间，马车停了下来。主子请，文宣斋到了。奴才听人说这儿的文房四宝是市面上最好的，进去看看。他第一次给秦云川买礼物，没什么经验，还有点小激动，也不知他收到他的礼物会是什么反应呢？刘公子，您瞧，他跟那临江画舫的景色是不是很像啊？
瞎了你的狗眼，他可比景色好看多了。你瞧那身段，那气质，这才是人间殊色呢。刘公子连他的正脸都没看到，就敢说是人间殊色？美人之美，在骨不在皮呀！你们可都肤浅。若是能够得到这个女子，便是10个100个景色，那也是比不上的呀。看她一身贵气，怕不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少夫人吧？连徽记都没有，身边就一个丫鬟，一个嬷嬷，就算是也是不得宠，没什么地位。咱们刘公子看上她，那是他的福气。好好的一个高贵美人儿，瞧被你们说成什么了？真是一群俗人。我们去问问美人的家世，认识一下呗。刘启这帮人也进了文轩斋，目不斜视地朝阮宁走去。几位公子，请别处挑选，莫冲撞了我家夫人。哎，算了，有夫之妇，别招惹了。滚一边去，别碍事儿，爷就打个招呼。刘启挥手推黄忠，哪知黄忠反应奇快，他握住刘启的手腕，猛地一使劲，一个过肩摔，刘启就重重地被摔在了地上。你敢跟小爷动手？小爷弄死你！阮宁这边3个女人家正好好的看着热闹，那边已经打了起来。哎，别在这儿打呀，各爷，外头宽敞，去外头比划呀！听见没？别砸坏了店家的东西，咱们出去比划去。打，给我往死里打！打坏了东西算爷的，爷赔得起。刘启他们这一帮子人真是一群酒囊饭袋，一群人细胳膊细腿，竟然打一个都没把黄忠打趴下。夫人，黄忠好厉害呀！眼看黄忠已经越来越吃力，正在斗殴愈演愈烈之时，外头忽然有人冷喝一声：“光天化日干什么呢？滚！”哎呦，怎么是您呢？楚太傅，您今儿得空啊？刘启等人原本趾高气扬，待看清楚了门外之人，立刻成了孙子。你也跟他们是一伙的吗？黄忠不得无礼，这位是楚太傅。燕王妃有礼了。他是燕王妃？咱不知道这位夫人是燕王妃啊。若有得罪之处，还求王妃大人有大量。我有他们在的地方，空气都是污浊的，他们有什么资格求他宽宏大量？一群垃圾！是。刘启等人忙不迭地溜了。多谢楚太傅解围。楚萧原本打算点头打过招呼就走，可那股芬芳的味道又让他迈不动脚步，他就去嗅一下就走。京都纨绔不少，下次出门多带几个家。他是不是语气太凶了，表情太严肃了？他会不会觉得他是个老古板？楚萧深吸一口气，对了，是这个味道。他嗅到那独特的芬芳了，他的嗅觉又灵了。楚萧心中激动，心跳都快了几分。王妃要买墨吗？今日赚了点零花钱，所以想给王爷准备一份礼物。岳府上有最好的徽墨，乃为贡品之墨，这外头哪里能够买到那样好的呢？楚萧明白人家送的是一份心意，可他就是忍不住，就是想说，秦云川那个榆木疙瘩，他怎么会娶了个这么个至情至性的王妃？我知道呀，王爷什么都不缺，可我还是想把我能拿到的最好的给他。楚萧无语，心里头好酸，这真是自讨苦吃。他点点头，转身欲走。这是朋友之妻，他有什么资格算？他恐怕根本不知道昨晚那个人是自己吧？不知道才好，若是知道了，多尴尬。掌柜的，就这块徽墨吧，我看你们店铺外头的额匾上的字很潇洒，可以用那个字体在这块墨上给我雕一行字吗？哟，那字儿是我们东家的，但我们能仿。您要雕什么字儿？楚萧不由自主放慢脚步，但他的脚不听话，非要让他滞留在此，偷偷听他说话。就雕一生一世一双人吧，多浪漫。我不是笑王妃，只是以王爷的身份，这怎么可能呢？楚萧说完就要走。太傅留步，我有问题想请教你。什么问题？请您借一步说话，请家人师傅开始雕吧，把今日日期及阮宁赠也雕上。得嘞。掌柜的连忙拿着他调好的方墨去安排。阮宁同楚萧走到店门外。楚太傅和我家王爷很熟吗？同朝为官，算是熟吧。阮宁笑了笑，同朝为官也不见得能偷偷坐在一个马车里说话吧，肯定是关系非凡。那楚太傅怎么说一生一世一双人就不可能呢？他志在高远，怎么会被儿女情长束缚呢？言尽于此，王妃珍重。说完，楚萧大步流星的上了马车。阮宁歪着脑袋琢磨着，两人关系果然非比寻常。可楚萧上来就是一句志在高远，这分明就是知道秦云川的身体情况，绝不像外界传言那么糟糕。能让台堂太傅说一句志在高远，那这志向是够高的。他已经是燕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再高也就只剩下一个位置了。处在那个位置上，确实不可能一双人。掌柜的，什么时候能雕好？叫师傅撇下其他事儿，先做了您这块，最多1个时辰。您看是坐这歇会儿，还是去街上逛逛？1个时辰后来取。黄忠，你在这儿等着取吧，拿到了给我送回王府去。阮宁付了定金，就先回了王府。阮宁还没回到燕王府，关于他的消息却已经传了回来。是跟着王妃的暗卫告诉卑职的，卑职也没想到他们这么愚钝。袁亨苦着脸在秦云川面前告罪，他只是交代暗卫说尽量别让王妃察觉他们的存在，又没说黄忠打得过他们就不用出面呀。这可倒好，叫楚太傅替王妃解了围，自家的王妃还得叫人家帮忙解围，王爷的面子往哪儿搁？完了，王爷的脸黑的都能滴墨了。王爷，袁亨，你是在这宣威将军的位置上坐太久，太安逸了。卑职有罪。
官降一级，黄忠表现不错，赏银100两，就说是王妃赏的。你去教黄忠功夫，3个月之后，他若不能在本王手底下过上3招，本王拿你试问。元亨顿时想哭的心都有了，他跟他哥都是练了好多年才能接住王爷10招啊，3个月让黄忠接住3招，王爷是觉得黄忠是天才，还是他是天才啊？有问题？没有。另外，让暗卫把那些人的名单列出来，呈给本王，一个都不能漏。至于刘启，你亲自去。秦云川交代下去之后，就一直在书房等阮宁的礼物，让他在给自己买礼物的时候差点遭人调戏。秦云川想起来就恼恨，但想到阮宁这小女子还挺信守承诺，真的在挣到钱的第一时间给他买礼物，他又忍不住欢喜。左等右等，秦云川等到天都黑了，也没等来阮宁的礼物。他叫来原话：王妃可在王府？回王爷在。王妃从外头回来之后，一直都在重阳院，再没出去过。那他订的礼物可送到府上了？黄忠晚了1个多时辰回来，他回来以后专门找了常嬷嬷，应该是递了东西进内院。王爷若要详细知道，卑职现在就去问。不用了。也许阮宁是打算晚膳的时候送给他。他看了看外头天色，嘴角带着笑意，眼底满是期待的起身往重阳院去。王爷回来了，今晚做了王爷最喜欢的怀王鱼。你今儿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告诉我？哦，我今日又遇到那个楚太傅了。上次可能是我误会他了，他也没那么刻薄。秦云川心里怪不是滋味的，他自己的媳妇儿差点被人调戏，他安排的暗卫还没上，倒叫楚萧英雄救美。瞧瞧，一下子就转变了阮宁对他的看法。秦云川不自在了一会儿，又顺嘴道：在哪儿碰上他的？文轩斋。去那儿干什么？秦云川问完，西就开始狂跳起来，这暗示够明显了吧？下面说什么也该送他礼物了吧？去文轩斋能干什么？当然是买文房四宝了。秦云川急得差点抓耳挠腮。今日原本是打算送王爷礼物来着，可惜店里说师傅没做好，要等2日才能送来，非我故意失信于王爷，还请王爷见谅呀。他笑容甜甜的，但秦云川心里却怪怪的，他直觉告诉他不太对劲儿。阮宁起身去后头浴室里洗漱，秦云川起身跟着他。我今晚想泡泡澡，王爷等会儿再进来吧。你身子不便，我守着你，免得地滑。放心，我知道分寸，不会现在就……不要，我不自在呢。我叫青果和常嬷嬷来陪我。阮宁，我们是夫妻，再给我点时间。不对，事情很不对。他之前明明已经准备好了，只是月份太小，他们都怕伤了孩子，伤了他的身体。可现在他在拒绝他，他在拉开跟他之间的距离。好，那你慢着点。他目送阮宁去了浴室，秦云川立刻离了重瑶院。他又叫来原话：你去问清楚，王妃今日在文轩斋订的东西做好吗？送来了。黄忠送进来的是不是那东西？原话愣了愣，连忙拱手领命。等了不多会儿，元化、元亨两兄弟一起回来了。回王爷，名单拿到了。元亨递上今日在文轩斋同黄忠打架那一会儿纨绔的名单，秦云川的后牙槽紧了紧，派人前去盯紧了他们，给本王好好的教训他们。回王爷，据查，王妃在文轩斋订的那块上品灰墨已经送来了，黄忠托人从后头角门递给常嬷嬷的就是那块墨。秦云川心底猛地一阵失落，他骗他，他说礼物没送到，然而明明已经到了，可他为什么不直接送给他呢？知道了，他生气了。秦云川眸子一凝，忽而盯着元亨道：把他们一个个教训到1个月出不了门。如果本王听说哪一个在1个月之内又出了门，本王拿你试问。是王爷。元亨狠狠地攥紧拳头，等他派人教训完那群纨绔回来，他再好好收拾暗卫们。以前怎么没发现他们一个个的都是榆木疙瘩？等等，你去刘家等着，带上墩墩，刘启出门就放墩墩咬他。元亨愣了愣，那可是老丞相的孙子，嘟嘟下嘴哪有个轻重，万一咬死了呢？去吧，刘丞相知道该怎么办。刘启回到家就吓得躲在自己院中不敢出门。次日他听小厮说，跟他一起在文轩斋的那群狐朋狗友昨儿夜里都挨了打，大部分都被打断了腿，出不了门了。蠢货，昨儿什么情况他还敢出门？燕王是个小心眼，最记仇，睚眦必报。他们燕王府的宿卫牵了一条这么大的恶犬，守在咱们府的侧门外头。多大？这么大呀！你比划呢？比狮子老虎还大。真有这么大？奴才怀疑那恶犬能一口把奴才的头咬掉。刘启面色一白，扑通坐在了地上。这可怎么办呀？不行，我得去找我爹。也不行，我还是躲在屋里，哪儿也不去了吧。彼时的阮宁正打开那漂亮的丝绸盒子，盒子里是一块散发着松香的灰墨，墨上用那极有风骨的狂草写着一生一世一双人，妻阮宁赠。怎么了王妃？昨儿王爷问起来，你怎么不送给王爷呀？是字儿写的不好吗？字很好，只是不合适。婢子觉得很好呀，一生一世一双人多美好呀！而且王爷对王妃的心意，我们这些当奴才的都看得真真的，哪个女子不向往这样美好的感情呢？是很美好。
他的手轻轻放在小腹之上，自从那次感觉到特别有力量的胎动之后，他好像和这个尚未出生的小生命有了奇妙的连结。思来想去，这题字不合适，显得小气。你去文轩斋重新给我订一块，要一模一样的墨，字嘛就题福寿安康、喜乐绵长、多吉祥、多喜庆，这才好。这才好？他怎么就觉得不如一生一世一双人呢？那这块墨怎么办？看你这么喜欢，送你了。近500两的墨啊，给奴婢。你把下面的一行字磨掉，等将来你有意中人了，就送给他。那奴婢可舍不得，奴婢要把他供起来，每日3根香伺候着。阮宁被他逗得乐不可支，清管捧着丝绸盒子，现在就要把他供起来。刚出门，不知道脚下被什么东西一绊，哎呦喂！清管顿时重心失衡，啪叽，他整个人趴在地上。即便他摔倒了，手里的盒子都没敢松，高高的举过头顶，生怕把这500两的墨给摔坏了。不年不节的，怎么行如此大礼？拜见王爷。举这么高，是献给本王的？不是。清管话音未落，手里的盒子就被秦云川拿走。你说不是送给本王的？秦云川打开盒子一看，映入眼帘的字迹让他心头一热，就是送给王爷的。王妃不让说是想给王爷个惊喜，这才像话。礼物本王收到，惊喜自然也收到。他起身阔步进了正房，阮宁正欲起身行礼，冷不丁的瞧见他手里的盒子，他微微一愣，不是送给清管了，怎么又到了他手里？秦云川忽然上前，将他抱进怀里。我很喜欢，礼物我收到了，心意我也收到了，宁宁，我不会让你失望，相信我。他低头吻她，情动而克制，热切却有分寸。一个古代的王爷能做到这份上，似乎已经非常不错了。就算是哄他骗他，但还没到变卦那一天，都算是真的。阮宁也放开自己绷着的心，轻轻地回抱住了他。他小小的动作也似乎给了他莫大的鼓励。秦云川呼吸越发急促。宁宁。小皇帝已经在学着批奏折了，他忽而从折子上抬起头，看着不远处的楚太傅。太傅，朕听说京都好几个大臣家的公子都被人打断了腿，你知道这事儿吗？楚萧连头都没抬，淡淡的嗯了一声。你知道都是谁家的公子吗？有什么要紧的吗？值得皇上一再追问。朕瞧见这2日弹劾京官的折子特别多，对比之下发现被弹劾的官员竟是那些挨打的公子家里在朝为官的长辈们。楚太傅不觉得这事儿太巧了吗？皇上想说什么？朕想说，燕王在朝中的影响力是不是太大了？皇上何出此言？这不是明摆的。那些人同老丞相的孙子当街对燕王妃无礼。燕王说那个人打从年少就骄横跋扈，虽然他现在身体不好，但正因为他身体不好，才更难以容忍此等事，所以他就派手下人打断那些人的腿。如此他还不解气，还要撺掇朝中言官参奏那些人的家人。这是皇上自己的见解，还是别人告诉皇上的？小皇帝的脸腾地烧了起来，他支支吾吾，分外窘迫。让臣猜一猜，这是太后娘娘的话吧？朝中有什么动静，太后娘娘知晓的可真是够快的。朕知道后宫不得干政，但她毕竟是朕的母亲。皇上是九五之尊，您有权利决定怎么做。您想把前朝的事儿都拿去跟太后娘娘商议也无妨。您是君，我等是臣。楚萧看似恭恭敬敬，实则小皇帝坐立难安。他倒宁可楚太傅严厉地说教他，也别用这种似笑非笑的神情看着他。朝中参奏的折子不是燕王之事，是臣请那些言官参的。楚太傅，你刘启及那些纨绔对燕王妃不敬之时，臣恰在场。你亲眼瞧见了？正是。太傅在场，为何不阻拦？臣到的晚，当臣看到之时，他们已经动手了好一阵子了。燕王妃那边只有一个身强体健的男丁，刘启他们有10几个男子。若是那男丁倒下，让他们对上燕王妃3个女子，如此恶劣行径，难道不该参奏吗？而且让燕王的旧部以及那些崇拜信服燕王的武将看看，我朝功臣燕王还在呢，他的妻就被人当街欺辱，皇上竟然无动于衷。朝中文臣官官相护，无人主持正义，那些武将们本就难以管教，若是因为几个纨绔的恶劣行径而寒了他们的心，皇上您想想，孰轻孰重？太傅说的对，果然母后又妄自臆断了。后宫不得干政，母后总是这也管那也管，真是管得太宽了。朕以御笔朱批，子不教，父之过。这些人教子不严，在京都惹出这样的事儿，朕都嫌他们丢人，各罚封1年，闭门思过半月，好好在家管教儿子吧。至于刘丞相嘛，寒冬腊月，老丞相叫刘启光着膀子背着金条在燕王府外头跪下。跪到燕王府里出来人，你若敢偷跑或者给我偷奸耍滑，我就没你这个孙子。燕王府的人不出来原谅你，我刘家也不认你，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我这个丞相的位置做不了几天了。寒风垂在他那个细皮嫩肉的身上，跟拿刀子刮他一样。刘启才跪下不到1刻，就涕泪横流，想死的心都有了。被记恨的阮宁才刚刚睡醒，小祖宗啊，您快起来吧，您再不起来，刘启就要冻死了。阮宁愣了愣，他不起，关刘启屁事。刘启负荆请罪，在门外跪了1个时辰了，跪了那么久，王爷也没叫他起来。是，王爷还说不用吵醒您。我有起床气，吵醒我，他怕是死得更苦。王妃，王宠6求见。他有什么事儿不能叫嬷嬷转告吗？他担心老奴嘴笨，说不明白。
阮宁穿好衣裳来到明厅，王重六上前见礼。瞧着你气色倒是好多了，身板看着也比以前康健了。托王妃的福，药方很好，那8段锦和5禽戏都好。王某如今天天都要练上1-2遍。是你坚持的好。不知刘丞相的孙子刘启在外头光着膀子跪了1个多时辰的事儿，王妃知道了吗？我刚知道，是王爷叫你来的吗？那倒没有，是王某自己的意思。王某琢磨着，如果王妃气儿已经顺了，这刘启呢也冻得浑身青紫了，这再冻下去啊，怕是会冻出人命来的。他前来负荆请罪的事儿已经在京都都传开了。王妃您若是他学廉颇负荆请罪，我就一定要学蔺相如胸怀宽广的不计前嫌。我偏不，我是小女子，心眼小，爱记仇，睚眦必报。不过你既然说了，我还是去见见他吧，免得让人冻死在燕王府门前，不吉利。去问问王爷，看墩墩回来了没？倘若回来了，让人给我牵到大门口来。阮宁带着人到燕王府门前，刘启跪在门外，几乎已经僵了。我冻成狗了。王妃大人大量，刘启永远不是泰山，何求收。刘启是吗？别跟我学什么负荆请罪，在我这儿不兴这套。你连我是谁都不问，就敢凑近调戏，可见你是干惯了这事儿的。今儿我还就告诉你，谁叫你倒霉碰见我了，就当我是替曾经被你欺辱过的女孩子讨个公道。以后别叫我碰见你，见你一次我就打你一次，听懂了吗？听懂了滚！燕王妃，刘某知错了，那日昏了头了，以后再也不敢了。刘某任凭您打吧，您抽一根金条打刘某吧。您若是不原谅刘某便在这长跪不起。哼，我不原谅你就长跪不起。是。放墩墩。墩墩也就刚被袁亨从刘家门口带回来，他听到阮宁的声音如同一颗巨大的炮弹朝刘启弹射过去。刘启瞟见那庞然大物，他吓得一跃而起，这真是被激发了身体潜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疾奔而去。墩墩，回来吧，这才乖乖地掉头回来。赶走欺负上门的坏人，还得是咱们墩墩呀！哼，他来一跪，我就得原谅，这世道还有没有天理了？哪天杀人越货了，是不是也跪一跪就算了？真是厚颜无耻，欺负到家门口了。王妃就不怕这么做对王爷不利吗？王爷若怕那刘启或是他祖父，就不会一直让刘启在外头跪着，他一早就能让人去搀扶刘启起来，装模作样的彰显大度。王爷既然没这么做，就是为了给我机会，让我为所欲为。那您这也太大胆了吧！我能被他牵着鼻子走，神家廉颇的负荆请罪是真的知道错了，放下了自尊和高傲，去蔺相如门前。可刘启呢？他是为了以这种姿态道德绑架我。怎么？他说了对不起，我就一定要说没关系啊？别人打你一巴掌，再打自己一巴掌，跟你说扯平了，这不扯淡呢？管家把门前的事儿一五一十地描述给秦云川，原以为王爷会生气，没想到秦云川也是哈哈一笑。好，不愧是我秦云川的女人，没丢了燕王府的脸面，给她机会让她立起来，我还担心她瞻前顾后立不起来呢。管家不明其意，一旁的王重六原来如此。王某去劝王妃彰显大度，叫那刘启起来，王妃却不肯，执意严厉对待，竟然是有这层用意啊！怎么说呀？本王病重是将死之人，刘启往门前一跪，京都的人都看着他对刘启的态度，决定了京都之人日后对他的态度。只有他态度强硬，才能赢得他人的忌惮和尊重。管家恍然大悟的点点头，王重六不由微笑，腰杆子挺得笔直，有种与有荣焉的自豪感。刘启还没到家，他被燕王妃放狗吓得落荒而逃的事情就已经率先传回了家里。他爹拿着皮鞭子站在二门处，事情没办妥，你怎敢回来？爹，我再不回来，那就回不来了。是那个疯女人，她放恶犬咬我呀！您是向白发人送黑发人吗？老爷，你看看孩子那样子，你再赶他去，他真的会死在那儿啊！今日我非打死这不孝子不可！你就是打死我，我也绝不再去了。就算是死，我也宁可是死在家里，在燕王府的门前受冻不说，这太屈辱我了，他太侮辱人了。我不去，我死也不去。罢了，现在赶他回去也迟了。那乡下来的燕王妃竟如此不好对付，她倒是够刚硬，也不知皇上会如何看待此事。这道歉算是没道成，没获得人家的原谅。但愿皇上、我太傅以及太后娘娘能顾念我乃伺候了3位皇帝的老臣。老丞相惦记着皇上会如何处置他那张请辞的奏折，而那张奏折此时就在小皇帝的手里。小皇帝亲着小太监，一五一十地给他描述燕王府门前发生的一切。逃放燕王叔的爱犬去咬刘启，那条獒犬凶猛残暴，会听他的。
听他的。她气性还挺大，不是说是个简单淳朴的乡下小姑娘。正因为简单淳朴，又是生活在乡下，没见过刘启这种纨绔，所以才格外生气。而且臣以为燕王妃说的对啊，如果做错了事情，演绎出负荆请罪就能够换取原谅，那未免也太儿戏了。小皇帝闻言点头。燕王妃的反应以及她所说的这些话，一定会在京都传开。那么皇上如何处置，不仅是燕王的旧部在关注，乃至整个京都所有人都在关注。太傅说的对，朕若姑息刘启，真是要毁了朕的名声，贻笑大方了。老丞相年纪大了，是该好好养养身体了。皇上，刘老丞相是3朝元老，因为这件事儿，您直接准了他的辞呈，倒也不妥，不如批他一个半年的假，让他好好的养身体，养好了身体再回来继续为皇上为朝廷效力。还是太傅主意好，半年啊，不过叫他多吃半年的俸禄，白占半年的位置而已。半年之后，他还能回到权力的中心吗？借着他自己请辞准假让他养身体，等于把他的权力架空，并且把他扣在京都，哪儿都不准他去。小皇帝对此非常满意，连忙提笔，按楚萧的意思，御笔朱批了一行圣谕。前朝得到消息后不久，便传入了内宫，传到了太后娘娘的耳朵里。年轻的太后娘娘闻言十分惊讶，她这么大胆，这么硬刚，上次宫宴上只觉得她挺能说会道的，没想到还是个心里有主意的。会不会是旁人给她出的主意？她敢听敢这么干，说明她自己也不简单。太后凝眸思索了一阵子，今年小年宴不是有个斗兽节目吗？到时候给他一张请帖，叫他来看节目，哀家也好看看他的性情。人第一次看这种刺激的节目，最容易暴露本性。嬷嬷连忙躬身应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事儿就已经成了京都热议的话题。就连莲平公主去连王府探望她娘太妃娘娘时，都不由得谈及这话题，说不定现在还在燕王府门前跪着呢。这么冷的天，燕王府若再晾他一阵子，还不把人给冻死了呀？他仗着人多欺负人家小女子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遭报应啊？这被他欺负的，若不是燕王妃换做旁人，那岂不是只能忍气吞声？您还可怜他。在一旁伺候太妃学着立规矩的冉心怡语气柔柔道：姐姐有燕王叔护着，怎么会被人欺负呢？倘若他在第一时间报上家门，刘启还敢对他不敬吗？待人接物，恐怕他也有欠缺，自己也有不对，如今全怪在刘启头上，也难怪祖母可怜那刘启。奇怪，哪里奇怪？我脸上有灰啊！你口气好了，不但好了，似乎还很香。莲平公主先前有口臭的事儿，老太妃也知道，她给女儿寻了些宫中秘方，在女儿身上并不见效。真的，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呢。我起初以为是你身上香囊的味道，后来留意了一会儿，才发现是你喝气如兰呢。一个有口臭的人，忽然喝气如兰，这谁不羡慕呢？你这是用了什么秘方？老太妃也很感兴趣。莲平公主呵呵一乐，凑近太妃的耳朵。阮心怡见状不由皱眉，这是故意背着她呢。姑母何必如此？若需避嫌，直接告诉媳妇就是。祖母孙媳到门外伺候。你不用走，她是浩儿的妻，是你的侄媳妇，你怎么还把她当外人呢？也不是什么秘方，是燕王妃送我的牙膏，一套有几种味道，如今还没有开始售卖，但据说第一批货已经被抢订空了，有钱都买不到。这不，我给母妃带来了一盒薄荷味的。一套几个味儿？你就给我带一罐啊！母妃不是孩儿抠搜，是这东西买不到啊。哦，对了，母妃试试，若是喜欢，可以叫心怡送您一套。姑母刚刚都说买不到了，心怡去哪里买来孝敬祖母？姐姐妒忌我一直生在京都，长在京都，比她生活轻松，一直都与我不亲近。她能送姑母一整套，怕是连一只都舍不得送我呢。沈家不是送了她几套吗？叫姐姐再送一套给姑母啊！姑母那套就孝敬祖母好了。再去问他要啊，我可没那么厚的脸皮。你与他不亲近，是他嫉妒你，他嫉妒了你过了这么多年的好日子，也是理当。他如何会嫁给燕王？男人不知，我还能不知道吗？叫人家在老婆吃苦来了替你们铁锅，嫉妒你，没当面啐你，就是太过善良软弱了。不知道姑母这么不喜欢心怡，心怡还是先告退吧。你少在我母妃面前给我上眼药。你说没开市售卖，燕王妃就送了你？难道这东西是燕王妃卖的？官不与民争利，她堂堂王府正妃，她竟然与民争利？不是她，是那沈家，她的香囊能够缓解沈家家主的头痛症，沈家便赠送了她几套牙膏，她与我投契，就送了我一套。真清凉舒爽的味道啊！这是膏体，怎么用啊？禀太妃，外头人送礼过来，说是世子妃给您订的，约好今儿送过来。他没给老夫人订礼物啊，
他连那礼物是什么都不知道。快拿进来！您落的孙媳妇真孝顺，偷偷给您订了礼物，还装作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想给您惊喜呢。莲萍公主故意点明了阮心怡的茫然，阮心怡脸上讪讪，拿礼物一拿进来，莲萍公主的神色就有点不对劲儿。老夫人身边的嬷嬷上前拆礼物，世子妃这也太谦虚了吧？啊，是我忘记了，姑母说的那位沈公子与世子爷是故交，有次遇见了，听世子爷说起他在研究什么牙膏香料的，所以我就请那位沈公子做好了给祖母送来，算是我提前预定的，有好些日子了。我以为那沈公子忘了，没想到他倒还惦记着。你是个孝顺孩子，时时刻刻都惦记着祖母。你放心，等过些日子，你对这府里的人和事儿都熟悉了，祖母就把这府上的钟馗交给你。多谢祖母。原来世子妃在那沈公子面前如此有面子啊！哪里是我的面子，是世子的面子。夫妻一体嘛，你瞧姑母这里只有一套，一只罐子这么小，不如你也给姑母再订几套吧，不用你贴钱，多少钱姑母给你，只要跟她说一声，帮姑母再订上就是。阮心怡嘴角抽了抽，她是硬着头皮认下这礼物的，她其实根本不知道这礼物是谁送的，她跟那沈岩也从来没说上过话，她只是见过几次，见世子与她走得近。不是钱的事儿，姑母这儿说的晚了。哟，看不上姑母吧？母妃，您看，不是我不亲近这小辈儿啊，是人家看不上我，他一句话的事儿都不肯帮我说，他听您的，您说说他。浩儿既然跟那沈公子认识，你就去说说，帮你姑母订上几套。他是开门做生意的，卖给谁不是卖？我就连凭一个女儿，是你们嫡亲的姑母。祖母说的是，我这就回去跟世子说说去。好好好，你快去，姑母就在这儿等着你的消息。阮心怡无语，她还就在这儿等着，这是说不成就赖上他了呗。她以前怎么没发现莲萍公主脸皮这么厚呢？世子在哪儿呢？世子已经几个晚上没来正院了，您还真帮莲萍公主要牙膏啊？怎么自己院都没呢？不要怎么办？她自己姑姑的事儿，她不应付谁应付呀？正好借着这事儿把世子请回来。秦昊还真在家，他也不知是怎么了，自打把锦瑟带回府上，他就跟上瘾了似的，有点离不开锦瑟。阮心怡派了丫鬟叫他去主院时，他心里分外不满，但丫鬟说跟莲萍公主有关。秦昊知道他那姑姑的脾气，还是耐着性子从床上爬起来。我去就回，你等着演。秦昊来到阮心怡面前，阮心怡鼻子一动，就嗅到了女人的脂粉香，这是锦瑟在她面前立规矩时的味道。莲萍公主说让世子爷在沈公子那儿订几套牙膏，钱他自己出。什么牙膏？他出钱，他自己怎么不去订，还得过我一道手？世子爷送太妃那套牙膏刚好叫他撞见，你既是以我的名义送给祖母的，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今日祖母问起来，我差点答不上来。还有这么好的东西，你为何不给我也备一套？什么牙膏？什么以你的名义？你没睡醒吗？说什么胡话呢？阮心怡跟秦昊掰扯了半天，两人才闹明白，那牙膏根本不是秦昊借着阮心怡的名义送到太妃面前的。世子跟那沈岩不是好友吗？怎么他有这东西都没送给世子？我最近忙，好几天都没见他了。你自己在姑母面前逞能，你自己去应付吧，我又没叫你答应他。秦昊。正在这时，门口一道纤细柔弱的身影一晃，轻轻柔柔的声音传来：世子妃别生气，您答应莲萍公主的时候也没事先问过世子呀，您为了自己的面子叫世子为难，这不太合适吧？锦瑟不知何时跟了过来，还偷听了他们说话。住口，这里是主院，你是个什么东西？这有你说话的份儿？锦瑟立刻缩进秦昊的怀里。对不起啊，世子，婢妾太笨了，又惹了姐姐生气。不关你的事啊，他好生气，就叫他自己气去，别理他啊。秦昊拉着锦瑟的手阔步离开，丢下阮心怡一个，在正房里气得五脏六腑都在疼。我当初就不该让阮宁替我嫁给燕王，就该让阮宁嫁给秦昊。阮宁如今的体面荣华都是从我手里偷去的，那是我的，本该是我的。我们回阮家，叫我爹从阮宁那儿拿，阮宁呢送给莲萍公主，总不能不孝敬自己的爹吧？爹爹这次无论如何都得帮女儿，您若帮我，让我拿到了管家之权，以后我在辽王府的日子就好过了。您若不帮我，我在辽王府整天坐低附小，处处受气，连个妾室都敢欺负到我的头上。哎，你别哭啊，什么事儿？我是你亲爹，只要能帮你，我还能不帮吗？阮心怡将牙膏的事情一说，谁知阮斌当即变了脸色。你叫我去拿捏阮宁，你疯了还是我疯了呀？你没听说他今日一盆子冷水，兜头泼流
刘启的事儿了。刘启是谁呀？那是刘丞相的嫡孙呐，他还放恶犬咬刘启，这不是刘启跑得快，这会儿啊恐怕就被他咬死了。你爹可跑不快，你别害我啊！她是您女儿，她还敢放狗咬您不成？他出嫁第2天都敢卖嫁妆，满京城的叫我丢人，他有什么不敢的？你不怕惹他，你自己去找他就是了。你是他妹妹，多说些好话，他未必不给你。一个个的真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心都向着婆家了。你爹没有，你孝敬了太妃还不够，还要孝敬世子的姑姑。你爹你娘啊，怕是得不着你们姐妹俩的孝敬了。他是个没良心的，这也就罢了，毕竟没有养在身边。你可是我们养在身边的呀，这你也……没等阮斌把话说完，阮心怡就气得扭头走了。她是回来求助的，不是回来挨数落的。人还是要靠自己，谁都靠不住。去燕王府，实在没办法，他想搏一搏，他亲自去找阮宁，大不了他坐低拂晓，跟阮宁说好话，哄着他。哎呦！马车却猛地一停，蠢货，怎么驾车的？是前头那辆车突然的越过去进了马，咱们差点撞上。却见前头那辆车停了下来，车上的人正走过来。怎么样？你们没事吧？可需要帮忙？瞎了你的狗眼！怎么驾车的？我们当然有事。丫鬟劈头盖脸一顿骂，那人整个被骂懵了。他主人这会儿也从马车上跳下来。小姐，您看那辆马车上下来的人，是不是世子爷的那位朋友沈公子啊？扶我下车。阮儿小姐受伤了，伤得重吗？主子，咱们好心好意询问，他们倒凶巴巴的骂人，自己的马车滑了，差点撞着咱们，倒赖上别人了。哎，罢了，都认识，不是外人。实在是不好意思啊，错怪沈公子了。啊，没事就好。看起来人马车子都无碍，沈某便先行一步了。沈公子留步，我听闻最近在京都上流人中备受追捧的新鲜物牙膏是出自沈公子之手。正是，世子妃想给沈某捧捧场吗？沈某先行谢。想捧场，可据说这东西紧俏，想买都买不到，须得预定，成品已经没了。预定要等多久呢？我要得急。这我还不清楚呢。世子妃可到挂有沈字金匾的铺子里问问。实不相瞒，如果沈公子手里还有现货，可否匀出来一套给我？沈岩正欲摇头，却听到燕王府门口传来马蹄声。他扭头看去，他一眼认出那是阮宁的马车。过去打招呼。哎，阮心怡脸色不悦，他话都还没说完呢，沈岩竟然走了。可是燕王妃的马车，王妃在吗？沈岩也是来找阮宁的，他为什么找他？果然看见阮宁被丫鬟搀扶着从马车上下来。要出门啊，再晚一会儿怕是遇不到你了。沈公子有事找我？也不是什么大事，听说了你跟刘启的冲突，本想送你几个会功夫的护从，但想来你是不会要的，王爷也未必准允。思来想去，换了个别样的礼物，盼你收下。沈岩说着，请阮宁到他车架旁。阮心怡离得不远，自然把沈岩的一字一句都听见了，他心头愈发愤懑。沈岩不是秦昊的好友吗？怎么对自己说话那么疏离冷漠？对阮宁说话就客气热情，还送阮宁礼物。阮心怡好奇心驱使着他的脚步，跟上前去，往沈岩的马车里看。哇，好可爱的大猫，竟是一窝有3只半大的猫。这猫也不知是什么品种，身上的花纹竟是一块块的斑点。可以给我一只吗？我出钱买。真不好意思，沈某人不缺钱。还有，这不是猫，这是豹，性情凶猛的花豹。啊，姐姐会养豹子吗？这可是金贵的东西，可别给养死了。我本来不想要的，但你这么说，我便偏要不可了。专门给你寻来的，这家伙长得快，吃生肉，迅猛得很，也能够养熟。日后碰见那不开眼的，放出去一只，直接放。这太多了，我挑一只吧。阮宁看着那3只萌萌的小豹子，挑了其中一只看起来最壮实、最虎头虎脑的。阮心怡盯着他，又盯着他手里的小豹子，眼睛都红。姐姐只要一只，不如也给我一只。不巧，剩下2只，沈某人自己也非常喜欢，不送人。阮心怡心头一滞，被人这样一再拒绝，是她从未有过的经历。她甚至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这世界不真实，她恍惚地倒退了一步。您就别再提买不买的了。沈某人不送，自然也不卖。然而想到他的真正目的，他攥着拳头咬着牙。阿姐，我听说你送给莲嫔公主一套牙膏，不知你那里还有没有了？可否匀出一套给我，或者你有多的卖给我一套？牙膏做好了，我就让人给世子妃送了一套。您怎么还来找燕王妃要呢？是沈某送的那套没有收到吗？送我？什么时候？他顿时明白了，原来今日送到太妃手上的那套牙膏，原是送他的。我叫你安排的，没送到吗？送到了呀，下人亲自送到梁王府门上，说是世子妃定的。嗨，许是府上的下人愚笨，也没说清楚是谁送的，竟给送到了太妃的院子里，说是我给太妃订的。所以阿姐，你那里若是有多的？没有，你把自己的送给太妃，我孝顺的美名又来盘剥我，我是大冤种吗？没有，一点多的都没有。你没有多的，还送莲嫔公主？我送给太妃起码是孝道，是尽孝了。你送给莲嫔公主不是巴结是什么？你连自己的爹娘都没送，却送给外人，真是贪慕虚荣，势利眼儿。妹妹不听话，还敢在王府门前教训姐姐，小豹子咬她。
哎，丢脸了！阮宁简直太过分了，不给就不给，你少在这羞辱人！你送上门给我羞辱，我干嘛要对你客气啊？再说，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你没见过人家是怎么求人的？跪下磕3个头，说你错了，你一直在算计我，陷害我，你对不起我。你若诚心诚意的道歉认错，我或许能把我的那套匀出来给你。你个阮宁，今日的羞辱我都记下了，你别犯在我手里。等你落在我手里时，我必10倍100倍的奉还给你。不肖子孙！来人，去把梁世子给我叫来，在我燕王府门前，他媳妇就敢这么威胁婶婶，我好害怕呀！如今的晚辈目无尊长，沈公子，你可以给我作证吧？沈岩笑而不语。阮心怡先是已经知道阮宁并非当真要叫秦昊来，他重重哼了一声就要走。站住！本王妃叫你走了吗？你这小辈儿还真是不懂事啊，告退的礼节都不会吗？青果，教教他规矩。燕王妃在上，实媳妇告退。好了，我既是你婶婶，又是你娘家姐姐，怎么会跟你一般见识呢？走吧，之后见我记得要守规矩，否则无论是长辈还是家姐，我都有职责教训你。阮心怡牙齿都在打颤，她气得浑身发抖地回到车内。阮宁，今日你所赐羞辱我，定铭记心头。他日我必如数，不，我必100倍奉还。阮心怡咬牙切齿。阮心怡的马车调转马头，嘚嘚离开。沈岩看着阮宁，你这么不给他留面子，真不怕他记恨你？你也知道，我在乡下那么多年，从来没招惹过他们，没用过他们一针一线。他们把我接回来，直接把我打包送到燕王府，我的整个人生都被他们算计好了。他们给过我面子吗？人的面子都是自己挣来的。回府，沈公子慢走。说完，他上了马车，掉头回了燕王府。沈岩站在原地，目送他离去。真是都到门口了，也不请我进去坐坐。爷，咱走吗？沈岩转身上车。这俩小豹子咋办？还让人送回老家去？不送了，养着吧。阮宁抱着小豹子回到燕王府内。这小豹子不知是什么品种，叫声真的有点像猫，也不知爆米花能不能接受它。带上小豹子，跟我去书房。主子还没给它取名呢，墩墩和爆米花都有名字，不如给它也取个名字吧。不能取，它的名字得某人赐予。阮宁带着那2罐糖浆和小豹子来找秦云川。这只猫豹子哪里来的？外面好冷啊！屋里暖和，快进来。明天起来可能雪就很厚了。想去温泉山庄泡温汤吗？哎，回来！小豹子根本不理他，径直蹭到阮宁腿边，趴在他的脚上。秦云川的目光落在小豹子身上。哪儿来的？我正要跟王爷解释这件事呢。刚刚沈岩来了，我在门口遇上的，他送了这只小豹子，恰好阮心怡也来找我。为了小豹子，我和他还起了几句争执。为了气阮心怡，我便收下了这只小豹子。我想着王爷和沈岩有干嘛收他的礼？你想要豹子可以跟我说。不是要收他的礼，我想着不是要收，你还给带回来，甚至带到我面前来。阮宁，我是不是对你太好，让你无所顾忌，为所欲为？阮宁看着他微微一怔，预料到他会不高兴，没想到他都不给他解释的机会，就开始话里带刺。你在乡下长大，没学过夫为妻纲，不怪你。好在你认识字，明日本王让人买2本女诫、女则给你送过去，你闲来无事好好读一读。阮宁看着他，听着他拈酸又刻薄的话，不由好笑。他究竟多没安全感啊！他不过是收了沈岩的小礼物而已，他就恐慌成这样，还想用女诫、女则来绑住他。好，等王爷买来，我一定好好读。若遇到不认识的字，还请王爷不吝赐教。秦云川闻言一愣，他惊诧地看着阮宁。我是乡下人，不懂京都的规矩。我琢磨着，当时收下礼物事出有因，若要退回去，又恐怕损伤王爷和沈岩的合作，所以过来问问王爷的意思，是退回去呢，还是送份回礼回去？看王爷觉得如何更妥帖。这小豹子还有这回礼，我都准备好了，还请王爷拿主意。等王爷忙完，记得回重阳院用膳。他说完微微一笑，离开了秦云川的书房。秦云川有些茫然，他自始至终都言笑晏晏，哪怕他说了重话，他自己说完都后悔了，可他竟没生气，反而是包容了他的找茬挑刺儿。让一个小姑娘包容，真是越活越回去了。他脚下一仰，低头看去，秦云川无语。瞧见没有，他可够狠心的，就这么把你扔在这不管了。来人，热一碗羊乳送过来。沈岩那么讨厌你，倒挺可爱。元化，元化立刻闪身进了书房。主子，找只盒子，要不要垫些软布棉垫啊？外头天冷，送小豹子回去，它这么小，怕把它给冻坏了呢。谁说要送小豹子回去？送人回礼不用礼盒装着吗？也不用太隆重，就简陋点的盒子最好。给沈岩送过去，就说小豹子本王收到了，很喜欢。是。小豹子很会得寸进尺，他从窝在秦云川给他铺的软垫子上，悄悄地挪到了秦云川腿边。行了，走吧，都怨你，又惹他。
人家一个小姑娘都比你大呢，看你惭愧不惭愧？秦云川单手抱着小豹子，他阔步往主院去。王爷回来啦！你说今晚有好吃的，是要吃锅子吗？不是这个，说了嘛，是开胃菜。这是什么？黄桃罐头，我自己做的，王爷尝尝。好甜，酸酸甜甜的，确实很开胃。这里没有黄桃，所以我用市面上最好的桃子做的。果然是美味。秦云川非常给面子的吃完了一整碗，连一点点水都没剩下。现在这季节怎么会有桃子？1个多月前窖藏的桃子，还没下市前做的。泡了这么久还能吃吗？王爷刚刚不是还说很好吃吗？何以能放这么久？就跟腌咸菜一个道理。不过呢，水果要用糖腌制，还要储存得当，否则有可能酿成桃子酒或是放坏了。对不起啊，你知道了？知道什么？你知道黄桃罐头是岳父爱吃的了。你刚刚吃了我的零嘴，没关系，我愿意让给你吃的，怎么会怪你呢？秦云川看着那只被他吃空了的碗，有点哭笑不得。酸酸甜甜，好像的确是孕妇的口味啊。所有我喜欢的，我爱吃的，我都愿意分给王爷，王爷也能喜欢，我很高兴，真的。谢谢你，宁宁。他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却在某些事情上小肚鸡肠，蛮不讲理。我把你的零嘴吃了，那你吃什么？我也学着给你做点。地窖里我还放了些桃子，只是府上糖和蜂蜜都没有了。地窖里还能放这些东西？是我原也不知道能储藏这么久不坏，是被发配到庄子上的周嬷嬷跟农人学的。他偷从庄子上往府上送东西的人告诉我的。桃子带着枝子埋在沙子里，他们庄子上还储藏了西瓜，过2日就开窖。就送过来。云画，去京都各个铺子看看，哪里有卖糖和蜂蜜的，去买回来。次日，整个京都的糖和蜂蜜都被燕王府给买空了。很快，京都贵族便得知了这些消息。砂糖和蜂蜜在古代是稀罕物，非大富大贵之家那可买不起。燕王妃再次成为京都贵妇们热议的话题。把桃子去皮，用糖水和蜂蜜腌制入味，桃子肉拌着糖水吃，就叫黄桃罐头。他可不信堂堂秦云川会被一个乡下女子迷得失了心智。他那样的男人绝不会因为任何一个女子色令智昏。燕王妃怀孕了，这罐头虽然哀家没吃过，但想来也是酸酸甜甜的。燕王这么大阵仗，去满足燕王妃的口腹之欲，哀家估摸着他怕是有了。奴婢再叫人去打听打听，就打听个罐头都费尽周折，怀孕这等事岂是好打听的？他若真有了，今日的角斗宴，燕王一定不会让他参加。他是乡下来的，没见过这种刺激的场面。即便真有孕，月份也还小，孕妇一紧张，极容易小产。太后还没说完，他交代去斗兽场盯着的太监便从外头而来。回娘娘，燕王妃去了。她去了，难道不是有孕了？燕王也去了吗？他身边可多带了护卫。没见到燕王，护从不多，就一个嬷嬷，一个大丫鬟，而且什么？而且看起来其他世家贵女似乎都不喜欢她，大家都有意远离她，孤立她。小姑娘的把戏，不过这样也好，盯紧她，看看她的反应。太监退下之后，太后眯起眼睛，她神情变得有些迷离。你不是不动心不乱性吗？为何突然对她如此上心？那是你的居囚，差点砸到人，知道吗？你知道居囚在哪儿？差点砸到人，你听到了吗？哦，我知道了。一跃跳出长廊，他在柏树下一通翻找，不一会儿居囚找到了。多谢指点。谁指点你了？这么多人，只有你如此生气，可见球差点砸到你。我看看球飞来的方向，再看看你的位置，不难猜出球会落在哪里。可见我的推测没错。谁要听你炫耀你的推理啊？你的球差点砸到人，你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吗？京都怎会有如此无礼之人？差点砸到，那不是没砸到吗？还道歉？因为吓着你柔弱幼小的心灵而道歉吗？你青管走了。青管还想跟人吵架，主子走远了，你不去伺候啊？青管这才重重的哼了一声，赶紧转身去追阮宁。周围人没看到热闹，颇有些失望。他竟然一个鹞子翻身，落在了阮宁面前，挡住阮宁去路。快看快看，还有好戏啊！就说嘛，这两个都是名声在外的主，遇到一块儿怎么能不碰一碰？你是燕王妃？我不认得你，有何赐教？我听说你很凶的，怎么你不要我给你道歉吗？随你喜欢，道也行，不道也行。你说的也对，这不是没砸到吗？若是真砸到了，那也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事儿。你跟传说中的不太一样啊，今日这么大度，你是不是装的？不是，我不信。你不信我也没办法。怎么，你是想找人吵一架，觉得我能跟你势均力敌？也不是，我是听说你彪悍得很，大冬天的拿冷水泼刘启，还放狗咬他。但你今日又不像那样悍猛了，究竟哪个是你？还是说关于你的传言是以讹传讹？传言我不知道，泼刘启的事儿倒是真的。至于今日嘛，区别不在于我，而在于你。我不喜欢油腻轻浮、当街耍流氓的登徒子，但我喜欢帅气洒脱、功夫好、性情率真的漂亮女孩子。人面对自己喜欢、欣赏之人，总会格外大度宽宏。对不住，今日是我失礼了。我乃楚娇，楚太傅是我哥，咱们这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吧？幸会。你真的跟传说中不太一样，第一次来决斗场吗？是啊，不知这里有什么节目啊？那你跟着我吧，我常来这玩。我有几个朋友已经先去雅间了，你跟我走，我介绍他们跟你认识。听说你来京都的时间不长，也不常出门访
网友，你还没认识什么新朋友吧？以后我带你玩。楚太傅真是你哥？是亲哥吗？是不是性格不太像啊？不是不像，可以说毫无关系了。人家都说我们兄妹俩的性格长反了，他沉默寡言，就爱读书；我从小舞刀弄枪，骑马射箭，就喜欢这些。唉，可能是投胎投错了。小丫头，不生气了？刚才故意惹你来着。楚娇从身上摸出一只鼓囊囊的荷包，抛给青管。那这儿是10两银子，算赔礼。青管接住荷包，立刻看向阮宁，收下吧，省得你气得吃不下睡不着，又来念叨我。哎，谢楚小姐，谢王妃。周围人径直看傻了，这是什么走向？画风不太对呀，刚刚还一副要打起来的样子，怎么一眨眼就勾肩搭背，一双好姐妹了？说好的针锋相对呢？他们还以为能看到2位贵女在角斗场外撕破脸皮打出脑浆呢，人家竟然有说有笑的走了。世子妃，您不是说你这乡下来的姐姐粗俗不堪吗？还说她最善妒，在娘家的时候总是欺负你。看起来她也不像是那样的人啊。我可没这么说，我都说了，是你们对她有误解。众人嬉笑，目露不屑，都是京都大宅门里出来的女子，谁不知道谁的小九九啊？众人不动声色地甩开阮心怡之后，张怀玉凑了过来。表姐，听说你如今在你祖母院里学规矩。我听说表姐也在太妃面前立规矩，至少我伺候的是自家祖母，伺候别人家祖母的感觉如何呀？妹妹还没嫁人，你不懂，既嫁了人，她的便是我的，那也是我的祖母，怎么是人家的祖母呢？况且隔代亲，太妃对我可好了，说是立规矩，其实是在教我打理王府的事务呢。表姐别装了，我又不是外人，你在我面前逞什么强？都怪阮宁，如果不是她，你的日子比现在好过多了。我也一样，我恨不得她死。阮心怡心中一惊，她狐疑看向自己这小表妹，这才多久不见，张怀玉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别这么说，她小时候生活在乡下，受了许多苦，心有怨恨也是应该的，再怎么样她也是我姐姐。张怀玉冷笑一声，往她手里塞了2只瓶子，瓶子都很小。这是什么？阮心怡看着手里一红一青2只小瓶子，我祖母是苗女，会很多草药蛊毒之术，红色的那只是剧毒，侵入人的肚腹，能让人从里退烂，5脏6腑都烂了，人才会死去，死得痛苦无比，死状凄惨，而且就连大夫都看不出是中毒。那这只青色瓶子里那个是给表姐你用的，听说世子最近有了新欢，都领回家里去了。阮心怡脸色僵硬，手不由攥紧。表姐，你这才大婚几日啊，世子就喜新厌旧了？那青瓶子里的药是苗药，助兴用的。你知道我祖父当年本可以娶高门女，却偏偏对我祖母死心塌地，宁肯跟家里闹别扭，也一定要娶我祖母，是为什么吗？因为我祖母有着秘药。表姐，你和世子同房之前，给世子用上这个，保证世子再也离不开你。张怀玉说着，对她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阮心怡只觉得这小表妹根本不像是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她说话也太大胆放肆了。我不要。阮心怡正要把这药还给张怀玉，既然我什么都没给过表姐，表姐若用不到，扔了就是。张怀玉很快走远。红色毙命，青色助兴。阮心怡沉吟片刻，微微一笑。红色的那只带回去给家里的锦瑟，青色的嘛，就让阮宁当众试试效果。张怀玉给的东西，阮心怡可不敢随便用在自己这儿。阮宁跟着楚娇来到他的雅间，已经有好几个身着麻里奇装的年轻女子在雅间里等他。楚姐，你怎么才来？捡个球而已，你捡哪儿去了？该不会是看见哪家的俊俏公子走不动道了吧？楚姐天天看着楚太傅那样的玉面郎君，什么样的俊俏公子能入得了他的眼呀？给你们介绍个新朋友，叶王妃。女孩子们听闻阮宁名号，纷纷起身，赶紧行礼。我以前在乡下住，来了京都还没怎么出过门，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多谢楚小姐介绍我跟大家认识。你们有订到牙膏吗？阮宁说着对青管点点头。正装太难订了，供不应求，于是我跟沈家订了些小样。阮宁说着叫青管把他跟沈岩特别定制的小样拿来。哇，这礼盒好漂亮，这小样更是别出心裁。而且小样这个词儿用得妙，你是怎么想到的？哪里是我想到的，沈家生意大，给想到的这些变通之法。这样别出心裁，有钱都买不到的礼物，简直送到了这群女孩子们的心坎里。燕王妃也不像传说中那么不好相处，脾气古怪呀。所以说闻名不如见面，现在别人再说燕王妃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不会信了。我们自己已经认识燕王妃了，怎么说我都不奇怪，毕竟我一来京城，有些人的身份就不那么名正言顺了。怎么说？对啊，你们一家为何不早点来京都啊？老家遭了饥荒，也不至于这么久都联系不上吧？家有糟糠，怎比得上高门娶妇？一下子可以少奋斗很多年呢。忠义侯不是你叔父，是你亲爹。阮家3代单传呢，原本家丑不该外扬，我只可怜我那娘亲独自抚养我，临了连名分都没有，这就叫苦尽甘来。你瞧现在燕王对你多好啊！哦，
哦，难怪把你接回来。我就听说燕王府的婚事原本是只给阮心怡，忽然有下人在雅间外头道，燕王妃可在里头？我在。工人奉着香茶点心进来，这是太后娘娘专门给您准备的，刚才送到您的雅间里，确定您不在，问了之后得知您在这儿，所以就送了过来。阮宁脸色微微一怔，他看看茶点，又看看那工人。太后娘娘赏的。是啊，谢太后娘娘恩典。工人正欲告退，阮宁叫清管打赏，烦请您在门后稍后片刻。工人躬身退出雅间，雅间里的气氛却有点怪异，因为阮宁竟然拿出了一支银针。燕王妃，你……阮宁却已经把银针插入那点心之中，众人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的动作。他把银针拿出来，变黑了。阮宁又用银针另一头放入茶水之中搅了搅，果不其然，众人纷纷倒吸冷气。大家别误会，不是太后娘娘，刚才那工人身上的香味是我那好妹妹惯用的熏香，自家人的味道，我一下子就嗅出来了。是阮心怡，爽儿小姐她竟然……这也太狠了吧！或者不至于死，出丑总是免不了的，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习惯了。清果，把人再请进来。燕王妃有何吩咐？劳驾，把这茶水点心给我妹妹梁王世子妃送过去。你瞧，这儿这么多人，这茶水点心不够分的。太后娘娘的赏赐我送给她，还请代为转述。工人微微一怔，连忙躬身应是。他又原样把茶水点心端走了。我不看了，我想回去。第一次看吧，我送你回去，不是敢放狗咬刘启吗？你可别叫刘启看见你这怂样，他若看到，就知道你上次的强横都是装的。阮宁点点头，你说的对。楚教搀扶着他抄近道，穿过一条过道，就要离开角斗场时，阮宁忽而听到小女孩的哭声，她微微一怔，呵，这次有女孩子呀？你也听到了？听到了呀，一些女战俘也会被送进来，一些外族的女战俘也勇猛得很，比你还勇。我是纸老虎，人贵自知，敢承认自己怂也是一种勇。你不要去，我不要你去。阮宁脚步一顿，循声看去，趁着声音还很小呢，他们怎么搞的？连诱饵都放进来，那不是送死？阮宁心扑通扑通跳得很快，他两边耳朵里各有一个声音，一边耳朵里的声音说：去看看，一个小姑娘能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人？另一边耳朵里的声音却说：别多管闲事，这个时代习以为常的事，你能改变什么？走吧，先送你回去。楚娇搀扶他加快了脚步。楚娇，他们真的都是罪大恶极的人吗？我不知道，你改变不了的，我也改变不了。我知道，可是如果因为改变不了就袖手旁观，见死不救，我们跟刚才场上的那个男人有什么区别？两头狼尚且能够共进退，人比禽兽还不如吗？燕王妃，阮宁，我叫阮宁。宁宁，你脸色太差了，你先回去，我去找我哥，让他想办法。怕是来不及，你带我去看看。楚娇带着阮宁来到角斗场关押囚犯的地方。夫人，小姐，走错了，这里是污秽之地，看台从外面那条路走。来人，送两位贵人去看台。我们就是往这儿来的。我听到一个小姑娘的哭声，听起来年纪没多大。夫人，角斗场的事儿归宫里管，劝您少打听。他给清管使了个眼色，清管似乎感受到对方一身煞气，他有些紧张，但他还是勇敢地拿出一只鼓囊囊的荷包往对方面前送。夫人什么意思？我听见那女孩子年纪很小，难免有怜悯之心，所以卑职就算叫您见了，然后呢，又能如何？角斗场的囚犯无论男女都不得赎身。来人，送几位出去。阮宁想救那哭声嘶哑的小姑娘，谁知连人的面都没见到。行，算了，宁宁，我们走吧。阮宁皱了皱眉头，他跟楚娇正要转身离去的时候，忽然一个小女孩从牢笼内跑了出来，她用外族话喊着：阿姐，阿姐别走，别丢下我一个，我不要你死。阮宁惊讶地瞪大眼睛，他不晓得为什么自己竟然能听懂这外族的话，这不是他记忆里有的东西，他甚至不知道这是哪个民族的语言，不是他会的，那就是原主会的。看守一鞭子向女孩子抽去，不要！一声脆响，女孩子被抽得狠狠摔倒在地。她也听到了阮宁的声音，她转过脸来，茫然且疑惑地看着阮宁。她立即挣扎着爬起来，朝阮宁跪下磕头：美丽善良仁慈的夫人，求求你救救我姐姐吧，她还带着伤，她不能上场，求求你跟他们说说情，让她伤好了再上场吧，求求你，我善良如皎皎明月的美丽夫人，你能出现在这里，一定是长生天的恩典，你一定是我们的救主，求求您，求求您。女孩子忒实诚，砰砰的磕头。多少钱可以换别人替他上场？等他养好了伤再上场，不是会表现得更精彩吗？角斗场有角斗场的规矩，抽签抽到谁就要谁上场，规矩不可坏。什么破规矩？这是个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地方。快走，太后来了。他刚才说什么？这里归宫里管。你想干什么？太后的车驾在哪里？刚刚过去。阮宁拔腿就往外跑。哎，你等等我呀！阮宁跑到小路外头，太后娘娘正走下那硕大的凤辇。
冲着那边嚎啕大哭。但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得赌一把，只要太后娘娘听见他的哭声，派了工人来问，他就有机会为里头那对姐妹求情。阮宁的卖力哭嚎终于有了效果，就朝他这边看过来。太后朝一个嬷嬷吩咐了什么，嬷嬷忙不迭地往他这边走来。这不是燕王妃吗？是在太后娘娘面前失礼了。娘娘体恤，十分担心燕王和王妃，您这是？我第一次来看这样的决斗，真是大开眼界。只是我们乡下人还看不惯这个，我正要提前离开，却听见了小姑娘的哭声，循着声音走了过来。过来一看，还真是个小姑娘。小姑娘和她长姐生死离别，哭得肝肠寸断，让我想起了我娘。我娘走的时候，我也是和她一般的哭，3天哭晕了5次。燕王妃莫要太伤心，逝者长矣，活着的人还要好好的活下去。王爷身体不好，也不知还能不能？为什么我身边的亲人都要这样离开我？嬷嬷，当初我救不了我娘，如果当时我们家有钱买药，有钱看大夫，也许我娘就不会走得那么早。嬷嬷，您能不能替我求太后娘娘开恩，把那堆姐妹赐给我？我救不了我娘，但我想救了她们，也算弥补我心中缺憾。这恐怕她们不是奴隶吗？我听说京都可以买卖奴隶，求太后恩典，让里头的人把他们卖给我吧。燕王妃稍后，奴婢替您问问。阮宁道谢，嬷嬷连忙摆手，又小碎步跑回太后凤辇，嘀嘀咕咕说了一阵子。太后神色狐疑的回过头来，朝阮宁这边看。嬷嬷得了太后娘娘的吩咐，又快步跑了回来。本该亲自去给娘娘请安，可瞧我这没出息的，看个节目竟把腿都给看软了。太后娘娘宽宏，能理解。您刚来京都嘛，没看过，第一次看，这样就很不错了。嬷嬷说着拿出一块对牌，娘娘开恩，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恩典。您拿着这块对牌跟里头的人说，他们会把人放给王妃。太后娘娘对牌，我要刚刚那对姐妹。人可以给夫人，但人在我们这里吃住训练花用可多了去了。原本指望他们上场表演，可以把赔进去的赚回来，但现在人给了你，怎么不好交差呀？你别得寸进尺啊！这可是太后娘娘的恩典，娘娘说了。阮宁很快就想明白了，那嬷嬷只给了对牌，让他进来要人，分明就是让他自己应付。你说的也对，得多少钱？宁宁，太后明明给了恩典，你怎么要惯着他们这臭毛病啊？大的500两，小的300两。建议结清，您把人领走；结不清，下一个就到那大的上场了。800两，2个女奴，顶天10两银子，你要800两，你怎么不去抢啊？宁宁，你别理他，咱们去找太后娘娘说理去。把小的拖回去，大的派上场。算了，这么多现银，我不可能随身带着。你通融半个时辰，我叫人送钱过来。宁宁，你疯了？你怎么这么怂啊？他不过是个小小的看守，你怕他干什么？我们去找太后。别急，救人要紧。我看错你了，我以为你有勇有谋，性情豁达，没想到你是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我楚娇没有你这样的朋友。楚娇，别喊我不认识你。楚娇气呼呼的转身走了。青管和常嬷嬷无措的看着阮宁。王妃为了2个异族女奴花这么大价钱，甚至还跟刚刚交好的京都贵女闹掰了，值得吗？阮宁手里没有800两的现银，他叫人找沈妍玉支了利钱，还答应日后有时间再亲手做香给他送去。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阮宁没有从燕王府拿钱。不到半个时辰，沈妍那边的人就把800两官府通兑的银票送来。这一会儿功夫，燕王妃花800两银子从角斗场买2个异族女奴的事儿就传开了。楚娇，这是真的吗？800两呀，2个异族的女奴，那女奴长得特别漂亮吗？你才是傻了，漂亮的女奴怎么会沦落到决斗场？楚娇沉着脸，攥着拳头，一言不发。娇娇，你怎么了？不看了，我走了。哎，你怎么走了？你压住那个奴隶还没上场呢。气死我了，他就是个大傻帽，还以为自己是救世主呢，摆明了欺负他，他都不敢吭声，任凭人欺负。楚娇愤愤说完，头都不回的出了雅间。说谁呢这是？燕王妃800两是挺傻的。燕王府钱多，烧的了呗。不是，听说他没敢问燕王拿钱，让家奴去借了高利贷啊？怎么这么蠢啊，这么无知啊？借了高利贷啊，他还真是无知者无畏，以为燕王能一直护着他呢。这事儿燕王恐怕还不知道呢。肯定是不知道，也来不及知道呀。倘若燕王知道，那正是他打了胜仗，掠夺回来的蒙古人，他的王妃又花大价钱买回去，也不知他会作何感想。这个乡下女人真是太好笑了，弄得哀家都有点舍不得让她死了。阮宁还不知道她的光荣事迹已经在角斗场里传遍了。她站在那条阴冷的巷子里，看守终于把一大一小2个女子给她领出来。你们可是燕王妃花800两银子买下来的，出去以后记得好好效忠燕王妃。燕王妃，她猛地抬起头，恶狠狠的带着浓浓恨意看向阮。她愣住了，她眼里的恨意瞬间变成了惊讶、欢喜、不可置信。是您，我美丽善良从货的公主
主殿下。阮宁有点懵，她想说你认错人了吧？不对呀，年纪不对，太小了。对不起，奴认错人了。谢谢您救奴和妹妹。你们跟我走吧。阮宁领着他们离开那地方，上了他的马车，停在路对面一辆不起眼的马车上，目光正一眨不眨地盯着这边。沈爷，就是那2个女子，找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了，竟是被弄到这儿来了。他遇之前竟是为了救他们，这还真是缘分。决斗场的人都在笑话燕王妃傻呢，只有傻子才会这么评判别人。那燕王妃借高利贷救人的事儿，继续宣扬。无知的人从来不关心真相，他们只听他们想听的。沈岩看着阮宁的马车渐行渐远，走，远远的跟上去。等到人少的时候，奴就上去把马车拦停，把人劫回来。劫你个头啊！谁让你劫人了？人是他救的，把人留在他身边也安全。沈岩的马车跟得很远，阮宁并没有发现他被人跟踪了。马车缓缓行进，他目光平和淡然地看着2个异族女子，也不知是因为大家都是女子，还是因为阮宁能听懂他们的语言。总之，他看着他们，有种莫名的亲切之感。我叫古尔别次，这是我姐姐布尔铁。我姐姐可厉害了，她能赤手空拳打死老虎，但她受伤了，今日不能上场，否则我不会那么害怕。谢谢您，谢谢您救了我们。感谢美丽善良尊贵的夫人。贝尔铁，你刚刚见到我，把我错认成谁了？美丽善良尊贵的夫人，您特别像我部落的苏布达公主，她虽然已经故去，但她是我们草原的骄傲，是草原永远璀璨明亮、熠熠生辉的明珠。她勇敢善良，骑射精湛，更是草原第一美人。已经故去了吗？他还以为跟原主会有什么渊源呢，毕竟原主竟然能听懂蒙语，这太神奇了。他在战乱中不幸身亡。夫人，您救了我们，是我们的恩人。奴贝尔铁向长生天发誓，此生必定要效忠夫人，至死不渝。倘若有违此誓言，奴贝尔铁必将不得好死，灵魂不为长生天所容。我古尔别次今日向长生天盟誓，此生效忠夫人，若背叛夫人，就叫我不得好死。你脸上的刺青是那些凶残的西朝人在他脸上刺的，若非阿姐拼死护住我，他们也要在我脸上刺，这是刻在脸上的耻辱。他们说，即便我们用刀子割掉外面的皮，也会有清迹留在肉上。不用割掉皮，我可以去掉你脸上的刺青，不过你要吃点苦，忍着点疼。2女子闻言惊喜地对视一眼，贝尔铁还未感谢，忽听窗外一阵疾驰的马蹄声，紧跟着有人唤阮宁。燕王妃，燕王妃留步。沈岩身边的随从翻身下马道：“我家爷有几句话跟王妃说，请您稍等。”阮宁向后头看去，沈岩的马车在后头不远处停下。沈岩从马车上下来，朝他的马车走来。王妃可否借一步说话？阮宁走上前去。听闻王妃从决斗场赎了2个蒙古女囚。沈公子消息真灵通。王妃预支800两，沈某人担心您是遇着什么难事了，所以打听了一下。若是沈某人能够帮上忙，怎能袖手旁观呢？沈公子已经帮了大忙了，还不够。王妃是要把这2个女奴带回燕王府吗？怎么不妥？恐怕是不妥。沈某人听说决斗场里的外邦囚犯很多都是燕王爷战胜押解回的俘虏。阮宁立刻想起贝尔铁听说他是燕王妃时，脸上露出的恨意。除了他们自己，他们的亲人也有很多是死在了燕王指挥的战役之下。当然，因为立场不同，国别不同，很难说是谁对谁错，但是难保他们的心里没有恨意。王妃若是把他们带回燕王府，他们存了报复之心，您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连累了王爷，也累坏了您，这都不好。原来如此，是我思虑不周了。那现在不要紧，沈某有一处别院，离这儿不远，里头家具所用器物一应俱全。王妃若不嫌弃，就把他们安置在别院里，那别院就当是沈某人送给王妃的礼物了。沈公子，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要。不贵，沈某人与人合作一向是大方诚信，我与蒙古都有些渊源。王妃今日从决斗场救人，沈某甚觉感动，您只管收下，以后再有什么好点子，您别忘了沈某就成。沈公子大意，我就不跟你客气了，算我借用，等我有更好的安置之处，就把别院还给你。离这儿不远，王妃也过去看看。好。阮宁回到车上，让车夫跟着沈岩的马车。秦云川觉得自己近来大好，特别是他如今搬回了主院，跟阮宁同床共枕，虽然还不能放肆，但搂着他睡觉，总能嗅到他身上那恬淡的香气。秦云川一直觉得阮宁就好像他的一味良药，单单是他身上的味道，就对他有别样的医治之效。他今日特地多练了1个多时辰的功夫，果然是通体舒畅，经脉尽通。王妃呢？快过年了，问问王妃可有什么新年愿望？王妃去参加小年宴了，听说今年的小年宴在决斗场。去哪儿？去决斗场，叫人备马车去决斗场接王妃。他怎么会去那儿？就坐上马车，亲自去接人。好像是太后亲自给王妃下了请帖。好像怎的早不禀报？元素贝智从外头听来消息，说王妃在角斗场借了800两的高利贷。袁华面色一僵，隔着车门他就感觉到了一股子寒意。秦云川不明白，800两而已，何至于去借高利贷？他不晓得直接从王府的账房支
支去吗？从账房拿2000两，他得赶紧去给他的小王妃兜底，别叫他被人欺负哭了。这傻姑娘有事不知道叫人回来告诉他吗？速度快点！原话如蒙大赦，一边叫人去拿钱，一边和车夫一起催马快行。哎，那不是王妃的车驾吗？秦云川他正要叫人赶上前去，却忽然发现阮宁的车架前头还有别人的车。前头是谁？回王爷，是沈岩的车驾。秦云川眸子一沉，跟上去看看。前头2辆马车在一处精致的别院外停下，秦云川的车走得很慢，马车上的人被人搀扶着走下马凳，那纤细窈窕的倩影，不是他心心念念着急去营救的阮宁，又会是谁？王爷还往前吗？走，往前走。马车踢踢踏踏，缓缓前行。站在别院门前说话的沈岩和阮宁似乎都感觉到了什么，两人不由自主地扭过脸，朝驶过的马车上看去。马车在别院门前停下，阮宁张了张嘴没出声，沈岩微微一愣，连忙拱手。秦云川连看都没看沈岩，走。阮宁还没来得及反应，他的马车驾的一声离开了。阮宁想拦，但马车却越走越快。算了，在外头也说不清楚，人我就留在这儿了。我已经认过门了，改日再过来。王爷若是误会了什么，我去跟王爷解释吧。不用，我家王爷大度，他会听我解释，也会相信我的。哦，那就好。我先把你们安置在这里，然后找嬷嬷来教你们京都大宅院的规矩。等你们适应了，我再另行安置你们。主子，求你带我们走，我们誓死效忠您，绝不会背叛，我们会好好的学规矩，一定不给您惹祸。沈岩忽然用蒙语对他们说：洪吉拉氏托我寻找二位，我没有找错吧？你是谁？谁托你找我们？我是叶王妃的朋友，更是洪吉拉氏的朋友，这里是我给二位找的地方，你们可以放心的留下来。谢主子，我们听从安排。我去追王爷，这边就辛苦沈公子安排了。沈岩拱手目送他坐上马车离开。待阮宁的马车走远，沈岩叫过自己的随从，拿上这里的房契地契，去京兆府过户到燕王妃的名下。这处别院加上里头的园林、布景、家具装饰，没有3万两下不来。他帮了大忙，怎么能够让他吃亏呢？去吧。沈岩笑笑，让随从快去。果儿别次满意的点点头。你放心，我阿爹也不会叫你吃亏。是洪吉拉氏的高昌公主，你爹爹和大兄都很关切你呢。那个年长的女子布尔铁一直垂着头，眉头微蹙。她跟在两人身后进了别院，在沈岩说要送他们回草原，回到洪吉拉氏部族中时，奴已经完成使命，求公主允许奴留下来。贝尔铁，你保护我有功，你如果跟我回到草原，我真的认你做姐姐，让阿爹封你为公主，重新为你选驸马。奴想留下来。你留恋西朝的繁荣安定了。你觉得她很像草原第一美人苏布达公主，是不是？贝尔铁猛地抬起头，目光灼灼看着沈岩。我也觉得她很像，如果不是年龄不对，我会以为苏布达公主根本就没有死。原来你是为了燕王妃，我跟你一起留下来。公主，她救了我，我已经向长生天发誓了，如果没有她，今日你会死，而我会被他们糟蹋。我听见他们的话了，他们说要尝尝蒙古少女的滋味。不要说了，公主。沈岩安顿好2个蒙古女子，便离开别院。阮宁匆匆赶回燕王府，他却不知秦云川根本没回府。秦云川从沈岩别院门前离开之后，心里闷得透不过气来。他不想回燕王府，他怕回去燕王府自己会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说出让自己后悔的话。他叫原话送他去草堂书斋，这是楚萧的地方。你怎么来了？没人跟着，我叫人查看过了。心情不好。你私藏的好酒呢？你能够喝酒吗？我这不是已经好了吗？别那么多废话，拿酒来。他转身去柜子里打了1小壶酒。你不陪我喝？我待会儿还要进宫。秦云川端起那一盅酒，一饮而尽。这酒后劲大，你慢点喝。怎么了？遇上什么事儿了？秦云川一语不发，只闷闷喝酒。这样喝容易喝醉的。你等我一下，我叫人去准备几碟凉菜。不必麻烦。楚萧摇摇头没理他，继续往外走。他刚到门口，就瞧见自家妹妹气呼呼的往这儿来。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你屋里藏人了？胡说什么呢？男人女人又没钱花了？谁没钱花了？谁没钱了？好像我一来找你就是来问你要钱似的。我可是你的亲妹妹，我想你了不成吗？真无情。这次要多少？800两，现在就要。你这有吗？有是有，但是你要800两干什么？张嘴就要这么多？这个月不是才给了你300两吗？还别说了，真是气死我了！这次真不是我乱花钱，还不是那个燕王妃，那个小傻子小怂包。楚娇话音未落，他哥的房间里忽然传来一丝响动。楚娇年少习武，功夫不俗，他当即一闪身突破他哥的防御。屋里安安静静，空无一人，只有酒桌上放着1只酒壶，1只酒盅。你跟人喝酒？你看清楚，1只酒盅，我跟谁喝酒啊？你一个人在喝闷酒啊？怎么了？有心事？还没来得及喝，正要去准备1盘花生米，你就来了。你刚刚说燕王妃怎么了？楚萧说着，把他妹拽了出来。今日在决斗场，他第一次看，差点看吐了。我看他脸色不好，就说先送他回去吧。谁知他听见一个小姑娘的哭喊声，他心软，非要去看看究竟。结果真是个特别小的女孩，他非要救那个小女孩和她姐姐。决斗场的看守不肯放人，我们就要放弃了。恰遇见太后娘娘来了，他哭着求太后娘娘给他个恩典，说他看见那小姑娘
娘就想到了她自己。长姐如母，她当年太穷没能救她母亲，今日想救那小女孩，跟她长姐，就当了却了心头遗憾。你说她跟太后哭求，然后呢？哦，对，我还没说完，气死人的就在后头，她也太好欺负了，任人捏扁搓圆。屋里又传来一声细微的动静，但这次他哥却早有预判。别看了，世风，赶紧说800两还要不要了？啊，要！太后看他哭得可怜，于是让嬷嬷给了他对牌，说给他这恩典，让他把人领走。可你猜怎么着？那决斗场的看守看他年轻好欺负，2个女奴竟然要800两，否则不让他领走。他明明拿着对牌，却不敢跟看守叫板，傻乎乎的拿钱去了。我气不过他那么怂，好心要帮他，他还不让我多说，我就先走了。后来听说他竟是借了高利贷，哥，是不是燕王爷对他不好啊？否则他怎么不敢回王府拿钱？楚娇趁着他哥微微愣神之际，冲进屋里。还骗他说是风，他刚刚明明听到屋里有异样的动静，他哥肯定是藏人了。楚萧眸色深深地站在门口，负手而立。找到了吗？不对，第一次推开门的时候，窗户明明就是关着的，现在窗户却是开着，你还说没藏人？你记错了，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这么冷的天，你开着窗读书？你们女孩子才怕冷，我一直都是开窗读书，开着窗户人才清醒。是我记错了吗？赶紧给我800两银子，我去帮他还了钱去。你不知道决斗场的看台还有雅家里都怎么说他，说他又怂又蠢，还爱逞强。你不是也觉得他又怂又蠢，干嘛帮他呢？我那是怒气不争，明明太后不是真心要给他恩典，而是想刁难他，否则对牌一给，看守怎么敢为难他呢？至于蠢不蠢的问题，他一定觉得800两换2条人命值，他才愿意给。楚萧说话间来到他的桌案处，从匣子里拿出1000两官府通兑的银票递给他妹子。大概是用不上了。怎么用不上？有人会替他还。谁？楚萧的目光落在那只酒壶和白玉酒盅上，他摇了摇头，不知道。故弄玄虚。楚娇拿了银票转身走了。叶云川听了楚萧妹妹的话，他知道她大概率又误会阮宁了。等他回到燕王府，竟没见到阮宁。王妃呢？秦云川问重瑶院的人，重瑶院的下人都说他还没回来。走，去那别院。秦云川又来到他遇见阮宁和沈岩的别院，原话叫门询问：你就是王妃救的女奴，蒙古人啊？王妃呢？你是什么人？我为什么告诉你？我乃燕王的跟前宿卫，前来接王妃回府。贝尔铁死死地盯着原话，眼底迸发的恨意简直灼人。他当然第一时间就感觉到了贝尔铁的恨意。你把王妃怎么了？贝尔铁也懵了一下，他想起那个看起来娇柔却保护了他和高昌公主的弱女子。他走了，早就走了。他说要回去向你们王爷解释清楚，他连门都没进就走了。原话一听，立刻觉得事情不对，他跳上车。王爷，这里的人说王妃早就离开，派人进去摸查。秦云川脸色彻底沉了下来。阮宁早就回王府要跟他解释，他却连别院的门都没进，也就是说他来这个别院只是为了安置这2个外邦女奴。王爷，那女奴是蒙古人，听闻卑职是王爷您的宿卫时，眼底闪过杀机。秦云川猛地抬起头，这不奇怪，在他去驻守边疆以前，西朝西北边境一直被西北游牧民族的铁蹄肆虐践踏。他在西北驻兵防卫，他调整了练兵的对策，并且训练了战斗力强悍的玄铁铁骑。秦云川不至于去为难他们，他们恨他想杀了他，他能理解，但不会放在心上。回王爷，已经摸查了那别院，王妃的确不在，王妃的车驾、仆从都不在，宁宁，你会在哪儿呢？你生我的气了吗？去找沈岩。秦云川出现在沈岩面前，跟他要人时，沈岩也很是意外。王爷可真大胆呐！外头都疯传他熬不过这个冬天了，这风声肯定是他自己传出去的，为的是让朝廷里那些忌惮他的人放松警惕。但他现在竟然敢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自己面前。叶王妃人呢？别叫本王问第2遍。王妃看到王爷的马车没等他，当即便也跟着上车离开了。沈某还说要登门向王爷解释来着，王妃却说王爷大度，一定会听他解释，不用沈某多此一举。他没有回王府，真不见了。你看本王像是有功夫跟你开玩笑吗？沈某也不开玩笑，真是不知道王妃去哪儿了。我这就叫人去各个店铺里面去看去问，看看王妃可是去铺子里面买东西去了。沈岩招来手下人，让他们去东西2室问问看，别声张，以免对王妃的名声不好，悄悄的找。秦云川沉着脸坐等，他也叫原话派人悄悄的到阮家、大相国寺、庄子上都问问，就连秦昊那边都让人悄悄的去看。等了不多时，沈岩派人寻找的人回来。回爷，东西市咱们铺子的人都说没见着叶王妃。秦云川豁然起身，沈岩这儿没有，他在这儿也是浪费时间。秦云川正要出门之时，沈岩的一个手下满脸喜色的回来。回爷的话办好了。
吧。那随从看见燕王，立刻闭了嘴。手里拿的什么？没什么，拿来。原本想交给王妃，如今交给王爷也是一样的。秦云川草草一番，冷笑道：什么意思？燕王爷近来对我的商队放宽了条件，我的生意比以往好走了许多，这是谢礼。但我知道王爷您的行事作风刚正不阿，一定不会收这礼的。沈某思来想去，想到王妃在京都根基尚浅，或许是需要一点产业傍身，所以出此下策。王爷见笑。那房契地契正是沈岩用来安顿那2个蒙古女子的别院，还望王爷转交。这是安顿那2个蒙古女子的宅子？是。若叫本王知道你利用她，本王绝不饶你。王爷放心，沈某不会。她在京都的根基是本王，她已嫁给本王，不需要傍身之物。王爷，实不相瞒，其实王妃与我姑姑亲姑姑特别的像，但是我那位姑姑已经不在了。沈某第一次见到王妃的时候，便犹如见到亲人，热泪盈眶。沈某曾想与王妃一结金兰，王妃以自己出嫁从夫为由拒绝。今日斗胆问王爷可否准允此事，哪怕您觉得是沈某高攀，难道您不想在将来成大事的时候给王妃留一条后路吗？秦云川眸子一凝，他黑沉沉的眼睛带着威压，冷冷地审视着沈岩。你不是西朝人。沈岩笑而不语。秦云川收起那地契，他阔步离开。沈岩凝视着他离去的背影。燕王爷动了真情呢。那爷您呢？您又何苦暴露自己？就你多长了一张嘴，今晚不准吃饭，让人留意着燕王府的动静。另外，悄悄的在京都找人。他这是去哪儿了？秦云川离开沈岩的地方，面色沉沉的坐在马车上，耳畔回想着沈岩的话。就当是给王妃留的一条后路吧。他要成就的大事背后自然有莫大的危险。沈岩敢说出这话，不是诓他，就是有所倚仗。倘若西朝动荡不安，让沈岩带阮宁去蒙古，或许真的是一条退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王爷，可是有王妃的消息，联系不上跟着王妃的那些暗卫，他们都一起失踪了。阮家呢？大相国寺呢？还有秦昊那里看过了吗？回王爷，都找过了，没有。秦云川心中闷疼，无法呼吸，找不到阮。他能想到的地方，他几乎都派了人去找，可哪里都没有他的消息。回到燕王府，没有了阮宁的重瑶院，就像没有了灵魂。秦云川转身又离开重瑶院，没有阮宁的重瑶院，他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他要找到他，等找到他以后，他会跟他道歉，跟他保证，无论再遇到什么情况，他都不会扭头走掉。派更多人去找，搜遍京城，也要把王妃给本王找回来。是。袁亨、袁化拱手领命，又分头去行动。楚娇在燕王府待客的明厅里等了许久，都没等到阮宁。他只见燕王府进进出出许多人，而且这府上的气氛很有些不一般。哥，不好了，燕王妃好像不见了。胡说什么？真的，我不是去找她吗？在燕王府等了许久都不见她回来，倒是燕王府的侍卫们不断的进进出出，还派出了更多的人，所以我猜，别瞎猜，她没事最好，要不然就她那热心肠又憨憨的，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呢。你说会不会是放高利贷的人把她劫走了，或者是那2个外邦女奴把她给绑了，要报复我西朝？有没有可能就是燕王？燕王嫌她做事鲁莽，向宫中告假，今日不进宫了。话音未落，宫里的太监就来了。皇上等不及，叫老奴来催一催太傅。今日还有一篇策论，太傅讲完了，皇上还要去跟太后娘娘用家业。楚萧深吸一口气，他本想向宫里告假，悄悄去燕王府，当面问秦云川怎么回事。太傅，宫里的车马都备好了，您请。走吧。小皇帝年纪虽小，却生性多疑，他不想叫小皇帝多想。楚萧入宫后，来到御书房外，他正要进去，却被宫人挡在了御书房外头。皇上正在召见旁人呢，太傅稍等片刻。皇上交代，太傅来了，可在偏殿里稍坐片刻。楚萧点点头，并未多想，转身去了偏殿里坐着。御书房正殿里，小皇帝打量着眼前这个年轻的女子。阮宁垂着头，任凭小皇帝打量她，甚至他的马车半路被人截下来，对方亮出腰牌，说是宫里来的，皇帝传召，他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他说让人回府捎个信儿，别让家里人担心，都被断然拒绝。他连人带车，包括下人们，都被一锅端，全都带进了皇宫。皇上，时候不早了，臣妇该回家做饭了。您要是没事，你堂堂燕王妃还要亲自做饭，那可不，他们看我是乡下来的，就小瞧我，故意怠慢我，饭不是齁咸就是冰凉，我受不了这个气，索性自己做。可是朕听说燕王叔很宠你，豪掷千金，只为博你一笑，他舍得让你下厨。一来这豪掷千金的事儿是有背景的，不能说京都传言是假的，但它也不全真。二来呢，燕王爷这不是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他自身难保，哪还有精力管我呀？燕王叔对你的好，京都人都知道，你这女子这般说，实在亏负了他的心意。切，小皇帝小年纪，说话一股子爹味。你说燕王叔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可是真的。
可不是嘛，要不然今天我也不能跟外头借800两银子啊。那你脸上怎无悲伤之色？人家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你这女子竟不念夫妻恩情，还盼着他早逝。小皇帝哪只眼睛看出他盼望燕王早逝了？这分明是他自己的想法，硬按在他头上。臣妇冤枉呀，怎么可能不悲戚？人家跟我说，王爷若是没了，我得陪葬，我不甘呢。虽然我是乡下来的，但我还没活够呢。你想活，蝼蚁尚且贪生，朕给你指一条明路，只要你替朕做好一件事。皇上太高看臣妇了，臣妇就是个乡下土包子，不会做什么事儿，自己办不好倒是小事儿，耽误了皇上的事儿那就是大事儿了。小夫人不敢应承，朕都还没说是什么事儿，你就拒绝了。我娘说感谢和道歉的话都要趁早说。对不住啊，皇上，臣妇没什么本事，啥事儿也干不成，一天到晚就知道混吃等死。小皇帝如同被噎住了，他呆愣愣地看着阮宁，似乎没想到这个胆小怯懦的乡下蠢妇竟然敢断然拒绝他，还连着拒绝了2次。启禀圣上，燕王府外驻守之人发现王府之中家丁侍卫进进出出，十分忙乱，像是出了什么大事的样子。小皇帝把他叫来宫中，还不让回去交代一声，果然不是为了好玩。燕王妃，你说你一直不回去，燕王叔会不会惊得从病床上起来亲自找你呢？阮宁心中一紧，原来小皇帝的目的在这儿，他想通过扣押他试探燕王是真病重还是装病。皇上真是玩笑话，我家王爷那身体若是能从病床上惊坐起，那恐怕就是回光返照了。哼，燕王妃怎能这会儿才晓得悲伤？是刚刚意识到燕王叔快不行了吗？听听，每一句都是试探，这破小孩挖坑给一个村姑跳呢，不行，他得想办法出宫，或是想办法把小皇帝试探的意图传递出去，让秦云川知道。阮宁的肚子发出清晰的叫声，皇帝呆愣看他。禀皇上，臣妇饿了，能借厨房一用吗？叫御膳房传膳。皇上，今晚要去太后宫中用小年家宴，御膳房在准备晚上的家宴呢。不用麻烦，借厨房一用就行，我自己会做。阮宁讨好的笑笑，他心里实则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放火。阮宁琢磨着，既然秦云川有做大事的意图，那么宫里肯定有他的眼线吧。臣妇手艺不赖呢，皇上一定没尝过民间美食吧？天天吃山珍海味也会腻吧？皇上尝尝臣妇的手艺。行，德顺，叫人带燕王妃去御膳房，让他们腾出一口灶炉给王妃。楚太傅来了有一会儿了，天顶里候着呢。阮宁一听楚太傅，倘若他的判断没错，楚太傅就是在马车里和秦云川偷偷见面的人，那么楚太傅就是他把消息传递出去的契机。阮宁退出御书房，他一转身就看见楚萧，楚萧抬眸看见他，很是一愣。哎呀，这位不是楚太傅吗？实在对不起啊，楚太傅，上次差点撞上您，真不是我的错，是有人推我来着，而且那时候我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皇上身边的近臣，你千万不要和我一般见识啊。阮宁一边说一边朝他眨眼睛，他眼睛真好看，这么忽闪忽闪的看着他，看得他心里砰砰乱跳。楚萧抿着嘴，心跳快的让他说不出话来。燕王妃这边请，楚太傅不会记着那么一点小事的。楚萧点了下头，朝御书房门口走去。哎，对了，燕王妃还有事？楚太傅的口味如何？我去给皇上做膳食，给皇上尝尝我家乡小吃的味道。既然楚太傅也在，我顺便也给您做一份。他频频眨眼，是想告诉他什么吗？他要在宫里给皇帝做膳食，皇帝岂会随便吃旁人做的东西？他这是想干什么呢？不用。于是他决绝转身，阔步进了御书房正殿。阮宁咬了咬下唇，他如此冷冰冰的，到底懂没懂他的意思？楚太傅很好看吧？男人好看有什么用？要好用才行。太监顿时脸色一僵，一路都没再跟他说话。小太监把他领到御膳房，告诉膳长他要借用一个火做点好吃的。禀王妃，今晚宫中有宴席，其他的炉子都在忙着，您瞧，这也匀不出人手给您帮忙，您想吃什么就做什么，都随意哈。阮宁又不是真的为了做菜来的，倒也不在意这个。那一把碧绿的菜叶子，他甚至都没淘洗干净，就往案板上放。膳长的眉毛都快纠结在一起打架了，这么脏的菜不配上御膳房的菜板子。哇，他做的这饭是皇上吃的，这做不好他滚蛋了，御膳房的人都得给他背锅，一起完蛋。别动，来，你们几个把这菜再洗一遍。你过来烧火。膳长赶紧把阮宁请到一旁。您歇歇啊，请王妃明示，您到这儿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奴才愚钝，若是刚刚有得罪之处，还请您多多包涵。没什么，就是请皇上尝尝我的家乡菜，我是乡下来的，会做些土味。您这土味是真带着土啊？这什么土什么菜系？咱们这御膳房里天南地北的厨子都有，这哪用您亲自动手？您吩咐一声，我叫厨子们照做就是了。地三鲜、鸡块土豆炖宽粉、酸菜鱼、香脆春卷，就这些吧，多了也吃不完。膳长狐疑的看他一眼，就给皇帝吃这些，那他这膳长怕是不想干了。你们忙着，我去净手。来人，带王妃去净房。
站长叫了个烧火的小太监，领着阮宁离开。阮宁刚才在炉灶边打转，已经顺了火绒火折子。他来到净房，净房倒是很干净。阮宁环视一周，终于看到了净桶另一边放着的一沓子草纸，这东西好，助燃神器。阮宁把那一沓子草纸都拿上，放在帘子下。他拿出火绒火折子，点着火，引燃草纸。草纸烧起来可以烧着帘子，帘子是挂在木架子上。这净房的整个框架都是木质。阮宁点点头，觉得差不多可行。只是他用火折子不熟练，正笨手笨脚的吹那火折子时，净房外头的工人忽然猛地拍门，吓得阮宁手一抖，火折子掉在草纸上，立刻点燃了火龙。叶王妃，不好了，叶王爷病危，您快点，皇上叫送您出宫呢，快呀！阮宁一惊，送他出宫，那就不用放火了。他这么一愣神的功夫，帘子已经烧起来了。救火！阮宁连忙跑到门口，着火了！太监往里看了一眼，冲进净房，端起净手的水就朝那帘子泼去。还好火势不大，火很快就被扑灭了。王妃，快往御书房去吧！阮宁匆匆忙忙往御书房去，他原以为还要再见到那个讨人厌的小皇帝，一番礼节之后才能放他出宫，没想到一顶小轿已经迎着他来，没等他到御书房，就把他接上了轿子。不用向皇上告退了吗？不用，皇上已经恩准，王妃即刻离宫。阮宁琢磨着是不是燕王病危的消息把小皇帝高兴坏了，这才急不可待地送他离开。我那些仆婢家奴呢？已经到宫门口了。阮宁径直被抬到宫门口，他下了轿子一看，不单自己来时候乘坐的马车在这儿，还有一辆硕大的燕王专座也在这儿停着。阮宁心里咯噔一下，千云川不会亲自来了吧？一面向那辆大的楠木马车走去。王妃走好。阮宁上了大马车。王爷，你怎么敢来的？宫里太可怕了，那小皇帝年纪不大，心眼倒是不少，他想靠着我试探你是不是真病呢。还好我机智，想到了放火给你传递消息的好主意。我不太会用宫里的火折子，我倒是点起来了，可惜把手烫了。烫到了哪里？王爷肯跟我说话了。烫到哪儿了？严不严重？手指头尖有点疼，我小时候烫到手，我娘总是给我吹吹就不疼了。阮宁说着把手凑到他面前，他的手指一下子就戳进他嘴里了。他竟然含住他的手指，他的舌头在他指腹上轻轻打转，一阵酥酥麻麻的感觉立刻传遍阮宁全身，他浑身一紧。别，还疼吗？不疼了。他好会哦，跟谁学的？以前是不是也对别人这么做过？为什么不回府上拿钱，非要跟外人借？肯问出来就好，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嘛，比赌气强多了。我是故意跟外人借的，我娘常说财不外露，我知道咱们王府有钱，单花800两就2个外包女奴，似乎有点离谱。我说能从府上支出来钱，人家会觉得咱们府上的钱是大风刮来的，这我可不同意了。咱们府上再有钱，那也是咱们王爷拿命搏出来的。本王才不在意。还有一点，我知道王爷宠我纵容我，莫说800两8000两你也会由着我，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这可不是跟王爷划清界限。那是为什么？王爷若表现出宠我在京都的处境就越危险，就好像今日这事儿，小皇帝想用我试探出王爷是不是真病，咱们关起门来怎么样恩爱都好，就不必叫外人看那么清楚了吧。对不起，连累你了。一家人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王爷这是要跟我分那么清呢？这是沈岩给你的，拿着吧。递给他一沓子纸，阮宁狐疑盯着他，并不接那纸。我既给你就是不介意，拿着吧。房契地契我已经拒绝过他了，他怎么还是给过户了？是我误会你了？请用肯定句，你就是误会我了。我听沈岩说那2个女奴是蒙古人，而你常年戍边，打赢蒙古人许多次，蒙古人对你又怕又恨。我虽可怜她们是女子，但若因为自己的一点仁慈之心，搅得咱们燕王府鸡犬不宁，那岂不是太蠢了？正好沈岩愿意借他的宅子给我，且离得不远，我琢磨着他跟蒙古人熟，安置在他那儿正好。王爷想到哪里去了？你还是为我着想来着？当然是为你着想了，我一心想着王爷，王爷却把我往坏处想，分明是不信任我，我太伤心了。别气了，小心气着身子，是我不好，本王小心眼了。千云川话未说完，脸已经烫了起来。他这辈子都没说过这种话，做梦都不敢想这种话能从他嘴里说出来。听说你要给皇上做家乡的土味，什么土味？你都没给本王做，还关切地问楚太傅的口味。你那么关心的，你都没问过本王的口味。王爷吃鱼，但不喜欢鱼肉里的小刺，又不喜欢厨子做成鱼肉糜，不吃生鱼片，吃辣，但吃香辣麻辣，不吃甜辣和直辣，不喜欢海鲜，但香辣口的也能吃点，不喜欢甜食，不喜欢糯叽叽的口感。千云川看着他，听着他一条条地说他的喜好，有那么一瞬间，他恍惚有种错觉，他了解他比他自己都多。若非用心看用心记，哪里能张嘴就说出来？千云川将他搂进怀里，他反复叫着他的名字，总觉得连他的名字都带着甜丝丝的味道。楠木大马车回到了燕王府，径直入了内院。他大大方方下了马车，一把横抱起阮宁。你在宫中辛苦了。他阔步往内院去，好似病的不是他，反倒是阮宁。
阮宁离开皇宫后，小皇帝叫来了膳长。燕王妃在厨房这么一会儿，你以为她是个怎样的人？原本埋头看策论的楚萧闻言也抬起头来。他有点土，有点张狂，还有点什么？还有点粗俗，小人得志，一点都不像咱们京都的大家闺秀。说句不该说的，好像还有点笨。去净房不知怎么的把香炉打翻，把净房的帘子都给烧着了。不可这么说燕王叔的王妃，她是乡下来的没错，规矩是会差一点。你退下吧。太傅以为朕的这篇策论写得如何？不如何，说句粗俗的，简直狗屁不通。小皇帝脸涨得通红，一开始的得意这会儿一点都没了，他脸上只剩下窘迫和无地自容。太傅说的对，你以前夸过朕几次，是不是都是安慰朕？皇上也不必妄自菲薄，只是圣人说，所谓成其义者，无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心诚就是不自欺，君子要注重修行自我，心里是什么样的会显露在外表上，装模作样的会有什么好处呢？楚萧话还没说完，小皇帝的脸上就火辣辣的，犹如被人扇了一个耳光。皇上刚刚听到膳长说三道四，言辞粗鄙，颇有侮辱一小妇人之意。然则皇上面上有喜色，心中快慰，嘴上却宽宏，是那膳长不够尊敬，实乃是有违圣人之道。楚太傅耿直谏言，一心为朕，朕记住了。楚萧拱手道：今日小年，臣恭祝圣上新的一年万事胜意。在闲暇之时，还望圣上莫忘了把这篇策论重新写过。臣告退。小皇帝顿时更想哭了，人家都放年假了，他堂堂皇帝竟然还要重写策论。安排在角斗场附近的小年宫宴也刚刚散场，张怀玉立刻凑到阮心怡身边。表姐好像出师不利呢，是你的药不好用吧？药再好用，喂不到人嘴里也发挥不了作用啊。他明明只是个村妇，为何他一来，京都所有的话题都围着他转？京都所有的人似乎都对他感兴趣起来，就连那些青年才俊，张嘴闭嘴都在议论他。听什么？听大家说他穷人乍富吗？你看着吧，他得意不了许久。阮心怡丢下表妹，登上梁王府的马车。她一路上不停地摸着藏在袖子里的另一瓶药。张怀玉说，这瓶药能要人的命，他要试试看，因为他得不到世子的宠爱，才让他一步步沦落到如今的地步。只要世子对他能像燕王对阮宁那样一心一意，甚至色令智昏，那么他一定可以重新成为京都所有女子羡慕的对象。他回到梁王府，平儿，你自幼跟我一起长大，说是丫鬟，情同姐妹。你也看到我如今的处境，因为锦衣娘，我简直沦为府上笑柄。平儿，我的好姐妹，你愿意帮我吗？小姐，奴婢何德何能？奴婢不敢当，说能为小姐做什么，奴婢万死不辞。我难以启齿，但如今若不走这一步，我的日子必不好过。平儿，你一定要帮我。小姐您说，只要奴婢能办到。要为我夺宠，男人都是喜新厌旧的，他娶了我又厌我，如今纳了锦瑟，但也会厌他。平儿，你是我身边最漂亮的。奴婢绝无此痴心妄想，奴婢不敢。你这是做什么？你为我夺宠，我难道还会嫉妒你吗？我只盼你成功。阮心怡把平儿按在自己的梳妆镜前，叫嬷嬷给她绞去脸上的汗帽，为她梳妆打扮。趁着丫鬟们为平儿梳妆打扮的时候，阮心怡让厨房准备了点心小食。阮心怡飞快地摸出袖子里那瓶药，将药粉带在点心上，在每一块点心上都均匀涂抹。秦昊不爱吃点心，尤其不爱吃这种莲花酥，但女子偏爱点心。去吧，平儿。阮心怡看着被打扮一新的平儿，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平儿这么一番收拾，竟也让人眼前一亮。去锦衣娘的院子里，把世子给夺回来。平儿端着汤茶羹点去了锦瑟的院子，阮心怡就开始心神不宁。平儿去了有多久了？怎么还不回来？才刚去不到1刻呢。问好几遍之后，阮心怡实在坐不住，至少有2、3刻了吧？怎么还不回来？阮心怡担心出事，又担心平儿真的得宠却背叛她。她正要叫给丫鬟去看看情况，却忽见有秦昊身边的小厮急急忙忙地跑来。世子妃，不好了，世子爷突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您快去看看吧。小厮没说完，阮心怡就软在地上。完了，怎么会呢？怎么就那么倒霉呢？秦昊平日不吃点心的呀，会不会只是巧合呢？世子妃，您不能有事儿啊，您得去看看啊。我起来。阮心怡叫丫鬟扶她，她来到锦瑟的院子里。老太妃和梁王都已经来了，阮心怡只觉得头晕目眩。世子怎么样了？锦衣娘说，世子就是吃了你的丫鬟送来的点心，才会忽然倒地不起。阮心怡跌趴在地。祖母，妾身冤枉啊！妾身不知是怎么回事啊！世子妃，您是要害婢妾吗？容不下婢妾，所以要毒杀婢妾吗？
只是您也没想到世子会误食了那点心是吗？你休要血口喷人，谁要毒杀你？你别吵了，浩儿若没事，再一一问责。浩儿若说是，本王要你们全部都陪葬。溥仪在屋子里抢救世子，阮心怡心里七上八下，好不忐忑。锦瑟抓起前头案子上的点心就往嘴里塞。倘若世子有什么不好，婢妾也不要活了，婢妾以死明志，只求太妃给婢妾一个清白。锦瑟塞了2块点心到嘴里，还没咽下去，他就干呕起来。他吐得剧烈，老太妃是过来人，立刻叫旁边一个太医给锦瑟把脉。阮心怡的眉头拧成疙瘩，倘若锦瑟有孕，那么此次劫难一定会落在他头上。平儿怎么那么蠢，他怎么会让秦昊吃那点心？阮心怡扭脸朝平儿看去，平儿瑟瑟发抖，无声的哭。回太妃是喜脉，只是月份太小还不明显。阮心怡闭了闭眼睛，一种莫名的耻辱感袭遍她全身。她还没有孕，一个妾室竟然先有了孕。你起来吧，浩儿吉人自有天相，他不会有事。如今里头的秦昊还在被太医抢救，情况不明。回王爷太妃，世子他，世子暂时保住了命了，只是什么时候醒，这还要看造化呀。什么意思？此毒乃是苗疆剧毒，虽然已经为世子催吐，把误食的毒物都吐了出来，但此毒效力非常之快，已经通过胃液侵入血脉，虽保住世子性命，但恐怕世子仍会昏迷一段时间。若是拖的时间长了，怕是……太医摇了摇头，没再说下去。梁王叫人送走了太医，他又从宫里请了数个颇有盛名的太医来，一直折腾到天色将明，隐约能听见鸡叫声。太医们也没给出什么新鲜的说法。阮心怡等人也一直跪在院子里，生生跪了一宿。他走出屋子，看着院子里跪着一地的人，他伸手指着院子中众人：都拉下去，杖毙！我儿受苦了。阮心怡心中发冷，因为锦瑟已经被老太妃的人搀扶走了。王爷，世子妃也在院子里跪着呢。世子都快没了，哪还有什么世子妃？给他一条白绫。父王，不要放弃世子呀！你先去给他探好路。父王，听说燕王府有位神医姓裴，燕王身中奇毒，若非裴郎中为他续命，他早就没了。或许咱们可以请裴郎中上门看看，儿媳愿为世子去请裴郎中。若是裴郎中不肯来，儿媳定走在世子的前头。梁王盯着他，神色狐疑。老太妃先开口道：准，你去吧。来人呐，把这个丫鬟平儿拉下去杖毙。小姐，救救奴婢，救救奴婢啊！奴婢不知道，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小姐。阮心怡咬着下唇，一语不发地看着平儿被人拖走。你去吧，请不来裴郎中，你知道结果。婉宁还在睡梦中，就被秦云川捏着鼻子强行叫醒。你干什么呀？不知道孕妇要睡够吗？你妹妹来了。她来干什么？跪在门外叫裴郎中去救人。救谁啊？我那个便宜老爹要挂了吗？说是秦昊中毒了。不会是在使诈吧？不清楚。那你怎么回？我现在病重，自然是要问你的意思。宫里那么多御医，京都也有许多名医，非要来燕王府求裴郎中去救人，这里头肯定有诈。叫个伶牙俐齿的丫鬟去回他，说我们王爷病重，燕王府自顾不暇，裴郎中不能离开王爷身边，叫他另请高明吧。你不担心吗？我当然担心，他害我还少吗？昨儿在决斗场还给我下毒呢，凡是跟他有关的事儿，我都得提着12分的小心。如果是真的呢？什么是真的？王妃，您要不去瞧瞧？阮儿小姐在门口梆梆的磕头，街坊邻居们都看着呢。她说看嘛，我就说他无事不登三宝殿，一来准没好事。青果，走，看看他又想做什么妖。阮宁边往门口去，边让丫鬟给他讲述门口的事。他说，不管王妃您对他有什么不满，让他怎么着都行，只要让裴郎中去给世子医治，救世子一命。哼，这是在街坊四邻面前给我挖坑呢。我对他有什么不满？感情他还知道，我不让裴郎中去，是对他不满呀。咱们王府的四邻都是朝中重臣，外头那么多人，基本上都是各位主子身边的下人，外头的事儿不多会儿就会传入各位主子的耳中。您可千万别上阮二小姐的当啊！我若怼他，就成了我的错呗。姐妹不和，飞扬跋扈，见死不救，都是我的锅。话糙理不糙，就是如此。阮宁还未走到门口，就听见阮心怡肝肠寸断的哭声。他今儿是怎么了？演得这么卖力啊！要不王妃，您还是别去了，婢子去把他轰走。他想道德绑架我，可惜了，我没有道德。他阔步来到门外，径直走到阮心怡面前。阮宁却没看他，而是环顾四周。果然四周好些人围观，大部分人都是附近权贵家的家仆。阮心怡的表演不一会儿就会传到这些权贵耳中。你想干什么？想让这街坊四邻成为你的帮凶，帮着你在如今这时刻逼迫燕王府吗？姐姐，你误会了。燕王病危，王府上
上下与裴郎中一起，一夜没有合眼。裴郎中尽力救治燕王，太医有多少太医？京都有多少名医？你不去请，却偏偏跪在我燕王府门前。阮心怡，世子妃，你究竟是何居心？不是的，阿姐，别叫我姐姐。你若当我是你姐姐，就不会来到燕王府，二话不说的跪在门前。你做给谁看呢？交给我看吗？你是做给这街坊四邻看呢？我不知世子是否真的中毒，倘若他是真的性命危急，你不单单是算计燕王府，你连世子的性命安危都算计利用。他是你的夫君呀，你还有心吗？姐姐，我错了，我是太着急，请你原谅我吧。世子真的中毒了，我们已经请过太医，整个太医院擅长此道的太医全都请了。太医们推荐裴郎中，说裴郎中最善解毒之道，求求姐姐，求求王妃。我知道燕王爷的情况也让姐姐忧心，可燕王爷这样也不是一日两日了，求求你，就让裴郎中去一趟吧，就去看看，有一点希望，我也不愿放弃呀。姐姐，你一定能体会我此刻的心情，对不对？你经历过的，你明白的。你不愿意放弃，所以来逼我放弃吗？燕王爷中毒不是一日两日，所以就该死吗？为什么被牺牲的永远是我？他问得很平静，只是汹涌流下的眼泪无声地控诉着他的不甘，他曾经经历的不公平。姐姐，求求你呀，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求求你发发慈悲吧。阮宁余光瞟见墙角有一抹灰色的身影一晃而过，那衣裳像是宫里的太监。阮宁在看自己这便宜妹妹，哭得连形象都不顾。我不可能在这时候把王爷的生死置之度外，裴郎中也不会在现在放弃。你若定要裴郎中给世子看，就把世子送到这儿来，送到燕王府来，免得裴郎中来回奔波。你若不同意，除非我死，否则谁也别想把王爷的郎中给夺走。好，我这就去接世子来。阮心怡从地上爬起来，忙不迭地爬上马车。上了车之后，她才眯着眼睛，在嘴里咕哝着：“把人送来，他们治好了最好，若是治不好，也与我无关。这般硬气，就等着被梁王府、被宫里刁难吧。等没了燕王，看他还有什么倚仗。送来好，还是送来好啊。”阮宁也回到了燕王府内，他刚回到内院，就瞧见秦云川等他。我已经知道了。他面色平静，看不出心绪。阮宁便也点点头，没有多言。他转而吩咐下人收拾出一个客房院落，挑几个心思细腻、忠诚的人过去，还请王爷对外院的人下令，等梁王府的人送世子过来，他们府上不得留人，否则梁王世子的死活就与我燕王府无关，一个人都不留。不能留，只能让咱们府上信得过的人进前伺候。梁王世子在他自己府上中了毒，谁知道他身边的人谁有问题谁没问题，咱们哪有那功夫再帮他甄别？咱们只管治病，就是仁至义尽，以德报怨了。你也知道是以德报怨。阮心怡还真把秦昊给送了过来。梁王府的下人把秦昊抬进客房，阮宁便开始赶人走。回王妃的话，小的们都是贴身伺候世子爷的。我府上不缺伺候之人，你们若不肯走，那就把世子还抬走，别在这儿耽误时间。你们耽误的不光是燕王府的时间，更是你们世子被救治的时间。你们走，我才会叫裴郎中过来。梁王府的下人一听，这还得了？谁敢耽误世子被救治的时间呀？他们连忙躬身退走。来看看，我看他中的像是苗疆的奇毒，宫里的太医控制住了毒性，却没能把那毒清出来，所以他一直不醒。此毒以徒儿之剑，用师傅的软式行气蒸法激起他体内的正气，用自身排毒之效，效果最好。如果是在中毒初期用这套针法确实有效，但如今已经耽搁了好几个时辰，用行气针法效果不大。那这就麻烦了呀。还有一套针法我还没教过你，叫软式七针。这七针有7749种变化，可以对付这种邪乎的苗疆毒。只是什么？裴郎中一副求知若渴的表情看着阮宁，阮宁却侧耳听着窗外的动静。他怎么觉得好像窗外有人呢？谁在那？你忙你的。他怎么还跑来了？阮宁看秦云川并没有进来的意思，也就随他去了。他仔细地跟这个忘年土裴郎中讲阮氏七针的变法之玄妙。他这种情况须得刺激心脉，此法危险，一般情况下不可用，除非到了死马当活马医的时候。阮宁一边跟裴郎中强调，一边漫不经心地扎上去。他看起来极其随意和轻松。师傅，您刚才说此法危险，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对，这话你一定不能不当回事，得刻在心里头。但我看师傅您扎针，似乎就没当回事啊。阮宁皱眉看他一眼。哦，对，师傅您是高手，自然是不用太当回事。胡说，人命关天，咱们做大夫的怎么能不把人命当回事呢？你还有敬畏之心吗？你有对生命的最基本的尊重吗？那您能不能别一边一脸严肃的训斥，一边漫不经心的下针呢？你知道这针变化无穷，相对的是什么吗？就是凶险也变化无穷，随时都会出现。
他这是看见没有？这就是随时都会出现的意外。拿我的匕首，在靴子里。裴郎中弯腰从他靴子里拿出一把漂亮的匕首，两人此时似乎都忘了窗户外头还有个人在那儿听墙角呢。阮宁用匕首划破自己的手指，凑近秦昊的嘴。我来。秦云川僵着脸看着阮宁把他的手放在秦昊的嘴唇上头，他另一只手里还握着他送他的那把玄铁小匕首。裴某没碰到师傅。正在气氛陷入越来越尴尬的怪圈中时，秦昊竟然张嘴含住了阮宁的手指，用力的吮吸那刀口上流出的新鲜血液。秦云川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变黑，他阔步上前，一巴掌拍在秦昊的脸上，并虎口夺食般掰开他的嘴，拉出阮宁的手指。需要药引子是吗？用我的血。阮宁和裴郎中都一脸无语地看着他。不用了，够了。只剩留针拔针了。没错。顺序都记住了吗？拔针会吗？留针2克，一许拔针。记住。话还没说完，阮宁就被秦云川拽着胳膊拉出来房间。疼吗？疼。活该！是谁说他的血贵重的很？也没几滴，就非要救他不可吗？人命多贵重，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呢。你信佛？那倒也不是。你想救他？对，我就是想救他。秦云川面色一正，他还未开口，下人匆匆而来。王妃，裴郎中请您过去。阮宁便越过秦云川，径直去了客房。秦云川愣在原地，盯着他离开的背影，僵立了良久。出了什么事？不是他出事，是我。昨儿吃坏了肚子，已经服了调理的药，但这还是……他话还没说完，摆摆手，忙快步出去了。客房里顿时只剩下阮宁一人。本该再留2个伺候之人，但针灸是禁术，越少人知道越好。阮宁坐在离床几步开外的圆桌旁，看着漏壶，计算着留针的时间。满了2刻，裴郎中还没回来。他上前给秦昊取针。秦云川说他给秦昊喂血是药引子，这话不全对。他的血自带异香，有解毒之效，快则晌午时候，慢则今晚，秦昊一定会醒过来。阮宁在烈酒里泡的那一套针，一根根擦干净收好。他知道秦云川生气了，但这次他不想火。收好了针，他交代伺候之人进去守着秦昊，隔半个时辰喂他喝一杯水。阮宁回到重瑶院，又开了张药方，让清管去王府的药方让人抓药给裴郎中送过去。他则没再去客房，而是安安静静的在屋子里看书。一晃眼到了晌午，秦云川没来用饭，阮宁也不遣人去叫他，爱来不来。他独霸食案，吃得津津有味。他这边刚吃饱喝足，客房就来信儿说裴郎中请他过去。秦云川走到重瑶院门口，便瞧见阮宁脚步匆匆离开主院，往客房方向去。秦云川站在那儿，目光幽深地望着他凝背的背影，他面无表情的转身离开，连主院的门都没进。秦昊醒了，他似乎做了一个很长的梦，他梦见自己快死了，肚子里像是着火了，灼灼燃烧着，他5脏6腑都快要被烧焦了。他清楚的自己记得那一刻的不甘。正当他在极度的痛苦当中苦苦挣扎时，他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影向他走来，他灼烧的喉咙里涌入一股清泉，纯澈甘甜，滋润着他的5脏6腑。再睁开眼时，他真的看到了，他看到阮宁朝他走近，他的手放在他的额头上。发热了。是，已经有1个多时辰了。温度不算太高，是正常的排毒，用凉帕子降低额头的温度，过几个时辰，等第2剂药喝下去，这温度自然就降了。秦昊觉得自己是活过来，是死里逃生了。这苗疆的毒真霸道呀，他不会落下什么后遗症吧？那谁知道呢，只能等醒了再看了。他是不是醒了？还迷糊着呢。秦昊摇了摇头，他觉得自己是摇头了，不过2人都没看见，他不迷糊，甚至他从没有如此清醒。他心砰砰跳得很快，他清楚地记得阮宁，一定是阮宁救了他。阮宁啊，阮宁，对不起，对不起，我曾经对你做过的一切，对你所有的伤害、利用，不敢求你原谅。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还愿意照顾我，守在我身边。我喜欢你，真的。真的。秦昊嘴唇如如，他嗓子里没发出声音，心底却在大声疾呼。又晕过去了，摸摸脉，脉象上没有大问题，身体还在排毒。这套针法是真厉害呀！他毛孔里仿佛有毒气散出来，一股子酸臭味儿。烧退下去以后，他人很快就清醒了。他忽地从茶榻上坐起，阮宁！他呼吸急促地喊道，环顾四周，哪有阮宁？只有梦里那个老者摸着胡子坐在一旁。世子醒了，您觉得怎么样啊？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呀？没问题的话，就把诊费药钱结一下。阮宁呢？这是哪儿？这是燕王府，燕王妃自然是在伺候王爷。世子直呼其名，这不妥吧？不对，那不是梦，一定不是。
您要是没什么大碍，我们就通知梁王府来接人了。我头疼、头晕，看东西冲眼儿，我肚子也疼，心口也疼，今晚不能走，今晚我得住在这儿，明儿再走。随您裴某告退。裴郎中拱了拱手，起身离开。他临走前还指了指桌案上的一张纸，诊费记得让梁王府给裴某送来。秦昊留在燕王府，原以为他定有机会能见到阮宁，哪怕什么都不说，只是看着他就好。然而留下来这一夜，他才发现他被人牢牢地盯着，身边一个自己的人都没有，全都是燕王府的人。他哪怕是起来如厕，镜房外头都至少有3个人在盯梢。怎么不见梁王府或是世子府的人在跟前伺候？世子爷在您自己的府上中了毒，还不知是谁手脚不干净，哪敢放您府上的人进来？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您说燕王府不是无端给自己惹了一身腥，我们自家王爷的病尚且自顾不暇呢。秦昊脸上发烫，顿时第2句话就问不出口了。他原想问问燕王妃忙不忙，能不能请他来一趟。眼下这情况，倘若问出口，少不了又是一顿冷嘲热讽。至于见到他，恐怕没那可能。阮宁听了裴郎中说秦昊的情况，而且如他所料，没什么问题了，回去就是慢慢恢复。咱们不给药，让他回去找太医院的大夫开药，免得煎药出了问题就赖在咱们头上。师傅真乃师傅呀，这说话的语气都带着常人没有的笃定大气。马屁少拍点，你瞧瞧你之前那医案写的，恐怕只有你自己能看懂吧？你写医案是为什么？不是为了给后人一点启发和借鉴吗？你写的那么潦草简单，是生怕后人能看懂吗？裴某也没有后人呐。怎么想让我给你做媒啊？没有，绝无此意啊。别着急嘛，缘分这种事情强求不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话真不像是您这年纪的小姑娘能够说出来的。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说谁小姑娘呢？师傅，您是师傅。阮宁把自己写好的医案交给他，裴郎中翻开一看，不由面色一正。只见阮宁写的那篇医案字迹工整，且后头有大片的留白，以便有新的想法发现随时可以补充。他躬身向阮宁告退。师傅，徒儿这次真是受教了。裴郎中捧着医案退了出去。阮宁叫个清管，找个人去梁王府一趟，通知阮心怡明儿一早来接人。世子妃来了，正在花厅里等着呢。对了，沈公子也来了。阮心怡和沈岩是前后脚到的燕王府。沈公子也是来探望我家世子的吗？是，燕王府本就自顾不暇，没想到世子也到这儿来了，真是叫人意外啊。沈公子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怎么觉得沈公子对我说话总是夹枪带棒的？误会？什么误会？沈公子是什么时候认识我姐姐的？可是我姐姐对你说了什么？我记得我是来探望世子的，你也是吧？昨儿还听说世子误食了什么有毒的东西，性命堪忧。世子妃套有闲情逸致来问这些闲言碎语。沈公子不知裴郎中医术了得，我姐姐昨夜里就叫人传信儿，说世子已经没了危险，叫我今儿一早来接人呢。沈岩淡淡的点点头，似乎懒在理他。这沈岩是不是有病啊？上次在燕王府门前，他就对自己一副冷淡爱答不理的样子，反倒是对阮宁那个村姑百般献殷勤，他的品味也太差，难怪只能做个商贾。阮心怡余光瞟见游廊拐角，阮宁正往这边来。哎呀！阮心怡脚下一崴，整个人柔弱无骨的倒在沈岩身上。沈岩本能的伸手扶了他一把，但在阮宁那个角度看起来就像是他抱他在怀。阮宁整个一个看呆，阮心怡得意的笑容还未褪去，就看见秦昊从阮宁身后的游廊走出来。阮心怡顿时犹如五雷轰顶。你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沈岩无语，秦昊无语。世子别误会，世子妃刚才像是脚崴了。侄媳妇不用担心，世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赶紧接回去。我回去照顾我家王爷了，失礼之处还望多多包涵。燕王妃留步。秦昊和沈岩两个男人同时开口。世子注意身份，小心我把你打出去。世子若是不放心，可以再请别的大夫给看看。裴郎中说燕王府就不给开药了，另外记得把诊金给裴大夫送过去。还有别的事吗？照顾好自己，别太辛苦。谢谢你8辈祖宗。阮心怡没现在扑上来撕，都算他有长进。秦昊真是太渣了，太渣了。阮心怡和秦昊离开燕王府，偌大的马车上静得让人心惊。秦昊板着脸，一言不发。世子，你千万别误会啊！我特别担心你，只是想快点见到你，所以走得太快了，不是崴了脚
才发生那一幕的。吓坏你了吧？我也没想到会出昨日的事情。阮宁告诉我，你跪在大雪里把头都磕破，求裴郎中救我。先前是我不好，冷落了你，才大婚不久就纳妾，伤了你的颜面。多谢你不计前嫌，在这种时候不离不弃。阮心怡惊讶地看着他，心里砰砰跳个不停。你放心，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待你。阮心怡冷不丁地打了个寒战，他隐约觉得秦昊哪里不一样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里似乎闪过寒芒。这事儿算是过去了吧？他如何中毒，不再追究了吗？燕王府中，沈岩追上阮宁。你那个妹妹真是不单纯。明知秦昊在这儿，你怎么还往这儿跑？不怕他知道你跟燕王府有来往？他都住进燕王府了，我怎么就不能来？不能是来找你的吗？阮宁便有疑惑地看着沈岩。燕王跟你说了吗？说什么宅子的事儿？他把房契地契给我了。沈公子太客气了，我都说了，算我跟你借的，你直接把户都给过了，叫我怎么谢你才好。看来他没告诉你，我想认你做妹妹，你跟我的姑母很像，也许将来你有机会去我姑母生活过的地方看看，天大地大，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你一定会喜欢的。阮宁余光里看见有一个颀长的身影在红梅树后一晃，他不由勾了勾嘴角，故意道：好啊，正好我也缺个哥哥。那可说定了啊，我这就去找人，看个良辰吉日，选个郑重其事的地方。外在的仪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意。这事儿讲究心诚，哪怕没有那些仪式和繁文缛节，沈大哥心里把我当妹子，那也是亲近的。妹妹说的对，是我迂腐了。哥哥若不嫌弃，我们就在这儿叫着丫鬟下人做个见证，我们对着这老桃仙结拜为兄妹。沈岩高兴是高兴，但这也太不讲究了吧。我给妹妹备有礼物，虽说心诚最重要，但是我还是想看个吉日。沈岩的话还没说完，终于有人听不下去，忍无可忍地冲了出来。他阔步来到阮宁面前。你缺个哥哥，迫不及待在这儿就想结拜，有那么想要哥哥吗？阮宁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个突然冲出来的秦云川。王爷。秦云川无视他，他一把横抱起阮宁，阔步往内院走去。还就地结拜，对着老桃仙结拜，阮宁，你是故意的吧？秦云川大步流星地把人抱走了。沈岩被晾在了原地，他哭笑不得地看着秦云川离开的背影，耳畔反复回想着阮宁刚刚喊的那句大哥哥哥。虽说还未真正结拜，但他心里已经抑制不住狂喜。沈岩嘴角噙笑着离开，秦云川把阮宁径直抱回重瑶院的卧房，他把阮宁放在床榻上，栖身而上。已经满3个月了，所以呢？所以你说所以呢？他一边说，一边将手滑向他的腰带。他低头吻她，两人呼吸渐渐凌乱。我害怕。知道是我心急了。他放缓了所有的动作，让自己慢下来，极尽温柔。他亲吻她的额头、眉眼、鼻梁、脸颊。宁宁，别害怕，我会很温柔，很小心，好吗？阮宁轻轻应了一声。那个雨夜在破庙里的记忆早就支离破碎，不剩下什么。他两世为人，却是第一次亲自认真吃猪肉。不是很凶吗？不是什么都不怕吗？阮宁猛地睁眼瞪着他。默契默契。我要在上面。秦云川差点忍不住笑出声，他连忙调息，以内功稳住。好。秦云川连声答应。莫说这样小小的要求，他就是想要天上的星星，他都恨不得摘给他。杨王府的马车在垂花门外停下。秦昊先下了车，他阔步往前走去，已经行至影壁，他却忽然脚步一顿，似笑非笑地转过头来。他又回到马车旁。你最亲近的丫鬟平儿死了，还不习惯吧？你很紧张。平儿胆大妄为，世子忽然提到他，妾身想起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竟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所以紧张。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呀！身边若没有可信的人，就叫牙行到府上来，再挑几个机灵的。我去见见爹爹和祖母，你为我奔波求人，实在辛苦了，回去歇着吧。能看到世子好，妾身心里安慰，不觉辛苦。本该和世子一起去给太妃和王爷报个平安，妾身刚刚崴了脚，明日再去给太妃请安。秦昊点点头，两人绕过影壁，一个往东，一个往西。秦昊离开阮心怡，一转身，他脸上的笑容就没有了，只剩冰冷。有帕子吗？随从连忙递来一方干净的绢帕。秦昊接过帕子，仔仔细细地把他刚刚摸过阮心怡头的那只手里外擦了一遍。来到老太妃的院中，下人慌忙往里禀报：太妃，世子爷回来了。真的好了，他自己走进来的。老太妃亲自出门来看，秦昊正要撩袍跪下请安。燕王府那裴郎中的医术是真高明啊！秦昊动作一顿，裴郎中医术高明，可是他梦里见到的明明是阮宁，是阮宁在他病榻旁照顾他，是阮宁为他驱毒治病，是他从鬼门关把他拉回来。对，还有他的血，他用他的血做他的药引子，他记得那芬芳，记得他血里的味道。
浩儿不孝，叫祖母为浩儿担惊受怕了。快起来，地上凉，我孙儿辛苦了。瞧瞧，这才2天，憔悴了多少啊！快进屋，外头冷。秦昊扶着太妃进了屋子，太妃屏退旁人，看着秦昊，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是真的中毒了，还是跟阮心怡演了出双簧，故意混进燕王府，替新皇摸清楚燕王府的情况呢？祖母不要多问，孙儿知道该怎么做。这么说来，是我误会阮心怡了。我问过你那妾室了，妾室说你吃的东西她都吃了，唯独阮心怡的丫鬟送去的点心，她因为害喜有点恶心，所以没尝。你爹也叫太医看过了，正是那点心淬了奇毒。祖母放心，孙儿心里有谱。既然如此，那妾室你就领回去吧。她已有了身孕，虽说是庶出，好歹是你的第一个孩子，我怕她在自己院里再出了什么事儿，所以昨儿和今儿都让她住在我这院了。秦昊谢过老太妃，并未说太多，只是老太妃提及裴郎中谢天谢地谢不萨时，他眼前闪现的都是阮宁。秦昊心里五味杂陈，阮宁本该是他的妻，如今想起这一点，他都心如刀绞，哑巴吃黄连。世子，锦瑟从厢房里沿着游廊款款走来，秦昊看着他，却不由浮现浓浓的失望。他以前怎么会觉得锦瑟像他呢？阮宁的美明明在骨子里。你有孕了？是太医说的，太医说时间还短，脉象不明显，婢妾也不知是不是真的有了。哼，你紧张什么？有了就是有了，生下来就是了，还记恨我呢？上次那不是时候不对吗？秦昊伸手捏了捏他的脸，不知为何，当他触碰到锦瑟的脸时，他心里再次浮起浓浓失望。凭什么？为什么？凭什么燕王叔拥有的都是最好的，而他只能要赝品？你回自己院子里好好养着，等些日子再叫太医来看看，若是真有了，就安心生下来。秦昊说完，竟没有送他回去，反倒是阔步走了。锦瑟皱眉站在原地。姨娘，咱们不回去吗？去太妃那儿住着吧，至少太妃院子里没有世子妃的人，他便是要害我，也要掂量着些。可是住在太妃院子里，世子就不会经常来了吧？沈爷不是说让您留在世子身边，保命要紧。世子刚才对我的温存，眼里看着的根本不是我。世子妃是真傻，他这是往人家手里送机会呢。您是说世子爷又惦记上燕王妃？嘘。锦瑟打断丫鬟的话头，秦昊去见过他爹，便离开梁王府。他坐在马车上，随从问他去哪儿时，他说回玉带桥别院。说完又加了一句：走崇仁坊那条路。随从和车夫都狠狠一愣，回玉带桥根本不路过崇仁坊啊！不但不路过，那根本就是南辕北辙，是绕路去啊！燕王府可不就在崇仁坊吗？秦昊在崇仁坊外都没见到他想偶遇的那辆马车。原来有时候连等待都会让人觉得愉快。走吧，去玉带桥。等了这么久，他今天一定不会出门了。阮宁隔了2日才从燕王府出来，他往沈岩送给他的别院里去。他去看看那2个蒙古女子，看看他们住的习惯不习惯。他给布尔帖调制去除球字刺青的药膏已经做好了，正好送过去。阮宁一路都在想那个2个蒙古女奴的事儿，他根本不知道一出崇仁坊，他的马车就被人远远地跟上了。阮宁来到别院，恭迎我们尊贵善良的夫人回来。王妃，我们在这里学了不少西朝人的规矩，您什么时候可以带我们到您身边伺候呀？你们想回家乡吗？王妃要去草原了吗？现在是不可能，但我看沈岩有门路，你们若是想回去，可以设法叫他送你们回去。你放心，在你们回去之前，我肯定把这个丑丑的疤给你去掉。主子，奴不回去，奴的命是主子救的，主子在哪儿，奴也在哪儿。我跟他一样，你不会是嫌弃我们吧？嫌我们规矩不好，还是嫌我们是外族人？你们既学了西朝的规矩，也该知道，在西朝卖身为奴是要签生死契的。如果签了生死契，你们的生死便不由你们自己说了算。在蒙古也是这样，不过我们不用写什么契约，我们歃血向长生天发誓。对，我们在马车上就已经歃血发誓。沈岩说他认得你的家人，你的家人也在找你，你真的不回去？他跟你说的？是啊，不然我怎么知道的？他怎么是个大嘴巴呢？如果我的家人知道我被王妃所救，也知道我已经歃血向长生天发誓，他们也会支持我留下的。你不要赶我走，我会向您证明我的忠诚。我不是要赶你走，只是担心你年纪小，想念家人。雏鹰长大了也是要离窝的，不离窝的雏鹰永远不能成为强者。贝尔铁，你来，我给你抹药，起初几天会有点疼，再根据后续效果调整这药的配方，等过了前头7、8天就不疼了。阮宁一边说，一边轻轻地给贝尔铁额头上涂药。嘿嘿，不疼。贝尔铁，王妃对你真好，我们蒙古的女战士才不怕疼呢。对，奴不怕疼。阮宁小心翼翼地给他涂抹好了药膏。阮宁做这一切的时候，就瞧见院子里有个婆子在那儿探头探脑。我去趟净房。他进净房前，在清管耳边叮嘱了一句，清管立即点了点头。阮宁进净房不多会儿，便听见清管在门口低声道：
回王妃的话，那婆子果然往屋里去了。看起来她跟那蒙古姐妹还挺熟，两姐妹都主动跟她打招呼。阮宁轻轻打开门，衣着整齐的走出来。她脚步轻轻往回走，还没走到门口，就听见里头的说话声：“不可能的，这官府的刺青是特殊配置的颜料，已经深入到皮肉之中，不可能去掉的。这要敷在皮肉上很疼吧？他就是把你的肉给你烧烂了，也去不掉刺青啊！会把肉皮烧烂啊？姐姐，你疼吗？不疼，王婆别乱说，吓坏我妹妹。我哪是瞎说呀？你们不知道，这京都的贵族有许多怪癖呢。他表面对你好，实际上指不定怎么捉弄你们呢。王婆，你再对我主人不敬，我打你了。哎，你这傻丫头，我是为你好呀。自有主人为我好，不用你为我好。小姑娘，你劝劝你姐姐。你瞧，我给你们姐妹俩带了香姨子，用这个洗脸，能让你们的小脸变得白白嫩嫩、细细滑滑，还特别香呢。你们瞧见那位夫人脸上的皮肤了吗？那么白皙娇嫩，那就是用香姨子洗出来的。给你们收下。阮宁在外头咳了一声，屋里的婆子连忙退了出来，对她扶了扶身，低着头退走了。阮宁进屋时，正瞧见古儿别次飞快地拿着2块香姨子藏进了袖子里。贝尔铁皱眉，脸上略显窘迫发红。不要沾水，不要吃辛辣、过酸或是过甜的东西。过几天我再来看你们。阮宁离开别院，王妃，您怎么不让奴婢进去抽那婆子？她在混说什么呀？竟敢诋毁王妃，真是气死奴婢了。我还不了解2个外邦女孩的心性，正好有个身份低微的婆子替我试探，为什么要制止呢？啊，是啊，奴婢怎么没想到呢？你去打听打听，那婆子是什么身份？香姨子可不便宜，她拿这么贵重的礼物接近那姐妹俩，是何目的？阮宁吩咐完，清管立即颔首去了。阮宁正欲登车时，燕王府的暗卫忽然上前：“禀王妃，王妃，您来的路上被一辆马车跟了一路，因为那马车也没有别的举动，所以卑职等人并未动手，还请王妃示下。”被人跟踪了，那辆马车在哪？走了吗？还没有，就在这条巷子外头，一直在等着。走，带我过去。是那辆车吗？正是。阮宁说完，径直走到那辆马车跟前。车里是谁？为何跟着我？燕王妃，是我秦昊。原来是大侄儿呀，跟着神母干什么？我有些话想单独跟燕王妃说。我跟你可没话说，你这么闲的吗？早知道你是闲人一个，就不让裴郎中救你了。是你救了我。你这么说也对，要不是我劝裴郎中，他根本不稀罕搭理你。你救了我2次了，能请我记在心里。大可不必，有些人你救了他，他还会反咬你。阮宁是想告诉你关于燕王叔的事儿。王爷有什么事可以等他醒的时候自己告诉我，说他不能告诉我，那这事情也不是那么重要，知不知道都？燕王叔有喜欢的人，你知道吗？他一直到如今才娶妻，你以为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一心建功立业，不想成家，是因为喜欢的人不能娶，而他又不想娶别人，他正妻的位置一直是留给那个女子的。世子慎言，休要信口开河。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为了你的安危。阮宁顿时想到了那个茶博士紫菱，紫菱已死，但他至死都没有说是谁指使他毒害自己。可以单独说2句吗？退下。王妃，我听听他怎么说。放心，我不是小孩子，没那么好骗。暗卫咬了咬牙，躬身退下。你最好说出点有用的东西。我不知那女子是谁，但她手腕强硬，态度强横。曾经京都有不少女子倾慕燕王，也有那胆大的送宝剑香囊字画给燕王。刚传出一点流言蜚语，那女子就出事了。1次2次是巧合，次数多了，京都就不敢用女子再肖想燕王。有人说是燕王动的手，也有人说是那女子动的手，但不论是谁动的手，这事情都被压下去了。最终那些被害的女子都不了了之了。那可都是京都名媛，并非无名小卒。你身孕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孩子你要留下来安在燕王头上吗？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说了半天，你不白说了吗？连那人是谁你都不知道，你跟这儿给我讲故事呢？哎，宁宁，即便我们真的回不到过去，你能不能不要对我抱有如此大的敌意？我不会再伤害你。随你的便。阮宁转身要走。对不起，宁宁，我想抱抱你。阮宁抬手一耳光扇过去，秦昊也没躲。以后我会保护你的。以前你喜欢我是你的事儿，以后我喜欢你也是我的事儿。你以为自己是谁啊？大情主吗？阮宁无语的摇摇头，回到自家马车旁。清管正好也从别院里出来，打听到了，上车说。主仆俩坐上马车，马车缓缓前行，但不远处却还有一辆马车，那是梁世子秦昊，绝对是，我不可能认错自家女婿。马车上的夫人正是阮张氏，或是长得像，那马车上都没有灰迹，绝不可能认错。那女子分明是阮宁，死丫头，嫁给了燕王还不死心，竟然当街勾引自己的妹夫，真是不要脸至极。她是琢磨着燕王快死了，不想守寡，所以趁着现在就红杏出墙，急着给燕王戴绿帽子吧。呸，不要脸贱婢！夫人息怒，别气坏了身子。去大相国寺，年关将至，没有道理一家人在家过年，却把老人家独个留在寺里的，没得叫京都人嘲笑我们没礼数。今日我就是绑，也得把老东西给绑回府去。
那王婆子有个傻儿子，已经近30了，还没娶媳妇儿。下人们说他经常往那2个外邦女子跟前凑，不是送小零嘴儿，就是送帕子香囊。明眼人都知道他是想给他那个傻儿子找个媳妇儿呢，欺负人家是外邦女子，不了解他家的情况。奴婢叫人盯着那王婆子，若是他没别的歪心思，就由他去；他若是有别的心思，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王妃。我记得你是打小就在燕王府的。奴婢被辗转卖到燕王府的时候，也就8、9岁吧。那你可知道有什么女子喜欢燕王，或是燕王可有喜欢的女子？没有，从来没听说过。你别紧张，我就随便问问。王爷若是没有那一脸鬼纹，也是英俊的很。京都的男儿似乎16、17岁就成婚了，再早点的14、15岁殿下的也有。怎么咱们王爷20多岁了，也没说门亲事，倒忽然娶了我？所以说这是缘分呢，缘分就等在那儿呢，也不早也不晚，就刚刚好是王妃和王爷。青果，你作诗呢？以前是有京都小姐给王爷送东西的，还有写情诗的呢。但咱们王爷心思根本就没在这上头。先皇在的时候想过给王爷指婚，但王爷说他要先建功立业，若是不在战场上打出功绩来，他就不成家。如此说来，那秦昊说的倒有几分可能性了。阮宁一时没想出眉目，马车就已经回到燕王府，在垂花门外停下。阮宁下车之时，冷不丁的瞧见马车前头停着一顶轿子。那是谁的轿子？花轿停在这儿，难道来客已经进了内院？什么客啊这是？紧张什么？他迈步进了垂花门，正好遇见府上下人。外头的轿子是谁的？府上来客人了吗？是王爷的表妹唐四小姐来了。唐四小姐现在人在哪儿呢？去了王爷的书房。王爷的书房向来不许女子靠近，除了咱们家王妃，还没听说有女子能进书房呢。阮宁挑了挑眉，说：“曹操道，这位表小姐难道就是秦云川取而不得的白月光？那他可得去见识见识。走，有贵客临门，我怎么能不接待一下呢？”阮宁勾着嘴角带着人直奔书房去。王妃，等会儿要是需要动手，您千万别亲自动手，您只用吩咐一声，奴婢有的是力气。还有老奴，王妃千万别生气，你需要奴婢们做什么，您只管吩咐。咱们是去待客的，又不是去掐架的，你们这么激动干什么？还没走到书房，就瞧见管家急匆匆往外走。管家看见阮宁，连忙小跑上前见礼。见过王妃。管家走这么急，有什么事吗？表小姐要在王府住几天，王爷叫小的去收拾出一套客房院子来。这王妃还没赶到书房呢，那人就登堂入室要住下了。这位表小姐面子不小，这位就是鼎鼎有名的燕王妃阮家大小姐了吧？还不知你是？我家小姐是燕王的表妹，唐家四小姐。唐家的规矩这么差，主子问话有你回答的份吗？知秋退下。嫂嫂果然如传说中一般漂亮，我单名贤，以前只闻嫂嫂之名，却没见过嫂嫂，今日一见嫂嫂就心生欢喜。唐贤转过脸对管家道：“不用给我安排客房了，我看表兄病得厉害，也不宜挪动，他定是日日住在书房，我就跟嫂嫂住吧，也好跟嫂嫂做个伴，夜里睡不着的时候还能找嫂嫂说说心里话。”不行，不方便，我跟表妹你不熟，你住在王府主院也不合规矩，给他安排的客房院子离主院远一点，我不喜欢被人打扰。嫂嫂哪里不方便啊？难道表兄夜里还能回去不成？还是说嫂嫂你不喜欢我呀？你既看出来了，为何还要再问？京都名门的小姐心都这么大的吗？啊，我不知道，表哥他还能……我不喜欢你，非要我说出来，我一见你就不喜欢，可能是八字不合吧。所以没事不要跟我亲近，我是乡下来的，我们乡下人直接，没有你们城里人肚子里那么多弯弯绕绕。你惹我不高兴了，我可是会打人的，明白了吗？你青果，我听到有人对本妃的话不敬。青管撸袖子就要抽知秋，嫂嫂教训的是第一次见面，我的确太热情了，没关系的，慢慢认识，熟了以后嫂嫂一定会对我改观的。我先去客房休息了。他扶了扶身，带着自己的人追着管家跑了。呸，什么玩意儿，刚来就想登堂入室，还住在主院，什么人呐？王妃怎么了？不是他。王妃，咱们还去书房吗？客人都走了，咱们还去干嘛？回去喂喂猫，遛遛狗不好吗？阮宁没去找秦云川，孕妇瞌睡多，在美人榻上睡着了，梦里觉得脸上痒痒的，就像是爆米花在舔她的脸。阮宁后知后觉地睁开脸，秦云川放大了的俊脸就在她眼前。王爷怎么过来了？唐四是我大舅舅家的嫡女，大舅舅对我特别好，特别是我在边关打仗的时候，大舅舅经常托人给我带东西。这次过年，外祖母那边年纪大了，大舅舅来不了京城，所以让他的儿子女儿过来送年礼。表哥他半路下马崴伤了脚，耽搁了行程，唐四就带着年礼先来了。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怕我乱吃飞醋啊？因为你是我的妻，所以府上的一切事我都想跟你说清楚。外祖家再亲也是外人，你却是自己人，我不想因为外人让我们之间产生了嫌隙，所以要跟你解释。你若不喜欢唐四，等过了年我就叫人赶紧送他们回去。我性子疏的，他一上来就说要跟我住在主院，我为了拒绝他，才顺着他的话
说不喜欢她。王爷不必多想，我喜不喜欢她都是你的表妹。两人正说着话，外头下人却高声叫道：“表小姐来了！你家表妹来了，是你腾地方还是我腾地方？”你这说的什么话？自然是我回避了。阮宁叫人开门，请唐贤进来。这大白天的，嫂嫂一个人在屋里，怎么还关门闭户的？长个儿呢，瞌睡多，打了个盹。王妃这身份说自己长个儿呢，听来就觉可笑。这是祖母和家父给嫂嫂准备的礼物，盼嫂嫂喜欢。多谢唐家长辈，长辈们真是慈爱周到。等表妹回去时，记得也帮我把我与王爷的一点孝心带回去。第一次见表妹，也不知道表妹喜欢什么。坚果把那一套牙膏和黄桃罐头给表妹送到客房去。唐贤闻言不由眼睛一亮，他还没来京都的时候，就听说京都最近风靡的牙膏和罐头都是稀罕物，有钱都买不到的。嫂嫂一个人用饭一定孤单吧，不如妹妹留下。不如你留下，为王爷暖床吧。难道表哥还行？行是不行了，但他不行不要紧。你既然对燕王府主院这么感兴趣，又是要陪我住，又是要陪我吃的，不如留下来做个侧妃。等燕王撒手一去，你我两人撑起这燕王府，吃香的喝辣的，岂不快哉？原来你打的是这样的主意。难道你打的不是这样的主意？我当然不是了，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搞笑哦，妹妹，难道不是你自己主动往前凑的吗？我好心好意留你，等你表哥一走，让你跟我一起分享幸存者果实，你不要不识好人心哦。你对我表哥太无情无义了，我表哥病得起不来床，你竟然在谋算他走了之后的生活，你做梦！没有男丁的燕王府，我看你怎么撑起来。唐贤说完，连饭也不陪阮宁用了，却是快步走了。他走了好一阵子，秦云川才慢吞吞从里间出来。他挑眉看着阮宁，原来你打的是这样的主意。是啊，也不知我的主意能不能得逞。秦云川伸手把他捞进怀里，怕是要让你失望了。我看他是来试探的，没想到也许是外祖家觉得我不成了，救不了了，所以弃暗投明，转而效忠小皇帝去了。我外祖家能送上的最好投名状，当然是我的消息，甚至我的命。来人，给表小姐安排几个机灵的伺候之人，给本王盯紧了他。他来京都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都要盯着。你这位置还真是不容易，就连至亲之人都得防着，每走一步都是如履薄冰。什么我不容易，是我们不容易。你已经跳进虎穴了，还想一身轻松吗？你也防着他，别被他套了话。不过他不算太有心机，他那半路上崴了脚的哥哥才是有心机城府的人。许是他不耐烦等他哥，所以才自告奋勇先来一步。看来上天都在帮王爷呢，他这一来，不是等于给王爷预警了吗？王妃说的是，连上天都在帮本王。虽然来的这位表小姐没什么心机城府，也未能让秦云川和阮宁之间生出嫌隙，但秦昊口中秦云川的白月光仍然未见端倪，是确有其人，还是秦昊在挑拨造谣？阮宁并不确定。老夫人腊月25那天被接回阮家去了，回去之后就念叨着想念王妃，希望能够见见王妃呢。告诉祖母，我备上礼物，这就回去看她。老夫人不知是不是在大相国寺的厢房里受了凉，颇有些咳嗽，求王妃您啊，快着点回去。常嬷嬷送客。阮宁把阮家前来请他的人赶走，他叫常嬷嬷去他的库房拿点喜庆颜色的布料，又带上祖母能用得上的药材，这才从燕王府出发。阮宁并没有直接去阮家，他先去了沈园给他的别院。回王妃，额头这里的刺青皮肉不疼，反倒轻微的发痒。我们那里的老辈人说，伤口发痒就是要好了。今日就是来给你换药的，正好让你看看他恢复的怎么样了。果儿别次说你能赤手空拳打死狼，是真的吗？是真的。既然如此，等下你陪我去个地方，如果有人要对我不利，我下令叫你动手，你不必害怕。带着贝尔铁上了马车，燕王府的马车载着礼物回到阮家。阮宁询问下人，他爹钟义侯是否在家。快过年了，老爷应酬多，一早就出去了，今儿不在家，这几天啊都是很晚才回来的。阮宁点点头，果然不出所料，这是张氏叫他回来呢。他径直来到老夫人院中，只是没见着老夫人，也没见着祖母身边的人，反倒是在祖母的院子里有一种热气腾腾的杀气。其他人在外头候着，老夫人须得静养。你带这么多人，不怕惊扰到老夫人？腊月中旬，我去大相国寺看祖母的时候，他老人家还好好着呢。你对我祖母做了什么，让他如今连床都下不了了？张氏，你一接回来就叫我祖母生病，你就是这么做人儿媳妇的？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那也得长辈像长辈，我才能尊敬长辈吧。你故意伤害我祖母，她可是你的婆母，你都不尊不孝，我们这些小辈自然是上行下效。把这个不尊不孝不守妇道，已经嫁了人还当街勾搭妹夫，败坏家风的荡妇给我拿下！哼，你们知道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吗？我乃燕王妃，乃是皇亲国戚，你们这些人
有几个脑袋几条命，出了事儿，张氏能护住你们吗？别听他吓唬你，他这荡妇等我把他的丑行告诉燕王，燕王第一个容不下他。怎么样，有把握吗？你若不行，就早点告诉我，我安排人让那些暗卫冲进来。主子放心，这群人不过是干粗活来的，不成问题。张氏，你污蔑皇亲国戚，该当何罪？你不去告诉王爷，我还要到王爷面前告你的状呢。不跟你废话，打，把他绑起来，押到祠堂，到列祖列宗面前认罪。这群仆妇本就不是贝尔铁的对手，加上他们心里犯嘀咕，这么一迟疑，贝尔铁可真是一点没收着，使出了他浑身的本事。她是上过战场的女战士，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就看见那一群膀大腰圆的仆妇们倒了一地，不是昏死过去，就是趴在那儿一动不动的装死。你这胆敢对皇亲国戚不敬，本王妃命你教训他。打晕。贝尔铁出手相当干脆利落，一个手刀劈下，张氏就软软的倒在了他怀里。张氏两眼一翻，嘴巴却还不甘示弱，他迷迷糊糊嘟囔道：“我要让全京城知道你这贱蹄子不守妇道，勾引妹夫！我要让你臭名昭著，永无翻身之力，让燕王休了，让你受木驴之刑，将你进猪笼而死。”多大仇多大怨啊！你这后娘继母也没养我一天，白捡了个女儿，替你家女儿嫁将死的燕王，你非但不感激我，也没有半分愧疚，反而还记恨我。阮宁摇摇头，去屋里找了一圈，她没找到祖母，就连祖母身边伺候的丫鬟婆子都一个也没见着。经过让咱们的人去找找祖母，看祖母被她弄哪儿去了。她带来的下人去阮家各处搜寻，找了近半个时辰，总算找到了。在西边小院里，阮宁为防止张氏提前醒来，悄悄给她扎了针，叫她继续昏睡。阮宁则叫清管带路去找祖母。宁宁，你回来了。祖母，你怎么在这儿干活呢？我给你送的新布料、新衣裳呢。干活哪能穿新衣裳，会磨坏的。是不是张氏又欺负你了？他怎么把你赶到这儿来了？他呀，没欺负我，不就是给我找点活干吗？我也闲不住，有点活干，身子骨更硬朗。祖母身边伺候的那些人呢？可是他们不尽心。没有，前日张氏把我从大相国寺接回来，说要过年了，先接了我一个人回来，他们还在后头呢。你不用为祖母担心，也不必经常往这儿跑，你来的多了，惹张氏嫌恶，他会给你脸色看的。来人，派辆马车去大相国寺，把祖母身边的丫鬟婆子都接回来。他们还是不行，就算卖身契在祖母手里，但他们性子太懦弱了，也可能是受限制于张氏的淫威太久。祖母且等等，我给祖母安排更合适的人到您身边伺候，不能叫张氏这么拿捏着您。张氏是不是又打着我的名头拿捏你了？祖母，你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他若是不惹我，还孝顺你，我定会把他当长辈孝敬。但他算计我就罢了，竟敢算计虐待祖母，您看着吧，我肯定让他后悔。阮宁一面叫清管找王府的暗卫，让暗卫通知秦昊到这儿来。他一面拉着老太太的手回到他自己院里。不多会儿，清管过来，在阮宁耳畔道：“梁世子来了。”正好老太太也犯了困。祖母睡吧，等您睡醒，那些伺候您的下人就接回来了。我去跟张氏谈谈。好好说，别冲动，你斗不过他的，别吃了亏。祖母放心。阮宁去阮家花厅见秦昊，秦昊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燕王树的暗卫送消息说燕王妃找他。还真是你找我，你就不怕我不来？你为何不来？你用燕王树的人找我，是真不怕他知道呀？有什么好怕的？阮宁的意思是他身正不怕影子斜，但秦昊却会错了意。你离我远点，上次你说你会保护我，我真不指望你，只怕你不要再连累我了。宁宁，打住！就因为你上次冒犯我，给我惹了这大麻烦，今日张氏要打断我的腿，把我绑进祠堂，搓磨致死。对了，他还说什么来着？说要在京都宣扬我的臭名，说我当街勾引妹夫，不守妇道。阮宁，秦昊，是你连累我，对不起宁宁，对不起。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就完了，这签到的也太没诚意了吧？世子的丈母娘可是说要让我受木驴之刑，进猪笼，受尽屈辱而死。他如此恨我，皆因你而起，你就一句对不起？他真这么说？哼，我咒自己来骗你不成？秦昊脸色沉了沉，他立时想起阮心怡的诸多不是。阮心怡就是张氏教导出来的，女儿没教养好，张氏这当娘的脱不了干系。你想要我做什么？京都有什么处管吗？他骂我不守妇道，想来是他自己有着心思，才投射到旁人的身上。又许是我爹叫他欲求不满，不如世子这孝顺女婿，给他找几个会伺候人的机灵小官，好好伺候他一番。你认真的？我不过有此提议，有没有这般孝心，还要看世子自己啊。你走吧，我安排。阮宁也不跟他客气，叫他来就是让他来安排的，或是他招惹来的烂摊子，自然也应该他来收拾。
阮宁离开阮家，送贝尔铁回别院去。你身手真不错，胆子也足，当日救了你们姐妹，倒是我赚了。奴想求王妃一件事。你说。奴想把那王婆送给奴的东西都还给她。西朝有句话叫无功不受禄，白拿了她的东西，奴心中不安。更重要的是，他明里暗里说王妃的药不好，奴心里别扭。好啊，甚好。如果他给你们送的还有小时，你叫他折算成钱，只要他要价不过分，只管给他。张氏觉得自己睡了好长时间，他还做了一个奇美无比的梦，是个春梦。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了。张氏舒服的轻哼着，缓缓睁开眼睛。夫人，您想要奴怎么伺候您？这是哪儿？你干什么？是奴伺候的不好吗？这里是厨馆。他虽然没来过，但听外头有饮酒作乐之声，这是有龙阳之癖的男人们的消遣之处啊。他怎么会在这儿？是啊，夫人您点了我们9个伺候您，还不知道这里是哪儿吗？我没点，有人陷害我。他眼神慌乱，赶紧整理自己的衣裳。他是过来人，他的身体是否发生过什么，不用问他也能知道。这里可有后门？你带我从后门走。您还没结账呢，是要吃霸王餐？张氏无语，缺德带冒烟的，把他坑到这儿，竟然还不给他付钱。张氏摸遍全身，只找到1包碎银子，他交给小官。姐姐下次出来记得带够钱啊！从这屋出去，走廊走到尽头往左拐，穿过堂就看到后门了。小官说完，拿着碎银子就走。张氏穿好衣服，蒙住脸，顺着小官说的方向疾走而去。侯爷，你快看，这位姑姑就有点像侯夫人啊！张氏这辈子就没跑这么快过。阮斌一行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从走廊尽头的过道里跑没影了。胡说什么？若是长得像我家那母夜叉，主管生意这还做不做了？嫂夫人年轻时可是京都一枝花。阮夫人若是母夜叉，我家那位就没眼看了。众人说笑着进了雅间，阮斌起身去净手，他往走廊尽头看，那里早没了那女人的身影。阮斌回到雅间门口，那女人跑得那么快，还捂着脸，该不会就是阮夫人吧？不能吧？阮夫人这么会玩的吗？敢来这种地方？阮斌重重地哼了一声，转身就离开厨馆。不是他在意旁人的议论，而是他也觉得那个身影太过熟悉，分明就是张氏。走，回府。张氏从后门离开厨馆，一直跑到这条巷子外头，才遇见一个赶车的。等等我，拉我一程，我给你车钱。哎呀，夫人，这车不租，1两银子。啊，真不租啊？3两银子，少废话，离这儿不远。3两银子可不许赖账啊！车夫坐在车辕上，驾，少不了你的，但你得快点。张氏催促道，他原本不想让车夫把他送到家门口，只送到房口就行，免得暴露了他的府邸身份。可他摸遍了全身，坏了，那1包碎银子全给了那个长相好看的小官了。忠义侯府门口，张氏只能自报家门。到了忠义侯府门前，他要进门时，车夫一把拉住他。哎，夫人，你还没给钱呢。我叫门房给你。张氏甩开他，叫了门房过来，给他3两银子，打发他走。你先垫上，我待会儿叫丫鬟给你送过来。张氏不等门房回话，就急匆匆往内院跑去。小人哪有3两银子呀？想赖账啊？看见没有，这里是忠义侯府，这谁能赖你的账呀？是我手里没有，你在这儿稍等一会儿。门房的话还没说完，又一辆马车疾驰而来。停车，怎么回事？小的是，这是小人的老表。阮斌从马车上下来，他挥手让门房一边去。他从袖子里拿出5两的银锭子。说实话，这就是你的。你刚才是不是拉了一位夫人回来？是，就在厨馆后街外头那条路上。阮斌脸色黑沉沉的回到府上。张氏呢？叫他滚出来！张氏已经换了衣裳，他心还扑通扑通跳得厉害，但他装作4平8稳的样子。老爷今日不是要在外头吃酒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在外头遇见一个人，看起来很像你，所以回来看看你。你今日都去哪儿了？是吗？像妾身一直在家里，哪儿都没去呀。张氏，你还敢骗我？亲眼看见你在出，进来。他冲外头喊了一声，车夫迈步进来。夫人，您的车钱还没结呢。你胡说什么？你认错人了。哎，您说好的3两银子怎么赖账呢？就在厨馆后头那条巷子外的大路上。张氏脸上血色全无。这是3两银子，今日之事就当作是没发生过。他没坐过你的车，我也没见过你，明白吗？哎，您放心，我今日就给米店送米了，还没落下。车夫这一趟车赚了8两银子，这比他拉米小半年挣的都多。祝侯爷新年大吉，福寿安康。车夫一走，清脆的耳光声。张氏，我阮斌自问对你不薄，你竟然去那种地方！我今日一定要打死你，清理门户！老爷，张氏扑通跪倒，抱住阮斌的腿。你想想心怡，想想儿子，他们不能没有娘啊！心怡已经嫁人了，但儿子还小啊，他还在读书啊！你还有脸提儿子？
他一脚蹬在张氏的肩头，将他踹翻在地。他有你这样的母亲，出门都抬不起头来，你真是荡妇，我受妇道家门不幸。我是被人陷害的，被阮宁，就是阮宁陷害我，他的丫鬟会功夫打晕了我，对，就是他。阮边狐一看他，张氏把今日在老夫人院中发生的事情细细说来，有鼻子有眼的，倒不像他编的。阮宁为何今日突然回来？你为何会在母亲院中与他动手？你最好说实话，否则我就把阮宁叫回来当面对质。我看见他当街勾引秦昊，我气不过，他怎么能那么不要脸？那是他的妹夫，他一个村姑嫁给燕王还不知足吗？你确定是他勾引秦昊？不然呢？秦昊心里只有咱们心意，若不是阮宁勾引他。住口，蠢妇！你以后少管阮宁和秦昊的事儿，都是自己的女儿，肥水不流外人田。倘若将来真的儿女共侍一夫，那也是一桩美谈。我早就告诉过你，别去招惹阮宁，你非不听，惹出这样的事情来，我的脸都被你给丢光了。你这腊月和正月里哪儿也别去，门都不许出。若是叫我知道你出门，你就给我滚回娘家去。张氏听得目瞪口呆，阮宁还不知道秦昊做起坑人的事儿来，那也是一套一套的。阮宁把他在阮家和张氏起冲突的事大致说了一遍。我不想总是因为祖母被张氏牵着鼻子走，而且我担心张氏会因为在我这儿没出气，回头报复祖母。王爷帮我想个办法吧。张氏为何要惩治你？为何要押你去祠堂？若是没有理由，他敢如此对待你，本王还没死呢。他诬陷我。诬陷你什么？我说了，你不准生气啊。说。他诬陷我勾引秦昊。什么时候的事？什么意思啊？他总要有所发现才会如此怀疑吧？他看到了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前几天他看到我在路上站在马车旁跟秦昊说话。你跟他有什么好说的？你很在意？很在意，毕竟你曾经想嫁的人是他。我本来不想说的。夫妻之间有什么不好说的？我跟秦昊是没什么好说的，但他却告诉我说王爷早过了说亲的年纪，却一直未娶，并非一心只想建功立业，而是早已心有所属。只是王爷喜欢那姑娘，却不能嫁给王爷，王爷不愿将就他人，才一直孤独，直到朝廷指一个女孩子来给王爷冲喜，而我就是那个冲喜的姑娘。你信他还是信我？那你倒是说呀，你倒是解释啊。明白了。说完，他阔步走了。阮宁懵了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闭了口了。明明是他的问题，怎么现在他一句反问，弄得倒像是他的问题似的。他还气哼哼的走了。男人都是矫情鬼，他还气上了，一句解释都不给，他凭什么生气啊？阮宁把某个别扭老男人抛之脑后。晚上，阮宁睡着之前还在琢磨着，我一定得想个办法。办法还没影，他已经沉沉入梦。次日一早，旁边的被窝里竟然还有余温。嘿。某人昨晚回来了呀。阮宁勾着嘴角坏坏一笑，反正他睡眠质量好，只要不吵醒他的美梦，管他回来不回来。阮宁刚伸了个懒腰，轻管就闻声从外面进来。王妃，外头来了个特别严肃的嬷嬷跟您报道，说您让他来的。更衣，奴婢荣贵儿拜见燕王妃，感谢王妃连夜把奴婢从皇陵里接回来。老奴以前在宫里侍奉贵妃娘娘，贵妃娘娘薨了之后，老奴就被委派去守皇陵，多年来一直没能调回来侍奉主子。一来是老奴刻板严肃不讨人喜欢，二来老奴还有个妹妹在御史大人府上当差，旁人怕你传闲话给你妹妹，再传进御史大人的耳朵里，御史大人一本折子参上去，主人家哭都没地儿哭去吧。贵妃娘娘在的时候知道老奴对主子忠心不二，守口如瓶，最恨人长舌嘴碎。你说是我连夜把你接回来？是，谢王妃能想起老奴这号奴才，谢王妃的信任提携，老奴盼望去伺候阮老夫人，老奴定以自己的性命护好老夫人，绝不叫老夫人受人欺辱，更不叫王妃日日忧心。皇陵寂寥寒冷，老奴年纪大了，也希望能回到温暖的京都，老有所依。太好了，走，今日你就跟我去阮家，往后我就把祖母托付给容嬷嬷了，只要你伺候保护好了我祖母，我阮宁绝不会亏待你。用罢了早饭，他就带着容嬷嬷直奔阮家。今晚就是除夕了，他早去早回，早安排妥当了祖母这边，他也早安心。阮宁没去主院，他直奔祖母院中。祖母，这位就是容嬷嬷，是王爷的母妃，贵妃娘娘身边的老人，往后就叫她在祖母身边照应着。他话音未落，就听见张氏的声音从院子外头传来：“阮宁，你还敢回来？你既敢回来，今日我就跟你好好说道说道。”放肆！你是什么人？忠义侯夫人见婆母王妃不行礼问安，张嘴闭嘴直呼王妃大名，这便是你忠义侯府的规矩。你到底是谁，敢这么和我说话？老夫人这边伺候的人够多了，阮家内院还轮不到你一个出嫁的女儿往家里塞人。你是个什么东西？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阮张氏没有读过我大西朝律法吧？王妃为及畸变丧父丧母，由其祖母抚养至出嫁，依照律法治孝篇，王妃出嫁以后，仍当在其祖母面前多尽孝道，为弥补其父母那份心意，理当将其身边下人送到祖母身边尽孝。若是忠义侯及不孝，王妃亦可老夫
人接到王府尽孝。张氏张了张嘴，却一时找不到反驳的话来。从周叶侯夫人进老夫人的院子至今，已过去1刻有余，然夫人却没有对老夫人有一句问安之话，更不曾伺候跟前，其行径与大西朝孝道不符。夫人见王妃不行礼，其行径与尊卑不符。你一个奴才，倒指手画脚数落起我了，你又算个什么东西？我今日非得教训你们不可。我乃先祖皇妃宫中司殿嬷嬷，离宫以前专门负责纠正殿前礼数不端之行，离宫之后，奴婢前往皇陵，每日打扫皇陵，供奉香品供果。快过年了，你是从灵地回来的，多不吉利，没得带回什么邪祟。阮夫人说什么？这话您能当着皇上的面再说一遍吗？皇陵有什么邪祟？奴婢每日为皇陵洒扫进香，如今能来忠义侯府，是你忠义侯府莫大的福气。若非有燕王妃盛情请奴婢，奴婢焉能看得上一个小小的忠义侯府？张氏差点一口气没上来，气撅过去。哼，张氏跺了跺脚，气羞羞的走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倒是悠闲，我叫你回来给我出主意的，你倒是来看你娘笑话的。硬刚，她是王妃，母亲是臣，怎么可能刚得过她？我在她手里吃了那么多次亏，再不学乖，会被她坑得渣都不剩。你知道她对我做了什么？我若不是为了给你出气，为了你的幸福，我也不会去招惹她。我都是为了你，到头来你却不帮我，你跟外人一起看我的笑话。好了好了，别哭了，大过年的，谁说我不管阿娘了？我只是说不能跟她硬碰硬而已。你有办法？我给母亲带回来了好东西。什么好东西？能治住阮宁那个死丫头吗？能，肯定能，不但能治她，若是幸运，还能要了她的小命。嘘，你瞎说什么呢？可不能让她死在这儿啊！她如今可是燕王妃。母亲一会儿说我不帮你出气，一会儿又被她吓成这样，您到底还想不想惩治她了？我当然想，但不能牵连咱们家。你弟弟还在读书呢，他还那么年少，他的前程不能毁啊！阿娘的心里就只有弟，不会牵连到咱们的。就算宫里追究下来，那也是他自己倒霉。真的，昨儿世子的朋友送到王府来的河豚，鲜活的，这不快过年了吗？世子让我给爹爹带回来2条。既然他指责母亲不孝，那母亲就把这河豚给祖母送去吧。河豚有什么用？母亲可不知道，这河豚肉极其鲜美，肉质滑嫩，可谓天下第一美食。这么好的东西给那老钱婆？母亲听我说嘛，我原本也不知道，但昨无意间听那南边的下人说，这河豚肉若做得不好，有剧毒，会死人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既然这么毒，为什么还有人吃呢？由此可见其鲜美无比的程度了。阮宁哪见过河豚呢？若是被毒死，他也算是个见过世面的饱死鬼了。张氏点点头，连忙张罗着，叫人把2条河豚都给老夫人送了过去。下人把河豚送到老夫人院的时候，阮宁正津津有味地听祖母讲她的小时候，她以及她娘的事儿。夫人得了2条鲜美的鱼，是咱们北边没有的，专门从南地保温保活，千辛万苦才弄来的，请老夫人这院的小厨房做了，给老夫人和王妃也尝尝鲜。夫人刚才失礼之处，还望老夫人和王妃不要放在心上。阮宁和容嬷嬷对视一眼，2人一同来到门外查看。这是河豚。张氏身后的人走后，容嬷嬷朝阮宁扶了扶身。禀王妃，河豚的肉质极其鲜美，但若是做不好，很容易有毒性。奴婢恰巧会处理河豚及烹饪，求王妃给奴婢一个显摆手艺的机会。阮宁这会儿不只是惊讶了，她甚至有点敬佩地看着容嬷嬷。秦云川这是给她挖来了一个什么宝贝啊？她怎么什么都会啊？王妃，好，尽管显摆，辛苦嬷嬷了。王妃客气了。你别说，这女子挺厉害的，你带在身边肯定能护着你。你别留给我了，把她带走吧。祖母，你好了，我才能好呀。说是你这边老有张氏作妖，我寝食难安，还怎么好好养身体呢？好，你放心，祖母过去只是不跟她争，我不是不懂。往后呀，为了我的宁宁，该争的我一定争，绝不会叫她一个田房欺负到我这婆婆头上。不到半个时辰，小院里就飘溢着一股浓郁鲜香的味道。我都馋了呢。这个是宝啊，真是个宝，咱可得好好对人家。你从哪里找得到这么能干还有气势的女子呀？哪里是他找，他不过提了一嘴，秦云川就连夜从皇陵把他给人接回来，而容嬷嬷更是连歇都没歇，直接上岗。刚来就结结实实给张氏一个下马威。老夫人这院外头的人都不由纷纷动鼻子，这什么味道啊，这么香！老夫人开小灶了呀！今儿王妃回来了，可不开小灶嘛？这可太香了，我光嗅着口水都流一地了。阮斌行经此处，不由动了动鼻，又皱了皱眉头。干什么呢？老
老爷，回老爷，王妃回来了，老夫人院里开小灶呢，也不知做了什么好吃的，这么香啊！哦，是真香啊！阮斌背着手阔步进了老夫人的院子。老娘接回来这么久了，他还没好好同老娘一起吃过一回饭呢。阮斌正要往正房去，余光冷不丁瞟见一女子从灶房出来，她明明一身烟火气，却气质高洁优雅，她看起来并不年轻，恐怕有40来岁，但岁月在她身上沉淀的并非只有皱纹，还有那一身出尘的气质。阮斌一直以为自己挺专情的，专情于年轻女子，今日他却惊讶地发现有风韵的中年女人对他亦有吸引力。他低头轻咳一声，再抬头想跟那女人说话时，发现人家已经走到正房门口进去摆饭了。爹爹，你怎么来了？除夕了，难得你回来陪你祖母，我也来陪你祖母用饭，咱们一家人坐下来吃一顿团圆饭。爹爹来的突然，小厨房没做你的饭，这好说，让人把大厨房的饭菜送一些过来就是了。这下人面生你带回来的吗？从皇陵接回来，专门送来照顾祖母。爹爹可别打他的主意，他妹妹在御史大人府上当差。阮斌皱起眉头，他就说这大女儿不如二女儿可爱，他的目光太犀利，仿佛一眼就把自己看穿。等等，你说什么？哪儿接回来的？皇陵啊，她以前是伺候皇贵妃娘娘的，就是唯一一个以妃位安葬皇陵的皇贵妃娘娘。那位正是燕王的生母敦仪皇贵妃。阮宁点点头，阮斌不由有些讪讪，难怪气质如此不俗，原来是那位宫里的人。你留下给我母亲布菜。奴婢一身烟火气，还熏着老夫人，请老爷容奴婢去更衣。阮斌不好强留，容嬷嬷这么一退走，就没再过来。祖母，你快尝尝，这河豚也太鲜美了吧，好嫩好滑，汁肉质，唇齿留香，太绝了。食不言。我跟祖母在老家就这么吃饭，父亲听不惯，还是回主院去吧。难得除夕，我陪祖母吃顿顺心如意的饭。是啊，冰儿若是不习惯，还回张氏那里去吧。阮斌无语，赶他走，他偏不走。正好此时张氏派人来请他回去用饭，告诉夫人不回去了，一年到头难得陪母亲用顿饭，叫她和儿子先用吧，不用等我了。这可怎么办？你出的好主意，你说现在怎么办？母亲不能什么都赖我呀，主意是我出的，但也是您同意的。谁想到我爹会巴巴的跑去用饭，您去请了，是他不肯回来，这可能就是命吧。阮心怡说完，拍拍屁股走了。他再不走，他娘非跟他拼命不可。老爷怎么能去那儿用饭呢？儿子还小，他若是出了事儿，可怎么好？饭毕，阮宁陪着老夫人吃了2杯茶，他便起身告辞。奴婢送送王妃。你走吧，我不送你了，我陪你祖母坐一会儿。阮宁也懒得理他，他只给祖母行了礼，抬脚就走。容嬷嬷送他走在阮家幽静的小路上。嬷嬷过去是皇贵妃娘娘身边之人，您见过大世面，也见过各种各样的心机，所幸嬷嬷也是直爽之人，我就有话直说了。那太好了，谢王妃。我瞧着我爹，看嬷嬷的眼神有点不一般。您虽未粉饰嬷嬷，但实际看起来也不过30-40岁，正是女子成熟有风韵的年纪。王妃羞煞奴婢了。但我实话告诉嬷嬷，我爹是个渣男，他就是一个新鲜劲儿。新鲜的时候可能也会对女子好，但等新鲜劲儿过去，就弃之敝履。诚如我娘奉养公婆16载，至死都未改嫁。可他是如何对我娘的？他根本不承认我娘的身份，反倒说我是大伯的遗孤。我哪来的大伯？容嬷嬷闻言一怔，我不伤心，只是替我娘不值。我早晚要为我娘证明，只是不想伤害到祖母，所以你替我照顾好祖母，我不会亏待你的。王妃直爽，奴婢也不瞒着您，其实昨夜是王爷亲自去皇陵接的奴婢。齐云川亲自去的，所以他昨天夫妻离开之后，不是去书房赌气去了，他是去皇陵了。奴婢知道王爷是重病卧床之人，他之所以冒着巨大的风险前往，是怕奴婢不肯回来。奴婢本想守着贵妃娘娘，直到老死皇陵。今早见王妃时，说想念京都荣华富贵的生活，是说给下人听的。阮宁闻言深深点了点头。奴婢之所以离开皇陵，离开皇贵妃娘娘，是因为王爷说他遇见了此生最重要的女子，王爷希望奴婢能回来帮他。王爷是男子，也有大部分男人的通病，不善表达，盼王妃多看看自己的心，也看看那人之心，千万不要错过真心之人。阮宁浑身跟过电一样麻麻的，他怔怔地看着容嬷嬷，不知该说些什么。一行人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垂花门外，燕王府的马车已经等在这里。阮宁冷不丁地发现，来的时候是3辆马车，怎么这会儿又多了1辆车？王妃快去吧，奴婢告退。老夫人这边，王妃只管放心，奴婢一定精心伺候。阮宁跟踩在棉花里一样，脚步轻飘飘地来到马车前，他耳边回响着容嬷嬷那句：王爷说他遇见了此生最重要的女子。阮宁不知自己是怎么上了马车，但他刚进车厢就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不怕危险，不怕被人发现，怎么又来了？哟，怎么还不耐烦了？今天是除夕。我这不就回去了吗？谢谢你。若是谢我，日后少气我就成了。阮宁挑了挑眉，这话不讲道理啊，谁气谁啊？明明是他有绯闻，到现在他还没解释一句呢。
只不过是他大度，不跟他一般见识，不跟他一样乱吃飞醋，他还倒打一耙了。今天除夕，我知道呀，我给你准备了礼物。容嬷嬷就是最好的礼物了。那是给祖母的，这个礼物是专门给你准备的。是什么？秦云川把他的兴致吊起来，就什么都不肯说了。马车在燕王府内院门口停下的时候，阮宁愣是一个字儿都没问出来。他正欲下车，忽听原话的声音在外头道：“唐家表小姐往这边来了。”秦云川坐着没动，阮宁挑了挑眉，也没下车。哟，这不是燕王妃的马车吗？怎么除夕也不安于家事，还天天往外跑呢？秦云川脸色一沉，眉间是深深的不悦。唐贤哪知道他表哥也在车里？我表哥娶了你，不是指望你在床前伺候吗？你可倒好，真是来享受了。我表哥还在病床上躺着，外头都说表哥能不能熬过这个年还是未知呢。你不在床前陪着，竟天天往外跑，今日该不会又去买首饰了吧？本王的妻，本王还舍不得说呢，轮得到旁人多嘴。忽然吹了声口哨，王爷干什么？他看到一只迅猛庞然大物，如同一只巨型炮弹。砰的一声，那枚巨型炮弹把唐贤炸翻在地，唐贤的下人惊得花容失色。这是什么怪物？快打死！墩墩，回来！墩墩立刻乖巧地跑回来。竟是王妃养的孽畜，他撞了我家小姐，还不赶紧打死！谁敢？这是王爷的爱宠。曾经有位郡王骂墩墩孽畜，没出3天，那位郡王就摔断了手腕骨，养了3个月才好。万物有灵，做人还是多积点口德才好。唐贤被人搀扶起来，他摔得不轻，堂堂大户小姐当众摔得这么难看，你们扶我回去。原本不知道去哪儿浪的他，这会儿也只好灰溜溜回客房去了。秦云川握着阮宁的手下了马车，墩墩像一只巨型憨哈，摇着尾巴乐颠颠地跟在两人身后。两人一同回到重瑶院用了饭，阮宁还没收到他迫不及待的礼物，当然也还没等到他的解释，一直到夜幕沉沉，阮宁这孕妇都打起了瞌睡。别睡啊，除夕要熬年的。我不要，我要睡觉。礼物到了，你不去看看？他竟把他带到王府最高的观景阁上。这大冷的天，你带我来这儿？阮宁话还没问完，耳边忽然响起一声巨响，一个巨大的烟花照亮了京都的夜幕。阮宁转脸看向暖阁外头，第一声烟花过后，立刻有接二连三的炮声传来。烟花被打到半空，相继绽放。阮宁不是没见过世面，他只是没想到古代的烟花水平已经这么高了，古代已经能造出这么漂亮、有这么多造型的烟花了。阮宁只觉得自己眼睛都不够用，烟花太过绚丽，精彩应接不暇。京都近10年来都没有如此盛大的烟花盛宴，今晚的烟花只为你绽放，盼你喜欢。原来这就是秦云川送给他的礼物，10年都没有放这么多这么绚丽多彩的烟花了，所以这烟花得值多少钱？就这么噼里啪啦全给放了。阮宁咬着牙，2行清泪夺眶而出。这败家玩意，这就感动了。阮宁越琢磨越想哭，他只想要一句解释就够了，没想到他却给了他一场专属的烟花盛宴，而且是10年都未曾有过的盛大的烟花盛宴。怎么眼泪还越擦越多呀？要不要这么感动啊？感动你妹啊！秦云川没听出来这是句粗口，还以为他这是为下午唐贤那事儿生气。后天是初二，初2他就该去他舅舅家，届时把他赶走就是，不让他留在府上碍眼，成吗？秦云川温声哄着他，粗粝的拇指一点点抹去他的眼泪，他专注望着他的目光越来越灼热，他这张褪去鬼纹、愈发俊的不像话的脸越凑越近。不是说专门为我放的吗？我还没看够呢，你等着我了。冷吗？秦云川将他拢在怀中，陪着他望着天幕上绽放的绚烂火光。后来烟花还没看完，阮宁就在秦云川的怀里睡着了，以至于第2天醒来，阮宁直叹：亏死了。没看够的话，正月15再给你放。你敢？以后王府的账目归我管。好，早该如此。楚小姐怎么走那么快呀？快到马车旁了。楚娇头也不回的走进了一旁寂静的巷子里，他这是干嘛呢？楚娇是想和他在这儿聊聊吗？阮宁狐疑的跟了上去。阮宁走进巷子，楚娇果然在前头不远，靠在墙上等他。停，你一个人过来。你们去巷子外头等我。清管等人退出巷子，阮宁朝楚娇走去。我原想着看完兵戏，我们找个茶馆坐坐，你怎么来这？男子蒙着脸，手持一把利刃，直逼阮宁咽喉。别乱叫，否则杀了你！把你身上的钱都交出来！男子粗声说道。阮宁一只手往身上摸，佯装找钱，他另一只手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拿出藏在身上的发簪，按动机关，弹出利刃。只听轻微的噗噗声，男子还没反应过来。你放开他，让我来！楚娇飞起一脚，踹向面前的男子，只是他脚还没到，男子就两眼一翻，瘫倒在地。我内力这么强了吗？我感觉没踹到他呀。你们一伙的？不是，他要抢劫你，我是英雄救美来救你的，他怎么不等我踹上就倒了呀？楚娇定睛看地上那人，忽而发现他身上有点点血迹。
虽然不多，却也十分明显。他受伤了。楚娇蹲下身检查，这才发现那华服之上有被利刃划破的小口子。我的防身之物，你们不是一会儿的就好。咱们报官吧。在宫门之外，竟有宵小之辈，看起来没多大年纪，还敢学人抢劫呢。啊，你不会把他捅死了吧？捅死了又怎样？是他抢劫我不过防身而已。他是太后娘娘的胞弟梁子云啊，他怎么能死呢？楚娇被吓傻了，这会儿才想起去摸梁子云的鼻息。哎呦，吓死我了！还有气儿。太后娘娘的胞弟也算是我同门师弟吧，我们拜了一位师傅学武艺。其实我只是想吓吓你来着，没想伤害你。我们商量好的，他跳下来吓唬你，我英雄救美，帮你打破坏蛋。看他这一身锦衣华服，也不像是拦路抢劫的人，你为什么要骗我？不是，其实吧，上次跟你发火是我的错。我哥后来跟我讲了，说你不是愚蠢，也不是懦弱，是我不懂这里头的人情世故，我拉不下脸来跟你道歉，所以就想出了这办法。你别担心啊，他的一些问题我负责。他这究竟是怎么了？他怎么还不醒啊？找裴郎中，裴郎中能救。好，你扶一下，我背他起来。楚娇背着他直奔巷子外头。哪辆马车？上我的马车进。楚娇快步把人背上了阮宁的马车，候在外头的清管等人直接看傻了，怎么回事？一会儿功夫竟然背了个人出来，还是个男子，他俩在里头干什么了？清管正要跟上马车，你去坐我的车，去吧。紧赶慢赶地往燕王府而去。他不会有事吧？现在知道怕了，吓唬我时候的胆气呢？我想英雄救美，让你感激我，这样咱俩不就水到渠成的和好了吗？他还说他吓唬你，你一下子扑到我怀里，我安慰你，咱们俩的感情会比以前还好。阮宁无语，他上次在角斗场就应该看出来，这个楚娇有中二少年的潜质。他一个毛头小孩的话你也信？你也没多大呀，起码我不会干这么幼稚的事儿。我知道错了，其实你能回信说来，你今天能来就说明你没生我的气，咱俩就已经和好了。对啊，你明白干嘛还这么做？我也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呀。对了，你那是什么招式？刷，就几下他就瘫在地上不行了。别瞎说，他没有不行，簪子上淬了药啊。放心，不会死人的。裴郎中善解毒。待马车驶进燕王府，楚娇把人从马背上背了下来。快去叫裴郎中来。阮宁知道梁子云只是昏迷，并没有大碍，千万不要有事啊！我祖保佑，各路神仙保佑。裴郎中来得很快，阮宁给他使个眼色，比口行道：耍是真法。裴郎中似懂非懂的点点头，但他搭了脉，又检查了梁子云身上的血印子。你们出去吧，裴某人治病的时候，其他人不能在场。他不会有事吧？裴郎中，你可千万要救救他呀！放心，你再不出去，我出去。楚娇不但自己出去，他还赶紧把阮宁也拽了出去。不管医治的结果最后怎样，都跟你没关系啊！若是太后娘娘问起，你就说你进巷子就看见我们俩打架，他身上的伤全是我扎的。我们去那边坐着吧。阮宁拉着楚娇的手到一旁的廊台上坐下，他不会有事的。他正要给楚娇交个底儿，让她安心，却见客房门口有人影一晃。阮宁定睛看去，不由一愣，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在大白天的看到楚太傅。楚太傅，怎么了？我听说你把梁公子背到这儿来了啊！我跟紫云比试打恼了，我不小心伤了紫云，恰遇见燕王妃，他说王府的裴郎中医术好，可以帮着看看，让我别怕。哥，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是失手，谁让他总是吹牛说他最厉害呢？太后娘娘得知了此事，恐怕梁国丈立即就往这儿来了。多谢，给你添麻烦了。你在哪儿？不能把人留在这，快点把人带走。不能带走呀，哥！裴郎中正在救他，救到一半带走算怎么回事啊？万一他竟十分凶险，有生命危险啊？没有吧？但是要是带走，那就不一定了。你呀你，既然如此。话未说完，外头就响起了打斗之声。来得这么快，既然是你惹的祸，你去向梁国丈解释。兄妹俩还没能出了客房的院子，梁国丈带着弓箭手就冲了进来。兵贵神速，梁国丈这一招可真是神速。国丈爷别误会，今日之事实乃舍妹惹的祸。两人比试，他失手打伤了小公子，燕王妃恰巧遇上，所以仗义带回，请名医裴郎中医治。楚太傅，你可清楚自己的立场？你是在替燕王府做保吗？国丈爷，楚某只是在陈述事实，舍妹不懂事，今日闯下大祸，楚某亦是在教她做人。我还从不知道楚太傅和燕王府的关系这么好。我是来找紫云的，我听人说紫云被楚小姐和燕王妃给挟持回来。梁小公子被两个女子挟持回来，这话叫小公子听见，他怕是要跟您拼命的。
哼，他是被打晕了。是我误伤了他。我不管是谁伤了他，他现在在哪儿？他不能立时出现在这儿，我就要把这院的人全部带走。这院子里的人全部都是陷害我儿之人。弓箭手准备。燕王府内院，袁化已经将客房的情况禀告秦云川。梁国丈欺人太甚，竟然直接带人擅闯燕王府。如今弓箭手占据客房周围高地，客房众人包括王妃都在弓箭手的瞄准之下。客房附近有多少暗卫？万一动手，可否保证王妃安危？有4名暗卫，院子里有2人，院子外头有2人，可接应救出王妃。4人太少了，梁之行那个老东西动起手来阴险狠辣。他说完径自起身。王爷，您不是要亲自去吧？无论如何得保证王妃的安全，不能让宁宁落在他们手里。但梁国丈对您的身形很是熟悉，您去一定会被察觉。卑职去吧，卑职誓死也不会让他们带走王妃的。楚太傅和楚小姐都在那儿，楚小姐义气，楚太傅正直，王妃无故被牵连，他们是不会让王妃落在梁国丈的手中的。国丈爷家的小公子，他醒了。然后呢？管家只说了句小公子醒了，然后奴才也不知道了。卑职去看看。客房院里，梁子云吊儿郎当的从屋子里出来。爹，您怎么也来了？还带这么多弓箭手，干嘛呢？多好的机会啊！多好的拿下燕王妃、痛裁楚太傅的机会啊！这小子他怎么醒了？醒了也就罢了，他还活蹦乱跳，自己跑出来了。你不是受了重伤，昏迷不醒了？哪个王八蛋造我的谣？我没受伤，不是肚子疼，自己撞晕了。我梁子云的功夫，说当年的燕王无人能敌，谁能打晕我呀？梁王八蛋国丈深吸一口气，闭了闭眼睛。他一家都是精明人，怎么就生了这么个玩意？偏偏还是他的老来子舍不得打死。陪郎中医术真不错，我现在感觉好得很。对了，爹，你不是老头疼吗？叫陪郎中也给您看看呀。不用了啊。对了，爹，我没带钱，你看这医药费。小公子客气。我听说上次陪郎中救了秦昊，秦昊给送了1000两来呢。你儿子的命不值1000两吗？哦，你也有生命危险啊？那倒没有，就是浑身一麻，撞晕过去了。小事。不足挂齿，谈不上救命。就算没有裴某，小公子睡一会儿，自己就醒了。梁子云自己都说没事儿，梁国丈在纠缠，就显得他胡搅蛮缠，故意在燕王府闹事儿了。他狠狠地瞪了自己的蠢儿子一眼，重重地哼了一声，挥手让弓箭手撤下来。梁子云趁他爹还没走远，忽然凑到阮宁身边。燕王妃，你用来对付我那招叫什么呀？教教我呗。梁小公子不是自己撞晕的吗？我是不是撞晕，燕王妃应该最清楚呀。你这是不愿意教？哎呦，爹，你快回来啊！阮宁没想到这兔崽子跟他来这招。你教不教？我要是实话告诉我爹，他会放过你吗？告诉我还是我爹，你选一个。小女子能屈能伸，教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没事了，爹。您先走，孩儿等会儿跟师姐一起回去。他原想借此拿捏燕王府，又被这蠢儿子搅得无功而返。快刷，你那刷就把我扎晕的。是什么手法？你身上还有小伤口吧？回去好好找位置，把位置记准了，我再教你下一步。梁子云往自己身上摸了摸。哦，位置我记住了，你扎那么狠，还疼着呢，我能忘吗？光记住还不够，你还要记熟了，然后把我扎的顺序先哪儿后哪儿也回忆，我得看你记性如何，能不能学会。太笨的我可不教。顺序啊，你看是不是这样？他说着拿眼前的阮宁当靶子，他指尖在阮宁身上猛戳了几下，阮宁只觉浑身一麻，就往地上软倒。梁子云一惊，下意识地伸手抱住他。你干什么？楚教上前把阮宁揽入自己怀中。太傅别误会，他差点摔倒，我只是扶了他一把，就冒犯之意。阮宁缓了好一阵子才缓过来。我这么厉害的吗？今日有些乏了，我就不留诸位了。多谢燕王妃指教，我定好好练习，改日再向你讨教。今日真是叨扰了。楚太傅客气，恕不远送。梁子云回到梁府，他刚进院子，就看见他爹拿着一根藤条，沉着脸站在院子当中。跪下！爹爹，您说下这个，再打孩儿吧。这盒子里有半根香，是儿花光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再从沈岩那儿买来的西域奇香。爹爹总是失眠头痛，而心疼得很。可惜孩儿蠢笨，没别的本事。偶然听闻沈岩那里有治疗头痛的奇香，效果极好，只是贵的离谱。只有半根？是啊，爹爹。沈岩说这奇香贵得很，而且不好买，太是费尽了手段才得到的。他只肯给儿子半根。你的孝心也知道了，但今日之事，孩儿该打，孩儿不该花光了零花钱，还想着再赚回来点，就跟师姐打赌也就算了，孩儿竟然还是输了，都怪他偷袭，要不然孩儿绝不会输。爹爹，你打孩儿吧，消气，别气坏了自己的身体。念你一片孝心罢了吧。爹爹不生孩儿的气了，以后少跟楚家那疯丫头玩。楚家那疯丫头跟燕王妃关系不错，孩儿也不知道，他们女孩子关系都差不多吧。没事，她是你师姐是吧？你师姐身上也有好的地方，
起来吧，别跪着了。等梁之行走远，梁子云才从地上一跃而起，又拍了拍膝头灰尘。他的小厮凑上来，公子，您什么时候见了沈家公子？奴才怎么不知道啊？嘿，你给我编，什么时候见的？在哪儿见的？见了多久？你给小爷编好了，告诉小爷，记住要编得毫无破绽。小厮瞪大眼睛，微微一怔。您没见沈公子啊？那半根香是哪来的呢？嘿嘿，我让裴郎中给我配药，他给我了那半根香，说药效奇好。他说那香是他师傅亲手做的，连他都不会，而他手里现有的只剩那么半根了。裴郎中那么厉害，他师傅肯定更加厉害呀。是啊，但估计年纪大了，已经隐世了吧？那老人家亲手做的香，岂不是更加珍贵？裴郎中怎么舍得给您的？嘿，他让我答应帮燕王妃解围。梁之行夜里睡觉前，忽然瞧见那半根香，他那傻儿子定是被人骗了。来人，把这根线香点上。下人点的时候还迟疑，就半根。梁之行又是一阵无语，他被人服侍着更衣躺下，迷迷糊糊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睡着了。再一睁眼，天亮了，连忙套鞋子喊人进来更衣。都什么时辰了？上朝迟了，都不知道寒省年吗？爷还放着年假呢。哦，是啊，过年呢。他扭头看向那已经燃尽的半根香，脑子里只有2个字儿：神了。去把小公子给我叫过来。梁之行连早饭都没用，就让人把梁子云给逮过来。爹，儿子错了，儿子下次走正门不翻墙了，保证不翻了。你自己在家翻什么墙啊？我是堵了正门不让你走，还是怎么着？大过年的，你叫人看见了像什么话？爹，儿子错了，那不是正门离我那院儿太远了吗？我直接翻墙出去，那少走好些路呢。行了行了，不跟你废话，翻墙的事先不说。昨儿买的半根香效果甚好，你再去给爹买几根，多买几根。需要多少钱？去账上支。没问题，爹，只要对爹爹有效，多难买，儿子也一定会给您买回来的。爷，您昨儿不是说就那半根吗？您上哪儿再去买去啊？裴老说他师傅留给他的，他只剩那半根了。是啊，要不您找人问问沈公子。问他干什么？那货鬼大的很，从他那儿半根也没想拿到。不过，小公子，您有办法了。裴老手里没了，那燕王妃手里说不定还有呢。裴老是燕王府的幕僚，他有了好东西，能不进献王府？她是女子，在深宅内院，您更不可能见到她了呀。谁说的？闭上你的乌鸦嘴！梁子云径直去找楚娇。师姐，今儿你可一定得帮我呀！看来是大事儿啊，嘴都变甜了。师姐叫得这么痛快。师姐，你把燕王妃再约出来吧，我有事要见她。你昨还把人害得不够惨吗？你还要见她？你饶了她吧！哼，师姐，昨儿到底是怎么回事？让我提醒你吗？你要是不帮我把她约出来，我就实话告诉我爹，告诉太后，告诉楚大夫。我鸽子侠呢？楚萧行至廊间，就听见梁子云在那儿大呼小叫。你先告诉我，你打的什么主意？为什么要见她？看你是我师姐，我才告诉你的。我想跟她学功夫。她是个弱女子，哪里会功夫？你跟她学功夫，你是不是脑子烧坏了？你才脑子不是啊，师姐，她昨日那招刷就把我弄晕了，你不觉得很厉害？你不想学？王妃跟我说，那是她防身的簪子上面淬了毒，让你昏过去的是毒，不是功夫。师姐，你看好了。只见梁子云伸手在楚萧肩头颈窝下腹一通猛戳，楚萧眼睛一瞪，好小子，敢在他家占他妹子便宜！哎呦，怎么样，服不服？什么不服？我当然不服了，这是什么妖术啊？嘘，小声点，这不是妖术，这是燕王妃教我的以柔克刚的好功夫。她教你？她什么时候教你的？能自己站住了吗？我松手了。哎，别！楚萧从廊下闪身而出，他抄了一把扫帚，劈头盖脸的朝梁子云打去。楚大夫，误会啊！哥，他不是。你闭嘴！师姐，你快跟楚大夫解释呀！没什么好解释的，你再不走，别怪我不看梁国丈的面子，今日打断你的腿！师姐！梁子云乱叫着，被楚大夫给打了出去。楚大夫赶走了人，提着扫把回来时，哥，你真厉害，乱拳打死老师傅呀！这人心思不正，以后少跟他玩啊！不是啊，哥，我们俩闹着玩呢，你别当真。闹着玩？我看你最近只知道玩。母亲快回来了，你的心思也该收一收了。最近几日都不要出门了，好好的就在家里跟着教养嬷嬷，把大家小姐的规矩仪态都捡回来。啊，哥，你不能这样啊！径直来到燕王府外，我是昨被裴郎中救治的梁家小公子啊，今儿特意给裴郎中送诊费来了。梁公子好，诊费给小的吧，小的给裴郎中送去。那可不成，救命之恩，我得当面向裴郎中道谢啊。那您稍等啊，裴郎中伺候王爷，这会儿不定有空呢，小的给您问问去。门房转身往里走，站在门口的梁子云笑了笑，掂了掂荷包里的银子，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不叫事儿，果然还真叫他顺利的见到了裴郎中。你怎又来了呀？你爹今儿还来吗？还带着兵，带着弓箭
手，包围燕王府吗？快走快走，你赶紧走啊！我是来给您送诊费的。若是送诊费，小公子随便遣个下人来就是了。当然还要当面跟裴郎中您道谢呢。昨日是我府上失礼，我在这儿给您赔不是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昨儿您给我的那半根香实在好用的很，我知道您手里没有了，所以特来问问燕王妃手里还有吗？你说什么？我府上幕僚有了好东西都会先给我爹，所以我以为裴郎中有了好东西也会给王爷王妃，所以想问问，若是燕王妃手里还有富裕，可否卖给我几根？裴郎中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吓死他了，还以为这小子知道了燕王妃就是他师傅的事儿了。禀王妃，裴郎中说梁家小公子来送诊费了，他还打听那治头痛的安神香，王妃手里还有没有了？若是有，他愿意高价购买。哼，高价购买？怎么，燕王府看起来像是缺钱的样子吗？还是我看起来缺钱？500两一根，他若愿意出，就卖给他。纯粹是胡扯。阮宁是想叫那梁小公子知难而退，谁知过一阵子清管又来了，这回他还带来了2000两的银票子。奴婢叫账房看过了，官府通兑，真票子。什么香啊，这么贵？阮宁也无语了。这世上还真有伸着脑袋愿意被宰的大冤种。阮宁还是装好了香，亲自去了裴郎中院里。多谢王妃愿意割爱，若没有这香，我回去就不好交差了。4根2000两，你确认一下，没问题的话，线香就交给小公子了。阮文柏是王妃的弟弟吧？你们姐弟关系如何？阮公子似乎对诗词格外偏爱，今日一直哀求我把他的诗词拿给我府上善诗词的幕僚看，我没答应。臭王妃的面子，我可以把他的诗词推荐给我府上幕僚。不用麻烦，我们关系不好。说完，阮宁扭头走了，离开裴郎中的院子。一个小小的计划在阮宁的脑海里冒了出来。之前他一直没想好要如何帮助原主和原主的娘报仇，现在他倒是有了一个不太成熟的计划。阮斌眼下只有阮文柏一个儿子，如果能让他们父子失和，甚至反目，阮斌便也能尝到那种失去亲人的痛楚了吧。王爷，梁家小公子从燕王府离开以后被人给打了。被人打？他不是自诩功夫高超，仅次本王，他怎么会被人打？年轻气盛，爱说大话。别说现在的王爷，就是少年时候的王爷，他也还差得远呢。被谁打了？问题就是出在这儿。那伙人打完他之后，警告他以后少登燕王府的门，那语气像是我燕王府的人打了他似的。谁的人？还不知道。元亨被贬日子久了，你也想步他后尘？王爷息怒，位置已经在让人查了，很快就有消息。只是去把元亨叫过来，这段时间让他教黄忠功夫，教的怎么样了？把黄忠也领来。回王爷，黄忠给王妃驾车，刚刚出门，黄忠递消息说梁小公子出了燕王府就挨了打，王妃带着人去看梁小公子了。黄忠消息挺灵通的，不是王府的人给他递的消息，他的消息是从外边来的。你们就不知道拦着点王妃？什么人也值得他专门出去看？打就打了呗。王妃带着墩墩呢，这人都近不得身。去查究竟是谁打了梁小公子，还要扣在我燕王府头上。原话悄悄松了口气，连忙退下。径直来到京都最大的香品行，他还没走到雅间门口，就听见里面暴怒的声音：不准碾碎！碾碎了你能把它恢复原样吗？能没有损耗吗？都碎成这样了，不碾碎重做，如何变成完整的现象？你问爷呢？我找你干什么呢？我叫你给我恢复呢。碾碎重做只是重新塑形而已，会有损耗，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你说忽略就忽略了，不准碾碎！听出来了，故意刁难调香师呢。我去看看，我就不跟你进去了。伺候不了，小人不伺候了。大步离开。爹滚！燕王妃，你怎么在这儿啊？小公子受伤了。你还说呢？先叫你卖给我线香，后叫我出了燕王府就挨打。你不想教我就不教，你不想卖线香就不卖。你一边哄着我，一边叫人朝我下黑手。你怎么这么装相呢？那我不装了。不说清楚，你就想走？说清楚什么？听说你受了伤，香也断了，我是来给你送药的，并处理售后问题的。但既然梁小公子不用我装好人，那我就不装了。钱货两讫，香断了也与我无关。京都道士都是医馆药铺，梁小公子怎会买不到最好的药？让让，你挡着路了。做事得有头有尾，既然来了，那就做完再走呗。阮宁拿出2支白瓷盅，外上用粉，淤青用膏。他说完，将瓷盅放在一旁的4方茶几上。那香，要不你还带回去，请裴郎中给恢复恢复。你信得过我吗？当然了，我信。刚才是我嘴欠，对不起啊。阮宁没理他，他挽起袖子，准备恢复那断掉的香。你也会制香啊？那谁帮我抹药啊？这脸上的我看不到。喊个小伙计进来给他抹药。阮宁目不斜视，注意力全在那断掉的香上。连进来的人不是小伙计，而是黄忠，他都没发现。小伙计都忙着，有什么事儿让奴才来。你粗手笨脚的，不用你。还是你来吧。清管还没应声，黄忠猛地上前已将清管挡在后头。小公子啊，你别看小的长得5大3粗的，其实小的干着活是细腻着呢。这抹药包扎的事啊，小姑娘哪会啊？她没经验，反倒弄疼了您。小的熟练。你
细腻，不会弄疼小爷吧？嘿嘿，您放心，我家王妃还在那儿为小公子的事儿忙活着呢。你忍心打扰人家，多少有点疼啊，您忍一忍就过去了。啊，奶奶的，这叫细腻，这叫不疼。其实打我的根本不是燕王府的人吧？如果是，你怎么可能再出门来给我送药，给我恢复香呢？现在才明白呀。今日是我失礼了，真是太对不起了。这是什么药啊？刚抹上感觉凉凉的，一会儿就不怎么疼了，镇痛效果真好。别说话，打扰了我家主人。等阮宁恢复好了线香，重新装进盒子里。这个香品行的东家是我朋友，东家告诉我你受了伤，来这儿恢复线香，所以我过来看看，说有误会，还是尽早弄清楚为好。那你为何进门的时候不解释？我说了那样的混账话，你就顺着我的话说。那会儿小公子正在气头上，我说什么你能听得进吗？在小公子心里已经给我燕王府定了罪，我怎么解释都没用的。多谢燕王府不与我一般见识，还肯留下帮我。今日之事真是太失礼了。日后王妃若是有用得着的地方，一定要跟我开口。那就多谢了。你放心，燕王爷是真英雄汉，他人若对燕王府落井下石，我定不做一丘之貉。待他日燕王爷真的不在了，我会。总之你不用跟我客气的。阮宁笑笑，把线香盒子交给他，提步离开。唐贤从马车上走下来，回到他舅舅家的客房。你不知我今日这招有多高明，既教训了梁子云，又叫他记恨上燕王府。燕王府是阮宁当家，这就等于让梁子云和燕王府那女人结了梁子。梁子云可是太后娘娘的胞弟，阮宁敢跟我作对，他倒霉的日子还在后头呢。知秋闻言一愣，仔细问来，才知唐贤叫人蒙头揍了梁子云。那是太后娘娘的胞弟，您都敢这么干，小姐您胆子也太……知秋，你别坏了小姐的好兴致。梁子云只会记恨燕王府，又不会记到咱们头上。咱们此次来京，正事还没办呢，还是少生事端，免得不知什么时候就惹祸上身。呸呸，大过年的，说点吉利话吧。说谁惹祸上身呢？知秋，你现在说话是越来越像大夫人了。阮宁恢复了线香，跟梁子云解释清楚了误会，便直接回了燕王府。哪知他刚在二门处下车，袁亨带着一群人咋呼呼把他给围了。王妃别动，咱们不敢伤你。您若是心疼身边人，就别乱动，拿下。他的手下立时上前，把清管和黄忠都押解起来。袁素卫，这是什么意思？我的人犯了什么事儿？你要这样对他们？王妃，卑职只是奉命行事，别的一概不知。奉命？奉王爷的命？王妃要是有什么问题，还是去问王爷吧。哼，他拿了我的人，不就是想借此威胁我吗？告诉王爷，这府上可不止他手里有人质。看好你们的手，敢弄伤我的人，我就撕票。阮宁说完，径直回到了重瑶院。二门处的所有人马都看傻了。撕票是什么意思？王妃要撕了什么票？这话是什么意思？袁素卫不用明白是什么意思，您只用记清楚王妃刚才说话的动作、表情、神态，原样的学给王爷就行了。王重六示意他附耳过来，袁亨有些憋气，他这拿人的，反而被拿下的人拿捏了，你说可气不可气？王爷跟王妃置气呢，咱们啊不过是中间受气的人。刚才那情形还没看出来呢，王妃的人质可比我们这些人全部加起来还要贵重。燕王府内院，王妃才是老大。你放肆！赶紧回去回禀王爷吧。袁亨忙不迭地来到书房。回王爷，王妃身边的人都拿下了，可是王妃说……他说什么？王妃说他也有人质，若是敢弄伤他的手下人，他就撕票。什么？袁亨想起王重六的交代，他立马学着阮宁的样子。告诉王爷，这府上可不止他手里有人质，看好你们的手，敢弄伤我的人，我就撕票。王妃当时就是这么说的。你再说一遍。袁亨深吸一口气，一手扶腰，一手抚摸肚子。没等他开口，秦云川阔步向外走。这丫头，他飞身离开书房，往重瑶院去。我想吃橙酿蟹黄、香辣蟹钳、蜜汁芦荟、银耳薏米羹。王妃，这些……秦云川皱眉思量片刻，他立刻意识到这些是陪郎中交代过不适合孕妇食用的膳食，有流产风险。这些都不行，不让吃算了，我就好这口。不让吃，那我就什么都不吃，饿死我自己。来人，去告诉袁亨，把人都放了。阮宁向来很上道，也懂得见好就收。算了，刚才点的都不吃了，原来的食谱就很好，还照原来的食谱做吧。诺。秦云川闭眼，默念心诀，平复胸腔里的火气。快要当娘的人了，别总是那么任性。做人得讲道理，某些人快当爹了，别总是这么小气。某人不小气，我就不任性。本王为什么生气？早跟你说过了，梁子云不是什么好鸟，你那么在乎她干什么？受了点伤就得你亲自去探望，你少见不该见的人，本王也犯不上生气。哼，他刚出了燕王府就挨了打，我只是想去确认一下这事儿是否跟燕王府有关。你是怀疑本王？没错，本王是派人盯着他，但若是本王出手，那就不是打他一顿那么简单了，本王定会要他一只手。狠戾、跋扈、偏执都是病，王爷您怕是病根深重。那正好，你会医术来给本王治病。不是王爷，那是谁？查出是谁嫁祸我们燕王府了吗？一句我们燕王府，瞬间就让秦云川的脸色好了不少。他正欲摇头，忽有丫鬟在门口道：原画袁素卫求见。原画站在门外道：
禀王爷，找人假扮燕王府痛揍两小公子的是唐家表小姐，你表妹唐贤。秦云川无语，哼，我若不去解释，这口锅就丢我头上了。旁人知道燕王缠绵病榻，燕王府一切由王妃做主，我如今可成了某人妹妹的背锅侠了，怪不得不让我去解释呢。我生气了，云画，好好去警告唐小姐。阮宁别过脸，故意不理他。秦云川凑上前，温柔小意道：“对不起，是本王错了。”诚心诚意道歉。当然，我不要道歉。那你要什么？但凡本王能给，我要会写诗词，会指点人诗词的幕僚。给你，本王给你搜罗全国最好的人选。本妃向来宽宏大量。哎，他话未说完，就被猛人整个抱进了怀里。梁子云恢复了现香，怀里宝贝似的揣着2中药。他正欲翻墙回自己院里，忽然远远听到说话声，关键是这声音还有点耳熟。他顿时想起自己被麻布袋子罩住挨打之后又被人警告的那声音，纵着轻功悄悄靠近那说话之人。他靠近了之后，恰看见他爹的随从送人离开。梁子云想了想，也不回去换衣裳，他径直去了书房找他爹。爹爹，线香孩儿给您买来了。梁子云献上线香。孩儿刚刚来的时候看见随从送人离开，那是什么人啊？看起来功夫不错呀。你这一身狼狈，又跟谁打架了？天天都是功夫，老夫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武士？刚才那人究竟是谁啊？孩儿想找他比划比划。你给老子安分一点，那是河内郡唐家人。你说的功夫不错的人，应该是唐家的家臣。河内郡唐家，怎么听着有点耳熟？我们跟唐家有来往吗？你年纪也不小了。河内郡唐家有个嫡女，跟你年纪相仿，长相标致，性格也不错，知书达理，好像叫唐贤。唐家跟燕王府什么关系啊？你连这个都知道？爹爹以为你从来不关心这些呢。这唐家就是燕王的外祖家呀，只是他这外祖家当年被圣上忌惮，踢出了京都，远离了权力中心。如今他们想回来，娶妻当娶贤，你爹爹还是多打听打听这个唐贤的人品吧。哼！梁子云说完，气哼一声，黑着脸走了。梁国丈顿时泛起了嘀咕。梁国丈本来对唐家小姐颇有几分满意，但听了小儿子的话，他不由叮嘱家子：此事在意，你好好去打听这姑娘的人品。阮宁得知阮文柏被送出京城，已经是几天之后了。秦云川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给他带回了一封阮文柏的亲笔信。阿姐，对不起，我如今终于知道至亲之人对你的防备、利用以及伤害，我竟无法在家人面前维护你，反倒让他们更加记恨你。是弟弟无能，没能帮你，反倒连累你。你放心，爹爹怕我连累家人，把我送走，但我一定牢记此刻的无能与愤怒，他日待我学成归来，定能守护阿姐。阮宁还没看完，秦云川就把信抽走，还给我。阮宁伸手去夺，秦云川一手搂住他的腰，把他摁在怀里。我还没看完呢。别乱动，别动就行，我保证不动你。你发誓，撒谎的人不举。这么恶毒，你想以后都是活寡？我可以改嫁，除非本王死了。我开玩笑的。没想到一起读书作诗，阮家这小子竟能对你如此死心塌地。知音难觅嘛。知音？我们是姐弟。本王的王妃不劳他费心，还守护。他抬手把信扔了。除了这封信，我带回一个消息，关于你爹的，要不要听？当然听。什么消息啊？说呀，你到底说不说？想知道？你拿什么来换？阮宁盯了他片刻，忽而坏坏一笑。他忽然搂住秦云川的脖子，主动亲吻他。阮宁，你是来克我的吧？呸！我明明是来渡你的呀！看在我这么卖力的份上，可以说了吗？你爹在外头养了个外室，很年轻，比你大不了几岁，已经有了身孕。真的，来的太是时候了。前阵子让人盯着阮文柏时，也留人盯着阮冰，结果无意中发现此事。看来阮冰还是忌惮张家的势力，否则他干嘛养外室？张氏心狠手辣，阮冰的妾室皆无所出。再者，张家的势力在那摆着，让他无法休了张氏，索性就养在外头。这可不是我挑唆他们夫妻不和，是他们自己早已恶臭不堪。阮宁还没找到把这消息捅给张氏的机会，宫里召见命妇的日子又来了。太后娘娘专门命嬷嬷上门接她。太后好像格外关照我，什么时候都忘不了我。今日来的命妇竟然只有她和张氏，这是给她开了专场吗？燕王妃、侯夫人，请在偏殿稍后，太后娘娘稍后就到。宫女把他俩领进偏殿，她还没琢磨明白太后娘娘究竟是什么意思。阮家被你搅得鸡犬不宁，文柏被你害得那样惨，你竟还能好端端的坐在这儿，贱人！谁家的疯狗没拴好，在那儿乱吠啊！张氏抓住阮宁的衣领。
小贱人！张氏，你只是我爹的田房，我娘才是正经侯夫人，你在我面前狂什么？要说贱人，你在我娘面前才是贱人。你张氏挨了2耳光，哪里肯罢休？他伸手就要抓阮宁的头发，阮宁比他动作还快，摁在四方茶几上。管不住自己的男人，却只会在女人堆里耍横，算什么本事？你以为是因为我爹才把文柏给送出京城的吗？你被那个男人给骗了，他送走阮文柏是为了给外室和外室的孩子腾地方呢，故意拉踩打压你的气焰，你却看不懂，你被个男人利用了，被他利用的彻彻底底。你说什么？能好好说话了吗？你不是第一个被他利用到死的人，你出身好，别落得和我娘一样的结果。什么外室？什么给外室的孩子腾地方？你说清楚。阮宁放开张氏，掸了掸衣服。我说了你也不信，何不自己去查？太后娘娘传2位觐见。阮宁起身走在前头，张氏脚步凌乱的跟在后头。这忠义侯夫人的脸是怎么了？回娘娘，臣妇。燕王妃，你知道吗？忠义侯夫人的脸怎么了？侯夫人刚刚不小心脸撞门上了，这印子看着不像是撞的，倒像是人打的。燕王妃，在宫里，在哀家面前可不能撒谎。回太后是撞的，忠义侯夫人，你不用怕，若是在宫里让人给欺负了，自有哀家给你做主。臣妇愚笨，确实是自己撞在门上了。燕王妃今日怎的穿得如此艳丽，花枝招展？为了拜见太后娘娘，自然要着装隆重。燕王身体不好，你为人妻当穿的素雅，这太不妥了。正是王爷身体不好，才喜欢我穿的鲜艳。不瞒太后娘娘，今日这套衣裳头面是王爷亲自选的。王爷说这套头面意义非凡，穿戴着来拜见太后娘娘是最好的。正在这时，宫人道：小公子前来给娘娘请安。能在太后面前被宫人亲昵地称之为小公子，恐怕只有太后娘娘的胞弟梁子云了。哀家这儿还见着命妇呢，不方便见她。臣妇们见过了太后娘娘，沾娘娘贵气，得听娘娘教诲，心满意足，不敢耽误娘娘时间，这便告退。罢了，你们都是已成家之人，并非那闺阁里的小姑娘，就不用避嫌了。梁子云迈步进殿，拜见太后娘娘，娘娘万福金安。嘿嘿，阿姐，你猜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咦，燕王妃，你也在啊？我这样感谢你呢。上次您给推荐那香真好，我同乡行好说歹说，买到了最后绝版的4根，我爹很是喜欢，只夸我孝顺呢。这孩子不傻，会说话。梁子云躬身拿出阮宁给他装线香的盒子，献给太后娘。嘿，爹爹用了这香，觉得实在不错。娘娘操持宫中之事，难免费心，所以叫紫云赶紧送来宫里，叫娘娘也试试。就1根？爹爹那儿一共就4根啊，给了祖母1根，被母亲要去1根，如今他自己就剩半根了。燕王妃，人家香品行的掌柜说了，这是那位大师的传世遗作，他本想留着这最后4根传给后人呢。梁子云立刻替阮宁抢过话头，传世遗作。阮宁哭笑不得。嘿，对了，阿姐，紫云还有些事儿。张氏再次起身告辞，阮宁也跟着。太后这次没有留他们，待2人在公道上走出一段距离后，张氏忽然停下脚步，在太后面前，我没有揭穿你，你告诉我，你在殿中说的都是真的。你不信我，只管去查就是了，总不能是我把人家小姑娘的肚子搞大的。你燕王妃请留步，请燕王妃稍后，我家小公子说有几句话得当面告诉您。你跟梁家小公子很熟？不熟。那你怎会又推荐他买香？他又有话要单独告诉你。阮宁还没回答，身后就传来某人不满的声音：燕王妃真无情啊！我总惦记着当面道谢，你却说我们不熟，那要怎么样才算熟？我请您听戏、听曲儿或者听书。爷，侯夫人，您怎么还没走啊？哼！张氏愤愤甩了下袖子，破步走远。嘿，那2套点穴法我已经学会熟练，你再教我1套新的吧。没了，别的我也不会。嘿，我不信，你肯定会别的，是因为我们不熟才不肯教我吗？真没了。哎呀，你教我嘛，我定会重谢的。你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梁子云追着阮宁朝燕王府停在宫门口的马车旁走去。此时另一辆马车也缓缓停在宫门口。太后娘娘今日召小姐入宫觐见，是不是替梁小公子相看呢？京都人都说太后娘娘极宠这个弟弟。混说什么呢？自家小姐的玩笑都敢开，我看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是岁喜自己思春了吧？巴望着咱们小姐嫁了人，好跟你开脸呢。奴婢没有，小姐你看她。好了，该进宫了，你们2个都稳重点，别在太后面前给我丢人。从马车上下来，忽然凝望着远处，一动不动。小姐，只见梁子云站在一架马车旁，兴致勃勃的同人说着什么。那是谁？只看见背影，没瞧出来是谁，定是哪家的贵妇吧？肯定不是未出阁的小姐。燕王妃，我认错了吧？她已嫁作人妇，还跟年轻的男子谈笑风生，恬不知耻。小姐，不如趁着进宫的机会告诉太后娘娘。唐贤面色阴沉的前往宫门口。是唐家小姐吗？正是。哎呀，对不住啊，唐小姐，太后娘娘今日突然有别的事儿了，不能够召见您，请回吧。什么？太后娘娘怕您多走冤枉路，特地叫奴才在这儿候着，通禀一声。敢问公公，是臣女做错了什么吗？也不是，刚才啊，梁小公子觐见，给太后娘娘献了根极难得的线香，又私下进言了几句，这说了什么奴才们就不知道了。等梁小公子一走，太后娘娘便传令说今日不召见了。那燕王妃，燕王妃来得早，已经见过了。多谢公公。他
他站在宫门口，好像一个笑话。刚才还想着能见到太后告燕王妃的状，谁知他连见到太后的机会都没有。阮宁，你给我等着，我定要到表哥面前揭开你的真面目。最先离开的张氏已经回到了忠义侯府，老爷在外头养了外室。没有，夫人听谁胡说八道？老爷对您一心一意，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我再问你一遍，真没有？想清楚了再说。小的去查清楚了，立时告诉夫人。限你3日内把那狐狸精藏身的地方，老爷和他认识多久了？打哪儿认识的？他有身孕几个月了？都给我查得清清楚楚。夫人您放心，小的定查得水落石出。夫人不好了，老爷把那个狐狸精带回来了，太不像话了。夫人，老爷请您到花厅一趟。花厅里，阮斌在正座上安坐，一个面容娇美、年纪轻轻，甚至和阮心怡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在他身边站着。她是谁？我正要告诉你，这是卢氏，已经怀了我的孩子。表夫人，姐姐，以后要承蒙姐姐恩典了。我不同意，还不知是个什么厨神，家底干净不干净？外头领回来，岂知道他肚子里的究竟是不是老爷的种？老爷别替旁人养了孩子，还以为是自己的骨肉，美得叫人笑话。姐姐，我虽年轻，却也知道好女不是二夫。您这般折辱奴婢，不是连老爷也骂了吗？你莫要怕他，在这个家里是老夫说了算。张氏，我是通知你，不是征求你的意见。外院的事归老爷，内院的事情归我。老爷若是让他进门，除非休了我。哦，真的？阮斌扶卢氏起身，你先去偏厅坐着，等会儿给你安排院子。他哪儿也不许去。你想让屋里人都看着你曾做过什么荒唐事吗？既然你不怕丢脸，那我这老脸也不要了。来人！妈，阮斌如此胜券在握的样子，他究竟拿住了自己什么把柄？都下去！小厮丫鬟都退了下去。带上来！张氏往门口看去，只见一个身形清俊的年轻男子被推了进来。姐姐，救救奴家！我不认得你，够不够你进猪笼啊？我们什么都没发生。若是发生了，你还能够活到现在，我早弄死你了。你想怎么样？我会把他送出京城。过去的事儿我也可以既往不咎，但是以后我的事儿你不该管的就别管，照顾好卢氏和他肚子里的孩子。你想清楚，你的破事儿若是闹了出来，影响了张家的名声，最想弄死你以保名节的就是张家。张氏咬着牙死死地盯着阮斌，一言不发。自从卢氏进门，张氏一夜就没睡好过。他一闭上眼睛，就是卢氏挺着肚子朝他耀武扬威的样子。张氏成宿的睡不着，他拼了自己的老脸不要，去梁王府上将这事儿告诉了阮心怡，求助自己的女儿给他支招。阿娘别急，你听到我说话了吗？这种事儿急也没用啊，我算是看明白了，靠男人还不如靠头猪。您看梁王妃儿子都成世子了，梁王因为一个小妾闹上门，把他送去庄子上养病，到现在还没接回来呢。您再看我，世子娶我还不到半年，外室都接进来养在太妃院子里了，还真是羡慕阮宁。燕王眼看着不行了，但偏偏吊着一口气儿，他过得比我们都行。这事儿不是阮宁告诉阿娘的吗？那阿娘不如去问问阮宁，看他有什么招。你疯了！别看他是乡下来的土包子，鬼主意多着呢。张氏起身告辞。儿子被送走，女儿也指望不上，张氏更崩溃了，给燕王妃递帖子约她。阮宁接到张氏的帖子，倒不算太意外。有些话在大相国寺不方便说，改约在戏楼吧。我请阮夫人看戏，王爷，我2人包下小梨园，让臣妾请阮夫人看戏，好不好？一颗葡萄就想换本王同意，本王是那么好收买的？一颗不行，就2颗。没诚意，用嘴。是个老流氓。你说的2颗？他的手探进他的小袄，阮宁无语。约好的那日，张氏来到戏楼，他心跳得比戏台子上咚咚咚的小鼓还急促。若要嘲笑我，何不趁着人多，让丫鬟都退出去，嘲笑分量也轻了吧？你与我母亲一样，都是被男人利用完又背弃的可怜女人。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今日约王妃来，是特地向王妃请教。听说我爹把那身怀6载的外室给接回家里去了，可不是嘛？太不像话了！他把自己的嫡长子送走，把一个外头来的不清不白的女人接回家里，他怕是老糊涂了。所以啊，女人得先对自己好一点。你在家里为他操持家务，生儿育女，他在外头风流快活，哪里还会记得你为他付出的一切？哪里还会念你的好？这话说到了张氏心坎里，还是女人最懂女。不过阮夫人也不必担心啊。那外室叫什么？单名一个双子。卢氏所仗着不过是年轻漂亮，怀了孩子。我爹什么德行？他是有长姓的人吗？今天有卢氏，明天就有李氏、王氏、孙氏。这说的是什么话？感情不是你相公。与阮夫人争相公的不过是出身低微的女子，与我争相公的可是老天爷，我还能争得过老天爷不成？张氏闻言一怔，燕王那要死不活的情况，他也知道，他顿时有些不好
意思。所以咱们女人自己想开是第一要务，想开了之后就想点法子，让自己过得快活些。我爹带回来的卢氏你不喜欢，那你就给卢氏添点堵。那你说我该怎么做？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呀，只要阮斌还不能换掉你当家主母的位置，你管他宠卢氏还是李氏。张氏皱着眉头，抠着手指，总觉得阮宁这话说的轻飘飘的。看来阮夫人没明白，你若想学那卢氏的麻烦，给他找个对手不就是了？张氏瞪大眼睛，嘴巴微张，看着阮夫人身边就没有既年轻漂亮又机灵聪慧的丫鬟，给我爹送去。我爹念着你贤良淑德，说不定就把文白给接回来了。是啊，靠他不如靠文白啊！我是文白的娘，这一点谁也改不了。我给夫人看点开心的。阮宁拍了拍手，低着头进门，进来就跪在张氏面前，多谢姐姐救我。张氏浑身一颤，你别担心，我爹不知道他的卖身契在这儿，要把他送走还是留在戏班子，随夫人的便。因为我娘的缘故，我恨阮斌，你跟我娘一样，都是一片痴心错付的傻女人，所以帮你报复阮斌，就算替我娘报仇了。阮宁说着离开雅间，我家主子已经包下小梨园一整天，夫人想听什么就叫他们唱什么，今儿个是夫人您的专场。阮宁带着人离开，张氏还有点恍惚，看着那跪着的小官，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姐姐，奴家给您捏捏肩吧，奴家手艺可好了。张氏脸红心跳，小官立刻伸手捏在他肩上。阮斌已经很久没在张氏的房里睡过，小官这般贴身的伺候，让张氏浑身的血都直冲脑门。要回阮家陪着祖母一起祭拜祖父。既是祖父忌日，我陪你回去。不用，有容嬷嬷在祖母身边，我会带上不二帖。阮家如今没人能伤我。我这个孙女婿还没拜祭过祖父，今日理当陪你一起回去祭奠祖父。你身体不好，卧病在床，谁还跟你计较这个礼数啊？我计较，把脸抹得白些，看起来病弱一些就是了。该去的这个礼不能少。王爷这是看重王妃，只有看重王妃，才会对王妃看重的家人如此重视。燕王府的马车在阮家停下，因为有秦云川回来，燕王府特意提前通知了阮家。王爷能来，下官真是荣幸啊！这是我阮家的荣幸啊！王爷里头请。众人正要迈入二门时，张氏身后的小妾一声惊呼，吸引众人的眼光。这便是让张氏生气的外室卢霜吧？这张脸怎么有点熟悉感？王妃，看！阮宁顺着清管的眼神看过去，他愕然发现秦云川竟然盯着这个小妾，微微失神。阮宁顿时心头一紧，什么情况？认识还是他像某人？王爷。秦云川收回目光，与阮斌走在前头。瞧见了吧，就是个狐妹子，就连燕王这等人物都被他夫人给他添堵，添的怎么样了？这不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是给卢氏添堵，又不是给你自己添堵，用得着这么为难吗？不过这卢氏也确实漂亮，实在不成买扬州瘦马吧。训练好的瘦马得近1000两，诚如王妃说的，我是给卢氏添堵，不能给自己添堵啊。近1000两，想想都肉疼，心口疼。让他快活，还得老娘花银子，凭什么？也是啊，不划算。那就从家生子里挑，总能挑出个相貌出挑的。喏，他怎么样？阮宁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容嬷嬷扶着阮老夫人从另一条路往祠堂来。祖母，容嬷嬷笑眯眯地对她俯身。容嬷嬷把祖母照顾得真好，祖母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更加容光焕发了。爹爹可得好好赏赏容嬷嬷。老夫人为人宽厚，无事烦心，自然身体硬朗，奴婢不敢居功。众人一起进了祠堂，燕王夫妻先去上香，然后是阮老夫人，接着是阮斌夫妇。瞧见了吗？他盯着人家老久了。他不行吧？他是伺候我祖母的。我再从别处拨2个丫鬟来伺候老夫人，就换这1个丫鬟，成不成？你说谁？那边烧纸的丫鬟。阮宁松了一口气，只要不是容嬷嬷，他要谁都行。燕王爷是不是认识卢氏呀？不会吧？瞧见没有？一前一后出去了。这里香味太重了，我出去透透气。阮宁带着清管先一步离开祠堂院子。小姐，咱们去哪儿？阮家有个观景楼，位置不错，能看见整个府上的风光，恰好离这儿不远。秦云川，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他带着清管爬上观景楼。果然这里能将整个阮府的风光尽收眼底。那个人的背影好像咱们家王爷呀。不是像就是。那王爷对面的女子是阮府的小妾。阮宁心头一滞，他眼睁睁看着那女子要对秦云川跪下，秦云川却伸手扶住了他，紧接着女子扑进他怀里哭了起来。这王妃别看了。没事，看看怎么了？他们敢做，我还不能看了。那女子到底是谁？秦云川为什么会允她扑在他怀里哭？卢氏肚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种？这里风大，我们走。王妃，咱们回祠堂吗？告诉祖母和我爹，燕王身体不适，我们先走了。小厮连忙躬身领命，阮宁则径直往2门出去。燕王府的马车已经停在那儿等他，阮宁直接上车。王妃，我们不等王爷了吗？你留下等吧。不，奴婢当然要跟着王妃了。这人还没到齐吧？走不走？主子要走，你不走就下去。走，当然走。那咱不等王爷了吗？你是王爷的奴才还是王妃的奴才？你是认不清主子还是听不懂主子的话？懂，主子坐稳了，驾。
哦，因为本王身体不适，所以他把本王撇下，自己走了。回王爷，卑职还没成家，不知道女人都是怎么想的。卑职叫阮家人备车。不必。秦云川走到袁亨的马旁边，拽着缰绳，翻身跳上他的马。王爷，您的身体无妨，丢命哪有丢脸重要？驾！秦云川驱马前行，让他坐下人的马车，断不可能。他坐自家马车来的，离开时却得借用老丈人家的马车，让老丈人一家都知道他被自己的媳妇儿给扔下了，那更不可能。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丢命都不可怕，面子绝对不能丢。阮宁扶着秦云川上了马车。王爷哪里不舒服？找到你之前浑身都不舒服，但见到你之后哪儿都舒服了。你刚才说的是玩笑话吗？不是啊，真心话。你不信？不像你会说的话。那我发誓。没等他话出口，秦云川便一把抓住了他的手，把他拽进怀里，低头堵上他的嘴，两人呼吸相缠，气息越来越急促。你这样都不像病重之人了。秦云川见他似乎已经不再生气，便也老实多了，只是抱着他。至于他和卢氏的关系，两个人谁都没提。这就像一颗浅埋的雷，谁也不知什么时候会炸。爹，我朝还有陪葬的风俗啊！陪葬之习俗，前朝已废除，我朝还不曾有人陪葬。不过，若是亡故之人位高权重，他有此心，也可叫亲近之人陪葬。那若是燕王死了，燕王非要陪葬吗？怎么忽然问这个？燕王死了吗？还没，但看起来也快了。你见他了？今日遇上，他昏倒在戏园子，脸上的鬼纹都散了，整张脸又黑又白。等等，什么叫又黑又白？到底是黑还是白？就是没有人色，气色是苍白的，但脸还黑沉沉的。鬼纹都散了，看来他确实活不久了。也是，这种毒换作旁人，早就死了，他竟挨到了今日。这种毒？什么毒？爹，您知道啊？就是蒙古奇毒，我怎么知道？都是听说的嘛。梁子云神色古怪的看了他爹一眼。小兔崽子，这么看着你爹做什么？找打吗？爹，能不能不叫燕王妃陪葬啊？什么玩意儿？关你什么事儿？梁子云抿着嘴不说话，只拿哀求的眼神看着他爹。上次被他救，怎么还救出感情来了？那倒也不是，就是觉得他人还不错，又年纪轻轻，若是真给燕王陪葬了，岂不太可惜了？可惜，一个乡下来的小姑娘，没有什么可惜的。年纪轻轻就丧命的多了去了。爹，你要是不管，我去宫里求阿姐去。你若真为那姑娘好，就别去啊！为什么啊？阿姐宠我，肯定会帮我的。你要是去了，她只会死得更快。为什么啊？你还太小，说了你也不懂。总之，燕王府的事情你少沾。晚膳时候，秦云川和阮宁都在重瑶院里，两人一个坐在里间，一个坐在外间，各捧着一本书，谁也不搭理谁。今儿会闹起来吗？说不好。小姐可是一点亏都不肯吃的性子。是啊，王爷前脚见了卢氏，后脚他就上戏园子，还差点跟梁小公子去骑马。王爷敢演带病寻妻，他就敢来个以身殉夫，真是一点亏都不吃，所以才怕他们闹起来了。这事儿怨王爷，不要命了。我是小姐的家仆，永远跟小姐一事。是怨我，所以如果闹起来，咱们跟定王妃就是了，别的不管。我听嬷嬷的。两人刚商量好，就听见外间的秦云川啪的扔了手里的书。什么时辰了还不传膳？饿了？传吧，早点吃完早点睡。不出一刻钟，食案便摆上了。干什么呢？有些事儿要禀明王爷。进来说吧。来到秦云川身边，他附耳上前，低声嘀咕了几句。什么事儿啊？是我娘家的事儿吗？说是我娘家的事儿，那不该背着我呀。说吧，什么事儿？忠义侯府派人来，说卢姨娘见红了，怕有小产，听闻裴郎中医术高明，求裴郎中去给看看。卢姨娘虽然只是贱妾，但她肚子里的孩子毕竟是我的弟弟妹妹，旁人家的事儿可以不管，我娘家的事儿怎么能不管呢？金果，叫上裴郎中，我带裴郎中回娘家看看。王爷要一起吗？我陪你去。阮宁冷笑，转身就走。这要是没鬼，他阮字儿倒着写。两人坐在同一辆马车上，马车晃晃悠悠到了阮家。王妃来了，不劳岳母大人。阮宁跟着张氏来到卢氏的院中，劳烦裴郎中，你进去看顾着点。张氏撇撇嘴，翻了个白眼，但还是进了屋子。听说燕王也来了，花厅里呢。燕王今日看着脸色极差，你回趟娘家而已，怎么叫他跟着你来回奔波？万一死在……呸！他为什么来的？爹得会不知道。不是说男人最了解男人吗？不会吧？他不是不行了吗？我听说宫里有头有脸的太监，在宫外置办有宅子，还娶了媳妇，是真是假呀？是真的。阮斌顿时明白，却惊得说不出话来。男人不管行不行，都挡不住他有那份心。倒也不是我小妾啊，舍不得，实在是这卢氏现在正怀着呢，我总不能。爹得跟我说不着。怎么跟你说不着？你若有本事，夫人有本事，我也没挡住你讨小妾养外室。哎呀，爹的好闺女，我是对不起你，这么多年来缺了对你的照顾，那怎么说我都是你爹呀，血浓于水，这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
话直说。卢氏那么年轻，燕王将死之人，卢氏真的是跟了燕王，难逃陪葬的命运呐！这不是害了人家小姑娘吗？你去跟燕王说说，让他别惦记卢氏。阮宁似笑非笑，目光悠悠看着阮斌。你这么看着我干啥？眼神怪瘆人的呀！哼，我不年轻，我不怕陪葬，我死了不可惜。你还真看得起一个乡下女子？我劝燕王，他就能听吗？你这不孝女，怎么跟你爹说话呢？没大没小！你不说，我自己去说去。你跟我一起去。哼，怕自己顶不住燕王的怒火，拿我去垫背。你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她这么漂亮，若是放在青楼也是头牌吧？爹是从哪儿遇见的？会不会是她的来历有问题？来历没什么问题吧？半年多以前，我去酒楼跟人吃饭，他在酒楼里弹琴讨口饭吃，结果被人给欺负了。我给他解了围，还给了他银两，他感激于我，于是就跟了我。你那是什么眼神啊？他自愿跟着我的，我可没有逼他啊。看不出来，爹爹还是一副热心肠。那他肚子里的孩子，确定是爹爹的种吗？会不会替别人养了孩子？说什么呢？当然是我的种，我算准了日子的。我的事不用你操心，担心你自己去吧。阮明气哼哼的拂袖而去，阮宁低头看着自己的肚子，深以为然的点点头。还真是，我得操心操心我自己了。裴郎中出来了，阮宁抬头看裴郎中，正要问问他，这卢氏见红是真的惊动了胎气，还是别的情况？但他走近了一看，怪了，裴郎中竟红着眼睛呢，像是哭过了。裴郎中，回王妃，卢氏这胎是个男孩，有惊无险，您的弟弟保住了。裴郎中眼睛怎么那么红？是哭了？风大，眼睛里进沙子了。阮宁看了看于宁静的夜里一动不动的树叶，风可真够大的。今晚真是辛苦王妃亲自跑一趟，多亏了裴郎中医术高明，这才有惊无险，万幸。不必送了，我也不是外人，不然还是赶紧料理内院的事情吧。阮宁没叫他送，带着自己身边人向外走去。清管凑近他，低声道：“这个卢氏看起来不简单啊，难道真是王爷以前就认识的人？要不然裴郎中那眼红红的是怎么回事？他当了多少年大夫了，见过多少生死之事，只是差点小产而已，何以他都红了眼睛？”阮宁点点头，一言不发。王妃，派人查查他的底细吧，万一对您不利，咱们也好早做准备呀。能查？让谁查？咱们都在内院。他以前是我爹的外室，而且听我爹的意思，他恐怕不是京都人。让黄忠去查呀。黄忠如今在京都混得可熟了，他那些老乡都以他马首是瞻。这么厉害？可不是嘛。行，那就交给黄忠。说话间，主仆一行已经来到了马车边。阮宁想也没想就上了车。黄忠纳闷地看了清管一眼，清管冲他点点头，叫他赶车。另外，让黄忠替我约沈岩，跟沈岩结拜的事儿，他礼都送了，我的回礼却迟迟没给人家呢。不是让王爷给准备回礼了吗？此一时彼一时，刚才我爹有句话是对的。阮宁摸着自己已经微微隆起的肚子，她一个穿越女，可千万不能恋爱脑，不能因为秦云川对她温柔体贴了几天，她就开始依赖男人了。也许卢霜的出现，就是上苍在好心提醒我，该搞事业、搞钱了。我干嘛非纠结他跟卢霜是什么关系？干嘛在意他是否主动解释？女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注意力放在自我成长、自我提升这方面。我们是不是忘了什么？没有啊，这次出来的匆忙，没带什么东西呀。我们好像忘了王爷。您不是故意丢下王爷的吗？上午是故意，这回是真忘了。你们也不提醒我一下，一天连着2次把他丢下，他怕是要气炸了。奴婢们也不敢问你呀。您不生气啦？不生气啊。有句话叫生气的本质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既然我在驾驭男人这条路上无能，那我换条赛道就是了，何必跟自己过不去？是不是啊，清果儿？那咱回去接王爷。咱们到哪儿了？再过一条街口就到崇仁坊了。都快到府上了，还接什么呀？王爷那么精明能干，无所不能的，岂能想不到办法回来？别瞎操心了。阮宁琢磨着，她是孕妇，得早睡早起。她已经想好送沈岩一个什么礼物，以巩固这段充满商业铜臭味的兄妹情谊了。秦云川在阮家客厅里坐了许久，他跟阮斌实在没什么话说。秦云川只等着裴郎中或是阮宁过来，告诉他里头的情况，然后一起回府。回老爷，多亏了裴郎中医术高明，母子均安呐。多谢王爷慷慨相救啊！裴郎中医术真是举世无双呐。秦云川蹙眉请安，既然已经母子均安了，怎么还不见阮宁和裴郎中来呀？时候已经不早了，王爷身体欠安，来回奔波不免辛苦，不如就委屈一晚，下榻在寒舍吧。不必了。秦云川踉踉跄跄，脚步虚浮地向二门外走去，阮斌跟在后头恭送。等送到二门外，宾主全都傻眼了。秦云川乘阮宁的马车来的，但现在马车呢？要不王爷还是住下吧。不必，下官派车送您回去。秦云川今日还是干了他觉得极为丢脸的事情，被自己媳妇儿丢下，坐着老丈人家的马车回府了。
千云川脑门喷火，要气昏。他阔步来到重瑶院，闪开！王爷，您小点声，王妃肚子大了，夜里睡不好，万一惊醒很难入睡。听闻此言，千云川愤怒的火焰立刻被浇灭了。知道了。千云川竟然乖乖的跟丫鬟道，他脱去了外头的衣裳，轻手轻脚的去沐浴更衣，又换上了柔软舒适的细棉里衣，这才小心翼翼的钻进被窝，恐怕将他吵醒。这小祖宗一个不高兴，忽然决定不生了，可就麻烦了。次日，千云川仍早早起身，等本王练功回来再跟你算账。只不过千云川怎么也没想到，他不过去练了半个时辰的功夫，回到了重瑶院，却不见了阮宁。王妃呢？回王爷，王妃去药房了，说是有一剂难配的药，需得好好研究。什么药？她哪里不舒服？王妃没有不舒服，说是治外伤的药，以备不时之需。千云川拧着眉头，他觉得没那么简单。他出了重瑶院，下意识的想迈步去药房，但他生生控制住自己的脚步，硬是逼着自己去了书房。他年纪小，但这臭脾气不能惯着，动不动就生气了，还躲着本王，绝不能姑息纵容。昨夜里压下去的怒火，今日又翻腾上来，比昨儿的火还大。眼看太阳已经到了正中间，却迟迟不见阮宁，遣人来请他回去用饭。什么时辰了？回王爷，正午了，要传膳吗？传吧。书房的午膳一点都不香。千云川在怀念重瑶院里与他的小王妃一起用饭的时光。王妃，用饭吧，您本就消瘦，现在更是不经饿，奴婢都听到您肚子叫了。王妃再不停下来歇歇，奴婢就放肆上来抢吧。别，不用你抢，放下手里的活儿，这才去离得最近的小厅里用饭。你去盯着他们，我刨着的东西别让人乱动，弄不好有毒的。王妃，您要毒死谁呀？没要毒死谁，您不想说，奴婢不问就是。阮宁哭笑不得的摇摇头，他用罢了饭，去炮制调配他想要的那种成药。王妃这会儿在忙什么呢？回王爷，王妃一直都在药房。还在药房？是，商务都没有回重瑶院呢，让厨房把饭食送到了药房那边，离得最近的小花厅里。千云川皱起眉头，隐隐有些担忧，他该不会又在配打胎药吧？叫裴郎中去药房看看，看王妃是否需要帮忙。裴郎中懂药草，行内人，他没法骗。一直到晚间，千云川忙完了他的事儿，等他回到重瑶院，却发现阮宁还没回来。王妃不会还在药房吧？回王爷，正是。裴郎中呢？叫他过来回话。裴郎中倒是来得很快。王妃在研究什么药？王妃要配一种治疗外伤的药，倘若这种药配出来呀，诚如王妃说的那般神奇，便可用于战场之上，能够救无数将士的性命，其价值，那不可估量啊！他当真不是在配堕胎药，是自己误解他了。这等药何必急于一时？这药里头有几味药是剧毒，特别是草乌，少量便可致命呢，非常复杂。对药材的炮制以及配比，这要求实在太高了。王妃呢又是精益求精的人，她怕是要忙上一段时间了。这么危险，她现在怎么忽然钻研起这个来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是她怀孕养胎的时候。现在研制，若能够赶上王爷起兵之前研究好，意义非凡呐。真刀真枪之下，那得有多少流血，多少外伤？那药是止血救命的神药，那将是无数将士的性命依托，也是王爷胜利的基石啊！他现在还在药房研究呢？那倒没有，王妃身边那个叫做青果儿的丫鬟，像个管家婆似的，这会儿正压着王妃用晚膳呢。王妃这股钻研的劲头啊，真是比老夫当年还激进，不愧是老夫的师傅呀！谢云川眸色沉沉地盯了他片刻。对了，王妃说她今晚呀可能要回来的晚些，王爷用了晚膳，该睡就睡，不用等他。裴郎中说完拱手告辞。等等，回来怎么着？他还要熬夜研究药材吗？那倒不是，王妃今晚要抓老鼠。秦云川无语，他满脸写着离谱。王妃说要用老鼠试药，这个办法好，老夫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抓什么老鼠？让他回来。秦云川竟然穿着衣服坐在床边上睡着了。他半夜惊醒的时候，发现里头的床铺还空着。他忽而听见外间有均匀的呼吸声。秦云川阔步来到外间，这才瞧见阮宁在外间的美人榻上睡着了。你睡在外间是怕惊扰，还是故意躲着我？秦云川一起抱去了里间的床上。他想起清管警告他的话，孕妇惊醒了难以入睡，他动作格外小心。秦云川不曾想到接下来的好几天，阮宁要么早出晚归，一天3顿饭不和他一起用，要么他甚至就睡在药房紧邻的客房院子。这要不是为了躲着本王，本王找不出其他理由。秦云川忍无可忍，什么大男子主义，什么面子大过天，他这会儿通通不要了。他径直来到药房。阮宁，你故意躲着本王好几天了，气消了吗？能回去了吗？阮宁盯着一个大琉璃缸里的老鼠，聚精会神，目不转睛。知道这是什么吗？别捣乱，再把老鼠给我吓死了。秦云川无语，怎么忽然觉得他对老鼠的关心比对他都多？呸，怎么拿自己跟老鼠比起来了？出息。
这是实验鼠，我刚给他喂了最新炮制的草屋，已经失败36次了，希望这次能成功。失败36次了，如果这次，我是说，如果再失败了呢？那就再换方法，再实验呗。就是辛苦大家了，每天晚上给我捉老鼠，还得是活的、健康的。他们说王府的老鼠都被捉光了。你这研究的是什么药？是一张绝密级的药方，可谓中华瑰宝，伤科圣药。只要我能成功把它还原出来，此药必能成名于世，飞名海外。此药名曰万应百宝丹，可以治疗各种内外出血，比如创伤出血、消化道、呼吸道出血、脑出血等等。你继续说。怕分神，不说了。他埋头继续自己的研究，当真一言不发。宁宁，今晚早点回崇瑶院，我们一起。今晚不一定，今晚得观察37号试验体。不能放一放吗？你怀着孩子呢。哦，孩子不会有事的，王爷请出去吧。秦云川离开药方所在的院子，他心里像是空了一块。王爷，元亨元素伟受伤了，伤势很重，血流不止啊！秦云川懵了片刻，这是怎么回事？王爷，听闻王妃有止血的神药，求王妃救救元亨吧！快传陪郎中。王妃止血之药还未研究好，有一味药的毒性尚未能去掉。是，谢王爷解惑，卑职僭越了。王爷，元素伟怎么样了？秦云川抬眼一看，跑在前头的并非陪郎中，反倒是阮宁。先让他吃下这个叫保险子止血神药。这是本王的素卫，是大活人，不是关在琉璃缸里的老鼠。草屋炮制成功，已经去掉毒性，可以有效止血。阮宁没有理会秦云川，阮宁掰开元亨的嘴，将药丸塞了进去。伤口又窄又深，处理不好，极容易滋生厌氧菌，有感染破伤风的危险。原来如此，难怪战场上许多将士受了伤，当天没事，然后3、5天之后，伤亡率却会大幅上升呢。我们现在还没有破伤风针和青霉素等抗生素针剂，所以做好伤口的处理更要紧。硬是把秦云川和岩化惊得连呼吸都忘了。观察3天，没有持续性发热，伤口没有红肿，就基本脱离危险了。阮宁又拿出2颗万应百宝丹交给袁化，1个时辰后再给他服用1颗，明早再服用1颗。今晚得有人守着他，时不时的检查，看他是否发热，是否有持续高热。不行了，我太困了，明早再来看他。袁化还未来得及磕头拜谢，阮宁已经挥挥手大步离开了。袁化和裴郎中都目光灼灼看着秦云川。我师父还怀着身子呢，这一站1个多时辰，他处理伤口的时候高度专注，肯定是累得不轻呢。秦云川狠狠瞪了裴郎中一眼，他又不瞎，用得着旁人说吗？秦云川大步追着阮宁离开的方向就去了。阮宁倒头就睡着了。秦云川什么时候追过来，蹲在他的床边，都说了些什么，他一点都不记得。他一觉睡到了大中午，他睡醒之时几乎是被饿醒的，但想起元亨的伤，他没顾上吃饭，就往元亨那儿去了。王妃救了卑职的命，是卑职的救命恩人。你别动，饶了我吧！你再把伤口弄裂了，我都要哭了。躺着躺着。发热了吗？昨晚发了一阵子热，今早啊这热就退了。我给开了药，师傅你看看药方增减如何？阮宁看过裴郎中的药方，点点头，又留下2颗万应百宝丹。这药不但能止血，还能消炎止痛，今日再服2次。裴郎中看着那药，眼睛都亮了。袁化呢？他弟弟伤得这么重，他也不守着。裴郎中把他拉到一旁，王爷亲自带着袁化给元亨报仇去了。亲自去？放心，王爷有分寸的。再说这次偷袭元素卫的人，跟上次王爷遇到的伏击中毒箭的那次有相似之处啊！王爷早等着收拾他们呢。我有什么不放心呢？得知秦云川不在府上，阮宁莫名的就放松下来。他来到床榻边，你没事就好，但前3天别动弹，免得扯到伤口，还要继续观察，如有发热赶紧找我。阮宁叮嘱完，高高兴兴的走了。想什么呢？我阮能好了，一定要先去给王妃磕头谢恩。我这条命是王妃给的。那是我师父啊，厉害着呢。你一说王爷不在府上，王妃好像挺高兴的。呸！别胡说，叫王爷听见你这条刚捡回来的小命又没了。这么好的师傅，王爷不会给弄丢吧？要说救命恩人，小王妃何止是元亨的救命恩人呐？王爷脸上的鬼纹，他身上的毒都是小王妃给解的呢。裴郎中哪里知道阮宁已经给自己准备好了退路，他要配制的药已经成，自然要把他送给懂行的人。阮宁约了沈岩在他的茶庄见面，临见面的前一天晚上，秦云川浴血归来，他提着一颗人头来到元亨的床前。王爷哥，王爷给你报仇了，你恢复的怎么样？我好了，王妃的医术还有药是真神了，以前没有伤得重的兄弟都没能挺过去，我这少受了多少罪，伤口那么大，但我也没怎么觉得疼。哥，我明日差不多就能起身，你陪我去给王妃磕头谢恩吧。你歇着吧，好好再养几天，王妃不计较你的虚礼，心里有数就成。是，你好好养伤，明日我替你去给王妃磕头谢恩。秦云川听着他的左膀右臂如此感激崇拜他的小王妃，他心里颇为温暖。王爷您赶紧回吧，几天都没见着王妃了。到崇瑶院，他来到床边，心跳很快，咚咚如擂鼓。他救了他的下属，就以感谢为开头吧。
阮宁，醒醒，你起来，我们聊聊。像是梦呓，因为他哼完又呼呼睡着了。秦云川心浮气躁，不出所料，这晚他失眠了。天刚蒙蒙亮，他便起身去练功。只是平日里练上个把时辰也不会累，今日却不知是怎的，才半个时辰他就体力不支了。不练了。他胸中憋闷，他跟阮宁不能这样下去了。去准备画舫，要京都最大的，把整个画舫包下来，按王妃的喜好装扮。今日要处理的事物都先压着，等明日再办。今日本王要带王妃去放纸鸢，准备1000只天灯。今晚带王妃去放天灯。放天灯不是可以许愿吗？他要让他的小王妃一次许个够。秦云川一条条一件事安排下去，等秦云川安排妥当，回到重瑶院。宁宁，王妃出去了。去哪儿了？说是去福宝路的宅子看看。备车。秦云川马不停蹄赶到福宝路的宅子处。王妃今日没有来。坐在马车里的秦云川脸色黑沉的难看。联系暗卫，查清王妃现在的位置。他已经命人准备了画舫、纸鸢、天灯，可他想哄开心那个女孩子却不见了。秦云川又回到府上。阮宁会在哪儿呢？他总不会跑吧？哎呀，王爷，原来您在这儿呀！难怪裴某去书房找您都没有找到呢。你不是在元亨那儿？元亨没有大碍了，这喜讯得第一时间禀报王爷呀。裴郎中递给他2只小瓶子，这便是王妃潜心钻研这么长时间研制出的止血、专治跌打损伤的神药半应百宝丹啊，有口服和外敷2种，但都是止血圣品。这2种药若是能够在军中，可大幅的降低将士们的伤亡率。不但是能够救命，更是能够振奋士气的定心丸呐！原来他不只会西朝禁止的针术，当然不止。王爷是不是惹我家师傅不高兴了？我师傅这么厉害的小仙女，您怎么能够欺负人家呢？别看人家年纪小，人家还救过王爷您的命呢。哪里是本王欺负他？卢霜的事儿，王爷是不是没告诉王妃啊？秦云川脸色一寒，当我没说。裴郎中摇摇头，伸手要那2只小瓶子，这是师傅赠予裴某的。秦云川却只拿着瓶子，不愿给他。您若是对我师傅好点，别说这药，就连秘方他能不给您吗？您至于要私吞裴某人的药吗？他伸手夺回自己的2瓶药，怕秦云川再给他抢回去。他宝贝似的紧紧揣入怀中，一蹦2跳的飞快从秦云川身边逃开。秦云川皱着眉，反复思量着裴郎中刚才的那番话。他派去联系暗卫的人，此时也带着消息回来了。回王爷，王妃在如意茶庄。是沈岩的如意茶庄？是。走去茶庄。阮宁这会儿也刚到茶庄，沈岩倒是一早就在等着他。早就想跟你商量结拜之事，但是听说燕王病重，怕你不便。如今听闻燕王的身体好些了，也终于有了机会。多谢大哥一直记挂，小妹这次来还有一样结拜之礼送给大哥。怎么这么客气多礼？再说结拜的礼，燕王早就叫人送来了呀。那是他送大舅子的礼，这是小妹准备的礼，礼多人不怪嘛。沈岩被这句大舅子逗乐，他愈发期待结拜的仪式了。他想看看燕王再见他的大舅子会是什么表情。2人在雅间里说话，锦瑟也恰来到茶庄，他径直来到沈岩的随从身边。沈爷在吗？我有要事找沈爷。沈爷这会儿在忙，不方便见。是要紧事，我如今出来一趟不方便，而且我待不了多久就要走。锦衣娘若是不便，便叫丫鬟送信就是，何必亲自冒险走这一趟？那我等会儿沈爷，沈爷在那边屋里吧。沈爷见贵客呢，连我们都不叫离得太近，你别过去。我又不偷听。再说我要告诉沈爷的消息，沈爷肯定感兴趣。随从摇了摇头，不肯放行。锦瑟撇撇嘴，愈发好奇沈岩这会儿在见谁，什么贵客，这么大排场。趁着那随从没留神儿，锦瑟绕过随从，朝沈岩专属的雅间快步走去。你！锦瑟得意地勾了勾嘴角，他脚步轻盈地靠近窗户，他从窗户缝里往里看去，隐约看见是个女子。就在锦瑟以为马上可以看见那女子的正脸时，一根飞针冲着他面门就来了。带过来。完了！锦瑟还没爬起来，就被突然出现的暗卫给摁住，压到了雅间门前。竟敢偷听，不知死活！此等宝贝的确是绝密，偷听之人留不得，拖下去。沈爷，饶命啊！奴婢什么都没听见，奴婢有消息密告沈爷，求沈爷至少听了奴婢带回的消息。不必了。等等，她是秦昊的小妾。正是。怎么，你想见见？你们以前见过一次。哦，可以见吗？只要你想见，就没有不可以。带进来。是他，是燕王妃。见过吗？什么时候？在一家茶馆外头，他用世子的马车挡住了你的路，叫你没法上车。锦瑟的脸腾的红了，他窘迫的低下头。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我怎么觉得他……抬起头来，让王妃好好看看。锦瑟僵硬的抬起头，觉得有点眼熟，有点像我。故意模仿的，仿得像吗？这是何意啊？别问我呀，去问秦昊，问问他是何用意，还没死心吗？
锦瑟浑身剧颤，话都挑明到这个份上，他肯定是活不成了。管他呢，是他先负了阮宁，阮宁可没对不起他。沈岩和锦瑟听闻这话，都微微一愣，觉得他像是在说自己，却又像是在说另一个人。看他和我有几分像，冲我的面子饶了他吧。想来他也没听到什么机密。锦瑟浑身又是猛地一颤，燕安王妃在替他说情。没有，奴婢什么都没听到。你都开口了，我还能怎么办呀？还不谢王妃？谢王妃不杀之恩，奴婢什么都没听见。今日之事也绝不会从奴婢口中泄露半个字，如有违此言，奴婢不得好死。瞧把小姑娘吓的，给她叫壶茶下去压惊吧。啊，怀着身子呢，那浓茶可不行，煮一壶阿胶红枣安胎茶吧。锦瑟闻言惊讶地看着阮宁，他因为阮宁才有了今日地位。倘若不是因为他有几分像阮宁，或许他现在还在画舫里天天陪笑，迎来送往。他跟阮宁只见过一次面，并且是他自不量力的挑衅阮宁，可阮宁根本不记得他，甚至沈岩提及那次不愉快的经历，阮宁也根本没放在心上。原来自己把燕王妃当作假想敌，但在人家燕王妃眼中，自己根本不够分量。你说有消息禀报，什么消息？要我回避吗？但说无妨。世子同老太妃说起，小皇上近来连做2次噩梦，梦见燕王康复，带神兵从天而降，攻破皇城，夺取皇位，恐怕小皇上要等不及了。阮宁面色微凝，还有什么？别的就不知道了，也许他们最近要有所行动吧。难怪元亨受了那么重的伤。元亨原话是秦云川的宋卫统领，更是他的左膀右臂，要除秦云川，自然要先斩断他的爪牙利刃。如此，你的处境也十分危险，日后出门要多多留神啊。多谢兄长关心，我会小心。燕王也派了暗卫随时跟着，等贝尔铁熟悉京都的规矩，西朝官话再说得好些，我就把他带在身边。兄长，结拜之礼我想风光大办，到时候多捐些香油钱，就在大相国寺里办，请上京都的达官名流一同见证。我沈岩的妹妹可不能够受委屈。妹妹，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我就不要那么高调了吧？是嫌燕王府数不够大，不够招风吗？至于委屈，兄长不叫我受委屈，平日里多照顾我，就什么都有了。你下去吧，今日之事全看我家妹妹的面子，日后好自为之。是，谢沈爷，谢王妃。锦瑟心悦诚服的叩首，他对阮宁再也嫉妒不起来了，甚至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欢。如今的小皇帝以及支持他的势力格局太小了，燕王功勋卓著，这西朝的江山若没有燕王能够安稳到今天。皇帝听信小人谗言，有的时候真的是君逼臣反呐。阮宁抿了口茶，议论朝政。皇帝的话他不想接枪，这止血治外伤的神药可太宝贵了，多少战损是死在外伤得不到有效的救治之下的。这神药若能够应用在军中，不夸张的说，这是制胜的法宝。你就这么送给我了？古人说宝剑赠英雄，这好东西就得送给识货的人，才不亏负它的价值。兄长在此，多谢妹妹。也替将来沙场之上因此药而能够保住性命的将士多谢妹妹。相信兄长能让他发挥最大价值，但结拜之事就不必大张旗鼓了，郑重是应该的，但不用张扬。好，听妹妹的。来人，通知爷在各处的大管事，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京都，路上换车换马人不停，3日之内必须赶回。倒也不必，这回听我的，你送我这药还有绝密的药方，燕王知道吗？他没问，我也没说，但他若问了，我一定据实相告，没什么好隐瞒的。那你不怕？怕什么？怕他误会。我说了，他若问，我必坦诚相告。再说，我不是有哥哥了吗？有娘家兄弟撑腰，我还怕他欺负我啊？我认哥哥干什么呢？好，以茶代酒，咱们兄妹先干一个，就冲你这句话，哥哥也不能够让你失望的。宾主尽欢，沈岩把阮宁送出茶庄，但茶庄门前却被一辆硕大的马车挡住，且有一行训练有素的侍卫在那马车前后都严密地守卫起来。沈岩微微一怔，这阵仗，大马车轻轻一晃，一个彼此都很熟悉的人从马车上下来。哟，原来是燕王，不曾远迎，失礼。王爷怎么来了？来接你。今日天气晴好，带你放纸鸢去。趁这么大阵仗，他病重的燕王都亲自现身，就是为了放纸鸢呢。我要大纸鸢，这么大的。好。沈岩无语，怎么前一刻他还觉得这俩人在生气，气压低沉，但这一刻他又觉得空气里有点甜呢。阮宁走到秦云川的马车前，秦云川却把他抱起来，轻轻松松托举到马车上。你们礼貌吗？这是你大舅子，我娘家兄弟，以后承蒙王爷照拂。大舅哥放心，本王定会照顾好宁宁，不劳费心。扬长而去。沈岩目送马车渐行渐远，他从袖中拿出一瓶药，反复端详。他能制出那奇香，我便觉得他不简单，没想到还是小瞧他了，趁着急了。也没听说云梦城人杰地灵，怎么就长出这么一个阮宁呢？很高兴你来接我，没发脾气，还带我放纸鸢，我为什么不高兴？你是为这个高兴？
不全是。千云川深吸一口气，安慰自己，幸好他没说全不是。马车行到山脚下，就无法再往上走了。走不动了就告诉我，背着抱着，本王都行。没生气？有点。那扯平了？怎么就扯平了？他跟梁子云一起看戏的事儿还没算账，这又悄悄见了沈岩，还扯平了。千云川心中郁闷不忿，忽然弯身拦腰将他抱起。放我下！千云川却已然纵起功夫，身轻如燕，速度奇快地向半山腰飞掠而去。等到了半山腰，这直男的思维很可怕，放纸鸢就好好的放纸鸢，弄这么多纸鸢，闹呢。等你玩够了，就把这纸鸢送给城南平民家的孩子，他们定喜欢如此漂亮的纸鸢，倒也物尽其用。纸鸢的确很漂亮，阮宁的选择困难症都要放了。他还没纠结完，就瞧见大纸鸢忽然乘风而起，千云川也正拉着线轴来。阮宁走上前，拿着。我这么大的纸鸢，我不会放。有我呢，肯定能放起来。哎，要掉了！纸鸢能飞多高，飞多久，飞到全在线轴，而线轴就在你手里。宁宁，本王的线轴在你手里。阮宁握住千云川交给他的线轴，这会儿的山风很给力，纸鸢越飞越高。阮宁正享受这一刻的恬静美好。袁化快步从山坡底下走来。什么事？过来回话。回王爷，阮家的马车来了王府。你是袁化吗？回王妃卑职是。阮家的马车是我爹来了。袁化把头埋得低低的，千云川若有所思，也没说话。阮宁立时明白过来，他哼笑一声，把线轴塞回千云川手里。哼，王爷的线轴还是自己拿着吧，风大，纸鸢也大，抓着挺费手的，我就不做这吃力不讨好的活了。宁宁，阮宁抬脚就往山下走。站住！今天你必须把话说清楚，你究竟在气什么？我哪里生气了？我敢生气吗？我不是一直对王爷笑脸相迎吗？你还要我怎么样？把王爷您供起来吗？本王还没死呢，不用供那么早。那我就……阮宁话没说完，忽然被千云川搂在怀里，霸道地吻了下来。他凶狠残暴地掠夺着他口中的空气，两个人的呼吸紧紧地缠绵在一起。原话无语，这是他能看的吗？他赶紧转过身，背对着两人。要说清楚是吧？那你先说清楚，怎么回事？原话转过来，把话说清楚。那个是阮家的那个姨娘卢氏借忠义侯的名义前来王府寻找王爷，陪郎中说还是得来禀报王爷一声。阮宁两手环抱在胸前，一副我看你怎么解释的表情。说清楚了。就这，清楚什么了？清楚不是我爹来找你，是卢氏来找你。他究竟是我爹的小妾，还是你的小妾？我祖父忌日那天，你们在园子里说什么？为何当晚他见红，你那么紧张？别人家的小妾见红，你堂堂燕王，巴巴的跑去看，你欠他的呀！你吃醋了？原来你也会吃醋，并不是毫不在意本王。你少岔开话题，今日能说清楚就说，不能说清楚，以后就再也不要说了。千云川挥挥手，叫袁化退下。她是我一个旧部的妹妹，前来京都寻找他哥。卢氏的兄长在一次行动中，为了保护裴郎中，伤到了命根子。原以为他必死无疑，但也不知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他捡回了一条命，但不行了。千云川说得很慢，吞吞吐吐，但阮宁听得很明白。古代人讲究传宗接代，要不能叫命根子。我原以为他会一蹶不振，打算给他一大笔安家费，让他回老家去，从宗族里过继一个孩子。没想到他却要入宫做太监。上次我得知你在宫里，就是他传了口信儿。勇士啊！身残志坚，身体不行了，但还能想到这样的办法，继续发光发热，而且在宫里做内应，那是站在刀尖上跳舞呀。卢哥真乃豪杰也。他只有卢双一个妹妹，爹娘都没得早，兄妹俩相依为命。他参军之后，把妹妹寄养在一个远房的叔伯家里。那时候他妹妹才7、8岁，他在军中很拼，算是一路靠不怕死的打拼，用军功拼到我面前，成为我麾下一员干将。阮宁再次敬佩一番。这是铁血硬汉啊！他进宫之前只求了本王一件事，求本王照拂他妹子。本王没想那么多，遣人去找他妹子，给他送去一笔钱财，却没想到照顾他的那一家人怎么了？照顾他的那远房叔伯真是禽兽不如，竟行出父子同聘之事。父子两人都强迫于他。派去的人找到那家的时候，他已经逃了，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所以王爷心里存着对他哥哥以及对他的一些愧疚。愧疚是那对畜生不如的父子做了这样禽兽的事情，本王为什么要愧疚？本王得知此事，便命人割下那对父子的首级，焚了他的家。本王只是觉得这一双兄妹命途多舛，太可怜了。千云川粗粝的大手轻轻捏了捏阮宁的脸，他有些哭笑不得。本王没想到你是因为他跟本王生气，他的事本王原不想提起，不想让你听到这些，你倒还跟本王闹脾气。现在知道了，不生气了？哼，还是要生气。不管他身世多可怜，从他逃走到现在，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你骗我。本王句句属实，为何说本王骗你？宁宁，你这话可太叫本王伤心了。哼，也许是句句属实。什么也许？就是。那就是没说完整。王爷一定隐藏了什么？我能隐瞒什
什么一个别人家的小妾，本王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至于那么饥不择食，宁宁，你究竟是对本王没信心，还是对自己没信心？本王这辈子唯一动心过，唯一放得下一切面子，放得下架子去哄去讨好的人，只有你一个。阮宁望着他，四目相对，他能听见他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的声音。他能说出这么一番话，其实已经很让阮宁意外了。听你刚才的描述，你以前应该没有见过卢氏，但祖父忌日那天，我们一起去阮家，下车遇见卢氏的第一面，你应该还不知道他是谁。可你看卢氏的眼神，分明是微微一愣。别说我多疑，就连张氏和我爹都看出来了。那是因为他像一个人，别问是谁，等以后大局已定，我一定亲口告诉你。阮宁深深看着秦云川，他清楚地看到了他眼底的真诚，以及被掩埋下去不愿提及的过往。好，我等着。我还准备了游船和天灯，大婚这么久，还没带你好好玩过。卢氏怎么办？晾着吧。王爷已经大婚了，卢氏毕竟是女子，这种事不是由妻出面更合适吗？你愿意出面解决？我可是燕王妃啊。那就辛苦王妃了。好说。卢姨娘今日来所谓何事啊？王爷身体不好，卢姨娘有什么事就跟本妃说吧。卢氏眉头蹙起，焦灼中透出失望。阮宁进了花厅，在尊位上坐下。阮宁鼻子微动，这花厅里的味道不大对劲儿。他的目光不由落在卢氏的那盏茶汤上。卢氏没等他赐座儿，就在客座上坐了下来，并端起那茶盏猛灌了一大口。没规矩，快去请陪郎中。卢氏微微一愣，你究竟是什么人？来燕王府是何目的？碰瓷碰到本王妃身上，你好大的胆子！他的茶谁给上的？来几个粗壮的嬷嬷，把茶水间和这花厅的窗户和门都给本妃守好了，不得放任何人离开。卢氏大惊，他腿一软，颤巍巍的跪下。王妃这是干什么？婢妾做错什么了？阮宁不理他，只等陪郎中来。哼，看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就是你最大的错。我家王妃叫你做了吗？恰在这时，陪郎中到了。王妃，他茶里怕是加了料，本妃已经叫人守好了之月，还请陪郎中仔细看看。他上前搭脉在卢氏的腕子上，确有小产迹象。上次不是告诉你了吗？好好在屋里养胎，不要动气，不要行房，要照顾好身子。你这孩子，这怕是得……我问你，你肚子里这个孩子究竟要不要？王妃这话什么意思？秦果，守好门，别叫人进来。阮宁在卢氏身边蹲下身来，低声道：“字面的意思，茶里的药是你自己加的吧？王府和你无怨无仇，更无利益纠葛，王府的人为何要对你下手？所以本妃猜测你是个狠人，为了你想要的结果，就用自己的命和肚子里的骨肉放手一搏。我没有。”有字还没说完，他两眼一翻，晕了过去。王妃怎么？你想问我为什么要扎晕他？我不扎晕他，你不就把真数泄露了吗？不是，裴某是问王妃为何那么说，她为何要使自己小产呢？我为她保胎，你检查那茶汤。阮宁一边说，一边将银针碾入卢氏的穴位之内。裴郎中闻言，连忙去检查茶汤。阮宁正在行针，待他扎好针，叫清管上前搜身。是这个吗？清管从卢氏袖子里翻出一团纸，裴郎中接过那纸，仔细嗅了嗅，有麝香、红花，他为何不爱惜自己的身子，不想要这个孩子呢？裴郎中难道不该问他为何要来王府吗？王府门第这么高，一个侯府小妾竟然敢登门。他想另攀高枝到王府做小妾。将人准备马车，另外去通知我爹，叫他去城外庄子上。待马车备好，把卢氏抬回了阮家的马车上。阮宁则上了王府的马车，一行去了阮宁在城外的嫁妆庄子。你是怎么想的？因为他哥救了你的命，你又在亲戚家遇到那事，你觉得亏欠他们兄妹？哎呀，是啊，可我没有想到他有这种心思呢。这别说您了，王爷也不能够答应啊。他哥的事儿，他知道了吗？那是绝密，不可能叫他知道。说是为了补偿他，你愿给他什么？这裴某没有想过。你愿意收他做义女吗？愿意，只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呢。若是他要钱呢？你能给他多少钱？500两能拿出来吧？师傅也太小瞧徒儿了，跟着王爷做事儿，裴某怎么可能是没点家底呢？行啊，下次记得孝敬师傅。裴郎中无语。王妃，卢氏醒了，你在外间听着，不要出声，不要进去，我喊你，你再进。阮宁进的卧房里间，卢氏连忙从床榻上坐起来。这是哪儿？你想怎样？今日之事都是意外，婢妾没想招惹王妃，求王妃高抬贵手，放过婢妾吧。那你来王府找王爷是想干什么？没想招惹本妃，那看来你是想招惹王爷了。婢妾不敢，婢妾是想找哥哥。那日在阮家，你不是已经问过了？王爷怎么告诉你的？王爷没说，只说看我哥哥的情面，会照拂婢妾，叫婢妾衣食无忧。你哥哥已经为朝廷捐躯，不在人世了。你说什么？亲人投身兵戎那天，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结果吗？王妃真是冷漠。你哥哥骁勇，顾全大局，曾经救过一位大夫，这位大夫没有孩子，愿意收你为义女，但也还是要问问你自己的意思。毕竟你如今是忠义侯府的人，当初你哥哥英勇捐躯之后，王爷便送了抚恤金回去，只是没找到你，但已经帮你杀了仇人，报了仇，这笔抚恤金还给你留着。又或者你还有什么
么别的想法，也可以说说。小女愿任义父，为义父养老送终。我哥哥是王爷麾下大将，是忠义之人，小女也愿为王府效力，至死不渝。求王妃留下小女，叫小女给您做个洗脚婢吧。卢姨娘真是玩笑话，你是我爹的姨娘，肚子里还怀着本妃的弟弟妹妹，怎能叫你到王府做个洗脚婢呢？婢妾不想委屈，不是您委不委屈的事儿，是身份不允许。忠义侯府的孩子，即便是庶出，也比王府洗脚婢所生的孩子金贵多了。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孩子的出身想想吧。阮宁她听见了轻轻的脚步声，外间似有人进来。什么孝敬我，张氏跋扈！我才刚进门，他就把丫鬟往侯爷怀里塞，趁着我有身子不方便伺候侯爷，就给我上这样的眼药，以后能有我的好日子过吗？无论是张氏还是我爹，那都是我的长辈。从孝道上来说，我不能在背后议论长辈的长短，但我跟卢姨娘面对面，不如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往自己的茶里放麝香和红花，此等堕胎之药，是想干什么？我没有。偌大的燕王府，连这一点小伎俩都看不出，何以在京都立足？让我来猜猜，你今日要求见的原本是王爷，所以那些药是你准备在王爷面前服用的。在他面前，一个娇弱的小女子不慎流产，浑身是血，必能激起王爷的怜悯之心以及保护欲。婢妾不敢，这只是王妃的胡乱猜测，婢妾没有这心思。卢姨娘真是嘴硬，王府的郎中在你的茶里以及你身上搜出了一模一样的药，要我把证据交给我爹吗？不要，我也不想为难你一个孤女，只是你提的要求我没法答应。你想认义父，还是要一笔钱财？这可是你哥拿命给你换来的，以后的路就要靠你自己走。义父，一笔钱财，王妃说的对，我在忠义侯府做妾，即便认了义父，恐怕也不能在义父面前尽孝。所以您能给婢妾5000两银子吗？5000两，你还真敢提呀？当本妃是个小妇人，所以好欺负吗？5000两，你去问朝廷要吧。王妃等等，是小婢妾无知了。那2000两总有的吧？我给你500两，我好声好气跟你说话，给你脸了。以你哥在军中职务，朝廷规定的抚恤金额是50两，你若再贪得无厌，我不如送你下去，跟你哥团聚。1000两，婢妾只跟你要这一次，您给了，婢妾就老老实实回阮家，安安心心养胎。事后若不是在阮家遇见，婢妾永不再出现在您面前。800两，多的300两，我去跟王爷说，你再多说一个字，这条件我就当没提过，你爱怎样就怎样。成，800两，奴婢要现银。阮宁起身往外走，我叫下人给你送来。那不成，您别走，您走了，钱没送来怎么办？婢妾不是不信任王妃，只是下人的手脚，谁知干净不干净呢？手脚再不干净也比你干净。怎么着，本妃还得坐着等着人把钱送来再离开。卢氏，你知道什么叫自知之明吗？常嬷嬷，你去给他取银子来。阮宁脚步不停地往外走。王妃，别喊了。阮斌沉着脸阔步走进里间。老爷，还没那么老。你什么时候来的？卢氏脸色发白。都听见了，人家不要一个老头当义父，人家想要银子2000两，我出。人心不足蛇吞象，你给一个侯府小妾2000两，真的是对他好吗？你把他的胃口喂大了，说不定会害死他。裴郎中眉头拧在一起，他哥的命，他腹中孩子的命，都是他往上爬，换取利益，换取荣华富贵的手段。我不评判他的三观，我只是以一个女人的直觉提醒你，他如今的身份，一下子给他2000两，只会让他更加的铤而走险。裴郎中表情纠结，你已经救他2次了，再给他800两，只盼他惜福。倘若他再作死，你能救则救，直到他哥的情谊在你这儿耗光了，你就不纠结了。回到府上，就收到了沈岩送来的帖子。沈岩已经准备好了结拜为兄妹的一切仪式以及见证。本王陪你去。王爷不会去搞破坏吧？本王是那么幼稚、小气、不讲道理的人，就还挺形象，每一个词都恰到好处。冲你这表情，本王更得去了，也好叫你知道本王的胸襟气魄。我与沈岩结拜之后，他就是我的娘家人了。王爷与他合作，行事更方便不说，我们也成了兄妹关系了。王爷就不用多虑，不用介怀了。他们到了酒楼，阮宁先被请进了雅间。他跟秦云川品着香茗，吃着点心时，这女子究竟是什么来历，能让沈爷如此大张旗鼓的把咱们都叫回来？当年那位公主看上沈爷，沈爷都没放在心上，这女子难道是比公主还有排面吗？还说不定是沈爷找到了遗失的亲妹妹呢。就是亲妹妹也不用这么大阵仗吧，手里那么多事儿全放下。这位妹妹是给沈爷下什么降头了吧？说是妹妹，这谁知道这背地里是什么关系呢？古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说不定沈爷也是为了博美人一笑呢。秦云他豁然起身，通身杀气。王爷息怒，放手。这是沈岩的地盘，旁人说了这样辱没他妹妹的话，何须王爷动手？这不正是考验沈岩，也看看他作风和手段的时候吗？你是本王捧在手心里的人，岂容他人污言秽语的乱说。先用沈岩的人，看看他的人品水平，等回头王爷找人拔了他们的舌头，看王爷如此维护我，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你倒是最有办法拿捏本王。
谁能拿捏得了王爷？不过是因为王爷愿意宠我而已。赶紧走个过场，咱们回府去。正在此时，雅间外头却起了一阵骚乱。干什么？我乃同州大管事，不得无礼。沈爷有令，抓的就是你。放手！你们大胆，放肆！哥哥御下不严，管理疏忽，让人出言不逊，辱没妹妹，是沈岩之过。沈岩在这儿给妹妹赔不是了。大哥这就见外了，虽还未结拜，但你我兄妹之谊早就在了，都是自家人，说什么赔不是？时机差不多了，妹妹这边请。沈岩请阮宁下1楼大堂。我家妹妹阮氏宁宁智勇双全，卓尔不群，更是女中豪杰，曾不止一次于危难之中救我沈岩之性命，是我沈岩的恩人。但今日却由我沈家的大管事口出狂言，玷污我恩人，质疑我沈岩的人品决断。今日同州李管事、兖州王管事卸去一身职务，逐出沈家商会，但凡沈家的生意不许此人及其亲眷染指，但凡任用此等人者，沈氏绝不与其合作。众位今日都要铭记在心，也做个见证。沈爷，小人知道错了，小人错了。求沈爷高抬贵手，放过小人吧。2个话说的最难听的人被沈岩所派打手给扭着扔出了酒楼。沈岩今日在天地神灵面前，在众宾朋的见证之下，结拜为异姓兄妹，相互扶持，相互照应，胜似同父同母嫡亲兄妹。我阮宁今日在天地神灵面前，在众宾朋见证之下，结拜为异姓兄妹，相互扶持，相互照应，胜似同父同母嫡亲兄妹。2人将香插在香坛上，宾朋们鼓掌吆喝。沈岩拿出了一只扁匣子，他笑盈盈地将匣子递给阮宁。自今日起，京都凤翔楼就是我妹妹的产业了。凤翔楼没有负债，楼里所有的首饰、匠人、掌柜、伙计以及地契、官府授权、经营许可，皆在这儿全权的转交妹妹。大堂里做见证的宾客们闻言惊呼，他们眼底尽是不可置信。妹妹千万不要推辞，妹妹给我的外伤圣药百宝丹的药方才是价值连城，是真正的聚宝盆，是救命之药。说到底还是我沾了妹妹的光，你若推辞，哥哥这脸上可就挂不住了呀。阮宁道谢，收下了凤翔楼的产业。楼上雅间的秦云川脸色一怔，他说什么？王妃送他的礼物是什么？雅间里一时安静，没人敢理他。王妃苦心钻研，反复炮制，抓老鼠实验的百宝丹，原来不是送给本王的。秦云川此时只觉得自己像个天大的笑话。本王明白了，原来那天他是去送百宝丹的配方了。本王还以为他乖乖跟本王走，让本王叫大舅子，是断了沈岩的念想，是本王赢了，大获全胜。如今他只觉得自己脸上如被打了耳光般火辣辣的。那日他有多得意，现在就有多窘。王爷回府。秦云川就在众目睽睽之下，铁青着一张脸，连看都没看阮宁一眼，独自带着人走了。那位是谁呀？不认识，看气势像是王公贵族啊。不该问的别问，刚才的前车之鉴都忘了。怎么忽然生气了？要不要追过去劝劝啊？没事，不用慌，狗男人不能换，给他点颜色，他就要看染坊。这么多人还撂脸子，真是惯的。待结拜之礼完成，青管和常嬷嬷都来到阮宁身边。王爷生气了，赶紧去劝劝吧，咱也回吧，别在这儿逗留了，要不然王爷只怕更生气。罢了，叫人备船，我们回去。沈岩亲自来送他。我送你回去。别了，哥在这儿招呼大家吧，我回去哄哄我家王爷，不必担心。有事只管吩咐沈家的管事们，如今管事们都认得你，你的话就是我的话，没有人敢不遵从。王妃，汤羹备好了，去书房给王爷送去吧。王妃，咱不是在路上说好的，羹汤放着做夜宵吧，万一晚上又饿了呢？睡了。清管无语，主子们赌气，他们这些伺候的人真是操碎了心。次日，阮宁难得起了个大早，走，今早带你们吃小吃去。阮宁没在王府用早膳，他带着身边几个伺候之人去了西市小吃街。王妃，倘若王爷回去重阳院发现冷冷清清，您没等他用饭就走了，他会更加难过吧？吃还堵不住你的嘴。这些小吃虽然不如王府里的精致，但偶尔尝尝也不失为一种野趣，不如多买些，叫人送回王府去，请王爷也尝尝。你们看那是谁？是不是卢氏啊？走，跟上去看看。大清早的怎么在这儿？我瞧见车上好像还有个年轻男子。阮宁上了自家马车，远远跟着前头那辆车子，悄悄的跟，别叫车上的人发现。那辆马车也正好在凤翔楼外停下。怎么停在凤翔楼啊？不是又要碰瓷王妃吧？大哥刚把凤翔楼给我，消息并未传出，他怎么可能知道？那他来这儿，话未说完，前头车上果然跳下一年轻男子。这不会就是他哥哥吧？秦云川不是说卢氏的哥哥不行了，进宫当太监去了吗？前头这男子的气质可不像太监啊。
是不是他？距离有点远，奴婢去试探一下。你不行，卢氏认得你。那常嬷嬷也不行，卢氏也见过常嬷嬷。本来今天也是打算到凤翔楼转转，等他走了，咱们去问问掌柜。黄忠可以呀，可以让黄忠悄悄跟着前头那辆车。卢氏总要回家的吧？他若不回忠义侯府，那便不是卢氏。黄忠人机灵又忠心，关键是卢氏也不认得他。让黄忠去吧。你怎么提起黄忠，眼睛都是亮的？你是大丫鬟，看来要先解决你的问题，其他丫鬟才敢找本妃做媒。王妃，奴婢可没往这上头想。您竟欺负人，女大当嫁，这有什么好害羞的？黄忠也是王妃的人，你若嫁了黄忠，日后还能伺候王妃，岂不更好？别闹了，人走了。走远了，他扶着阮宁从车上下来，便迈步进了凤翔楼。是沈爷的妹妹，咱们凤翔楼的新东家嘛。小的蔡坤给东家请安。掌柜的眼力真是好。哎呀，东家说笑了，沈爷啊专门交代过，小的若是认不出，岂不是得罪了2位东家？您要看看账嘛，往年、今年当月的账册都准备好了，库存订单也都整理过，您这边雅间请。阮宁坐在雅间里翻看账册，刚才戴帷帽的小娘子，他们买了什么？掌柜的可还记得？不瞒嬷嬷，那女子给男子买了玉冠和发簪，这可不便宜呢。上好的金镶玉祥云树发冠，配甜白玉簪，这是出自名家之手，要价300两，他还价到260两拿走。那女子给男子买东西，不是拿忠义侯的钱，是拿王妃您的钱。怎么是我的钱？之前他到王府碰瓷儿，不是从您这儿讹走了1000两？阮宁哼笑一声，他才不会给卢氏钱，那是他的缺心眼徒弟裴郎中给的钱。阮宁看了眼凤翔楼的账目、库存、订单等等，他对蔡坤很满意。细心、严谨、周到，心眼灵活，但为人正派。虽然哥哥把凤翔楼给了我，但蔡掌柜才是最熟悉凤翔楼的人。一切照旧吧，每月我都会叫我的人过来看账，或是月末掌柜的去王府报账。哎呀，多谢东家信任，小的定不负所托。刚刚说什么？黄忠，我买的那个家奴，昨儿钱赏让他去跟踪卢氏的马车，他去了之后一夜都没回来。卢氏跟着他做什么？昨天我去早市买小吃，遇见卢氏和一个年轻男子共乘一辆马车，举止十分亲密。他还去了金凤祥，给那男子买了300两的玉冠发簪。我琢磨着，难道是我认错人了？王爷不是说卢氏的哥哥在宫里吗？宫里的人岂是随随便便能出来的？你不相信本王，觉得本王是在诓骗你？王爷骗我倒还好说，说是我们都被卢氏那个小女子骗了，可就太可笑了。谢云川招呼元亨进来，命人去找黄忠，生要见人，死。元亨抱拳领命，他立刻闪身离开。本王不曾骗你。谢王爷。正欲转身离开，就这么走了？不然呢？还要跪安吗？秦云川抿着嘴，布满质问的话就在嘴边，他却死死咬着后牙槽，一言不发，似乎在等着阮宁有什么读心术，能自动解读出他的所思所想。罢了，你走吧。是王爷。阮宁还真就乖乖告退离开了。秦云川转过身来，他满心满脑子都是阮宁把研究那么久的百宝丹给了沈，他对沈岩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意思？秦云川吐了口气，他没想到好容易平复下来的心绪这么快就又被搅乱了，因为黄忠被元亨救回来了。秦云川叫人把阮宁请过来。回禀王爷王妃，黄忠所受的伤应该来自大内，是大内的功夫路数。黄忠不是那人对手，侥幸逃脱，躲在大桥底下一个干涸的桥洞里才躲过去，但他昏迷在了桥洞里，所以昨夜未归。大内真是他哥哥？他哥哥不是就在大内吗？只能等黄忠醒了，问问他那人的相貌。先去看看黄忠伤的怎么样。秦云川深深看他一眼，他没多言，却是选择和他同去。王妃，师傅您可来了，徒儿正打算去请您呢。情况棘手啊。我去看看。王妃方便进去吗？稍等稍等。他赶紧钻进里间，阮宁这才意识到秦云川在意的是男女之别。怎么觉得你不管是对王重六还是对黄忠，都比对本王更上心？好了，可以进了，回头再说。阮宁进了里间，躺在床榻上的黄忠，他第一眼差点没认出来。哎呀，特别惨，外伤看着吓人吧，内伤更严重呢。下手的人就是故意折磨他，这是虐杀，先凌虐够了，再要人的命呢。多根肋骨骨折。师傅，尽人事听天命吧。是我让他去跟踪的，我若不让他去，他就不会被人打成这样。师傅不必自责，谁能够料到这种事儿呢？为他扎针、接骨、蓄肌，黄忠一定要挺住，你家主子一定会为你报仇的，你给我挺住。裴郎中，我教你阮氏奇针的另一种辨识，你要看好，以后每天早晚为他行针一次。师傅，你有多大的把握？3成。只有3成。留针一刻，你为他拔针。阮宁说完沉着脸转身出了里间。阮宁出来找秦云川，却发现他已经走了。
阮宁又追到书房，今日却被人拦在了院子外头。禀王妃，王爷待会儿要见幕僚，这会儿不方便见您呢。我自会跟王爷解释，王爷若罚，就叫他罚我，与你无关。王妃，您别为难小的呀，王爷有交代，放了您进去，王爷那儿小的没法交差呀。你若不放行，我就来硬的了。那小的也只好得罪了。没等他说完，阮宁就径直往前走。小厮浑身肌肉紧绷，准备发力。小厮忽觉背后一阵冷意，书房闪身出了一个人，握着他的衣领，将他扔到了一边。你干什么？我找王爷有话说。为黄忠的事儿？为王爷的事。那你可得好好说道说道。阮宁进了书房。关于本王的什么事？我没有把任何人看得比王爷更重要。王爷是我想共度余生的人，但王爷的权力太大，您有生杀予夺的权利，而我又是个凡事喜欢给自己留退路的人，所以结交沈岩，与他结拜，是我给自己留的退路，以便哪天王爷厌倦我了，或者是另有新欢了，我就可以功成身退，倒也不至于缺吃少喝。退路？说白了，你还是信不过本王。出嫁从夫，你嫁入我燕王府，生是我燕王府的人，死是我燕王府的鬼，你还要退路？哦，没人教过我这些，现在我知道了。王爷的意思是，我不用给自己留退路，跟着王爷，抱紧王爷的大腿，就是好吃好喝好日子，荣华富贵，平安顺遂。我记住了。我以为王爷要做大事，沈岩是王爷的合作伙伴，有了这层关系，你们合作更愉快。将来旁人若是拿我做王爷的软肋时，我也能借着沈岩的势力躲得远远的，不拖累王爷。即便如此，你那止血圣药的药方也不该就这么送给沈岩。我不送给他，如何叫他大量生产？他不大量生产，将来王爷要用到时，如何大批量投入军中使用？我知道王爷也有实力采购药材、炮制、生产，但您做这种事情不会叫人怀疑吗？这么说来，你倒是处处为本王设想，思虑周全，倒是本王小心眼儿，全然误会你了。也是我的错，我该早些和王爷解释清楚我为什么这么做的。我不该和王爷赌气，故意瞒着王爷，故意惹王爷生气，是我小心眼了。我气王爷和那个卢氏私下见面，说悄悄话，还瞒着我。卢氏的事儿是本王思虑不周，本王向你保证，再有此等事，都全交给王妃处理。不知那卢氏那边究竟是什么背景？黄忠的功夫可是元亨教的，元亨说过黄忠天赋不错，也肯努力，虽然起步晚，但表现不俗。但今日他是被人故意凌虐，才伤得那么重，什么仇什么怨，非要那么残忍的虐杀一个人，这个仇我都一定要报。你放心，待查出真凶，本王定将他交在你手里。即便是卢氏的哥哥，你也肯吗？当然。那我画给王爷看。他铺纸研墨，阮宁拿起一根极细的工笔，勾勒出他记忆中的男子的相貌。这个就是这个人，王爷认识他，是否就是卢氏的哥哥？不是。元亨，记住这个人，去打听打听，大内可有这么个人。王爷今晚会回崇瑶院用饭了吧？不止用饭，日后若本王不回去用饭，你就不会派人来催来请。臣妾不敢。阮宁回到崇瑶院，却发现青管坐在廊下，哭红了眼。哟，这是怎么了？谁欺负我们青管了？青管朝阮宁跪下，没人欺负奴婢，奴婢对不起主子，对不起皇中，奴婢。金屋回话。阮宁听清楚了，但他不想在廊间说事儿，来到屋里头。你想说什么？好好说，别话还没说清楚，自己先哭了个稀里哗啦，弄得像谁欺负了你似的。你是我的大丫鬟，遇见点事便哭成这样，你叫底下的小丫鬟怎么看你啊？对不起皇妃，奴婢没想那么多，奴婢就是心里难受。心里为什么难受？因为黄忠受伤。若不是奴婢提议叫黄忠去跟着，他便不会受伤，还伤得那么重。照你这么说，我是你们的主子，我同意了你的提议。黄忠受伤，我也该先自责的哭一番。奴婢不是这个意思，不用解释，我已经哭过了。青管微微一怔，诧异看着阮宁。我在王爷面前哭的，哭过了一场之后，王爷不跟我怄气了，并且答应找到真凶后会把真凶交给本妃，让本妃为黄忠报仇。青管连忙朝阮宁叩首谢恩。那你呢？你在本妃面前哭，是想让本妃原谅你，还是想向本妃表决心？亦或者只是想表达难过，让本妃安慰你啊？哭也有这么多原因吗？是啊，你之前可能没想过，现在想也来得及。问问你自己，你是为什么哭？没。或者我换个问法，你觉得自己对不住黄忠，你想做什么弥补？是哭一哭祈求原谅，还是去他跟前伺候？亦或者你还有别的办法？奴婢是王妃的贴身丫鬟，去伺候黄忠肯定不成。而且奴婢不只是觉得对不起黄忠，奴婢更觉得对不起王妃。奴婢愿意为黄忠报仇，奴婢能做什么，但求王妃吩咐。对吗？你现在的状态才对。黄忠被人虐打，差点虐杀，你在内院哭哭啼啼有什么用？要化悲愤为力量，化愧疚为动力，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亲近之人。青管重重的点头，他眼里的泪也不由自主的化作心底的力量，冉冉升起。禀王妃，阮家夫人拜见，您要见吗？张氏来了，她这时候来是想干什么？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我知道你是忠心又讲义气的丫鬟，你更是我的心腹。只是一来你年纪尚小，城府不深；二来燕王府内院勾心斗角很少，你经历的事情也少，日后需要你为我办的事情可能很多，你必须快点成长起来，这样才能被委以重任，帮我做更多的事。王妃不怪奴婢，还要对奴婢委以重任，这要看你。倘若你还是遇点事就哭哭啼啼，本妃不会嫌弃你，照样会安慰你，只是那样我不能重用你，只能把你当小孩子。奴婢不是小孩子，奴婢虽然城府不深，但奴婢会跟着王妃，跟着嬷嬷们学的。你跟我去见张氏，我要看你能不能四平八稳，不动声色。另外，刚才院子里的小丫鬟都在悄悄看着你，当面不说，但他们背地里肯定要揣度你，我要看你能不能镇住底下的人。青管跟着阮宁走出上房时，她整个人的气质就跟刚才不一样了。阮宁在花厅接待了张氏，张氏一见她，阮宁无语，她今日招了哭仙了吗？她侧过脸对青管低声道：好好看着点，她不会无缘无故跟我哭。青管连忙点头，打起12分的精神。夫人这是怎么了？老爷灌了2坛子酒，醉得不省人事，求王妃回去劝劝老爷吧，全家都指望着他呢，他怎么能如此不爱惜自己的身子？夫人是不是走错府了？没有啊，这不是燕王府吗？妹妹和爹爹父女关系更好，感情甚笃，出了这等事，夫人不去梁王府请妹妹，反而来请我，不是走错了，就是关心则乱，想差了。快备车，送阮夫人去梁王府。哎，你妹妹不顶事儿，论年纪你比她年长，论身份你是王妃，她只是世子妃，这事儿当然是你去劝你爹更合适。阮宁一言不发，神色平静，看着张氏，你这孩子，你倒是说句。夫人，我不是3岁小孩子，你想让我回去劝我爹，也得给我透个实底吧。明摆着你不去找阮心怡，是怕她回家被我爹的怒火牵连。怎么，我就活该做那被殃及的池鱼？你不说也没关系。卢氏小产了，孩子都成型了，可惜没活成，是个男孩，他有心机的很，硬要产婆把那死孩子拿到你爹面前，让你爹亲眼看见。你爹受了刺激，非但没责怪卢氏，反而对他更好。你若能回去劝劝你爹，我记着你这份情。卢氏如何小产？夫人为何说是他自己不小心？我可没害他，这若是跟我有半分关系，你爹能放过我？青果，你去找裴郎中，让他推荐一位有名望的、擅长妇产科的大夫。哦，对了，还有一点，这位大夫为人得灵活。灵活？哦，明白，得小的变通。有长进，快去吧。青管走了之后，常嬷嬷正好进来送账本。青管若是去寻裴郎中，少不得要碰见黄忠。听说黄忠伤得厉害，他怕是又要哭一场，这才不哭了。小姐何必叫他去？我故意的。人的韧劲儿就像肌肉，平日里得多锻炼，不练怎么能变强呢？嬷嬷别想太多，你给我管好这院子里的开支，调教好丫鬟们，就是重中之重。我这儿便离不开你。常嬷嬷连忙俯身应是。阮宁的锻炼是有效果的。青管眼底红红的，明显是哭过了，但他是笑着回来的。鬼主子都安排好了，奴婢担心裴郎中为人太过简单直率，不知道灵活是个什么意思，特地去见了那位郎中。郎中说话沉稳，医术高超。青管不错，你瞧，你不被自己的情绪所蒙蔽，真是本妃的得力干将。过了一日，阮宁专门带了名贵的进补之药，以及这位在业内颇有名气的郎中回了娘家。爹爹这是怎么了？这是我从王爷那儿拿的人参、灵芝、鹿茸、燕窝，不知道爹爹竟憔悴的这般厉害。若早知道，我便把新得的那套鹿鞭鹿宝也给爹爹带回来。阮斌呼吸一滞，狠狠瞪了眼阮宁。阮斌刚痛失一子，阮宁就提鹿鞭鹿宝，不难怪阮斌瞪他，这是戳了人家的痛了。阮宁只当没看见。卢姨娘的事儿我听说了，这不，我专门托人请到这位颇有名望的孙大夫，最擅长妇人之病，让他给卢氏看看。卢氏还年轻，以后有的是孩子。叫你来找卢氏的茬呢，你可倒好，来给卢氏看病调理身子来了。你有心了，来把这些补品都给卢姨娘送过去。张氏，你领孙大夫去看看。张氏气哼哼的走了。张氏跟着我憋着气呢，我把文柏送走，他心里有气。你跟文柏还有联系吧？阮宁眨了眨眼睛，并不接话。2个儿子，一个跟我闹翻了，这么久了，一封信都不写；另一个儿子已经这么大了，都成型了，那没眼的小脸，说没就没了。女儿知道父亲心里难过，但父亲年富力强，孩子还会有的。看到阮斌如此痛苦，阮宁觉得快意，一个负心汉，一个抛妻弃女的陈世美，这就是他的报应。王妃，阮宁起身走到花厅外头，孙大夫已经回来了，但他没有直接进来花厅，反而是站在回廊10几步开外的地方。阮宁走上前去，孙大夫看过了，怎能不去花厅说话？有些话不好当着家主的面说，但王妃请了孙某来，孙某又不好瞒着你，可否借一步说话？您这边请。阮宁把孙大夫
请到一旁假山和绿植掩映的被人之处。孙大夫，请直言。嗨，您是嫌我给的诊费太少了吗？您若是有需要，可以直说。不，孙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就跟您直说了吧。这姨娘乃是孕中不节制，情况过于激烈，才导致了小产啊。还有姨娘房中的丫鬟给了孙某赏钱，孙某推脱不要，实在推辞不过就收了。但孙某不能拿两家的钱，所以这赏钱还是得还给主家。荷包里有一个小象，是在姨娘床边捡到的，孙某不知画上人是谁，还请王妃明辨。孙大夫，你做得对，这话不能在我爹面前说，他已经受了刺激，倘若再叫他知道这些，什么事儿要瞒着我？没什么，拿出来，是我的东西。我数到3，他劈手夺过阮宁袖子里的荷包，以为我没听见吗？是孙大夫在卢氏的床边捡到的，这是卢氏的东西二字还未说出口，阮斌就如坠冰窟，整个人僵在那。荷包里是一个男人的小象，一个年轻英俊的男人，跃然纸上。孙某告退。他一把抓住孙大夫的手腕子，你说清楚，他究竟为何小产？孙姨娘年纪小，这个年纪的小妇人小产是常有的事儿。你不说实话，我砸了你孙氏的招牌。你这爹，你叫人家走吧。你少管，滚一边去！你不说，今日休想走出我阮家的大门。阮宁长叹一声，一甩袖子，扭头走了。他这是回避去了。房事不节制，太激烈了。钟以后真是老当益壮，没事，你也不用太自责，孩子以后还会有的。您这身体还用担心孩子的问题吗？阮斌浑身僵硬，屏住呼吸，脸色煞白。孙大拱了拱手，马不停蹄地告退离开。阮斌眼前发黑，身子一晃，差点一头栽在地上。他这才恢复呼吸，他阔步来到阮宁面前。你都知道些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别当你爹是傻子，你肯定是知道什么，你如实的告诉我。我也不知道什么，只是觉得卢氏的野心大着呢。上次他去燕王府，若不是我家王爷身体不好，还指不定闹出什么样的丑事呢。阮宁说完告辞离开，阮斌却越想越难受，浑身跟蚂蚁爬过似的别扭。来人，王妃送的东西是孝敬他爹的，卢氏一个姨娘怎配享用？都拿回来，把那老身的肾虚拿来，老爷我要泡茶喝。阮斌气哼哼的，张氏追出来送阮，还是王妃厉害，老爷跟那卢氏翻脸了。我有什么厉害的？夫人在花厅里的时候，那眼神跟刀子一样，恨不得从我身上剜肉呢。嗨，王妃千万不要跟我一般见识，您不知道吧？老爷可宝贝卢氏肚子里的孩子了。卢氏小产前，老爷天天去探望她，但从来没有歇在她房里。为了哄她开心，还给她钱让她去买首饰。哪想到阮宁眼睛微微眯，原来是阮斌给的钱。他还以为卢氏用的是陪郎中给的那1000两银子呢。夫人留步，不必送了。阮宁又来到凤翔楼，他在自己的产业上转了2圈。东家可是有什么不满呢？阮宁摇摇头，不是不满，那就是遇着难处了。哥怎么来了？扇坠坏了，给我换个新的，记我账上。到自家铺子里还记什么账呀？免了吧。那不行，亲兄弟明算账。蔡掌柜，听我的。你遇到什么难处了？跟哥说说，说不定哥哥能够帮你呢。阮宁和沈岩往2楼雅间去，阮宁才缓缓把事情说了。这么说来，你是想把这个小白脸儿给揪出来？黄忠如今昏迷不醒，卢氏在我爹那，眼下我对这个卢氏知之甚少，还不想直接对他动手，所以找到那个男子撬开他的嘴，似乎最合适。倒也简单，只是需要妹妹施舍些本钱。怎么舍？一个大男人到这凤翔楼买玉冠发簪，说明他在乎仪容，但他却不肯自己付钱，却叫女人付钱，这说明他爱占便宜。既然他爱占便宜，那就给他便宜让他占。这不马上要3月3了吗？可以让凤翔楼推出以旧换新的活动，只要拿凤翔楼出品的东西就可不折价换取最新款。这种人很有可能会来占这个便宜的。阮宁眼睛微瞪，不过是你要出些本钱了，你手头若不宽裕的话。宽裕，哥帮我的已经够多了，这点本钱我还出得起。店里的伙计还有蔡掌柜记性都很好，交代他们一声，他们应该能够记起那人。那人出现，叫他们设法留住那人，这不就请君入瓮了吗？多谢哥，一家人这么客气。阮宁交代了蔡掌柜，他立即就明白了阮宁的意思。东家放心，这是您交代给小人的第一件事，小人肯定给您办妥了。阮宁回到燕王府，等着外头的消息。秦云川那边也在查，但这么一个小人物，其实藏在大内的小人物并不好查。但没出半个月，蔡掌柜就送来了好消息。那人又来凤翔楼了，掌柜的让他抽奖，说他抽中了头奖，1套金镶玉的首饰，借此把他拖在了凤翔楼，叫小的来问东家接下来怎么办。阮宁闻言精神一振，在这种事情上他不会逞强，有比他更擅长此道的。阮宁直奔秦云川的书房，请王爷派人将此人拿住，即便他不是虐杀黄忠之
之人，也与卢氏和真凶脱不了干系。元化，你亲自去。元化带着人悄悄赶到凤香楼的时候，蔡掌柜已经把人放倒了。你们这金店厉害啊，能让客人有进无出，全凭新东家吩咐做事。他看了看被迷昏的男子，孙子，你可真会躲，叫爷爷找了你这么多天，捉老鼠用猫就行，哪用得着大老虎呢？掌柜的客气，人我就带走了。掌柜的也连忙拱了拱手。一盆子冷水泼上去，男子打了个激灵。黑店啊！他咒骂一声，掀开眼皮，却见自己呈大字形。看环境，这必是一间位于地下的刑房。臭娘娘我不要了，西域官我也不要了，老的也可以给你们呀。刑讯逼供之人不着急问话，他先拿着皮鞭试试手感，啪啪啪的抽打声让在外头的人听着都觉肉疼。你别听了，待问清楚了，我告诉你结果。我以前觉得刑讯逼供不人道，但黄忠被施虐打成那样，快半个月了，他还没醒。他若再不醒，恐怕就再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对里头那人，我只觉得只要能撬开他的嘴，什么办法都是好办法。秦云川摸了摸他的头，话虽如此，你现在毕竟不是一个人。阮宁抬头看着秦云川，阮宁的肚子也一天大过一天。孕妇该听些欢快的、轻松的东西。你不是喜欢去小梨园听戏吗？走吧，让丫鬟嬷嬷陪你去听戏。我什么时候说喜欢去小梨园听戏了？上次去那不是跟他赌气，故意去看武生帅哥吗？好，不是你喜欢，是你的丫鬟喜欢。我哪儿也不去，就在重阳院等王爷的消息。秦云川微微点头，似乎只要他不在这儿听刑讯逼供，他去哪儿都成。青果，你会抚琴吗？奴婢哪会那么高雅的东西？王妃想听琴，可以叫琴师来。罢了，青果，你去打听打听，都问出什么来了？哎，青管小脸一亮，答应一声，忙不迭的告退离开。等了不多时，青管跟兔子似的窜了回来。众议侯阮老爷来了。我爹他来干什么？听说是王爷叫他来的。奴婢去打听消息时，老爷已经进刑房了。听袁素卫说，那人不扛打，都招了。他是太后娘娘的人，专门为太后娘娘搜罗臣子们的秘辛。他还说是卢氏勾引他，卢氏想直接效忠于太后娘娘。王爷既命人请了我爹来，说明已经审问的差不多了，我们也去听听。青管搀扶着阮宁往地牢方向去。阮宁来到地道外，正好听到里头那人颤抖着声音解释他跟卢氏的关系。陆双说孩子是我的，但他让众议侯相信孩子是众议侯的，他可以见着孩子登堂入室，进了众议侯的内院。他说他去了众议侯的内院，就能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让我在太后娘娘面前更得脸面，得重用。说凭着众议侯和燕王府的关系，他还能打探燕王府的消息。太后娘娘最在意的就是燕王府的消息。阮宁眯了眯眼睛，没人拦着阮宁，他便走得更近些。叫人问问他何时发现被人跟踪，他如何打了跟踪他的人。青管连忙进去传话。没有啊，没有被人跟踪呀。真的，我连太后娘娘都招了，被人跟踪这事儿有什么好隐瞒的？我把如霜送到众议侯府附近就下车了。我总不能跟得太近。本来是不送他的，可是那天他说他肚子疼，坠的疼，不是装的，疼的脸都白了。我不是故意让他流产的，我们都是年纪轻轻、血气方刚的年纪，多天不见，见了面那不是干柴烈火吗？他说众议侯又小，时间又短，他都还没感觉，众议侯就收兵了。地牢外头的青管连忙抬手捂耳朵。我是嫁了人的妇人，你还是黄花大闺女。阮宁本想继续听人审问他关于被跟踪的事儿，却只听一声惨叫，那人叫着叫着就断了气儿。阮宁皱起眉头，你进去看看，怎么不问了？那人死了吗？青管正欲进去地牢，却见阮冰晃晃悠悠从地牢里出来。你把他杀了？他该死！还未问出伤黄忠的真凶，你把他杀了，还怎么问？阮冰咬紧了牙关，一言不发。他朝前迈步，脚掌还没落地，人就直挺挺地向后倒去。阮宁上前摸他鼻息，只是气昏了，侯爷不会有事儿的。我娘遇人不淑，嫁给他蹉跎了16年，他遇人不淑，被小妾背叛，外加羞辱，活该有此报罢了。他把里头那人杀了，那如今只剩下卢氏，可以继续追查了。去阮府找张氏帮忙，把卢氏藏起来，别让他一怒之下再把卢氏也杀了。青管连忙领命而去。王府的下人把阮斌抬起来，正要往客房送，陪郎中便急急忙忙的来了。阮宁以为他是来医治阮斌这个便宜爹的，机遇迷心，用不着陪郎中出手，找别的府医医治就成，不用大夫，他自己也能醒。不是，裴某是来告诉王妃黄忠醒了。真的太好了。他连忙和裴郎中一起前来探望黄忠。黄忠，王妃来看你来了。黄忠极其迟
迟缓地转过脸来，眼睛没有焦距。昏迷这么久，的确有可能造成失语、失声，会恢复的，都会好起来的。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是谁打伤了你？黄忠点点头，急躁的情绪平复很多。是他吗？黄忠摇了摇头。那是谁？难道是卢霜的哥哥？黄忠脸上忽然露出惊恐的神情，他却拉着被子蒙着头，整个人缩进被窝里去了。哎，你这……裴郎中去拉他的被子，身后却传来袁亨的声音：听说黄忠醒了，他怎么样了？没有大碍了吧？这小子伤得那么重，真是捡了一条命啊！阮宁微微蹙起眉头，他狐疑地转过脸看着袁亨。黄忠是因为看见袁亨才露出那么惊骇的表情吗？你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你一来就把黄忠给吓到躲被子里面去了？不会吧？就是我教黄忠功夫的时候严厉了点，但那不是为了他好吗？还有长进之后还请我喝酒了呢，怎么会怕我？说是我呀，你师傅呀，快出来，让我看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黄忠死死地拽着被子，两只手抖得厉害。他受了刺激，说不了话了，情绪异常，你别逼他，由着他吧。说不了话？怎么回事？哑巴了？没伤着舌头吧？不是伤着舌头，是伤到头了。你好好养身体，等你好些了，师傅再来看你。袁亨走了以后，黄忠才从被窝里探出头来，但这会儿他目光又变得直愣愣的。也许换个环境会好一点。裴郎中是王爷的大夫，老把黄忠放在你这儿也不合适。黄忠，你去福宝路的宅子那儿好生养着，那边什么都不缺，你别多想，好好养身体。阮宁说完，黄忠毫无反应，他像是在过度惊吓中尚未回过神来。阮宁让人把黄忠送上马车。裴郎中有什么要说的？黄忠看见袁亨怕成那个样子，着实很奇怪呀。许是伤了脑袋，记忆错乱了，给他换个环境，缓一缓，或许能好一点。师傅真是这么想的？当然了，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想？定是记忆错乱了，许是把袁亨教他功夫时的严厉，记错成别的什么了。阮宁并未多言，他把黄忠送到了福宝路的宅子。贝尔铁从今往后跟着我吧，至于果儿别刺。王妃，虽然我之前被王婆子蒙骗，可我现在晓得规矩，晓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了。你年纪小，但脑袋瓜很灵活，学东西很快。我准备送你去读书。我是王妃买的奴呀，是奴就要在主子身边伺候主子，哪有自己去学堂读书的道理？我也要跟博尔铁一样，伺候在王妃身边。再者说，在王妃身边不也能学东西吗？你说的对，在我身边也能学东西，但我要你去读书，并且要好好读。我不会读书，我想伺候王妃。确实，你还没上过京都的学堂，说不会是有道理的，但我需要你去读书。王妃说您要我去读书？对，你是我的女奴，而我对你的指派就是派你去读书，并且要好好读。果儿别次一脸不情愿，并且鼓着嘴，他满脸抗拒，但没再说他不去读。别院里的下人刚把黄忠安置好，清管就寻到这儿来了，回禀王妃，卢氏跑了。跑了是什么意思？奴婢去阮家找了阮夫人张氏，她当即就要人把卢氏带来，交给奴婢。下人去了卢氏的院子，才发现她带了少量的细软，连贴身的丫鬟都没带，自己一个人跑了。她倒是够机敏的，知道情况不对。那现在怎么办？阮宁的目光落在清管身上，王妃怎么这么看着奴婢？等着你为我排忧解难啊！奴婢能做什么？王妃只管吩咐。你留下来照顾黄忠，他情绪十分不稳定，但我见他受伤以前对你格外不同。不，奴婢是伺候王妃的，怎么能留下来伺候她呢？这不，贝尔铁和果儿别次的规矩已经学好了，我身边也不会短来伺候之人，旁人守着黄忠，我不放心。这不合适呀，要不奴婢跟常嬷嬷换换，叫常嬷嬷来伺候。黄忠看着常嬷嬷，能想起什么来？他愿意告诉常嬷嬷什么？你若是担心影响你名誉，去探望他时多叫几个人陪在身边就是，不是让你伺候他吃喝拉撒，是让你在这边坐镇。本妃的贴身丫鬟怎么能伺候别人吃喝拉撒？你愿意，本妃还不愿意呢。多谢王妃，奴婢一定要找黄忠多聊聊，尽快问出结果，也好早日回去王妃身边伺候。清管告退之后，果儿别次在一旁啧舌，原来大丫鬟也是不好当的。阮宁带着她的2个新丫鬟离开别院，博尔铁搀扶她上马车时，忽然在他耳畔道：奴婢感觉到暗中有人盯着王妃，是王爷给安排的暗卫吗？奴婢也不确定，但暗卫盯人的功夫高超，应该不会叫奴婢如此轻易的察觉。这样，我先走，引开盯着我的人，你先留下，佯装不走。我在明，你在暗，你暗中观察。如果是王府的暗卫盯着，那就算了；如果是来路不明之人，功夫卓越，你不是对手的话，不要轻举妄动。是，王妃放心。阮宁只带着小姑娘果儿别次坐在马车上。王妃，读书好玩吗？伺候人好玩吗？伺候别人不好玩，但伺候王妃不一样，您是恩人呀。你说的有理，那读书也一样，有可能好玩，也有可能不好玩。阮宁朝外吩咐道：不回王府，去小梨园吧。秦云川不是说他喜欢去小梨园听戏吗？他不去，多对不起他的误解。果儿别次大概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他只觉得眼睛都不够用了。阮宁坐在2楼位置最好的雅座上，阮宁左等右等都不见博尔铁跟来。你们之间可有联络的暗号？我们会打哨子，哨子的声音尖利嘹亮，隔着很远很远都能听到。那你打哨子试试，看贝尔铁在不在附近。这里唱戏的、敲锣鼓的太吵了，不知声音能传出多远。无妨，你只管试试。一声嘹亮的呼哨声从他口中发出，果儿别次又吹了一声。
戏台子上的人还以为这呼哨也是加油喝彩之意。过了大概几分钟的功夫，远远的戏楼外头也有一声呼哨传来，主子，古尔铁来了。他听见哨音了，回的是一切平安。阮宁不由松了一口气，他叫古二别次到门口去迎一迎。不多时，只见古尔铁肩上扛着一只大麻袋，跟着古二别次上了2楼雅座。这是逮着了，是个女乞丐，一直盯着王妃的车子，图谋不轨。女乞丐，阮宁挥挥手，让人拉上雅座周围的屏风，拉上帘子，这雅座就变成了独立的雅间，外头无法窥视里头。放出来，我瞧瞧。麻袋一解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今日终于能体会诗人做这句诗时候的心情了。王妃，奴家告诉您实话，求您放了我。卢霜，你以为自己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王爷欺骗您，奴家可以告诉您实话，奴家不求别的，只求您帮帮奴家。你想让我帮你什么？您再给奴家一点钱，奴家保证离开京城，再也不出现在您面前。胃口不小啊，看来上次的1000两你花得很快嘛。怎么，上次从我这儿拿到钱，让你觉得我的钱很好拿？都是弱女子，王妃必能体谅奴婢的困窘和难处。奴婢没了孩子，钟义侯突然翻脸，只有王妃能救奴婢了。你说的也是，那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提供我想要的消息。打了我家奴黄忠的凶手是谁？不知道啊，黄忠是谁？那你没什么用。贝尔铁，把他脖子扭断，扔进山林里喂狼。博尔铁一脸冷酷，活动了一下指关节。你别怕，他能徒手打死狼，一下就好，不会很疼的。奴家以前伺候过王爷，奴家哥哥死了以后，奴家被王爷弃如敝履，奴家早已委身王爷。王爷是不是告诉王妃，奴家被哥哥托付给远亲家，远亲家的父子俩畜生不如，对奴家行了父子俱忧之事？他都是骗您的。当初他为了拉拢我哥哥，已经将奴家收入帐下，他说过等他回京就给奴家一个名分，可没想到我哥哥命不好，没等到王爷回京就早死了。王爷见奴家没用，也厌倦了奴家，所以就把奴家丢在半路。奴家一路乞讨着来到京城，本想去找王爷，可是燕王府的门第太高，我一个孤女连燕王府的门边都挨不到。你跟燕王多久了？几年前的事了。我是问你，跟他在一起侍奉他多久？也有多半年的光景，那是奴家最美好的光景，可惜好景不长。多半年的时光，你竟没给他生儿育女，那是在边关不方便。你是觉得我没去过边关，所以好蒙吗？边关有诚意，诚意中有将军府，生孩子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王爷身体不好，他子嗣艰难。阮宁垂眸看着自己的肚子，若不是他和秦云川一击即中，说不定还真怀疑秦云川行不行了。再者，当初王爷还未受伤，他未娶正妻，怎么会让我一个连名分都没有的女子生下他的长子？奴家一个弱女子，对于王爷来说不过是个泄愤的工具罢了。你说王爷把你收入帐中是为了拉拢你哥哥，而他拉拢你哥哥的手段是把你当作泄愤工具，所以是王爷傻还是你哥傻分不清好赖，又或者是你觉得我傻特别好骗？狡猾的西朝女子满口胡言。卢霜眼睛一转，他身形飞快地柔身而上，脖子底下凉凉的，一把锋利的匕首正横在他的咽喉处。别动，你们敢妄动一下，我就拉着燕王妃跟我陪葬。我一个外室，一个小妾，拉上堂堂燕王妃为我垫背，是我赚了。没想到吧，狡兔3窟，我怎么能不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准备1万两的现银，1辆马车。没看出来啊，你有孕了？谁的？这得有5个月了吧？4个多月前你才刚跟燕王大婚，而那时他病得起不了身，所以绝不可能是燕王的。看看我发现了什么？燕王头上绿油油的，你这个燕王妃给他戴了这么一顶绿油油的帽子，你还敢耀武扬威？我刚没了孩子，不如把你的肚子也剖开，看看你的孩子是谁的，长得像谁，把刀拿稳点。放了王妃，否则你走不出这里。不过放了你也行，除非你告诉我这是谁的孩子，咱们打个商量，我们合作，你保住我，我帮你保住肚子里的孩子，如何？你自身难保，还帮我保孩子，真当别人都是傻子吗？我是太后娘娘的人，你保下我，我在太后娘娘面前美言，等燕王死了，叫你的孩子继承王爵。你说的也有道理，这个秘密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你们2个站远点。没事，站远点。我现在可是他的保命符，他舍不得伤我，还是王妃聪明。阮宁动作极快，他在卢霜凑过来的肩膀右臂之上猛地扎了几下。博尔铁反应也很快，劈手抓过卢霜，啪啪就是2个大耳光。卢霜眼冒金星，他脑子仿佛都被打了出去。还想剖开王妃的肚子，我现在就剖了你的肚子。别打死他，还得从他嘴里问出伤黄忠的人究竟是谁呢？你会审问吗？只要不弄死，奴用什么法子都行吗？对，我不杀人，人却要杀我，对这种人没必要心慈手软。王妃放心，奴在草原上的时候见过可汗审讯。我送你们去庄子，你就在庄子上审问，需要什么刑具就跟我说，一定要问出伤黄忠的究竟是谁。阮宁把博尔铁送到他陪嫁的庄子
上。不必着急，慢慢问，熬也要把他嘴里的实话给熬出来。安排好庄子上的事儿，阮宁带着古而别次回去王府。奴婢去读书得有个西朝人的名字吧？奴婢的蒙古名字，旁人未必认得。对，认不认识倒在其次，太过另了，有可能让他们排斥你。我得好好给你和贝尔铁想个新名字。两人回到府上，阮宁就铺纸研墨，咬着笔头琢磨，想了一阵，他落笔纸上：彩绣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堤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山顶风。彩绣不错，古尔铁要叫彩绣吗？她那么刚毅的女子，彩绣怎么配得上她？品性如玉，气势如钟，这个名字才配她。那奴婢呢？什么名字配奴婢？楼心之月，明亮高洁。月亮明亮高洁，奴婢新月，谢主子赐名。阮宁也十分满意的点点头。楼新月正低头看着阮宁那漂亮的小铠，忽然听到院中丫鬟们向王爷请安的声音。秦云川那高大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他面前。你又去小梨园了？你把黄忠搬去别院了？连丫鬟都换，你如此防备本王，究竟要到几时？王哪里对不起你，让你这般不信任？我并非不信任王爷。哼，你信我？把黄忠挪去沈岩送你的院子，把青果支开，带回从沈岩那儿拿钱买来的丫鬟，你就是这么信我的？你可知道他们是如何到京都，如何成的你的奴？他们已经通过了我的考验观察，我才会带他们回来。他们通过了你的考验观察，那本王呢？是没通过吗？既然本王耐心、温柔、容忍都不行，那就换一种相处模式。他的话还没说完，丫鬟就在外禀报：进来，外头有个叫博尔铁的女子，说是王妃的贴身婢女。她说事情有进展，快叫她进来。丫鬟连忙埋头退出去。回王妃，卢氏招了打伤黄忠的人，那人名字有点奇怪，叫什么亨？哦，对了，叫袁亨。你说什么？卢氏招了，他说打伤黄忠的人是……不可能，不会是袁亨。我刚才就想告诉王爷，我安排黄忠去别院，不是信不过王爷，而是黄忠看到袁亨很害怕，我想给他换个环境，或许能让他精神放松，更有利于他恢复。王爷口口声声说王妃不信任你，可你信任过王妃吗？你上来就问王妃为何又去小梨园，因为狱中发现有人暗中盯着王妃，王妃把自己当作诱饵，前往小梨园，才引出了暗中盯着王妃的卢霜。千云川微微一怔，他皱眉，神色狐疑地看着新月。你瞪我也要说，王妃在小梨园被卢霜拿着刀架在脖子上，卢霜甚至要剖开王妃的肚子，看看里头的孩子。你只会欺负王妃，王妃命悬一线的时候，堂堂王爷在哪里？算了，纵然再危险也过去了。我误会你了，对不起，但我不相信袁亨会做这种事，所以我来审问卢氏。不行，我也不信袁亨能做出这种事。如果真是袁亨，那黄忠大概没机会逃脱。但审问卢霜的事，我不能交给王爷。为何？因为无论是袁亨还是卢霜，都跟王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出于避嫌，还是避免有个人感情在上头，影响结果，王爷都不该插手此事。你的丫鬟会审问吗？想尽快问出结果，要上重刑，而且要把握好分寸。请裴郎中过来。叫裴郎中过来干什么？来了，王爷就知道了。主子赐我们新名字了，你叫狱中，我叫楼新月。谢主子赐名。秦云川负手而立，皱眉看着主仆三个，他能感觉到这两个外族女子对阮宁的真心实意。他还没想明白，裴郎中就来了。裴郎中，你跟王爷说说黄忠的情况。禀王爷，黄忠人已经醒了，但是恢复还需要些时日。他如今不能言语，精神状态也有些恍惚，这心理上的原因恢复起来就很慢了。要多久？若是顺利，恐怕也得个把个月；若是不顺利，1年半载都是有可能的。黄忠开不了口，那突破口就还在卢氏身上。王爷说过，以后有关女子的事情都交给我，此是其一。其二嘛，卢霜说她随哥哥在边关的时候就已经伺候过王爷了，根本没有父子俱忧的事情。她第一个男人就是王爷。你说什么？如果有这层关系，我怎么信任王爷？没错，我不把卢霜交给你，正是因为我不信任你，我要自己审问，伤了我的人还要杀我，剖腹取子，这种人跟王爷有过没有？对，他气得双拳紧握，浑身发颤。王爷息怒啊！我再说一遍，没有，本王从来没有碰过他。禀王妃，说青果姐姐回来了，她说黄忠开口了，让她进来。青果气喘吁吁地进了屋里。禀王妃，黄忠能开口了，他说打伤他的人向元亨、袁素伟。王爷若是听不下去，不如您先回避，等臣妾问清楚了再向王爷回禀。说吧，本王保证不迁怒任何人。黄忠说他当时被人在背后偷袭，根本没看见打伤他的人是谁，但后来那人在折磨他，问他是谁派去的人时，不慎掉了面巾，他看到了袁亨的脸，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是袁亨的对手。再者，他看到袁亨的脸，袁亨又怎么会让他活着回来？果然，袁亨的面巾掉了之后，就对黄忠下手很重，一副要折磨死他、要他命的架势。但中途他被人叫走，离开了片刻。就是那短暂的时间，黄忠找到了机会逃了出来。后来他越想越不对劲儿，就在奴婢陪着他说话的时候，他忽然开口：“
说他想明白了。他到底想明白什么呀？是不是元亨呀？黄忠细细回忆，拉着我回顾整个他被人打晕，被人虐打，逼问他是谁派来的过程，还别说，真叫他分析出了许多的细节。快说！黄忠说，他觉得那人是故意叫他看见元亨的脸，那人明明有那么多机会让他没法逃脱，但偏偏他就逃了。而且他想起来，那人是个左撇子。是他，既然能够惟妙惟肖地模仿出元亨，又是左撇子。来人，传元亨来。元亨来得很快，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的他嬉皮笑脸。王爷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他话没说完，狱中直接柔身而上，从他左侧发起突袭。元亨略微一惊，连忙侧身躲避。王爷，王妃，看出来了吗？他的优势手是右手，虽说左右手都能进攻，但左手明显弱于右手很多。回王妃，他是右撇子。右撇子？感情你跟我比划，就是想看看我惯用哪只手，直接问不就行了？问你哪能说实话呀？打伤黄忠的人就顶着一张你的脸，是个左撇子。不会吧？我说黄忠怎么看见我那么害怕？谁呀？缺德带冒烟的，不是要扮成他原野的样子？说到这儿，他猛地一拍大腿。罗红芳，是不是他？他会易容术，跟我又熟，而且他是左撇子呀。王爷，你给句话呀！罗红芳为什么要扮成我的样子虐打黄忠啊？元亨急得要抓破自己的脑袋，青管在一旁哇的一声哭了。姑奶奶，别哭了，该哭的是我吧？莫名其妙背了这口黑锅，我以后怎么见黄忠啊？你们说的卢什么？他知道元亨是王爷的宿卫，故意扮成袁宿卫的样子，故意把黄忠打得那么惨。他一定早就知道了，黄忠是王妃的人，他要挑拨王爷和王妃的关系，让王府内部自相怀疑、自相纷争，王府内乱起来，不用外头有强敌，王府内部就不再是磐石一块了，自乱阵脚，不攻自破。姑奶奶，别哭了，这时候还转什么词儿啊？主子都听着呢。都是奴婢自作聪明，奴婢以为卢氏没见过黄忠，他不知道黄忠是王妃的人，可如今看来，卢氏暗中有人，他也许早就知道了黄忠的身份，是奴婢太蠢了。你们都退下，本王有话对王妃说。去吧。一会儿功夫，屋里只剩下夫妻2个。阮宁，你是本王唯一的女人，本王可以对天发誓，根据青果带回的消息，我也怀疑打伤黄忠的人就是卢红芳。如果真是他，卢双为什么那么说？显而易见，他就是为了让你怀疑本王。其实卢双的话我一点都没相信，刚才那么说是故意气王爷，但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如果王爷能如实告诉我，那我们之间就不再有嫌隙，好吗？什么问题？王爷曾经说过卢双像一个人，你说以后会告诉我他究竟像谁？现在王爷告诉我吧。他像年少时的太后娘娘。我说第一次见他时也觉得眼熟，却怎么都想不起来像谁呢？原来是太后娘娘。但转瞬之间，他忽然想起当初秦昊在街头对他说的那一番话。燕王心里早有意中人，他们是两情相悦，但因为一些原因，燕王未能娶她。那姑娘强势跋扈，但凡敢对燕王表达爱意的小姐，他都有办法料理，且不留痕迹，以至于后来京都没有姑娘再敢明目张胆的对燕王示爱。阮宁浑身冷得彻骨，串起来。当初那个茶博士紫菱在他的奶茶里下毒，想要他的命。紫菱说是掌握他家人生杀予夺大权之人要他下毒，只要他答应，那人就可以安排他的家人免受流放之苦。如今看来，明显是太后娘娘想要自己的命啊！强势不能娶，手握大权，每一条都对得上啊！我知道了。好，王爷这么坦诚相告，那咱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嫌隙。那我也把我的计划告诉王爷，我打算将计就计，顺着卢氏的话音，假意跟他合作，哄骗他供出更多的信息。卢氏狡猾诡计多端，一开始把本王都蒙骗了，你去哄骗他。举者迷，王爷看他像故人，心思没用在分辨他的话是真是假上，才会被蒙骗。他的骗术又不算高明。怎么觉得你这话像是意有所指？王爷听错了。如今黄忠已经醒了，真相也算是明白了。卢氏，王爷别管了，当初不是说好了，卢氏的事情交给我处理？怎么，除非是你舍不得了，这才要毁了你燕王的诚信来反悔？没有要反悔，是交给你了。那是王爷信不过我，怕我不是假意哄骗他，倒不至于在这上的怀疑。这么说来，王爷信得过我，全权交给我处理，不反悔？一定小心，需要人就开口，别再被人拿刀逼在脖子上。不会了。秦云川这边说定，阮宁也没跟他客气，直接要了人手，驻防在庄子上，免得卢氏的哥哥偷偷把他劫走。在次日，阮宁才去了庄子上，卢双躺在沾了血的草垫子上。你说的不错，真是元亨。元亨为何要杀黄忠？黄忠是我的人。哼，你笑什么？正因为黄忠是你的人，元亨才要杀他呀。天王妃，你可真傻，沦为阶下囚的人，有什么资格说别人傻？燕王妃还看不出来吗？燕王根本就不信任他，为什么要元亨杀黄忠？因为黄忠是你的人，他要完全控制你，让你没有能力逃出他的手掌心。还有你这2个忠心耿耿的丫鬟，黄忠之后就是他们，特别是这个功夫厉害的丫鬟家吗？怎么能长出老虎的利爪？他是要剁掉你的爪牙呀！休要挑拨离间，你怀了旁人的孩子，给他戴了绿帽子，
还需我挑拨离间吗？如今只看你运气如何，是你先被人发现怀孕，还是燕王先咽气了？你说你可以帮我保下这个孩子，并且让他继承燕王的王爵。不能，我是太后的人，你帮我就是帮自己。就你太后的人，你看我这张脸，你知道我像谁吗？像谁啊？难不成你像燕王的初恋？初恋？是啊，这词用得好，可不就是初恋吗？我这张脸像太后娘娘。卢霜，你满嘴谎话，我可没办法帮你。太后娘娘我见过，根本不长你这样。我像太后娘娘年轻的时候，你可知道燕王爷与太后乃是青梅竹马。虽然太后娘娘比燕王年长几岁，但燕王非常喜欢她，得了什么好东西都要送给她。可惜当年的贵妃娘娘并不看好他们两个。贵妃娘娘趁着燕王远在军营的时候，撺掇着当年的皇帝，把如今的梁太后赐婚给了燕王的哥哥，这才使得一双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但燕王一直对此无法释怀，他心里始终装着当今太后。王妃，别相信他，他故意这么说的。你们退下。王妃，他绑着手脚，伤成这样，还能伤我不成？退下。我们就在外头，王妃有事招呼一声。带两人出去，阮宁盯着卢霜。单凭你像太后年轻的时候，证明不了什么。你说你是太后的人，你说可以帮我，你得证明你有这个实力。我当然有实力。我哥他其实没死，他是太后娘娘的心腹，是玉坤宫的太监。我虽还不能入宫门，但我哥可以，他随时都能见到太后娘娘。我怎么信你？你若有这样厉害的哥哥，还需要打扮成叫花子，沦落成阶下囚？我哥不让我接近太后娘娘，伴君如伴虎，宫闱纷争，弄不好丧命的。他已经没根了。他让我在宫外好好生活，说他能拼出个锦绣前程，让我过继一个孩子给他，为我卢家留后。但我不这么想，危险之中充满机遇，说我能为太后娘娘效力，我就能荣宠加身。如今的小皇帝只是太后娘娘手里的傀儡，真正手握大权的是太后。我若能成为太后娘娘身边的女官，所以我想接近燕王，成为太后娘娘放在燕王身边的棋子，得太后娘娘重用。现在你信了吧？除非我见到你哥，你带我进宫拜见太后娘娘，我自然会对太后娘娘言明你的立场。太后凭什么相信你呢？有我哥呀。所以我要先见到你哥，你哥才是太后看重信任之人，不是你。你告诉我，你肚子里怀着的是谁的种？你说了，我自然有办法叫来我哥，这可关乎我的身家性命。我就这么告诉你，什么都不说，毫无诚意。我能听你说这么多，而不是一刀宰了你，就足以说明我的诚意。来人，给卢氏请个大夫过来，好吃好喝，良药伺候。狱中在门外应了声是，便退下去办。为什么呀，主子？您忘了，他之前想要杀您。阮宁没回答新月的问题，他看着卢霜。如果你哥真像你说的那么在意你，那你的命就有价值。孰若不然，你这条小命我再拿回来。阮宁笑着离开，等他坐上了马车，才长舒一口气。禀王妃，已经安排卢霜住进了庄子上的厢房里，请了大夫给他看了。回府？回府？就这么不管他了？管啊，当然要管。先回府。阮宁回府之后，命人叫来了袁亨。王妃有什么事儿，只管吩咐。您这样卑职害怕。袁素卫，别这么紧张，眼下有个叫你为自己摆脱黑锅、洗刷清白的机会，不知袁素卫有没有时间和精力啊？什么机会？我打算用卢霜做饵，把他哥哥从宫里调出来。只是听闻他哥哥功夫卓越，我怕旁人拿不住他。不知袁素卫本事如何？原来是卢洪芳。王妃放心，此事包在袁亨身上。我若不抓住这孙子，我名字倒着写。那就请袁素卫埋伏在我裴家庄子上。卢霜那么急功近利，他按耐不了多久。袁亨拱手领命。京都哪里可以让女子读书啊？你想读书，你想识字，想读书，到本王的书房来，李先给你用。你想读的书，若是本王书房里没有，就叫人到外头给你买，给你借，给你抄录。不是我想送新月去读书。你的丫鬟送一个丫鬟去读书，对外可以说她是我妹妹。宁宁，对丫鬟太过骄纵，只能让他们看不清自己的身份，并不利于他们效忠你。道理我知道，但她很聪慧，是读书识字的料。说是只做个普通的丫鬟，倒是可惜了。楚家的族学挺有名的，好多世家小姐在那读书，课业也不重。你如果想送她去的话，找人去跟楚太傅，你见过楚萧是吧？我去找楚娇说吧，王爷和傅太傅是对头，咱们去找傅太傅太唐突了，正好是女子的事儿，楚娇或许就能办。楚娇性格挺好的。也行，你问问楚娇，她若安排不了，本王再给你想别的办法。阮宁俯身道谢，秦云川把他拽进怀里。以后少气我，就当你谢谢我了。卢霜在阮宁的庄子上好吃好喝的养着，两个机灵的小妇人伺候着，日子好不快活。近日有一只信鸽落在了卢氏的窗前，停了不到2刻，又飞走了。信鸽可能是宫里的东西，你去告诉袁亨，让他多留神，他洗刷冤屈的机会要来了。这天夜里，阮宁就做了个梦，他梦见一个带着画皮的男人闯进了他的庄子，劫走了卢霜。阮宁惊呼着从梦里醒来，不行，我得去看看。要起夜吗？不是，你睡吧，我起来透透气。哪里不舒服？肚子难受吗？我梦到卢氏的哥哥来了，我想去庄子上看看。3更半夜去庄子上？袁亨不会大意，让人跑了吧？绕了这么一大圈，再让他们跑了，不就白忙活了吗？放心，别看袁亨平日说话吊儿郎当，他是跟我上过很多次战场的老将，而且他对罗洪芳比较了解，不会让他跑了的。
好好睡觉，明日一早我陪你去庄子。秦云川一边在他耳畔轻声劝慰，一边轻柔地抚摸着他的肚子。这么晚了，儿子也要睡觉，爹爹给儿子讲个故事哄他睡。你怎么知道是儿子？如果是女儿呢？那爹爹给乖女儿讲故事。次日一早，阮宁还没起来，就听见清管在院子里叽叽喳喳的声音。王妃还没起，谁在那多嘴？我醒了。清管领着小丫鬟鱼贯而入。你怎么回来了？卢氏的哥哥昨夜去庄子上了，元亨把他拿下了，现在他也关押在庄子上。你不是在黄忠身边吗？狱中有心，他去别院送了消息。黄忠一听乐坏了，非让奴婢回来伺候王妃，也好跟去看看。既然人已经抓到了，阮宁也就不着急了。他梳洗穿戴好，又跟秦云川一起用了早膳，这才乘着马车前往他的陪嫁庄子。到了地方，秦云川坐在马车上不动。要不王爷稍坐会儿，我先去看看。秦云川微微颔首，阮宁也觉得让他自己待会儿可能更好些。他前去见卢氏的哥哥元亨迎面而来，没叫他见着卑职，动手的人都蒙着面，他不知道是谁绑了他。王妃想问什么都可以问。辛苦元素哎，但求王妃让卑职亲手宰了这孙子。这孙子潜入庄子，竟然还扮成了卑职的模样。若不是王妃信任卑职，还卑职在这守着，这口黑锅卑职还真是甩不掉。若王爷没别的吩咐，等我问完，这人就交给元素哎。多谢王妃。阮宁进到柴房，你是卢双的哥哥。卢洪芳缓缓掀开眼皮，看了阮宁一眼。你们卢家人可真不地道。卢双告诉我，他叫你来帮我，叫我跟你合作，我好吃好喝的伺候着，请大夫请丫鬟，费了这么多心思，你们兄妹俩一句谢谢都没有，还要把人偷偷带走。王妃好算计啊，你也没对他说实话呀，你早就在这儿准备好了天罗地网，用我家妹子吊我上钩，没想到我们兄妹两个竟栽在你这乡下女子的手里。我是为了保命呀，一个身子两条命，可不得仔细着点。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卢洪芳皱眉看着他，我听裴郎中说你对燕王忠心耿耿，当初是为了救他才伤了身子，没想到你身残志坚，伤了身子还愿意用此残躯继续为燕王效力，为何你会成为太后的人呢？卢洪芳似乎被阮宁的话带进了过去的回忆当中。我不想背叛燕王，可是他没救了呀，我若是继续的追随他，就只剩下个死。他所中剧毒乃是根据宫中秘方所配制的奇毒，那毒无解，他会死得极其痛苦，一代英雄一代豪杰，死状凄惨。燕王中的毒不是蒙古人放的冷箭，冷箭淬了关外的毒吗？秘方是太后娘娘亲自寻出来，亲自命人配的，那毒箭也是太后娘娘亲眼看着人放在毒药中浸泡的。这女人为了追逐权力，真是谁挡她的路杀谁啊！这么冷酷，难怪你妹妹崇拜她，想追随她。这样的女人是有其人格魅力，也够吸引人。看在王妃好生对待我妹子的份上，我可以向太后美言，以保住王妃和您肚子里的孩子。哼，想什么呢？我是说太后娘娘够狠，够清醒，知道自己要什么，不是恋爱脑。我喜欢这样的女子，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说我要相信你了吗？人家说忠臣不是二主，你连燕王都能背叛，我怎么敢信你？你扭头把我卖了怎么办？你可知道太后娘娘曾经下令要诛杀你？你还喜欢这样的女子吗？若是没有我在太后娘娘面前为你美言，燕王薨时便是你死之日。卢洪芳急声说道。阮宁笑了笑，转身走出柴房。果然是太后，他想知道的已经都知道了。阮宁冲元亨摆摆手，交给你了，随你处置。多谢王妃。元亨手握刀柄，阔步进了柴房。你都听见了？秦云川嗯了一声，阮宁顿时有些同情他。走，咱们喝酒去。秦云川狐疑地看着他。喝酒？你？我不喝酒，我请王爷喝酒。阮宁后来得知卢氏兄妹两个被埋在他庄子的后山上，他在了结了卢氏的事后，就着手伴送娄新月去读书的事儿。卢籍肯定不行，楚家的族学肯定要查，被人知道了，楚教不好办，咱们脸上也不好看。能不能给他改换良籍？他是战俘奴隶，是敌国之人，改换良籍还是不能。哦，不能吗？我知道了，那不耽误王爷时间了，王爷忙吧。他挥挥小手，抬脚走了。就这么走了？他不再试一下，不再争取一下？他不是挺想让那个小丫头去上学的吗？难道这一点点小困难他便放弃了？阮宁当然没放弃，他只不过想到了另外的办法，就不在秦云川面前卖弄。阮宁离府去了金凤祥，他叫人给沈岩送了信，约他在金凤祥见面。听说黄忠伤得不轻，可需要什么药材或是人手？你有什么需要，不要跟哥哥客气。真有需要，求哥哥帮我。你不跟我见外，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别那么客气。哥能帮我给果儿别次办个假身份吗？怎么忽然想到给他办假身份呢？我想送他去楚家族学里，跟其他女孩子一起读书，奴籍显然不合适。沈岩皱起眉头，惊讶非常的看着阮。怎么了？怪了，你怎么知道他身份不俗？阮宁顿时想起他们说古儿别次
次身份时用的是蒙语，他们以为他不懂蒙语。阮宁故作茫然，我不知道啊，他什么身份？他父母的族系都是蒙古实力很强、极其庞大的族系，他上头有8个哥哥，就这一个小妹妹，全家都疼他宠他。我还担心你不喜欢他，没想到你如此有眼光。阮宁早就知道了那小姑娘是高昌公主。哼，哥哥不地道，你怎么坑我呢？我什么时候坑你了？你这是冤枉人啊！既然他在蒙古身份不凡，你怎么早不告诉我？万一我得罪了他，或是没照顾好他，你这不是坑我吗？我若要告诉你，怕你自己委屈自己。这毕竟啊是在西朝的京都，他一个蒙古战俘，怎能够叫你受委屈呢？万一出了那等不愉快的事儿，就只当你没有救过他。这是你的借口。总之，你没告诉我实情。哥哥错了，那这事儿你帮我办妥了，就当是补偿我了。好好，妹妹吩咐，我焉能不办？肯定啊，给你办得妥妥当当。她在西朝的名字叫娄新月，就说是我的表妹吧。家事嘛，哥哥看着办。楚家的族学都是贵族的小姐们，也别太寒酸。你燕王妃的表妹能有多寒酸啊？放心吧，哥哥呀，肯定给你办好。那我就不谢你了。阮宁离开之后，沈岩立刻招了他的大管事来。高昌公主要去楚家族学读书，那儿可都是西朝的贵族女子，让她学学西朝女子的贵气、矜持之气，她爹肯定高兴的。高昌王家的小公主，她愿意去读书。高昌王心高气傲，大爷一直想拉拢她。高昌王这个老狐狸油盐不进，也就听说三爷您找到了他女儿，他才给大爷好脸儿。是啊，快把这好消息告诉大哥，他肯定高兴啊。那是，三爷认的这位妹妹真是锦鲤之运啊！自打认识她，只觉得这运气越来越好了。记得高昌王说他这个女儿被他和那个8个哥哥宠坏了，这谁的管教都不听，要不然啊也不至于会被俘虏，做了战俘。叫他安生啊比登天还难呢。没想到他竟然愿意听阮宁的话，愿意去读书。高昌王肯定是要惊喜坏了。可不是嘛，大爷恐怕更高兴。娄新月，记住这名字，给他办户籍的事儿好好去办，要办的没有破绽，定要好好办。沈爷放心。你说要送他读书，当初说的那么信誓旦旦，遇到点挫折就算了。阮宁正在那儿看一本陪郎中寻来的古籍医书，闻言他连头都没抬。怎么能算了？我都跟楚娇说好了，送了楚娇一套名贵首饰呢。不改奴籍了，叫个女奴去楚家族学读书，你就是送个金山，楚家也不能答应。不是啊，我哪能这么不懂事呢？新月如今可是我表妹，落魄的清贵寒门。说完他又低头去读书，秦云川却狠狠吃了一惊。哼，他的小猫咪长大了，有自己的尖牙利爪，不跟他撒娇卖萌，不向他示弱，也能自己悄摸把事情办妥了。燕王妃的表妹被送去了楚家族学，燕王府的车驾天天接送，可殷勤了。唐小姐可是燕王至亲的表妹，竟然不让住在燕王府，这真是谁亲谁远都搞不清了。燕王府的远亲表妹竟然有燕王府的车天天接送，这不是故意打他的脸。唐贤叫上他哥哥唐安林，这日一大早就来到燕王府，把阮宁堵在了府上。听说表哥好些了，怎么不见表哥？时好时坏，打从前几日就起不来床，还在床上躺着呢。王爷竟病得这般厉害，年前我伤了脚，一直没能够来拜访王爷，如今好多了，也听说王爷好些了，方才能来。没想到王爷病情又反复了吗？哎，是啊。那你们在这儿聊，我去看看王爷。我也跟哥哥一起吧，我来京都这么久，一次都没见过表哥，就算是远远看上一眼。哭什么？不让你见，就是怕你在王爷面前哭丧着脸晦气。你堂堂贵族小姐，不知道病人家里最忌讳什么？说起来，京都楚家族学里的礼仪规矩颇有盛名，表嫂能把远亲家的表妹送去，不如也为妹妹引荐吧。不行，引荐不了。哥，你帮我劝劝表嫂，她那个表妹不知道隔着多少支的远亲了，我们跟表伯可是姑舅亲，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于是王妃有什么难处，咱们啊就别强人所难了。哥，你怎么这样？难处谁没有过难处？当初姑母刚进宫时，我们家举全家之力帮助姑姑，我们没有难处吗？哦，现在姑姑没了，表哥病了，他一个燕王府冲喜的小媳妇儿，竟欺负起我们唐家了，看不起我们了。不是我这个表情说你啊，燕王妃也实在是太过分了，你怎么分不清亲疏远近啊？你这嫂嫂乡下来的，难免耳根子软，被他那个妹妹磨得久了就答应了。说说他就是这样吧，你既然跟楚家大小姐说得上话，那你去跟她说说，叫贤儿去楚家族学的高阶的那个女子班。你别以为自己如今是燕王妃就有什么了不得了，表弟燕王身体不好，你日后靠着亲戚们帮衬的时候还多着呢。有些人真是不开口，你看不出他是人是狗。秦云川在内院几乎是同时就听说了他的表兄妹对阮宁的挤兑。这话是暗示本王死了，阮宁还得靠他们唐家。说什么母妃在宫里是靠唐家之力帮助，这话说出来他们不嫌恶心。元化，你去把唐家兄妹赶走，就说王爷，禀王爷不用了，王妃有法子对付他们。哦。
阮宁当即往地上一坐，哭嚎起来。堂堂河内望族唐家顶级的门阀世家，就这样欺负我一个为了冲喜被嫁进燕王府的乡下小女子。阮宁放开了嗓子哭嚎，引得各处的下人都站在院子内外围观。算了，看来燕王妃也的确是有为难之处，咱们改日再来看王爷吧。唐安林拽着唐贤的衣袖，唐贤满面怨恨，还嫌丢脸的不够吗？看看多少人看着呀！唐贤窝着一肚子气，不甘不愿的被他哥拉走了。王妃别难过，真是多此一举。王妃脸上哪有半分难过？只要我没道德，谁都别想绑架我。辛云川听闻前院的细节，也是哭笑不得。他倒放得下身段，活得通透豁达，自由自在。王爷，听说唐家兄妹和梁国丈家走得很近，本王还没死，他们就跟梁家眉来眼去，向太后献媚，还跟本王说什么亲戚，真令本王倒胃口。唐家绝不是唯一注意到阮宁送了表妹去楚家族学的人，阮心怡也注意到，只不过阮心怡学精了，去2个小丫鬟在楚家和燕王府外头蹲着，给我看看那丫头是什么来头。阮宁的表妹，她母亲是孤女，她哪来的一个我不认得的表妹？几天之后，一个丫鬟找到他，发现了什么？说呀！没查到那丫鬟有什么不妥，倒是发现夫人她……我娘她怎么了？夫人在小梨园附近有一处别院。阮心怡听闻事情经过，呆愣了好一阵子。真的？她简直难以置信，她娘悄悄弄了一处别院，在别院里养着一个年轻俊美的小白脸。阮心怡当即决定亲自去处理这个麻烦。阮心怡带着人前往别院，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去，控制住里头的下人，别叫他们报信儿。她不能给里头人逃走的机会。把刀给我，踹门！你们都守在外头，我不发话，谁都不准进来。他亲自提着刀进了里屋。谁？床上的2人吓了一跳。心怡，你怎么来了？张氏吓了一跳，并用被子盖住了小官。你爹？我爹还不知道，我爹可以永远都不知道，也可能今日就知道。你选吧。不要杀他。心怡，你听我说，在阮家我过得太苦了，你爹心里根本没有我。你做出这种苟且之事，怎么还有脸说出这种话的？求求你，从小到大，娘没有求过你什么，今日娘求求你放过他吧。娘答应你，再也不见他，娘给你跪下。你起来，你跪我是要折我的寿吗？张氏这才颤巍巍站起来。你答应我，我可以不杀他，也不告诉我爹，但你要保证再也不许见他一次都不行。我保证，绝对不再见了。阮心怡有些恍惚，她提着刀，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了那充满靡靡之气的房间，又怎么回了梁王府。行，他的丑事若是被人知道，第一个连累的就是我的名声。太自私了，只为了自己快活，从来没有想过我在京都，我在梁王府会如何被人耻笑。他今日能对自己的女儿下跪，以保那小官的性命，他怎么可能不见？来人，听说京都外有个山寨，山寨里的匪徒。阮心怡安排下去，花了他的私房银子2000两，以买那小官的命。还要见面，竟然值2000两，真是便宜他。天气渐热，阮宁的肚子也越来越显，她便不怎么爱动，就在燕王府里养胎，研究药材和针术。但这日沈岩却约她在府外见面，告诉哥哥，让他悄悄来府上吧，我不想出门。现在他是我娘家哥哥，燕王总不能把大舅子拒之门外。沈岩十分低调的来到燕王府，在花厅见到阮宁。当初你叫我买出来的那个小官儿，还记得吧？如今阮心怡花2000两买他的命。哦，张氏的男宠啊，看来张氏藏得不严谨，被阮心怡发现了。阮心怡倒也够狠，够果决。你管不管？阮心怡想花这个买命钱，就让他花嘛，这是人家母女2个的恩怨纠葛。怎么，你以为我会不同意？我妹子做什么决定都对。哥哥认识算命的吗？你信这个？那倒不是，只是张氏如果被蒙在鼓里，也怪可怜的。这事儿得叫张氏知道呀。还是妹妹这招高明，算命的这事儿就交给哥哥了。沈岩办事没有不靠谱的，山寨那边收了钱，踩了点，确定了时间，阮家的大门就被一个算命的瞎子敲开了。去，到别处要饭去。算命的摸着山羊胡，微微一笑。小哥的爹娘偏心老大，本家业把好的都给了老大，因为小哥更孝顺他们，在府上挣的钱自己没留，都给了家里，他们却不念你的好，难怪小哥火气这么大呀。你认得我？我是个瞎子，怎会认得小哥？是天眼认得小哥。小哥的父母之所以偏心老大，是因为老大想讨那媳妇儿，家里有钱，做油坊生意的，老两口觉得你虽勤奋，将来却必不如大哥，所以才把好的给老大，以为要老有所养，全指望老大了。神了啊！这位是老神仙啊！快，您里面请，吃杯茶，洗洗脚再走。门房将算命的请进门内，他连忙朝主子禀报，说外头来了个算命的，是老神仙，把他家里的事儿算得清清楚楚，问主子要不要见见。
怕是个骗钱的，带过来我见见吧。不是骗子，真的神了。门房再三强调，恭恭敬敬把瞎子带到花厅。嬷嬷扶着张氏一进门，听说你是个半仙，算得准不准？你给我算算，若是算得准，少不了你的好处。夫人家中失和，其中缘故不好说。先生不说是怕我不给银子吗？在外行路总需要些盘缠吧。张氏叫人去准备吃喝以及银两，他遣退下人，只留一个心腹老嬷嬷在身边，没有外人了。先生请明说吧。夫人原是有福之人，儿女双全，只可惜身边人不知珍惜，竟辜负了你，使得如今儿女都不在您身边，甚至跟您离心。先生继续说。原本您是被人辜负，心中凄苦，无人诉说，难得遇见了一个知冷知热、体贴入微之人，您终于在这苦楚之中觅得知音，找到一丝慰藉。没想到亲生的女儿竟不理解您，还与您反目。人都是自私的呀，却怕您连累他的名声。若是真的体谅您，应该帮您想法子瞒住才是。只可惜，赏，看赏。眼下夫人可能比在下更需要钱，您这位知音有血光之灾，您若要他活着，还是尽快送他离开京都吧。什么？为什么？是谁？谁要害他？是谁？夫人就别问了，能救下人就行，何必再添家仇呢？他答应我了，他怎么能骗我？今日黄昏，小梨园有一场戏，戏是好戏，只可惜染了血光啊。算命的说完起身要告辞，张氏怎么能让人空手离开？他叫下人打包了一只烧鹅以及20两银子，叫他带走。算命的只拿走烧鹅，银子却一文不要。这是真神仙啊！不行，备车。夫人，晚些时候吧，老爷一会儿就回来了。就说我回娘家看望母亲了。万一叫老爷知道……张氏按下心中焦灼，派了心腹嬷嬷去通知小官，叫他今日下午千万别去小梨园，就待在别院里等他。可嬷嬷出门以后就再也没回来，也不知他究竟通知到了没有。好容易挨到黄昏，阮斌被人叫走喝酒，他前脚走，张氏后脚就出了门。他催着车夫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去，紧赶慢赶赶到小梨园。他叫来早已满通的掌柜，询问那小官来了没。来了，他刚登台就被几位客官叫到2楼雅间去了。张氏脸色微变，他提着裙摆往楼上跑。最好的雅座正对面的雅间，房门紧闭，踹开。妥不妥呀？踹，有事我担着。门吱呀一声开了，只见一道黑影从窗户跳了出去，屋子里一股子血腥味，面容清秀的小官倒在血泊之中。夫人，张氏眼前一黑就往地上栽，嬷嬷一把扶住他，还有气儿。他看着夫人呢，给你送了信儿，让你别来，你怎么不听啊？谢谢姐姐，我没接到信儿，但我不后悔。姐姐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这辈子能认识姐姐，我值了。那日被小姐堵在房间里，我就知道我活不了了。我可以逃走，但我不想逃，我想带姐姐一起走。对不起，是我没本事。我想攒够钱，不想让姐姐跟我过苦日子。可我别说了，你别说了，我给你请郎中。别救了，我不能耽误了姐姐的名声。挺好，能死在姐姐身边，我知足了。小官颤颤巍巍从怀里拿出一沓子银票，塞给张氏。这是我所有的，是这些年攒的，给姐姐。对不起，不能等你走，你过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小官说完，微笑着倒在了张氏的怀里，闭上了眼睛。临死前，他把自己毕生的积蓄全都给了张氏。张氏崩溃大哭，这可怎么办呢？阮宁被张氏请来，张氏坐在雅间里，目光呆滞，旁边是盖着白布的小官。你如今有本事了，替我厚葬了他，我不方便，你帮我安排。阮宁看他一眼，答应下来。他有钱，不让你出钱，但你受累了。张氏把小官给他的钱留出一张沾了血的，折好放在胸前衣袋里，当作念想。其他的他都给了阮宁，我记着你的情。张氏说完，又看了小官一眼，起身离开。他并未多看阮宁一眼，走得也浑浑噩噩。阮宁哪里方便办这事儿？他给了掌柜的100两，叫掌柜的办。在阮宁安心养胎以待生产之时，阮心怡终于托人找到了那个让她当街出丑的神婆。阮心怡打听到了神婆的家，她早早等候在附近。回世子妃，神婆已经回家了。堵住各处出口，随我去见见她。是。阮心怡带来的人都有功夫在身，他们悄悄翻进神婆的家，在里头为阮心怡打开院门。阮心怡进了神婆的院子，正预备让人踹堂屋门。
吱呀一声，门从里头开了，神婆竟然正襟危坐，面对着他，似乎是在等他。你知道我要来，还敢待在这儿？神灵告诉我，今日有横财，世子妃请坐。我当日真是鬼迷心窍，幸亏被你这江湖骗子蒙蔽。骗子？老夫通灵已20多年，远近闻名，是通灵者，可不是骗子。通灵者？你这么贪财？通灵者也要吃饭啊，而且还要给各路鬼神禁锢，这钱又不是只进了我一个人的口袋。那你可知道我今日为何来找你？神婆盯着阮心怡看了一阵子，她忽然皱眉道：您要我办的事儿太难了，而且风险太高，我办不了。动手！他带来的人立刻扭住神婆。哦，疼疼疼！看来你虽通灵，也不过是肉体凡胎，也会疼，也会死。世子妃别开玩笑了，人都会死的。老婆子我怎么可能不死呢？阮心怡使了个眼色，她身边的丫鬟立刻打开怀里抱着那沉甸甸的匣子。要钱还是要死？你自己选。这还用选吗？世子妃有事尽管吩咐。阮心怡盯着他看了片刻，挥挥手让人放开他。其他人都退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了阮心怡和神婆以及阮心怡的心腹丫鬟。你那日为何见到燕王妃就吓晕过去，还称呼她是仙姑？谁买通的你？老实交代。回世子妃的话，没人买通婆子。婆子是看她气势不凡，衣着华贵，还挺着肚子，想来是位贵妇人，所以想讨些银两。没想到燕王爷突然出现，身边素未呵斥，吓坏了老婆子，所以才晕倒在她面前。果然是个装腔作势的。是。你知道我想让你做什么吗？你想让燕王跟燕王妃互生嫌隙，夫妻离心，宁拆10座庙，不毁一桩婚。您让婆子做了事儿，缺了大德了，是要遭大报应的。神婆话没说完，阮心怡的脸色猛地一沉，她身边的丫鬟忽然上前一步，掰着神婆的嘴，将一颗药丸塞进她嘴里。神婆连忙去抠自己的嗓子眼，手指掰断。不抠了。知道今天的钱不好赚，却不知道竟是如此不好赚。知道就好。我告诉你，我要你设法使人相信阮宁肚子里怀的不是燕王的孩子，是个鬼胎。我要他死在燕王府，或是生不如死。神婆惊讶地看着阮心怡，你服下的是剧毒，除了我，没人能给你解药。你若不想肠穿肚烂而死，就好好替我办事。这毒会蛰伏在你体内，月圆之前带着你的成果来找我拿解药。丫鬟又丢给神婆一只圆滚滚的银元宝，跟着自家主子翩然而去。就不该贪这财，我躲着不见他就好了。神婆低头看了看手里那2只圆滚滚的银元宝，我做神婆20多年，你当我真的全靠招摇撞骗呀？我那日明明是在燕王来之前就被他吓晕的，他身后2位鬼娘娘护法呢，我活着不耐烦了，我去惹鬼娘娘。神婆嘀咕完，又给了自己一耳光，贪财，早晚被贪财害死，要不然我就去试试运气。阮宁去别院探望黄忠回来，马车临近燕王府时，路边忽然冲出一个老乞丐。夫人，赏碗饭吃吧，快饿死了呀！夫人救命！找死吗？滚开！慢！王妃恕罪，也不知道是哪儿跑出来的乞丐，竟然如此大胆，惊扰了王妃。许是饿狠了，给他点碎银子，再给点吃的，马上就到府上了，剩下这些都拿下去吧。青管提着食盒、碎银子下车去给那老乞丐，老乞丐却猛地抬起头，直愣愣地看着车里的阮宁。阮宁留意到老者的目光，不由得多看了2眼。怎么了，主子？有点眼熟，那个神婆。拜见王妃。你是神婆，你不是来乞讨的，你是专门等我的。老乞丐有些惊讶地看他。上车吧。王妃，您虽乐善好施，但也不用做到这份上吧。阮宁轻咳一声，他可从没觉得自己是乐善好施的人，他只是觉得这神婆不一般罢了。你们没看出来吗？她不是乞丐，是那日在街头把阮心怡吓傻的神婆。就算她是神婆，你也不用把她叫到车上来吧。反正他已经上来了。神婆倒是很识趣，她缩在马车门边的角落里。马车驶进燕王府内停稳。裴郎中最善解毒，去请裴郎中来。怎么了？谁中毒了？神婆闻言猛地抬头，惊讶地看着阮宁。别问那么多，快去！神婆眼睛一颤，忽然跪地，谢燕王妃，您真是仙姑在世，女菩萨转世。行了，我看你是有几分真本事的人，才请你入府。难道是我看走眼了？你是个只会攀马蝎的假把式。不，王妃，您怎么会看走眼呢？等到了花厅，神婆实在忍不住问道：“王妃如何看出老婆子中毒了呢？”你是神婆，难道猜不出我为何知道？是，您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为何来找我？回禀王妃，有人收买老婆子，要陷害王妃呀！神婆将阮心怡如何威逼利诱她，一五一十和盘托出。是他的风格。这是什么妹妹？比草原最毒的蛇还毒！主子，
怎么办呢？您若要除掉他，奴婢万死不辞。急什么？阮心怡这是急了，定是神婆那日在街头的反应把她逼急了，她这人好面子。其实我也很好奇，神婆那日为何吓唬世子妃和唐小姐呢？其实那日有人花了大价钱要那2位当众丢人，至于是何人要报复他们，婆子我就不清楚了。那你为何要说我是仙姑呢？你少装神弄鬼！神婆深吸一口气，正欲开口，清管带着裴郎中来了。请教王妃，谁中毒了？阮宁看了神婆一眼，神婆朝裴郎中扶了扶，裴郎中并未多言，他脸色如常的给神婆切脉。怎么说？怪了，这毒咱们府上治过呀。治过，能治好，还有救呢。什么时候？就是去年冬还下雪的时候，那日梁王世子中毒，这毒跟梁王世子当时中的毒同根同源呐。神婆浑身一震，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你也不用害怕，虽然当初啊梁王世子十分危急，就差一口气儿，但你这可比他那时候差远了。这毒啊还在潜伏期，若要毒发，还得个10天左右。裴先生可以解此毒。王妃要裴某来解此毒吗？抓药配药，药方酌量增减，可麻烦着嘞。只要能解毒，监管给裴郎中送一套薄荷、柠檬、白茶香的牙膏。不用，王妃太客气了，一支就够了。神婆瞪大眼睛看着这俩人互动。牙膏这玩意儿是贵族的东西，他只偶尔听说过，别说用过了，见都没见过。阮宁却不以为意的让丫鬟去取。裴郎中在那儿写药方的时候，丫鬟便取来了一整套的牙膏。神婆用过牙膏吗？这么金贵之物，老婆子我哪有资格？把那个葡萄柚子香的牙膏拿来送给神婆。他咕咚咽了口唾沫，甚至悄悄掐了自己一下，疼，不是做梦，他真是赌对了。向燕王妃坦白，可比跟着世子妃一条道走到黑靠谱多了。葡萄柚子香，哎呦，这是新款呐，外头没卖的。神婆受宠若惊，连忙跪地拜谢阮小玩意儿，不必客气。等裴郎中去煎药，神婆看了看阮宁背后，欲言又止。你俩胆大的留下，胆小的也回避吧。怎么？为何胆小的还要回避？王妃要干嘛呀？你说吧，这俩丫鬟都胆子大，不怕。王妃身后有2位鬼娘娘，你休要胡说八道。老婆子的命都寄托在燕王府了，老奴怎么敢胡说？是真的。那这鬼娘娘是要干什么？可会伤害我家主子？莫说鬼啊怪啊，未必是真，就算是真的，也不必紧张。那日在街头，鬼娘娘把小鬼都吓得晕倒了，神婆还叫我仙姑。今日在燕王府又敢重提此事，就说明与我无害。阮宁说完就觉得脊背上凉飕飕的，他顿时想起了原主。细说起来，阮宁自己也算半个鬼吧，毕竟他的灵魂是从未来某个时空穿越而来的。是他们没有恶意。这2位鬼娘娘，一位年轻和相貌都跟王妃很像，只是瘦了很多；另一个年长，像是另一位的母亲，长得也跟王妃有几分相似，甚至气质神态上更像一点。神婆刚说完，狱中就弄，他一把抓住神婆的脖子，叫你胡说！王妃饶命，老婆子不敢胡说八道。狱中放开他。他们长得像王妃，所以有可能是王妃故去的亲眷。他们守护王妃，并无恶意，似乎在世间还有什么牵挂。牵挂？什么牵挂？他当初不是已经答应原主小姐姐会为他们母女报仇了吗？快说！若要问他们，那至少得知道其中一位的生辰八字，或者知道他们的名字才能问，否则人鬼殊途，老婆子也问不了啊。阮宁拧了拧眉，若真是原主和原主的母亲，原主的生辰八字跟他一样，名字也跟他一模一样，这肯定不能说，说出来要吓死人的。这2个人的生辰八字和名字他都无法提供。罢了，那不问了。王妃不想知道他们还有什么牵挂吗？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告诉我吧。王妃不愧是王妃。等神婆退出屋子，王妃你也没信吧？果然，这神婆都是骗人的。安排神婆在王府客房住下来，她并未毒发，再打发她离开。阮宁琢磨着，这神婆可能真有些本事，留下来或许有用呢。万一是原主小姐姐又想告诉她有什么事儿，有个能沟通的通灵者，或许能方便许多呢。阮宁没想到，他说了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之后，当天夜里他就梦到了原主小姐姐，只是原主离他好远，他只能勉强辨认出那人就是原主。他似乎很着急，但他说了什么，阮宁一句也听不见。忽然一道很强很强的亮光从中间倾泻而下，把2个人彻底隔开。阮宁睁开迷蒙的眼睛，干嘛扰人清梦？做梦吗？我说梦话了吗？你一直在喊阮宁阮宁，我第一次听说有人梦里喊自己名字的。是你压着我了。阮宁倒打一耙翻了个身，把背对着他。好，我不压你。他哪里压着他了？他习武之人六觉敏锐，即便睡着了，他有点动作，他就会立马醒来。他大着肚子呢，他怎么敢压着他？但孕妇嘴大，他燕王府上宁宁嘴大，他说是啥就是啥。
阮宁再见神婆时，没想到神婆却顶着2个大大的黑眼圈。神婆责铺吗？在王府睡不好？王府客房再舒坦没有了，老婆子不是金贵人，也不责铺，实乃是。可是鬼娘娘找你了。王妃不害怕？正是。说什么了？婆子只是如实告知，要不要相信，要怎么做，还是得凭王妃做主。但说无妨。鬼娘娘说燕王爷阳气太盛，他们无法靠近王妃，更是说不上话，就被那阳气逼退。阮宁皱了皱眉，难道昨晚隔开他和原主的光就是秦云川？那要怎么办？他们不能附身吗？我老家老辈人都说有鬼上身这种事，除了亲眷请老婆子这种通灵者给亲人带话了却遗憾这种，其他的附身是有损阴德的。这2位鬼娘娘不想损阴德，也不愿伤害旁人，只有托梦才不会伤及王妃及身边之人。那我白天睡觉，叫他们白天托梦。白天阳气太盛，他们可托不了梦。若是那种阴雨天的白天，可托梦，但效果不如夜里。阮宁低头看看她肚子，她肚子越大，秦云川越紧张她。自打那个卢霜因为孕中不节制导致孩子没了之后，她便再也不敢胡来，近来更是每晚都要守着她，唯恐她夜里渴了喝水或是起夜，把秦云川从卧房里赶出去，似乎不太现实。我知道了，神婆去歇着吧。阮宁回到重瑶院，接下来一连几天竟都是大晴天，她也午睡，但一次也没梦到原主。阮宁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了一个2全其美的办法。眼看再过2个月就要生了，我想去看看祖母，陪陪他老人家。后日休沐，我陪你去。看吧，如今轻易不让出门，出门就得全程陪同。阮宁早有准备。好。好，宁宁是听话的孩子，真好。秦云川以为阮宁只是来陪老夫人说说话，哪里想到她来了竟不想走了。她说什么都要在老夫人院里住上1夜。就1晚上嘛，明日一早王爷来接我就是了。就1晚？保证就1晚。以前都是我们祖孙俩一起睡，好久都没有这么跟祖母睡在一起，聊聊天了。明天一大早王爷就算不来接我，我也一早回去。不准自己回，本王一早就来。秦云川叹了口气，碰上他撒娇耍赖，他是真没办法。秦云川离开之后，阮宁却让人把祖母这院的厢房收拾出来。不是要跟祖母睡吗？肚子大了，夜里睡不踏实，我跟祖母多聊会儿，今晚就歇在厢房。阮老夫人不疑有他，用罢晚饭，祖孙俩在院子里走了走，阮宁就迫不及待地钻进了厢房，她便躺在床上等着梦香来临。那2位鬼娘娘也该来托梦了吧？但谁知不知是泽铺还是她过于兴奋，眼见月亮都偏西了，她竟然还没睡着。越躺越精神，我这是失眠了吗？原主小姐姐，究竟是不是你啊？如果是你的话，你能不能快点来？阮宁也不知道自己最后究竟是怎么睡着，她隐约听到有人喊她，睁开眼睛一看，她正站在一道拱桥上，拱桥那头站着2位女子。小姐姐，你怎么还没去投胎啊？她一边问，一边还要走过那道桥。你别过来，你就站在那边，这位你应该认得，这是咱娘。阮宁点点头，一点都不生分地喊：阿娘，我在下头遇见了咱娘，咱娘说她要亲自跟你道谢，因为你救了2个蒙古人，所以我想当面谢谢你。阿娘是蒙古人？是啊，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要不然你以为你为什么能听懂蒙语？这是咱娘给你的能力。我乃苏布达公主，因战乱受伤，被林氏所救。你占了我女儿的身体，叫我一声阿娘，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知道，帮你证明，为你们报仇，让阮斌悔不当初，痛苦终生。阮斌何必把你的大好人生浪费在跟烂人纠缠上？原来小林氏不是恋爱脑，苦情女吗？我那会儿已经记不清事儿了。我要你答应我，守护我的族人，不要让我的族人再受战乱之苦，更不要让他们被西朝大将军王秦云川所灭族。逼格上升的这么高吗？一下子这境界都不一样了。不，这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啊？为小林氏证明，为母女俩报仇，他都推进得如此缓慢，怎么能指望他去保护族人啊？他的族人认识他是谁啊？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看秦云川现在跟蒙古似乎达成了什么协议，他们是合作关系，你的族人不会被他灭族的。如此重大的任务，阮宁才不接，他轻松自在的活着不好吗？干嘛没事给自己找事儿？你不答应？不是不答应，任务如此艰巨，我可做不到，我也不能昧着良心骗你们，不是？不必担心，我可赠你魔瞳一双，使用魔瞳可洞悉万象，你接受魔瞳就是答应我，代我守护我的族人，不然你便会受到魔瞳反噬。什么东西？魔瞳还反噬？魔瞳是什么玩意儿？反噬会怎么样？他只觉得2只眼睛忽然间热乎乎的，如浸润在了温水里。哎，别，我还没答应呢。契约结定。我操，不讲武德呀！谁答应你了？2女子却不理他，手挽手离开那桥。你们回来，把话说清楚啊！这魔瞳怎么用啊？反噬是什么呀？阮宁想要冲过那桥，追上那2个女子，但他脚底下的桥却突然消失，他瞬间失重，猛地向桥底下的万丈深渊里跌下去。是梦啊，吓死了！阮宁拍了拍心口，但他忽然意识到不对，屋里没
点灯，但一点都不影响他的视觉。妈呀，这大黑天没点灯，他竟然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魔童吗？刚刚的一切不是梦？难道他真的和鬼娘娘结定了什么鬼契约？阮宁气哼一声，不经意的低头。他看到了自己的肚子，他看到肚子里的孩子，这魔童简直比4维彩超成像还清晰啊！原来是男孩子呀！阮宁摸了摸肚子，那不用想女孩子的名字了。这么突然见面，吓死你娘了！这么大个子，会不会不好生啊？这魔童可以不使用吗？不然明天我看见谁，都直接看到人家肚子里头。画面太美，不敢想象。这么一想，阮宁都要吐了。后半夜，阮宁没再睡着，他一直在练习控制魔童，逐渐的，他可以收放自如的使用魔童了。阮宁起来以后，跟阮夫人一起用饭。她忽然发现这魔童的妙用，竟可以清楚看见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容嬷嬷，你到冬季可是有关节寒痛的病症。是，人年纪大了，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王妃怎么知道的？王爷提过一次，我来之前问了裴郎中，昨日只顾跟祖母聊，倒忘了告诉容嬷嬷，这种昔日落下的寒痛毛病，当用冬病夏治法，如今贴几贴膏药，辅以熏蒸，等今年冬天就不受罪了。王爷随口一提，王妃竟还放在心上，奴婢多谢王妃。阮宁跟祖母刚用罢早饭，阮心怡竟然闻讯而来。听说姐姐回娘家，妹妹紧赶慢赶的来了。阮心怡这是孕早期啊，但看起来胚芽似乎发育不太好。姐姐看什么呢？姐姐上次当街教训妹妹，妹妹定谨记在心。阮老夫人习惯饭后遛弯，阮宁懒动她，阮斌竟晃晃悠悠的来了。哟，人挺齐，你两姐妹都在呢。阮斌瞄了姐妹二人一眼，眼睛便粘在了容嬷嬷身上。阮宁不由得皱起眉头，她看见阮斌的眼睛里满是低级欲望。虽然姐姐当街数落我，让妹妹我很是没面子，但自家姐妹，我又怎么会跟姐姐计较呢？阮心怡说着，给阮宁倒了一杯她带来的茶。我知道姐姐都是为我好，以茶代酒，这杯我敬姐姐。你当街数落你妹妹？爹爹别责怪姐姐，姐姐说我大婚半年肚子没动静是德行不好，叫我多行善事。阮宁，翻了天了，你还嫁了燕王，你就不是你了？忘了你姓啥了吗？你当街数落你的妹妹，把我的脸往哪搁呀？算了，爹爹，姐姐定是看见那唐小姐才生气的，又见我和唐小姐交好，再把怒火牵连到我身上。啊！你凭什么讨厌人家唐小姐？人家是河内郡大族，人家是燕王的姑舅表妹，关系亲着呢。你别以为自己肚子里有了种就母凭子贵，尾巴翘上天了。算了，爹爹别气，我不是回来让爹爹生气的，我是来跟姐姐和好的。爹爹不是因为你生气，谁惹我生气，谁心里清楚。阮斌的手指头快戳到阮宁的鼻尖上了，阮宁赶紧抬起袖子挡住脸。你还知道害臊？我怕你唾沫星子喷我脸上。我造了个什么孽呀？生了你这么个不孝女。姐姐知道您身份高，脾气倔，但爹爹是长辈，您就少说2句吧。身份高，他也配。若不是当初夺了你的姻缘，他能够嫁给燕王白眼狼。真是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这婚姻是我夺的吗？当初燕王身体不好，是谁害怕嫁过去陪葬，让我来顶锅的？算了，都过去了，谁也别提了。你赶紧喝了你妹妹敬的茶，当姐姐的一点样子都没有。不喝，我有孕，不喝茶。姐姐放心，我问过了，这茶孕妇也可以喝。见阮宁不为所动，阮心怡举起杯子，自己咕咚咕咚先喝了一杯。这下姐姐可以放心了吧？阮宁，你别太过分。这茶你常喝呀？也没有常喝，这茶太贵了，妹妹尝过1、2次。你别喝了，你怀孕了，孕妇有很多忌口，回去找个放心的府医，好好给你看看，该忌口的东西也都记下。怀孕？姐姐别开玩笑了，你就是不想原谅妹妹，不想一杯茶就冰释前嫌，也不用拿怀孕说事儿啊。阮心怡又倒了一杯茶敬给阮宁，阮宁叹了口气，伸手接过杯子，谁知阮宁却端着杯子来到了阮斌面前。儿女们承受父母恩情，就算没有养育之恩，至少还有生身之恩。借花献佛？不用，茶壶里还有很多。妹妹别那么小气嘛，都给爹爹，爹爹生我养你，一壶茶都给爹爹，有什么舍不得？我不是这个意思呀。爹爹，你没听妹妹说这茶喝了能有体香吗？对，美容养颜，是专门给女子喝的。没听说过只有女人需要健康长寿、容颜不老的，男人不也希望雄风常驻、永葆年轻吗？算你还有点良心。不过这都是你妹妹准备的，你可没出力。一家人哪有什么隔夜仇？我早就原谅妹妹了。爹爹好，你我才好。对爹爹别那么抠抠搜搜的。你拿我的东西献媚，还说我抠搜呢。阮斌品着香茶，秦云川正好来接阮宁。王爷坐，王爷请上座。不坐了，还有事。王爷有事，你怎么还攀扯着王爷来接你？就这么远，你不能够自己回去，哪就这么娇贵了？我有东西忘在厢房了，王爷等我一下。慢点儿，不着急。
姐姐这是母凭子贵呀。秦云川闻言，冷冷地看了阮心怡一眼，心怡失言了，盼望王爷不要往心里去。王爷大量，怎会与你一个小女子计较？更何况当初你和王爷还有一段姻缘呢，可惜了呀。秦云川冷冷勾了勾嘴角，臣这大女儿养在乡下，规矩差了些。既然王爷的身体好了，阮宁身子笨重，伺候不了王爷，也不知他晓不晓得给王爷安排通房丫头啊。若是阮宁这丫头不懂事儿，臣立刻准备几个年轻的机灵丫鬟给她送过去，提点她一声。秦云川闻言呼吸一滞，他仍旧没说话，只是脸色难看了点。我就知道这丫头没人教，她就什么都不懂。哎呀，这也是臣的疏忽，等她过来，臣就……话没说完，阮宁从厢房里过来了。我收拾好了，我们走吧。阮宁，跪下！秦云川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宁宁如今是我燕王府的人，是本王的家人。若没有宁宁在这站着，你们在本王面前算什么东西？王爷息怒，臣愚钝无知。本王院子里的事儿，轮得到你钟义侯指手画脚？谁给你的胆子？好啦，王爷别生气了，就当给妾身个薄面。就冲宁宁的面子。他握着阮宁的手，阔步离开。爹爹起来吧，人都走了。腿软，起不来了。阮心怡弯身去搀扶他爹。你看他把燕王笼络的服服帖帖，你再看看你回娘家哪次是世子送你，世子接你？阮心怡心中有气，猛地一松手。哎呦我！阮斌扑通又坐回地上，阮心怡气哼哼地走了。阮宁和秦云川离开阮府之后，秦云川送他回燕王府。王爷今日不去上朝吗？接王妃更重要，宫里自然是告假。话音刚落，外头有人追上马车。王爷。他下车去说话，阮宁并未多想，他只是想试试魔童像不像鬼娘娘说的那么好用。太后娘娘听说王爷告假，想要出宫见一见王爷，却不小心把脚脖子给崴了。太医说很有可能是骨折了呀。阮宁目瞪口呆，这魔童太神奇了，竟然连唇语都能看懂。阮宁正琢磨这事儿，秦云川转过身来，朝马车走了。太后娘娘崴着脚了，这么着急告诉燕王干什么？燕王又不是大夫。我有点事，你先回府上去，叫他们送你。干嘛去啊？宫里出了点事，别担心，没什么大事。他是要进宫面见太后吗？为什么太后崴着脚脖子，还一个外臣，这么着急进宫啊？秦云川身子矫健的翻身上马，伏低身子，催马快行。马车缓缓而行，途经一道巷子口，阮宁眸子一凝，预感到危险，小心！他第一时间抓住肚子，抓住玉钟，一声巨响，巨大的冲击力竟把沉重的楠木马车撞得人仰马翻。主子，您怎么样？可伤着了？车外更是混乱不堪。来，只听外头噗，像是血水迸溅出来的声音，紧接着扑通，重物轰然倒地。王妃怎么样？能够站起来吗？好在清管和玉钟都伤得不重，两人搀扶着阮宁从翻倒的马车里出来。卑职等人护主不力，有匹马惊了，突然冲出了巷子，撞上了马车，如今已经被宰。哪个杀千刀的宰了我家的马？是不是你们赔我的马？我600两银子买的，好吃好喝伺候了1个月，还没好好使唤它就被你们给宰了。看你们也不缺一匹马钱，你们也别欺负我一个寡妇，好歹给1000两银子算了。呸！没看见我家主子怀着身孕呢，你的马没拴好，撞上了马车，让我家主子遭着老罪，你以死谢罪都不够。孕妇怎么了？怀了孕还在往外跑，我真是倒了血没遇见你们，别跟我扯那没用的，赶紧赔钱啊！这不是小东家吗？东家这是怎么了？可受伤了？要不要紧？前头就有咱们自家的医馆，快去看看吧。王管事，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哦，我想起来了，王管事。沈岩手底下一个管事，在逍遥岛见过。承蒙小东家记得，您这儿是怎么了？王某的车就在前头，您这车一时半会儿坐不了，王某叫人来修。您屈尊，先坐王某的车。小东家，怕是走不了了呢。我的马车被撞了，这夫人叫我赔她的马呢。不，误会，这马该死了正好。不是600两买的好马，好吃好喝，喂了1个月，要我家主子赔1000两吗？不，姑娘听岔了。你家的铺子别开了，赶紧关门，把地方腾出来，给你3天时间，你们不搬，我找人给你搬。夫人，贱婢错了，您大人有大量，别跟贱婢一般见识。去，快走，别挡着路。别动！他快步走上前，拨开浓密的马鬓。刚才离得远，他只觉魔童似乎发现什么。咦，这是什么？别碰，有毒！正是这毒镖，才叫这马惊了，突然冲出来。他铁青着一张脸，看向泼妇张。我看你是活腻了。不是我，谁干的？泼妇张朝周围人看去。谁他娘害老娘？阮宁也眯着眼朝周围人看去，他目光飞快地扫过人群，在那儿抓住那个穿灰蓝色衣裳的男子，别让他跑了。阮宁忽然指着人群后头道：“那人跑得很快。”燕王府的暗卫当即朝阮宁指的方向追去。他一边在巷子里飞跑，一边脱下了外衣。
它里头是一件黑色长袍。他刚钻出巷子，却遇见一个长身玉立的男子正站在巷子外头，像是特意在等他。楚太傅，你认识我？男子拱手正要作答，楚萧却猝不及防，伸手劈在他后颈上，扑倒在地。楚萧把男子交给燕王府追来的暗卫。多谢楚太傅，这贼人脱了衣裳，我们只捡到衣裳，差点就跟丢了。我恰好路过，见你们追人，便帮着堵一下。多谢楚太傅，这贼人用暗器惊了马，让风马撞了我家王妃的马车，好险。他怎么样？楚萧一惊，他问得太急太紧张，倒把两个暗卫问得一愣。楚萧懒得再跟他们浪费时间，他飞快地朝人群聚集那地方跑去。王管事叫人散了，正要请阮宁和他的下人去前头医馆看看可有受伤。楚萧他径直来到阮宁面前。没事吧？听说你的车被风马撞了，可有受伤？还好，有丫鬟保护，没有伤者。他正说着话，肚子里却一阵绞痛。主子您怎么了？狱中正要搀扶自家主子，却有人比他动作更快，弯腰打横抱起阮宁，根本顾不上周围人惊愕的目光。不会有事的，一定不会。楚萧稳稳抱着阮宁，脚步如飞。还愣着干什么？追呀！两丫鬟和其余下人这才反应过来，忙不迭地追在楚萧后头。阮宁，你不会有事的。肠痉挛突然的惊吓和紧张导致的。你要是难受就别说话了，前面就是医馆。楚萧速度很快，胳膊却很稳。不用，送我回王府。不去医馆？那是你的马车吗？是。借你的车用用，我要回府，不用去医馆，相信我。好，信你。他快步抱着阮宁来到马车旁，抬脚跃上马车。去哪儿啊？医馆不是在那边。王管事，借你的车。清管打了声招呼，跟狱中爬上王管事的车，追着前头楚家的车就走。我是不是该赶紧告诉东家去？谢楚太傅，回头我家王爷定会好好谢您的。楚萧扯了扯嘴角，提步离开。我觉得楚太傅才是紧张。他紧张什么？人说楚太傅那张脸，泰山崩于前都面不改色。我就是觉得他跟咱们一样紧张。主子，您怎么样？叫裴郎中给你们看看伤。我没事，只是有点困，眯一会儿。秦云川从宫里出来，就见元亨在马车旁等他。怎么了？王妃回府的路上出了点麻烦。你说什么？王爷别着急，还好遇上了楚太傅，楚太傅已经把王妃送回府上了。秦云川无语。跟楚太傅是赶巧遇上的。上车说。元亨在车上把事情经过细说一番。一路上，秦云川的拳头越捏越紧。临到燕王府，王爷别担心，裴郎中看过了，王妃没事。秦云川深吸一口气，他点点头。他下车后正要往主院去。王妃不在主院，在王爷的书房。他在书房干什么？楚太傅说他不好进内院，所以就把王妃抱去了书房。秦云川脚下一踉跄，楚萧把王妃抱去书房，他脑子嗡嗡的。秦云川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到书房的。清管和狱中守在书房外头，径直进了书房，看见阮宁还在熟睡。他余光冷不丁地瞧见他露在被子外头的手，他手上竟缠着纱布，纱布外头还打了一个结。这打结的手法，他看着眼熟。秦云川阔步来到门外。王妃受伤了？没有啊。他右手上的纱布是怎么回事？从阮家出来时还没有。裴郎中说那是一点皮外伤，不要紧。裴郎中给包扎的？不是啊，裴郎中来的时候就已经包扎好了。狱中，是你给王妃扎的吗？清管是不是傻？他俩一直都在一起，他给王妃包扎，清管会不知道？秦云川深吸一口气，转身回到屋里，他找出药箱，解开阮宁手上的纱布。王爷回来了。别动，擦破了一点皮而已，都长好了，还换什么呀？秦云川动作一顿，是啊，他回来的太晚了，在他最危险最需要人在身边的时候，他却不在。他的好兄弟楚萧替他做了这一切，还是要重新包扎。他怎么能让他带着别的男人为他疗伤的痕迹？他受不了。等秦云川重新包扎好，阮宁已经又睡了过去。他悄悄离开书房。故意惊马的人抓到了。袁素卫在审问。禀王爷，楚太傅送王妃回来的时候，奴婢说等王爷回来，王爷定会感谢楚太傅。王爷您看。秦云川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拳头捏得咯吱作响。知道了，本王自会感谢楚太傅。秦云川当真叫人送了个礼物给楚萧，是个分外精致的盒子。等楚萧打开精致的礼盒，顿时摇头笑了。燕王爷，你自己大意，怎么还骂人呢？楚萧看了看那金钱龟，来人，去库房里找个缸，能够养龟的那种。秦云川来到王府的地牢，元亨正惊慌失措地跑出来。多大人了，还这么冒失？回王爷，那阉人死了。谁？哪个阉人？用毒镖惊了马，撞翻马车的那个男子。不是男人，是阉人。他牙里藏了毒囊，他趁卑职等人不注意，咬破毒囊自尽了。秦云川闻言不由闭上眼睛，以平息胸膛内涌动的情绪。不过也不是全无收获，他被阉的手法明显是宫里用的，他自尽所用的毒囊也是出自大内。秦云川睁开眼，眼底已有了然。就是不知道是宫里的哪位，是皇上还是太后娘娘。若不是狱中功夫好，今日那一撞，即便王妃没事，王妃腹中的孩子
本王知道了，这事儿王妃若问起来，别说太多。卑职知道了，卑职定守口如瓶，多说一个字儿，卑职割舌头以谢罪。秦云川进去地牢，看了看那阉人，转身离开。次日，阮宁醒的时候，秦云川已经不在府上。王爷本想告假，但皇上不许，硬是派了3拨太监来催，把王爷请走了。王爷临走时交代，让王妃没事儿就在府上待着，需要什么就吩咐管家去办，您尽量别出门。阮宁伸了个懒腰，问起那贼人的事儿。审出什么来了吗？死了。元亨原话，他们早有审问的经验，怎么就让人死了？奴婢不知，袁素卫不叫奴婢打听。我去看看。王妃用了早膳再去吧。若不是狱中功夫好，我现在半条命都没了，哪还有心思吃饭？阮宁来到地牢，袁亨正守在地牢门口，似乎算准了阮宁会亲自来。见过王妃。阮宁盯着他看了片刻，魔图能看出他心跳很快。袁素卫很紧张啊。没有啊。好容易抓到的贼人，什么都没审出来，你就叫人死了。本妃前来质问你，你为何不紧张？卑职紧张。你已经知道他是谁派的了？不，卑职不知道。袁素卫，你现在紧张还是不紧张？王妃，卑职应该紧张，还是不紧张啊？尸体呢？带我去看看。在里头。阮宁来到地牢，看着被盖上白布的尸首，是个太监。您怎么知道的？阮宁弯身要掀开白布。主子别碰，走，让奴婢来。狱中掀开白布，毒是藏在牙缝里的。这都能看出来？怎么看出来的？剧毒量小足以致命，以毒囊包裹，藏在牙缝里。这毒藏得很高级吗？一般人可做不到。大内的手艺吧。袁亨吸了口气，抿嘴摇头。他什么都不会再说了。他要是说漏嘴了，得割舌头谢罪呢。宫里头要么是皇上，要么是太后娘娘，这2位我都见过。昨日那局若没有狱中，很有可能是一尸2命。你猜是谁？袁亨闭紧了嘴，拼命摇头。我知道了。卑职什么都没说呀，您怎么就知道了？是你什么都没说，但也等于什么都说了啊。阮宁回到重瑶院，就叫清管、狱中和常嬷嬷收拾东西。收拾东西？您要去哪儿？还不明白吗？宫里那位想要我的命，之前因为王爷病重，偃旗息鼓，但如今不管是宫里的哪位，保命最重要。赶紧收拾东西，我得出去躲一躲。清管还在那儿发愣，狱中已经飞快地行动起来。新月小姐，用不用现在去接回来？那倒不用，我会叫人告诉楚小姐，请楚小姐帮忙照顾新月。常嬷嬷就别跟我去庄子上了，就留在府上吧。那不行，王妃待老奴恩重如山，王妃在哪儿，老奴就在哪儿。常嬷嬷郑重其事地扶了扶身，转身就去收拾东西。清管叫人去套车马备车。他的马车刚离开坊门，迎面遇见沈岩的车驾。爷，前头好像是王妃的车夫。沈岩赶紧叫人拦住阮宁，他亲自下车来到车窗旁。沈爷，这是要去哪儿啊？我正要找你呢。听说你昨日在街上遇险，没有大碍吧？大哥找我做什么？有事？来看看你，你这是要出远门？妹妹愚笨，惹了王爷不高兴，王爷把妹妹发配到庄子上去了。是吗？你看我信吗？男人心，海底针，不拘在哪，活着就行。大哥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行一步。何必去庄子？你若不介意，去逍遥岛吧。大哥的地方就是你的娘家，逍遥岛上什么东西一应俱全，住着也安逸，适合养胎。也好，那就劳烦大哥了。跟大哥还说客气话，我可生气了啊。秦云川来到重瑶院，他特意放轻了脚步，但一进院子，他就觉得哪里不对。他快步来到门廊下，奇怪，丫鬟们竟然不守在门口，都去哪儿躲了？来人！王爷，王妃呢？重瑶院里的下人呢？回王爷，王妃说您把她发配到庄子上去了。秦云川僵着面孔，嘴角抽了抽，他把她发配到庄子上去了。备马！他心里已经是万马奔腾了。走出二门外，秦云川翻身上马，这才想起来，王妃去哪个庄子上了？王妃的陪嫁庄子。她怎么去那儿？那庄子又偏又没什么景致，住着多无趣。她去那儿干什么？王妃离开之前去了地牢，劝了元亨、袁素卫，回来就收拾了东西离开了。叫元亨滚过来。元亨过来的时候就知道，怕是要完。王爷，你跟王妃说什么了？卑职什么都没说，真没说。但王妃自己猜出来了，她什么都猜出来了。联系王妃身边的暗卫，看她现在在哪儿。本王先去趟庄子，等本王回来，要得到确切消息。下。秦云川催马而去，虽然他叫元亨去联系暗卫，但他还是亲自去了趟庄子。没有呀，王妃没来呀，也没有见着王妃身边的人，这一个都没见着呀。秦云川片刻都不敢耽搁，他又立刻回京，回到府上。元亨已经在府上等他了。到了，人在哪儿？元亨扑通一声跪下了。王爷，您打卑职吧。好好说话，本王问你，王妃在哪儿？找不到暗卫，跟着王妃那几个暗卫全都失去联络了。秦云川高大挺拔的身形猛地晃了晃。卑职继续找，等把王妃找回来，再来求王爷责罚。福寿路的宅子找了吗？找了，没有去。燕王府的暗卫能全部失去联络，一点消息都没留下。他凝眉深思，元亨磕了个头，从他面前退出去，继续去找人。
逍遥岛上，沈岩笑眯眯看着楚萧，拱手道谢。真是多亏了楚太傅的提点，若非您提点，我还真不能够把这些暗卫都揪出来。楚萧冷若冰山，面无表情。这些暗卫沈某都安排好了，保管他们在逍遥岛上玩得快活。楚萧面色淡淡，似乎并不在意。只是沈某还不明白，楚太傅为何会帮我呢？我不是帮你，东朝为官又不好做得太难看哦。沈岩倒没想到他会这么说，只见楚萧从袖子里拿出一只金钱龟，轻轻抚摸。楚太傅的宠物可真别致啊，我也觉得。你还当真了？沈岩本想留楚萧在岛上用饭，但楚萧谢绝了。沈岩派船送他离开。楚萧回到草堂书斋，他正欲推门，忽然动作一顿，他在门外停顿了片刻，放下手，转身欲走。上哪儿去？进来！楚萧扯了扯嘴角，伸手推开门。去哪儿了？出去办点事儿。你把他藏哪儿去了？王爷说的谁呀？我把谁藏起来了？你少跟我装蒜，把人交出来，我们还是兄弟。我若把你的王妃带走藏起来了，我们真的还能够做兄弟吗？朋友妻不可欺的道理我懂，可你有把她当妻吗？屁话！本王把她放在心尖上，怎么没把她当妻了？她就是本王的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哦，心尖上。她被宫里的太监算计遇险的时候，你在哪儿？秦云川抿着嘴，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哪有人会故意把自己的妻儿置于最危险的境地？你的目标是夺权，夺权之后呢？你要平衡武将、文臣、世家和皇权，会有比现在更多的身不由己。到那时候，你又能够护好他吗？秦云川盯着他的脖子，拳头捏得咯咯作响。王爷，他是个人，不是你养的宠物。你问过他的意思了吗？也许他的离开就是给王爷的回答呢。秦云川盯着楚萧，眼睛一眨不眨，他想弄死眼前这个人。就现在，就在草堂书斋的书房里，气氛越来越凝滞之时，元亨气喘吁吁的来了。禀王爷，找到了。在哪儿？他还好吗？王妃很好。等我回来再跟你算账。他拂袖而去。楚萧盯着跳动的灯火，这么快就找到了，我还是低估了你的实力啊！原想着让你多着急一会儿呢。小船很快到了逍遥岛的码头，岛上的人也已经接到信号，码头上早有人恭候秦云川。不等小船靠岸，他飞身而起，眨眼之间来到沈岩面前，他一把攥住沈岩的衣领。本王的王妃呢？王妃是我妹妹，这儿是她的娘家，我可以让开。但若是我妹妹不同意跟王爷走，王爷不能够强行把她带走。那是本王的妻，轮不到你说三道四。他一把推开沈岩。秦云川登岛之后，那几个被弄晕了带到岛上的暗卫忙不迭地来接应谢罪。起来，带本王去见王妃。四人连忙爬起来，带着他往岛上的度假庄园去。夜半时分，秦云川终于见到了让他心慌了一整天的小女子。以前从没有人能扰乱他的心神，若有也早就被他杀了。今日见到那个面朝里裹着被子呼呼大睡的人，他却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秦云川来到床边，轻轻地掀开被子，躺进了他的被窝。宁宁，我今晚跟楚萧见面了，你醒了啊？我知道楚萧说我应该问问你意思，也许你离开王府告而别就是你给我的答案。阮宁呼吸发紧，他能听得出来。本王不想要这个回答，所以我来当面问你的意思。王爷要问什么？本王有意问鼎，你愿意不论成败生死都陪着本王吗？阮宁呼吸一滞，你别怕，这没别人，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如果你不愿意，本王也可以放弃。秦云川正琢磨他的这个小王妃是不是没明白问鼎的意思。如果王爷不改此心，那我是不是要和别的女人分享王爷？这次轮到秦云川呼吸停滞，好一阵子两人都没说话。如果不争这个，我们可以活吗？秦云川忽然觉得心头一松，他果然懂。别看他乡下来的，但他总能时时处处给他惊喜。他懂他的处境，他懂他手握大权，攻须卓著，不进则死。帝王之侧焉能容下他这样功高盖主之人？我们可以好好的活得自在吗？可以。那你甘心吗？会后悔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跟我回去，本王定会保护好你和孩子。先前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最后一个问题，服毒自尽的太监究竟是皇上的人还是太后的人？我不确定。你怎么了？我不回去，等你确定了我再回去。你生气了？秦云川小心翼翼试探地问道。阮宁身形一僵，却没说话。正当秦云川再要哄他时，阮宁忽然惊慌道：你灭了灯干什么？屋里一直没有点灯啊。我是说外面的灯。他扭头看向窗户，屋檐下的灯笼，暖黄色的灯光透过半开的窗户倾斜进房间。没，宁宁，你怎么了？廊下的灯明明亮着，他躺在这儿什么也没干。阮宁却说他把灯灭了，他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你转过来我看看。宁宁，别动我。好，我不动，你自己转过来，让我看看你的眼。这恐怕就是小林氏，也就是那位苏布达公主所说的反噬吧。他不过跟秦云川耍了点小性子，哪有女生不耍脾气的？这魔童是什么尿性，竟然瞬间黑屏，让他什么都看不见了。我要是瞎了，可就真保护不了你的族人了。
他只是暂时拒绝跟秦云川回府而已。魔统怎么就判定他不尽心尽力保护族人了呢？这是眼睛啊！阮宁哆嗦着身子转过身，面朝秦云川：“王爷，你别走，我看不见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好害怕。”王不走，我就在这儿，你别生气了，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好不好？你想在这儿住就在这儿住。不，我不在这儿住了，我跟王爷回府，我回府。他们不回府，就用眼睛来换，这谁换呀？收拾东西，现在就走，现在就回府。别怕，夜里有诸多不便，不急于这有，眼睛不会有事的。你先穿上衣服，叫岛上的大夫先给你看看。一会儿裴郎中就来了。阮宁在丫鬟的服侍下把衣裳穿好，他倒没有排斥岛上的大夫给看诊。这看不出什么问题啊？王妃什么都看不见吗？看不见。别急，别担心，已经叫人去传裴郎中了，他很快就过来。说是很快，也得好几个时辰。裴郎中仔仔细细的给他检查了眼睛，把脉，询问前后有什么变化，有什么病症预兆。毫无征兆，没有任何感觉，就是突然看不见了。其实这是好事。我看不见，可就教不了你阮氏针法了。您想啊，这突然看不见了，眼睛没有坏，脑袋也没有磕碰，那就极有可能是忽然又能够看见了。师傅，您想这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天亮了吗？如果天亮了，就回府吧。秦云川脸色不由愈发沉重，他则拉着裴郎中来到门外。会不会是那日翻车撞到了哪里？当时不知道，现在才显现出来。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如果撞到了头，这脑袋里面可能会有淤血，这淤血堵到哪儿就会出问题的。这一笔一笔的账，我定会为他讨回来。我们回府。秦云川弯身抱起他，阔步向外走。沈岩也从岛外带了他熟识的名医，急匆匆赶来。你把他害成这样还不够吗？你还要把他带到哪儿去？哥哥呀，可不敢瞎说，你再乱说，我命都要没了。别怕，宁宁，你要跟他走吗？大哥给你请了大夫来，叫大夫再给你看看吧。多谢大哥，我想回府了。先前我想错了，以为在外头更安全，如今出来了，才发觉王府才是我的家。魔童听见了吗？他这么表决心够真诚了吧？可以恢复视力了吗？哎呦，好吧，再接再厉，走吧，王爷。秦云川抱着阮宁路过沈岩身边时，哥认得苏布达公主吗？她是草原的明珠，是草原最聪慧的女儿。她懂得长生天的旨意，会治病驱邪，草原的人都很崇敬她。原来是这样啊，那她怎么？在一次战乱之中，她不幸被掳，后来就再也没有在草原见过她了。怎么忽然问起她？阮宁摇摇头，一言不发。秦云川没再追问，抱着她上了船。停车，快停车！秦云川立时吩咐外头停车。怎么了，宁宁？你怎么了？你别害怕，别怕，发生什么了？其实阮宁不是害怕，她是激动，她能看见了。不对，这么说不准确，她能看见不应该能看见的东西了。看不见车厢外头的街道，她却径直看见300-500米之外，坐在那儿手里拿着个娃娃，不停摆弄的阮心怡。那边有什么？阮宁指着她看见阮心怡的方向问。车厢壁，楠木的，贴了秀祥云的颈部。外头，车厢外头有什么？有巷子吗？还是有铺子？你饿了吗？还是想要什么东西？我叫人去买。简直牛虫不对马嘴。快到府上了，那边是一处巷子，过了巷子就进崇仁坊了。我们不要过巷子，从别的路回去吧，那边有妖怪。他总不能说他看见阮心怡蛰伏在那儿，不怀好意。大白天哪有什么妖怪？你眼睛能看见了吗？就是看不见才害怕呀，我感觉到那边有邪气，就是妖怪。元亨，去那边巷子里看看有什么。阮宁心中忐忑起来，魔童到底是什么意思？让他失明，却又让他忽然看见阮心怡。回王爷，巷子里有一辆没有徽记的普通马车，不是妖怪，是一辆马车。别怕，就是妖怪，有本王在呢，也不能让妖怪伤了你。不是那么回事儿。阮心怡的手里捏着一个娃娃，那是什么东西啊？你害怕那个巷子？那个巷子里究竟有什么让你这么紧张？隔着这么远又看不见。西朝为何禁止针术？针术不是邪术，是很好的治病手段啊。怎么又问起这个？西朝禁止扎小人吗？正是因为我父皇被人用扎针的巫术控制过，所以西朝才禁止一切针术。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也许他冤枉魔童了，让他突然看不见的不是魔童，而是阮心怡手里扎小人的巫术。那辆马车上有脏东西。阮宁指着阮心怡的方向道。元亨，去巷子里那车上看看，是什么人？为何蛰伏在燕王府附近的巷子里？另外，爷还有什么吩咐？想办法搜车，看车里是否有巫蛊之术。是。元亨拱手应道。元亨已经大大咧咧地走到那辆马车近前。燕王府苏卫巡查，车里是什么人？车里是燕王妃的妹妹，梁王世子妃，不能在这儿吗？梁王世子妃，您在这干什么？我来拜访姐姐。没听说过前来拜访的人要在巷子里躲这么久的。袁素薇怎么说话呢？我家王妃身体不适，不见客。既然姐姐身体不适，那便
罢了，改日再来拜访。慢着，车里有异味，还请世子妃快快下车。近来京都有贼人专往富贵人家的马车熏香里混入迷香，待迷昏了车里的人，为非作歹。为了世子妃的安危着想，请世子妃快快下车，容卑职检查一番。胡说！燕王府的苏有好生无礼，你这是故意欺负人。元亨回头冲手下吩咐道：“快去请世子爷来，就说世子妃车里有不干净的东西，恐怕影响世子妃安危。这下世子妃可以放心下车，叫卑职检查了吧？如果什么都检查不到，我定不轻饶你。”元亨拱了拱手，阮心怡好端端下了马车，元亨已经跳上车辕，正弯身查看车厢里头。秦昊得到消息，匆匆赶来时，元亨刚好检查了阮心怡的车架。袁素卫，你强行无理的非要搜查我的马车，可找到你要找的东西了？上尉，我早就告诉你了。王妃，只见秦云川抱着阮宁朝马车走来。我来找。你眼睛怎么了？看不见吗？王妃要找什么？我同你一起找。世子爷，我好难受，我肚子痛。赶紧让开，搜完了事。燕王叔要信得过侄儿，那就让侄儿陪着燕王妃一起搜。来人，把马车拆了。不行，姐姐说什么便是什么，妹妹的名誉就不要紧吗？名誉大过生死，我今日便是死在这儿，也不能让你再践踏我的名誉。一辆连灰迹都没有挂，临时架出来的马车，还践踏名誉？世子妃的名誉这么容易践踏的吗？世子爷，不期一提，您就不抱妾身说两句话吗？你还委屈上了。我本来念及姐妹情谊，念及我们都是阮家的姑娘，不想说出来。如今看来，不说不行了。我怀疑我眼睛忽然看不见，正是因为阮心怡用扎小人的巫术咒舞而罪证就在这辆马车上。扎小人在西朝可是了不得的巫术，因为先祖皇帝当年就被此巫术害惨，所以对此巫术的惩罚也相当严厉。你胡说！我们是姐妹呀，你怎么能如此陷害我？阮宁，你好狠！你真是要害死我呀！妹妹，是谁要害死谁啊？拆吧，姐姐如此陷害我，我若不让你拆，倒显得我心虚了。但我也要问姐姐，倘若拆了马车，什么都没有拆出来，你又要作何解释？王妃，卑职刚刚已经……王爷，你相信我吗？真的有。我没乱说。拆，若是弄错了，本王负责。真是欺负人！侄媳倒是要看看燕王叔打算如何负责。别嘴硬了，等找到你用邪术的证据，有你哭的。既然主子让拆了，两个府上的人通力合作，一起拆车。砸，本王赔一辆新马车就是。砸，世子府一辆马车还砸得起？这么不计代价的拆，进展终于快了很。1个时辰的功夫，马车已经被大卸8块。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姐姐，众目睽睽，大家都看到了，根本没有扎小人，你不能这样陷害妹妹呀！今日之事，你们看不到吗？我能感觉到呀，就在那里。你们为什么看不到？姐姐今日是不把屎盆子扣在妹妹头上就不甘心吗？宁宁，许是你情绪不稳定，那马车上没有你说的。不，我自己找，明明就在那里，你们为什么看不见？他凭感觉来到马车旁。这是什么？把四方机也拆了。四方机也被完全拆开，还是没有。阮宁的手扔在马车地板上摸索。这是什么？这是车厢地板，看起来似乎有个暗格。来人，把这暗格打开。那是什么？别动。秦云川亲手把暗格里的东西拿出来，一个半尺来长的小人，身上扎着10几根又细又长的针。小人做工很粗糙，但上头写的字却很清晰工整。小人肚子上用鲜红的朱砂墨写着阮宁，小人背后写着阮宁的生辰8字。真的是巫蛊术啊！真的有扎小人，太邪乎了。阮心怡脸色苍白，秦云川看着手里的小人，脸色黑沉难看。阮心怡，你找死！阮心怡反应绝对够快，她扑通跪下，朝阮宁的方向砰砰磕头。我是被冤枉的，姐姐，你要相信我，我不知道啊，这不是我干的，这若是我藏的，我绝对不敢让当众拆车的呀。姐姐，我们是姐妹，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真的不是我呀，你要相信我。阮心怡没吝惜力气，砰砰几下就把额头上磕出血迹来。求姐姐明察，求王爷明察，还妹妹清白，真的不是我。也许真的不是她，我的好妹妹。那你告诉我，这是谁的字迹？谁又能知道我的生辰8字？谁能摸上你的马车，偷偷把这东西藏在那么隐秘的机关暗格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有人要嫁祸我，世子爷，你要相信我，不是我干的。王爷，我肚子好疼，求你，王爷，求你救救我们的孩子，我眼睛可以不要，孩子不可以呀，救救孩子！他上前抱住阮宁，宁宁不怕，孩子不会有事的，不能有事，不能，快救救孩子！秦云川抱着阮宁离开人群，但他留下了元亨处理后续。秦昊冲着秦云川的背影道：还求燕王叔给侄儿一点薄面，这件事请交给侄儿处理，侄儿一定会给燕王叔一个满意的答复，该惩治之人绝不姑息。不行，待本王安顿好王妃，就来亲手弄死他，定要将他挫骨扬灰。阮心怡生生打了个寒战。燕王叔，阮心怡毕竟是侄儿的妻，这件事儿交给侄儿做吧。秦云川不为所动，秦昊忽然撩袍跪下，冲秦云川叩首。
求你了，给侄儿这最后一点颜面吧。别让本王失望，否则本王一定亲自动手。秦昊起身道：“把这毒妇给我绑了。”世子，不要，妾身是冤枉的。嘴堵上！不要！阮心怡被押回了世子府，就被关进了柴房。等到换干净衣裳的时候，也许就是该上路的时候了。他惊恐地蜷起双腿，整个人在柴房的地方蜷缩成一团。以前在梁王府的时候，府上总是有下人在我面前说好听的，我也赏赐他们东西。可现在……正在这时，外头突然传来脚步声，就在这儿关着。外头传来女人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威严，甚至比老太妃还要威严霸气。是谁？谁来看她了？回娘娘，正是。那扎小人现在何处？被燕王府的人一把火烧了。烧了，可惜了。燕王妃真的失明了？是，完全看不见。那她是如何找到小人的？当时所有人都认定不会有东西了，也没有地方可以藏了。燕王妃是凭感觉，一直让人拆到只剩地板。其实地板上的暗格也不明显，如果不是燕王妃手一直摸索，想来燕王也发现不了那暗格。打开门，哀家见见他。吱呀一声门响，瞧把孩子吓得，好好的孩子，瞧瞧被折腾成什么样了。柴房里脏，娘娘要问什么，不如叫她到外头来。外头人多，给孩子点体面嘛。谢太后，谢太后娘娘。好了，人活一张脸嘛。自打她嫁了燕王，就压你一头。原本是个乡下村姑，现在竟踩在你头上。你这孩子向来心高气傲，哪里受得了这种气？你告诉哀家，这扎小人是谁教你的？除此之外，还教你了什么？太后娘娘，燕王那边……你不要多言，哀家自有分寸。是我表妹张家的女儿张怀玉，她祖母其实是苗女，会很多苗疆之术。她如今在祖母跟前学习受教，她也在阮宁手里吃了几次亏，记恨阮宁。她听我说与燕王妃之间的局语，便教了我这法子。扎小人不但要有名字、生辰八字，还要念咒语。你好孩子，那你学的也很快嘛。臣女太恨他了，他处处跟臣女作对，若不是他，臣女也不会跟世子爷离心离德。秦昊闻言皱起眉头，他闭上眼睛，眼底尽是无奈。天真的阮心怡，难道真以为太后娘娘是来救她的吗？还有别的吗？怀玉表妹还会苗疆之毒，也给过臣女，但臣女还没用过。阮心怡忽然低下头，她不敢接触秦昊的视线。看来都是你那表妹惹的祸。既如此，你可以安心去了。太后说完，从容优雅地转身，迈着高贵的步子离开。安心去了，什么意思？太后娘娘不是来赦免她的吗？阮心怡还没回过神来，忽然冲进来几个面容阴狠、表情刻薄的太监。不，秦昊，世子爷，一日夫妻百日恩，你不能这么对我。秦昊，你回来，你救我呀！你不能让我落在阉人的手里。世子妃别急，咱们肯定让你死前好好的爽一爽，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阉人的手段。不要，秦昊，我是你的妻呀，你救救我！太吵了，把他的嘴堵上。阮心怡瞪大眼睛，巨大的痛苦和惊恐使得她目眦欲裂。听说他肚子里有个刚刚萌芽的死胎，我还没有见过死胎的样子呢。阮心怡终于明白了，为何在她回答了太后娘娘的话之后，秦昊会用那种怜悯的眼神看着她。原来他早就知道。我好傻，我以为他是来救我的，没想到他是来索我的命的。我还把一切都告诉他，如果我不说，是不是还能活得久一点？爸，我斗不过阮宁，更玩不过太后。阮宁，你要小心一点呢。太后娘娘问得那么清楚，她是冲着你去的呢。阮心怡那年轻漂亮的眼睛就那么圆睁着，渐渐失去了光彩。她的呼吸不知在哪一刻彻底停止。怎么了？做噩梦了？别怕，我在呢。我梦到阮心怡死了，他那等狠毒善妒之人死有余辜。那个小人烧了吗？已经烧了，你还是看不见了。裴郎中，你不是说王妃的眼睛能恢复吗？是能恢复。哦，对了，王妃前几日救了一个中毒的神婆，那神婆却有几分通灵的功力，可以把她叫来问问。是啊，怎么早没想起她？那神婆很灵的，王妃也很信任她，是吧？王妃，叫神婆过来回话。完了，小林氏，苏不达公主，对不起了，你的委托我大概完成不了了。不过等我死了，咱们的账也能好好的算一算了。您的仆人王氏拜见王爷、王妃。神婆跪下行礼，她一抬眼，冷不丁的惊叫一声。秦云川皱起眉头，要死了，要死了！王妃的眼睛，这眼睛……你在拜什么？奴婢在拜王妃的眼睛。王妃的眼睛有异样，这异样乃是
哪里不舒服？没有，有点紧张。没事，无论是什么情况，本王都不会丢下你一个人。你继续说。王妃的眼睛看不见了，给王妃眼睛加持那东西在哪？许是加持没做好，或是功力太大了，一时之间不能适应，过犹不及，这才看不见了。加持，这么说来，你倒觉得那东西是好的了？救命啊！鬼娘娘小林氏，你要害死我呀！是好的。放肆！这神婆果然是个神棍。来人，把神婆拉下去，乱棍打死。王妃，救救老奴！王爷，不如带神婆去烧毁那东西的地方，让她看看，她这种通灵之人，要到那地方能直接感受到，才能说得准。好，听王妃的。神婆，过来扶着我。好吧，狱中也来扶着，谨慎些。秦云川跟在后头。阮宁能听见他稳健的脚步声。王妃想跟老奴说什么？王妃别紧张，老奴虽然老了，但本事还灵光着呢，甚至越老越灵光，一定能为王妃效力，治好眼睛。因为阮宁看不见，所以他们走得特别慢。终于来到那条巷子里，巷子里还有一股东西烧焦的糊味儿。别怕，你到底行不行？这堆灰烬是巫咒娃娃，原来诅咒的是王妃呀，不是老奴道行浅，是因为这东西被烧了呀。这上面的诅咒还没破，不能烧，要先破了诅咒才能烧。那怎么办？都已经烧了呀，也不是没有补救的办法。若要破除诅咒，还需得王爷王妃信任老奴，否则老奴就无能为力。少废话，你有什么办法？所有男丁要退出巷子之外，所有女眷除王妃以外，都要离开这里20步以上。那不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王妃现在，本王不能离开她身边。王爷就在巷子外守着，老奴还能做什么妖不成？再说，王妃对老奴有救命之恩，王妃背后更有整个燕王府做后盾，老奴可不敢与整个燕王府为敌呀。叫他试试，我想看见，我只想快点看见。在阮宁迫切的要求下，秦云川带着所有男丁来到巷子外头，清管、狱中都退出20步开外。王妃，您怎么得罪了鬼娘娘？你怎么知道？嗨，鬼娘娘什么道行，什么段位，一个巫咒娃娃的小把戏，岂能伤得了您？这种小鬼儿根本是小儿科，给鬼娘娘提鞋都不配。小林氏，不是苏布达公主，她这么猛的吗？您的眼睛上有鬼娘娘亲自烙下的契约印记，小鬼见了您都得绕着走，邪祟都不敢沾您的边儿，所以您眼睛看不见，不可能是诅咒所致，只可能是鬼娘娘在惩罚你。我道歉也道了，认错也认了，都跟着回来了，还不行吗？他还要我怎么样？他再不放过我，我就到阴曹地府找他去，当面跟他理论理论，做鬼就能不讲道理了。慎言，王妃慎言，不能不敬鬼神。你把他叫出来，我当面跟他掰扯。哦，对了，你不能叫出来他，还得托梦是吧？如今不用托梦了，老奴可以请来鬼娘娘跟王妃您说话，您的眼睛老奴无能为力，这事儿您还得真的亲自请教鬼娘娘啊！你现在能叫他来了？请是请，王妃您再言语不敬，老奴也帮不了您了。请，赶紧请上来吧。还请王妃给一样鬼娘娘赠予您的东西。我把我眼珠子抠出来给你。不用，您给老奴一滴眼泪即可。我哭不出来。您想想，您要是哭不出来，可能一辈子都看不见了。我忍。您想想伤心事，哪怕就一滴泪了。我好可怜呀，我太惨了。他眼里终于流出了滚滚泪滴。神婆，好了吗？可以请他了吗？听说你要找我算账。阮宁浑身一僵，因为面前站着神婆的位置，突然传来了小林氏的声音：娘，您肯定是听错了。您上次不是去投胎去了吗？上次是为了哄着你姐姐去投胎，我可不能走。我走了，你到阴曹地府找谁算账呢？阮宁无语。我会好好修炼，等着你来。好了，这么大姑娘，哭哭啼啼，成何体统啊？这次看不见是给你一个教训，也是提醒你，有人想害你。你需要我，正如我也需要你，但你一定要尽心竭力，好好保护我的族人。对了，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他是你的血脉，也是我的血脉，你不可伤害他。好，我答应你，我全都答应你。阮宁话音刚落，他眼前的世界就清明起来。太他妈难了，跟人斗不够，还要跟鬼斗。神婆也在他面前瘫软在地。鬼娘娘威武，这功力奴婢招架不住啊！你辛苦了，我记得你的功劳。阿娘送了我这么宝贵的礼物，我也得回馈阿娘点什么才行。是啊，这双眼眸是宝贝，不说别的，单单是邪祟不敢沾，就给您免了多少麻烦。王爷，您快来！我在这儿，你感觉怎样？求求王爷，您救救我！本王能做什么？你说。有人托梦告诉我，王爷杀戮太重，若不收敛，将来会祸及子孙。还说什么？他说他与我有难解之缘，所以提点我，请王爷发誓，日后不杀苏布达公主的族人。我此次祸事，他帮我解。苏布达公主，你是为了沈岩来求本王发誓？为什么是为沈岩？这关沈岩什么事？秦云穿着莫名其妙吃的什么飞醋啊？跟沈岩有毛的关系啊？
回来之前你问了沈岩苏布达公主的事儿啊？哦，那是因为苏布达公主是蒙古人，沈岩不是和蒙古关系密切吗？所以我问她是否认识，但我所求之事跟她没有任何关系。是吗？本王倒是觉得你把沈岩当自己人，甚至比亲哥哥都亲呢，弄得本王好像是个外人。这话说的满巷子的酸味儿，神婆都听不下去，捂着耳朵跑远。有些人自己身子不正，倒看别人的影子都是歪的。我之所以躲到沈岩那儿，是为什么？是因为有人要杀我。是谁要杀我？是不是你的老相好？我被风马撞翻在地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别人脚脖子崴了，跟你有什么关系？需要你马不停蹄进宫去关心照顾一番？什么脚脖子崴了？我那日瞥见你进宫确实不对，是我疏忽了，但跟谁的脚脖子有什么关系？哼，装吧，王爷当然不会承认。我那日进宫是因为太后找到了先帝亲笔遗诏，诏书中有一折是专门留给本王的。太后宣本王进宫去看，没有脚脖子呀。秦云川十分纳闷，阮宁怔了怔，不是太后的脚脖子崴了，太医说有可能骨折了。原来他并不会唇语，只是蒙了个大概啊。你眼睛好了，能看见了？完了，露馅了。哎，是啊，我好了，我能看见了。我什么时候好的？怎么就忽然好了？太神了！阮宁脸不红心不跳的装腔作势。谢谢王爷，一定是王爷救了我。我以后再也不跟王爷闹脾气了，眼睛看不见太吓人了。你从王府一声不吭的搬走，还说是本王把你发落去庄子，就因为这脚脖子？当然不是，是因为那太监用风马撞我的马车，然后他还畏罪自杀了。我这个人贪生怕死，肚子里还揣着一个，不想冒这样的风险了。明日随我进宫，你亲眼看看某人的脚脖子崴了没有？不，我不进宫。王爷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不敢进宫。本王发誓不会再诛杀博尔氏一族。苏布达公主姓博尔氏。阮宁闻言一愣，她仰脸看着秦云川：“你发誓了？你不是都听见了？那我也可以发誓，我只是把沈岩当哥哥，从来没有别的想法。他这辈子也只可能是我的哥哥。原本让你和沈岩结拜，就是我为你留的后路。”以便将来情况危急，可以让沈岩带你离开京都是非之地。但是现在本王后悔了，我舍不得让你离开，本王会竭尽所能保护你们，但若真有危险，你们也只好陪本王沉沦了。好，经此一番波折，阮宁的眼睛好了，他和秦云川之间的芥蒂似乎也化解了。燕王府倒是平静了，但接到世子府报丧的阮家可不平静。突发疾病暴毙了。阮斌接到女儿的死信，当即腿一软，扑通坐在地上。张氏更是两眼一翻，直接昏死过去。阮斌胸闷气短，整个人瞬间老了10几岁。他被下人搀扶着踉踉跄跄来到世子府。这是怎么回事？新义好歹也是世子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正妃，他年纪轻轻忽然走了，连个像样的葬礼都没有吗？秦昊一身黑衣，并未穿素白衣裳。一夜夫妻百日恩，新义待你如何不用我多说，他才刚走尸骨未寒。太后下令一切从简，不准办葬礼，不准祭奠。吃灵堂也是我求太后格外开恩，叫至亲之人前来告别，见最后一面所设。这是为何？新仪不能葬入秦家祖坟，钟义侯的意思是把他葬回阮家祖坟，还是我另外给他买一块地安葬？为什么呀？为什么？你给我个解释！我好好的女儿嫁给你，她未曾有过逾越之事，你家凭什么这么对她？看完了吗？来人送客。秦昊，我是你的岳父大人，新仪没了，我也是你的岳父，你不能这么对我。眼看秦昊毫不留情，阮斌终于接受了现实，他满面恨意，咬牙切齿。既然我女儿没了，她也没留下后人，世子把她陪嫁来的下人都还给阮家吧。秦昊懒得理他，冲下人点点头。等着。下人应了一声，转身去办。世子妃究竟做了什么错事，竟落得如此下场？陪嫁的下人跪了一地，但屋子里只有一股子压抑的气氛。说，世子妃用巫咒术扎小人被发现了，连宫里的太后娘娘都惊动了，所以才扎小人。那是太祖皇帝颁布的禁令啊，没诛九族，没把阮氏一族都灭了，就是太后开恩了。他咒的是谁？是燕王妃，被燕王妃当街发现，当众揭穿，所以太后娘娘也无法袒护。阮宁，他害死了我的女儿，他差点害得阮家满门覆灭呀！他好狠的心呐！我把他接回来，真是见了个冤家，见了个对头。他是要害死我呀，他要害死全家。老爷息怒。息怒？我息不了怒。
那是他的亲妹妹呀！就算是扎个小人真的害了他了吗？不过是玩闹，他就是要当众揭穿他豪狠的心呐！燕王妃被咒的眼睛看不见了，他活该！他那般狠毒的人，活该看不见！好啊，阮宁，你是故意的，你是故意要害我一家呀！好，你不念我的恩，反而记恨我、陷害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哥，这么快就找齐了？有好几味药材，可是极其难寻的，你也都寻到了？妹妹所托，岂敢不加紧办？咱们自家有做药材生意的，叫各地的掌柜都留意打听，都能够找到。你看看是不是上等品质？何止上等，有些药材是极品品质，千金难求啊！哥，你真好。沈岩看懂了他眼底的情绪，见他这么开心，沈岩笑得比他还满足。沈岩眼角余光一瞟，内院廊间某人那冷悠悠的眼神，犹如一支淬了毒的冷箭，看得人脊背发寒呢。我还有别的事情，先走一步。妹妹有什么别的需要，叫黄忠去告诉我。啊，黄忠的伤好的差不多了吧？多谢哥哥，我还想留哥哥一起用饭呢。哎，不了，改日。沈岩笑容别有深意，只怕他留下来，某人想吃了他。沈岩告辞离开，阮宁还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这是苗疆稀有药材呀，哥哥真是好本事，这么稀缺的药也能找来。把箱子都合上，上锁，还需要防保管。千云川忽然走上前来，王爷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药材没收，你不准碰。你讲不讲道理啊？你凭什么没收我的药材？你要讲道理，好，本王最讲道理。你如今身怀6甲，临产的日子越来越近，你是个孕妇，你还记得吗？你可以碰药材吗？是药3分毒，炮制、调配、制药，哪个不用接触药材？你和孩子的健康安危重要，还是制药重要？我可以戴口罩，戴羊肠衣手套，穿防护服。你也可以安心养胎，待生产之后再研究药材。本王会贴上封条，把钥匙交给你，除了你，没人能取用。那怎么行？药材也是有时效的，更何况这药若是早点制出来，就能早点让更多的人受益，也能带动当地的人采集种植所需药材。如果你急着想看成药，你可以叫裴郎中替你配制，你告诉他做法，相信他很乐意帮你这个忙。配药也要凭直觉、凭感觉的，有时候人的直觉比仪器都精准。我教他，我俩感觉又不一样，我怎么教他？不试试怎么知道他不行呢？那我想想方子，把我猜测的用药比例写下来，叫他慢慢尝试吧。乖。秦云川摸着他的头轻笑，阮宁狠狠翻他一个白眼。回去重瑶院，阮宁把药方给了裴郎中，但想想那么好的药材，若是叫裴郎中作废了，他心都在滴血。阮宁堪堪忍耐了3天，他就忍不住了。不行，我得去看看。玉忠，你跟我去。悄悄溜去裴郎中的院子。玉忠刚走到院门口，就拉住阮宁。王爷也在这儿。他在这儿干什么？不会是防着我来偷看的吧？好像要给什么人看病，还挺麻烦的病。阮宁一听疑难杂症，他立刻来了兴致。你有办法偷听吗？我也想听。你先憋住气，奴婢带您走近点试试。狱中带着阮宁穿过游廊，从侧面靠近那扇半开的窗户。皇上指明让你治曹行简的病，就是为了刁难燕王府。这个曹行简是镇西大将军，他领兵30万，与本王的大军可分庭抗礼。若能治好他，自是卖了个大人情给他，但这必然也是皇帝不想看到的结果。所以他把曹行简送到这儿来，就是希望你治不好他。他的病确实不好治，所谓的复古之具，原指的就是这种毒疮。毒疮长在骨头上，若要根治，须得刮骨以去毒，太危险难呐。千云川却猛地抬头看向窗外，谁在那儿？我在这儿，我都听到了。没见过您这样偷听的，您不如大大方方走进去听。阮宁走进屋里，我听见什么镇西大将军，能跟王爷匹敌的人物，要是治不好，死在咱们府上，他手底下的兵会不会记恨咱们呀？那倒也不至于，但曹行简此人正直，由他领兵镇西，比其他人强。他若死了，接替他的人恐怕就是梁国丈那边的人了。所以若能拉拢他为上策，拒绝此事为中策，与他结仇，或是叫镇西军落入梁国舅那伙人手里为下策。现在皇上已经指明要把人送到这儿，叫裴郎中医治了，拒绝恐怕不行。您摆着抗旨不好吧？他的病我有所耳闻，难治，风险大，裴某并无把握呀。骨上毒疮嘛，我听到了。若用刮骨疗法，的确风险大，但我们有麻药和白药，刮骨前避免他疼死，刮骨后避免因感染而死，做好这2点就成。他身上的旧伤很多，难以确定毒疮的位置，如何对症下刀？这总不能把他全身的肉都给剔了吧？还是抗旨更为明智，否则真是自找麻烦。可旁人若把他治死了，那就成了王爷的下策。旁人若万一把他治好，这人情就送了旁人了，倒不如我们做这人情。秦云川和裴郎中都看着阮宁。据你所知，可有人能治他的病？若不提，那冒失贪功者还真有一人。谁？华佗。
阮宁差点原地栽个跟头，他是穿越到哪儿了？怎么这还有华佗的事儿啊？那更不能让曹行简走了。华佗可是给关羽刮骨疗伤过的人，等于白送了人情给华佗。你认识华佗吗？关羽是谁？你不是第一次提他了。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可他们不认得我。这么有名，本王怎么没听说过？哎呀，那不重要，我们给他治。徒儿，让你研究的药研究好了吗？那药正是比麻沸散还厉害的麻药，可以达到局部麻醉的效果。此时正好派上用场啊。还没有。此事风险甚大，你不要逞强。他死或是叫旁人做了人情，都与咱们无关。王爷怎么能这么说呢？有风险就可以逃避吗？那生孩子还有风险呢。人说妇人生孩子犹如过鬼门关，我可以不生吗？你若研究制药，能够保证自己的身体不受其害吗？能够保证自己和腹中的孩子都平安无虞吗？你放心，在我接受这个孩子那一刻，我已经决心要做一个好母亲了。对自己有害、对孩子有害的事情，我是不会去做的。幸云川点点头。好。皇上既然放心让二叔住进燕王府，他就不怕燕王趁机拉拢二叔。就算皇上年轻，思虑不周，想不到这点，但他身边那么多谋臣呢，还有后宫那位太后娘娘，他们岂能想不到？你想说什么？你想说其实裴郎中根本治不好我的病？你想说皇上是打算叫我死在燕王府？你想说皇上是筹谋让镇西军和燕王府结怨呢？二叔，我错了。裴郎中能治好燕王，肯定也能治好二叔。而且燕王若是不傻，就不会跟二叔交恶，他必会让裴郎中尽心尽力。等到了京城，你先别跟着进府，去察观10次，再打听打听。是二叔，你放心。曹行简被小皇帝安排的人接进了燕王府，但曹爽却偷偷溜了。他换了身衣裳，看起来就像个吊儿郎当的纨绔，一身痞气。他在茶馆出手阔绰，点了好些样精致的点心。他这么高调，很快就吸引了旁人凑到他桌上。爷瞧这面生，不常来吧？爷刚来京城混迹，想打听些事儿。那您可找对人了，小的京都包打听，您只管问。曹爽一开始扯些别的，渐渐扯到了燕王府上。他问起燕王爷的病究竟是怎么好的，又问起裴郎中的医术。裴郎中的医术是真好，他不但保住了燕王的命，还救过梁王世子爷的命呢。但燕王能够彻底好了，那是燕王妃冲喜的功劳。那乡下女子福星高照，京都人可都看着呢。曹爽觉得这人是胡说八道，他又换了几个地方打听，但打听来的消息却是差不离儿。这跟我们在外地打听的说法不一样啊！这裴郎中到底行不行？不止曹爽担心裴郎中行不行，宫里的小皇帝也在担心。裴郎中医术高明，不会真的把曹行简治好吧？皇上放心，臣也安排了多位名医，沿途给曹将军看过，他的病根在骨头上，治不好。若要根治，必须得剔肉刮骨。梁国丈还没说完，小皇帝就吸了口冷气，被这剔骨刮肉吓了一跳。而且这曹将军不是一处疼痛，各位名医都看了，无法确定病灶，总不能把他全身的肉全都剔了吧？但燕王当初太医们也都说没治了，要死了。再看他现在，朕只觉得他可能比朕还要活得久。皇上千万别这么说，您放心，就算裴郎中的医术真能出神入化，是那些名医都料不到的，也无妨。曹行简只要进了燕王府，他就别想活着离开燕王府。当真万无一失，他身边已经安排好了人手。小皇帝这才安心，满意的点点头。曹爽来到燕王府，亮明身份，被家丁引去客房。如何？这都5月天了，二叔你不热吗？燕王府的人心思真细腻呀，我卿侄儿想不到的，他们都想到了。京都打听来的消息都说裴郎中的医术是这个，他不但救了燕王，还救过梁王世子的命呢。裴郎中绝对是京都传奇人物之一，论医术，他说第2，没人敢说第1。曹爽也没说，其实燕王妃也是京都传奇人物之一，正是这2个传奇人物同时存在，才有了将死燕王奇迹病愈的传奇。二叔你歇着，侄儿先去见见那位裴郎中，也好探探他的底。曹爽脚底抹油跑了，主要是二叔那屋里也太热了。他出了客房院子，一路打听着。我是曹将军的侄儿，我有二叔的病，特地来拜见裴郎中。下人便给他指了裴郎中的院子。一进院子，扑面而来一股浓浓的药香。大夫就是大夫，住的都跟别人不一样。曹爽背着手，院子里没见着人，他正欲招呼一声，却听见西厢里传来动静。他立刻朝西厢房走去。晚辈曹。阮宁手里拿着称药的小秤从屋里出来。你是什么人？女子也能抓药？女子怎么就不能抓药？裴郎中呢？我是来找裴郎中的，跟你一个胖妞说不着。阮宁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孕肚，这叫胖妞？
裴郎中去药房拿药了，一会儿就回来。裴郎中去拿药了，你在这儿干什么？私自动他的药啊？你燕王府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啊？这药房是女人能来的地方吗？对啊，我不但抓药，我还配药呢。等会儿你们大将军要用的药就是我抓的，我配的。你敢？你燕王府是在敷衍我镇西大将军啊？竟让个女子，一个屁都不懂的愚笨胖妞给我二叔配药，简直岂有此理！裴郎中呢？把他给我叫出来！阮宁看他的样子，不由咯咯笑出了声。胖妞，你笑什么笑？曹小将军肝火太旺，血气太热，反应为热毒，越是着急生气，热毒越重。曹小将军现在是不是浑身刺痒？你怎么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这病不难治，3服药即可见效。曹小将军日后再不必受此瘙痒刺挠之苦。啊，你骗鬼呢？不对，你怎么会知道我的病症？你认识我？不可能啊！院门口突然传来裴郎中的笑声。观其形而知其病，这是高手中的高手。你遇着神医了，傻小子。您是裴郎中？师傅，你瞧，你要的是这个药吗？对，称2两，加进去。师傅，你有18岁吗？难道是不老神仙？阮宁和裴郎中都不理他，曹爽站在原地，眼珠子咕噜噜乱转。你刚才说的是真的？真能3服药就见效？你若能治好我为什么要治？我只是个屁都不懂的愚笨胖妞。别呀，是我蠢，我笨，我嘴贱。仙姑，您是仙姑娘娘，您原谅我吧。这样吧，我先给你抓一副药，你现在去煎1剂服下，喂食末再煎1剂，每次都是3碗水煎成1碗。等明早起来，你若见好再来抓药，若不见好，我也不耽误你，省得你以为我骗你。阮宁说着去给他抓药。多谢仙姑，不跟我一般见识，多谢。阮宁交给他药包时诱导：3副药方有调整，你若服了见好，切不可拿着药渣叫人给你配，吃坏了我可不负责。明白，您放心，一事不烦二主，我懂。眼睛拿掉，他面有瑕，恐玷污了君爷的眼睛，不好拿下。我什么伤没见过啊？把面巾揭了，否则绝不能够踏入曹将军屋内半步。怎么这么没眼色呢？这是仙姑，医术高超，能治我二叔的病。别逃，让他们进来吧。请仙姑请，裴郎中请。裴郎中和阮宁进了屋里，曹行简已经从床榻上坐了起来。劳烦裴郎中了。裴郎中给他把脉时，阮宁就在一旁看着，他戴着厚厚的面巾，目光灼灼地扫视过曹行简的全身。放肆！你这丫头好不知羞，怎的盯着男人直看？阮宁挑了挑眉，曹将军有所不知啊，他的医术更在裴某人之上，他可观其形而知其病，他不用诊脉就能够给曹将军看诊了。曹某自小看过许多大夫，从军以来更是如此，还从没听说过有人单凭眼睛就能给人看诊的。二叔不可不信，仙姑可灵了，真的。燕王府上新研制出了麻醉药，有此麻药便可为曹将军进行刮骨疗伤。多谢裴郎中。不能用刮骨疗伤，因为毒疮太多，全身上下一共有10几处。若用刮骨疗伤，疮口太大，万一感染，太危险了。哼，你个小丫头片子，你懂什么？裴郎中不比你懂，毛都没长齐呢，就敢在你曹爷爷面前指手画脚了。阮宁却侧目往窗口处看了一眼，曹爽却见阮宁给他使眼色，去。阮宁指了指窗户，示意他窗外有人偷听，快去。曹爽他屏住呼吸，脚步轻盈，闪身到窗口。哟，薛涛，你蹲这儿干啥？我这不是怕将军有危险，你一个人不是对手吗？一位老大夫，一位小仙姑，我不是对手，你在门口守着，我喊一声你不就进来了吗？至于要猫着腰蹲在窗户底下，你想听什么呢？是我多虑了。他飞快地退走了。曹某虽然病着，但内力过人，多年作战，十分警觉。刚刚我都没发现窗外有人，姑娘你是如何发现的？难道姑娘你小年纪，内力比曹某还深厚？哎呀，二叔都跟您说了，她是仙姑，仙姑有仙术，不能刮骨，那如何治啊？微创，用一种特制的手术刀，创口非常小，并且可以将药直接送到毒疮处，药效直达，见效快，感染风险小。他细听裴郎中和那女子商讨，我有2套方案。第一，我来操刀，亲自给他手术。不行，绝对不行！你是女子，男女授受不亲。哎，这话不对，大夫眼里没有男女，只有病患和病灶啊，不能够讳疾忌医啊。还有第2套方案，就是我把毒疮的位置标注出来，裴郎中来操刀。行，这个可以。微创的话，我看不见里头的情况，如何知道骨上毒疮刮干净了没有呢？
裴郎中都看不到，他操刀的话，他如何能看到？我都跟二叔说了，他是仙姑，他会仙术，肯定能知道呀。你闭嘴吧！我自有把握，但若是裴郎中操刀，那就大窗口。正好我们的新型麻醉药已经配好了，手术完全没问题。那我也没有问题。哎，刚刚不是说大窗口容易感染吗？别的我不懂，但这个我懂。对，没有抗生素，多半是感染造成的。那我……曹将军别担心，咱们虽然没有10成的把握，但凡事都有赌一把的性质。治病这事儿，咱们也得赌一把。外伤感染致死很正常，裴郎中肯定会尽力。您放心，裴某人定当竭尽全力。然后裴郎中就跟阮宁商量起来，10几处呢？你说分2次还是分3次？这一次下来的话，我怕他受不了，我也受不了啊。分3次或者4次都可以，窗口太大了，得做好各种应急预案。不是，你们让我再考虑考虑啊。曹大将军，您不用考虑了，裴某人很想试试，也是第一次做这种手术。你这么说，我更慌了。曹行简有点懵了，曹爽哎了一声，提步去送2位大夫。等他把人送出院子，连忙上前一步，扑通跪在阮宁面前。仙姑千万别跟爽一般见识，昨日得罪之处，实属爽有眼无珠，求仙姑继续给次要治疗吧，那药效实在是好，仙姑没有骗爽。跟着来吧。曹爽跟着到了裴郎中的院子，阮宁又给他抓了药。多谢仙姑不吝赐药，早晚各1剂，饭前服用，这3副吃完，我看看要不要再抓药巩固疗效。多谢仙姑。曹爽拿着药回到客房院中，薛涛站在正房门廊下。曹校尉，大将军要见你。曹爽也没避讳，他提着药就进了上房。二叔，你说那女子是仙姑，这话是何意？这是给我开的药？哦，不是，这是侄儿的药，您瞧。曹爽说着撸起袖子来，比早上刚醒时还好些了。你这病也是看了许多年，找了许多大夫，近来只顾赶路，也没顾上你，怎么他自己好了这么多？哪是他自己好的，是仙姑昨日给了1副药，他说3副药基本能治好，只看后续可需要巩固。1副药就有这样的效果？可不是，要不岂能担得起仙姑这称呼？不过他为人小气，非常记仇。小气记仇，睚眦必报，那他怎么又肯给你开药了？别提了，我把我珍藏多年的西域珍宝都给了他，还给了几10两银子做枕巾，我跪地给他磕头认错，就差喊他姑奶奶了。曹行简无语，他眉头皱得死死的，这种丢脸尊严丧尽的事儿，他死也不会干。咱们可以求燕王呀，他在燕王府住着，总得听燕王的吧。二叔您跟燕王说说，燕王开罪您，他犯不上啊。行，咱们借住燕王府也有2天了，还没有见过燕王，你替我请燕王，我这腿不方便，请燕王屈尊来客房一叙。曹爽把他的药送到灶房，叫下人给他文火煎上，他则去请燕王。曹某无知，得罪了小仙姑，还请燕王给说情，请小仙姑不计前嫌，给曹某医治。小仙姑就是跟裴郎中一道看诊，体态丰腴，戴着面巾那位年轻女子，你怎么得罪了她？嗨，不知她医术好，说了些难听的话。曹行简话没说完，就感觉到屋里的气氛危险起来。曹某也非故意，那不是看他太年轻，年轻人能有什么经验？难道可能诚如曹爽所言，为什么仙术吧？所以想请他给医治。你放肆！你说难听话得罪他，还想叫他给你医治，你脸大吗？曹行简一噎，这燕王说话好难听啊，连本王都不敢得罪他，你去得罪他，还想让他给你医治，你还是做梦比较现实。秦云川一通呵斥，重重一哼，拂袖而去。到底什么身份啊？这么厉害，燕王都得敬着他，这世上还有燕王不敢得罪的人呢。曹行简将目光转向曹爽，爽啊，二叔这些年对你怎么样？不如你替二叔去求求小仙姑。窗外，薛涛的目光闪了闪，他悄悄退走，迅速来到燕王府的一个小门。喂，赏你的。他抛出几个铜钱给靠在墙上晒暖的乞丐。谢谢爷。裴郎中有个胖外甥女，会点邪术，治病很厉害，就连燕王都敬着他。但他面丑，以厚面巾遮脸，未见其真容。他能够治曹大将军的病，但曹大将军把人给得罪了，为此燕王与他大吵一架，两人不欢而散。没听说过燕王府有这号人物啊！关于此人，就连燕王府内都很少有人提及啊。你先把这些禀于主子，此人我再查查，若有消息再向主子报信。后院的仆妇来到重瑶院求见1等大丫鬟，清管出来见了仆妇，仆妇把他所闻所见一五一十地告诉清管。他就是这么跟那乞丐说的，还说他要查查那女子。你们这次倒是很警醒嘛。清管把仆妇所禀报的禀告于阮宁。我知道了，你做得好，该赏。我记得裴郎中唤他师傅来着。你说啥？谁喊谁师傅？裴郎中喊那女子师傅啊！我当时纳闷呢，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或是他们喊错了。曹爽还没说完，就挨了他二叔
叔一巴掌。这能喊错吗？啊，你能喊我侄儿，我喊你二叔。哎，我到那看我不削你！二叔息怒，我现在就去求仙姑，我给他磕头认错，请他来给二叔看病。这还像话？曹爽来到陪郎中的院里，他站在门廊外。仙姑，仙姑你在吗？仙姑，您的医术太灵了，您的药太好了，您瞧我的病好了，效果确实不错。还有一剂药吧，这是固定的药，一共3副，一日一副，早晚各煎1剂。其实今日来除了来感谢仙姑，也是为了向仙姑赔不是的。赔什么不是？你不是已经赔礼道歉、磕头认错过了？不是为我的事儿，是为我二叔。我二叔昨日言辞不敬，得罪了仙姑，他越想越后悔。他这不是腿脚不便，特地让我来，特地向仙姑认错。院墙外猫着腰蹲在草丛后的薛涛，曹大将军那么冷傲，那么要面子的一个人，他会和一个小女子认错？二叔叫你来求的。是啊，正是我二叔亲自托我来。你求的算什么？你只是个毛头小子，而我只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丫头片子。曹大将军身娇体贵，我可不敢答应你。别呀，仙姑，小仙姑，我二叔知道错了，他是个病人，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嘛。就算您生气，我的药至少先给我呀。来人，插出去，太吵了。薛涛蹲在院子外头的龟背冬青丛后头，亲眼看着曹大将军的亲侄被2个小厮拖出院子，扔在外头。薛涛转念一想，心里发凉，完了，他脾气那么大，自个儿昨不是也言语不敬得罪了他吗？这下可怎么办？薛涛趁人不注意回了客房休息。疼啊！曹将军的毒疮每到这时候就会格外的疼。曹爽，传曹爽！曹爽来得很快。呀，二叔，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差？你去给我请仙过来，请他来，我亲自给他赔礼道歉，亲自向他认错。二叔，快去！好，我这就去。曹爽拔腿就往外走。你回来！二叔，低个头而已，哪有自己的性命重要？您老实告诉我，好男儿征战四方，要死就死在战场上，您这么躺在病榻上不值啊！扶我起来，再给我准备几根金条。他虽然医术厉害，但看起来毕竟年纪小，您这样再把人给吓着了。你不是说给郎中叫他师傅，就是人家会养生，看着小而已。再者，我又不是为他负荆请罪，我乃是为我自己。想必我这条命，这一生苦痛的病，负荆请罪算得了什么？你若觉得有损尊严，你别扶着我，我自己去。二叔，我有损什么尊严？我背二叔去。他背起赤膊，背着金条的曹大将军，阔步朝陪郎中院里走去。薛涛拿着一只胡饼，他正打算吃点东西。什么情况？薛涛胡饼都顾不上吃了，立刻悄悄尾随上去。曹爽背着曹行简，叔侄俩来到陪郎中的院里。陪郎中正在练习师傅教他的8段锦。陪郎中收弓站定，诧异看着他俩。放我下来，快！曹爽刚把他二叔放下，曹行简扑通就跪那儿了。哎呦，曹大将军这大礼，裴某人可受不起呀！你要折杀裴某了。不是跪你，老东西，想得挺美。他曹行简岂不是谁都能跪的？上跪君，下跪父母恩人。他这次是没站稳，缺心眼的曹爽把他放下来都不知道扶一把。曹某是来向小仙姑负荆请罪来了。这个院外头的薛涛吓了一跳，冷不丁的打了个嗝，这个嗝响亮，他赶紧捂上自己的嘴，飞快的躲闪离开。至于吗？那可是曹大将军曹行简呐，出了军还未曾见过他跪别人呐，他竟然去跪一个小女子，还负荆请罪，那女子是有多厉害？那就算是医术高超，也不至于让曹大将军如此崇敬吧？除非他真有点出神入化之术。曹行简跪了小半个时辰，阮宁从院子外头姗姗而来。我不是叫人过来扶曹大将军起来了吗？是曹某人自己不肯起来，曹某惭愧呀！自己当年也曾是个愣头青，立志要刚勇无畏，征战沙场，建功立业。那时候最讨厌仗着年长经验多，看不起新兵的老油条。没想到终有一日，曹某活成了自己最瞧不起的模样。曹某人狭隘了，但求小仙姑宽仁大度，原谅曹某先前的无知不敬之罪吧。曹行简说着，可能想起自己这一路征战，从被人看不起到受万人崇敬的不易，竟忍不住潸然泪下。曹爽，愣着干什么？快扶你二叔起来！小仙姑，曹某这病，您给治吗？几人进了屋，屏退下人。我可以给曹大人医治，但我有一个条件。仙姑请讲。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也不管我用何等治疗手段，曹将军必须完全相信我。你能做到吗？二叔，答应啊！您犹豫什么呢？咱肯定得信任人家大夫啊！对，主儿说的对，肯定相信您。还有别的吗？没了，就是不管您怎么医治，曹某人都得
相信你。对，我给你治病，必定是竭尽全力，尽我所能。但唯有你完全相信我，将你的身体完全交给我，治疗的效果才能最大化。仙姑气度涵养，真是令曹某钦佩。今日曹某当着裴郎中和我这侄儿的面，向仙姑承诺，曹某这身体就交给仙姑了。您说怎么医治？曹某定鼎力配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素未谋面，我又是年轻女子，曹大将军对我有疑虑，实属人之常情。逼您到这一步，就是为了迫使您下定决心，咱们才好真正开始医治。曹将军的勇气也令小女钦佩。待您病愈之时，小女定以真容见将军。曹行简再次拜谢。止痛的药煎好了吗？已经煎好了，乔主子们刚才在说话，便在门口晾着。端起来吧。小厮立刻端了一碗浓黑的药进来，这便是给阮宁话还没说完，曹行简便已经端起那碗汤药来，咕咚咕咚灌了下去。只要是仙姑吩咐，曹某一定照办。那就好，这是一剂止痛药，能够缓解曹将军的痛苦。若想快速治愈，还需手术。正所谓长痛不如短痛，还有手术室和手术刀尚未准备好。曹大将军，且回去稍等2日。那我的药呢？要不我也负荆请罪？他二叔冷冷看他一眼，那眼神明晃晃在说：“你什么身份？也跟输血。”阮宁没再为难他，起身去了药房，把包给他的药交好。曹大将军，这止疼药就在这院间，煎好了你亲自端回去，亲自交给曹大将军，中间不要假以他人之手。你们那院人多手杂。明白，多谢仙姑。曹爽背着他二叔回了客房院子，把他二叔安顿好。叔，回来这一路咋没听您哼哼了？你才哼哼！哎，不疼了哎！早上那会儿他疼得要死，提着一口气去请罪来着，但这会儿心已经安定。没想到被曹爽背回来，这一路上他也没咋疼。灵，他真灵！1碗止痛药下去，这么快就见效了。我就说他灵吧，二叔你还不信？信，天不亡我呀！哈哈哈哈！曹行简数月以来第一次发出如此轻快爽朗的笑声，但他很快收敛。他以后面镜遮脸，恐怕是不想声张，也不想扬名。我们不要声张。二叔说的是，连曹大将军都觉得他灵得很，难道他真的有那什么超凡的能耐？薛涛眼神发紧，只觉得自己被命运的大手扼住了咽喉。他心神不宁，恍恍惚惚，一回神儿，竟走到裴郎中的院门口。我怎么到这儿来了？舍得，要想活命，总得舍弃一些东西。可惜啊，有些人却舍弃错了，要赔上青青性命。薛涛顿时浑身血液逆流，耳边嗡嗡作响。他发现自己了，他的话是对自己说的。中仆不是二主，你还要躲到什么时候？不打个招呼就走吗？薛校尉。他僵硬迟缓地走到院子门口。仙姑，薛某错了。薛涛扑通跪在了院门口，求仙姑救我。阮宁冲他勾勾手指，薛涛忙不迭地进了院子。仙姑请吩咐。冲你的无礼，我本不想救你，但我要救曹大将军，而你是个隐患。求仙姑救我，求仙姑给我指条明路吧。中仆不是二主的道理你懂，利用你的人也懂。现在他利用你除掉了你的上风，之后他做你的上风，他敢信任你吗？我已万劫不复了。原以为曹大将军来京本是个死局，所以我才还没有万劫不复。你去找你主子认错，此局可破。薛涛猛地抬头，不可置信地看着阮宁。曹大将军不会杀你，他若盛怒之下要你的命，你就告诉他是小仙姑叫你去认错的。他不会饶了我的，他必然要我死。一个人正直，但内心不乏柔软，且他自己也在病痛之中；另一个人冷酷，手段残忍，心思多疑，与你也没有并肩作战的情谊。当你陷入深渊，你会求助谁？这两个人谁会拉你一把？是啊，仙姑说的对，多谢仙姑指点迷津。薛涛先前不敬之处，深感惭愧。往后仙姑若有什么吩咐，一句话的事儿，薛涛万死不辞。阮宁摆摆手，让他赶紧去。认错这种事儿，赶早不赶晚。薛涛如何去曹行简面前跪地磕头认错，阮宁没打听，倒是裴郎中跟他打听。师傅知道他投靠的是谁？我不知道啊。那师傅说的那么笃定，好像是你亲眼见到似的。我懵了呗，无非是那几个人，不是也差不了。你看我说什么关键词了吗？我说的都是抽象的词儿，放之四海都差不了。这是心理学上的模糊概念，他自己会一一对照，越比对越像。裴郎中瞪大眼睛，颇为叹服地看着自家小师傅，看来自家师傅厉害的绝不止医术啊。听说你逼得曹行简赤膊向你负荆请罪，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但怎么是我逼的呢？明明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招啊！曹行简此人孤高冷傲，自恃英雄豪杰，他主动向一个蒙着面的小女子负荆请罪，那恐怕比杀了他还难受。你不是他，怎知道他怎么想？他若惹你生气，不给他治就是，为此得罪他，倒也犯不上。治啊，我当然要给他治。宫里人故意挖了个坑给燕王府，且看着这个坑怎么填平吧。千云川颇有几分错愕地看着阮宁。至于曹大将军，我
王爷不用担心，他不会觉得有辱尊严。负荆请罪是他自愿的，他必是衡量了，觉得自己的命比他的自负重，才肯低头的。坚持错的，那叫自负，是一个人内在不自信的表现。曹大将军知道自己带有偏见看人，知错能改，才是高自尊、高自信的表现。秦云川再次震惊，他惊愕地看着阮宁这个乡野来的小女子，总是一再的给他惊喜。他谈吐间的淡然自信，他的见识总让他这个堂堂王爷都觉耳目一新。他的谈吐眼界绝不是生于乡野、长于乡野的小女子所能有的。秦昊此时也正坐在书房里苦思冥想。曹大将军就是冲着裴郎中的医术来的，他怎么可能去得罪裴郎中，以至于要负荆请罪？这中间肯定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走，我亲自去燕王府看看，或许能打探到更多。秦昊刚出了书房，内院的下人就急匆匆跑来。禀世子，王妃头疼得很，请世子过去看看吧。秦昊虽不情愿，还是赶紧往内院母亲院中去了。给母亲请安，母亲头疼的厉害，可请大夫看过了。大夫怎么说？母亲为你的亲事发愁，愁得头疼。那母亲就别想那么多了。不想怎么成？阮心怡已经去了，幸亏你年轻有为，虽是续弦，但什么样的好媳妇，咱们梁王府都娶的。此事父亲、母亲以及祖母决定就成了，而还有别的事儿。这是你的终身大事，我们三的意见不一致，你也得拿个主意呀！你得快点决定，不然太后给你指个像阮心怡那样的搅和的家宅不宁。母亲越来越糊涂了，竟敢编排起太后来了。我又没在外头说，这儿也没外人。秦昊重重一哼，气得拂袖而去。太委屈上了，净给我添麻烦。院里伺候的上百号人，哪有不透风的墙？万一被人听去了，传进宫里。阮宁叫下人煎好了药，送去曹大将军府院子里。正好他要叮嘱曹大将军一些术前注意事项，便一同往客房院去。还没进院子，阮宁脚步一顿，猛地皱起眉头。他瞧见薛涛在院子里跪着，但叫他皱眉的不是薛涛，而是此时正坐在曹大将军屋里的秦昊。他怎么来了？来干什么的？因为不想跟秦昊碰面，阮宁直接拐进小厨房。梁王世子来干什么？说是来探望二叔，我看他定是来探查情况的，看我二叔的病有没有得治。恐怕不止，你去听听他们说了什么，别叫人发现。为什么？那秦昊和燕王府不对付，我担心他利用你二叔对燕王府不利，当然那对你二叔肯定也不利。我不行，我人还在1丈之外呢，我二叔就发现我了。仙姑的药太好用了，我二叔已经不疼了，他6觉更加敏锐，我可偷听不了。他怎么在那儿跪着？薛涛啊，不知他怎么惹了我二叔，他进屋单独跟我二叔说了一阵子的话，气得我二叔砸了东西，还要拔刀砍了他呢，但最后没砍，就让他在这跪着。你把他叫进来，曹大将军那儿若是怪罪，我去解释。曹爽这次倒是二话不说，立马就去了。薛涛进了厨房，屈膝要拜阮宁。不必多礼，我有个事儿需要你帮忙。您说，您只管吩咐。你去偷听秦昊跟曹大将军说了什么，悄悄的，别叫人发现，然后回来告诉我。偷听这么直白的吗？不怕曹爽告状？哎呀，你只管去，出了事我仙姑给你担着。我担着。得令。薛涛闪身离开。负荆请罪呀！嗨，世子爷进来的时候，看见院里跪着的那人没？那是我的老部下，傲慢自大，目中无人，把裴郎中的外甥女给得罪了。薛涛呼吸一滞，这是说他呢？这锅丢的真妙。裴郎中的外甥女也是娇宠的不行，谁知道裴郎中竟然赌气生病，我给曹某治了。你说这要命不要命？没听说裴郎中有外甥女啊？他外甥女也在燕王府？没有吗？啊，我不是京都人，我不知道啊。那他是谁？裴郎中不会是骗我的吧？啊，算了，要不我还是不治了，我还是回镇西大军吧。燕王府水深火热，京都令人琢磨不定，我就是疼，要疼死在镇西军。梁国丈费了老大劲儿，才把他忽悠到京都看病，做了这1石2鸟的局。曹行简不但不能走，他还必须待在燕王府，将来死也要死在燕王府。您安心在这看病，这点小事呀，裴郎中犯不上骗你，肯定是我记错了。薛涛趁机溜回小厨房，将自己探听来的一五一十告诉阮。秦昊怎么这么快就知道负荆请罪的事了？会不会是燕王府的下人嘴巴不严谨？毕竟这一路上看见的人也不少呢。说是燕王府的下人嘴快，那这人留不得。你们继续盯着，我出去一趟。阮宁离开客房，绕道去找秦云川。他把客房所见所闻告诉秦云川。秦昊来探望曹行简，我是知道，但我不知道他竟是为负荆请罪这事儿来的。如此看来，他是来试探的。他试探他的，我倒不在意这个。我会医术这事儿，能瞒住就瞒，瞒不住就罢了。我在意的是，他怎么会这么快知道？是燕王府的下人传出去的吗？是燕王府的人嘴快，恐怕是秦昊在曹行简身边那群人里也安插了眼线。曹大将军的病本就棘手，他身边还跟筛子一样，这么多漏洞。我叫人去查，王爷只叫人盯着就好。他们把曹大将军送到燕王府来，想要1石2鸟打击燕王府，那咱们也来个1石2鸟，既能彻底策反薛涛，还能送秦昊个大礼包。你要送秦昊什么大礼？你打算怎么做？王爷派个高手盯着秦昊的一举一动，看他跟谁碰面，跟谁说话，其他的就交给你家王妃吧。秦云川把1等素味圆
话派给了阮宁。阮宁回到客房院中，他把薛涛叫进小厨房，叫曹爽在外头守着。后门的乞丐是你的下线？不是下线，是上线。我虽相信你是真心实意改过自新，但也需要你交个投名状。如此，你在曹大将军面前也算是真正将功补过了。还请仙姑吩咐。如今你那上线正在后门外，你去将他引进来，你把他引到秦昊面前，剩下的事情就不用你管了。把他引到世子面前，这是为何？你只管照做，事后该你明白的自然会明白。薛涛虽十分疑惑，却也连忙点头答应。他再次去往王府一个偏僻的小角门。乞丐立刻抬起头，因为薛涛在冲他勾手指。我进去。薛涛在门内冲他点头。薛涛为那乞丐留着门，自顾自往前走去。什么话非得进里头说？我说你等等我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乞丐在后头追，薛涛的步伐却越来越快。你领我去哪儿呢？我把这一路都打点好了，连个人影都没。你说万一碰见人了，你怎么交代？我就说赏你一碗饭吃，快过来，快点跟上。究竟干什么呢？你跟过来就知道了。今日的事情太重要了。薛涛说着朝前头快行，他绕过浮桥，靠近假山时，瞧见假山后头站着人，他回头看了一眼，乞丐离他还有几步之遥。薛涛身形一闪，躲进了假山底下的灌木花丛之中。等乞丐追过来时，他已经顺着灌木溜了。乞丐皱起眉头，悄悄朝假山走去。你继续盯着，尽量跟近一点，若有情况。什么人？秦昊立刻从假山后头出来，乞丐吓了一跳，中计了，扭头就跑。小乞丐一路跑出王府小门，他这才松了一口气。跑死我了！小乞丐低头一看，一柄短剑从他背后捅进。你偷听偷看也办事儿，还想活着离开？秦昊抚着他的肩，猛地把短剑拔出。秦昊嫌恶不已，左右看看，四下无人。他打了声呼哨，秦昊的随从飞快赶来，处理掉这尸首。秦昊擦干净手上的血，他策马而去。禀报国丈爷，梁王世子秦昊把薛涛往外传递消息的小厮杀了。什么？谁？秦昊，梁王世子秦昊。秦昊杀我的耳目干什么？今日小厮进了燕王府，他许是看见了、听见了什么不该看的，探听到了秦昊的秘密。嗨，梁王世子不是坏您的事儿。小厮一向都在燕王府外接消息，今日怎么会进得府中去？卑职瞧见是薛涛唤他进去，却不知是为何。这薛涛可能是反水了，但这秦昊又在里头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薛涛投靠了梁王世子，不应该呀。秦昊能许给他什么比我更优越的条件呢？他也姓秦啊。秦是西朝皇姓，小皇帝姓秦，燕王姓秦，秦昊自然也姓秦。他藏得太深了，以至于我只顾盯着燕王，反倒把他当成自己人。他才是蛰伏起来的毒蛇呢。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燕王是明枪，梁王世子是暗箭呀。哼，老夫这就进宫求见太后娘娘。他当即入宫求见太后，拜见太后娘娘。爹爹免礼，谁惹了爹爹生气啊？哼，我倒小看了他，以为他是个老实本分的。秦家怎么可能有老实本分之人？爹爹慎言。你拉一个踩一个，让他们叔侄斗。你以为你拉那个是听话的狗？没想到两边都是狼，是恶狼。爹爹打算如何？燕王威胁未除，自然不好对梁王世子下手。他还有用呢，他虽有野心，叔侄争斗不是正好？他们两个断没有可能走到一起去的。对了，他不是才丧偶吗？河内郡还想把唐家那小姐许给紫云，亏的是紫云有心眼儿。打听了那女子品性不行，臣也叫人去打听了，那女子确实不叫人省心，而且那女子跟燕王妃不对付，两人当众都红过脸。不如就把唐家那女子指给秦昊吧。太后思索片刻，不过是指个婚，就能让爹爹解气，还能让秦昊和燕王都郁闷，那这婚指得太直了。唐家小姐是燕王的表妹，把她指给秦昊，唐家未必同意，倒是给娘娘出难题了。不难，唐家不是早就想舍弃燕王，投诚皇上吗？如今也是他们表忠心的时候了。太后娘娘赐婚的懿旨几乎同时送到了梁王府和唐家兄妹的手里。世子秦昊这人还是不错的，你若嫁给他，以后就是世子妃了。与此同时，秦昊脸没挂住，他是黑着脸谢恩接旨的。世子爷，唐家是河内郡望族，又是燕王的舅舅家，其实也很不错呀。那位唐小姐，您不是也见过几次吗？世子妃生前和她关系还不错呢。随从极力的安慰他，秦昊还没缓过气儿，内院的梁王妃就传他去见。秦昊黑着一张脸去见他母亲。我说什么来着？叫你早日决定，早日决定，你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吧？给你指了什么唐家小姐？唐家远在河内郡，他家在京都能
帮上你什么忙？够了！我只是说够了吗？母亲若是觉得庄子上住着快活，就还去庄子上住着；若不想去庄子上，就管好自己内院的事儿，别的事儿少管。你威胁母妃！秦昊气得拂袖而去。他总算明白他父王为何不顾念10几年的夫妻情分，竟为了一个小妾把母妃送去庄子上了。秦昊来到院子里透口气，他站在荷塘假山后头，清晰的荷香刚刚平复他胸口的烦躁。你听说了吗？那个唐家小姐是国丈府看不上，挑剩下的，所以才给了咱们世子爷。不会吧，咱们世子爷那也是京都玉郎啊，多少名门闺秀的梦中情郎呢？真的，说是国丈府的那位小公子瞧不上他，所以亲事没成。国丈府不要的亲事给咱们府，这不是欺负咱们爷吗？谁说不是呢？秦昊当即气哼哼地回到书房。好一个国丈爷，好一个太后娘娘！我秦昊为你们鞍前马后，为你们当牛做马，你们却不把我当人看，简直欺人太甚！秦昊一怒之下提笔写了封信给阮，他命自己的亲信去找燕王府后院的黄忠，叮嘱黄忠一定要把信亲自交到燕王妃手上。世子爷有封信，叮嘱奴才一定亲自交到王妃手上，千万不要假他人之手。黄忠把那封信呈给阮。秦昊给我的信，他跟我还有什么好说的？阮宁接过信打开一看，他顿时笑了。他写了什么让王妃这么高兴？快请王爷来，世子爷这次可是送了个大礼呢。秦云川很快就来了。什么事这么着急见我？阮宁把秦昊的信递给他。秦云川接过信一看，神情也是一愣。这是太后、皇上、梁国丈安排在曹大将军随行人员中的细作名单。应该是了。你哪来的名单？阮宁还没说话，秦云川忽然眯起眼睛。这是秦昊的字迹。王爷倒很了解呢。他怎么会告诉你如此机密的消息？这小子还贼心不死呢。意外收获了不是？他存什么心思？我怎么知道？或许只是向你这叔叔表忠心呢。真想把你藏起来，省得这个惦记那个也惦记。阮宁笑得乐不可支。秦云川小心翼翼把他搂进怀里，他可对自家王妃得好点，再好点。瞧瞧这危机感，给得足足的。秦云川把秦昊送来的名单誊抄了2份，他把一份给了袁化、袁亨两兄弟，一直叫人盯着他们的好几个怀疑对象就在这名单里头。兄弟们一直盯着，都没能够完全确定。王爷如何锁定了这些人呢？小仙姑算出来的。小仙姑不就是王妃吗？王妃不但会治病，还能掐会算呢。是啊，本王爷才知道呢，真是娶了个宝贝。王妃这么神，不就求王妃给算算，我啥时候能有嫂子？你自己着急，别扯上我啊！你也知道我着急，你是大哥，你不娶妻，我敢越过你去吗？这事儿你们倒是可以去求求王妃，她认识的闺秀多。兄弟俩看王爷心情不错，心说这真是王妃的功劳。平日里王爷相当严肃，哪会笑眯眯的跟他们开玩笑。自打娶了小王妃以后，自家王爷这笑容是越来越多了。两人退出书房，袁亨摸着下巴打量他哥。哥咋的，聘礼够不够啊？不够，弟弟给你帮帮忙，赶紧求求王妃，给你物色人选呗。王爷娶了媳妇儿，笑容都多了，自家哥哥娶了媳妇儿以后，也就不会对自己那么严厉了吧。秦云川誊抄了2份名单，另一份由裴郎中拿着，交给了曹大将军。曹大将军看着那名单，眉头越皱越深。将军也不必太担心，燕王府这一开始就提防着呢，断不会叫这些人影响了给您治病。给您看这个名单，是想叫您这边也有所防备，别招了这些人的道。在我身边费这么大心思，是想干什么呢？收买这些人，他们费了不少劲儿吧？下这么大力气，他们是根本没想让我活着走出燕王府。裴郎中闻言，抬眸深深看他一眼，真是当局者迷。我当皇上年幼善良，真心待曹某好呢。学他来向我认罪的时候，我才幡然醒悟呀，我太天真了。裴郎中听着曹兴简的感慨，正欲安慰他，我也想明白了，皇上年幼不假，仁义却是假的。他们是要让我死啊！他们要利用曹某的死对付燕王，挑拨我镇西军对抗燕王。曹兴简说完，目光灼灼看着裴郎中。裴老，您说句实话，您对曹某的病究竟有几分把握？若是曹某的病有的治，他们恐怕不会让曹某来燕王府，是不是？您也治不了。裴郎中愣了愣，缓缓点头。天要亡我，罢了罢了，我这就离开燕王府，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外头，绝不让他们利用我的死。裴某是没把握，您还不明白吗？要给您治病的不是裴某啊。
外头人根本就不知道小仙姑的医术出神入化，他们都以为燕王当时的剧毒啊是裴某给治好的，全都是小仙姑。但是他不喜欢扬名，怕树大招风，不往外头说，是怕外人知道。若是外头人知道，您也不能够被送到这儿来了。明白。听说裴老您私下称呼他师傅，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但他也不叫说，还请曹大将军给保密啊。曹行简却想起自己当初多么瞧不起人家，对人家多么的不敬，他顿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您别担心，我家师傅呢度量大，且以大局为重，肯定会好好的给您医治，不会计较先前的误会的。曹某现在已经彻底明白，曹某如今只信服小仙姑，只信任裴老，只信燕王府。手术需要的一切都快准备好了，您就等着治愈康复的好消息吧。曹行简浑身一震，心中澎湃。又过了几日，沈岩悄悄来到燕王府上，他是来给阮宁送刀子的。阮宁正在陪郎中院子里为手术室做最后的准备。我要的刀做好了。你眼里就只有刀，没有哥哥吗？你要的刀实在太精细，太难了，要求那么高，直接用废了我3个善击阔的大师傅。我家哥哥最好了，我给哥哥准备了3盒香呢。玉忠，把我给哥哥准备的香拿过来，新品哦，比以前的更好用，3盒调了不同的香味呢。听他撒娇说哥哥最好，沈岩其实已经心满意足了，没想到他对自己也是真好，竟然又准备了3盒香。3盒香啊！早知道我就多说几个大师傅了。现在是不成了，哥哥便是用废了10个8个大师傅，我也做不出更多的香了。阮宁摸了摸他隆起的肚子，等生完孩子大些了再说吧。沈岩也往他肚子上瞟了一眼，他的衣服宽松，他又是不显怀的体型，这么一打扮，孕肚倒不十分明显。同你开玩笑呢，这3盒香已经超值了。沈岩把手术刀送来，手术室也准备妥当，阮宁安排曹大将军搬到陪郎中院里手术。曹行简这边被安排进手术室，陪郎中端来了一碗药，这药稀奇，闻起来竟然都是香的。曹行简也不问，咕咚咕咚就抱着碗喝了。这是新型的麻醉药，我们已经试过了，效果很好，您就放心吧。手术的过程啊，您一点都不会觉得疼的。曹行简还想问问关于这麻药还有这手术的事儿，但他觉得眼皮子发沉，嘴唇也迟钝。他隐约看见小仙姑戴着厚厚的面巾，手里拿着奇形怪状的刀子。咦，幽蓝的光，难道刀子上淬了毒吗？不，等等，做手术是不是要脱衣服？这，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是不是要被个小娘子给看光了？不，要不再商量。纷乱的念头刚冒出来，曹行简就已经彻底失去意识。愣着干什么？把他衣服脱了。仙姑，您是女子吧？我是男子啊，你信吗？不太信。放心，占不了你家二叔的便宜。看见没，连燕王都在外头看着呢。曹爽往门外看了一眼，果不其然，燕王沉着脸，背着手，正站在门口。看燕王那一脸不爽的样子，曹爽心头一紧，娘耶，燕王沉着脸的样子好吓人。曹爽不敢再耽搁，赶紧把他二叔的衣服扒了，反正二叔已经睡着了，还是燕王看起来更不好惹。底裤留着吧。阮宁看了曹爽一眼，这小子真是个憨憨，他若不交代这一句，他还把他二叔的底裤都扒了吧。哦，好。曹爽也松了一口气，但见阮宁摆弄的刀具，曹爽又是头皮一紧。这就是给我二叔治病的刀，这刀看起来真新。可不嘛，刚定做的。刚定做的？那你以前做过这种手术吗？没做过。没做过？您敢说的那么信誓旦旦，好像您做过千百回一样。那你出吧。曹爽离开手术室，为了手术室里采光好，阮宁把这屋子的所有门窗都换成了透明琉璃。亏的是燕王府不缺钱，这年头琉璃贵着呢。不过等曹大将军病愈，他得给诊金，岂不比多少琉璃都值钱？好了，后面的事宜就交给你了，都记住了吗？都记住了，师傅放心吧。阮宁起身时身子竟晃了晃。师傅你怎么样？没事，一个动作保持太久了，血液循环不畅。他拉开门出来，看了秦云川一眼。多谢王爷。话没说完，他竟一头栽进秦云川怀里。他弯腰打横抱起他。原衡原话，镇守好这里，这里倾注的是仙姑的全部心血，不准有任何意外。是。清管狱中赶紧跟着秦云川护送着阮宁离去。曹爽有些拘谨，也有些无措地站在那儿。他为什么谢谢王爷？是谢谢王爷没有冲进去把他扛走啊！你知道心疼你二叔，王爷自然也心疼了。一道惊雷从天空滚过，曹行简猛地从昏睡中惊醒。双儿，二叔，侄儿在呢。
在呢。曹爽连忙握住二叔的手。奇怪，小心二叔，别乱动，别把伤口崩裂了。奇怪，外头是不是快下雨了？我天，骨头该疼得厉害才是，可我怎么觉得半边身子疼，半边身子不疼？这会儿已是3更天，天色黑沉沉。是不是右边的身子肉疼，左边的身子骨头疼？你怎么知道？因为右边的身子已经做了手术了，毒疮已经被除净，而左边的身子还没做手术。曹行简愣了愣，曹爽叹了口气。小仙姑为了给二叔做手术，竟把自己累晕过去了。裴郎中说他的体力不能支撑着把全部的毒疮都清理干净，只能分2次做。他用如此大的代价救我，是那我曹行简的救命恩人呐，跟以前受了刀伤的感觉不一样。那可不，刀口很小，最大的也就1寸来长，封了线上了药，长得很快。缝线，把皮肉缝在一起，就像缝衣服那样。侄儿就在外头亲眼看着呢，就像缝衣服一样，仙姑一针一线缝得特别仔细。那人还能活吗？能。裴郎中说了，仙姑的手术很讲究，用药更是精确。他用那线是经过特殊处理的羊肠线，能被身体吸收掉，不用拆线，大概7、8天后吧。如果仙姑那边也没问题，就能给您做第2次手术了。曹行简目瞪口呆，侄儿说这一切都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对了，侄儿还发现了一些事儿。什么事儿？燕王和仙姑的关系好像不一般呐。仙姑累晕的时候，曹爽，二叔，出口！就要对小仙姑不敬，更不许妄自揣度她的事儿。从今往后，她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若对她不敬，休要不怪我念及叔侄之情。是二叔，我知道了，他也是我的恩人，我已经写信回去，叫老家的人给我说亲呢。哼，就惦记着你的亲事，等你建功立业，升官加爵，害怕没有好姑娘真着嫁给你。对了，二叔，小仙姑还叫裴郎中专门给您调了不留疤痕的药呢。不用，男人身上的伤那都是勋章，要什么祛疤药啊？用不着。您不要，可以给侄儿啊，侄儿拿去送礼也行吗？曹行简只顾为半边身子高兴，为另外半边身子痛苦。他没在理曹爽，曹爽守着他二叔，他二叔没睡着，他倒是坐在床边的脚踏上睡着了。元化，回王爷，元化在裴郎中那院守着曹大将军呢。曹行简被安顿在裴郎中院里，那些耳目有薛涛盯着，外头那些人得不到消息，一定会慌，他们肯定会坐不住，恐怕会派刺客来。是，卑职就加强防备。不，把燕王府的守卫撤去一半。啊，你没听错，把守卫以及巡逻的家丁撤去一半，放刺客进府。元亨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裴郎中那院不用增加人手，只求人少而精，派过去的人都得是以一当百的好手。另外，把小花和墩墩也带过去。原来王爷是想请君入瓮啊。曹行简这人骨子里有些愚忠，不让他看清楚现实，他脑子转不过这个弯儿。是，王爷，卑职明白了。这夜天阴沉沉的，沉闷的京都里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夜半时分，电闪雷鸣，雨还未下，但风里已经满是潮湿的味道。一场大雨似乎正在酝酿，2条如鬼魅般的黑影悄无声息地借着夜色，借着雷声轰鸣，潜入燕王府。他们行动飞快，直奔裴郎中的院落。这怎么门户打开，连院门都没锁呀？还以为燕王府守卫有多严谨呢。就这，别是有诈，观察一会儿。没什么动静，应该不是陷阱吧？这样，我们先分开行动，我先去行刺，如果有异常，我立马就撤，调虎离山，你趁机潜入，完成任务。第一个刺客潜入院中，他很快发现其实廊下有守卫。谁？什么人？他躲在柱子后头，只听有脚步声往自己藏身之处走来。他咬了咬牙，猛地掷出数枚飞镖。不好，有刺客！有人招呼一声，这刺客一边掷飞镖，一边飞快躲闪。他的动静引起了守卫们的围追堵截。捉活的！刺客见状，立刻引着守卫们离开这院。守卫们大约没想到，今晚同来的不止一个刺客。眼见守卫都被同伴引走，另一刺客立即行动，他飞快地潜入院子，直奔正房，立刻闪身进了房间。一只半大的花豹猛地窜了出来，但他忽觉背后一股劲风，刚刚只顾盯着花豹呢，他竟没察觉背后的危险。刺客只觉自己的小腿在咔嚓嚓声音之后剧痛无比。墩墩，别咬死他，咱得留活口。刺客一身冷汗的抬头，只见曹爽搀扶着曹行简就站在屏风一旁。你和你的同伴会调虎离山，人家俩小伙伴也会声东击西，别让他自杀。曹爽立刻上前一掌打晕了刺客。2个刺客再次醒过来，是在燕王府的地牢里。刺客刚醒，立刻咬紧后槽牙。别白费力气了，毒囊早就取出来了。说来真神，那小王妃竟只看了一眼，便看出来刺客2边牙里都藏了毒囊。能当刺客，骨头肯定很硬。曹大将军被曹爽搀扶着也来看审讯。谁派你们来刺杀我的？说。刘侍郎，他恨你当年让他在宣德门受胯下之辱。曹大将军愣了愣，恍恍惚惚的回忆，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他
说谎啊！小仙姑怎知他是说谎？人说真话，其撒谎时，在我眼中，他说真话时，其成像为深蓝色；而他说假话时，其成像则为橙红色。就胡说八道！你眼里人还有不同的颜色呢。但曹行简和曹爽却十分信服阮宁的话。既如此，打，继续打，打到愿意说实话为止。刑官拿着辣椒水里泡过的鞭子，狠狠地往刺客身上抽去。妈，别打了，好好的2条命，就这么打死了，多可惜啊！仙姑医者父母心，你心软，心地善良，看不得他们受酷刑。但这俩人嘴硬，若是不动刑，他们不说实话呀。好好的命应该好好利用起来。培郎中再配一种新药呢，把培育出来的小鼠全都给折腾疯了。不如把他们中嘴更硬的那个送给培郎中试验新药吧。原来如此，好主意啊！哪个嘴更硬呢？还没有怎么审问呢，姑母啊，都硬。你说你俩谁嘴硬啊？我哥嘴更硬。这话不假，你的成像是蓝色的，确实他嘴硬。来人，把这药给他用上，免得他挣扎。把人给裴郎中送过去。二弟，你可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刺客被抬走的时候，甚至连手脚都没绑，但他就那么直挺挺地躺在膀子上，任凭人把他抬出地牢。留下的刺客继续受刑被审问，但没过多大一会儿，阮宁就去而复返。别审了，嘴硬的那个都招了。不可能，这个直接给裴郎中送过去吧。阮宁挥挥手叫刑官不必审问了。刺客起初不信，但见刑官真的收拾东西走了，不问了。曹氏叔侄俩也点着头往外走。我说，我什么都说。曹氏叔侄跟那蒙面女子有说有笑的往外走。他知道自己活不了，所以说了实话，只求一个痛快。裴郎中已经答应他了，所以那个人不能给裴郎中试药了，得把这个人送过去给裴郎中试药。我比我哥知道的更多更详细，肯定有他没有说的。不用了，该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了。眼看他们一行人就要走出地牢，我们是太后豢养的杀手，但这次的刺杀任务是皇上亲自派给我等的。太后劝皇上不要着急，等等再看，但是皇上等不了了。皇上又连着做了几个晚上的噩梦，梦见燕王坐在了皇位之上，他太害怕了，只想利用曹大将军的死，快点挑起镇西大军对燕王的仇恨不满。这些细节我哥没有我知道的清楚，我说了，我都说了。阮宁他们三个就站在地牢门口，自然把这刺客的话都听得一清二楚。蓝色的是实话，当然是实话，这时候我还撒什么谎呀？曹行简长叹一声，他脸上带着深深的落寞，他背着手瘸着左边的腿，一拐一拐地回到裴郎中院中。裴郎中试药的效果真不错呀！试药是什么药啊？不是您试药让刺客把该说的都说了吗？刺客？什么刺客？我没见刺客呀！曹行简无语，他回头看了眼曹爽，曹爽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都是仙姑。曹行简立马捂上他的嘴，带他进了正房。叔侄俩坐进里屋床榻之上。仙姑演的真像，我都信以为真了。我还以为那个刺客真的全都招了。这女子不简单，此乃心术，乃兵家上乘的战术啊！她一个小女子，哪懂什么战术？把战术灵活运用，才是最高境界呢。这么多年跟着我，你倒是白学了。曹某人效忠朝廷半辈子，换来这一身的伤痛。这一身伤痛，我不委屈，可我不过这个病的功夫。我效忠的主上，他就想要我的命啊！蝼蚁尚且偷生，我也有家人，有妻儿，也曾想过前半辈子都给了朝廷，后头短短10几年，总可以颐养天年，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了吧？没想到啊，二叔，燕王赋予我有救命之恩，当今圣上胆小怯懦，残忍冷酷，小年纪就能使出这样的手段，长大以后恐绝非明君。既如此，效忠这样的皇帝，那我岂不成了助纣为虐之辈？曹某人愿与燕王结盟。曹行简说完，目光灼灼看着侄儿曹爽。我都听二叔的，二叔说的对，这小皇帝太不是东西了，不值得咱继续为他卖命。若是3郎4郎跟着来了，倒是可以跟燕王结个姻亲。二叔，他们不在，侄儿也可以吧？你愿意吗？愿意是愿意，可是燕王这边似乎没有合适的人选吧？无妨，燕王的幕僚众多，他幕僚的妹妹、女儿总会有合适的人选。爹爹不在，二叔就是我父，全凭二叔做主。等下次手术时，我问问仙姑，她那么聪慧，她定能明白咱们的意思。2次手术安排在7日之后。手术这天，曹爽站在门外。喂，那姑娘，你不出来吗？这可是手术室啊！那是青果姐姐，她是仙姑的助手。你没看上次仙姑都累晕过去了。等等，我先问问她。青果来到门口，曹小将军，什么事儿？手术快开始了。你以前做过这事儿吗？没做过。没做过，你都敢进去帮忙？以前帮过忙吗？没有，第一次帮忙。你没帮过忙，你进去干什么？你一个小姑娘，你能帮上什么忙？你别是进去添乱的。你等着。青果去阮宁身边，趴在他
他耳朵边嘀嘀咕咕。只见阮宁点点头，又交代清管几句。清管立刻笑眯眯地朝门边走来。仙姑说了，你不放心的话也可以进来，进来之后不能乱说话，不能影响手术。我也能进去？你不进来就算了。进，我当然进。手术前的准备在外行人看起来多而繁杂，检查了所有器具，他开始手术。他那手术刀极其锋利，割开皮肉，刀尖探到骨头上，小心翼翼地刮着。还有一个像勺子似的器物剜出腐肉，那复古的腐肉甚至发黑，散发着奇怪的腥臭味。你若受不了就出去吧，出去记得把门带上。曹爽逃也一般冲出手术室，还是有点距离，看着更好。手术比上次快了不止1倍。阮宁放下缝合针，伸懒腰的时候，脸上都不怎么显疲惫呢。清管姐姐真厉害呀！你跟我说实话，她真是第一次帮忙。你自己受不住，就觉得别人都受不住。清果若不是第一次帮忙，上次仙姑干嘛不叫她进去？了不得，这小女子了不得。说话间，阮宁已经先出来了。裴郎中领着清管在做后续的整理收拾以及术后观察。秦云川迎上前，这次看起来精神好多了。清果这丫头真是聪慧，心灵手巧，我早该叫她跟我学起来。她可比裴郎中那老家伙记东西快多了。曹爽连忙对阮宁连连作揖道谢，但他眼角余光却盯着琉璃窗里那女孩子，竟叫他有点佩服。曹行简又是在晚上醒过来。爽儿，水，倒水来。哎呦，二叔，你醒了，喝水。好嘞，早就给您准备好了。曹爽殷勤地给他喂水。曹行简咕咚咕咚牛眼一翻，想什么呢？今日我替你问仙姑了。怎么说？曹行简摇了摇头。摇头啥意思？不行，还是没合适的人。我逗你了，我还没来得及问呢，这手术也做完了，等明日我当面问问他。曹爽点点头。手术做完了，他们估摸也快离京了吧？二叔，这院有小花和墩墩，还有王爷的亲卫，我明日想出去一趟。想看看京都的繁华奢靡吗？主要是给家里的长辈还有弟弟妹妹们买些东西，让人捎回老家去，难得来一趟嘛。你倒是懂事儿，把我那份也捎上。二叔，给钱呢。曹行简却把眼睛一闭，连往里侧一转，不理他了。二叔，你这是耍无赖，欺负人呢。次日一早，曹爽跟袁衡打了个招呼，便悄悄离府，去京城的东西大食记闲逛去了。哎，真是好地方，与西南边陲那地方真是云泥之别呀。曹爽逛了大半日，临近晌午，忽然看见个卖璞玉的铺子，这个好。曹爽立刻进了铺子。清管今日也难得出府，因他昨日表现特别好，主子不但赏了他银子，还给了他1天的假。哎，那不是曹小将军吗？清管带了2个小丫鬟一同出来。曹小将军，哼，欺人太甚。曹小将军，生什么气呢？京都不好玩吗？清果姑娘，京都热闹，但京都的铺子可太不地道了，真是太欺负人。你说说怎么欺负人了？若真是铺子不地道，我替你讨回公道。我在铺子里挑了几块璞玉，挑好的璞玉定好的价钱，也不知他们怎么在我交钱时就给我调了包了。可惜我当时没发现，出了铺子打开看才发现不是我挑的那几块。我回去找他们理论，他们非但不承认，还把我轰出铺子，太气人了。能给我瞧瞧吗？曹爽连忙把盒子递给他。曹小将军多少钱买的？也不贵，50多两银子。50多两还不贵？曹小将军有钱人呢。嗨，这不是想在女孩子面前表现的大气一点吗？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给你把原本的璞玉要回来。哪家铺子是那家吗？不用，算了，当我没经验，50两买个教训。他们连我这么一个大男人都敢欺负，你去了还不被欺负哭呀？瞧不起谁呢？这就被欺负哭了。瞧着吧，我若能给你要回来，你保管得叫我一声清管姐姐。清管雄赳赳气昂昂，带着那一盒有瑕的玉以及忐忑不安的曹爽，就奔那铺子去了。你们家掌柜的呢？找说话算事儿的人过来，欺负我弟弟外地人就敢调包是不是？我看你们是不想在京都做生意了。主事儿的呢？乖，京都的女人真猛啊！小姑娘可不经血口喷人呐，咱们堂堂正正做生意，从来不坑蒙拐骗。我弟弟刚才挑的璞玉，不是这几块，你们按好玉的价钱卖给他，调包着瑕玉让他带走，这还不叫坑蒙拐骗？我们卖给他的就是他挑的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货两讫，已经出了门，又折返回来说货不对，怎么不说是他自己调了包呢？全赖在我们铺子身上，姑娘这不合适吧？倒打一耙是耙，好啊，这就报官，叫京兆府来查，看我们稀罕讹你这50两的玉，还是你铺子里有人手脚不干净，调包了我们的玉。姑娘，我们是开门做生意的，您这样影响了我们的生意呀！大家快来看看呀，这家铺子不地道，这样的几块瑕玉竟卖我们50多两银子。后头一个小伙计立刻抱着另一个匣子嚷道：哎呀，错了，掌柜的搞错了，这才是那小哥挑的玉，咱们的人粗心弄错了。客官您瞧，这是您挑的玉吗？对，就是这些，这盒才是对的呀。瞧瞧你干的什么事儿啊！对不住啊，客官，管教不严，叫伙计弄错了，给您赔礼道歉啊。
两人出来以后，曹爽瞪大眼睛朝他比了个大拇指。青果姑娘真厉害啊，不过我比你大吧，你怎么占我便宜呢？我家仙姑说不按年纪论英雄，你搞不定的事儿我帮你讨回公道，你叫一声姐姐吃亏吗？看那掌柜吃瘪却不敢不认的样子，太爽了，你真勇猛啊！你若不是女儿身，落在军营里定也是一员悍将。你们军汉就这么夸人呀？是啊，也不能光用嘴夸吧，你打算怎么谢谢我？我请青果姐姐吃饭吧。这回的姐姐是他主动喊出口的，喊完之后他心里扑通扑通直跳。不必啦，逗你玩呢。你若想买东西可以去东市凤翔楼看看，那儿品质好工艺好，而且也不坑外地人。说真的，我得谢谢你。车上还有别的小姐妹吧？一起去吃饭，我做东。我倒真有几样特别想吃的东西。成，你说。可惜这东西在京都吃不着，就算吃着了也不是那个味道。咋？这里头还有故事呢？你不说出来肯定吃不着，若是说出来，万一我能找到，能请你吃到呢？我想吃毛豆腐、臭鳜鱼、蟹壳黄烧饼，还有茶干虾子面，说着都要流口水了。瞧把你馋的，京都是没哪个味儿。曹小将军，我先告退了。你也是南直人吗？南直哪里的？我是青州连城人。那不远，我池州人，挨着呢。你可是把我肚子里的馋虫都勾出来了。青管闻言掩口大笑。你等着吧，曹某答应请你吃饭，一定请你吃到正宗的家乡菜。曹爽说完拱了拱手跑了。哎，青管愣在原地，不是说请他吃到正宗的家乡菜吗？怎么跑了？怎么有点憨憨的？曹爽连京都都不逛，他把璞玉放好，立刻去寻他二叔的专属铺子。小山，你不是还放着一块毛豆腐和茶干呢？你想干啥？打住！别想，那是我给大将军留的。等大将军好了回来了，我给大将军做家乡菜吃。我二叔他这不是病了吗？人家大夫说了，饮食有忌讳，他得忌口，吃不了那个。你先给我用，等我二叔彻底好了，你再给他做家乡菜。大将军可是你亲二叔，你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竟然连大将军的菜都抢。怎么是抢呢？我买还不行吗？二叔那边我跟他说，你媳妇儿是不是给你烧了家书，说想叫娃儿去读私塾，读私塾可贵了，买书买笔墨纸砚，给先生的束修，还得给娃做几身新衣服吧，不然别人都穿新的，他穿旧的，被人笑话了怎么办？你说这么多，不是想害我吧？我害你个大头鬼啊！一个毛豆腐，一个茶干，一个虾子面，我去问王府厨房有没有桂鱼，给你50两银子，你给我做3道菜1个面，得做的地道一点，我有用。曹爽提着食盒来到垂花门。这位姐姐，能不能帮忙请青果姑娘出来一趟？请您稍等，这就给您问去。曹爽左等右等，正等得心浮气躁时，一辆熟悉的马车在二门外停下。曹爽抬眼看去，呵，可不就是他要等的人吗？青果，我正找你呢。曹小将军安好。客气什么？你跟我来。曹小将军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他在外头的时候不这样，难道是旁边有人看着他不好意思？曹爽朝那2个小丫头瞪去，2个小丫头见状，连忙扶了扶身，进了垂花门。哎，你们，我说我要请你吃饭，就一定会请你吃吧？我瞧见园子里有个小凉亭，我们就去那儿。青管站着没动，欲言又止。走啊，愣什么呢？这顿饭可费了我老大劲呢。青管悄悄叹了口气，提步跟上曹爽，2人来到园子里的凉亭里头。曹爽正要打开食盒，奴婢来吧。这儿没外人，咱们是老乡，你还帮了我，什么奴婢不奴婢的，别那么客套。青管也看他一眼，微微点头。快尝尝地地道道的家乡菜。真是色香味俱全。嘿，你们小姑娘家吃饭真秀气，真好看呢。还让不让人好好吃饭了？他的脸都快烧起来了。曹小将军不吃吗？吃，等你吃完了我再吃。我吃了不就没法跟你夹菜了吗？青管眨了眨眼睛，他吃完了他再吃，他是奴婢呀，从来都是主子吃完了他们才能吃的。青管心里砰砰直跳，我吃饱了，真是家乡的味道，太感谢曹小将军了。你若喜欢，我下次再请你吃啊。小山的手艺可不错了，我二叔最赏识的。青管扶了扶身，今日多谢曹小将军款待，青管今日僭越了，失礼之处还请曹小将军多多担待。青管告退。哎，吃这么少就吃饱了，就这么走了？青管扶了扶身，退出凉亭，转身头也不回地走远了。哎，真好看，模样好看，身段好看，走路的姿势好看，就连吃饭都那么好看。曹校尉，不好了，有人告状说您贿赂大将军的厨子，要军法办您呢。曹爽闻言吓了一跳，贿赂是贿赂，但他没干坏事，就是托他办点私事，上升到军法处置，这太小题大做了吧？曹爽啥也没说，连忙又去客房院落。曹校尉救我！干嘛呢这是？曹校尉，按说咱们是平级，你又是大将军的亲侄儿，我不该问责你。别来这套，军法面前人人平等，我曹爽要是错了，挨打挨罚我都认，别瞅我二叔。有人举报你贿赂大将军的厨子，叫他给你做了3道菜，还有1道面食，可有此事？贿赂，说的那么难听，我让他单独开火给我二叔做点家乡菜，用了人家自己珍藏的毛豆腐和茶干，我不该给人家钱啊？怎么了？这就叫贿赂，这
这叫人情世故，这叫礼数。赵山本就是大将军的厨子，他给大将军做菜乃是本职，怎么还需要曹小将军另外付钱啊？再者，什么毛豆腐，什么茶干，只50两银子，咱们校尉职务1年的饷你也不过这个数吧？哎，其实不是给我二叔吃的，是我自己贪吃。对上了，两人说的一样。既然如此，从轻处置吧。大将军不在，理当重罚，以敬校友。好啊，薛涛，小爷记住你了。也不能罚得太重，他得照顾大将军呢。3个校尉商量一番，决定打他20军贵，以警校友。二叔，您之前说要跟燕王府结个亲缘，您又问了吗？仙姑怎么回您？你这小子等不及了？不是，我有喜欢的姑娘了，我想娶她。这么快？你之前不还说要写信回老家，让老家人跟你说清呢？这个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一见钟情。二叔，你没听说过吗？你小子行啊！谁呀？哪家姑娘跟燕王府有关系？那关系可大了，她就是燕王府的人，就是帮助仙姑给二叔做手术那个姑娘呀。曹行简的眉头轻轻蹙起，脸上已经有不悦了。因为有他帮忙，仙姑做第2次手术比第1次快了1倍呢。二叔，你不也说第2次感觉受罪更小，恢复更快吗？他也有一份功劳呢。还有，还不止这些，我在外头被人家看作外地人，欺哄诈骗。曹行简看曹爽的眼神也越来越冷。咋了，二叔？你干嘛这样看着我？看得我都不敢说了。你是该闭嘴了。没记错的话，她是个丫鬟吧？虽然是丫鬟，但她也是咱们的老乡呀。她不是燕王府的家生奴，她是……住口！别说了，不行。为什么不行？是你说要和燕王府结亲的，她是燕王府的1等丫鬟，又是仙姑的得力助手。你是校尉，将来要做将军的，是官绅。她呢？她是丫鬟，是家奴，是个奴才呀。让她做你的同房还成，娶她别想，做梦都不行。曹爽闻言顿时恼怒，他捏起拳头，胸膛一起一伏。咋？你还想打我呀？二叔，我打听了，她以前也是好人家的姑娘，因为青州遭饥荒，她为了救爹娘和弟弟妹妹才卖身为奴。她勇敢有担当，又心地善良。她虽然现在是个丫鬟，但她值得我明媒正娶。即便将来我做了将军，她也配得上将军夫人的头衔。你这是太年轻，精虫上脑，糊涂了。你爹不在了，我是你叔父，就相当于是你爹。婚姻大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轮不到你做主。好，二叔，我知道你是为我考虑，可娶媳妇儿不就是过日子的吗？又不是为了面子。她聪慧温婉，温柔知礼，若是娶了她，日子会越过越好的。你太年轻，连什么叫好都不知道。我要给你娶一个能在仕途上帮上你的女子。她一个丫鬟能帮你什么？曹爽闻言又生气又无奈。二叔身体为重，你好好休息吧。曹爽躬身退出去，曹行简皱眉看着他，直到侄儿退出屋子。一个女子而已，值得你如此？我说不让你娶她，又没说不让你要她。一个丫鬟还进家门做妾就是了。这傻孩子，明日我就给你把她要过来。蔫头大脑的，长什么样子？次日，阮宁过来看曹行简恢复程度如何。恢复的不错。他正欲摘下厚厚的面罩，告诉曹行简自己的身份。多谢仙姑医治，上次跟仙姑提了，我那侄儿今年便是弱冠之年，还没娶妻，想请王妃帮他看看身边有没有合适之人。我跟王爷也提了，只是一时没想起来合适之人，这种事情也得凭缘分。是，只是在那亲事之外，曹某还有一件小事儿想求仙姑。那日帮着王妃一起做手术的姑娘，她叫什么来着？可许配了人家。她叫青果，还未许配人。曹将军是想，双儿如今已是校尉，他年轻敢闯，杀敌勇猛，将来前途不可限量。等再打几场胜仗，资历积累够了，封侯不难。所以我想向仙姑求那姑娘给双儿做良妾，这良妾完全是看仙姑您的面子。那你还是别看着我的面子了，我身边的丫鬟不做妾。仙姑您怕是一心扑在医术上，两耳不闻窗外事吧？她一个丫鬟给双儿做良妾，绝对是抬举她了。若非您对曹某有救命之恩，她便是给双儿做个通房，还得看看她调顺不顺呢。我若早知道在曹大将军眼里，女孩子就像物品一样，是这样被评判价值的，我根本就不会救你。仙姑，你这话什么意思？本将的命在你眼里还没有一个丫鬟的价值重要？在我眼里一样重要，但贬损别人，把别人当物品的人不值得救。我救你是敬你乃保家卫国，守护一方百姓免于战乱之苦的英雄，但一个连别人价值都看不到，只会以出身论断人的英雄，他真算是英雄吗？阮宁原本起身要走，他忽然想到什么，他微微一笑，又坐下不走了。来人，去请燕王到这儿来，我有事儿跟燕王商量。门口的小厮立刻去请人了。曹行简瞪大眼睛，心里却忍不住嘀咕：燕王什么人呀？他堂堂镇西军大将军，也不过才见燕王寥寥几面。燕王到。来得这么快，燕王该不是一路小跑来的吧？什么事？哪里不舒服？我没事。没事就好。我在外院见使臣呢，一路纵着轻功赶来，就怕耽搁了。原来你是这样的燕王，把使臣扔下，就为了这小女子一句，有事商量。
你要商量什么事？你要办什么事还用商量吗？吩咐他们去办不就是了？谁敢不给你办？你告诉本王。怎么那么像色令智昏的昏君呢？但燕王在外头的口碑不是这样啊。有人看扁了我的丫鬟，我心里不得劲儿。我的宝贝，怎舍得让他到别人家当草？我那个丫鬟青果，还请王爷给他改为良己。另外，把我新开的那家铺子，就是卖牙膏、香膏、蚊香等高档日用的铺子，也划到青果儿名下，以后那就是他的私产，也是他的嫁妆。燕王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他就在那儿连连点头。知道，记住了。好，这女子真是吹牛皮不打草稿。她以为一个丫鬟改换奴籍，说改就改的呀，那是要费老鼻子劲儿的。燕王虽说答应，肯定是为了应付她。阮宁提的要求，青云川都一一答应之后，两人便一同离去。曹行简的心里却是莫名其妙直突突。我这心里咋这么不安呢？是天太热了，还是治疗太吵了？北老知道这卖蚊香、牙膏、香膏的铺子吗？哦，你说的是王妃的铺子吧？开在西市热闹繁华的地段，铺子不算大，但是卖的东西啊，那都是紧俏货，生意好得很呐。那铺子好像是叫品香园。王妃的铺子？可是仙姑说是她的铺子呀。仙姑就是王妃，王妃就是仙姑。她说她要告诉你的呀，她没说的吗？曹行简呼吸一滞，所以他当初得罪的是燕王妃。怎么忽然就问起铺子了？仙姑说要把那铺子给他的丫鬟。哦，那不奇怪，他对他身边的人啊，向来大方得很。他总说这人呢是比钱重要，当然啊，前提是他喜欢的人，他不喜欢的人，他也能够把人坑得找不着北。他身边那3个大丫鬟，他都给抬了级，将来啊都是要许配好人家的。曹行简震惊地瞪大了眼睛，心里扑通扑通直跳。虽说他是王妃，但那样地段的铺子生意，说给丫鬟就给了。他不缺钱呐，他也格外的宝贝他那几个丫鬟，他那些个丫鬟呢也都忠心。他要是遇上个什么事儿，那些个丫鬟那都是玩命上的。对了，王爷身边的宿卫在外也是骁卫将军呐，跟王妃求取青果儿，青果儿自己没点头，王妃就没准。这丫鬟当的比好些人家的小姐那还金贵呢。求娶不是做妾？嗨，明媒正娶，正经夫人啊，王妃都没答应。他要是敢提做妾，王妃不大嘴巴抽他。曹行简顿时觉得半边脸都疼了，他脸上火辣辣的，看来王妃没抽他，已经是给他面子了。王妃点子多，但他自己呢不怎么热衷经营，他有好点子都给他哥，叫他哥哥帮他经营，再跟他分账。京城的凤翔楼你知道吧？知道。京都最大的金银首饰铺子，宫里贵人用的首饰一半都出自凤翔楼，那就是王妃他哥给他的回礼。王妃的哥是巨贾沈岩，可王妃姓阮，沈岩姓沈啊。异姓兄妹嘛。沈公子手中有一种神药，名为万应百宝丹，黑郎中可知道？知道，那药放在军中可有奇效，甚至说能够帮助军队取胜，也不夸张啊。对呀，可我知道的太晚了。我从沈公子那儿订货的时候，他把成品药都卖另外几个将军了，就连订单我都排不到前头。我是从一个故交好友那里厚着脸皮借来了一些药，效果奇好啊。你看着我干嘛？那药有秘方，我可不会配啊。你去找青果儿啊，你们跟他不是老乡吗？让他去王妃面前撒撒娇，求求情。这王妃跟他哥一说啊，那顶好使着呢。曹行简呼吸一滞，他好想抽自己一个大耳光啊。壮啊，二叔对不住你。二叔，你说啥？二叔对不住你。你当初说你想娶那青果儿，二叔把你一通嘛，这二叔小看人了。这么说来，二叔你同意了？其实在你提过这件事的第2日，我就跟仙姑也就是燕王妃提了这件事儿。王妃怎么说呀？我跟王妃说叫那丫鬟做你的良妾，王妃没答应。良妾？我原想着你将来是有大前途的人，她不过是个奴婢，做良妾已经是抬举她了。没想到燕王妃竟当着我的面请来了燕王，给那丫鬟抬级，他还把他新开的一家日进斗金的铺子给那丫鬟做嫁妆。难道不稀罕他的嫁妆？谁知道王妃的异姓兄长竟是沈岩。等那二叔说完，他的脑袋已经垂下去了。你去找他道歉呀！他说见你态度诚恳，你会原谅这件事儿，你俩还有戏。你去找他道歉，你去求取他，咱明媒正娶，该给的聘礼一样不少他。二叔还不明白吗？不是他不配，是我不配。你说啥？你堂堂镇西军校尉，你还年轻，未来还有无数功勋等着你呢。若没有王妃给他抬级，若没有嫁妆铺子，若没有万应百宝丹，二叔还会让我明媒正娶他吗？曹行简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二叔看上的是人家背后的实力，而人家原本就没看上我。我们瞧不起人家在先，如今又贪慕人家背后的实力，人家凭什么要嫁我？
你这小子咋还妄自菲薄呢？咱又不差，你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二叔，给我留一点尊严吧。你曹爽正欲出门，却瞧见燕王带着王妃，身后还跟着清管和狱中，阔步往这边来了。曹爽，你这孩子傻愣着干什么？还不见过燕王？不必多礼，本王今日来有要事相告。燕王里面请。秦云川进得屋里看他一眼。曹大将军身体好些了吧？曹行简和曹爽却都忍不住把目光落在燕王妃身上。今日是他第一次不戴厚厚的面纱，一身华服，以燕王妃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多亏仙姑医术高超，臣下已经大好了。原来他不是怕，他怕是有孕了吧？难道他才是真正救了燕王的人？已经黑郎中都喊他师傅呢。一会儿功夫，曹行简心中已经划过无数想法，但他那傻侄儿只知道傻乎乎的偷瞄王妃的丫鬟清管。燕王今日大驾亲临，所谓何事呀？据本王探知，有些人已经坐不住了。上次的刺客折在了王府里，让他们收敛了这么些日子，但他们恐怕又要卷土重来了。我曹行简岂会怕几个小毛贼？我一辈子忠心为国，忠心报效朝廷，没想到却落得这样的待遇。不必硬拼，反倒暴露了自己的实力。曹行简微微一愣，看向燕王。曹大将军已经搬出客房院落这么久了，那里头的眼线没有消息送出去，外头人自然着急。我的意思是，曹大将军可以露个面，让眼线把消息递出去，让外头的人安心。曹某人不是怕死，但我这么露面，岂不是主动招刺客上门？曹大将军先露面，然后金蝉脱壳，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即刻离开京城，尽快赶回镇西大营。只要你回了镇西大营，他们就拿你没办法了。我就这么走了，那这里留下这些人不能就这么走了，得让外头的那些人相信你还在京都，还在燕王府里。曹某明白了，得有一个假的曹某留下来，拖延时间。不错，所以假扮曹大将军留下那人，一定得是大将军心腹中的心腹，并且要对大将军的事情足够熟悉，不会露馅儿。二叔，爽愿意留下，为二叔迎娶回到大营的时间。曹行简的表情却迟疑起来，他眉头轻蹙，脸上是担忧和不忍。留下来假扮他，那是要冒大风险的。二叔，没有比爽更适合的人，你就让爽留下吧。曹行简迟疑良久，一直不能下定决心。大丈夫不拘小节，曹爽是你的部下，也是你的侄儿，他如此既是尽忠，也是尽孝。待你回到镇西，坐稳了镇西大营，还愁他没有好前程？曹行简欲言又止，他怕这个侄儿有什么闪失，他无颜去见大哥啊。你放心，本王也会尽力为你护住他。朝廷知道你已经脱身，就更不敢奈何他，否则岂不是与你镇西大军结仇吗？你是个好孩子，二叔愧对你啊。二叔严重了，我大哥不在了，临终将长子曹爽托付给我。如今大局当前，曹爽是个年轻有勇之人，盼燕王替曹某护他周全。曹大将军放心，燕王妃请受曹某一拜。他说完撩袍要跪。曹将军不必客气，曹爽快扶起你二叔。曹某自负有眼拙，在燕王府贻笑大方了，多谢燕王妃不计前嫌，愿意为曹某医治。曹某为当初的有眼无珠，实在汗颜呐。我一个小女子，曹将军敢把自己的性命安危都托付给我，相信我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再者，皇上下令命燕王府救治曹将军之时，燕王府便已经没有退路。曹将军临危愿意相信我，让我医治，我也要谢谢曹将军。阮宁对他扶了扶身，这小女子救了他的命，不居功自傲，反倒客气有礼，叫曹行简越发愧疚。还有一事，先前曹某唐突，如今深感惭愧，汉燕王妃不计前嫌，曹某想为我这侄儿求娶王妃身边的大丫鬟青果。曹某离京之前，把他的终身事定下，绕寻个好日子再办事也不迟。二叔，潘燕王燕王妃恩准，也算是你我两家缔结良缘了。曹大将军先前提良妾，如今提求娶，其中的厚爱与诚意，燕王府收到了。诸位双方关系之好，相信如今的情谊也足够叫我们彼此信任了。曹将军以为呢？曹行简听到这儿，哪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缓缓点头，心里忍不住叹息。哎，若是一开始没有小看人，或许就不至于这么被动了。青果，你怎么想的？回王妃，奴婢多谢曹大将军、曹小将军错爱，奴婢深感惶恐不配。只是奴婢已经心有所属，断不敢耽误曹小将军。曹小将军说，我们乃是老乡之士，奴婢就好像见到了家中的兄弟一般亲切。除此之外，奴婢不敢有其他非分之想。曹爽的肩膀垮了下去，脑袋像斗败的公鸡似的垂着。也好也好，这姑娘是个好样的，有胆识有主见。这样吧，我也只想有个女儿，爽也想有个妹子。姑娘若不嫌弃，叫我一声干爹，叫爽一声阿哥，如何呀？青管一愣，错愕向阮宁看去。阮宁笑着颔首，这还有什么犹豫的？
青管当即跪下磕了仨头。青管本是孤儿，父母双亲，兄弟姐妹都不知还在不在人世，但从今往后，青管也是有父母兄长有亲人的人了。青管拜见爹爹。好孩子，快起来吧。曹行简亲自扶他起来。兄长，青管叫曹爽时是真的差点把曹爽给叫哭了。燕王和他商量了金蝉脱壳的施行计划，青管和狱中俩丫鬟上手，把曹行简打扮得蜡黄蜡黄的，不但要化成病重的样子，还要叫人把您抬回去，叫院子里的眼线亲眼看见您病重的模样。也是为了让他们相信我病重将死，索性我回去之后给他们开个交代后事的小会，之后我再离开。如此最好。二叔放心，侄儿知道该怎么做。你无论如何要保重啊。嘿嘿，二叔，扮成您是侄儿占便宜了呢，回头您别笑我就成。哥，您别笑了，你得哭丧着脸啊。曹爽微微一愣，哦对，二叔没治好，他还笑得出来，他得多不孝啊。阮宁突然来到他身边，低声道：将来要送喜欢的姑娘嫁给别人是什么感觉？想哭想死的感觉。论扎心还是得燕王妃啊。曹行简是被人放在板子上抬回客房院落的，曹爽走在一旁扶着板子，他表情太到位了，以至于客房院子里等候的那些人以为怎么大将军去了？不是说陪郎中艺术高超吗？为何半月多不见，大将军就走了？曹行简也担心这群人提前给自己哭丧，他赶紧咳嗽几声，以证明自己还活着。他让人把他放在廊下，对着自己这群亲兵交代了一些事儿，这话怎么听都像在交代后事。这裴郎中不是能治吗？怎么给大将军治坏了？治坏了抬回来，这怎么个意思？准备不认账啊？不论大家如何议论，曹行简的目的已经达到，众人都知道他回来了，并且是在病情恶化的情况下回来的。二叔，快！曹爽跟他二叔换了衣裳，他躺在他二叔的病床上，曹行简已经打扮成曹爽的样子，他临走仍不放心地站在床前看着曹爽。快走吧，你保重。曹行简咬牙狠心，转身出门。秦云川领着曹爽刚走出客房院子，曹校尉。曹行简步子一顿，浑身紧绷。薛涛，仙姑，何事喊薛某啊？快来，我这有蛇，我不敢动。薛涛二话不说，立刻掉头跑回来。哪儿？蛇在哪儿？那儿，就在我前头这片草丛里，刚才从我的脚边嗖的一下过去了，我怕我一动，它就会窜出来咬我。仙姑别怕，薛某保护您。薛涛找了半天也没有蛇的影子，已经跑了，吓死人了！多谢薛校尉。原以为仙姑神人也，您竟然也会怕蛇？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我成仙之前被蛇咬过。仙姑不是客气的称呼吗？您还真把自己当神仙了呀？阮宁转身离开。哦，对了，他回头要找曹爽，却发现曹爽和燕王爷一行早就走得没影了。敢问燕王，曹某要如何离开燕王府，并离开京城啊？曹将军往那儿看，前头停着辆奢华的大马车，这么高调。但他瞧见从马车上下来的人时，却是大喜过望。沈公子，受人之托，众人之事，我家妹妹叫我无论如何一定要确保将曹大将军平安地送出京城。他妹妹燕王妃，您请。他是王妃的异姓兄长，你大放心。多谢。曹行简上了马车，沈岩的马车缓缓离开燕王府，但燕王府此时梁国丈忽然造访，并且要拜访曹大将军。王爷托他1、2刻，我同裴郎中去准备一下。如此匆忙，来得及吗？不行的话，我设法打发他离开。来得及，王爷相信我。好。阮宁和裴郎中来到曹大将军屋里。王妃怎么来了？梁国丈来了，要见你二叔。你装的再像，他一见面，你不就露馅了吗？啊，那怎么办？要不把我二叔追回来，等他应付了这波人，再叫他离开。他好容易才离开，再把他追回来，你是要让他自投罗网吗？那可怎么办啊？凉拌。阮宁已经配好了药，并用火点燃，在屋子里熏着。这是什么药？干什么用的？对，把这屋子里熏上蒙汗药，他们一进来，全都给他们熏晕过去。你是生怕你二叔离开的事儿不被人怀疑吗？这什么味儿啊？一股子骚臭的味儿，你们闻不到？我俩进来之前把嗅觉封闭了。为什么呀？裴郎中指了指那盆子里正烧着的奇怪药材，是那个药发出的味道，我还以为我便溺在床上了呢。你们是要让人以为我二叔便溺在了床上？这孩子不傻。阮宁见准备的差不多，他便先行离去。秦云川带着梁国丈往这院来，他没进屋便掩了口鼻。本王就不进去了。秦云川说完，转身出了院子，他走得比兔子都快。梁国丈皱皱眉，屏住呼吸进了门。窗户虽然开着，那屋子里骚臭的味道仍旧十分浓郁。裴郎中戴着厚厚的面巾站在里间。曹大将军，梁某来看你了。好，梁国丈过来坐。随梁国丈一起来探望曹大将军的人见状，当即捂住口鼻。是礼。他扭头跑出去了。曹大将军感染了瘟病，
众人可以探望，但是不要离得太近。怪不得燕王不进来啊！难得你们来了，来坐下陪我聊聊。哎呀，国丈爷，快走吧，在这屋里待的时间长了，是会被感染上病的。梁国丈也推到门口。梁国丈，你不是来看我的吗？别走呀！诸位不必惊慌，这瘟疫只是疱疹，死亡几率不高的。大将军好好养病，裴郎中医术高超，肯定能治好您。我们改日再来看您。梁国丈拂袖而去。速去宫中告诉娘娘，曹大将军治病失败，反倒感染，命不久矣，不必再派人刺杀。只要以燕王府发现瘟病的理由，把燕王府给包围起来，让里头的人出不来。我们直接派人送信去镇西大营，告诉他们镇西大将军被致死在燕王府即可。梁国丈越想越觉得上天都在帮他呀。秦云川这厮是自绝死路，我正愁不知以什么理由包围你府上呢，你竟给出瘟病的理由，这理由真是瞌睡就给送枕头啊！梁国丈大喜，亲自去安排了包围燕王府的兵卒。秦云川算计着时间，曹行简差不多应该已经到镇西了。阮宁也在算时间，他在算自己的预产期。让内院的人都离开吧，过阵子王妃就要生产了，老让外头的人围着王府也不是个事儿。他很想看看梁国丈、小皇帝等人知道曹行简早已离开京都，回到镇西大营这消息时会是什么表情。原话来到这被围的客房院子，都收拾行李走吧，回镇西大营吧。那大将军怎么办？怎么不见曹校尉在这伺候呀？曹爽不会是怕被传染，故意躲着大将军吧？反正大将军是他二叔，顾念亲情，也不会把他怎么样。众人正议论纷纷，却只见曹爽昂首阔步从大将军的屋子里走出来，后头还跟着裴郎中和薛涛。曹爽，曹校尉，你一直在屋里啊？我二叔因军中有要务，已经提前离开，现在恐怕已经回到镇西大营了。你说的是梦话吗？我们亲眼看见大将军他……快走快走，等出去了你们再慢慢聊。燕王府把我们大将军藏哪儿去了？别想就这么打发我们！曹爽从身上摸出他二叔留给他的令牌，有镇西军令在此，谁敢放肆？在曹爽的军令和严威之下，这群人只好灰溜溜的离开了燕王府。但燕王府外还有朝廷派来的守卫。燕王府内有瘟疫，所有人不得外出。我们就住在有瘟疫那院子，这么多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死。当初的疱疹也已经治好了。我们是镇西军，我们要回镇西去。哪位是曹大将军？我二叔就是曹大将军，他不在这儿。守卫监军见状，知道事情恐怕有变，他叫自己副官守着。他快马加鞭去了梁国丈府上。梁国丈听他这么仔仔细细一说，坏了，怕是中计了。梁国丈还不知道朝廷派去镇西军报信儿说，曹大将军他在燕王府没了。朝廷派来的官员拉着衣裳袖子潸然泪下，好不悲痛。他哽咽着诋毁燕王府是如何虐待曹大将军，各种推脱耽误，才致使他病死在燕王府。他备好的说辞还没哭完，曹行简就哈哈大笑着从营中走出来。听说本将军没了。前来报信的朝廷官员闻言一惊，他愕然看着前面的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竟然敢造谣，这我阿爹！曹大将军的二儿子噌楞拔出刀来，少将军怒斩报信官，朝廷信官血溅镇西营。当京都知道这些消息的时候，梁国丈直接气病了，小皇帝也气得暴跳如雷。斩！把滞留在京都的镇西军那些人都斩了，特别是曹行简那个侄儿，把他给朕五马分尸。曹行简竟然敢杀朝廷信官，他想干什么？他想造反啊！楚萧在一旁躬身听着，并未劝阻。太监最会察言观色，更不敢劝。小皇帝抓起御案上的茶盏，狠狠地砸了出去，瓷片四下迸溅。太后娘娘恰来到殿前，飞溅的瓷片猛地划过太后的脸颊。皇上！小皇帝也吓了一跳，他实在没想到会误伤母后。儿给母后请安，母后叫太医来看看吧。皇上，你身为皇帝，竟在御书房如此发怒撒泼，是一个帝王当有的样子吗？祖上说后宫不得干政，母后跑到御书房来教训我，就应当了。你说什么？儿说还是请个太医给母后看看吧。皇上若是真关心哀家，就把心思放在正事上，少发脾气，多做事吧。楚太傅在这里，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皇上发怒，也不劝阻。皇上年少，郁结于心，对龙体不好，不如先把怒气发泄出来，再行处理事情。哼，你这分明是借口。小皇帝在一旁偷偷翻个白眼，别人为他说话都是借口，他的手伸到前朝，伸到他身边，就是对他的关心爱护。皇上可曾派人查了？那曹行简明明在燕王府内，他是如何回到镇西大营的？先前说他的骨上毒疮拖不了太久，怎么如今又听说他在镇西军中重新有所作为了？朝廷好不容易安插进去的人都被他拔了出来。为母后，这还未查明。古人说上仁者本是大脾气小，中人
人者本事大脾气也大，下人者本事小脾气大。皇上还年轻，正是学本事的时候，可别本事没学到，光长脾气了。小皇帝浑身一僵，绷着脸冷冷看了眼太后。怎么，皇上觉得哀家说的不对？对，母后说的都对。哀家已经派人查明，在曹行简最后一次露面之后，一共有3个人进出过燕王府，其他人退下。楚萧以及宫人都连忙躬身。楚萧想了想，他虽躬身，却站着没动。都退下。此时楚萧才退出殿宇。你的心思不该用在跟哀家斗气上，母后误会了，而没有这意思。这3人都是谁？我爹梁国丈、秦昊和沈岩。皇上当派人好好查查那秦昊和沈岩。小皇帝点点头，满口答应，但他眼底却是不满与不屑。太后见他答应，便带人离开了御书房。他并没有完全指望小皇帝，他也派了人在暗查此事。小皇帝越大越有自己的想法，他不像小时候那么听话了。镜子拿来，哀家看看。太后对着铜镜微微侧脸，脸上那道血口子没多大，愈合之后只剩一道细细的血痕，还如此年轻貌美呢。是啊，太后娘娘如春露朝华一般美丽，更比那28年华的女子多了成熟妩媚呀。怎么不说了？哎，可惜先帝爷走得早。美丽有什么用？她是个寡妇呀。传燕王进宫，主子要传谁？你耳朵不好使了，就该从这个位置上退下去了。多的是机灵懂事、耳朵又好使的人能接替你的位置。太监再不敢多问，连忙让人去通传。燕王秦云川此时正陪着阮宁，他则正在给阮宁肚子里的孩子抚琴做胎教呢。他的琴弹得不错，若论技术，肯定不如王府的琴师。秦云川正在兴头上，下人突然来禀：爷，宫里来人了，传您进宫去呢。不去，是内宫的宫人。你耳朵塞驴毛了？本王刚说什么？下人面色一紧，滚吧！下人连忙躬身退走。吃，继续吃。本王的儿也喜欢吃葡萄。说完，他继续低头抚琴。奇怪，这颗葡萄好像格外甜呢。工人悻悻而归。燕王人呢？回娘娘，燕王说有事儿来不了。哀家传他竟敢违抗，有事？他这会儿有什么事？回太后，燕王大约是在陪王妃。哼，陪他那乡下来的冲喜的替嫁小王妃呢。他美丽的眸子越发冰冷，眼底闪过幽蓝的光，如同淬了毒。奴才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想起什么人？太医院新来了一个年轻太医，叫张易之，医术颇为不错。太后不如传他来看看。有什么好看的？娘娘看了就知道了。太后嗯了一声，算是默许。太监立刻传了张太医来。太后瞧见张易之，却是心头猛地一跳。张易之皮肤白皙，眉宇颇有英气，他的脸上半部分和燕王竟有几分相似，不更像年少时期的燕王。太后勾了勾嘴角，瞥了身边太监一眼，太监立刻躬身退了出去。过来，给哀家把脉。张易之小心翼翼地上前，将他温热的手指落在太后脉门之上，男性粗粝的指腹带着异样的温度，摩挲在他皮肤上的触感让太后不由吸了口气。工人们不晓得张太医是怎么看病的，只晓得太后又是传膳又是传酒。夜色沉沉，张太医竟然还留在太后宫中。酒过3巡，太后醉眼迷蒙地看着张易之。云川，太后伸手抚摸张易之的脸。哀家什么都想要，是不是太贪心了？娘娘，您醉了。胡说！两人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张易之身体僵硬，呼吸发紧。他壮起胆子，他抱起太后向床榻走去。云川，娘娘，臣叫张易之。他一面细细吻她，一面说道。大太监陈英守在殿外，宫女要进殿收拾残羹冷炙，被陈英拦下。别进去，除非你不想活了。奴婢告退，有吩咐您再传唤奴婢。太后一直睡到晌午才醒，她醒来时脑袋还昏昏沉沉的疼。小英子，什么时辰了？回娘娘，4时末了。皇帝可派人查曹行简离间之事了？派了。派了谁？派了辽王世子秦昊。谁？辽王世子秦昊。哼，秦昊，哀家叫他查秦昊，他却派秦昊去查，让贼去抓贼，还能抓到贼吗？他真是人还没长大，翅膀倒硬得很了。另外，在前朝殿前伺候那几个宫人都联系不上了。联系不上是什么意思？奴才本想问问他们，可知道皇上为何会派秦昊去查此事，结果竟没联系上他们，不知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太后脸色沉了下来，小皇帝越来越脱离她的控制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秦昊得到小皇帝的密旨，第一件事就是去梁国丈府上。梁国丈气得病倒在床，他的头痛病又犯了。香呢？那种安神的香呢？快给我点上。回老爷，香没有了，找梁子云，让他去买。小公子说了，这款香如今断货了，买不到。
到，连仿香都买不到呀。梁国正诧异向外看来，世子，您怎么？下人惊讶地看着秦昊以及他身后的一行兵卒。听说国丈爷病了，我自是来探望国丈爷的。梁国丈病重，还是别折腾自己，好好养病要紧。趁我病要我命啊！国丈爷想多了，我要您的命干什么？我只想要您手里那5000精兵。那你还是要我的命吧。国丈爷，您可想清楚，生死之外无大事。您这把年纪了，该颐养天年，少操心了。把精兵交给你，我命还能有。有本事你就把我抬走。我们不想动你，您把精兵交出来，咱们各自安好。皇上是您的外孙，太后是您的女儿，谁敢把您怎么着？那您若是不交出兵权，您放走了曹行简，与镇西军勾结，更打算与那曹行简里应外合，以外戚之势把控朝政，打算给我们秦家的江山改天换日。秦昊胡说八道，谁放走了曹行简？谁跟镇西军勾结？搜！秦昊一挥手，他带来的人立刻将梁国丈的屋子里搜查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回世子爷，搜到了。秦昊的人搜出几封密信，甚至还搜出龙袍。秦昊，你敢栽赃老夫？这可不是我栽赃你，看见没有？禁卫军皇上的人马。国丈爷与曹行简密谋之信在此，国丈爷的卧房里更藏了龙袍，父臣之心昭然若揭。国丈爷，您若再不交出兵权，太后娘娘也保不了您了。趴在墙头上的梁子云倒吸一口冷气，院子里的情况他看得一清二楚。他纳闷家里怎么会突然冲进来这么多禁军兵力，爬上墙头来看，却没想到正叫他看见梁王世子逼迫自己爹爹交出精兵，并且还用栽赃嫁祸这样阴险的小人手段。国丈爷这身体若是进大牢遭罪，能不能活着出来，恐怕都是个问题呢。那么多人打不过呀，这怎么办？大哥他们眼下不在京城，城外5000兵马不听我的。梁子云忽然想起，要不去找楚交帮忙？提起楚交，他立马想起另外一个人来。梁子云出溜从墙头上下去，他赶紧就往府外跑。他出了府，就找到自己那群狐朋狗友。快帮我送信进宫里，告诉我阿姐，爹爹被人逼迫，让他快想办法救救爹。给他阿姐太后娘娘送了消息之后，他则蹲守在楚家族学外头，等着另一个能给府上带来转机之人。梁子云等了不多时，楚家族学便散学了。罗新月，走，你楚姐姐叫我带你去骑马。楚姐姐人呢？她叫人给你牵马去了。那我得给府上的车夫说一声。你楚姐姐早就想到了，已经交代了。王妃，天多晚了，一直不见新月小姐回来。不是有车夫接她吗？车夫回来了吗？车夫也没回来。外头就有小丫鬟进来禀，车夫回来了，说没接到小姐。车夫去楚家族学问，族学说早就散学了，他跟别个同庄一起出去的。他不是去哪儿贪玩了吧？他一向懂事，不会一声不吭跑出去玩。阮宁正要派人去找，却见秦云川阔步而来。有件事告诉你，但你莫着急。你不说我才着急。事关你的表妹娄新月。你说她怎么了？她被人绑架了。别急，绑架她的人已经叫人送信来了，约我去见面，她必是有所求才会这么干。信呢？新月人怎么样？是谁绑架她的？为什么要见你啊？还不知道，但我已经叫人去查了，不会有事，你放心好不好？秦云川把信递给阮宁，这口气，这措辞，我咋觉得那么熟悉呢？约你见面去城隍庙，你不去，或是带很多人去，他就撕票吗？你快去吧，把新月接回来。你都不担心我？我有点担心，那绑匪敢约你单独见面，他得喝多少假酒？你对你家相公如此有信心，我很高兴，但你至少也假装关心，假装挽留，让本王也满足一下虚荣心嘛。你快去吧，新月还是个小姑娘呢，你去晚了，她吓出毛病怎么办？我怎么跟人家哥哥交代啊？去，本王这就去。秦云川带的人不多，但他一路设伏，他安排两个为一组伏兵，临到城隍庙门前时，只剩他和巨大的獒犬。秦云川正打算带着獒犬突袭进入城隍庙。姐夫，你来啦！绑架你的人呢？他被我打晕了，又菜又爱玩。秦云川很是莫名，又是绑架又是送信约谈，弄得神秘兮兮，竟然被娄新月一个小姑娘给打晕。他跟娄新月进到荒废的庙里，发现一个锦衣男子被娄新月绑得结结实实。绳结绑得不错，玉忠教我的，说他们在野外打到猎物都是这么绑。秦云川上前把那男子踢得转过脸来。梁子云，他骗我说楚姐姐约我骑马，还说楚姐姐已经跟府上车夫交代过了。我一直没见楚姐姐就起了疑，谁想到她竟打晕我，把我带到这儿。她打的绳结不结实，绑的也不紧，我一醒就悄悄挣脱了。我跟她说我饿了，我渴了，让她给我找吃的找水喝，趁她不备，我就把她打晕绑起来了。新月真是好样的，咱们走吧。就把她扔这儿不管。她绑架你，害得你姐姐担心，你还可怜她。她毕竟没有伤害我，而且我想了，她绑
绑得那么松，恐怕也是担心弄伤我。平日里楚姐姐带我玩，她对我也都很好，她可能是有什么难处才做这种事儿吧。千云川挑了挑眉，这个草原女子在楚家女学上了这么久，越来越像西朝人了。如果把她扔在这儿，她说不定就会被狼给吃了。她还给我找吃的找水喝，也不是什么坏人。千云川冲外头打了个呼哨，他留在外头的伏兵听到暗号立刻窜了出来，把人带走。这是绑匪？是啊，我们要是再晚些来，被绑架的表小姐可能就自己回去了，绑匪可能就被狼吃了。喂，可怎么叫他都没反应。已经出门的娄新月小脸不禁担忧起来，他不会被我打死了吧？不会，你能有多大力气？他是个快成年的男子，能被你打死？王爷，进气多出气少，人怕是快不行了。娄新月张嘴就要哭。不许哭，本王进去看看，你在这等着，别乱跑。娄新月含着2泡泪，连连点头。梁子云啊，梁子云，绑个人还能把你自己给绑死？你咋不蠢死？你爹知道你这么笨吗？走，把他带回去，让裴郎中给他看看。秦云川把娄新月和绑匪一起带回来了，人还没到府上，消息已经传回内院。听说人受伤了，伤得挺重，叫裴郎中直接提着药箱去外院准备着。我也去看看。王妃别着急，别动了胎气。狱中扶着阮宁出了正院，还没出院子。阿姐，我来给你报个平安，王爷怕你担心。不是说你受伤了，伤哪儿了？我看看。没，我没受伤。王妃急得上火，大着肚子也要去外头接你。你伤着哪里就告诉王妃，别叫王妃担心嘛。我什么时候逞强了？我是真的强。那劫匪被我打晕了，现在正在叫裴郎中给他查看呢。你说强不强啊？劫匪是谁？认识？阿姐怎么知道的？老熟人了。原话是这么说的吗？阿姐，你猜是谁？你在京城的熟人还挺多的，我猜不出。也是阿姐的熟人，梁子云啊。他不知道是哪个筋儿搭错了，竟然骗我，绑架我。难道是国丈府出什么事儿了？阿姐怎么知道？否则他为什么要绑架你，要求单独见王爷呢？他怕是想利用你，威胁王爷做出什么妥协。阮宁说完又犯嘀咕，王爷最近不是说先按兵不动，等我生完孩子再慢慢算账吗？他提前动手了。阮宁说着就回头往屋里走。绑坏了脑袋啊，可能有血块在压迫住了神经，所以一直醒不过来。他这情况悬着呢，要么不醒，要么醒了也有什么后遗症。但也有可能会没事儿。王爷，外头听说梁家在四处找他们的小公子呢。秦云川一抬眼，瞧见站在门外头，探着脑袋往里看的娄新月。你怎么还在这儿？我把他打坏了，醒不了了，醒了也会有后遗症。有可能，不是说了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吗？娄新月瘪瘪嘴，想哭。你回去歇着吧，这不关你的事儿。来人，去告诉梁家人，他们家小公子在燕王府，叫他老子亲自来接人。娄新月看了看地上的梁子云，梁子云没吓着他，燕王倒是把他吓得不轻。他赶紧扭头跑出厅堂。王爷对人家小姑娘也太凶了，本王对你更凶，你信不信？你那算什么诊断？究竟能醒不能醒？醒了能不能好？他会不会死在这儿？死倒是一时半会死不了，至于别的嘛？要不请我师傅来看看。裴老，您是越老脸皮越厚了。您师傅他老人家，他医术高，经验足是真的，而且啊，我看他眼力不同于常人。上次给曹大将军做那手术，说不定他用眼还能够看出梁小公子头上有多大块的淤血，压迫到了哪一块神经。别提，谁都不准把这事儿的具体情况告诉王妃。王妃快生了，挺着肚子还得给别人看病，像话吗？本王养着你裴郎中是吃干饭的。是王爷非要问，不提，不提。梁国丈来得飞快，他虽然病得不轻，头重脚轻，他一听说梁子云大半夜的在燕王府被找到了，他的心都直突突。燕王，我儿呢？梁国丈站在门口，怒声喝问。没等屋里人开口，他就瞧见躺在地上的儿子，他两眼一黑，一头往地上栽去。原话飞身上去，赶紧架住他。这儿子还昏迷不醒，老子再晕倒在燕王府，麻烦可够大的。好在梁国丈只是气急攻心，裴郎中给梁国丈扎了几针，收好针才又把他唤醒。你们把我儿怎么？燕王他还是个孩子呀！不知他遇上什么事儿了，竟绑架了王妃的表妹，送信约本王单独见面相谈。本王赶到的时候，他就已经撞晕了。本王把他带回来，叫裴郎中给看了。裴郎中说他现在这情况会因挪动颠簸，所以本王叫人通知你上门领人。可他为什么要绑架燕王妃的表妹，约燕王见面？这傻孩子，他在想啥？他怎么撞晕的？王妃的表妹呢？我在这儿。娄新月竟然没走，他就在不远处躲着。一人做事一人当，他绑的是我，打伤他的也是我，跟燕王府没关系。你阿姐没看错你，是个勇敢的小姑娘，以为找个小姑娘糊弄我就完事儿了。裴郎中，你得给我儿医治。裴郎中说了，他醒了也可能有后遗症。你住口！大人说话没你的事儿。有我的事儿啊，事儿不摆平，我不能走。你还想摆平？让我听听你想怎么摆平。虽然是他绑架的我，他势力在先，但他人不坏，又这么倒霉，我不会不管他的。他要是真有什么后遗症，我养他一辈子。
去！我梁府的小公子用得着你养？说到这儿，梁国丈忽然想到什么，他神色莫名地看了燕王一眼，又盯上娄新月。小姑娘，你愿意对他负责？秦云川一听这口气，立刻明白这老狐狸没安好心。新月，我愿意。你果然是个有担当、有胆气的小姑娘。燕王府没有怂货。秦云川送他一个冷眼。燕王府如何，轮得到他说。既然如此，你做我儿的童养媳吧，这样也方便你照顾他。他若好了，是你的福气。你们完婚，我梁府养着你。他若万一，你得照顾他一辈子。不行。行。娄新月一口答应。秦云川愕然看他，这姑娘是不是西朝话学得不好，还没学到童养媳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不用你梁府养，我说了我养她，让她嫁给我。我现在还小，等我大了带她回我家。梁国丈好像被自己的口水呛死。秦云川抬手扶额，他果然不懂这个词儿。你敢再说一遍？他是你的小儿子，又非长子，又不能继承你的爵位。如果他真有什么后遗症，对于梁府来说他就是累赘。我嫁去你家，我们就是俩累赘。你在世的还好，我们衣食无忧，可你年纪这么大了，你还有多少年头好活呢？等你一撒手。梁国丈抬手捂着胸口，憋得通红。秦云川弄这么个小姑娘，打不得骂不得，就是故意来气死她的。我说话直白，但句句是肺腑之言。等你一那啥，我们会不会被叔伯哥嫂嫌弃，给赶出门去？你是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家有何等家业，能留给你一个小姑娘？她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说的话，怎么能当真？你若是认真，你就如实告诉我；你若做不得主，连一个字都别说了。姐夫，我是认真的，我想过了。秦云川叹了口气，以他对阮宁的了解，阮宁就是在这儿，恐怕也不会一昧阻止娄新月。我姓娄，娄家就剩我自己了。姑娘，你这么戏弄老夫，于心何忍呐？燕王，我跟你说，瞧不起我娄家，我家虽然就剩我自己了，但我家有良田，有祖宅，有祖宗留下来的底蕴在呢。我家没有叔伯兄弟，所以没人勾心斗角，没人嫌弃我们。凭着梁子云的本事，他肯定能把我家祖上留下的家业发扬光大，重振我娄家辉煌。以后他就是我娄家子孙崇拜的先祖太爷，要流芳百世，享子孙香火，被子子孙孙们祭拜的。梁国丈有些惊愕地看着娄新月，这个年纪不大的小姑娘，她在燕王府是寄人篱下吧？是谁给她的底气和勇武？成，就让她入赘你娄家。你们不用问问梁子云她自己的意思。儿子，爹这是为了你的性命着想呀，你同意吗？众人无语，他能回答你才有鬼。他同意了。不同意那个已经死了，我们救的是同意那个。如果他醒了以后不同意呢？不同意，那再打死，因为不同意那个已经死了。呸！什么死不死的？要不是看你是燕王府的人，老夫现在就掐死你。他既是我的人了，你就回去吧，我会求我姐夫，求裴郎中给我男人医治的。燕王从哪儿弄这么个奇女子？阿姐，你怎么没去上学？今儿休沐吗？没有，我告假了。我跟阿姐说件事儿，阿姐莫生气。我不保证，你别说了。阿姐生气我也得说。昨日梁子云绑架我，被我打了，撞坏了脑袋，我心里过意不去，便留下他做我的男人了。阿姐医术高，给看看他还有没有的治。若是能治好便好，治不好那就养着呗。你这么小，知道什么叫做你的男人吗？知道啊，那没关系。他若是个傻的，我就再多娶几个，不会不管他的。走吧，为了我家表妹将来的幸福生活，看看去，能治咱就治，不能治咱就多娶几个。对，多谢阿姐。一个疯还不够，另一个还跟着疯。梁子云被抬去客房，整个搬动的过程，燕王府的人都小心翼翼，我亲自盯着，没叫他们颠簸，就怕给他颠坏了。阮宁站在床榻前看着梁子云，他没着急把脉，先是动用魔瞳把梁子云的脑瓜子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果然是有一块淤血在前额叶，难怪一直不醒。阿姐把脉能看出淤血的位置啊，裴郎中他们都不行了，阿姐果然厉害。他不单单是因为淤血压迫啊，他脑袋里还有个瘤啊！脑袋里有牛？什么牛？什么牛能钻进人的脑袋里啊？不是牛，是瘤。什么牛？就是说他的淤血问题不大，可以清淤，但他脑袋里还有个别的东西，那个东西咱们就清不出来了。牛吗？我知道，那怎么办？那牛在他脑袋里还会长大吗？会把脑袋顶破吗？他会死吗？不确定，先清淤吧，等他醒过来进一步观察看看。有一些药是可以抑制抑制瘤子的生长，但也要看他这个瘤子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有些人虽然有了瘤，却也能与瘤共存，仍能正常生活好多年，也不必太焦虑。我不焦虑，我的男人脑袋子里长了个牛，好厉害呀！不行了，阿姐你怎么了？娄新月这么一喊，阮宁身边的大丫鬟嬷嬷都紧张起来，他们连忙冲上前来搀扶阮宁。疼，肚子开始疼了，通知产婆准备
我开始阵痛了。阮宁被丫鬟们搀扶着，正要往内院去，陪郎中恰匆匆赶来，阮宁立刻停下脚步，先去小厅里，笔墨纸砚准备一下。众人都惊讶看他，就连陪郎中都是一脸的茫然。王妃，你快生了，这时候要什么笔墨纸砚啊？还得好一阵子呢，这才开始阵痛。运气好，今天能生，若是慢，拖到明天都有可能。啊，那可怎么办啊？生那么久，不得疼？阮宁却已经来到小厅门口。陪郎中来，我有事情跟您说。您是对生产有什么担忧吗？您放心，王爷都交代过了。不是，生孩子不用你出手，有产婆呢。说是真轮到你出手，那说明我情况危急，怕是要不行。呸，我看了梁子云的情况，他头上有淤血，但先清淤吧。阮宁说着提笔写下药方。水蛭会吸血的那种。对，此物晒干可入药，清淤化血有奇效，活体水蛭也可医用。不过你若是没操作过便罢了，我现在生孩子要紧，操作不了。我告诉你一套针法，你为他扎上，留针1刻，再逆向取针，取针之后他差不多能醒。王妃都要生孩子了，还为别人的事儿操心，都是我惹的麻烦。不是麻烦，我喜欢给人看病，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怎么会觉得辛苦呢？阮宁用食指在青管身上点了一遍，让陪郎中看，他一边点一边讲解扎针的手法。知府放心吧，我都记下了。那我就去生孩子了，你去给他医治吧。主仆还未走出小厅，千云川便已经长腿大步，一阵旋风似的刮来了。宁宁，你怎么样？怎么样？听说你快生了。千云川急得发毛，他不管3七21，一边打横抱起阮。千云川抱着阮宁在自己府上，纵着轻功往内院赶。宁宁别怕，宁宁别慌，咱们府上有京都最好的稳婆，你是咱们京都有名的锦鲤王妃，你生产一定会顺顺利利的。我不慌，我是大夫啊，王爷的一身正气，定会护我母子平安。本王愿把余生的气运都给你们母子，护你们万全。阮宁轻笑，千云川顿了，确定是儿子？阮宁嗯了一声，他有魔童，还看不准这个吗？阮宁被送进产房，但产房里头事情可不大顺利。胎位不正啊！王妃连这个都能感觉得出来。稳婆没想到，她还没意识到是做声呢，产妇自己先感觉出来了。王妃年纪不大，可真坚强啊！这若换做别的妇人，早就疼得嗷嗷叫，疼得啥也不知道了。我年纪小，这要是做声，非疼死我不可。嬷嬷们可有办法？您别慌，咱们都是有经验的稳婆，以前也遇着过头一胎做声的情况。这遇着做声啊，有几种办法呢？咱们可以揉产妇的肚子来调整胎位，这是祖传的手法，不过有点疼，您得忍着点儿。阮宁不由得松了口气，稳婆把手放在阮宁的肚子上，她两只手像揉面一样，在阮宁的肚子上揉啊推啊。宁宁，宁宁！听见阮宁在里头哭，她拳头捏得咯咯直响。正了，头入盆了，生了，是不是生了？宁宁怎么样？她还好吗？孩子还好吗？王爷别着急，孩子入盆了，还没生出来。王妃缓口气，宫口已经开到6、7指。疼，我再也不生了，太他妈疼了！出来了，看见头了，头完全出来了，脖子也出来了。王妃用力，王妃别那么快用力，哎呀，太快了，出来的太快了。到底是用力还是别用力啊？算了，不管了。阮宁只觉得哗啦一下，身上猛地一轻，有什么东西从他身上抽离了。这生的也太快了吧！宫口才刚全开1刻钟而已，就生出来了。婆婆，快报喜啊！是小世子，是位小世子，恭喜王爷，贺喜王爷！嬷嬷连忙冲着门口喊道：“王妃怎样？宁宁怎么样了？”产婆和她的助手们还在忙碌收拾着刚出生的胎儿和产妇这边的狼藉。王妃，您觉得怎么样？阮宁还没回答，孩子那边传来嘹亮的哭声。院子里听见孩子以嘹亮有气力的哭声：“生了，小世子哭了。”这哭声，身体肯定健壮。助产之人麻利地把婴儿擦干净，包裹好，放在阮宁身边。王妃快看，小世子多好看呐，眉清目秀，像王妃也像王爷。阮宁侧过脸看着这着急出来的儿子，他前世在医院见过很多新生儿，但他怎么觉得这孩子比他见过的新生儿大一些？不但大，还很饱满，有点大，可不是大嘛，足足8斤8两。天哪，这是咱们接生过最大的孩子了吧？8斤8两！恭喜王妃，贺喜王妃，母子平安，大喜大吉呀！却听哐当一声，燕王殿下破门而入。王爷，众人吓了一跳，愕然看着这个满脸笑意、激动的直搓手的男人。本王叫了半天，你们为何不开门？我好累啊，好想睡一会儿。8斤8两啊，宁宁真厉
厉害，本王的儿子真厉害。京都从来没听说过谁家的孩子生出来这么大个头的。本王的小世子生来就这么厉害，那可得取个厉害的乳名。阮宁疲惫的笑笑，昔日惜字如金的秦云川，今日话却格外多。8斤8两就叫重八，乳名就叫重八，好不好？不行。怎么不行？乳名而已，多可爱的名字。襁褓里的小婴儿不知在那儿傻乐什么，他见哥哥笑出声。你看见没？看见没？重八喜欢他这个小名，他都同意了。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我的儿子我做主。凭什么不行？这也是本王的儿子，本王和儿子都喜欢这名字，是不是呀，儿子？他的声音又软又嗲又腻味，阮宁的鸡皮疙瘩都要被他激出来了。屋里伺候的嬷嬷们甚至都吓得跑到外间去了。王爷如此温柔的一面，是他们配看见的吗？哦，本王明白了，你是觉得他跟王重六撞名字了吧？对，我儿子怎么能跟王爷的幕僚撞名字呢？不合适，还是换一个。让王重六换个名字就是了。秦云川大手一挥，来人呐，告诉王重六，让他改名字。本王今日得而大喜，本王亲自赐他一个名字吧，就叫文成。对，就让他改名王文成。秦云川满意的笑了笑，扭过头来，献媚的看着阮宁和儿子。这样，王妃满意了吗？既然你们父子俩喜欢，重八，重八，爹地的小重八。秦云川高兴的像个孩子，阮宁无奈的摇摇头，笑着沉入梦乡。把本王的私人财物，并非朝廷给的，拿出来给本王看看。管家连忙拿来账册，翻出匣子，里面有良田、地契、房契、山庄等等。秦云川一面听管家一一盘点，一面点头。好，把这些本王置办的良田、温泉、山庄、京都之外的别院都转到王妃名下，算作王妃的私产。万亩良田呐，这温泉、山庄、宅院10余处都划到王妃的名下，算作王妃的私产的话，您的身价可就不如王妃了呀。王妃给本王生了个大胖儿子，8斤8两，若不是朝廷给的封地10亿不能给他，本王全都给他。看王爷那一脸炫耀的表情，就知道您得了个大胖儿子。您不用走到哪儿就炫耀到哪儿吧。快去办，今日就要办好，本王就在这儿等着你办好。京都的，今日办好还有可能，但是外地的呢，今日绝对是办不了啊。您就是杀了小人，这小人也办不到呀。外地的限你3日办好，本王的加急信使也准你调遣，快去办，不得推诿。管家连忙恭恭敬敬又是，马不停蹄地退出书房去办。秦云川觉得这还不够表达他的心情。他琢磨了一阵子，又到自己的库房里看看。他询问了看管库房之人，又查看库房单子。王妃掌家这么长时间以来，竟从没私自动过本王库里的银子。回王爷，除了婚丧嫁娶、逢年过节的礼尚往来，以及府上日常当有的开支，王妃不曾支取库房银两。秦云川皱起眉头，那怎么行？他的王妃，他的儿子，不用他的银子，他赚这么多银子干嘛？人生还有什么成就感？有什么乐趣？这些还有这些。阮宁不知睡了多久，听到小儿的哭声，他立时惊醒，抱过来吧。默默把小世子重八抱过来，放在他怀里。阮宁乳养自己儿子时那种母爱，那种满足感油然而生。你们这是什么眼神？想要儿子自己生去。嗨，谁敢跟您抢儿子啊？您的库房呀，又要堆满。王爷又买了什么？嗨，这败家老爷们，想起一出是一出。这回王爷没买东西，王爷直接叫人抬了现银过来，一箱子白花花的雪花银。这次终于开窍了，他终于知道乱买东西不如送钱来的实在了。还有古董名家字画、珍珠玛瑙。总之，王爷今日必把王妃您的库房堆满才罢休。阮宁哭笑不得。王爷来了。秦云川脚步如风来到阮宁母子身边，他手里还拿着一只匣子。阮宁正在奶孩子，见状瞥了他一眼，他以为那是他给儿子准备的什么小玩意。给我宁宁的，宁宁辛苦了。听说王爷今日非要把我的库房塞满，这又是什么？库房太小了，塞满也不足以表达本王的心情。孩子吃了半晌，新手娘亲这会儿还没下奶，只有些清汤寡水的初乳，哪够着8斤8两的大胖小子吃饱肚子。他张嘴哭。好在嬷嬷们有经验，他们叫乳娘挤出奶来装在碗里。见王爷和王妃有话说，嬷嬷和大丫鬟们便把小世子抱去一边，用小银勺子一勺一勺的喂给小世子吃。这是一部分，还有许多不在京都的良田房产，让他们去办了，过几日送回来，都划在你的名下，日后便是你的私产了。不给我这么多，我知王爷有宏愿，多的是要用钱的地方，你给了我本是将死之人，宁宁救了我，为我续了命，如今又把我的命延续到下一代。莫说我，就是我们老秦家祖上知道了，都得感谢你。你为本王做的事，这情谊本王这辈子也还不清。本王不知该如何表达对你的感激爱慕之情，这黄白俗物根本不能表达本王心中的1/10。莫说本王的家产，便是本王的性命，也是宁宁的。他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犹如誓言。你千万不要拒绝，就算让我有个表达的渠道，成吗？王爷既这么说，那我便收下了。日后我可是富婆了，王爷要吃我的软饭了。
盼宁宁万不要嫌弃本王呀。阮宁哥哥笑得花枝乱颤，谢银川伸手将他抱进怀里，他在心中喃喃：谢谢你，谢谢你宁宁，有你我才知人生原来可以如此美好。彼时梁王府世子秦昊也要接锦瑟和他的女儿回世子府。你有什么话但说无妨。婢妾不想带小姐回世子府，婢妾想留在别院，但小姐身体健壮一些，世子也娶了世子妃进门以后，寻个方便的时候再搬回府去。你担心唐氏欺负你们母女？有世子爷护着，婢妾倒是不怕，只是婢妾不想给世子爷平添麻烦与不快。婢妾不如先带小姐在外头坐满了月子，小姐也养大了些了，再行回去。唉，锦瑟，你变得成熟大度，会打心眼里为爷着想了。变得体贴懂事，不是只会争风吃醋了。婢妾惭愧，以前婢妾出身不好，没有家教，不懂规矩，给爷添了不少麻烦，只怕日后能为爷养好女儿，伺候好爷。好，这许多女子唯有你真心待爷。锦瑟满脸娇羞笑意，心里却尽是嘲讽嗤笑。秦昊把他们母女送去了他的一处别院，并留下纹银500两。你为爷生下长女，爷心里甚是高兴。你又如此懂事，识大体，也很满意。需要什么想要什么，都吩咐别院的下人为你做，没有的前人告诉爷，爷给你安排。秦昊前脚刚走，锦瑟就让丫鬟偷偷给了端了一碗木香饮子。这饮子在夏日最是解暑，凉凉甜甜，喝着美滋滋。但刚生了孩子的产妇是喝不了这个的，所以她得偷偷喝。体贴识大体，我只不过是不想回去看唐氏的脸色，又怕府上人多规矩多管束多，更怕露馅。他竟然觉得是我懂事了，体贴他，真心对他好。你说男人贱不贱？我真心喜欢他的时候，他践踏我的一颗真心。如今我只把他当饭搭子，嘴甜点儿，想从他那儿哄点好处，他反倒觉得我是真心对他。这说明他不配呗。你说的对，是他不配。锦瑟说完，赶紧朝着崇仁房的方向拜了拜。姨娘又拜什么呢？拜燕王妃呀，她可真灵。若不是她，我现在还在苦海里呢。是她救了我。世子爷为什么多看猫？他还亲自把猫抱回来，你知道吗？在马车上一直是他亲自抱着猫儿，从他看猫儿的眼神儿，我都能猜出来他在想什么。想什么？不能说，玷污了我的锦鲤娘娘。锦瑟说完又虔诚地拜了拜，这才坐下继续喝他的木香饮子。他吃饱喝足，叫沈阳给安排的奶娘看着猫。他躺在窗户底下的美人榻上纳凉打盹，半梦半醒之间，他听见窗户底下的凉音里有嘴碎的婆子在那儿说闲话。才500两银子，瞧把姨娘高兴的，还赏了大丫鬟和掌事的嬷嬷。人家燕王妃也是生了孩子，听说王爷都快把她的库房搬给王妃了。何止库房啊，听说光给王妃的良田都有1万亩呢，更别说其他的了。燕王妃本就得宠，这一举得男，日后她在京都的位置更是无人能及了。那是，只要燕王爷在一日，便无人敢小瞧他。以前京都贵妇还嘲笑他是乡下村姑，日后他们见着他都要俯首贴耳，恭恭敬敬的了。锦瑟猛地掀开眼皮。燕王府此时正沉浸在浓浓的喜悦之中，躺在客房床榻上的年轻郎君猛地掀开眼皮，他盯着坐在一旁小凳子上打瞌睡的裴郎中道：嘿，爹，小公子你醒了。爹，哎，别，你可别乱喊啊，裴某可不是你爹。裴郎中搓了搓胳膊，正做梦有了儿子，突然有人喊我爹，还是这么大个儿子，那个可把我给吓的。哎，来人告诉表小姐，她的小丈夫醒了。梁子云满脸迷惑地看着他，你不是我爹。梁子云醒了，张嘴就管裴郎中叫爹，可把裴郎中吓坏了。他原想告诉他师傅，转念一想，师傅刚生完孩子还虚弱呢，我现在啊拿这事儿去打搅他，王爷非要灭了我不可。娄新月倒是来得很快，你是我的妻，也太小了吧。娄新月跟他聊了一会儿，顿时比他更慌，他赶紧把裴郎中拉到门外，撞坏了，他不是醒了吗？怎么不认识人了？说话也颠三倒四的。一开始就说了呀，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王爷劝你别沾这麻烦，您不听，非要认什么童养父。肯定是你医术不行。我医术不行？我阿姐说了，她脑子里有牛，肯定是那头牛把她顶傻了。脑子里有什么？有牛。趁着人醒了，赶紧是通知梁国丈，他来了，若是非要把人领回去，你这傻孩子可不准拦着，更不要再提什么童养父的话了。见娄新月面露不服，裴郎中赶紧补了一句：你就不怕他脑子里的牛跑出来踢你啊？娄新月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他打了个寒战，顿时不说话了。裴郎中叫人通知了梁国丈，已是梁国丈才刚刚睡着，他一直头晕脑胀，辗转反侧。老爷，裴郎中让人送信说小公子醒了。梁国丈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快服侍爷更衣。
梁国丈一来就直奔先前的厅堂。我儿，你终于醒了！你要把你爹给吓死了呀！你爹？谁是你爹？你呀！我是你爹？那你也太显老了吧！我呸！我打死你个小兔崽子！我是你爹！我刀呢？我刀呢？哎呦，我头疼！这位老爷，您别激动，他们说我撞到了脑袋，把脑袋撞坏了，所以认不清人。看着儿子可怜巴巴抱着脑袋的样子，梁国丈心疼大于生气，他伸手想摸摸儿子的头。别打我！裴郎中，我儿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连他爹都不认识了？撞坏了脑袋嘛，不过这种情况会好转的，那是因为淤血压迫。但是小公子在服用清淤的药，等淤血清干净了，也许就能够恢复记忆了。牛，还有牛！裴郎中瞪他一眼，他立刻不说话了。梁国丈看见娄新月脑门上的青筋立时一跳，他如今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太离谱了。他国丈府的小公子再怎么着，也不至于去入赘别人家，老梁家的脸皮往哪搁？他只当没看见娄新月冲裴郎中拱了拱手。既如此，还请裴郎中开了药，老夫这就把儿子给接回去慢慢调养。好也好，清淤血恢复记忆也非是一朝一夕之事，回到小公子熟悉的环境下，更利于他恢复呀。老夫这就给小公子开药去。裴郎中转身要走。裴老，等等，你别走，还有事儿。燕王这会儿可在府上，犬子已醒，叨扰燕王府这么久，我必得当面向燕王道谢，聊表心意。王爷在府上只怕是没空呢。王爷喜得灵儿，正在院内啊，陪着王妃和小世子呢。啊，先前不知，来也没准备，恭喜恭喜！那等老夫回府准备了见面礼，再来恭喜燕王。裴郎中也拱手道谢。难怪看着燕王府上下喜气洋洋，下人们脸上都带着笑意的。梁国丈皱起眉头，目光落在梁子云的身上，他该不该接儿子回去呢？我不走，我不跟他走。他谁啊？你就把我推给他？你不是说了，这是我小媳妇，我要跟我媳妇在一起，我哪儿也不去。梁子云一把拽住娄新月的手，抱住她的胳膊。媳妇儿，你保护我，他们要把你相公给卖了。梁国丈无语，裴郎中更无语，救他个锤子啊！你别怕，他真是你爹，你撞到了脑袋不记得了，但他不会害你，这世上所有的人都害你，他也不会害你，虎毒不食子嘛，他是你亲爹。爹，我想单独跟他说几句话。别怕，我就在门口，有事你大声喊我，我就进来，好不好？梁子云这才松开他的手，放小姑娘离开。屋里只剩下父子俩。看出来他对你不错，燕王府的人应该也不会伤你，毕竟用你拿捏老夫，那是捏住了老夫的软肋。爹，就这简简单单的一句爹，差点又把梁国丈招哭。他从枕头底下拿出已经点了一小半的香，这个给您。梁子云把香递给梁国丈，梁国丈瞬间瞪大眼睛，愕然看着儿子，他不是真的失忆？这是裴郎中给我点的，他怕我头疼睡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说你比我更需要这种香，所以我想把它送给你。你装的，你故意要留下，你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刺探敌情。谁是敌人啊？你说你好好的，你为何要绑架那小姑娘？为何要与燕王见面？你再仔细想想，是不是假的？这一切都是燕王伪造的，是不是？他是为了糊弄老夫，是不是？啊，我想起来了，我绑架人，想胁迫燕王帮我爹夺回一样东西，那东西对我爹来说非常非常之重要，说是夺不回来，我爹怕是伤心的不行。梁子云抬手捶捶自己的脑袋瓜，别捶！梁国丈心里感动死了，他这个儿子气他的本事一流，孝顺也是一流。要夺回什么东西呢？我怎么完全想不起来了？真是太笨了。梁国丈却完全明白了，他想替自己夺回来的是兵权。儿啊，对爹来说最重要的是你，爹只要你好好活着，你明白吗？不想了，天意如此，看来我爹想要那东西定是不义之物，所以老天让我忘了。你可真是个大孝子。看着儿子如今这傻乎乎的模样，梁国丈是又爱又恨，又气又心疼。罢了，你想不起来就算了，在这里有裴郎中看顾你，爹爹也算能放心。毕竟裴老名声在外，宜得人心，他治病救人，首先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梁国丈看儿子醒了，他的头疼症也好了，他揣起儿子送他的大半截香，又请进来裴郎中和娄新月。我儿还要多叨扰燕王府，有劳裴郎中，有劳娄姑娘多多照顾。梁国丈拱了拱
手，他从怀里摸出500两的银票子送给娄新月。辛苦娄姑娘。说好了我不送聘礼，你不送嫁妆，我照顾自己的小童养夫，你拿的钱算什么？他在燕王府的吃喝医药，我就算卖了祖上传下来的地，也会补偿给燕王府的，我会让他吃好喝好。老丈人你放心吧。梁国丈无语，老丈人仨字儿听着就脑仁疼。算了算了，他摆摆手，再不想跟着小姑娘说话了。他一本正经认真说话的样子，真是能气死人。还没打听裴老的诊费，一点点心意不成敬意，还望裴老一定收下。好，国丈爷诚心给，也是您一番拳拳爱子之意，裴某就收下了。裴郎中将银票揣入袖袋，梁国丈又看了傻儿子一眼。他原以为他当着傻儿子的面给钱付诊金，傻儿子就会明白他的爱子之心，谁知道傻儿子正傻呵呵地盯着娄新月，冲小姑娘傻笑呢。你俩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梁国丈叹息一声，摆摆手，又心酸又无奈地提步离开。模糊，我儿这是怎么了？谁惹皇上不高兴了？告诉哀家，哀家给皇上出气。朕听说燕王喜得一子，不仅健健康康，甚至特别健硕，竟有8斤8两之多。京都从来没有生过这么大的孩子，而那生下来的燕王妃竟然平平安安顺利生产，母子2个都毫发无伤。朕有点害怕。皇上怕什么？害怕好啊，害怕就会低头，就会示弱，就会知道他的翅膀还没长硬呢。朕害怕燕王会更加忍不住，会夺走朕现在拥有的一切。皇上别担心，燕王他还不敢，这谋逆之罪，乱臣贼子的骂名，他背不起。他为了他的儿子，他会的。皇上是担心那孩子给燕王的野心添砖加瓦，也害怕那孩子给燕王带来更多好运。小皇帝果然点了点头。皇上多虑了，那孩子现在看起来健康，他未必真健康。生下了8斤8两有什么用？皇上别忘了，燕王妃出嫁入王府之时，燕王正病得快死了，他那时候身体里尽是剧毒，这孩子肯定有毛病，肯定不健全，个头大，说不定净长个儿，没长脑子。真的吗？肯定有病，肯定不健全，极有可能。怕小皇帝不信，太后叫了自己宫里的嬷嬷来。嬷嬷带上红枫，前往燕王府道贺，替哀家看看那孩子。看过了速来回禀，给多少红枫？依照宫里的惯例，王公之子50两到80两足矣，但燕王是西朝大功臣，这又是他的嫡长子，给100两，已是朝廷对他的看重。小皇帝撇撇嘴，他不喜燕王，反而要多给，这让他有些不乐意。皇上的目光要放得长远些，燕王的嫡长子若是个傻子，便是给他万万家财，又有何用呢？母后说的是，快去好好看看那孩子。好似这样就能把燕王的儿子看出来毛病似的。这嬷嬷是宫里的老人了，自然知道宫里的惯例，除却额外的赏赐50两到80两看孩子红枫，已是内廷对臣子格外重视的表现。嬷嬷带着100两的红枫，不由得趾高气扬，好似他是来宣布什么格外的天恩厚赏似的。因为堵车的缘故，桂嬷嬷回到宫里时已经快到晚膳时候了。怎么回来的这样慢？燕王府规矩多，起初不让老奴看，等了许久才看到。你看到了？那孩子什么样子？丑吗？笨吗？有病吗？是挺大一只的，胖乎乎肉乎乎的。老奴在那儿等了那么久，他一直在睡觉，就只会睡觉，脸上倒是没有鬼纹，身上有没有就不知道了，包得太严实了，只露一张胖脸在外头。刚出生没2天的小孩，他本来就只会睡觉啊。桂嬷嬷这等于什么都没说啊。只会睡觉，那肯定是个傻的。这大热天的，身上包裹那么严实，肯定是心虚，有鬼纹，怕给人看见。好啊，好，嬷嬷看得不错，赏银50两。桂嬷嬷揣着皇帝赏的50两，恍恍惚惚从店里退出来。桂嬷嬷连忙来到无人之处，从怀里摸出那只丝绒盒子，拜了拜。锦鲤王妃，锦鲤世子，饶恕老奴言语不敬，真灵啊！但老奴不能不这么说，对老奴不好倒是小事儿，万一那谁嫉妒心强，要害王妃世子，岂不是老奴招的祸吗？还求锦鲤王妃、锦鲤世子看在老奴一心想为你们避免祸事的份上，多多眷顾老奴呀。桂嬷嬷没想到她这些举动还有那一番话都被躲在假山后头太后娘娘的乳母尚嬷嬷给听见了。尚嬷嬷皱眉思量片刻，忽而提步上前，给我。尚嬷嬷要什么？那只盒子，你若不给，我现在就去告诉太后，你没对她和皇上说实话。她迟疑了一阵子，极不情愿地把那只盒子给拿了出来。怎么回事？你收了燕王府的礼，这我可不能纵
纵容你。不是，尚嬷嬷，你听我解释，这是彩头，他只得一五一十把在燕王府的见闻以及从老乡那儿听来的传言都告诉给了尚嬷嬷。既如此，东西没收，其他的暂且按下不表吧。眼看着盒子和里头的链子被拿走，桂嬷嬷的心都在滴血。尚嬷嬷打算去找太后娘娘，见太后又召了太医张易之过来，殿门紧闭，大太监陈英跟门神似的站在殿门外。她回到自己住的房间，忍不住打开那丝绒盒子，把那漂亮的链子戴在自己脖子上。她对着镜子细看，银色的链子熠熠生辉，把她的脖子都衬得纤细精致起来。尚嬷嬷还没看够，忽然听到外头又传来小皇帝的声，她顿时吓了一大跳，连忙把链子塞进衣服里头，急步出去。谁敢拦着？真要去见母后，大胆刁奴，都让开！禀太后娘娘，皇上又回来了。幔帐里头传来女子娇喘的声音。皇上今日这是怎么了？才离开，这么快又回来了？难道真是燕王生个儿子，就把他吓成这样？臣改日再来给娘娘侍疾。本宫让你走了吗？真是放肆！这里是本宫的地盘，本宫不叫他进来，他还能硬闯进来。晾他一会儿，让他着急一会儿，以后才能学乖，他才晓得离开哀家，他什么都干不成。娘娘，宫人们快要拦不住了！他放肆！两人慌慌张张地套上衣服，太后叫人进来陪着，张易之佯装给他诊脉的样子，这才叫宫人放了皇帝进殿。母后白天的时候不是一直好好的吗？怎么病了？今日思念你父皇，留下我们孤儿寡母。他兄弟燕王强势，却欺负我孤儿寡母，越想越伤心，不由心口发疼，饭也吃不下，所以传了太医来看看。母后的嬷嬷竟没说实话，或者母后还把朕当小孩欺哄朕。那燕王的世子据传有吉利之气，凡是去燕王府求了彩头的人都沾了好运，有病的病情好转，生产艰难的立时就顺顺当当生了。这话传遍了京城，现在京城凡是能跟燕王府搭上话的人都去燕王府送红封求彩头去了，众人都去归附燕王了。朕这个皇帝还算什么皇帝？小皇帝发了一通脾气，他转身离去。他这是忤逆犯上，根本没把哀家放在眼里，说非哀家捧他。太后说着不由得捂住心口，她之前是装的，这会儿却是真的气得心口疼了。滚，都给哀家滚出去！尚嬷嬷呢？叫尚嬷嬷进来。尚嬷嬷忙不迭地上前，其他宫人包括没用的张易之都躬身退了出去。娘娘憋了太多的委屈在心里，想哭就哭出来吧。哀家是委屈，这么多年哀家竟养了一只白眼狼，当年若不是奶娘你把他抱来，也有他今日。他倒在哀家面前拽起来。嘘，这事儿已经烂在肚子里了，娘娘提他做什么？哼，假的就是假的。燕王不过生个孩子，你瞧他吓的，他在燕王面前犯怂，却在哀家面前硬气，谁给他的胆子？皇上正是到了叛逆的时候，再大点就好了，就懂事了。他若是哀家亲生的，断不会这样，不是自己生的，就是养不熟。娘娘，哀家憋在心里太难受了，实在无处倾吐，只能跟奶娘你说说。世人都羡慕娘娘，可谁又懂娘娘心里的苦楚？世人都羡慕哀家，可哀家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没有，他凭什么生下儿子？署名重八是吗？8斤8两，健康仙童，锦鲤之运，满京城的人都恨不得去给他送礼，凭什么？当初哀家瞧不上他，料定了燕王也瞧不上他，才准他嫁去燕王府冲喜的，他凭什么有今日光景？尚嬷嬷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这还能说什么呢？大概是命吧。让玉官来，哀家没有的，他怎配有？新生儿一早夭，如果重八死了，看谁还说他有锦鲤之运？娘娘是打算哀家没有的，他配有吗？哀家最信任的就是奶娘了，如今哀家心里如此难受，连奶娘都不与哀家同心了吗？老奴不敢，老奴这就去唤玉官。太后娘娘单独见了玉官，就连尚嬷嬷都只能在殿外候着。2刻钟后，玉官从殿中走出。你答应了，我要出宫一趟，回来时姑姑有什么要带的吗？你要去燕王府。姑姑，太后的规矩少打听，姑姑没别的事儿，玉官就先走了。你等等，这个你带上。我不喜欢事物，姑姑是知道的。这不一样，这链子玛瑙是求高僧给开过光的，灵验的很，你快带上。多谢姑姑好意，不过不必了。尚嬷嬷拉过玉官的手，硬是把银链子塞进他手里。玉官并未多言，揣着链子走了。他回到自己房间，换了身衣服。玉官把项链丢进匣子里，放进衣柜之中。他带着太后给的出宫令牌，悄悄离宫。太后给他的命令是行刺燕王府小世子，如果难度太大，行刺燕王妃亦可。要行刺他们，只能设法混进燕王府。玉官租了辆平板车，拉着一大一小2个尸体，跪在娄新月下学的必经之路上。
待目标出现，玉官立刻冲到路中央。干什么？让开呀！咦，他头上插株草干什么？小姐，求求您买下奴婢吧，奴婢给您当牛做马伺候您。奴婢的爹爹和弟弟缺吃少喝，身体不好，都饿死了。奴婢没钱安葬父亲和弟弟，求求小姐买下奴婢，让奴婢能给爹爹和弟弟买一口薄棺材，好安葬他们吧。头上插草便是自卖己身的意思。他更可怜，不但要葬父，还要葬弟弟。你卖多少两银子？20两。贵了，年纪都这么大了，2两银子还差不多。20两还多啊！当年王妃买下我和不二铁，可是花了足足800两。你既到了卖身的地步，就别想着多要银子了。你若跟了我，日后有吃有喝，亏待不了你。念你有2个亲人要葬，给你10两银子，你跟我走吧，10两便10两，多谢小姐。嗨，买亏了。玉官拿了娄新月的银子，在卖身契上按了指印。你叫什么名字？奴婢已经没有家人了，以后小姐就是奴婢唯一的家人了，还请小姐赐名。你就叫白露吧，奴婢白露，谢主子赐名。娄新月派了粗使仆人跟着白露买了薄皮棺材，埋了父子2人。这天晚上，白露便顺顺利利混进了燕王府。埋你有特别的用处，你跟我来。白露心头一跳，苍天如此眷顾她，小王妃是要把她送给燕王妃吗？那她岂不是一步登天，很快就能完成任务了？童养夫，看我给你送什么来着？娄新月把白露领到梁子云屋里。你不是说我白天去读书，你在府上无聊吗？看，我给你送了个丫鬟。梁子云正在灯下看画书，闻言抬眼扫来，白露顿时吓了一跳，连忙低下头去。他是太后的亲信，梁子云是太后娇宠的弟弟，梁子云自然见过他。他在这儿干什么？等等，小姑娘叫梁子云什么玩意儿？童养夫？我怎么看着她有点眼熟啊？别，您可千万别认出来。嗨，这话你每天说800回，你见谁都眼熟，仔细想又啥都想不起来。嘿嘿，新月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丫鬟是给我的，那是不是我叫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那当然，我给她取名白露。白露，你往后就伺候紫云，凡事都要听紫云的吩咐，明白了吗？小姐对奴婢有大，有些话奴婢必须说在前头。这位公子正是冲动冒失的年纪，而奴婢又叫奴婢伺候这位公子，不合适吧？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合适的很。我现在年纪还小，你也说了，我这童养夫正是冲动的年纪，我不能让他一直憋着等着我长大吧？憋坏了可怎么好啊？你放心伺候他，若是将来真的怀孕了，生下来就是，反正你生的孩子都是我的。白露被小姑娘的豁达给惊了惊，难不成这男子不是梁子云，这是长相梁子云？娄新月把白露送给梁子云之后，就蹦蹦跳跳的走了。白露见左右无人，她试探的问道：“敢问小公子贵姓？”梁子云，你认得我吗？小公子，您不认得奴婢吗？您为什么会在这儿啊？还有刚才那小姑娘，她叫您什么？你是新月送给我的丫鬟，来伺候我的，你倒打探起我的事来了。谁给你的胆子？不对，你既认识我，又为何会在新月身边啊？我明白了，你是谁的探子？嘘，小公子，您听奴婢说，奴婢有个亲戚在您府上做工，所以奴婢知道您是国丈府的小公子，没想到会在燕王府遇上您，所以多问了2句。奴婢不是探子，奴婢是今日被娄小姐买下来做丫鬟的。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奴婢就是，您没别的事儿，奴婢就先退下了。大胆刁奴，我叫你走了吗？小公子还有什么吩咐？给她打水，要洗脚。白露无语，她是太后宫中1等宫女，别说干粗活了，就是她的衣食住行都有好几个小宫女伺候。还不去？我要告诉新月，你不听话，让她卖了你，买新的丫鬟来。奴婢这就去。小公子稍等。梁子云盯着躬身退出去的白露，小爷只是不记事儿，又不是傻。你要是没问题，小爷名字倒着写。玉官如今是白露，他忍着屈辱在燕王府里伺候国丈府的小公子。梁子云真能折腾他，又是嫌洗脚水凉，又是嫌冷，半夜他还要起来喝水。他要不是梁子云，白露一把砒霜喂进他嘴里，不能在小公子这儿耽搁时间，我得想办法混进内院去。次日他还没起身，梁子云又在那儿叫唤着让他过去伺候。本想看在国丈爷和太后娘娘不动你，这可是你逼我的，等我回宫再向太后娘娘请罪吧。白露去伺候梁子云的时候，往他的茶里加了料，他放倒了梁子云，不会要命，不过是叫小公子多睡一会儿。白露离开客房，想往燕王府内院混去，他还没摸到内院的门，就已经被盘问3不2。再这么下去，不等他摸进内院，恐怕就会引起燕王府管事之人的注意。白露盯上了一个从内院出来的丫鬟，白露微微一笑，悄悄跟上那丫鬟。王妃，咱们这样真的能混出去吗？不知道，能混出去最好，混不出去也算是给自己找点乐子，解解闷。坐月子太闷了，产后抑郁可是会要命的，所以心情愉悦比坐在屋子里不经风重要的多。阮宁正忽悠老实的狱中，他脚步忽然一顿，他深邃的眸子盯着一处墙根，表情一紧。王妃怎么了？您看什么呢？阮宁心中紧张，他看见在这堵墙外头，一个浑身黑气的女子一掌劈晕了一个2等丫鬟，他飞快扒下那丫鬟的衣裳换到他自己身上。这
里有安慰吗？或者有家丁护院吗？没有吧？为了能顺利出去，咱们走了人最少的一条路，肯定不会被人撞见的。您放心，我们回去。王妃不出去了吗？不了。你们是哪个院的丫鬟？是她。宫里的宫女为何会突然出现在燕王府？我们是秋兰院伺候的，你又是哪个院里的？瞧着面生呢。白露却没理会狱中，她眼睛直勾勾盯着阮宁。你这丫鬟怎可如此指使我？王姐姐，好一个王姐姐！狱中差点说漏嘴，但阮宁心里知道，这宫女怕是已经认出她来了。没事没事，都是在王府当差，什么姐姐不姐姐的，我们还有事，先走一步。白露身子一闪，再次挡住他们的去路。你这丫鬟怎么回事？你若有事就去办你的事，挡着我们的路，想干什么呢？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你身后那位王姐姐。王姐姐，方便单独说两句吗？不，一点都不方便。既然如此，白露突然拳指成爪，她出手速度极快，狱中功夫不俗，却在她手里过不到3掌，死死掐住狱中的脖子。王姐姐，你就看着自己的忠仆这样死在你面前吗？王爷，白露神情一紧，立刻回头，一个迅猛的身影扑面而来，他立刻拳脚相向，却被狱中看到破绽，空档。王妃快走！但阮宁此时却不退反进，他柔身而上，出手速度快如闪电，几根银针便是他的利器。强悍的白露闷哼一声，他忽然觉得自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你们对我做了什么？白露倒在地上时，只觉得视线模糊，他使劲地闭了闭眼睛，这才看清楚，偷袭他的根本不是什么燕王，而是一只半大的花豹。你怎么样？下手真狠！小花再晚来一会儿，你这喉骨怕是就被捏碎了。来人，快来人啊！燕王府的护卫听见声音来得很快，卑职护主来迟，卑职有罪。我故意捡了条没人的路，也不能怨你们。但这女子是宫里的宫女，她怎么会出现在燕王府？且她打晕了一个丫鬟，看见我便动了手。她来者不善，是如何混进王府的？王妃放心，卑职这就去查。被她打晕的丫鬟在院墙那一边的屋后树丛里，你们快去看看，她可有性命之忧？侍卫们没再多问，连忙把这女子给绑了带走，并赶紧去查这女子究竟是如何混入燕王府的。知道什么了？袁亨瞧了眼阮宁，欲言又止。怎么还不方便当着我的面说？不是不方便，是怕王妃知道了着急。好像你不说我就不着急似的。那怕是更着急了。这宫女原是太后身边的大宫女，名叫玉官，她却是表小姐从外头花10两银子买进来的。娄新月说来也巧，表小姐为这玉官取新名字白露，并安排她去伺候梁家小公子。梁家小公子住在外院，这玉官估摸是知道跟着梁公子很难有接近王妃的机会，而且越拖她被发现的风险越大，所以她今日还铤而走险，贸然想混入内院。这玉官会意容术，若非遇上王妃，她或许没有这么快暴露。若真叫她混进了内院，无论是悄悄接近王妃，还是悄悄接近世子，都……秦云川的脸色跟着一沉，拳头捏得咯咯作响。阿姐还没进门，他便扑通跪下，他抬手要抽自己。阮宁使了个眼色，门口的狱中连忙上前：狱中，我都听说了，我原以为我是效仿阿姐，救助他人，做事做善事，没想到我却是引狼入室，害阿姐遇险，我真该死。救人怎么能是坏事呢？只是你年纪小，生活经验少，被人蒙蔽了而已。吃一堑长一智，你起来吧。我得阿姐救命之恩，一心想着报答阿姐，可我跟狱中比起来，真是差远了。奴婢毕竟多吃了这么多年的饭了，等您到奴婢这年纪，您就比奴婢厉害得多了。这才多长时间呀？不到半个月吧。我给阿姐惹了2次大祸了，我真想以死谢罪。这话正对，人活着还能创造价值，死了那咱就不知道了。你还这么小，可不能寻死。我本来发誓永远伺候阿姐，可现在我想我还是回家吧。那我呢？你回家了，我是不是要跟你走？梁子云不知何时醒了，他晃晃悠悠前来找娄新月。他刚走进院子，就听见娄新月说他要回家。那个，你起来，你犯了什么错？要跪着说话呀？我就是犯了错，你莫管我，我跪着心里还舒服些。梁子云闻言迟疑片刻，竟也跟着跪了下来。我是你夫君，你犯了错，我自然要带你受过。你起来吧，我替你跪着。这场面让所有人都是一惊。他不会当真了吧？听说新月给我买的丫鬟被你们抓走了，那可是新月送给我的礼物。你们缺丫鬟不能自己买吗？快把我的丫鬟还给我！阮宁和秦云川同时吸了口气，不论是谁听了这话，都要怀疑梁子云他是不是装的。禀王爷，王妃命人查那丫鬟的来历，府上便派了人去官府查户籍，没有想到遇见城南有人报案，昨日城南一对父子被人杀害。根据报案人的描述，原话说着看着跪了的娄新月一眼，你看我干什么？我是买了个卖身葬父葬弟弟的丫鬟，我可没杀人。话说到这儿，娄新月也猛地瞪大眼睛，他杀的那不是他爹和弟弟，是他杀了人冒充。据描述，死者和表小姐买进来的丫鬟卖身所葬之人非常吻合。他不是可怜命苦之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杀人犯、大骗子，我要去杀了他。据描述，这些词都太笼统了，衙门办案总不能凭猜测吧？新月，昨日是谁跟着那女子去埋的人？还记得埋在哪儿了吗？是府上的人对京都守，应该记得。既如此，你带着那人给衙门指路，把被害者的棺木挖出来，叫报案之人去辨认。好。
不是故意的，不要太过自责了。那受害之人的家人必定愤怒，你应付不了，我替你去看看。阮宁见状不由挑眉，这梁子云倒是有责任有担当呢。请叫我替星月去。你去也行，但你头上还有伤，要小心。星月也跟着，虽说他年纪小，但这事儿他有视察之责，也是叫他长经验的时候。阮宁又冲狱中点点头，叫他也跟着去了。待他们离开，阮宁一扭脸，就看见秦云川正目光灼热地看着他。看什么？都是你惹来的麻烦，你还看？偏心也不是你这么偏的吧？本王干什么了，就往本王头上丢锅？没诬陷王爷，那玉官是谁的人？太后，那宫女人在哪呢？不要王爷，人在地牢关着。交给本王吧。不行，人不能交给王爷。你不相信本王？切，想到哪儿去了？我不相信王爷，还能相信谁啊？但这宫女不能交给王爷处置，我留着有用。你要怎么用？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王爷命人关好他，别叫他跑了，就是帮了一个大忙了。他既不愿明说，秦云川也没有继续追问，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事儿。一直到晚间，狱中才跟着办完了事儿，一脸疲惫地回到崇瑶院。衙门的事儿办得怎么样？阮宁一边喂孩子一边问道。秦云川本在一旁看书，闻言也支棱起耳朵。唉，就是城南报案那人的丈夫孩子，家里2个男丁都死了，就剩下寡婆婆和寡媳妇，好好的一家人。虽说穷了些，但那男人勤快能干，才找了个好活计，一家人眼看着日子就要好过了，结果太过分了。那家人是飞来横祸呀！他为了蒙蔽表小姐，就这么杀人不眨眼。清管说完，嗓子一哽，他说不下去了，赶紧退出上房，跑出去哭了。梁子云什么反应？梁小公子一直没让表小姐露面，自始至终是他跟着衙门的人在跑。他有时候说话不太灵光，衙门的人也不认得他，他们故意放水，将那俩婆媳冲上来，对他一通挠。梁小公子脸上脖子上都挂了彩。其实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也怨不着他呀，平白挨了那么几下，还伤在脸上。你这话错了，他是带姐受过，该挨几下。难怪呢。难怪什么？难怪他挨那婆媳俩抓挠咒骂也不生气，末了他还跟表小姐借了100两银子给那婆媳俩。他秦云川和阮宁对视一眼，两人异口同声道：他想起来了，恢复记忆了。这事儿可能刺激了梁子云，加上他原本就对玉官有所怀疑，但不知究竟是玉官给他下药刺激了他，还是玉官杀人被害者的亲眷对他谩骂厮打刺激了他。次日前晌，阮宁看着儿子酣睡的童颜，狱中上前小声道：梁小公子求要那宫女，给他。这么干脆，这样就给他？那宫女功夫太厉害，他怕是弄不住，让元亨元化亲自去提人，把人绑结实了再给他。您就不怕梁小公子把他给放跑了？那毕竟是他亲姐姐的人啊。狱中，你知道什么叫杀人诛心吗？奴婢识字不多，不懂这个。他位高权重，手里能人很多，他派来一个，我杀一个，对他来说不痛不痒，说要他痛就要拉上他在乎的人，如此才能诛心。您是说那宫女会杀了梁小公子？不能吧，她不敢吧？只能说我也有赌的成分在里面，只盼着梁子云不会让我失望。他若令我失望，那也叫我看清了他这个人，能对结果顺其自然，有此心境，将无往而不利。阮宁叫元亨元化两兄弟把地牢里的狱官提出来，交给梁子云。这事儿自然瞒不过秦云川，元亨元化去提人之前，先禀明了他。要交给他吗？既是王妃的交代，自然要交。那梁小公子他……卑职去跟着。若梁小公子故意或者大意叫他逃脱了，卑职立时将人拿下。我跟你一起。去吧，你们都去。但玉官功夫不俗，小花和狱中能拿下他，必然有侥幸的成分，也是他大意轻敌。梁子云不管是不是故意，都绝不是他的对手。是。两兄弟齐声拱手。秦云川在书房又坐了片刻，回了崇瑶院。秦云川上前在阮宁右边坐下，让你把玉官交给我，你不肯，反倒二话不说给了梁子云，本王生气了。阮宁斜睨他一眼，呵呵一笑。崇八，快叫爹爹抱抱。儿子感受到父亲的气息，在他怀里咯咯笑出声来。崇八长得真像乃父，不愧是本王的儿子，就是俊。究竟是夸儿子还是自夸呢？咱们不理阿娘，他对爹爹心硬，折腾起爹爹来从不手软。可他对外人却妇人之仁，岂不知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吗？秦云川对儿子说完，用余光瞄了眼阮宁。阮宁笑着摇了摇头，枕着手臂躺了下来。他望着帐顶，某些人要记得现在说过的话，过后莫说我残忍。秦云川闻言一愣，狐疑看他。王爷，元亨元素未求见。他才离开不久，这么快就回来了，难道是出了什么事？叫他过来回话吧。元亨进来禀报。禀报王爷王妃，那梁小公子真是出人意料，他见到宫女玉官就灌了他一大碗药，卑职去打听了，那
药是他求裴郎中给他开的，叫什么化骨散。喝了那药，人是清醒的，但任凭他再高的内力，再好的功夫，都发挥不出来。秦云川闻言眯了眯眼睛，他不经意地瞥到阮宁脸上，根本没有半分惊讶，好似他早就料到梁子云的出人意料。然后他叫人驾车，带着那宫女离开王府，奔昨日掘坟验尸那地方去了。原话跟着呢，卑职回来禀报一声。哦，对了，昨日那婆媳说今日要给父子俩迁坟，迁到祖坟去。梁小公子带人往那边去了，岂不是还要撞见？他不会是想……他想惩恶，想为那对婆媳报仇。昨日他挨了一顿挠，岂能白挨？王妃早就料到了，卑职告退。袁衡也想跟去看看王妃猜对了没。还猜到什么？梁子云如果恢复记忆，那么他应该明白，玉棺只是刀，这刀可恶，握刀的人更可恶。他确实可恶。这天晚些时候，天忽然阴云密布，看起来随时都有一场大雨。袁衡又回来了，带回来了最新的消息。他果真当着那婆媳俩和他们远亲近邻的面，在父子俩的棺木前把玉棺杀了。那些平民哪儿见过这场面，一个个都吓傻了。只有死了丈夫还死了儿子，那女子跟他说了声谢谢，然后明儿你去遛墩墩，这肺活量不行，说话还大喘气。然后他拿出一只提前准备好的大盒子，在迁坟的人离开以后，他把玉棺的头割下来放进盒子，他把盒子送进宫，送给太后娘娘了。屋子里霎时一静，一道闪电撕开了厚厚的阴云，滚滚雷声近的就像在人的头顶。震耳欲聋的雷声过后，噼里啪啦的大雨点疯狂地砸下来。知道了，原话还跟着他呢。啊，跟着呢。你猜他接下来会去哪儿？他既想起来了，又做了这事。燕王府，他不会再回来了，他大概会回梁家。秦云川皱眉，他着实没想到梁子云竟然会杀了玉棺，还割下他的头给太后送去。你倒是很了解梁子云，我不知跟他何时这么熟悉了。知道的，你是在心疼太后；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又在乱吃飞醋呢。说完，他腰肢一扭，进里屋去了。秦云川愣在原地，什么知道不知道。电闪雷鸣之中，太监抱着一个大盒子匆匆穿过雨幕。这可是小公子送给太后娘娘的东西，淋坏了咱们可赔不起。什么味儿啊？怎么一股腥味啊？可能是下雨的缘故，下雨会有股子土腥味。太后宫里的太监接过那盒子，他心里隐隐不安，但转念一想，这是小公子送给太后的东西啊，能出什么问题？他抱着盒子送到太后娘娘面前。禀太后，这是小公子命人送来的，快打开，让哀家看看，他又送了什么稀罕玩意儿来。一颗人头咕噜噜地滚了出来。这是什么？太后娘娘没有尖叫，她死死盯着那颗脑袋，眼睛微眯。这是梁子云送进来的。正是，若不是小公子送的东西，奴才们岂能连检查都不曾，就直接送到娘娘面前？实在是没想到。这是玉棺，别叫上嬷嬷进来。太后话音刚落，上嬷嬷恰好迈步入殿。嬷嬷，您先出来。快收起来，娘娘都不舒服了，你还管我干什么？我不怕。上嬷嬷不知道那是谁的脑袋，眼见太监不顶用，上嬷嬷亲自上手抓住那颗脑袋的头发就往盒子里放。他尽量不让自己往脑袋上看，只是余光瞥见那张脸，他咚地把脑袋扔进盒子里，盖上盒盖。拿走，快拿走！说完这话，他突然浑身一僵。别动，这是谁的？上嬷嬷只觉眼前一黑，天旋地转，无法呼吸。太后一边干呕不止，一边挥了挥手。太监硬是把盒子从上嬷嬷手里夺走，快步退出了殿宇。上嬷嬷两眼一翻，昏倒在地。天色已晚，大雨依旧下个不停。原话还没回来，也不知那梁小公子去了何处，需要他一直跟着。王爷，卑职去找找吧。还没等袁衡出门，原话便已经派了人回来报信儿。禀王爷王妃，梁家小公子冒着大雨一直在外头游荡，眼看着天黑了，他终于要回梁家了。结果还没等他到梁家，他竟然晕倒在路上。袁素瑞不敢贸然行动，派卑职回来请示，该如何处置？昏倒了？他不是吹嘘京都只有本王是他的对手吗？年纪轻轻，身体这么孱弱。阮宁却不由得皱起眉头，他想起梁子云脑袋里的淤血以及那头牛，他受了刺激，心中积郁，又淋了雨，这诸多因素加在一起，是不是引起了他脑瘤的进一步病变和恶化？通知梁家人，他是自己离开的，又是自己回去梁家，叫梁家人把他接回去就是。他在外头是死是活，与燕王府何干？王爷，可否叫袁素伟把他带回来？是他自己走的，燕王府没赶他走，没把他丢出去，已经仁至义尽。我知道王爷大度，若是旁人恨不得杀他以泄愤。他长姐，他弟弟所行之事都令人恨恶。他之所以在外头淋着雨游逛这么许久，不来燕王府，也不回国丈府，大概也是既惭愧又矛盾吧。你这么了解他，连他怎么想的你都能猜到？王爷也说了，我是猜的。听王妃的，把人带回来吧。说完，他竟然阔步出去了。阮宁琢磨了一会儿，突然发觉他虽然深知梁子云的情况，但其他人，特别是裴郎中之外的人，可能根本不明白。
倘若秦云川知道梁子云这么一回去会有性命之忧，或许他会放下成见和与他家族的利益纷争。王妃，王爷气呼呼的去书房了，您要不要？不必，你去问裴郎中，我上次让他准备的水蛭，他准备的怎么样了？让他带上水蛭以及上次那个药方，去梁子云住的客房等着我。清管答应一声，躬身退下。阮宁却来到桌边，他不去找秦云川，不去哄他，并非是赌气。看王爷匆匆离去，不知是有急事还是赌气。在宁宁眼中，王爷乃顶天立地大英雄，断不会因为外人的事跟宁宁置气。但有些话，宁宁也需要解释。要救梁子云，并非是有对这个人有什么私情，一来是觉得见死不救非我所愿，二来是觉得他并非十恶不赦，他姐他爹的事儿与他何干，三来王爷觉得我是骄傲也好，自负也好，我敢断言，他这么回家，他脑中情况复杂，很有可能有性命之忧。如此年轻儿郎，若我能救却不救，想来那么冷艳无情的宁宁，也绝非是王爷所喜欢的宁宁。阮宁敬上，给我孩子他父王。阮宁写好信，用墨玉镇纸压着，他又去看了看熟睡中的儿子，这才叫狱中撑着伞和他同去客房。梁子云刚刚被送回来，脸色发青，他一时混沌。裴郎中也已经到了，正站在廊下，一面避雨，一面等着阮宁。他情况不太好，头脑中的淤血经过了这几天，也不知道肃清了没有。如今有昏迷，怕是危险了。水蛭准备好了吗？水蛭活的，真的能够治他的淤血吗？百闻不如一见，你待会儿亲眼看看，不就知道了。两人说了会儿话，裴郎中先进屋，打开他的药箱，先拿出一柄剃刀。你干嘛？我不太会剃头，也不讲究美观，只管剃光就是。不必，不用全剃光。好好一个年轻儿郎，被你剃成光头，你不怕新月找你哭啊？不剃头怎么用水蛭去淤血啊？其实导致他接连昏迷，不只是撞击和淤血的缘故，更重要的是他脑子里发生了病变，长了脑瘤。脑逆流病，头风的一种，难怪上次新月一直嚷嚷说他脑子里有头牛，原来是这个牛啊！他除了上次撞击昏迷，今日的昏厥，并未发现反复头疼等头风症状。师傅如何断定他是脑逆流病呢？直觉。师傅诊治还靠直觉？当然了，直觉是比理智分析更快捷、更有效的分析手段，但不是人人都会用，必须先修心，让自己的心更敏锐，直觉判断才不容易出错。哦，原来如此，师傅真乃高人也。上次给曹大将军骨疮定位，以及眼下给梁小公子淤血定位，师傅都是用的直觉吗？正是，我徒儿领会能力这么强，将来必定能练就更敏锐准确的直觉。师傅当真？当然。阮宁已经做好术前准备。哎呀，师傅，我差点就被你给忽悠了。你不是单单要给他清除淤血呀，你还要治他的瘤病。既然有条件，还是要尝试去除肿瘤组织。这我能懂，但正因如此，这病治疗起来风险极大。淤血加上脑瘤，一个不慎他就这不死也极有可能是残了呀。你的担心我明白，但我至少有70%的把握。躺在床榻上的梁子云眼皮颤了颤，呼吸微微发紧。他不睁开眼睛，但耳朵却留意着身边的动静。不行，我反对。他又不是咱们府上的人，你冒这么大的风险，自己还虚弱着，这万一出现了什么意外，再招了梁府的人记恨，这不值啊。你说的对，那咱们就先除淤血，不动肿瘤。先除淤血吧，这个手术很小，我有99%的把握，剩下0.1%是为了避免骄傲。师傅，我觉得你还是在忽悠我，你什么都别干，我得去告诉王爷。也好，毕竟事关梁府，不是你一个人或者我一个人的事儿，让王爷知道最好不过，但旁人恐怕说不清楚，非得是懂的人才能跟王爷解释明白。我亲自去，师傅你等着我啊。王爷若是同意，我回来给你帮忙，也跟着你学学这水蛭疗法。快去快回。裴郎中年纪不小，腿脚却好，他疾步如风，撑着油纸伞飞快去找秦云川。中守好门，别叫人闯进来。是王妃。狱中答应一声，门神似的立在门口。阮宁先把针碾入梁子云头、面、肩诸穴位之中。阮宁将梁子云的头皮割开一个小口，又将饥饿的水蛭放在那小口子之上。水蛭疗法不仅能去除淤血，水蛭素也可作用于肿瘤。阮宁盯着他的脑袋，眼睛微微眯起。等裴郎中领着秦云川急匆匆赶来时，阮宁正把吸饱了血、身子又饱又胀、胀大了几倍的水蛭从梁子云的脑袋瓜子上摘下来。闪开，狱中。那不行，奴婢是王妃的丫鬟，只听王妃的吩咐。想做中仆，就要承受中仆的代价，否则中字的意义何在？狱中闻言并不退缩，他提起握拳，暗自咬牙，准备接下秦云川的雷霆一击。让王爷进来吧。秦云川狐疑地看了裴郎中一眼，听他说的好似这病要死要活，没想到他进了屋，客厅的气氛跟裴郎中所描述的大相径庭。王爷请看，徒儿你也瞪大眼睛，效果不错。水蛭素对于化瘀的效果可比其他药物快多了。你歇歇，裴郎中，
你上。不是裴某胆小，实在是蚂蟥这东西。这东西很好玩吧？你看，它能把自己撑的比饿着的时候大上几倍，真是勤快又敬业啊！师傅，原来你是这样的师傅。好玩吗，王爷？好玩。我手酸了，王爷给我揉揉。千云川呼吸一滞，他惊讶地看了阮宁一眼，又瞥了瞥裴郎中。不揉算了，我叫狱中来。揉。千云川在他收回手之前，一把抓住他的小手。他的手真软呐。哎呀，我腿也酸了，王爷站近一点，给我靠一下呗。千云川呼吸一紧，气冲丹田，他的小妖精，他不知道他憋了多久了，竟敢这么撩他。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剩下的就交给徒儿你了。别呀，师傅！抱我腿软了。千云川身子微微一硬，他二话不说，弯身抱起阮宁，阔步向他的书房走去。王爷走错了，除妖院走这边。千云川懒得说话，这燕王府他住了多少年了，他不认得路。王爷，小世子差不多该醒了，1宿就要吃奶。叫母乳挤出来，用勺子喂。那个，你回虫瑶院交代一声。王妃，去吧，你们照看着虫吧，我和王爷一会儿就回去。千云川垂眸看他一会儿，怕不是看不起他。两人来到书房，千云川把他放在他书房里间的大床上。我还没出月子呢，身体发虚，恶露未净，还不能行房。不能行房，你勾引本王？我没有呀，我就是想跟王爷说说话。王爷今天沉着脸吓到我了，我以为王爷又生气了。不行，不能再想那玩意儿了。宁宁，其实我不是气你救梁子云，你救梁子云无论是对我还是对燕王府都大有裨益。第一，梁子云的人品不错，他有责任有担当，知道护着楼心月，也没有欺负城南贫民中的那对婆媳。他会因为这件事跟太后翻脸，必是因为他自己良心上过不去。阮宁月有些惊讶地看着千云川，原来他也是这样想的呀。第二，他是良知行的老来子，国丈府能屹立朝堂这么久，在朝堂颇有影响，皆是因梁志行的本事。梁志行这老匹夫的性情我是知道的，燕王府若是救了他的小儿子，他不论怎么说都不会再像从前那样与本王为敌了。那王爷岂不是要好好谢谢我？还有第三吗？第三，太后性情多疑且跋扈，她最好玩弄权术，但毕竟是深宫妇人，她需要娘家助力。她之所以一直对梁子云很好，就是为了外系之力对她的帮助。梁子云跟她翻脸，对她也是个不小的打击。千云川说到这儿，忽然轻轻抱住阮宁。看了你的信，我很自责，很内疚。刚刚说的对，我应该好好谢谢你，你为我为燕王府做的太多了。你救了我，并且一直在帮我，你从不计较本王的处境，把你和重八也拖入了危险之中。本王不是生气，是吃醋，而本王吃醋是因为……阮宁眨了眨眼睛，吃醋还有理由呢？别人都以为你是村姑，你是乡下来的，可外人不知道你是本王的救命恩人，你为本王做了多少事，旁人艳羡你嫁给本王，可他们不知道本王有时候也会心虚。心虚？王爷心虚什么？宁宁这么好，本王连命都是你搭救回来的，本王有时候会想，本王配吗？本王也会害怕自己配不上宁宁。他说完便笑了，是那种故作强韧自我嘲弄的笑。阮宁张了张嘴，这大逼斗他给还是不给？是不是很奇怪？明明是担心害怕，却不敢承认，却要故作冷硬，一副高高在上拒人千里的慈父模样。王爷你太可爱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王爷？千云川抱着阮宁离开客房以后，床榻上的人立刻睁开眼睛。梁子云脑袋晕腾腾的，但他思维清晰，听力敏锐。你醒了，你早就醒了吧？我们的话你都听见了，那你瞧见没啊？他还在院子里呢，浑身不停的冒虚汗，但是他咬牙坚持着，不顾危险，冒着被你家讹上的风险救你。梁子云身子一扭，面朝里，他只留给裴郎中一个脊背。嘿，你还不爱听了？是你运气好，他总是有些稀奇古怪的法儿治这疑难杂症。你运气更好的是他愿意救你，裴某还劝他来着，让他别招惹这麻烦。梁府的关系这么复杂，救你干啥？还能听到你梁府上的人说声谢谢不成？谢谢。裴郎中说了这许多，他却只有这2个字。裴郎中再说别的，梁子云就不应声了。裴郎中摇摇头，他正要离开，娄新月却来了。裴老，您别走，我说几句话就走，您在这儿陪着吧。哟，今儿个知道避嫌，知道男女之防了。没事儿，这是你童养夫。娄新月目光悠悠地看了裴郎中一眼，这眼神儿顿时叫裴郎中老脸一红，好像他是为老不尊的，老不正经一样。紫云哥，我走了，特地来跟你道个别。听说你都想起来了，之前的事儿就当是玩闹吧。你绑架我，我也绑了你，还说你是童养夫戏弄了你，咱们算扯平了吧，成吗？反正知道这件事的只有燕王爷的亲信和你爹的亲信，不会传出去影响你名声。梁子云竟然窝在被窝里一动不动，只给人家小姑娘一个脊背。紫云哥啊，你人挺好的，热心仗义也善良。如果以后有机会再见面，我请你喝酒。紫云哥，你就没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娄新月是哭着跑走的。
他跑走的时候，差点撞上送药过来的药童。哎，表小姐。药童把药送进屋，小声问裴郎中：表小姐哭得可伤心了，那小脸上全是泪，怎么了呀？不理人家，一言不发，冷漠得很，可能是伤了小姑娘的心了，毕竟当了人家好几天的童养夫呢。床上的人好似聋了，一动不动。表小姐对他不错，这人咋这样？算了，记得把药喝了。汤药放在床头机上，裴郎中和药童都离开屋子，床上的人一动不动躺了好一阵子，确定屋里再无旁人。梁子云扭头看了看床头机上的汤药，他伸手一端，却又迟疑。他正犹豫之间，恰窗户底下有2个药童的说话声传进来。就是个白眼狼，表小姐对他那么好，有好吃的好喝的都往他这送，买了丫鬟也给他送来。小姑娘别的不懂，真心实意的对他好，他理都不理人家，冷漠得很。表小姐哭着跑走的，他也不理裴老，裴老每天给他配药救治，算是他的救命恩人了吧？这一点礼貌都没有。我看咱们王府根本不该留下他，更不该把他救回来。这就是救了个白眼狼嘛。梁子云本想端药的手又缩了回来。是啊，他就是个白眼狼，燕王府不该救他，燕王妃更不该救他。梁子云药也没喝，一动不动地躺着，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药放着也没喝，还也不理人。半梦半醒之间，裴郎中的声音钻进耳朵。梁子云躺着不动。本来不想打搅您，可是您费那么大力气救他，若是不叫您知道，也觉得怪对不起您的。梁子云，为什么不喝药？别装睡啊！我知道你醒了，在我燕王府把我妹妹欺负哭，你勇气不小啊！我可不惯着你，你若再不说话，我就叫人抬着把你扔出府去。别救我了，我不知道你冒险。哟，怎么啦？不想活了？你不劝劝我，还笑我？命是你自己的，你若想死，我拦也拦不住啊！我能救回来1次，你就能死2次。你若真想死呢，不如给我个痛快话，也省得我费力气花心思救你。你若还不想死，就把枕头底下藏的剃刀给我拿出来。他怎么知道？怎么，我跟你有仇啊？你死在这儿是想让你爹来灭了我吗？梁子云连忙摇头，赶紧把枕头底下的剃刀拿出来，交给裴郎中。我就说嘛，这剃刀咋找不到了？原来是你小子给藏了呀！费那么大劲救你，却是救了个想死之人，你可真够行的。我想不明白，他想杀你，还想杀小世子，他派那女杀手毫无人性，滥杀无辜。我是他亲弟弟，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何不杀我泄愤？泄愤？我又不愤，泄什么愤？再说他是他，你是你，你不是亲手杀了那女杀手，并且把人头给他送回去了吗？连王爷都说这孩子人品好，救得值，可见我的眼光是好的。王爷当真说我人品好，不过我的眼光也有不准的时候，我就没看出来你想死。那个王爷还说我什么了？王爷还说你是梁国丈的娇娇儿，你若学了短剑，怕是能要你爹半条命吧？是我想差了。那你说个准话，还想不想活了？治不治了？治，但我还有个小小的心愿。你别太过分啊！能不能请燕王把那句话当我面说？我满京城我最不服和最佩服的人都是燕王殿下。来人，请燕王来一趟。阮宁朝外吩咐一声，旁人请秦云川不一定有空，但阮宁请他无论何时都有空，不但有空，他还来得很快。明天怎么了？秦云川紧张看他，得知是为梁子云的事儿请他，秦云川的眉头顿时拧成个疙瘩。你在国丈府上娇气也就罢了，在燕王府也敢这么娇惯自己，你人品尚可，忠义说得过去，就是这一身娇惯出的毛病，得改改。求燕王管教，紫云愿效力燕王麾下，跟着燕王爷学本事。燕王妃说了，我虽姓梁，但他们是他们，我是我跟他们不一样。以前的梁子云脑子里有牛，已经死了，现在的梁子云是燕王妃救回来的紫云。脑子里有什么？这小子是不是被牛顶傻了？你效力我麾下，那不可能。秦云川摇了摇头，他又看了眼阮宁，忽然狡诈地笑了笑。不过看在你真心崇拜的份上，本王可以指点你功夫，算是我们的私交。真的？您指点我功夫？若想得本王真传，你行个拜师礼，不吃亏吧？什么？连拜师礼都不愿意，还想骗本王毕生绝学？不，愿意。那燕王妃岂不成师娘了？你以为本王为什么叫你拜师？难不成是稀罕你当徒弟？罢了，不合适。梁子云扑通跪地。合适，再合适不过。师父在上，受徒儿一拜，一日为师，这终身为师。爹爹对不起。希望爹爹知道了，不要被他给气死。楚娇大约是听说梁子云在燕王府上的事儿，他连拜帖都没投，便来探望阮宁。我原本想着等你出了月子再来探望你。楚娇看着婴儿床里的小世子，塞上大红包，纳闷地说道：但我听说有个不速之客在燕王府上，我怎么想都想不通。上次我们救他，害得燕王府都被他爹围了，现在怎么燕王府又收留他了，还让他在这住着？这次他爹可不能来包围燕王府，是他爹把他留在这儿的。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们不是熟得很吗？你顺便去看看他。好嘞。楚娇就等阮宁
宁这句话呢？我可是来探望你和小世子的，看他只是顺带。知道。阮宁暗自庆幸，看楚娇这模样，他对梁子云定不只是好兄弟。幸好是娄新月喊他童养夫那事儿过去了，不然楚娇和娄新月恐怕还得掐一架吧。楚娇被下人带到客房这院，我们熟，我自己去叫他，你退下吧。下人躬身告退，楚娇过不来到门前，他正要朝里打招呼。他对我真好，梁府关系这么紧张，他还收留我住下，如此厚待我，我不知道怎么感激他才好。他又不图你感激，他只是做他乐意做的事儿。是，我知道，所以才更显得弥足珍贵啊。说实话，我很仰慕他，我特别仰慕他，以前是不敢说，也不好意思说。笑容僵在楚娇脸上，仰慕，而且是特别仰慕。你说我如果当面告诉他，他不会笑话我，不会嫌弃我吧？一个男子告诉一个女子他仰慕她，梁子云他想干什么？他不知道阮宁是有妇之夫吗？他不知道人家刚生了孩子吗？我以什么身份斥责他呢？我算他什么人呢？楚娇浑身一颤，整个人都萎靡下去。她悄无声息退下台阶，转身快走了几步，远离门口，她立刻跑了起来。人说先爱上的人会变得卑微，这话也许有理。楚娇如此骄傲的天之娇女，竟然也会心虚气弱。她没听见梁子云接下来的话。那天的拜师茶敬得太敷衍了，你说我要不要给他准备拜师礼？要的吧，以王爷的性情啊，肯定会给你回礼，不会让你吃亏的。嗨，这哪有什么吃不吃亏的事儿？我的心结算是彻底打开了。以前我仰慕他，却不敢说，现在我恨不得全京城都知道，我梁子云非常仰慕燕王殿下。楚娇是个急性子，她半慢上半拍，也不会让自己刚刚萌动起来的心被山西老陈醋淹没。燕王妃，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他这人怎么能这样？人家好心对他还恬不知耻，给人家添麻烦。他不知道他这么说，万一被人听见了，我给他惹大祸的吗？阮宁听得莫名其妙，我刚才正义感冲进去打他一顿。阮宁拉过他的手，悄悄为他把脉。我说你情绪这么大，原来是快来月信了，干嘛为别人的事这么生气啊？怒伤肝，忧伤脾，女孩子得好好爱惜自己。阮宁一边说一边叫狱中过来。我昨儿教你的手法，你给楚小姐按按。奴婢新学的本事，按完可舒服了。楚小姐试试，轻了重了，您说话。狱中在楚娇的肩头脊背上扭捏推拿，阮宁又叫清管去煮他前几日配的花果逍遥茶。这茶有疏肝健脾、滋阴养胃的功效，特别适合心火燥热、心情烦闷的人喝。楚小姐，请喝茶。好香，好果茶。她端起碗来，先抿了一小口，这味道一点都不像家里的汤药那么苦。她咕咚咕咚就给喝完了。清果，再来一碗。这逍遥茶里配有药草，虽有解郁之效，却不能多喝，一日最多3碗，月信前后都可以喝，月信那几天不要喝。清果，把配好的几包给楚小姐带上，等回去你让茶水房每日煮好，放在井里镇着，每日喝个2、3小碗的，就没这么大火气了。宁宁，你怎么这么好啊？会得多，善解人意，性情也好。我要是个男子，我也想娶你，即便你已经嫁人，我也会对你有非分之想。这么一想，还真不能怪梁子云。她一个女孩子都对宁宁怦然心动，梁子云一个被宠坏的小郎君，她怎么把持得住？要不你跟燕王和离，咱俩过吧。没想到楚小姐还有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呢。来啊，把楚小姐给本王扔出去。这人回来怎么也不叫人通禀一声啊？本王在自己府上还用通禀，不像有些人明明是客，却在挑拨主人家不和。宁宁，你好好养着，我过几日再来看你。清果，茶给我包好了吗？楚娇朝阮宁挥挥手，又冲门口的燕王扶了扶身，老鼠见了猫似的吓跑了。男子还能挡在外院，这女子才是防不胜防，怪只怪你。这锅我不背，怪我什么？怪你太有魅力。秦云川伸手捏捏她的脸，她忽然改捏为揉。忘了，脸不能捏。怎么了？为什么不能捏？捏脸会流口水。那是小孩子捏脸才会流口水，我是孩子他娘，你竟敢占我便宜！还敢不敢跟别人开这种玩笑了？楚娇带着阮宁配好的逍遥茶。都怪燕王回来的太快了，我都还没来得及问阮宁要个贴身之物呢。京都人都在沾他的锦鲤之气，我俩这么熟，我更得蹭蹭了。想到这儿，楚娇忽然贼兮兮的一笑。既然我俩这么熟，下次见面我直接抱着锦鲤本里蹭不就是了？楚娇想象着那幅画面，再想象一下燕王殿下黑如锅底的脸。他在马车里傻乐起来。小姐和燕王妃真是投气，每次见了燕王妃总是格外高兴。2条腿的男人多的是，投气的姐妹却难得。但也有人因为阮宁可是很不高兴。梁国丈沉着脸来到燕王府，也不知他是不是故意。他来的时候，燕王恰不在府上。你家王爷不在，告诉你家王妃也是一样。我要把两小公子接走，我自家已经请了名医，用不着再叨扰燕王府了。这些时日也不能白白叨扰。
这里是5000两银子，若是不够，再同我讲。国丈爷稍等，某要先禀过王妃知道。管家接过银票，躬身退出花厅。他叫人把梁国丈的银票递到阮宁面前。梁国丈的一番话，甚至连语气神态，管家都命人向阮宁复述一遍。玉官被杀，脑袋被送进宫里的事儿，太后怕是传信儿给他了。他一来是怕梁子云在我们府上成为他的掣肘，二来恐怕也是为了教训儿子，怎能帮着外人跟姐姐作对。王妃为了梁子云的病几番操劳，如今眼看好转，她上门接人，说自己府上请了名医。俗话说一事不烦二主，堂堂国丈爷竟出尔反尔，做这等不讲信义的事儿。早知他是这等性情，就不救他儿子。无妨，当初救梁子云也不是冲着他的面子，你还指望什么？指望他感激燕王府吗？清管和狱中抿了抿嘴，银子我收下了，告诉国丈爷，无论多少都是心意。去通知梁子云，他爹来接他了，叫他回府去吧。阮宁抱着重八，哼着歌谣，情绪一点没受影响，相反，他看起来显得分外轻松。王妃，外院的丫鬟说，梁国丈父子俩在咱们府上的花厅吵起来了，您要不要去看看？走，去看看。阮宁还没走进花厅，就看见梁国丈捂着胸口，仰面向后倒去。狱中，快去！狱中飞身进了花厅，一把搀扶住梁国丈。爹，爹，这是怎么了？你别问他，我只问你，你们给我儿灌什么迷魂汤了？他竟不愿跟我回府。阮宁挑了挑眉，又看向梁子云。我不回去，我脑子里有瘤，别人治不了，只有在这才能治好。我还这么年轻，还有大好人生没有经历，我不想死，我要好好活着。我已经犯过一次傻，做过一次糊涂事了，人总得成长吧。你犯什么傻？做什么糊涂事了？老子还好好活着，你说什么死啊活的屁话！梁子云扑通朝他爹跪下。爹，孩儿不孝，不能跟您回去，孩儿在这治病学本事，求爹爹允准儿子。他说完，一下下朝他爹磕头。梁小公子，你等等，你别这么逼你爹。阮宁观察着梁国丈的面色、呼吸等情况，且通过魔瞳能看到他身体更多的症状。还记得以前我教过你的那套点穴手法吗？爹爹，儿子得罪你小子大逆不道！梁国丈是习武之人，若想效果好，力度要稍微大一些。梁子云点点头，刷刷出手，在他爹的身上用力点戳一番。阮宁在一旁也没闲着，吩咐清管去取。他从库房里生娃以前做的塔香，再命人送来一大碗逍遥茶，常温的。花厅里很快点上塔香，黄铜小香炉就放在梁国丈身边。丫鬟奉上一大碗花草茶。爹，儿喂你喝。这是什么茶？梁国丈诧异道，以前没喝过，酸酸甜甜的，竟十分美味。这酸酸甜甜的茶一灌下去，他竟觉得头不那么晕了。原来燕王妃会医术，难道燕王府的神医不是裴郎中，而是他？你可知你爹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他年轻时常在战场上奔波辛劳，早就埋下了许多病根。打仗之时，千里奔袭是常有的事儿，经年累月不得放松休息也是常事儿。你吃过这等苦吗？梁子云垂下脑袋，羞愧地摇摇头。这是一个乡下村姑能有的见识。这世上所有人都可以气他、恨他、攻击他，但你有什么资格呢？爹，儿错了。不论是王爷还是你爹，在你这年岁都已经上战场保家卫国、报效朝廷了，而你还在耍性子。你可想过，你刚刚那么执拗，万一把你爹气出毛病来，会有多严重的后果？你这辈子恐怕都难以走出自责和愧疚的阴影了。梁子云绷不住哭了，正因为阮宁的语气并不严厉，虽是批评的话，但语气却格外温柔。梁国丈在一旁呆呆看着，越看他表情越惊愕。燕王妃对梁子云的这一番劝解，梁国丈只觉得随着身体里那股乱窜的气流平复下去，他对燕王府的敌意、对燕王妃的不屑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儿虽愿意多活，想要治好脑子里的肿瘤，但儿子的性命是爹爹给的。爹爹若不愿意让儿子留下来治病，儿愿意跟爹爹回去，绝无怨言。梁国丈的心一下子被狠狠地揪住了。爹爹一句话，儿现在就跟您走。梁国丈心神一震，他连忙起身对燕王妃拱手行礼。恐怕还要叫犬子叨扰燕王府一段时日了。梁子云惊讶地瞪大眼，他爹这个满京城从没服过谁的骄傲老头，他竟然客客气气地对燕王妃拱手施礼。不知这塔香还有这逍遥茶还有没有了，但王妃这香还有这茶似乎有生津养气、平燥热之效，老夫想求一点带回去。刚才他还在对人家大呼小叫，恨不得指着人家鼻子嘛，现在却舔着老脸问人家要东西。这是老家的土方子，经过了裴郎中的改良，效果的确不错，国丈也喜欢就好。阮宁叫清管去取。多谢王妃，也得好好谢谢裴郎中。梁国丈提着2只漂亮的礼盒离开。这才是化敌为友、化不利为有利的最高境界吧。老夫真是老了呀，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自此梁国丈再没来燕王府找事儿，反倒往燕王府送了几次礼。
满月宴这天，燕王府格外热闹，宴席上衣香鬓影，丫鬟小厮来往穿梭，人多而不乱，忙而不杂。也不知燕王殿下会不会带小世子过来，叫咱们也见见呢？才满月的孩子肯定不会抱来，那可不一定。你们知道世子乳名吗？嗨，重8，因为世子刚出生啊，就足足有8斤8两，那可不是一般的孩子的个头呀。神奇的是母子均安，而且生产特别顺利。嗨，这谁不知道呀？已经成京都一大奇谈了。不止京都，整个西朝，但凡是想要孩子的、想抱孙子的，无论男女老少啊，没有一个不想向燕王妃请教经验的。原来男人也喜欢八卦，谈及子嗣传承问题，他们甚至比女子更热忱。阮宁与众人寒暄着，来到宴席之上，他瞳仁猛地一紧，魔瞳自行发动。阮宁呼吸一滞，这什么情况啊？宴席的席面上竟然被一层灰黑色的瘴气笼罩。魔瞳出问题了吗？他再睁眼，灰黑色瘴气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还扩散开来，就连鱼贯上菜的丫鬟手中的红木托盘上都笼罩着一层灰黑之气。你看见了吗？看见什么？宴席之上可有异样？没有什么异样啊。王妃看到什么了？没有，我眼花了。他伸手拦下一个正在上菜的丫鬟，过来，我瞧瞧。饭菜里有毒，难怪有灰黑之气，原来是魔童预警告诉他饭菜被人投毒了。可是这么多菜，我不能一桌桌一道道去检查吧？上菜之前可有人试菜？有的，每一道菜装盘上桌之前都要用银针试毒。怎么了，王妃？不会是饭菜出问题了吧？这么多宾客，如果饭菜被人动了手脚，即便不出人命，燕王府这脸也丢到姥姥家了。一旦出了什么问题，那更是因为一对宴席就要得罪了半个京城的权贵啊！南边那边已经开席了，这可怎么办啊？别慌，别叫人看出来。我们去灶房，把有问题的菜尽快撤换下来，也避免更多有问题的菜被送上去。阮宁作为女主人来灶房查看席面上的菜式，准备的是否妥当，并没有人对她的到来表现出惊讶疑惑，但阮宁却看出有个面生的厨子似乎格外紧张。他是哪院的？以前没见过。回王妃，郑铎本就是大厨房的，他这人内向，不爱说话，一见人就紧张。主子以往来厨房的时候，郑铎总是躲在后头，不爱吭声。菜都准备的怎么样了？阮宁一边问管事的，一边巡视厨房。门口的大案子上放着已经备好可以上桌的菜式。阮宁先检查了大案子上摆放的菜品，这里又热又脏，王妃。这个糯米莲藕不上了。为何？这道菜是哪个炉灶上做的？那个来人，这个灶火停了，灶上的所有东西不准动，这个灶上的主厨及所有帮厨都带走，分开关押。王妃，出什么事儿了？阮宁听着他们离去，直到他们出了灶房，再也瞧不见。他祖上3代都是御厨，痴迷厨艺，王妃见谅啊。狱中派人盯着，这灶台上的东西一样也不准动。阮宁离开灶房，外头新鲜的空气吹来，顿时让人觉得神清气爽。是带走那厨子有问题吗？他没问题啊，但他灶台上的备菜和调料有很大问题，如今没有时间查明是谁在他的配菜和调料上动了手脚，只能把他带走，敲山震虎，让动手脚的人不敢再轻举妄动。但是已经端上去的饭菜怎么办？我写一个方子，你叫人给裴郎中送去，叫他抓好药，赶紧大锅熬上。我先盯着这边的菜，看看可还有问题，过会儿我就过去。清管连连点头，在灶房附近的厢房之中备好了笔墨。阮宁提笔刷刷写下一张药方。咦，前头这几样跟咱们熬的花果茶的配药有点像呢。你记性还真好，就是那几样。您不是要配解毒汤药，而要配花果茶吗？咱们府上办满月宴，去请宾客喝药，人家乐意吗？而且说出去也晦气，快给裴郎中送去，让人把咱们院子里冰镇的花果茶也送到裴郎中那院。是，王妃。清管忙去安排。阮宁又在灶房外丫鬟们端菜传菜的必经之路上盯了良久，敲山震虎起到作用了。接下来这些饭菜皆没有任何问题。也许那投毒之人根本不在乎会不会要人命，就是想要燕王府出丑得罪人呢。眼看灶房这边没有毒，他也往裴郎中院里来，正打算命人去请王妃呢。您叫熬的药茶呀，已经熬好了。阮宁点点头，他尝了一口。咱们府上的药果然都是上品，这药效着实不错。您呼叫熬这药茶是做什么呢？花果茶送来了吗？都在这儿了。药茶太热，花果茶又甜又有花香，掺和到一起更好，也更温凉适口。阮宁说着，叫人把2样茶掺和在一起，花果茶的香甜味道顿时又被激发出来，奴婢都想尝一口了。都退下。裴郎中说着，自己也躬身退了出去。灶房里只剩下阮宁一个人。阮宁从一旁的菜板子上拿过一柄干净锋利的刀。清管在门外不解地看着裴郎中。裴老，咱们都退出来
干什么？万一王妃需要帮忙呢？这是一味解毒的茶，但若要能够达到最好的解毒效果，还缺一味药引子。这药引子这才是最关键的。有了这药引子呀，这一锅药茶那可就厉害了。什么药引子？能有多厉害？裴郎中捻须，笑而不语。灶房里头，阮宁用刀划破自己的手指，殷红的血从他指腹涌出，如珠滚落。灶房里顿时被一股奇异的香味盈满。我的血可金贵着呢，如今用作药引子，真是暴殄天物啊！不过能救那么多宾客，也能挽救燕王府，也算值了吧？血滴在药茶之中化散，犹如一朵朵逐渐盛开的牡丹花。好了，阮宁冲外头吩咐道：“盛入玉海碗中，就说是咱们府上特制的解暑茶汤，给每一桌都送过去。”哎呀，妙啊，绝了！太后可是有消息了，快说情况如何？死人了吗？可有谩骂声铺天盖地？彩月却脸色发白，屈膝跪下，回禀娘娘，没有，什么没有？跟哀家说清楚。燕王府的宴席没有除乱子，没人中毒，没人谩骂，甚至名满京城。好多百年的世家中管事儿的贵妇们都跟燕王妃交好起来，也不知是哪里出了错。太后抬手一个耳光打在彩月的脸上。彩月直挺挺跪着，不知哪里出了错，你就这么向哀家回禀？哀家要你何用？奴婢愚钝，奴婢没用。那厨子相好的宫女叫什么？回娘娘，叫红苕。定是那厨子不尽心，你替哀家好好管教红苕，吃哀家的用哀家的，替哀家办事儿还敢不尽心？这次是警告，他若不顶用，红苕便也没用了。哀家身边不留没用的人。是，奴婢晓得了。好好教训，但不要留下痕迹，明白吗？明白，奴婢明白。他退出正殿，长长松了一口气，把红苕带去刑房。彩月姐姐饶命啊！肯定是哪里弄错了，她不会不尽心的，她答应我的，不会不办事儿的。娘娘能给奴婢出宫见她的机会，奴婢感恩戴德，怎么会不好好替娘娘办事呢？你也别怪我，咱们都是奴才，给主子办事，主子因为此事非常生气，莫说保你了，我自己都差点搭进去。彩月姑姑放心吧，咱们肯定叫她长记性，日后为主子办事不敢不尽心。没有不尽心，为何尽心尽力为主子办事还要被折磨？谁能保证只成功不失败？失败就一定是奴婢们不尽心吗？红苕被塞了嘴，只能呜呜咽咽，又粗又大的针一下下扎进她的腋窝，她的大腿窝，凡是私密之处都被狠狠蹂躏一番。而此时正殿之中，太后娘娘忽然抬手捂着胸口。张易之，哀家好疼，微臣还得再检查检查。查呀！张易之抖着手，把手放在太后胸口。这里疼吗？那这里呢？疼。娘娘月信将至，才会如此肿胀，当然更是跟情绪有关。娘娘得适当的控制脾气，气大伤身，这话实在不假。特别是女子，经常生气，双乳、心肺、五脏都容易失和，久来成病。别说废话，告诉哀家要紧吗？如今不要紧，等娘娘月经过了就会缓解，到时候喝些疏肝健脾的汤药就好。退下吧，但凡底下人有点本事，哀家就不至于天天生气。这话把他也骂进去了，他没说话，悄悄退走。太后娘娘何等生气，燕王府的人可不知道，但因为燕王府的宴席在京都颇受赞誉，宫里的小皇帝又坐不住了，小皇帝气得吃不下睡不香。楚萧悄悄来到燕王府，要把小皇帝的事儿告诉燕王。他也很久没来找燕王了，好像是从秦云川送他一只袖珍金钱龟之后，两人就没坐下来好好聊过了。你怎么来了？自然是来恭贺燕王喜得贵子。你也老大不小了，你爹娘不着急，叔伯不着急，身边也没个人催你。楚萧在他茶桌对面坐下。催怎么不催啊？只是契机未到，听闻你府上有些好茶，叫整个京都名流都争相追捧，怎么不舍得叫我尝尝吗？契机？结婚生子要什么契机？你没见重八，又白又胖，脸型像我，鼻子也像我，眼睛像宁宁，水汪汪，特别有神儿。他生下来便8斤8两，京都还从没有过这么健壮的小家伙呢吧？你见了一定喜欢，恨不得现在就赶紧生一个。楚萧暗暗咬牙，他真是找虐，何必冒险悄悄潜入燕王府，专程来恭喜。王爷，王妃说是有事儿，请您回去呢。我好不容易来一趟，冒着巨大的风险，你不会把我给扔在这儿吧？明儿再说。说完，他当真大步流星，恨不得跑起来似的。楚萧站在书房里，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酸溜溜的。他从袖袋里拿出那只金钱龟，摸了又摸。哎，重色轻友的男人呐，真是要不得。千云川阔步进门，
人径直走到阮宁身边，半蹲下来。什么事找我？嘘，刚睡着，我们去一边说话。我抱着，醒不了。伸手接过儿子，熟忍的抱着。都已经睡着了，放下吧，抱着多累啊。不累。秦云川稀罕得很，舍不得放下。我想跟王爷说的是那日满月宴上的事儿。满月宴的事儿，本来当天就该告诉王爷，但当日王爷高兴，多喝了酒，所以我便没说，想着等王爷次日酒醒了再说。这么一拖，就拖到了现在。是本王最近太忙，陪你的时间少了。宴席当日，有人在席面的菜式上动了手脚。我与陪郎中研究了撤下来的饭菜，饭菜中的毒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毒，无色无味，银针无法释出。秦云川听到这儿，脸色骤然一冷。是谁？那毒的出处，陪郎中还在研究。那毒发作的时间大概为半个时辰左右，幸而发现及时，并未酿成祸事。秦云川不傻，他立时便想到了那碗解暑茶。那解暑茶其实是解药吧？阮宁点头。一碗茶，一桌席面上那么些人分，何以有那么好的解毒效果？山人自有妙计。王妃亲自配的解毒茶，陪郎中说王妃用了极贵极贵的药引子，药效能被完全激发出来，全靠那药引子。秦云川正要询问是什么药引子，他忽然想起他有次剧毒发作，阮宁割了他的血给他。是你？我不是要跟王爷说这些，我私自借用了王爷的素味，原话原素味，我还叫他答应我，在查出眉目之前，先不要惊动王爷。王爷若要责怪，就怪我，不要连累原素味，否则以后就没人肯听我的调遣了。什么私自借用？本王的一切都是你的，你只管调遣，你用本王的人，本王高兴。阮宁原想着他们这等古代人对此事会颇为忌讳的，没想到秦云川眼底满满的宠溺纵容都溢出来了。多谢王爷，原话才查到，那日投毒之人并非被抓起来的厨子，是他相邻的那厨子，说混号秤砣。秤砣？秦云川口中反复念叨这个名字，不知他想起什么，他深邃的眸子忽而划过一道光。本王有个想法，让梁子云来查清此事。阮宁挑眉看他，看来秦云川已经怀疑到宫里那头的头上了。当然不是全靠梁子云，只是叫他来查，看看他的能力，更看看他的人品。原话那边叫他继续查下去。说梁子云查不到真相呢？那说明他能力不行，本王不收蠢徒弟。若是他查到了，却不说实话，故意隐瞒呢？那是他品性不行，你费心劳神几番搭救他，就只当自己救了条狗吧。王爷这考核还真是挺难的，毕竟是他异母同胞的姐姐。你上次把那宫女给他，考核也不简单。本王这不是夫唱妇随吗？阮宁笑了笑，这还真是，都怀疑到同一个人头上了。阮宁也很好奇，倘若真是太后，她一而再的算计陷害燕王府，并且这次连梁子云都没躲过，也不知他们的姐弟情还能走多远。秦云川次日就把这件事交代给梁子云了。馋呐，我不会啊，王爷若叫我跟您去打仗，我不带怂的，可眼下这实在是我的短板啊。你问问本王身边的宿卫，倘若本王交代他们任务，可有人会以自己不会不擅长来拒绝？本王麾下不留没种的人，什么都会，你还学什么？还成长什么？没勇气接受挑战的人就是怂货，你吃不了这个苦，趁早回国丈府，当你锦衣玉食的小公子去。查就查，王爷已经收我为徒，就想赶我走，这事我应下了，王爷就等我的消息吧。梁子云哪干过这个？他完全不会呀。但当他走到书房门口，他忽然意识到另一个问题：王爷身边可用之人很多，如果只是为了查案，您肯定会派一个擅长此事的，可您却偏偏交给紫云，为什么？你猜？因为此事和我有关，王爷恐怕不只要考验我的本事，更要考察我的人品吧。秦云川淡笑不语。梁子云知道他猜对了。你怀疑谁？我爹，我家中兄长，还是我阿姐？你查了不就知道了？不可能，绝不可能是我爹，我兄长。敢越过他爹擅自对燕王府动手，那么只剩下一个可能。不会的，阿姐不会这么做的。上次的事情我已经提醒过阿姐了，她向来最听我的劝，这才过去几日，她不可能再做这种事儿的。哦，是吗？我阿姐不是糊涂人，宴席上那么多的人，她就算跟燕王妃不对付，她也不会拿那么多人的性命安危开玩笑。有理不在声高，你这么大声是心虚了吗？你等着，不必查出真相，不必还他清白。若查明不是他，你得跟我道歉，且再不许赶我走了。年轻人别太盲目自信，你若查不出真相，或是查错了呢？我若查不出，若是弄错，不用你赶我，我自己收拾行李滚蛋。真是那样，因我不治了，我也不配拜师学本事。好，这话有种，本王敬你是条汉子。这话哪是夸他，分明是堵死了他的退路。梁子云到底是年轻，明知燕王用了激将法，还是脑门一热就往里钻。
其实梁子云早就想好了对策，他当即就回家跟他爹借了一个人，这人叫梁寿，是对他家死忠的家奴，所以赐以梁姓。梁子云把梁寿带来燕王府，领到大厨房。燕王妃交代了，那日宴席之后，这个厨房就没再用过，菜品出问题的那个炉子更是当时就叫人盯着了，上头的调料、配菜、盘子都没叫人动。梁寿点点头，叫人开了大厨房的门。阮宁派来盯着大厨房的人，向两人介绍着情况。厨子还在吗？在地牢里分别关押。去看看。梁子云完全是个外行，他跟着梁寿，梁寿叫干什么，他便跟着干什么。一整天，梁子云就这么跟着梁寿在燕王府里转。梁子云可查出眉目来了。他从梁家借了人，那人倒有些本事，做事缜密，颇有章程。从梁家借来的人，哼，那他怕是查不出真相了。倒也未必。哪知次日，梁寿便已经锁定目标人物，跟袁化所怀疑二人别无二致。秤砣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啊？等他见到那厨子，哇，还真像个秤砣。梁寿向他比了个噤声的手势。奴才得跟着他，暗中盯着他几天。盯人的活儿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又累又枯燥，又要防着被发现。梁子云如鲠在喉，真相他查到了，可他怎么向燕王交代？阿姐竟然真的做了这种事儿。宴席上那么多无辜之人，有妇人，有老人，有孩子，甚至还有孕妇，这些人命在阿姐眼里算什么？还有他梁子云在阿姐眼里又算什么？梁寿，如果你会怎么选？如果是奴才肯定。你别说了，你是梁家的忠仆，是我爹的死士，你有什么好问的？公子也姓梁啊。我姓梁就该助纣为虐吗？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你知道他若成功会害了多少人吗？我姓梁，但他顾及过我吗？我也在那宴席上呀，他考虑过我的死活吗？为什么全家都要为他的野心铺路？我们自己的理想愿望人生都不重要，都没意义吗？奴才知道为何老爷这么多儿子却独宠小公子了。现在说这个干什么？我是他的老来子呗。因为小公子有一颗赤子之心，活得真实，没有被这世事、被权力、被金钱蒙住眼睛。你不骂我除却不敢的因素，你心里不会偷偷恨我，觉得我吃里扒外，吃着梁家的血汗？人心有杆秤，梁家又不是只有嫁出门的姑娘姓梁，人做事得问心无愧，亏心事做得多了都是业障，不但会害了自己，也会连累家族。梁子云诧异地看着梁寿，他在对阿姐抱怨不满，他没想到这些话梁寿竟然也敢说。你去找个马车，我们俩把他们俩送去燕王府，我要亲自把他们交给燕王。梁子云先回了趟燕王府，他把红勺和秤砣就交给了秦云川。是我话说太满了，太过自信。宫女是太后宫中的人，秤砣是他的相好。宴席上的事儿，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有帮凶？他们正在密谋要害王妃和小世子。梁子云说完，拱手躬身，以前傲气挺拔的腰，如今弯成了90度。燕王妃一而再，再而三救他，还要治他的头风。可他至亲至爱的阿姐却要害死燕王妃。我先回国丈府一趟，有些事情我得回去交代清楚。盼我交代完，燕王府还留我一席之地。你想过你爹、你阿姐的反应了？我既做了这选择，就准备好了承受后果。你虽年少，却是条汉子。燕王府的院子给你留着，能回来吧？梁子云咧嘴一笑，眼里有泪。嘿，一定能。秦云川冲他摆摆手，梁子云起身离开。能回来吗？其实他也不知道，他是带着刀回去见他爹的。他知道阿姐能坐上皇后的位置，如今能成为太后，都是爹爹鼎力相助。爹。他扑通跪下，把刀往自己跟前一放，一副待宰的羔羊模样。又惹祸了，这次惹的什么祸？竟然拿刀来吓唬老夫！爹，儿遵从自己的本心，却做了与阿姐相悖的事儿。她是我的亲姐姐，可我真的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而与阿姐离心离德，都是儿子一人的错。爹爹万不要气着自己，您若气不过，就宰了儿子吧。儿是您生的，您养的，实在没什么可报答您的，只有这条命。又拿死来威胁老夫，你看老夫像是会怕的人吗？说说看，你做了什么事儿？梁子云也没打算隐瞒，他把自己要了玉冠，割了他的脑袋送给阿姐，他又抓了阿姐的宫女红勺交给燕王，两件事都说给梁国丈。我若不杀你，你有何打算？我实话实说，你连命都可以不要，害怕说实话吗？孩儿拜了燕王为师，他说会教我本事，爹爹若不杀儿子，儿子就回去燕王府，请燕王妃帮儿子医治脑袋，不管能不能治好，这段日子儿子都能跟燕王学本事。你很崇拜燕王啊？燕王是战神，是大英雄，谁不？梁子云意识到自己得意忘形，连忙改口。我爹更是大英雄，大英雄。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儿子是去了解燕王的，就是这样。梁国丈哭笑不得，燕王若不厉害，他就不可能活着回到京城。儿孙自有儿孙福，你起来吧，爹老了，你们都长大了，翅膀硬了，爹爹以后就等着受你们的荫庇，享你们的福呢。梁子云惊愕抬头，爹，走吧。梁子云迟疑起身，他正要躬身告退，他爹忽然抽出刀来，他爹割下他一缕头发。你今日走出梁家大门，日后若再惹了祸，爹爹可就护不住你了。梁子云闻言心中震动，他跪地拜他爹。
您永远是我爹爹。以后儿若有出息，儿护着您；儿若没出息，您只当没我这个废物儿子。梁子云抹了把泪，快步出了他爹的书房。他什么都没带，径直离开国丈府。燕王府重瑶院里气氛有些沉闷。是太后。阮宁脸色如常，丝毫不意外。我已经安排了人手，3天之内悄悄送你们母子离境。你若有什么顾虑，也可叫上沈岩，叫他也有所准备。阮宁诧异看着他，你要干票大的了？是啊，给你一人之下，万万之上的荣宠，给儿子更好的前程，你要不要？阮宁眯眼看着秦云川，不要。待本王攻城之后，再没有人能这样陷害燕王府，陷害你。天真，说是坐在了那高位之上，才有更多的明枪暗箭，水深火热呢。以为我是个没读过书的村姑，就不知道站得高摔得痛的道理吗？君是君，臣是臣，我不是赞同这观点，我是说，如果你这臣子名不正言不顺的弑君夺位，那天下都得是摇旗呐喊要杀你的，匡扶正义的有志之士，到时候我们娘俩哭都没地方哭去。秦云川闻言挑眉看他，他这小王妃懂得可太多了。秦云川伸手捏阮宁的脸，疼，干嘛呢？秦云川狐疑，不是被人贴了假面冒充，确确实实就是他的宁宁。倘若没有太后在宴席上投督这事儿，王爷会选在现在起事吗？现在并非最好的时机，本王会再等等。宁宁说的对，本王就算在武力上有信心，但难防天下悠悠之口。倘若是乱世，那便是成王败寇。但现在是太平之时，举兵不是明智之举，玩弄政治权术才是高级的战术。那王爷就当没这回事好了，他这些雕虫小技我根本不怕，下毒使诈随便来呗。刚好出到我会的题了，咱们明明刚打了个漂亮的胜仗，王爷怎么还自乱阵脚了呢？阮宁笑意盈盈，千云川怔怔看他，他能看出来阮宁不是安慰他。千云川心中感动，不由伸手将他紧紧抱入怀中。宁宁，千云川这大老爷们儿竟被这小女子弄得鼻子有点酸。谢谢你替我守护了你和儿子，谢谢你守护了整个燕王府，谢谢你为我带来了真正的锦鲤之运，也谢谢你让我安心，让我更有底气。千云川紧紧地抱着他，嗅着他身上的恬淡香气，他整个人只觉得舒畅极了，他的人生都仿佛更加鲜活，更加有意义。两人正在相拥熟睡的小世子却突然哇哇哭起来，阮宁赶紧推开他去看儿子。阮宁这一觉就睡到了晚饭时候，阮宁一睁眼就瞧见楚娇在重八的婴儿床前站着，他拿着重八的玩具镂空金球在逗他。重八咯咯直笑，笑声清亮。是不是吵醒你了？我早该起了，这么一睡夜里又睡不着了。你去看过他了吗？还没，我哥跟我一起来的，他不叫我自己去看，要我等你一起。当然我也想先来见见你，哪有先见他的道理啊。阮宁披衣起身，吃了点杏仁牛乳羹，便和楚娇一起来到客房院落。秦云川和楚萧此时就坐在凉亭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瞧见两个女子来了，楚萧立时站起身来。她生了孩子，终于风雨线了，也更加妩媚，更有女人味了。千云川重重地咳了一声，他上前2步，侧身挡住楚萧的视线。裴郎中也在里头，紫云刚喝料，这会儿正醒着。千云川说完，向后斜睨了楚萧一眼，哼，他的王妃是他的珍宝，他眼中同人，岂容他人觊觎？恭喜燕王妃喜得灵儿，人逢喜事精神爽。燕王妃果然是红光满面，气色真好。阮宁微笑颔首，为了不让秦云川醋味浓重，他只还了个礼，一句话都没说，就陪着楚娇进了客房。走，书房喝茶去。王爷，表小姐娄小姐回来了，要往这儿来。叫她来呗。屋里的阮宁听闻此言，却是浑身一个机灵。楚娇和娄新月同时来探望梁子云，娄新月也是跟他哥一起来的。没想到能在燕王府里遇见楚太傅，真是稀罕呐。有妹妹的人，总有些时候身不由己，可不是嘛。娄新月远远的对这边扶了扶身，就蹦蹦跳跳进屋去了。阮宁在心里暗自道，这种情况下，只盼娄新月嘴上有个把门的，可千万别胡说八道呀。紫云哥哥也太倒霉了，你才好了几日啊，又受了这么重的伤，怎么是想我回来照顾你这童养夫了吗？阮宁无语。你叫他什么？你再说一遍。童养夫啊，怎么啦？楚娇神色狐疑，看着娄新月，又看看梁子云。要不是看你现在太虚弱，我非揍你不可。新月才多大呀？你都叫他些什么？你还是人吗？你禽兽啊！我禽兽？我都不知道。哎，算了。梁子云刚说2句话，便又觉得头晕眼花，他实在没力气和楚娇争辩。妹妹别怕，他怎么欺负你了？你告诉姐姐，你阿姐这段时间忙着生产坐月子，她不方便的时候，你找我呀，你楚姐姐护着你。阮宁没曾想楚娇竟是这样的反应，她一点没生娄新月的气，却像对自家妹子一般护着娄新月。楚姐姐误会了，紫云哥没欺负我，我们闹着玩呢。
闹着玩的也不行啊！他是男子，可以不在意名声。他骗你这么叫他，不是把你的名声给带坏了吗？我在族学里也学过这个，但我不认可，在我们老家可不是这样。你说什么呢？有话就大声说，这又没有外人。其实是我调戏他来着。我看紫云哥哥长得俊，当时他脑袋有危险，裴老说他有可能变傻子，我就想他长得这么俊，变傻了也无所谓。我把他收入房中，日后再与别人成婚也无妨。哪知他后来好了，这事儿便当笑话给接过去了。这丫头从哪儿蹦出来的？她把梁子云收入房中，日后再与别人成婚？小孩子嘛，脑子里天马行空，什么都敢想。真敢想啊！但这话可不许再说了，叫人听了要笑话你的。女孩子就要高傲矜持，让人觉得你高洁如莲，不敢亵玩焉。若是他说，旁人只会笑笑，觉得他风流，还说什么人不风流枉少年呢？夫妻是没有血缘的，最亲密的关系，无论是一夫多妻，是一夫一妻多妾，还是一妻多夫，我认为都不是对这种关系最好的表达。这种关系应当是1对1，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是1对1，除非2个人和离已经分开，男婚女嫁各不相干，否则就不要把第3个人掺和进来，才是对这种关系以及对彼此这个人最好的尊重和爱护，否则都是借由身份地位的特权对这种关系的践踏和破坏。妾也不成吗？你是燕王妃，难道还不准燕王纳妾吗？纳妾回来是要给燕王生孩子的，多子多福，绵延香火。身为正妻，你不主动为燕王纳妾，便是未尽主母之责。你若阻止燕王纳妾，那更是跋扈擅堕，犯了七出。楚娇沉默片刻，抬手就要揍梁子云。别打，我就这么一问。起初是谁规定的？难道不是为了维护男人的特权吗？如今的社会，男尊女卑，首先就把女人放在了卑微的位置上。那些有权力、有一定影响力的男性，为了男人的特权，想要驯化甚至奴化女人，以各种手段在整个社会上鼓吹特权，驯化人的思想，这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更显得我家王爷为我做的一切愈发可贵。相互尊重，既是对这段关系的尊重，也是对彼此这个人的尊重和爱护。这样的平等真的能实现吗？我们每个人能做的很少，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迈出一小步，大家加起来不就是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一大步吗？希望还是要有的嘛。屋里3人都看着他明眸善睐的模样，隐约觉得他不是希望，而是坚信。屋里头病床上的梁子云轻咳一声，阮宁看他眼底已有疲惫之色，便打算招呼楚娇和娄新月离开。你好好休息吧，改日再来探望你。王妃刚刚的话，紫云认真想了。虽然在这时代实现起来太难，但王妃说的对，我们只管做好自己那份，就是积了鬼步。紫云不才，我愿一生一世一双人，守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梁子云说这话时，眼眸微垂，他谁也没看，但旁边站着的3个女子都瞧见了他眼底的星光以及嘴角的浅笑。我们先出去，外间等你。不了，我改日再来看王妃。楚娇竟也会害羞，她转身出去，窜得比兔子还快。娄新月又看了梁子云一眼，我再不提那玩笑话了。不管是为他还是为你，有些玩笑真当适可而止。我晓得了，阿姐。今日阿姐一席话，叫我明白了以前懵懵懂懂不甚明白的事儿。我知道我想要的幸福是怎样的了。多谢阿姐。是啊，紫云生在富庶之家，衣食无忧，既无长兄们的压力，亦无打理家业之烦，所以一度斗鸡走狗，惹是生非，不闹玩耍，但与享乐，声色犬马。今日王妃一席话，忽然叫紫云觉得有些幸福，真不是用钱、用家世地位就能换来的。你休息吧，你的情况不宜用脑子，还是别想了。阮宁说完，同娄新月并肩离开。裴郎中一直在一旁站着，他又一直不吭声，竟然没什么存在感。直到其他人都走了，梁子云才突然看见他。哎呦，你怎么还在这儿站着呢？对了，裴郎，我怎么觉得王妃最后那几句像是在骂我？没有吧？你怎么会这么觉得？你得把觉得去掉。3天以后，梁子云这边已经能下地了，太后那边才得到具体的消息。瞒得倒挺严实，连阿爹都瞒着我，这世上我还能信谁？话音未落，他忽然前胸胀痛，召张易之来。听说那日燕王府满月宴，众人喝了一口药茶，效果奇好，百病皆有缓解之效。娘娘何不叫那燕王妃交出那药茶的药方？她若不肯交出来，娘娘便可借机发作她；她若交了，对娘娘这难言之隐或有缓解治愈之效。太后闻言眸子一亮，太后下懿旨召燕王妃入
宫。他想干什么？故意挑王爷不在的时候下懿旨，这是让王妃无法拒绝啊。明里暗里打过这么几次交道了，他可曾真正占到过什么便宜？他如今召我进宫，必是急眼了。但我看太后娘娘这人也是好强又要面子之人，无法对燕王群臣交代的事情，他不会做，他也不会留这样的把柄给王爷抓。我怎么没听懂？你都没听懂，我俩更听不懂。您这话定是安慰奴婢们，要不然拖上一时片刻，派人去寻王爷回来。只要王爷回来，哪怕叫王爷陪着您入宫呢。你也说了，他是故意挑王爷不在的时候，必然也算准了时间，让我拖不到王爷回来。无妨，只管去看看他要干什么。他若用下毒此类法子，我并不怕；他若体罚，那正好留了把柄给王爷，反倒叫王爷可以于朝堂之上反将一军。他若气昏了头，因小失大，我们得利岂不快哉？清管愣着看着自家王妃，王妃如此坦然自若，是真的有把握呢，还是城府深，喜怒不形于色？清管还没琢磨明白，阮宁便点了狱中和常嬷嬷陪他入宫。王妃怎不带奴婢？奴婢宫规懂得多一些啊。太后若使坏，藏了刺客在宫中，宫规能保命吗？不会吧？刚刚是谁说太后不会留这样的把柄给王爷抓的？逗你呢，在家别偷懒，把上个月的收支账算清楚了。他愣愣看着阮宁带着狱中和常嬷嬷离开重瑶院，跟着宫里的嬷嬷前往宫中。已经去寻王爷了吗？王爷何时能回来？唉，也不知来不来得及。被留下的清管如热锅上的蚂蚁，一刻不停地在屋里屋外打转。今日召燕王妃入宫，乃是有一事相求。娘娘有事，尽管吩咐。您说相求，臣妇不敢当。说话间，宫女上了茶，放在阮宁手边的四方机上。太后赐座，阮宁屁股刚挨了椅子，就发现，茶里有毒。他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呢？这茶不好，是去年的陈茶。娘娘这是何意？哀家听说，在世子满月宴上，燕王妃上了一道特殊的解暑茶，还请燕王妃把拿到解暑茶的秘方交给哀家，存入宫中秘方卷宗。作为报酬，哀家要赏今年的贡品新茶给燕王妃。回娘娘，这道解暑茶的方子已经有许多贵妇到燕王府寻过，臣妇也把方子分享给了大家。臣妇当然可以把方子拿出来，只是恐怕算不得秘方了。你给京都众人的并非真正的解暑茶方子，你还想欺瞒哀家？你可知你欺瞒哀家，罪同欺君？臣妇不敢欺骗太后娘娘，也不敢骗京都如此多家的贵妇们呀。那解暑茶就是满月宴当日的解暑茶。说了这许多话，燕王妃也口渴了吧？尝尝去年的贡茶味道如何？有些茶反倒是越陈越有味道。阮宁盯着那碗茶迟疑未动，喝还是不喝？怎么了，燕王妃？瞧不上哀家宫里的茶？想来燕王府的茶都是上好的茶，比贡茶更好吧？不敢，娘娘说笑了。阮宁端起茶盏，茶盏在他手上竟微微颤抖。燕王妃看起来很紧张呢，你怕什么？臣妇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太后娘娘了，但还是震慑于天家威容，心里不由自主的紧张，是吗？阮宁捧着茶盏不说话，也不喝茶，拖着呗。长者赐，不敢辞。燕王妃，你出身乡野，这话的意思明白吗？臣妇喝不惯茶。阿姐，梁子云脸色苍白的站在殿门口。你怎么现在来了？太后的话还没说完，梁子云忽然走到阮宁面前，他忽然夺过阮宁手中的杯盏，仰头咕咚咕咚把那一碗茶一饮而尽。嘿，臣弟一路走来太渴了，谢太后娘娘赐茶。梁子云，你大胆！哀家真是把你宠坏了，让你在宫里如此没有规矩。扑通，梁子云冲他跪下。太后娘娘，阿姐，你对紫云的好，紫云铭记在心。阿姐若是生气，紫云这条命就在这儿，阿姐拿去吧。你以死逼哀家，为谁？为他吗？嘿，阿姐，你还记得你们进宫的时候，在国公府的日子吗？臣弟好想念那时候啊。这是慢性的毒，需得至少2克才会发作。只要他把梁子云赶走，再遣人给他喂下解药。太后这念头刚过，暗红的血便顺着梁子云的嘴角蜿蜒而下。怎么会这样？紫云，你不要吓唬阿姐！太后一扭脸，看到一旁的阮宁。燕王妃，你做了什么？你对紫云做了什么？太后娘娘，您最清楚是怎么回事吧？她蹲下身来，低声道：“您是想毒死臣妇吗？那您难道没有解药吗？”太后眉头紧皱，看着倒在地上七窍流血的梁子云。不对，哪里不对？梁子云即便喝了那毒茶，也不应该发作的这么快。他是怎么回事？快传太医！传太医还能来得及吗？您知道眼睁睁看着您的亲弟弟七窍流血死在你面前吗？你住口！就是你在那碗茶里动了手脚，你要嫁祸哀家，毒害哀家的弟弟。那不如请皇上来审断，或求皇上命大理寺审个水落石出。阿姐，对不起，我想念以前还在梁府的阿姐，你能像以前那样对我笑一笑吗？太后鼻子一酸，她恨梁子云啊，她恨梁子云背叛她，她恨梁子云杀了玉官，她恨梁子云抓了红苕交给燕王，她才不要心疼梁子云。太后闭目深吸一口气，梁子云不能白死，她要让梁子云的死得有价值。太后忽然动手，一把掐住阮宁的脖子。哀家命你救他，这茶跟那日燕王府宴席上的饮食一样，不过是浓度更高，你那日能解，今日也必能救他。那日发作的没有这样快，哀
家不管，哀家要你重做那日的解毒茶，救哀家的弟弟。皇上，臣妇拜见皇上。你还想骗哀家？皇上来了，你也得重做那茶，救我紫云。皇上，求求你，能让太后娘娘放开臣妇的脖子说话吗？你在耍什么花样？太后皱眉向门口看去，太后深吸一口气，好啊，他的弟弟，他的儿子，全都来跟他作对。皇上来了，为何站在殿外？太后松开阮宁的脖子，小皇帝这才慢吞吞从殿门一侧走到门前，他身边竟然还跟着楚萧。母后说你能救他，是不是真的？此事因燕王妃而起，燕王妃必定能救，否则今日他休想离开宫中半步。先殿茶水间，你去调配那日的茶。太后说着给一旁大宫女使了个眼色。先帝给哀家留下的解毒丹，给紫云服上半粒，叫她可以撑到燕王妃煮好茶。臣妇煮茶可以，但臣妇也有个条件。大宫女采悦，为梁紫云服下半颗药丸。阮宁在一旁默不作声地看着，什么先帝留下的解毒丹，分明就是太后娘娘所下之毒的解药。臣妇的条件是，其他人不能窥伺臣妇煮茶的手法，只能由臣妇的贴身丫鬟陪同。臣妇当年在母亲面前发过誓，太后娘娘若不能答应，臣妇便做不了这茶。太后娘娘眯着眼，冷冷看着阮宁。母后可以，哀家答应你。嬷嬷领阮宁去了偏殿茶室，无论她用什么要什么，嬷嬷都会给她提供。娘娘可需交代她多做几碗出来。不必多此一举，她做多少都无妨，反正她用的都是宫里的东西，待她离开一看便知。小皇帝并不着急离开，他坐在那儿等着看这件事的结果。皇上今日的功课学完了吗？怎么忽然到哀家宫里来？楚先生说朕近来功课有进步，今日朕有半日的休沐，特地来给母后请安，母后可要考一考儿的功课。太后目光落在皇帝身后的楚萧身上。楚太傅为君之师表，可万不能骄纵陛下。陛下虽年幼，却是早慧，更当好好引导才是。紫云也是朕的小舅舅，朕要看着小舅舅无事，才能安心去读书啊。小皇帝正暗自唏嘘，阮宁却带着他的丫鬟从茶水间回来了。丫鬟端着的托盘上竟有好几碗茶。这碗健胃醒脾茶是特地给皇上煮的，为何给朕这种茶？皇上虽贵为国君，但年岁不大，这年纪的少年容易脾虚胃寒。臣妇看皇上身形消瘦，脸色略微显黄，大概也需要喝一点暖胃的茶。皇上放心，这茶便是没有脾虚胃寒之症，也可以喝。此茶能健胃消食。阮宁声音温温柔柔，小皇帝猛地抬头看他，他这一碗茶暖的何止是他的胃，乃是暖了他的心。小皇帝垂下眼睛，不让任何人看到他发红的眼眶。他小口小口啜饮着健胃醒脾茶。阮宁这会儿正蹲在梁紫云旁边指导，并帮助丫鬟给梁紫云灌茶汤。燕王妃的茶朕很喜欢。太后深吸一口气，目光如利箭，嗖嗖射向小皇帝，但小皇帝看也不看他，只看着阮宁的动作。小舅舅能行吗？有太后娘娘的解毒丹，问题不大。既然问题不大，就告退吧，哀家疲乏了。皇帝愕然看他，梁紫云不是他的亲弟弟吗？他竟然不看着梁紫云醒过来，再下逐客令。皇帝还要叫哀家考你功课吗？母后休息吧，儿改日再来。好了，吐出来就好了。梁紫云翻身跪地。多谢太后娘娘大意，解救草民无状。进宫之前刚服了治头风的药，也许是那药和宫里的茶正好相冲相克，让太后娘娘皇上受惊了。你怎么不谢燕王妃？是她煮了奇特的茶救了你。为什么不谢燕王妃，反而谢她？因为此时在梁紫云眼里，燕王妃才是自己人。也谢过燕王妃。她吃力地站起来，借由服药相克把那碗毒茶的事遮拦过去。明摆着这件事若揪住不放，太后自己也落不着好。太后挥挥手，不想看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母后好好歇息。小皇帝告退，阮宁和梁紫云都跟着一起告退。哎呦！太后疼得捂住心口，她胸膛里疼得犹如针扎，一摸上去更是刺痛的厉害。张易之呢？传张太医。回娘娘，张太医告假，好几日都没到太医院去了。尚嬷嬷呢？怎的也不见尚嬷嬷？回太后娘娘，尚嬷嬷她身子不适，在屋里躺着呢。陈英，连你都敢欺骗哀家了？陈英扑通跪地。奴才不敢。说实话。回太后娘娘，今日是玉官无期，尚嬷嬷给玉官烧。陈英不敢说下去，宫里是不准私自烧纸的，就连位分低的妃嫔死了都不能烧纸。玉官不过是个宫女，尚嬷嬷给她烧纸就是触犯宫规。她竟胆大妄为至此，哀家身边这些个人一个个都翅膀硬了。太后越想越气，待她回来，你去替哀家掌嘴，叫她长长记性。娘娘息怒，奴才不敢。你不敢？哼，难道要哀家亲自动手吗？奴才有罪，等寻了尚嬷嬷回来，奴才就。说人不离百步。
陈英话没说完，尚嬷嬷就红着眼睛回来了。尚嬷嬷，主子传您呢。奴婢告假了。主子传您，还能用告假搪塞吗？尚嬷嬷脸色一僵，自打玉官死了，她精神不济，太后对她气色一日不如一日。如今就连小宫女都敢嗤笑她了。尚嬷嬷含着脸来到正殿当中，娘娘传召老奴。陈英，你去。尚嬷嬷闻言一愣，立在原地。陈英上前，尚嬷嬷，你忍着些，那咱们做奴才的有些规矩不能破呀。你与他啰嗦那么多，怎的？心疼他，觉得哀家罚的不对？奴才不敢。他连忙挥手，一个耳光呼了上去。一声脆响，尚嬷嬷先是愣了一下，继而无边的羞耻感、愤怒、失望涌上来。做奴才的当知感恩，你们的一切都是主子给的，你有今日地位荣宠，都是主子的恩典。你们的命本就是主子的，尚嬷嬷是哀家给你的恩典太多了，叫你忘了本吧。陈英，继续打。尚嬷嬷屈膝，扑通跪下。不劳陈公公动手。他抬起手，一耳光接着一耳光。陈英打那一耳光尚且留了几分力气，尚嬷嬷却是尽了全力。奴才该死，奴才忘恩，奴才忘本，奴才坏了规矩，罪该万死。好了，哀家不是不给你脸面，只是你也得叫哀家省心才是。最近哀家身边有一件省心的事儿吗？皇上，我爹，紫云，秦昊。太后长叹一声，不能想，简直越想越气，越想越疼。她揉了揉前胸，叫尚嬷嬷告退，只留了陈英。你去打听张太医告假几天，何时回来，哀家要见他。太后吩咐道。尚嬷嬷此时尚未走远，但太后的话她却听见了几分。尚嬷嬷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坐在床边，拿起箩筐里的一只剪子。若是就这么死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泉下哥嫂？有什么脸面见玉官？玉官，你放心，我必为你报仇。这天傍晚，娘娘又传召了张易之、张太医来请脉。每逢张太医来请脉，娘娘就不留人在跟前伺候，只有陈英守在门口。尚嬷嬷悄悄溜出宫，并无人发觉。她仗着自己是太后面前大嬷嬷的身份，竟然顺顺利利地见到了皇上。你不是母后的乳母嬷嬷吗？怎的忽然来求见朕？可是母后凤体不安。尚嬷嬷欲言又止，脸色为难。你们都退下，并退了宫人。现在可以说了吗？太后娘娘她秽乱后宫，你说的可是真的？老奴句句属实，若有半句虚言，不得好死。你是母后的中仆，今日为何做这背主之事？人生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老奴规劝过太后，太后不肯听，正因老奴是中仆，才不希望看到太后娘娘一错再错。尚嬷嬷说着，情真意切地流下泪来。太后就算不为先皇守着，也当为皇上您的颜面考虑呀。妇道人家怎可做这种道德败坏之事？你不错，是个中仆，朕回来再赏你。小皇帝把尚嬷嬷留在前朝，他则带着人前往后宫捉奸。小皇帝准备充分，又是突然袭击。大红娘，陈英一句话没喊出来，就被小皇帝的人捂了嘴，敲晕在一旁。其他人留在外头，你们随朕进去。小皇帝铁青着一张脸，只带了2个大内高手与他一同进入殿内。帐幔低垂，屋里点了宜人的熏香，但仍有一股子靡靡之气从摇曳的战幔中飘溢出来。小皇帝只觉眼前一切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他头上。扯开！皇上年纪大了，不好这样闯入哀家的寝宫。荡妇，你说谁呢？父皇没有，还不足2年呀！你怎可？别啰嗦，哀家的事情你少管。哼，你以为朕来干什么了？来看你无耻混乱后宫的样子吗？不然呢？你来杀我，是母？你是怕自己的皇位坐得太稳吗？小皇帝面色已经踉跄后退一步，但他余光瞟见藏在太后被子里的人动弹了一下。今日朕来了，朕亲眼所见，就绝没有坐视不理的道理。来人，把那奸夫给朕拖出来斩了！哀家看看谁敢动，赐母后白绫一条。母后，你与父皇感情深厚，思念父亲甚笃，以前是不放心朕，如今看朕已长大，所以追随父皇去了。小东西，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是属狼的，还没长大就开始咬主人了。梁氏，你放肆！尔等不听朕命，你们是要造反吗？两侍卫虽不苟言笑，却也脸色铁青。太后娘娘得罪了。慢着，看来今日是不能善了了。你还想善良？那我有一事要告诉皇上，
待你听完再做决断不迟。说，屏退众人，就你我母子2个，否则你一定会后悔。小皇帝看了看床上的人，出去吧。张易之趴着不敢动，把他带出去。皇帝下令，既没有太后护着，张易之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2个侍卫把他从被子里拽出来，赤条条把他带了出去。2刻之后，皇帝失魂落魄地从殿中走出。砍了吗？侍卫愣了愣，才明白他问的是张易之。回皇上，上尉。砍了吧，砍了之后把头拿来，叫朕看看。侍卫一惊，赶紧颔首应是。皇帝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一脚深一脚浅，年纪轻轻却是踉踉跄跄。人呢？皇上是问谁呀？那个嬷嬷，那嬷嬷人呢？上嬷嬷乃太后娘娘身边的大嬷嬷，太后乳母。他还说太后有吩咐，他急着去办。完了，他跑了。他是不是回太后宫中了？不可能，他不可能回去。他背叛主子，出卖主子，他怎么敢回去？他定是出宫去了。完了，这完了。小皇帝这次倒是猜对了，上嬷嬷糊弄了前朝的宫人，伪造太后口谕，悄悄离宫。他此时正蹲守在燕王府外头，他在等一个人，等到那人一身锦衣华服，策马而归时，小公子，小公子，是老奴啊！求求您！梁子云认出他来，翻身下马。上嬷嬷，你不在宫里伺候你来这做什么？小公子，你救救太后吧，你救救娘娘吧！胡说什么？我看她好得很，她又耍什么花招呢？她想怎么玩怎么玩，脚也不奉陪了。小公子，娘娘生病了，胸痛得很，小皇帝狼子野心，要趁娘娘生病逼死娘娘。小皇帝已经将国丈爷手中兵权夺去，宫中也有一半的势力落在了他的手里。他忽然起事，娘娘防不胜防，只有老奴侥幸跑出来，跑来搬救兵啊！小公子，您若不救娘娘，您不帮娘娘，娘娘这次就真的没命了。你说的是真的？老奴若有半句虚言，老奴不得好死。梁子云面色凝重起来。小公子，娘娘做了很多错事，但谁这辈子就没做错过事呢？在娘娘那个位置上，我不杀人，人就杀我。很多事情身不由己，她不愿意的呀。她曾经也是多么单纯善良的女子，她是被一步步逼到这份上的呀。上嬷嬷悲痛欲绝，梁子云弯身将她扶起来。上嬷嬷，我知道了，我回去找我爹想办法。就全靠小公子了，至亲的姐弟，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你等着，我给你叫辆马车，送你回国丈府。梁子云扭头，正要喊燕王府的人，冷不防的他后腰猛然剧痛，梁子云本能一个回踹，上嬷嬷被他一脚踹飞，梁子云往自己后腰上一摸，一柄短刀正插在他后腰上。他叫你来杀我？玉官是我亲侄女，你杀了玉官还割了他的脑袋，我老婆子本事不大，却也算是为玉官报仇了。我为何杀玉官？可知他杀了多少无辜之人？杀人偿命，他杀了那么多人，他不该死吗？他只是刀，是你二姐手里的刀，真正的刽子手是你二姐。你要伸张正义吗？你要为那些无辜枉死的人讨回公道吗？去呀，去杀你的二姐呀！你不敢杀他，却只是折了他手里的刀，他手里的刀可不止玉官一把。哼，想来你也领教过了吧？滋味如何？不，他不是刀，他是人，他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选择，是他自己选择成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棍，被我杀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就像你不也是奴才吗？你不也是主人手里的工具吗？怎么你就有自己的意识，反噬其主呢？反噬其主，对。他踉跄起身，跌跌撞撞向燕王府大门走去。我想到了更好的反噬其主的办法了。不白死！你干什么去？燕王府门内的家丁门房终于看见他受了伤，连忙冲出来。怎么搞的？小公子这是怎么了？不行，我得回梁府一趟，告诉爹爹去救阿姐。派个人回去报信不就是了吗？得派个口齿伶俐的，还得是心腹之人，得让我爹信得过的。梁子云说着，眉头越皱越紧。哎呀，算了，没这样的人，还是我回去吧。家丁劝不住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翻身上马，忍着疼往梁府赶。上嬷嬷一步一步来到燕王府大门前，他本想跪在门口，但腹中疼痛，他竟扑通五体投地地趴在了大门口。哎呦，这又算是怎么回事啊？老奴求见燕王，有要事。上嬷嬷说着，嘴角溢出更多的血。门房家丁不敢大意，连忙进去禀报。
他们虽不认识尚嬷嬷，却知道正是他跟梁子云交谈后，梁子云就受了刀伤。尚嬷嬷被带到燕王府内，她被人抬进院子，放在院中地上。秦云川来到她面前，垂眸看着她。太后身边的大嬷嬷，你因何求见本王？尚嬷嬷趴在那儿，口中念念有词，却是听不清她说了什么。秦云川蹲下身来，只听她嘟囔着：反噬其主，我想到了更好的反噬办法。秦云川皱了皱眉，这说的都是什么？还反噬？谁养蛊吗？禀燕王，当今皇上不是景帝的儿子，他甚至也不是太后的儿子，他是抱来的。他娘是梁家的家奴，浣衣房的丫鬟，他爹是养马刷马的马奴，他就是个奴才的儿子，却因为生的是时候被抱进了宫里，冒充景帝和太后的儿子。秦云川闻言一惊，他愕然看着尚嬷嬷，如此机密之事，你怎会知晓？当年就是老奴报的，老奴是太后的乳母，对太后忠心耿耿。好一个忠心耿耿啊！是啊，养蛊还会反噬呢，何况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秦云川直起身左右看去，尚嬷嬷是故意的，她根本不在乎还有旁人在场。秦云川没有屏退旁人，此时在院中的除了家丁，还有袁亨、袁化，还有王重六。哦不，他改名叫王承文了。别叫他死，袁素卫去请裴郎中，叫他活着，他是第一人证啊！王爷，某现在就去召集幕僚，如今是大好的时机，错过这次机会，要多付出多少代价？秦云川明白，身边这些人今日是他的幕僚，他日便有从龙之功。去吧。是。王承文激动的一抱拳，立刻去召集幕僚。这是大消息，天大的消息！燕王一直没有逼宫，正是因为景帝与燕王兄弟情深，小皇帝是景帝唯一的血脉，是西朝正统的继承人。燕王逼退小皇帝，自己登临皇位，名不正言不顺，他可以杀反对者，但也会落下千古霸名。但如今小皇帝竟非正统，他是梁家家奴的孩子，他既不是景帝的后人，自然不配再坐那个位置。王纯一当年是假怀孕，真怀孕。太后诞下一位公主，可惜公主命不好，养到2岁，因为一场高热便死了。如今小皇上与太后恐怕已经闹翻了，本就不是血亲，太后也不喜欢小孩子，哪有什么真正的亲情可言？甚至太后怨恨他，把小公主的死怪在他的头上，觉得是他夺了小公主的福气和命数。他当年也不过是才咕咕坠地的婴孩，甚至因为他的父母都被杀了，他有什么错？全是利益，全是谋算，全是倾轧，他们自始至终都不像母子。尚嬷嬷说着，忽然吞了一包药，以秦云川的速度，他完全可以拦下他的，但他却迟疑了。尚嬷嬷咽下那药，五官都纠结在一起，这毒药似乎很疼，在肚腹之中狠狠地折磨着他。老奴该做的、想做的都做完了。当年贵妃娘娘不许纯一嫁给王爷是对的，贵妃娘娘识人眼光太准了。对了，王爷知道吗？其实纯一喜欢的一直是燕王您呢，他如今招了面首，都是照着燕王的模样选的呢。尚嬷嬷捂着肚子躺倒在地，她蜷着身子翻腾了几下就不动了。王爷，王承文回来请他，人都齐了。秦云川阔步而行，他前去见心腹幕僚们。尚嬷嬷在整个大西朝虽只是一个很小的人物，但她的突然反噬却像是一支剧毒的毒箭，正中靶心，影响重大。我等愿誓死追随燕王殿下，我等愿为燕王鞍前马后，问鼎中原。心腹幕僚们野心勃勃，气氛灼热。秦云川同幕僚们商议完毕，他回到重阳院，阮宁已经洗漱更衣，只穿着柔软的细棉里衣，躺在偌大的床榻上逗着重八玩。王爷有什么喜事儿？怎么这么说？王爷的眼底好像有燎原的星火，定是有什么大事在酝酿了。看王爷面有喜色，所以这件大事也是让王爷高兴的事儿。秦云川伸手捏了捏他的鼻子，宁宁最懂本王。阮宁挑了挑眉，等着他的下文。他都猜到这儿了，剩下的秦云川也该告诉他了吧？秦云川却只是眼含笑意看着他，并不多言。禀王爷，宫里出事了。秦云川眸色一凝，正欲起身，阮宁却伸手抓住他的袖子，神色不安地看着他。出了什么事？皇上放火烧了寝宫。皇上放火之前屏退了宫人，只有他和他的贴身大太监。当时在宫殿之中，郭沫是推倒了烛台，引燃了幔帐地毯，火就烧起来了。皇上被困殿中，王爷尽快进宫，以安稳局面吧。既然是如此紧急之事，你快去。你在府上照顾好重八，我会派魅影军守好王府。在我回来以前，你千万不要出去，不要离府，有任何消息不要轻信，直到本王亲自回来。我知道了。
千云川伸手捏了捏他的脸颊，又低头在他唇上深深一吻，这才阔步离开。阮宁立刻叫清管去问刚才府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儿。以阮宁在燕王府的威信，以清管的手腕，没出2刻，清管便已经问明情况。回王妃，太后身边的大嬷嬷刚才死在王府了。他死在王府以前，亲口告诉王爷，当今圣上并非景帝之子，却是太后抱养的梁家家奴之子。皇帝非景帝之子，景帝可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是啊，真可怜，这一个儿子还是假的，是抱了梁家家奴的儿子。阮宁此刻想的却不是这些，他想的是，既然皇帝不是景帝亲生，那么他就没有资格坐在皇位上，倒是景帝的几个弟兄梁王、燕王等几个王爷最有资格继承皇位。难怪王爷那么亢奋，他这一去宫中，恐怕再回来就不是燕王殿下了。只盼他一切顺利。千云川带领诸将急赴皇宫，他在第一时间接管了皇宫诸道宫门。千云川接管皇宫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阻碍。别燕王，皇上就在这殿宇之中。宫人指着被熊熊大火吞噬的宫殿，哭嚎着说道：火势如此之大，只怕是……却忽闻哐当一声巨响，烧着的殿门被人从里头踢开，熊熊大火之中冲出一个人影来。楚太傅竟然抱着小皇帝从火海之中冲了出来。楚太傅何必救朕？我是朕放的。千云川所率众人此时表情非常复杂。把皇上送去宪章宫正殿，传太医过去，通知宫门口前来的大臣都可去宪章宫外候着。是。亲兵领命而去。千云川倒是表情柔和的抬手拍了拍楚萧的肩膀：好兄弟，对得起太傅一职。我能为他做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剩下的就全看你了。知道你没机会，别想太多。千云川吩咐人留下继续灭火，他也往建章宫而去。杨子云在草草处理了伤口之后，直奔长信宫。一夜的兵荒马乱，京都彻夜不眠。阿姐，你要活着！他气喘吁吁地冲进长信宫大殿，却发现他亲爱的阿姐像是没事人一样，坐在内殿的莲花镜前，正在认真的梳妆打扮。阿姐这般精心描绘，是在等人？你在等谁？太后揽着镜细看，十分满意的点点头，手艺不错，赏。是太后娘娘好看，发髻点翠，不过是锦上添花。太后挥了挥手，宫女躬身退下。哀家的事轮得到你管？这么着急赶来，是想看什么？看哀家狼狈，看哀家沦为丧家之犬。梁子云闻言皱紧眉头，一夜的焦急，一夜的担心，原来在阿姐眼里是这个意思。听闻皇上昨夜在未央殿放火，担心阿姐不平安，所以急着赶来看看阿姐。他倒有胆量放火，死了吗？阿姐怎能如此冷漠？你也说了，是他自己放火，他自己不惜命，难道让别人替他惜命吗？明白了，我明白了，阿姐倒是惜命的人。是我的管闲事，自作多情了。阿姐向来能照顾好自己，阿姐是在等燕王吧？太后眸子一凝，猛地看向梁子云。叫我猜对了，你果然是在等他。小皇帝突然放火，焚烧殿宇，差点死在里头。无论他生与死，这一局一定是燕王胜，哪怕还有变故。但以阿姐的美貌，再加上这般精心打扮，必能为自己留有生机。求生有什么错？遇见点变故就要寻死，才是懦夫。你怕是要失望了，燕王才不会来。他一定会。小皇帝在建章宫醒来，他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要禅位给燕王叔。朕都不配位，昨夜入梦被皇考大骂，痛哭流涕，心中惶惶不安，半梦半醒之际，打翻烛台，酿成大祸。若非楚太傅舍命相救，朕已经葬身火海。朕越想越不安。朕知道已经来了建章宫，可无论如何都醒不过来，如同梦魇。小皇帝低低啜泣几声，众臣连忙安慰他，却摆摆手继续道：直到朕向皇考保证，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禅位给德才兼备的能人，禅位给燕王叔，朕这才转醒过来。殿中霎时一静，所有人都看着小皇帝，又用余光偷偷瞄着燕王。皇上只是受了惊吓，此话不要再说了。皇帝见状大急，他连忙掀开被子，跳下床，屈膝就要朝燕王跪。皇上，万万不可！皇叔，你就答应朕吧，求你了。朕坐在这位置上，心里一日也不得安稳，朕不配啊！皇帝痛哭流涕，叔侄三请三辞，燕王还是没有答应小皇帝。众臣心思各异。皇上疲乏了，众人告退吧。众臣退下之后，殿中只剩燕王和小皇帝。小皇帝脸色颓败。燕王叔知道了吗？我原是不配的，就连叫你一声叔也是我高攀。青云川负手而立，一语不发，脸上四平八稳。燕王叔才是更适合这位置的人，我从一开始就怕你，觉得你回来就是来夺走我一切的。如今我才明白，
这一切原本就不该属于我，你是来拿回本该属于你的一切。小皇帝头耷拉着，有气无力，不再是昔日那个争强好胜、耍弄心思的少年。千云川此时才缓缓开口：本王封锁了消息，关于你的身世不会有流言传出。小皇帝闻言一愣，愕然抬头看他。即便有流言，本王不认，便没有人能说流言是真。皇叔，这是什么意思？您不要这皇位。本王坐在皇位上能做的事，现在一样能做；坐在皇位上不能做的事，本王现在也能做。他抬手摸了摸小皇帝的头，安心坐你的位置吧，本王在这儿，没人能把你的位子抢走。小皇帝的下巴掉在地上，这是什么情况？昔日他觉得一定会夺他皇位的人，今日却告诉他，他不要他的位子，不但不要，还要替他守护他的位子。不得不说，燕王就是有那种能让人一下子安心的气场。燕王离开之后，宫人进来伺候小皇帝。小皇帝蔫蔫地靠在床头，虽然燕王的话叫他屁股好像稳了。皇上，外头可有什么流言？皇上没出门，也听说了。燕王说流言已经封锁，这么快就传出去了吗？说来听听。宫里传言说太后娘娘与燕王有首尾，又说是因为太后娘娘的缘故，燕王才……小皇帝猛地睁开眼睛，双目猩红地盯着小太监。都在胡说八道。他和燕王，哼！小皇帝没理那小太监，他躺倒在床，拉过被子蒙着头，似乎这样他就不用去面对那么多羞耻和愤懑。三请三辞，咱们王爷竟然没有接受皇位禅让，说是兄弟情深。清管说着从外头听来的消息，小心翼翼看阮宁的脸色。外头人不知道，可咱们府上却有人知道，现在的皇帝根本不是景帝的儿子，即便兄弟情深，也深不到当今那冒牌货的身上呀。阮宁勾着嘴角笑了笑，拿着手里的摇铃逗弄着重八。奴婢不该妄自揣测，说出来叫主子心烦，但奴婢又怕不说，主子毫无准备。清管说着跪了下来，主子要罚便罚，奴婢还是要说。你想说什么？咱们府上人说，王爷之所以不受禅让，乃是因为太后的缘故，说他要给太后保全颜面，还说他一直喜欢惦念着太后。我以为你说出来是要叫我有所准备呢，然后安慰我呢。对不起主子，您别往心里去，别伤心，奴婢说了您听了，心里有个准备。主子，梁家小公子回来了，他回来就开始收拾东西，说要回梁家去。他的病都还没治好，主子昨儿还给他调整新药方，他怎么忽然要走？过来说吧。梁子云说他没脸再住在梁王府，没脸求王妃为他治病了。他说他回去继续服药，生死由命吧。没脸？他那日也进了宫，见了太后娘娘，这2天他都没回来。他说回府上处理腰伤去了，今日能下床，所以过来告辞。说没脸继续住下，没脸继续求医，但若不辞而别，更觉对不起王妃，对不起燕王府对他的善待。阮宁没说话，他细品着梁子云这个没脸的意思，难道真是太后跟秦云川有了私情，所以梁子云在求他医治，着实没脸。王妃，王爷回来了！院子里的丫鬟欢喜喊道。秦云川随着丫鬟的叫喊，脚步如风，阔步进门。他立在门口，虽无皇位加持，却也叫人觉得气势逼人，不敢直视。清管狱中连忙跪地下拜。阮宁正欲起身，秦云川已经阔步上前，一把将阮宁抱在怀里。人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本王3日未见宁宁，只觉得仿佛隔了几世般长久。秦云川紧紧地抱他，抱了一阵子，又轻轻松开。2个丫鬟已经不动声色地退出屋子。怎么了？你不高兴？没有，王爷求得所愿，我也为王爷高兴。你失望了吗？你改变主意了？如今你想要那位置了？他目光认真，语气也没有敷衍。你若想要，你若喜欢，本王现在就可去拿回来。我们听王爷的意思，好像王爷受与不受禅让都是为了我。什么好像？本王就是为你，怎的你还不明白？那太后呢？我听人说你是为了她的颜面才不受禅让。谁？这话是谁说的？竟敢在宁宁面前如此污蔑本王，简直岂有此理！阮宁眨着眼睛看着秦云川，不管外人怎么说，本王不会让他善终。他背叛欺瞒阿兄，他对阿兄不忠，他更是一次次算计你与重八的性命。本王从边关回来，路遇蒙古兵偷袭。所谓的蒙古兵，就是他与梁之行密谋派出的杀手。若非宁宁，本王深中其毒，早已死在那个毒妇的戒下了。本王还顾及他的颜面，简直滑天下之大稽。本王连全尸都不会给他留，何况颜面？秦云川说着，又抱了抱阮宁，他的脸埋在他颈边，他深深吸气，呼吸着独属于阮宁的芬芳气息。
宁宁，本王心里只有你，也只装得下你。本王没有接受禅位，是因为你曾说你要的爱情，你要的夫妻乃为一体。本王若接受了那皇位，就要受制于很多规矩，甚至要接受很多的女人。本王不想如此，也不想叫你受这样的委屈。但若要你如此与皇位失之交臂，你会不会后悔？我秦云川不后悔，这是本王自己的选择。人生不过短短数十载，秦云川已经死过一次了，余下光阴，我只想守着我的宁宁。当皇帝如何？不当皇帝又如何？人生要快意，我已经找到我人生最快意、最珍贵的人和事了。阮宁鼻子一酸，扑进他怀里。千云川紧张：宁宁，你怎么哭了？傻子，放肆！还没人敢这么说本王呢。以前没有，以后更没有，但只有一人例外。他抬起他的脸，吻去他的泪。本王今生绝不负宁宁。外头还有很多事要处理，我怕你几日不见我，不安心，再有风言风语传进来，惹你心烦，所以回来看看你。我现在还得……王爷放心去忙，我会照顾好府上，照顾好我和重八，我不心烦。王爷如此忙碌，还能想到回来让我安心，我还有什么好烦的？秦云川点点头，急不离开。他怎么也没料到，他就回府这么一会儿，宫里还真就出事了。也许是最后一面了，求求楚太傅，母子一场，就让朕跟他告个别吧。燕王现在是没腾出手来，腾出手来，朕还能再见他吗？小皇帝说着，眼泪簌簌而下。好吧，臣带皇上去，但不要拖得太久。不会太久的，很快就结束了。小皇帝被领去了掖庭，没有去富丽堂皇的长信宫，而是去了婕妤以下、位分品级低的宫妃，甚至宫婢住的掖庭。小皇帝见到太后梁纯一时，更是一惊。她没有华衣锦服，头上的金玉珠钗也都没有了。母太后，小皇帝皱眉喊她，顺嘴想喊母后，但硬生生改了口。母后装扮给谁看呢？如今这里的条件，她对你也不好啊。哼，你来看我笑话的，所有人都可以看我的笑话，只有你不配。楚太傅，能让我单独和太后说几句吗？臣就在外头，有事儿皇上喊一声就行。关上门，屋里只留下母子两个。楚太傅说不能在这儿耽搁太久，我只有一个问题。母后，这么多年来，你有一天，哪怕一时，把我当做过你的亲儿子吗？有吗？梁纯一抬眸看他，小皇帝神色严肃认真，眸中含泪。哼，怎么到这时候了，来我这儿找母爱来了？没有，你是我的工具，是我利用的棋子。你听说过下棋人把棋子当儿子的吗？那也太傻，太可笑了吧？是啊，是我真蠢，我怎么没想到，我竟然还在祈求，还在奢望在我的生命里有过母爱温存的。但是听说下面好冷，你心里只有利用，只有权力，没有一丝一毫的爱，你用什么温暖自己呢？你在说什么？小皇帝插上背后的门栓，一步一步走向梁纯一。小兔崽子，你想干什么？就凭你，我不配，我从来都不配，我不配做你儿子，我不配做皇帝，我不配奢望什么母爱，我不配在这里。小皇帝赤红着眼睛，猛地从袖管里掏出一只竹筒，他拔开塞子，把竹筒里的东西往梁纯一身上猛地泼起。这是什么？是煤油！救命啊！楚萧，来人啊！他疯了！这个冒牌的皇帝疯了！他想烧死哀家！他的皇帝是假的，但哀家的皇后、哀家的太后是真的！小皇帝端起一旁的烛台，猛地向梁纯一掷去，大火一下子将他裹住，熊熊燃烧。梁纯一惨叫起来，他躺倒翻滚，很快引燃了屋子里的东西。第一次放火还会觉得害怕，第二次就容易多了。皇帝却义无反顾，向大火中走去。门终于被撞开，楚萧再次冲进来。我今年跟火犯冲吗？被扛出火海的小皇帝挣扎哭嚎。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要救我？又是你，楚萧，又是你！年纪轻轻为什么要死？你可不能死！他附在小皇帝耳边嘀嘀咕咕说了一阵子。小皇帝诧异看他，眉头轻挑。真的这样就行？皇叔一定会放过我吗？楚萧重重点头。梁太后葬身一场大火之中，最后连尸骨都没有留下。有大臣提议为梁太后设衣冠冢，葬入帝后之陵，燕王没同意，这事儿便不了了之，就连梁家人都不敢多说。小皇帝再三禅位，燕王仍旧一直不受。直到一次家宴之上，小皇帝忽然起身，来到燕王妃跟前，低头看着燕王妃怀里的小世子。小皇帝突然命工人拿上一只盒子送给重八。千云川上前打开盒子一看，里面竟是帝王专用的玉玺。皇上这是何意？这是朕
献给皇叔长子崇巴弟弟的。小皇帝说完挥挥手，他饮了一杯酒，便推说身体不适，离席而去。宴席并未因为少了他就少了什么气氛，有燕王在此，底下人依旧恭敬严肃，谨言慎行的气氛一点不少。在那日宴席之前，小皇帝还去朝会，但宴席之后他彻底摆烂了。以前上朝，小皇帝虽在皇位上坐着，但大臣们走并完就只看燕王脸色。小皇帝明白自己的身份不过是个傀儡，他愿意让出这位置，只要燕王说出他的身世，恐怕没人会不信。燕王可以名正言顺地坐上了这个位置。他听信了楚太傅的话，楚太傅那日告诉他，他不必死，也不必担惊受怕，只要他把帝王玉玺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赠与燕王世子，他就可以轻松了。小皇帝信了，他也赠了。赠完之后，他就开始了帝王的摆烂生活。早朝不去了，御书房更不去了，大臣也不见了。他整日待在兴乐宫里，听伶人唱歌，看胡姬跳舞，听外头说他沉迷声色犬马，斗鸡走狗。他就是这样无能且昏庸的皇帝。他就这样平安无事的摆烂一整年。次年又到了琼花池里荷花开的时候，他去琼花池赏紫莲。今年的紫莲开得格外茂盛，花朵比往年更大呢。杨公养得格外用心，他也格外开心。人心情好了，做事的效果也就会更好吧。皇帝笑笑，微微抬头，不经意间他瞧见了燕王妃。他微微弯腰，牵着刚会走路的小世子崇巴，他满脸慈爱，即便隔着琼花池，小皇帝都感受到他周身洋溢的慈母之爱了。真羡慕他。皇上要不要过去见见，打个招呼？不必了，朕好像知道燕王为什么不肯收这皇位了。小皇帝勾了勾嘴角，转身离开这开满紫烟的琼花池。因为有一个女子值得他如此啊。琼花池的另一边，狱中猛地抬起头，奴婢好像看见皇上了。阮宁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在魔童效果之下，他看到皇上带着笑意走远，他像是突然想通了什么事儿，一脸的释然，一脸的轻松。狱中如他所说，他仍旧留在阮宁身边，他还带了几个小徒弟，教他们功夫，教他们规矩，以备将来他们可以在主子身边效力。而清管，他如今已经有了关小姐的身份和籍贯，曹行简的义女，曹大将军府的女儿。曹行简专程从镇西赶回为他送嫁。当然，曹行简这次回来不只是来送嫁的，更是来给阮宁送礼的。当年多亏王妃神医妙手，曹某人的顽疾终于彻底好了，自那次历经再没有疼过了。清管从将军府出嫁的那晚，曹爽喝得烂醉。我听见他叫我哥，我看着他坐上花轿，我看着他嫁人，我这心里又替他高兴，又替我自己难受啊！你知道吗？你明白吗？沈岩灌了一大口酒。不，我不明白。是啊，你怎么会明白呢？你又没有喜欢的妹妹嫁给别人。沈岩又灌了一口酒，咬牙切齿。是啊，我没有，我还没有你这么差的酒量呢。后来的后来，这俩人喝得抱头大哭。酒醒以后，曹爽跟他二叔去了镇西大军，他要去闯个军功。沈岩则回了趟内蒙古。他回去之前，阮宁交给他一封信，让他带回去给蒙古国的可汗。可汗打开信一看，竟是当年的苏布达公主所统一并简化的蒙古文字。只要我还在这里，必促进通商，建立边事，盼两国守望安好。苏布达公主她有后人，她不愧是我们的草原明珠，原来她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草原有新的明珠，依旧在照耀着我们的子民。宣帝在位23年，吃喝玩乐不理朝政，由出将入相的燕王代理朝政。燕王治理期间，四海燕清，国泰民安。西朝与西域诸国、北方蒙古都建立通商关系。孝宣帝30岁那年，驾崩于兴乐宫。年仅20岁的秦敖乳名崇巴继位，登基为帝。其父秦云川加冕太上皇，其母阮宁为皇太后。